江云飞重生到绝世涅槃公测前夕，2年前风靡全球的游戏《绝世涅槃空间》打破次元壁障，与人类世界合二为一。自此，牛鬼蛇神不再是一串串数据，而变成了活生生的现实。世界陷入前所未有的文明灭绝危机。上一世灾难降临，江云飞惨死于妖兽巢下。这一世，我做自己的救世主，我命由我不由天。第1章重生2年前，我还活着。睁开眼的江云飞震惊地打量着周遭的一切，发现他躺在医院的病床上，脑袋上缠着纱布，很是疼痛。他清晰地记得自己明明惨死在鬼级 BOSS 千年血僵尸的獠牙下，怎么又会出现在医院里？江云飞下意识掏出手机一看后，整个人呆立当场。这不是他上大4时用的翻盖老手机吗？再看手机上显示的时间，2012年9月15日。护士小姐姐，请问现在是哪年哪月哪日？江云飞激动地朝要离开的护士小姐姐问道。护士小姐姐像看白痴一样瞅他，你手机上不是显示2012年9月15日吗？重生了。江云飞终于意识到，他重生回了2年前。现在是2012年9月15日12点整。风靡全球，影响全世界，最后带来末世灾难的《绝世涅槃》这款虚拟与现实结合的史诗级巨作游戏，将在24小时后开启全球公测。没有人能想象到，《绝世涅槃》不仅仅是一款打破传统网游，实现100%虚拟现实体验的拟真游戏。公测的2年后，《绝世涅槃》的虚拟空间打破次元世界壁障，彻底与人类现世界合为一体。从此，游戏不再是游戏，虚拟与现实结合。游戏里的所有怪物不再是一串串虚拟的数据，而是变成活生生的恐怖嗜血妖兽，它们吞噬一切人类文明。虽然玩家们也获得了《绝世涅槃》游戏里的装备技能，却失去了复活的机制，一旦死亡就是真正的永远死去。最终，在恐怖强大的妖兽潮的侵袭下，人类节节败溃，面临灭绝危机。而江云飞也在一次凶猛的妖潮下被小人陷害后，惨死在可怕的鬼级 BOSS 千年血僵尸的獠牙下。自己重生了，上一世自己面对灾难降临后的无力、不甘、遗憾，全都有机会改变。想到这里，江云飞立刻离开医院，他现在要争分夺秒去做一件事。上一世绝世涅槃公测之后，全世界上百亿人口，不到1年的时间，便有50多亿人被吸引进入游戏，其巨大的影响力改变了全球的经济产业。世界级500强的企业接连斥巨资投入游戏，打造第2世界产业，另有不少草根出身的人群在游戏中崛起，得到无数人无法想象的财富权势。江云飞上一世是在游戏公测的3个月后才加入的绝世涅槃，可后面也凭借机缘与技巧，不到1年时间就从游戏里赚得一大笔钱财，从而在 WH 市这个1线城市拥有了自己的房子与车子。江云飞清楚记得，绝世涅槃在公测的前3天内，给全世界的玩家赠送了10份无法想象的惊天大礼，10份可遇而不可求的造化礼包。造化礼包是绝世涅槃里面的天大机遇，是让人一飞冲天的神助力，也是日后灾难降临拯救人类文明的契机。上一世10份造化礼包，全世界只有3个幸运儿得到，而他们3人后面就是游戏世界中的3大天花板存在，被人称为3大主宰，也是灾难降临事件后人类世界的3大救世主。造化礼包的获取方法，只有在公测前的最后24个小时之内买到对应编号的游戏连接指环。一旦游戏公测后，就算买到对应编号的游戏指环，也将永远失去造化礼包的机会。这一重磅信息是后世绝世涅槃的代理商飞鸟科技事后透露的。离开医院后，江云飞凭着记忆马不停蹄地回到当时的出租屋，然后从床底下掏出所有的家当888888块8毛。绝世涅槃在正式公测的1个月前，已在各大售卖点销售游戏连接指环，又以拟真度分为3个级别，上 100%、中 90%、下等 80%。其中最低的下等 80% 拟真度游戏连接指环，售价正好是8888块8，中等88888，上等8888888。在2012年来说，就算是最便宜的下等连接指环，那近万的价格也足以让无数普通人望之却步。江云飞记得10份造化礼包的其中1份是下等的游戏指环，其售卖地点正是 WH 视觉市涅槃光谷售卖中心，编号888888号连接指环。江云飞拿到钱后，立刻就要飞奔出门，可却在这时，一个冷淡的声音传来：“你拿走所有的钱去做什么？”门打开，走进一个穿着白短袖、牛仔短裤、戴着眼镜、皮肤白嫩、透着知性气质的短发女孩。女孩名叫刘晴，是江云飞大学期间交往的恋人，也是他上一世最亏欠的女人。看到江云飞手中拿着的钱后，刘晴精致的五官像抹上了一层冰块。他拿钱能干吗？狗改不了吃屎呗，肯定又是去买彩票，继续做他一日暴富的白痴梦。
另有一个身材高挑、装扮很浓的长发女人走进来，她是刘晴的闺蜜沈娇娇。历史惊人的一致，上一世也是这个时间这个地点，江云飞拿着8888块8毛，他与刘晴实习时赚到的所有积蓄用去买彩票，结果赔个精光。对于着魔一样不知上进，只期望靠买彩票实现人生巅峰的江云飞，刘晴终于耗尽所有耐心与期待，选择离开他，结束了这段大学恋情。而江云飞在1年后通过同学口中才得知，刘晴当时离开他后不久，却是发现怀了他的孩子。但因为对江云飞的彻底失望，心地善良的刘晴没有选择告诉他。10个月后的一次交通意外，刘晴失去了他与江云飞的孩子。最终在某一天傍晚，刘晴突然给江云飞打了最后一通电话，便结束了自己的生命。事后得知这一切的江云飞陷入了无尽的自责与悔恨，从此如同行尸走肉，浑浑噩噩，直到绝世涅槃的末世灾难降临，在生存危机的压迫下才找回一点自我。晴晴听到这魂牵梦绕的声音，看着眼前真真切切的人儿，江云飞的眼眶瞬间通红，他情绪失控，飞奔过去，一把将满脸失望的刘晴深深地拥入怀中。晴，对不起，对不起，是我不好，我江云飞不是人，害了你，害了咱们的孩子，我对不起你，但你放心，老天又给了我一次机会，这辈子我绝不会再辜负你，我绝不会让你离开我，就算是末世灾难现在降临，我也要付出我的一切，守护住你与我们的孩子。江云飞的失态在刘晴的眼中完全成了胡言乱语。事实上，现在的刘晴压根不知道她已经怀上江云飞的孩子，所以江云飞现在的举动在她眼中完全不可理喻。混蛋，你快撒手，胡言乱语什么？现在在这里装深爱，昨晚刘晴生日，所有人都在等你时，你干嘛去了？沈娇娇气急败坏地扯开江云飞，然后挡在她与刘晴的中间。她一直不喜欢没钱没势的江云飞，劝过刘晴无数次不要跟江云飞在一起，只可惜闺蜜就是不听。凭刘晴的条件，只要她愿意，多的是富二代追求。只可惜这样一朵鲜花却被江云飞这坨牛粪占了。见江云飞头上包着纱布，刘晴眼神闪过一丝心痛，但脸上的冰冷依然没什么缓和。我问你，你拿走所有的钱是不是还要去买彩票？还有，昨晚你为什么没有来？历史惊人的一致，上一世也是此时此刻刘晴这样质问自己。但江云飞那时确实不是个东西，之后果然拿所有的钱去买彩票，搞得竹篮打水一场空，输个精光。不是，我要拿钱去买绝世涅槃的游戏指环，还有昨晚我被摩托车……江云飞解释的话还未说完，立刻就被沈娇娇尖锐的声音打断。刘晴，你看你找的个什么玩意？马上大学毕业了，他不去找工作寻找出路，却还想着去玩游戏，玩物丧志。沈娇娇一直想拆散江云飞与刘晴，此时有机会当然不会错过。他接着道，至于你的生日聚会他不出现，还不是怕花钱，愿意花8000多块玩游戏，却不愿给过生日的女朋友买一份礼物。江云飞，你就是一个不知上进、玩物丧志又抠门小气的王八蛋。怎么，你瞪着眼睛想打我不成？来，你有种动我一根手指头试试。沈娇娇的泼妇气场无比强大，哪怕上一世原本就发生过的事再一次上演，依然气得江云飞想一巴掌抽飞这个八婆。娇娇，别说了，帮我收拾东西。刚刚听到江云飞回答要拿钱去买游戏指环时，刘晴内心彻底失望。至于江云飞昨天生日聚会为什么失约，已经不重要了，刘晴也不想听任何解释。我帮你吧。下一刻后，出乎刘晴与沈娇娇的意外，江云飞没再做任何解释，主动帮刘晴收拾东西，并帮她把大包小包搬到车上去。小汽车是沈娇娇的，虽然她也是来自外省农村户口的女大学生，可还没有毕业，已经认识了不少干哥干爹，有小汽车也不奇怪。临走前，沈娇娇冷笑着凑近江云飞，以只有他2人能听到的声音说，我警告你，不要再来找刘晴，否则你下次就不仅是被摩托车撞到这么简单了。显然江云飞昨晚上的失约，脑袋上的伤全是沈娇娇安排的。然而江云飞一脸平淡，谢谢你的忠告。话落，江云飞快步转身离去，他要抓紧时间去买到拥有造化礼包的游戏指环。第2章，造化礼包。江云飞是重生而来，对于上一世的遭遇他了如指掌，也清楚的知道自己被摩托车撞到去医院缝针，导致失约也是沈娇娇所为。而且沈娇娇背后还有人指使，他只是跑腿的。学院的学生会会长，家世显赫的王傲才是真正的幕后指使。王傲，沈娇娇，上一世我被蒙在鼓里，不知道是你们做的孽，这一世有仇报仇，有怨报怨，你们等着。刘晴，老天又给了我一次机会，这一世我绝不会再辜负你，让你和我们的孩子走上绝路。刚才之所以没有挽留刘晴，实在江云飞不知道该如何解释。
总不能和他说我是重生回来的，即将公测的史诗级5D 虚拟体真游戏，将在2年后造成灭绝人类的末世灾难。江云飞要那样说，谁都会把他当成神经病，没有人会相信。江云飞当务之急要做的是争分夺秒，抢得造化礼包，在日后灾难降临时获得足以保护身边所有珍惜之人的实力。公交车上的广播已经响起，绝世涅槃提醒您，光谷站已到。听到广播，江云飞第一时间下车，然后朝绝世涅槃的指环销售点快步跑去。与记忆中的一样，绝世涅槃这个将改变人类命运的史诗级拟真网游还没有正式公测，可大街小巷、电视广播，甚至是公交车上已经全是宣传广告。打飞鸟科技宣传出绝世涅槃即将公测以后，绝世涅槃一直是牢牢地占据了网络热点的头条榜首，居高不下。虽然绝世涅槃的热度是盛况空前，可当江云飞来到光谷销售点后，眼前却并没有出现人山人海、挤破头皮抢买游戏指环的画面。倒不是绝世涅槃不够吸引人，而是最低的下等 80% 拟真度游戏指环都需要8888块8毛的高昂价格，放在3、4线城市，再加个1万2万的，都足够一套房子的分期首付。就是上一世江云飞，也是在游戏公测3个月后才咬牙花8000大洋买的游戏指环。所以在绝世涅槃公测的初期，真正舍得花这个大价钱买游戏指环的人真不算太多。也正是因为如此，公测前限时3天的10份造化礼包，人类痛失掉7份，造成了日后难以估量的弥天损失。销售点前只有寥寥几个人在排队。小姐姐，我要购买2个下等游戏指环，能便宜一点打个折扣不？有个戴眼镜的小伙子朝负责销售游戏指环的漂亮小姐姐道。对不起，先生，公司规定无法打折，而且绝世涅槃的游戏指环全是实名制购买，只能凭本人身份证购买1个。戴眼镜的小伙子抱着最后的侥幸心理问道：1个就1个，便宜一点嘛，我还是个大学生，你看我还有学生证呢。漂亮的销售小姐礼貌一笑，摇头道：同学，请您不要为难我，我真的做不到。哎，好吧。最终眼镜大学生还是妥协了，凭身份证付款后买走了一个编号10099的下等游戏指环。距离绝世涅槃公测仅剩19个小时，光谷售卖点才卖到10099号下等指环，难怪排到888888号的造化礼包没有人拿到。这个世上有钱人还是很多，戴眼镜的大学生离开后，排在前面的6个人居然有5人选择花88888购买中等游戏指环。要知道，在2012年的8万多块，在2线城市都够一套房首付。更有一人花费888888拿下拟真度100%的上等游戏指环，引得无数人啧舌与惊羡。终于轮到江云飞了，他内心有几分激动，把所有钱放到柜台上，朝销售小姐姐道：我要购买指定编号的下等游戏指环888888号。对不起，先生，我们销售点都是按编号的顺序售卖指环，您无法挑选编号。销售小姐姐歉意一笑，回道：小姐姐，我女朋友是绝世涅槃的忠实粉丝，我正准备向她求婚，她最喜欢的就是8这个幸运数字，我相信买下这个极有意义的编号888888的游戏指环送给她，她一定会感动的答应嫁给我。小姐姐，你就帮我这个忙好不好？到时若是求婚成了，你就算我与她的红娘办结婚酒，都要请你来做上席。此刻江云飞的脸上无比的真诚，眼睛清澈地盯着销售小姐姐。原来是为了女朋友，销售小姐姐有点被江云飞打动，但她确实没有权限越过这么多编号卖她游戏指环。这样，我给主管打个电话问问看。看到江云飞真挚的眼神后，销售小姐姐终是心软了，想帮他一把。谢谢你，拜托了。江云飞为了入戏，连眼眶都泛红起来。终于，江云飞的努力没有白费。半晌后，恭喜你先生，我们主管听到你的事后，不仅同意把编号888888的指环售卖给你，他还同意好事成双，若是你的爱人带身份证来买游戏指环，也可以任意月号选择一个你们喜欢的编号指环。谢谢，谢谢，非常感谢。江云飞感激不尽。登记完，交过钱后，江云飞激动无比地拿到了拥有造化礼包的编号指环。临走前，江云飞还朝销售小姐姐道：小姐姐，到时我们结婚一定请你来喝喜酒。小姐姐笑容甜美道：好的，祝你心想事成，求婚成功。得到游戏指环后，江云飞第一时间选择回他的廉价出租屋。没有窗户的单间里，不开灯的话，白天与黑夜根本没区别。江云飞躺到床上，一拿枕头，发现下面压着2张100元钞票，不用问，肯定是刘晴偷偷留给他的。他认定江云飞拿所有的钱去买游戏指环后，虽然觉得他无药可救，却仍然关心他，特意留下钱，怕江云飞会没钱吃饭。上一世自己究竟有多混蛋，才会让一个深爱他的女孩
伤心失望到那一步。亲，这一次我江云飞绝不会再辜负你，你等我几天，我很快就会把你找回来。看下手机时间，距离绝世涅槃公测还有13个小时。江云飞先去洗个澡，然后又下楼去买了几天的泡面与桶装水。绝世涅槃公测后，他要全身心投入进去，不浪费一分一秒。2年后将是毁灭人类文明的灾难降临，这一次江云飞绝不让自己如一世一样那样无能无力，看着身边的亲朋好友一个个死在他的面前。他要守护与承担的东西太多太多。准备妥当后，江云飞睡了一觉，再醒来时已经是第二天上午11点，距离绝世涅槃公测只剩下不到1个小时。江云飞匆匆泡了个面吃，又喝掉大杯开水后，立刻便躺到床上，然后带上珍贵游戏指环，连接网络，开始启动。与记忆中的一模一样，江云飞如同灵魂出窍，整个人瞬间投入进一片浩瀚磅礴、壮丽万千的神话世界当中。在一番波澜壮阔的介绍画面结束后，江云飞出现在了角色创建的登仙台上。叮！尊贵的玩家，欢迎来到绝世涅槃，距离正式公测还有19分38秒，玩家可以先绑定身份，遇见角色。江云飞选择绑定身份。叮！玩家绑定身份成功。叮！系统检测到您的游戏指环编号为888888，可以得到天赐鸿福造化礼包1份。第3章，僵尸王银钩本源造化礼包。哪怕早有心理准备，可当真的听到造化礼包4个字后，仍然让江云飞激动到无以复加。叮！造化礼包已发送，尊敬的玩家，您可以在游戏正式公测后使用礼包。听完系统的提示，江云飞强行压下内心难以平复的激动，开始创建角色与职业。绝世涅槃里面有无数种族可选择，上一世江云飞选择的神族职业是强攻技刀战士。正因为有上一世的经验，这一次江云飞选择的种族是初始属性点最普通的人族。人族虽然初入游戏后初始属性点是所有种族里最弱的，也没有任何的技能增幅，但后期转职为特殊职业后，潜能却是游戏里公认的最强一族。事实上，后世灾难降临后，人类最强大的战斗力半数都是选择了人族的玩家。叮！玩家选择种族为人族，已确定，请玩家选择职业。术士。江云飞回应。上一世江云飞是个近战刀战士，可这一世他却选择远程攻击的术士。灾难降临后，拥有强大远程攻击技能的玩家才是对抗可怕妖潮的顶梁柱。在数之不尽、堆积如山如河的妖潮下，近身战士他所能做的很有限。叮！职业术士选择成功，请玩家创建角色名。江云飞想都没有想，脱口道：云飞。2年后，灾难降临，游戏将成为现实，用自己的本名无疑是最合适的。叮！角色名创建成功，距离正式公测还有3分11秒，请玩家云飞耐心等待。3分钟后，画面中出现了一只浴火重生的神骏凤凰，它扶摇直上9000里，破开万重黑云，裂开苍穹，令得天地失色，日月无光。叮！绝世涅槃正式公测，玩家云飞是否立刻进入游戏？是。江云飞回应后，整个人立刻消失在原地，下一秒后，他出现在一个鸟语花香的村庄中。叮！玩家云飞，您被分配到888号新手村，祝您游戏愉快。根据上一世的记忆，每一个新手村能容纳1万个玩家，自己被分配到888号新手村，也就意味着公测的第一天，光是华夏区玩家人数最少都达到了888万，足以证明绝世涅槃的魅力有多么可怕。这还仅仅是一个开始，江云飞可是知道，不到半年后，绝世涅槃的影响力，光华夏玩家就多达6亿的恐怖数字。降临到这个新手村的玩家们，已经争分夺秒地跑出安全区，去争抢野怪升级。但江云飞却不着急，他立刻换开包裹，果然在包裹角落看到一个被符文密布、滑动光泽的金灿灿宝盒。造化礼包。江云飞怀着激动的心情，二话不说，立刻选择使用。叮！玩家云飞使用造化礼包，即将在5秒后随机获得天赐鸿福。叮！玩家云飞获得僵尸王银钩本源。僵尸王银钩本源。江云飞立刻呼出自己的属性板块查看。种族人族，角色云飞，职业术士，等级1，修为5，生命100，灵力50，攻击2-5，防御2，根骨2，体3，力2，敏4，智6。备注：僵尸王银钩本源，上古4大僵尸王之一。银钩本为皇帝手下大将，被贬驻守冥府黄泉海时，被一道骨吼分魂偷袭，大战后二者最终合为一体。从此，银钩变成一个不老不死、
飞天遁地，施力无边的僵尸王之一。丁，玩家云飞是否立刻融合僵尸王银钩本源？乖乖，4大僵尸王之一的银钩本源，这个绝对强到离谱。上一世3个得到造化礼包的主宰级人物，分别是华夏国民女神落水泱泱、西方的狠人上帝之上与北洋的天才少女妖孽。这3个人是上一世绝世涅槃里的巅峰人物，也是灾难降临后可护一城平安的强大保护神。可想而知，造化礼包给玩家带来的提升与帮助有多么强大。这一世自己也得到一个造化礼包的机遇，江云飞内心的激动与振奋此刻是难以言表。融合，丁，玩家云飞融合僵尸王银钩本源成功。融合度初级，可升级，提升所有属性永久增加 10%， 额外提升智力加100，攻击加50，防御加50。天赋被动，僵尸王威压，对失足怪物伤害增加 50%， 灵力恢复速度增幅 30%， 吸血 10%， 10%几率无视目标防御并暴击。天赋技能尸化血爆，僵尸王银钩不死不灭，超出3界外不在5行中，然实力通天，却被天道与众神所诅咒，事倍功半。死！江云飞倒抽凉气，他万万没有想到，融合僵尸王银钩的本源后，属性会如此强大。所有属性永久增加 10% 不说，还有天赋被动与主动技能，其中一条对于失足怪物伤害额外增加 50%， 这可是杀怪升级的神助力。至于被诅咒事倍功半是什么，暂时不得而知，当然应该不会是什么好事。不过与那些增幅的强大属性而言，这个诅咒江云飞完全没有放在心上。江云飞再次查看自己的属性，种族人族，角色云飞，职业术士，等级1，修为5，生命120，灵力56，攻击52-130，防御54，根骨3，体4，力3，敏5，智110。融合度初级，可升级，提升所有属性永久增加 10%， 额外提升智力加100，攻击加50，防御加50。天赋被动狮王威压，对失足怪物伤害增加 50%， 灵力恢复速度增幅 30%， 吸血 10%， 10%几率无视目标防御与暴击。天赋技能尸化血爆，僵尸王银钩虽不死不灭，超出3界外不在5行中，然实力通天，却被天道与众神所诅咒，事倍功半。才1级的江云飞没有带任何一件装备，他现在的属性之高，至少比别人高出10级的优势。难怪上一世的3大主宰级人物能登上别人只能仰望的巅峰，实在是从造化礼包得到的机缘太强悍了。江云飞与僵尸王银钩本源的融合度才仅是初级，他还能升级，升级后带来的提升必定更加强大。看着这强悍的属性，江云飞只有一个念头，赶紧去升级。村门口人山人海，一堆人追杀着零星几只山鸡，野怪刷新的速度完全跟不上玩家们的杀怪速度。江云飞挤过乱哄哄的人群，往深处走去。前进数千米后，他踏入一片深山，有山风吹过，分外凉爽，空气中透着芬芳，80%的拟真度都能在游戏中达到身临其境的效果，这简直是难得的享受。深山里不时传来猿啼虎啸之声，昭示着里面的危险。里面最低的都是5级以上的怪物，目前这个时间段，估计也只有江云飞敢孤身深入这里升级。哞！20米开外钻出一头雄壮的野牛，它嘴巴鼻子里往外喷出白气，一对兽瞳绿色泛光，充满野性。这是6级野怪狂牛。江云飞目前才1级，查看狂牛的属性，毫无疑问，自然是一连串的问号。不过他也无惧，绝世涅槃里面所有职业在10级拜师以前，打怪升级全靠空手力搏，没有任何技能。江云飞的2个技能尸化与血爆还是融合僵尸王银钩本源所带来，算是 bug 的存在。江云飞出手一记普通平 A 飞向20米外的狂牛，他没有使用技能，想先试试普通攻击的伤害怎样。伴随狂牛一声惨叫，立时他便血肉横飞，头上炸出一片血红数字788。僵尸王银钩本源带来的被动 15% 无视防御并暴击，居然第1击便出现。才1级的江云飞瞬间秒杀6级狂牛。丁！玩家江云飞击杀狂牛，越级杀怪，获得经验222，诅咒事倍功半，实得经验111。我靠，原来事半功倍这么坑，连经验获得都要减半，那是不是爆率什么的也会减半？江云飞脑瓜子嗡嗡的走向狂牛的尸体，
下方果然只爆出可怜的2枚铜币。在绝世涅槃越级杀怪的经验与爆率都是双倍，正常击杀一头狂牛怎么也有5枚铜币，可系统却只给江云飞2枚，显然是诅咒事倍功半造成的。看来自己以后升级什么的难度都是别人的1倍以上。不过江云飞很快就释然一笑，估计这也是系统为了平衡吧。获得僵尸王银钩本源的他才1级就有了别人10级的属性，加大他升级的难度也算是合理。捡完铜币后，江云飞很快将目光投向另一头狂牛，二话不说，他又是一记普通攻击发出，负130。这次也没有出现无视防御与暴击，只给远处的狂牛带来130的伤害。狂牛的生命值应该在450至500之间，这样的伤害至少还得补上3刀才能结果他。但显然狂牛不会白白挨打的，挨上一记普攻后，兽瞳立刻血红，嘴巴喷着白气，如同火车高速驶来一样，凶猛冲向江云飞。第4章，史上最悲催的 BOSS。 对于有着上一世游戏经验的江云飞，凭现在这身属性，自然不会被区区一头6级野怪狂牛所伤。江云飞再次发出一记普攻后，立刻原地一个走位，灵巧避开狂牛的攻击，同时瞄准他的屁股发出第3道远程普攻，负330。狂牛怪叫一声暴毙，留下2个铜币。负330的伤害并不是出现无视防御与暴击，而是江云飞攻击到他的弱点部位。在绝世涅槃里面，任何山精野怪都有弱点，玩家攻击其弱点位置会有额外的破防高伤害。上一世江云飞在游戏中虽然勉强只是个运气稍好的2线玩家，不算什么顶尖高手，但对游戏里的一些普通操作还是游刃有余。杀掉第2头狂牛，虽然又被事倍功半诅咒，只获得半数经验，但由于越级杀怪，江云飞还是成功升了1级，达到2级。绝世涅槃玩家在10级前每升1级都会得到5个属性分配点。江云飞是术士职业，主要加的属性自然是偏智力带敏捷。4智1敏，智力增加伤害与灵力恢复速度，敏捷提升行动反应力，这2者皆是脆皮术士追求的。仗着银钩本源带来的强大属性优势，江云飞继续深入山林，一路不断击杀野怪。山林外围大多是6级的狂牛、野猪，对他根本没什么威胁。在2个小时后，江云飞已经升到5级，要不是事倍功半害得他经验减半，他现在怕是都6到7级了。一路杀怪，铜币是得到不少，但装备是毛线都没有看见，哪怕是白板装备。显然事倍功半的诅咒在爆率这一方面上也是死死坑惨了江云飞。就在江云飞低头捡狂牛爆出的铜币之时，突然脚后跟一痛，他的头顶冒出33，只见是一条绿油油、手臂粗细、丈许来长的7级怪物游绿蛇偷袭了他。被游绿蛇咬过的脚后跟不仅刺痛，还带来酸麻的感觉，明显是中毒。江云飞头顶还持续飘出223持续掉血的提示。游绿蛇的攻击附带毒液，而且80%的拟真度，导致被怪物攻击带来的痛苦令江云飞很不好受。当然玩家可以自己调低拟真感受度，事实上绝大部分的玩家打怪 PK 时都会把拟真度尽可能的往下调，因为那实打实的痛疼感不是一般人能承受的。但江云飞却把拟真度拉到满，因为他知道2年后游戏将与现实彻底的融为一体，到时候活生生的妖兽怪物可不因为你怕痛就对你手下留情，那是真正的生死之战。偷袭我，正好拿你试试技能血爆。江云飞被攻击后立刻暴退几步，可那条游绿蛇却张开獠牙，速度很快，迅爬追来。血爆，血爆是瞬发技能，随着江云飞竖着2手一指，一道血光从他的指尖飞射，如同利剑命中扑来的游绿蛇7寸要害位置。负1200，死！游绿蛇惨叫，蛇血喷洒，空气中满是腥气，他被瞬间秒杀，化为烂肉，摔倒在江云飞身前。血爆，天赋技能，消耗30灵力，冷却时间5秒，以术为引，催动目标体内血液凝聚，造成爆炸，伤害极高。备注：技能可升级。不愧是僵尸王，银钩本源带来的天赋攻击技能十分强大，冷却时间还短，只可惜对灵力要求很高，用一次就得消耗30灵力。江云飞现在的总灵力值才70点，在没灵力药的补充下，短时间内他只能使用2次血爆技能。咦？江云飞惊奇发现他被攻击失去的血量已经补满回来。血爆造成1200的高伤害，在天赋被动10%的吸血效果下，为江云飞恢复了120的血量。他现在是5级，总血量已经是155，厉害啊！先前江云飞一直是在无伤杀怪，在被游绿蛇偷袭之前，他一滴血没掉过，此刻才感受到10%吸血的恢复效果。10%的吸血无亚于神器，有它的帮助，日后江云飞打怪升级，只要面对的不是 BOSS 什么的，
几乎可以不用吃半点血药。绝世涅槃里面的血药可是死贵，能省下血药钱可是一大笔的资金。嗷！就在江云飞惊喜10%的吸血效果之时，猛然间从林深处传来一道震人耳膜的虎啸声。有人在打凶虎，还有可能是 BOSS。 江云飞暗暗吃惊，凶虎10级野怪，若是出现 BOSS 定是12级以上，哪怕是他现在对付一头凶虎都未必容易，要是遇上凶虎中的 BOSS 都要转身就走。绝世涅槃才公测几个小时，江云飞有着僵尸王银钩的本源增幅，不断越级杀怪，才仅升到5级。其他普通玩家这个时候能升上4级的都算罕见，这样低的级别，现在就有人敢挑战10级凶虎，甚至还可能是凶虎中的 BOSS。 江云飞震惊之余又充满好奇，他倒要看看是什么天才级玩家现在就有本事挑战凶虎。山林深处有个100来米宽的野湖泊，湖水明净，波光悠悠。湖傍不远处有个天然深坑，深坑内不断的响起凶风震耳的咆哮声。深坑有5、6米宽，至少7、8米深。此时深坑中困着一头血盆獠牙、目若铜铃、身长3米的吊睛白老虎。这头吊睛白老虎凶性十足，4个爪子粗壮如铁锤，正在深坑内扑腾，每一爪子拍在岩壁上都造成大量碎岩击飞。可不论他怎么凶性大发，在7、8米深的大坑内，他始终无法跳跃出来，彻底被困在里面。吊睛白老虎12级黄阶初级 BOSS。 据说他是山神的坐骑，凶性未泯，常常趁山神不在的时候外出觅食，喜吃人肉，十分危险。备注：就算你是武松，遇到了他最好还是逃命吧。此时深坑外围着6个玩家，4男2女，他们不断的朝坑内的黄阶初级 BOSS 吊睛白老虎攻击。这6个人等级放眼目前来说绝对是顶尖的一波人，3个4级，3个3级，有远程术士、羽士和近战战士，还有一个修罗刺杀职业，阵容搭配合理，显然是一个团队。潇潇姐，咱们都攻击了他半个小时，可造成的伤害还不如他回血速度快，要不要找别人来帮忙？不然再耗1、2个小时都未必杀得掉这头 BOSS。 有个剑战士男玩家朝队伍里的领头大姐说道。飞羽潇潇是羽士职业，她有着一双大眼睛，白嫩的瓜子脸，虽是个漂亮女人，但脸上却有一股子冷峻的气质。不行，这头 BOSS 是羽三他们3个以掉1级的代价才引过来困住的，他绝对是新手村里等级最高的 BOSS 之一。我们若能杀掉他，不说丰厚的经验与爆率，说不定还会成为绝世涅槃里第一批杀死 BOSS 的人。到时系统若是全服广播，我们飞羽家族绝对会一炮走红。而且我们飞羽家族分到这个新手村的兄弟不多，若找别人来帮忙，容易出现意外。队伍里另一个女术士玩家认同道：潇潇姐说的对，第一批杀死 BOSS 的机会，没人不眼红，找别人帮忙，走漏消息，肯定会惹得大量玩家来争抢。飞羽潇潇点头，眼中流露着金光，道：羽三他们3个估计快回来了，一会有他们3个加入，咱们耗上几个小时，我就不信磨不死这头黄阶初级 BOSS。 作为新手村的霸主级 BOSS 之一，吊睛白老虎此刻的遭遇可被评为最惨 BOSS。 他被羽三3个人吸引的掉入深坑后，困在里面，空有凶威，没有任何远程攻击能力的他成了待宰的羔羊。虽然飞羽潇潇6人的攻击每次只能对他造成2、3、1的毛毛雨伤害，可也架不住时间消磨。等羽三3个人回来加入队伍，花上3、4个小时，飞羽潇潇他们绝对有能力干掉他。嗷！黄阶初级 BOSS 吊眼白老虎的怒吼虽然越来越凶，可被困于坑中无法反击的他，越来越有虎落平阳被犬欺的悲凉感。此时江云飞也被吸引而来，看到眼前一幕后，内心也不得不对飞羽潇潇他们竖起一个大拇指。人才啊，居然找到一个天然深坑，设下陷阱，然后团队协作把 BOSS 引来，通过陷阱坑杀升级。难怪他们只有3到4级就敢来这里升级，确实是会利用天时地利优势的高手。谁出来？飞羽潇潇他们队伍中的修罗职业第一时间发现了江云飞的到来，看到有外人出现，飞羽潇潇他们全部停止攻击 BOSS， 一个个满世界杯的盯着江云飞。咦，是个脆皮术士，他只有1个人也敢来这里升级？飞羽潇潇他们发现江云飞只有1个人后，还是个术士职业时，全部松了一口气。你们好，我只是路过的，放心，我不会打扰你们，这就离开。尽管江云飞也眼馋那个黄阶 BOSS 吊睛白老虎，但那是别人的劳动成果，他也做不到因为眼红就杀人抢怪。当即便打算转身离去，继续升级。哪知正准备离去时，一道好听的声音却是飘来：这位朋友，相逢就是缘分，要不要加入我们队伍一起杀这头 BOSS？ 第5章诱人的邀请。江云飞一愣，还有这种好事？这不是天上掉馅饼吗？却见飞羽潇潇6人已经走近，有意无意地将江云飞围在中间。肤白貌美的飞羽潇潇冲江云飞微笑道：朋友，实不相瞒，
我们困住了一头黄阶初级 BOSS 吊金白老虎。困是困住了，只可惜它防高血厚，我们攻击这么久都没耗掉它多少血皮。看你一个人也敢进入这里升级，定不是寻常玩家。所以，我诚心邀请你加入我们队伍，一起合力击杀 BOSS。不得不说，飞羽潇潇是一个十分有魅力的女人，她抿嘴一笑，风情万种，对少男绝对有着巨大杀伤力。她继续说道：“放心 ，BOSS 杀掉后爆出的装备我们平均分配，绝不让你白白出力。”看着围着自己的飞羽潇潇他们，江云飞淡定道：“好吧，拉我进队伍。”他敢断定自己敢说半个不字，他们会翻脸杀人。现在叫自己进队，说不定也抱有异样心思。江云飞入队之后，便发现他们的名字全是飞羽开头，飞羽家族，难怪有这个能力，在这个级别就将黄阶初级 BOSS 吊金白老虎困住。上一世游戏中，飞羽家族可是华夏排名前20的顶尖势力之一。飞羽家族的创始人飞羽天下，更是天罡地煞榜上的传奇玩家。飞羽天下有个妹妹，游戏名叫飞羽珊珊，跟自己还有过一段纠缠。若非是那次的误会，江云飞在上一世很有可能会加入飞羽。也罢，看在飞羽珊珊的面子上，只要你们规规矩矩，大家就相安无事，否则就别怪我杀人抢怪夺宝。嗷！深坑下方，毛发倒竖，张开血口的吊金白老虎看到飞羽潇潇他们再次走来，发狂一样的咆哮拍地，恨不能扑上来将他们一口一口咬碎。云飞，了不起啊！你一个人升级竟然达到5级，我们整个团队协作才3到4级而已。江云飞加入队伍后，飞羽潇潇他们自然能看到他的一些信息。当发现江云飞已经达到5级时，他们本来的轻视眼神皆带了点点凝重，而且几人互相对视一眼时，眼中都多了些不明意味。过奖了，我也不过是侥幸而已。江云飞随意回应道。时间宝贵，大家一起动手，趁早解决掉这头 BOSS。飞羽潇潇深深看了眼江云飞后，率先出手，给坑内的吊金白老虎射出一记感人的3伤害。经过观察，江云飞发现飞羽潇潇那3点的伤害还是队伍里伤害较高的输出，其余2个远程输出都破不开吊金白老虎的防御，只有强制的一提示。而近战的3个人则是靠从地上捡起石块砸入坑中，每次造成的伤害也都是1。对于他们的伤害，江云飞深感无语。这时江云飞出手了，发动第1道普攻落下，命中吊金白老虎的脑袋顶。431，赤目鲜红的伤害是如此的耀眼，毫无疑问是天赋被动，无视目标防御与暴击效果出现了。400多伤害，天，你是怎么做到的？出现 bug 了吗？队里所有人傻了眼，包括肤白大眼的飞羽潇潇，也被江云飞造成的伤害惊得目瞪口呆。5级的术士能对12级的黄阶初级 BOSS 造成如此巨额的伤害，这简直天方夜谭。江云飞没有理会他们的眼神，继续攻击吊金白老虎，每一次攻击落下都伴随着吊金白老虎的痛苦吼声。-130，-129，-140。虽然没出现爆炸的无视防御与暴击伤害，可每次100多的伤害仍然让飞羽潇潇6人呆若木鸡，甚至怀疑他是不是开外挂，还是说他是 GM。 不过他们很快否定了自己这无知的猜测。绝世涅槃是全世界最顶级的虚拟体真武帝网游，其代理商是华夏脊梁企业之一飞鸟科技，绝不可能出现 bug。 与 GM 一说，至于外挂，那更是不可能。云飞，你是怎么做到打出这么高的伤害？飞羽潇潇感觉这会有点口干舌燥，娇躯紧绷，震惊地问道。江云飞随手一记攻击带来的伤害，抵得上飞羽潇潇他们整队几分钟的总输出。他不震惊，那才真叫怪事。我在新手村做了一个隐藏任务，得到一个天赋奖励，有几率无视目标防御且暴击的被动。江云飞当然不会给他们说实话，但听到江云飞解释的飞羽潇潇他们，羡慕之余内心也释然不少，都暗呼这小子运气真好，居然能接到隐藏任务，得到这样厉害的天赋。原本飞羽潇潇叫江云飞入队是有别样的心思存在，此刻他却突然在想，这样的人才招进飞羽家族才是最好的选择。吊金白老虎的惨叫越来越惨不忍睹，只能白白挨打的他，由于江云飞的存在，处境更是雪上添霜。半个小时内，江云飞的攻击中出现了30几次无视防御与暴击，黄阶初级 BOSS 吊金白老虎的血量被磨掉一半，已成疲态。本来飞羽潇潇他们要花几个小时才能磨死的吊金白老虎，由于江云飞的加入，估摸着再过半个小时，这头新手村的霸主级 BOSS 之一就将变成丰厚的经验与缠人的暴率。随着江云飞与众人不间断的攻击，大家发现腹部与屁股是吊金白老虎的弱点位置，于是江云飞几人很没武德的专挑这2大要害下手。就算不出无视防御与暴击，江云飞的攻击落在吊金白老虎的要害处，也能造成超200加的输出。就连飞羽潇潇他们
也从感人的个位数伤害变成2位数。但吊睛白老虎也十分聪明，被打痛之后收起张牙舞爪，然后很没有骨气地趴在坑下，将屁股与腹部贴在地上，防止江云飞他们的伤害。不过就算如此，在江云飞的离谱伤害下，黄阶 BOSS 吊睛白老虎的血量已经以肉眼可见的速度要见底了。这时飞羽潇潇忽然凑近江云飞的身边，有香气飘来，十分好闻，这是飞羽潇潇身上的体香。不得不说，绝世涅槃的拟真度高的吓人，连女人身上的香味都能模拟出来。他风情万种地朝江云飞一笑，云飞，实不相瞒，我们是飞羽家族的成员，我们家族进驻绝世涅槃是要大展拳脚，成为超级势力之一。我看你日后在游戏里绝非池中之物，正是我们飞羽家族最希望招纳的顶尖级人才。我敢担保，只要你加入我们家族，日后不论是游戏中需要的装备、技能，还是现实生活中的钱财，只要你需要，我们飞羽家族都能为你提供。说着，飞羽潇潇故意凑近江云飞，挺了挺胸前那一大片诱人雪白，道：所以我正式向你发出邀请，邀请你加入我们飞羽家族。队伍中其余5人都惊呆了。飞羽潇潇在飞羽家族中可是举足轻重的人物，他们还是第一次看到飞羽潇潇如此郑重地看好一个人，并邀请他加入家族。不过想到江云飞得到的厉害天赋，他们又有所释然。攻击有几率无视目标防御且造成暴击，仅凭这一被动天赋，江云飞日后绝对是炙手可热的 BOSS 杀手。游戏越到后期，面临的 BOSS 怪物就越强大可怕，一个个血后防高的跟山一样恐怖，没有破防之类的伤害，一般攻击真给 BOSS 抓痒一样。显然飞羽潇潇正是看中这一点，所以要邀请江云飞加入家族。不过队伍中的剑战士飞羽一剑看到飞羽潇潇如此亲近江云飞，内心不由妒火中烧，连带看江云飞的眼神都不善起来。面对飞羽潇潇的邀请，江云飞淡漠摇头道：不好意思，我还没准备好加入任何家族。这一世的江云飞，他绝不会屈于任何人之下，要做的是成立自己的宗门势力，而不是寄人篱下。别给脸不要脸，潇潇姐能邀请你加入家族，那是你的荣幸，不要以为得到一个所谓的被动天赋就鼻子翘上天。看江云飞很不爽的飞羽一剑，立刻便不客气起来，刻薄说道：一剑，你给我闭嘴！飞羽潇潇凤目一凝，气场刀光一样压向飞羽一剑，立时便使他噤若寒蝉，足见飞羽潇潇的威严。他不是一个好看的花瓶，而是能扎死人的血玫瑰。云飞，不说虚的，只要你答应加入飞羽家族，除了游戏里的资源帮助外，额外给你100万年薪。不得不说，飞羽潇潇很有魄力，开口便给出100万薪水的诱人条件。玩个游戏还能得到100万年薪，换做别人还真拒绝不了如此大的诱惑。就连飞羽潇潇身边的5个队友听到这条件都羡慕的眼睛发绿，他们加入飞羽家族这么久，最高才拿过10万年薪而已。谢谢你的抬爱，只是我暂时真没打算加入任何家族。江云飞依然拒绝，同时也没有停下对 BOSS 攻击。加入飞羽家族，你来 JH 是飞羽工会基地，除年薪100万，再送你一套商品公寓。飞羽潇潇开出更加吸引人的条件，听得他身边5个队友呼吸都加重起来，而飞羽一剑更是眼睛通红，盯向江云飞的眼神像是杀父仇人一样，牙齿咬得嘎吱响。然而江云飞依然摇头，对不起。风情万种的飞羽潇潇接二连三被拒绝，不仅没有恼羞成怒，反而嫣然一笑，靠近江云飞。行，我也不强人所难，只要你日后想加入我们飞羽家族，我今日答应你的条件依然作数。我们家的好友吧，你不会连这个面子也不给吧？飞羽潇潇妩媚一笑，给江云飞发起好友申请。好。江云飞点头，正要接受之际，突然感觉自己人已离地，后背受到撞击，接着整个人便朝着深坑下跌落而去。叮！您已被队长飞羽潇潇踢出队伍。第6章触发任务的道具。哼，不识抬举，不加入飞羽家族为我所用，就是我飞羽潇潇的敌人。飞羽潇潇那张明媚的脸蛋上，在没之前半点风情，竟是一片摄人的冷冽。自以为是的白痴，以为运气好，得到一个天赋被动就牛叉上天，简直是找死。刚刚偷袭江云飞，将他推入深坑中的那人，正是飞羽一剑。他冷笑连连。飞羽潇潇是一个十分阴险的女人，人称毒玫瑰。事实上，在她邀请江云飞之前，就做了最坏打算，一旦江云飞不同意加入飞羽家族，就把他挂掉，然后他们独吞黄阶初级 BOSS 的一切。因为知道江云飞的攻击高到离谱，为了一击得手，在最后关头，飞羽潇潇还假意要加他好友，分散江云飞的注意，才让飞羽一剑偷袭得手。飞羽潇潇不论是心计还是手段，都让人防不胜防。行了，别废话了， BOSS 已经没有多少血量，趁现在立刻动手解决掉。然而飞羽潇潇的话还没说完，忽然间响起全服系统公告。叮！华夏区玩家 XXX
第一个击杀黄阶初级 BOSS 掉金白老虎。作为第一个击杀 BOSS 的玩家，系统奖励其功德100、金币100、幸运值+1。系统广播一落下后，全服震动，立时便有土豪玩家花费5000块一次的喇叭响起于公屏之上。我擦，老子才刚升到3级，就有人击杀黄阶初级 BOSS， 果然是猛人。话说这位隐藏姓名的猛人收徒否？我要抱大腿。这位朋友，我是天仙家族的负责人九剑仙，你若想出售 BOSS 爆出的装备，请联系我，价格一定包你满意。击杀 BOSS 的这位兄弟，我是神话家族负责人不败神话，现郑重邀请你加入神话家族，请联系我，条件任你开。这位兄弟，千万别加入神话家族，不败神话是弯的，喜欢男人，危险的很。要选家族就加入我们至尊阁，待遇绝不会让你失望。不败神话，至尊宝，你是不想死？想死就说，神话家族一定成全你们至尊阁。至尊宝，老玻璃急眼喽！你别急，出了新手村后，我至尊阁的兄弟第一个拿你们神话家族开刀。不败神话，我 Triple X 你 Triple X。至尊宝，雕内 XXXX。不败神话与至尊宝，现实生活中都是不差钱的超级富二代。他们创建的神话家族与至尊阁，皆是国内顶级的网游公会之一，绝对的财大气粗。二人创建的网游公会，矛盾极深，在好几个网游里干架过无数次，谁也没有奈何得了谁，都想将对方踩在脚下。很显然，两大网游公会的恩怨也将在绝世涅槃里面继续延续，并且越演越烈。不得不说，这二位是财大气粗的吓死人，5000块一次的喇叭，最后成了两人骂架的场地，公屏上全是两人口吐芬芳。此刻，飞羽潇潇6人彻底傻眼，听到系统公告的第一时间，他们全部慌张地朝坑下看去，却见被他们阴险偷袭推下坑的江云飞不仅没有死，此刻还一脸冷笑地站在已成尸体的黄阶 BOSS 吊金白额虎的头顶上。不可能，你怎么会没有死？飞羽潇潇彻底失态，脸色愤怒到扭曲。王八蛋，你抢了属于我们的 BOSS， 你该千刀万剐！飞羽一见气到全身发抖，咬牙切齿，你以后将是我飞羽家族的死敌，不把你追杀到山号退服，我跟你姓！江云飞简直快气笑了。他们阴险卑鄙，使计偷袭自己，想要独吞 BOSS 在先，失败后又气急败坏，仿佛江云飞是坏人，他们才是受害者一样。呼！飞羽潇潇深深地吸了一口气后，强行压下内心的滔天愤怒，然后以尽量平静的声音道：云飞，我给你一个机会，交出 BOSS 报的所有东西，然后加入飞羽家族，之前答应你的依然作数，否则……他声色变冷变厉，如同刀子一样，否则飞羽家族将把你列入一级死敌，见一次杀一次，直到你退服退游为止。王八蛋，听到潇潇姐的话没有？还不快乖乖的交出 BOSS 报的所有物品，然后加入我们家族，给我们当狗，不然你后悔都来不及。飞羽一见与另外4人眼神凶恶的盯着坑下的江云飞。飞羽家族很好，我倒是要看看你们有什么本事，杀到我山号退服。江云飞彻底怒了，再不废话，果断出手，一记普攻打向飞羽潇潇，动手杀了他。看到江云飞动手，飞羽潇潇立刻要攻击之时，可话还未落，他的头顶上冒出一片血红数字500。才4级的他，作为一个羽士职业，总生命值都不到200，自然是瞬间被秒杀。飞羽潇潇身体倒地，灵魂含恨飘出。与此同时，飞羽一见5个人的伤害也全部落在江云飞的身上。-15、-14、-20、-17、-16，怎么可能？看到造成的伤害后，飞羽一见几人全部傻眼。江云飞一个脆皮术士，怎么会有那么高的防御？与此同时，江云飞再次出手，这次攻击向飞羽一剑普攻砸在他的胸膛上，触目惊心的伤害飙射而出，477。毫无疑问，飞羽一剑瞬间被秒杀，同时10%的吸血效果还为江云飞恢复了47的生命值。他现在有168的生命值，虽然刚才被飞羽潇潇他们打掉一大半，可随着吸血效果出现，瞬间涨回一大截。干掉他，给潇潇姐和一剑报仇。另外4个飞羽家族的成员同仇敌忾，再次朝江云飞发起攻击。-15、-20、-21、-15。虽然又将江云飞的血条压回一半，可他还是没有死。这次江云飞不敢拖大，为了保险，立刻使用技能血爆攻击其中一名敌人。-1100。血爆带来的可怕伤害不仅秒杀另一个敌人，同时还给江云飞恢复了110的生命值。岌岌可危的血条，仅差一点点就拉满回来。看到这一幕，飞羽家族剩下的3名成员心都凉了。接下来毫无意外，江云飞在吸血效果下满血干掉飞羽家族3个成员，把对方团灭。
虽然一连杀掉6人，可江云飞并没有红名，因为先前是飞羽潇潇提前将他踢出队，然后飞羽一剑偷袭了他，导致系统认定是他们先恶意攻击江云飞。刚才被他们偷袭推下深坑后，江云飞已知不妙，二话不说，在掉入坑底前对吊金白老虎发动血爆技能，而且人品爆发，使用技能时10%的无视防御与暴击效果触发，才将已经残血的 BOSS 杀死。若非如此，黄阶初级 BOSS 吊金白老虎只需一下就能秒杀掉他。哪怕江云飞属性高出其他玩家10级，但正面刚12级的 BOSS， 他还是一下也扛不住。杀掉吊金白老虎时，奖励的经验瞬间让他从5级升到6级。若非事倍功半的诅咒使经验减半，他能连2级到7级。吊金白老虎被杀掉时，爆出3件装备与30几枚银币，还没有来得及查看。挂掉飞羽潇潇几人后，江云飞立刻打开包裹，开始查看爆出来的装备，是一把法扇、一双鞋子与1枚戒指。桃木法扇，黄阶下品，术士专用，攻击21-50，智力+9，敏捷+7，附带技能寒冰惩戒，可冰冻等级低于使用者的目标2秒时间，对 BOSS 无效，使用等级10级。看到法扇的属性后，江云飞脸上瞬间笑开了花。这把桃木法扇作为一把10级的黄阶下品武器，其附加的属性十分可观，最难得的是还附带技能。在绝世涅槃里面，附带技能的装备都是极品。那个寒冰惩戒的技能虽然对 BOSS 与等级高于自己的目标无效，但它的控制效果却是十分难得。冰冻目标2秒，与人 1v1 PK 时，这绝对是出奇制胜的神技。江云飞现在才6级，要使用桃木法扇还需再升4级，只能先将它收起来。江云飞目光转动，再看向另2件装备。疾风鞋，伪黄阶下品，术士专用，生命+20，防御+9，智力+5，移动速度增加50，使用等级7级。符玉戒，伪黄阶下品，辅助系术士专用，智力+7，附带救死扶伤效果增加25%，使用等级10级。看完后，江云飞脸上的笑容越来越盛。3件装备有2件他能使用，尤其是疾风鞋，他再升上1级就可以穿戴。而符玉戒，江云飞肯定是用不上，那必须是10级后转职为辅助系的术士才能使用的装备。江云飞虽然选择的是术士，但10级后他将要转职的是攻击系术士。10级后的术士很多元化，可转攻击、辅助、召唤，还能炼药。江云飞之所以这一世选择术士，最看重的一点就是术士独有的炼药技能。在2年灾难降临后，炼药这一技能绝对是至关重要的末世生存神技。看完装备后，江云飞便准备使用每天1次的免费回城技能离开这个深坑。连黄阶初级 BOSS 吊金白老虎掉到里面都出不去，江云飞同样也离不开，只能选择回城。不过就在他要回城之际，却是发现吊金白老虎的尸体其他部分都已被系统刷新消失，却唯有脑袋还栩栩如生地躺在地面。有着上一世游戏经验的江云飞立刻便意识到，这颗吊金白老虎的脑袋定是个能触发某个专属任务的道具，他的眼神立刻亮了起来。第7章隐藏任务。把吊金白老虎的脑袋收入包裹后，江云飞立刻便看到提示：黄阶初级 BOSS 吊金白老虎的脑袋，把它交给村长，或许会有额外收获。果然是隐藏任务触发的媒介。江云飞欣喜一笑。在绝世涅槃里，凡是隐藏任务都意味着丰厚的经验与额外奖励。江云飞一回到村庄，还没来得及找村长触发任务，便有聊天窗口跳出来：飞羽潇潇，云飞，我们飞羽家族不是你惹得起的，我再给你最后一次机会，大家各退一步，你可以不加入飞羽家族，但 BOSS 爆出的装备你要全部交出来，否则咱们就真的不死不休。先前被偷袭时，江云飞误接受了飞羽潇潇的好友申请，所以对方能够联系他。江云飞冷冷一笑，只回复4个字：放马过来。接着将飞羽潇潇拉黑，懒得理这种阴险女人。这一世的江云飞，人不犯我，我不犯人，人若犯我，10倍奉还。没有搭理飞羽潇潇后，江云飞立刻找到新手村的村长，看能接到什么隐藏任务。村长身边围了不少玩家，大家都想碰碰运气，看能不能接到什么高经验和奖励的任务。可惜不论这些玩家怎么搭讪表现，村长都没有回应。不过当江云飞出现后，一直不为所动的村长似乎感应到了什么一样，瞪大眼睛看过来：壮士，我从你身上闻到了吊金白老虎的气味，你莫非遇到过那头可怕的大虫？是的，村长。江云飞点头回应，很有礼貌，因为他知道这个游戏里的 NPC 全是智能 NPC， 2年后皆会变成有血有肉的存在。如果你把绝世涅槃的 NPC 看成是一串串数据，真正吃亏的会是你自己。
得到确认，村长瞬间激动起来，能从那头可怕的吊睛大白虫手下逃脱，壮士绝不是一般人。老朽有个不情之请，希望壮士出手相助。丁，村长向你发布任务，击杀黄阶初级 BOSS 吊睛白老虎，并把他的脑袋带来给村长，是否接受？看到任务提示，江云飞高兴的差点笑出声。吊睛白老虎的脑袋正在他的包裹里，这种白送经验与奖励的任务，不接受才是白痴了。接受，村长，实不相瞒，我不仅遇到了吊睛白老虎，而且已经斩下他的脑袋。您看。接受任务后，江云飞立刻拿出脑袋递到村长面前。这果真是那头可怕的吊睛大白虫。壮士，你真乃神人也！村长震惊的眼球都差点掉出来，颤颤巍巍地接下吊睛白老虎的脑袋。丁，您成功完成村长的任务，奖励经验1万，功德5。江云飞杀掉黄阶初级 BOSS 吊睛白老虎时，经验已经是6级半，此时得到1万经验，立刻升到7级。壮士，你能杀掉可怕吊睛大白虫，必定有实力救我那可怜的孙女，求求你救救我的孙女吧！村长忽然满面热泪，跪在江云飞的脚下，苍老的身躯颤抖着发出哀求。丁，雾山黑化的邪恶山神不日前掳走了村长年轻貌美的孙女玉儿，村长向你求助，救回他的孙女玉儿，他愿意用家传至宝作为酬谢。隐藏任务难度黄阶5颗星，任务限时4小时，成功将获得村长的感激与他的家传至宝，失败等级3。是否接受任务？靠！江云飞脸色微微一变，这个隐藏任务不仅限时，而且失败的代价要减3级，简直是变态。但富贵险中求，江云飞决定拼了，咬牙点接受。多谢壮士援手，老朽这里有隐身符、辟邪符各一道，希望能助壮士一臂之力。说着，村长又交给江云飞一个锦囊。丁，您获得限时道具隐身符与辟邪符各一张，限时4个小时。先前无数玩家围着村长求任务，村长谁都没有理。可随着江云飞的出现后，村长又哭又跪，还掏出锦囊给他。傻子都知道对方触发了珍贵的任务。兄弟，哥是3级枪战士，攻击猛的一批，咱俩组队，哥能轻松帮你完成任务。3级枪战士有什么了不起的？兄弟，我4级刀战士，能轻松越级杀怪，组我带你过任务，稳得一批。小哥哥，我是舞蹈系的大一学生，会跳舞，会唱歌，会撒娇，组妹妹我一起任务，保证你不会寂寞。小子，你开个价，把隐藏任务卖给我。知道江云飞接到隐藏任务后，什么牛鬼蛇神级的玩家都蜂拥而来围着他。江云飞自然不会理他们，穿上7级的疾风鞋后转身就走。看到江云飞要走，众人哪肯罢休，全部一涌而去想追上他。但江云飞穿上疾风鞋后，不仅属性提升不少，移动速度更是增加50%，不过1-2分钟的时间就将后面所有凡人的苍蝇甩出老远。任务完成有时间限制，江云飞可不想被他们浪费自己宝贵的时间。甩掉众人后，江云飞第一时间出新手村，然后按照任务的提示朝着一个方向出发。进入一片林区时，突然间有黑影扑至，偷袭了江云飞。丁，您遭受到玩家飞鱼小3的恶意攻击。丁，您遭受到玩家飞鱼老4的恶意攻击。江云飞的头顶上立刻飘出减10、11两个伤害。怎么可能？一个术士怎么会有这么高的防御？偷袭江云飞的飞鱼小3与老4有点傻了眼。哼，我还没找你们麻烦，你们飞羽家族倒急着上门送死，那我成全你们。看到是飞羽家族来找麻烦，江云飞还手2道普攻发出，负509，负532。飞羽小3与老4两人立刻死不瞑目的变成尸体，摔倒在地上，皆是秒杀。靠，这么变态！亲眼看到江云飞凶残秒杀2名队友的另一个飞羽家族成员，吓得脸都白了，转身就想跑。急着走干什么？我送你一程。江云飞甩手，又是一道攻击飞出，准备开溜的那一名飞羽家族成员立刻翻白眼，被秒杀倒在原地。飞羽潇潇，等我完成任务后再来陪你们好好玩一玩。若非是隐藏任务时间有限，江云飞会立刻杀回新手村找飞羽潇潇几人。潇潇姐，那个云飞简直是个变态，他出手就秒掉我们3个人，明明是一个脆皮术士，防御比我一个战士都高，简直就是 BT， 我打出暴击才扣他11滴血。被江云飞送回新手村复活的飞羽家族3人在队伍里哭惨道：你们几个白痴，我不是警告过你们，看到他后不要出手，偷偷在后面跟着就行。现在好了，每人又掉1级。飞羽潇潇很是生气，云飞这个王八蛋，抢我们 BOSS 又杀我们兄弟，等出了新手村，老子一定会让他后悔。飞羽一见在队伍里咬牙切齿，行了，在出新手村之前，看到云飞都先避着，等离开新手村后再收拾他。飞羽潇潇脸色阴冷，恨恨不甘道：他明白拥有强大天赋被动，
又得到黄阶初级 BOSS 爆出装备的江云飞，在新手村里近乎无敌存在。要想对付江云飞，只有出了新手村后才有办法。江云飞，你一定会后悔得罪我飞羽潇潇。第8章四大恶兽 BOSS。 半个小时后，江云飞终于到达雾山。这里崇山峻岭，雾浓成障，到处白茫茫一片，有几分阴森感。不得不说，隐藏任务就是变态，光跑个图就半小时。这还是多亏江云飞换上增加50移速的疾风鞋，否则半个小时都到不了雾山。看了眼任务提示，距离完成任务的时间只剩3小时30分钟，江云飞必须得加快脚步。嗷呜！就在江云飞要登山之际，一道凶厉的狼嚎声响起，接着凶风扑至，从浓雾内钻出一条凶恶的野狼，腥气刺鼻，直奔江云飞的面门而去。雾山黑狼9级怪物，乃是邪恶山神的看门兽，他将对一切敢登山的外人发起攻击。比的一声，江云飞挨了雾山黑狼重重一击，整个人倒退3米，头顶上飘出鲜红的数字120，血条瞬间陷入危机，再挨上一下必定会挂。靠！仅仅是邪恶山神的看门狼就如此凶残，那邪恶山神岂不是远超黄阶初级 BOSS 的存在？果然，隐藏任务的难度全是变态级别。江云飞内心暗暗叫苦。嗷呜！雾山黑狼凶恶一吼，再度奔袭而来，化作一道黑影冲向江云飞。血爆！江云飞立刻发动天赋技能，射出血光，命中扑来的雾山黑狼。负888。与此同时，雾山黑狼也给江云飞来上了一口，造成118的伤害。好在江云飞的攻击先命中雾山黑狼，在10%的吸血下，帮他恢复了88的血量。故而再次挨了雾山黑狼一次攻击也没有挂掉。嗖的一声，江云飞放完技能后，立刻打出一道普攻，命中雾山黑狼。负350。雾山黑狼发出悲鸣，随后软趴趴的摔倒在江云飞脚下，化为尸体，同时还爆出40枚铜币。叮！杀死雾山黑狼，经验增加1500。诅咒事倍功半，实得经验750。雾山黑狼虽凶，但经验还是挺高的。江云飞正弯腰捡他爆出来的铜币时，猛然之间，从雾山深处传来此起彼伏的狼笑声。下一刻后，浓雾深处地面开始震动，似有数十上百的狼群正奔袭而来。不会这么夸张吧？一条雾山黑狼就差点将自己送回新手村，这要一群冲出来，江云飞有10条命也不够死。没辙了，江云飞立刻从包裹里掏出村长的给的隐身符，然后猛地捏碎于掌间。叮！使用隐身符成功，可以隐身30分钟。好在江云飞隐身符用得早，他才刚捏碎隐身符，立时间便有数十条雾山黑狼从浓雾里杀出。再晚一点点，他会立刻被这些狼群撕碎。隐身符只有半个小时的功效，江云飞可不敢浪费，立刻小心地从雾山黑狼群的空隙处游走而过，开始登山。雾山深处的浓雾越来越厚，并没有因为江云飞的深入，视线变得开朗。而且山中可怕的野怪无数，先是9级的雾山黑狼，后面江云飞还碰上10级的凶虎、豹猿、山蛇，没有一个怪物是好对付的不说，还成群结队的，使江云飞对他们完全生不起任何想法。若没有隐身符傍身，江云飞绝对会被他们送回新手村。此时距离任务完成时限还有2个小时。在又过了半个小时后，江云飞登上了山巅，那化不开的浓雾终于稀释不少，视线慢慢开阔起来。紧接着数百米外出现了一座规模不小的山神庙。山神庙有4处入口，任务提示村长的孙女月儿就在山神庙内。此时隐身符的效果早已消失，江云飞先是躲在远处，小心地观察山神庙的4个入口。没有隐身符可用，要进入里面救出村长的孙女可不敢大意。一番观察后，江云飞想死的心都要有了。山神庙的4个入口虽然没有大量的野怪存在，可是每个入口处竟然都有一头黄阶初级的 BOSS 在蹲守。东边山神庙入口，黄阶初级 BOSS 雾山母老虎。雾山母老虎，黑化生物，邪恶山神座下守庙恶兽之一，凶恶残暴，好食人肉，就连他的配偶吊金白老虎都对他畏惧3分。西边山神庙入口，黄阶初级 BOSS 雾山豹猿首领。雾山豹猿首领，黑化生物，邪恶山神座下守庙恶兽之一，铜皮铁骨，力大无穷，最爱吃同类，如果你是猿猴，最好离他远远的。南边山神庙入口，黄阶初级 BOSS 雾山吞象蟒。雾山吞象蟒，黑化生物，邪恶山神座下守庙恶兽之一，身长9米，重逾1000斤，一口能吞牛，2口能吞象，非常可怕。北边山神庙入口，黄阶初级 BOSS 雾山黑狼首领。雾山黑狼首领，黑化生物，邪恶山神座下守庙恶兽之一，穷凶极恶，奔跑如风，凡是被他盯上的猎物从无活命的可能。系统这简直就是不给人活路啊！
别说未知的邪恶山神，仅仅是这4大守庙恶兽都让江云飞有一种无力感，哪怕是他拥有僵尸王银钩的本源增幅，在目前的等级下，如此短的时间内，他根本无法对付这4大 BOSS。这个任务的难度系数根本就不是新手村的玩家能完成的，至少得转职后15级以上的10人队伍配合，才有可能完成这个任务。看看任务完成时限，仅剩1小时35分钟，江云飞顿感压力山大。先前击杀黄阶初级 BOSS 掉金白老虎，在他不能反抗的情况下，江云飞与飞羽潇潇6人合力，都花上近1个小时才干掉他。眼下有4头同级别的 BOSS， 就算他们站着不动，任江云飞攻击，都得打上1个小时以上，才有可能杀死1头。现实的问题是，他们也不可能会站着不动任江云飞攻击。江云飞都在考虑，是不是要放弃这个任务。对了，村长还送了我一张辟邪符。辟邪符有什么用？江云飞还不知道，当下立刻拿出符打量。辟邪符耐久10%，消耗2点耐久，可令等级低于20级以下黑化生物陷入5分钟沉睡，受到攻击效果解除。消耗1点耐久加持，可令玩家对一切等级低于20级的黑化邪恶生物有天生压制力，伤害增幅300%。我靠，神器啊！看来村长早有准备，这辟邪符的存在似乎专门是为了克制眼前这4大黑化 BOSS。可惜啊，1小时30分钟后，不管江云飞有没有完成任务，这辟邪符都会消失。要不然有这辟邪符的帮助，他还真想铤而走险，事后再来这里想办法干掉眼前这4大恶兽 BOSS， 这可都是丰厚无比的经验与装备啊！任务要紧，江云飞收回异响后，立刻开始行动。最终，江云飞选择北边山神庙入口的黑化雾山黑狼首领下手。还没靠近他100米，雾山黑狼首领这头身长3米、高达2米、毛发黑到发亮的凶恶 BOSS 已经发现了江云飞的出现。哦！雾山黑狼首领一声长啸，引得狂风呼啸而起，有可怕的凶意从他体内散发而开。嗖！下1秒后，江云飞猛地汗毛直立，有强大的危机直扑他而来。太快了！雾山黑狼首领的速度快到他根本看不清，真要被他攻击到，绝对是秒杀。江云飞哪里还敢有半点大意，将早就准备好的辟邪符朝着恶寒感最盛的后背砸出去。叮！辟邪符使用成功，扣除2点耐久，黑化雾山黑狼首领将昏睡5分钟。当江云飞转过身去时，感觉后背一片发凉。那头巨大凶猛的雾山黑狼首领距离他不足半米距离，他再晚半秒用出辟邪符，都将被他秒杀回新手村。真险！收回还有8点耐久的辟邪符后，江云飞不敢浪费半点时间，立刻朝山神庙的北门入口狂奔而入。进到山神庙后，江云飞发现里面居然跟个迷宫似的，任务也没有任何的提示，全靠他自己摸索。好在山神庙内没有强大的野怪与 BOSS 级恶兽存在。一番寻找后，任务完成时间也只剩下59分钟了。可江云飞还是跟无头苍蝇一样，在山神庙内乱撞，他内心焦急不已。任务一旦失败，可是要掉3级。他花这么长时间在这个任务上，若什么奖励都没有拿到，还因失败掉3级，可就亏大发了。忽然间，一个凄厉的哭声从未知的远处传来，女孩的哭声。江云飞眼睛一亮，该死的系统总算没把他往绝路上逼，终于是给了他线索。江云飞立刻闻声寻去，5分钟后来到一个被铁门牢牢封住的入口前。女孩的哭声正是从里面传出来的。铁门很牢固，江云飞不知道如何打开，只能隔门喊道：“是月儿吗？我是你爷爷叫来救你的。”很快有个怯弱的女生回应：“我不信，山神，你休想骗我开门放你进来。”果然在这里，江云飞内心一喜，急忙掏出辟邪符，朝铁门的小缝隙伸过去。这是你爷爷给我的东西，现在你信了吧？真是爷爷的传家宝。太好了，爷爷终于找人来救我了，我马上帮你开门。几秒钟后，入口的铁门终于被缓缓打开，然后走出一个五官精致、眼睛像月牙的狼狈女孩。不用说，她就是村长的孙女月儿。终于找到了正主，江云飞一把拉住她的手：“跟我走，我带你离开这里。”叮！外出寻找美女的邪恶山神已经察觉到有陌生人进入的他神庙，他将在半个小内赶回来，杀死任何胆敢闯进神庙之人。叮！任务提醒：邪恶山神不可匹敌，不要与他硬碰硬，请尽快带月儿返回村庄。听到这个提示，江云飞内心猛地一沉，这个艰难的隐藏任务现在才刚刚开始。第9章神迹尸化。不好，山神要来了。月儿脸色苍白，眼睛里写满了惶恐。对于把他掳到此地的邪恶山神，他是怕到了骨子里。跟紧我，走。江云飞说完就朝前跑去。距离任务完成时限还有46分钟。系统提示：邪恶山神归来时间是29分31秒。要想完成这个隐藏任务，
江云飞必须赶在邪恶山神归来之前，带月儿离开雾山，才有一线希望。少侠，不能从里这走，门口有条巨蛇，连象都能活吞。紧跟着后面的月儿急忙提醒江云飞，山神庙只有4个出入口，每个出入口都有一头黄阶初级 BOSS 存在。不管江云飞选择从哪个出入口离开，都避免不了面对一头 BOSS。不要怕，跟紧我。虽然时间紧迫，但此时的江云飞出奇冷静。死！才出庙口就蛇声大作，空气中腥气蓬生，有可怕阴寒的感觉蔓延而开。黄阶初级 BOSS 雾山吞象蟒已经发现江云飞与月儿，二话不说，闪电一样扑至。辟邪符！再次扣除2点耐久后，庞大无比的雾山吞象蟒立刻中了定身术一样，它保持攻击的形态，一动不动地立在原处。如此一来，辟邪符只剩下6点耐久。快走！使雾山吞象蟒昏睡后，江云飞拉住脸无血色的月儿，朝着下山的方向狂奔。嗷嗷嗷！江云飞带着月儿没跑出几百米，立刻便听到从山神庙另外3个方向传来凶吼震天。显然，另外3头凶恶的守庙恶兽 BOSS 也全部被惊动。少侠不行了，月儿跑不动了。脸无血色的月儿体力不支，气喘吁吁。上来，我背你跑。江云飞立刻弯腰，让月儿上背。少侠，男女授受不亲，月儿还是未出阁的女儿家呢。月儿脸蛋通红，扭捏道。听到这话，江云飞气得想吐血，都火烧屁股。这任务 NPC 还来这一套，你还想不想回去见你爷爷？想的话现在上来，不想的话自己滚回山神庙去，等邪恶山神回来宠幸你。江云飞吼道。月儿被江云飞的态度吓一大跳，眼睛里泪水直打转，然后抽泣道：那就劳烦少侠了。终于，月儿还是趴在了江云飞后背上。月儿虽然只是一个女 NPC， 可当她趴到自己背上后，那奇妙的感觉与现实中背着一个妙龄女孩无异，甚至还有独特的女子芳香飘来。这也太他妈逼真了吧！虽然触感奇妙，但江云飞不会变态到占一个女 NPC 便宜。背上月儿后，便朝着下山的方向全力奔跑。嗷呜！300米外有道凶厉的黑影，速快破风，朝着江云飞的所在迅速追来。靠！是那头黄阶初级 BOSS 雾山黑狼首领，他这么快就要杀来了。此时，江云飞真是连吃奶的力气都使出来了，把速度发挥到极致，往下山的方向狂冲。嗖！忽然之间，一道凶风扑出，朝江云飞杀来。黑化雾山凶虎10级野怪，迎路杀出一头凶虎，级别高出江云飞3级。面对突然杀出的拦路凶虎，江云飞二话不说，使用辟邪符加持到自己身上。叮！辟邪符使用成功，耐久1。30分钟内，玩家江云飞对一切黑化生物拥有压制效果，伤害增幅300%。接着，江云飞一道普攻甩出，负1889，伤害增幅300%后，江云飞一道普攻直接秒杀掉扑来的凶虎。叮！击杀邪恶凶虎，获得经验2100，事倍功半，实获经验1050。看到这伤害，江云飞心里那叫一个心花怒放，牛逼啊！有辟邪符加持，杀雾山之内的黑化怪物有如神助。时间紧迫，江云飞连凶虎爆出来的铜币都没有去捡，背着月儿跨过老虎尸体，便朝山下狂奔。江云飞一路狂跑，耳边风声呼响，不断从各种树丛中穿梭。嗷！后方兽吼震天，黄阶初级 BOSS 黑化雾山黑狼的声音越来越近，用不了多久就将追上来。嘶！前方突然有3条胳膊粗、4-5米长的10级黑化蟒蛇从树枝上落下，皆张开辽口，一起咬来。少侠小心！月儿害怕大叫。负78，负1871，加188，负69， 70。在第一条蛇蟒蛇咬来造成78伤害时，江云飞的普攻也打出，秒掉一条蟒蛇，为自己恢复188的生命值。所以另外2条蟒蛇咬来的伤害没有将他杀掉。嗖的一声，江云飞再次发出攻击，负1901，又秒掉一条蟒蛇，同时将自己的血量吸满。在10%的吸血效果下，只要江云飞不被秒杀，雾山内 BOSS 之下的怪物已经很难威胁到他。干掉3条蟒蛇怪后，江云飞背着月儿继续往山下逃去。此时距离任务完成时限剩下31分钟，邪恶山神出现还有14分钟。要完成任务，江云飞必须要在14分钟内离开雾山才有机会。接下来的几分钟内，又有雾山黑狼、凶虎、蟒蛇这些野怪突出拦路。江云飞在辟邪符的加持下有惊无险，把这些野怪全部消灭，得到一大波经验值。7级升8级的经验条涨了一大半，若非是事倍功半的诅咒获得经验减半，江云飞已经升到8级。哦！就在这时，
一道黑色的恐怖凶风扑杀而来，卷得树倒地裂，令江云飞全身恶寒。是黄阶初级 BOSS 雾山黑狼首领杀道。靠，来得这么快！面对雾山黑狼首领，江云飞哪敢让他碰到自己，毫不犹豫使出辟邪符，将他昏睡5分钟。现在辟邪符只剩下最后3点耐久可用。昏睡掉雾山黑狼首领后，江云飞背着月儿没跑出几百米，便听到后方传来石破天惊般的可怕动静。江云飞往山下逃跑之余，用眼睛余光往后瞥了一眼，顿感头皮发麻。是另外3头黄阶初级 BOSS 要杀到了。此时距离逃离雾山范围还有上万米，可后方3头黄阶初级 BOSS 追得这么紧，凭他们的速度，要不了多久就会追上来。只剩3点耐久的辟邪符，只能再昏睡1头 BOSS 5分钟时间。另外2头 BOSS 要靠江云飞自己想办法解决。虽然是在游戏中，但面临现在这处境，江云飞的额头上都不由得流出冷汗。江云飞跑出3000米远，解决掉几头拦路怪物后，轰的一声，一道穷凶极恶的怪影像是炸弹一样从天而降，杀向江云飞。是一头高达5米、赤目雷公嘴、浑身银色毛发、胳膊长达3米的猿类怪物，正是黄阶初级 BOSS 雾山暴猿首领血豹。面对杀到的雾山暴猿首领，江云飞直接动用技能负2100。虽然血豹在300%的伤害增幅下打出2100的高伤害，可他的血皮根本动都没动。显然这2100的伤害在雾山暴猿首领超高的血量下根本无关痛痒。变态！江云飞果断使用辟邪符，扣除2点耐久后扑杀向他的雾山暴猿首领，立刻中招。他把地面砸出个大坑后，原地呼呼大睡起来。辟邪符只剩下最后1点耐久，要是再被其他 BOSS 追上，江云飞就真的没辙了。江云飞背着月儿继续逃跑，虽然他的速度很快，可后方另外2头 BOSS 更快。没跑出几百米，一头凶猛无比的老虎与一尾血盆大口的巨型蟒蛇，如同2尊巨无霸一样拦在前方。少侠，这可怎么办？后背的月儿看到2头巨兽出现，吓得说话都有点结巴。还能怎么办？除了拼命，别无选择。看到只剩1点耐久的辟邪符，面对2头这样的 BOSS， 江云飞有种无力感。要是他有10级，带上桃木法扇，学会术士的基本技能，凭借僵尸王、银钩的本源加持，面对这种 BOSS， 他还有一战之力。可现在嘛，有点无计可施。死！雾山吞象蟒与雾山母老虎2头 BOSS 级恶兽咆哮着扑杀而来。死就死吧，有什么大不了的？你爷爷的，等我10级后再来收拾你们。挂也要挂得有骨气。面对扑杀而来的2头 BOSS， 江云飞可不会白白挨打，直接释放血豹攻击雾山母老虎，负2300。与此同时，2头 BOSS 恶兽的攻击也命中江云飞，他的头顶立刻飘起350、333。江云飞的总血量都不到200，头上飘出2个这样的伤害，自然是要 GG。可就当江云飞以为自己任务失败，要掉1级回新手村时，叮！玩家江云飞遭遇必死伤害，触发僵尸王银钩本源主动技能尸化。尸化遭遇死亡伤害时，技能自动触发，瞬间恢复满血状态，同时所有属性增加 100%， 伤害增加 50%， 等级增加5级，无视控制效果，持续时间30分钟，尸化冷却时间6小时。这简直是突然而来的神惊喜。江云飞万万没有想到，以为必死之时一直无法使用的尸化技能主动触发了。先前一直用不了尸化技能，江云飞还以为是他等级太低，也许级别高后就能使用尸化。原来尸化是需要他必死时才会触发，这个技能绝对是神技中的神技。尸化之后的强大属性增幅，让江云飞感觉他现在像是吃了菠菜的大力水手。种族人族，角色云飞，职业术士，等级12，修为无，生命450，灵力300，攻击140-256，防御188，根骨9，体11，力7，敏20，智243，融合度初级，可升级，提升所有属性永久增加 10%， 额外提升智力加100，攻击加50，防御加50，天赋被动狮王威压，对狮族怪物伤害增加 50%， 灵力恢复速度增幅 30%， 吸血 10%，10% 几率无视目标防御并暴击。天赋技能尸化血豹，第010章家传至宝到手。看到江云飞一个弱小人类遭受他们俩大 boss 的攻击居然不死，二兽瞬间暴怒，仿佛威严受到严重挑衅。雾山母老虎腾空一跃，如同泰山压顶一样，是大破风，
朝江云飞再次杀至。与此同时，雾山吞象蟒蛇那条足以扫断大树的蛇尾，也是闪电一样拍出，重重砸来。少侠小心！月儿发出尖叫。诗化状态增幅中的江云飞，所有属性增加100%，移动速度也增加500%。两大恶兽 BOSS 发出的攻击，此时在他的眼里就像是放慢的动作一样。他身子侧动，猛然一翻，离开原地5米远。Miss！ 雾山母老虎与雾山吞象蟒的攻击全部落空，没给江云飞造成任何一点伤害。轮到我了！江云飞左手一挥动，掌中出现一把泛着赤光、棱形精致的扇子，正是桃木法扇。诗化状态下，等级暂时加5级，所以江云飞已能使用桃木法扇。江云飞一记普攻，如同流星一样飞射而出，命中雾山吞象蟒的7寸之上，立时间便是一道爆炸性的伤害飘出，7800。血爆！普攻之后，江云飞又接着使用出技能，攻击对象还是雾山吞象蟒，依然打在他的弱点位置7寸那里。负9999，连续2次攻击，其恐怖的伤害将雾山吞象蟒打得哀嚎连连。他巨大的蛇身往后跌倒，还砸翻2棵大树，并且他舌头上的血条以肉眼可见的速度损失掉1/20。看到这一幕，江云飞心里有底了。黄阶初级 BOSS 的血量应该35万左右。看到同伴受到伤害，雾山母老虎发怒，他仰天咆哮，血盆獠牙中聚集起一团红色能量。下一秒后，他嘴中的红色能量如绽开的火莲花，以快到不可思议的速度下砸中江云飞。叮！雾山母老虎对你使用技能猛虎咆哮，对你造成413伤害。江云飞的血量瞬间见底。这么凶！江云飞被吓了一个机灵，若非诗化下所有属性包括防御也增加100%，雾山母老虎这一招绝对秒杀他。江云飞立马挥动桃木法扇，普通攻击砸上雾山母老虎。负8000，给雾山母老虎造成8000加巨额伤害时，同时为江云飞恢复800生命值，他的血量瞬间从见底到满值。叮！辟邪符效果还有2分59秒即将消失。叮！邪恶山神还有1分钟将到达雾山。听到2个提示，本来还想趁诗化状态下干掉2头 BOSS 的江云飞立刻清醒，任务要紧，先走为上。已经知道诗化这个神技如何使用的江云飞，下次就算没有辟邪符，他也有能力干掉这几头 BOSS。当下江云飞不再做任何停留，背着月儿，脚下如风，扭头便朝山下跑去。诗化状态下移动速度增加500，这个强大增幅让奔跑起来的江云飞感觉自己在腾云驾雾一样，速度增加5倍都不止。四周的树木灌丛如倒影一样不断的从两边消失，迅如猿猴，都不足以行动江云飞此刻的速度。看到江云飞逃跑，雾山母老虎与雾山吞象蟒皆暴怒发起追击。不仅仅是这2头恶兽 BOSS， 连之前被江云飞以辟邪符昏睡过的雾山黑狼首领和暴猿首领也同时出现，加入追杀队伍。哼，4头畜生，等我任务完成后再回来拿你们开刀。若非任务失败要连掉3级，江云飞真想留下来将这4头 BOSS 逐一击杀。每头 BOSS 可都是丰厚的经验与暴率啊！诗化状态下移速增加500的江云飞跑起来如同神骏的千里马，不论身后4头 BOSS 恶兽怎么愤怒追击，都始终追不上他。叮！距离邪恶山神归来还有11秒，切记邪恶山神不可匹敌，请尽快离开雾山范围。11秒！此时距离逃离雾山范围还有2000米的距离，应该来得及。江云飞不敢松懈，保持最快速度奔跑。少侠，加油！我们就要离开雾山了。感受到希望的月儿也激动地给江云飞打气。还有1000米，系统已经在倒计时。5、4、3、2、1，倒计时一结束，天空突然压抑起来，顿有狂风大作，伴随鬼哭狼嚎之声，似有大恐怖降临。此时还有50米的距离，江云飞才能离开雾山之内。不知天高地厚的小子，放下我的小美人，饶你不死！天空上愤怒的声音过后，顿时风起云涌，一只巨大无比、长满赤色毛发、充满血腥味道的未知生物的巨爪从天而降，抓向江云飞。靠！这就是邪恶山神！一个新手村里怎么能出现这种恐怖的 BOSS？ 这至少是黄阶顶级，接近玄阶那个级别的强悍 BOSS 了。血爆！江云飞没有坐以待毙，逃命中使出技能攻击落下来的红毛巨爪。负1300，哪怕是有诗化与辟邪符的增幅，江云飞造成的伤害也仅有1300。从天抓来的红毛巨掌没有任何反应，江云飞的攻击没对他造成半点阻碍，继续朝他与月儿抓来。此时距离离开雾山范围还有最后10米，怎么办？难道要功亏一篑？江云飞深深不甘心，
可红毛巨掌已经落下，距离他与月儿不足半米。背上的月儿脸上无比绝望。寒冰惩戒，江云飞不甘束手就擒，朝近在咫尺的红毛巨掌发动桃木法扇的自带技能。叮！寒冰惩戒对 BOSS 级怪物无效。听到这个系统提示，江云飞心底绝望，只有几步之遥就能离开雾山，成功近在眼前。可就在这最后关头，红毛巨爪已经落下。你先走。千钧一发之际，江云飞做出一个壮烈的举动，将月儿一个过肩摔丢出。少侠，月儿绝美的眼神里吃了，他人在半空中不敢置信地看着江云飞，一个为了救他连死都不怕的人。这一刻，江云飞的影子彻底印上了他的心底里，难以磨灭。与此同时，红毛巨掌如抓蚂蚁一样将江云飞捏入掌中，猛地一舞。该死的小子，你当千刀万剐！噗！江云飞的身体在红毛巨爪中粉身碎骨，化成血雾。负2000。叮！你被邪恶山神击杀。黑化的邪恶山神拥有冥府诅咒之力，凡被他击杀的玩家惩罚加倍。等级减2。你爷爷的！听到这个提示，江云飞差点就是一口老血喷出来。叮！拯救村长的孙女月儿，任务完成。连掉2级的江云飞刚从复活殿里走出来时，原本还如丧考妣的脸色顿时一震。任务完成。听到这个提示，江云飞脸上的郁闷一扫而空，立刻马不停蹄地朝着村长家的方向奔去。当江云飞来到村长家时，看到了平安回来的月儿正抱着村长在那痛哭，发泄着这些日的恐惧委屈。好孩子，不哭不哭，一切都过去了。村长轻轻拍了拍月儿的后背，安慰着。嗨，村长，我幸不辱命，你那个奖励是不是应该？江云飞也不想打扰人家爷孙团聚，可为了完成任务，他连掉2级，急需奖励弥补。恩公，你没有死。恩公。原本还在爷爷怀中痛哭的月儿，看到江云飞后，立刻像看到久违的情郎归来一样，激动的再无半点矜持。香风扑面而来，月儿居然飞奔着一把将有点懵逼的江云飞紧紧抱住，头贴在他的胸膛。月儿又哭又笑。恩公，你没死，太好了，太好了。月儿还以为再也见不到你。叮！月儿对你的好感度增加100，一见倾心。听到系统的提示，感受着真实无比的温香满怀，江云飞不知道说什么才好。月儿姑娘，你抱得我太紧，我快喘不过气了，你能不能先松开？我找你爷爷有事。绝世涅槃的拟真度高到吓死人，被月儿这样一个青春靓丽的女 NPC 抱着，时间久了，江云飞怕自己会定力不够，出洋相可就丑大了。哎呀！终于意识到失态的月儿哎呀叫了一声，脸蛋红得跟苹果样，两手捂着脸，急忙躲到屋里去了。恩公，你救回我的孙女，这份天大的恩情，请受老朽一拜。老村长说着就要跪下，江云飞急忙扶住他，村长不必多礼，小子受不起。实则内心却在腹诽，我要你跪干什么？奖励，我要奖励啊！恩公救回我孙女，老朽无以为报，只有小小心意，略表一二。叮！您完成隐藏任务，救回村出的孙女，奖励经验10万，功德点10，幸运值+1，获得村长家传至宝。10万经验值瞬间让调回5级的江云飞升了1级，距离回到7级也只差一小段经验。幸运值、功德点的奖励也是好东西，不过江云飞现在最在意的是村长的家传至宝，他迫切想知道这是什么宝物，急忙打开村长给的木盒子。叮！获得隐身符，耐久10%，辟邪符，耐久10%。原来这就是村长的家传至宝啊！还以为是什么技能或者装备之类的，没想到是消耗性物品隐身符与辟邪符。倒不是说隐身符与辟邪符没有用，只是与预想中的偏差太大，所以江云飞有一点小落差。不过有这隐身符与辟邪符后，江云飞对于先前将他追杀的那么惨的4大恶兽 BOSS， 内心对他们的磨刀霍霍之感已经急不可耐。咕！现实生活中，江云飞已经饿得肚子咕咕在叫，他连续在线11个小时，再怎么想去雾山报仇血恨，也得先下线填饱肚子。江云飞立刻原地下线，在他下线之后，月儿的声音却响起：爷爷，我以后要嫁给他。声音无比坚定与认真。傻歪头，他跟我们不一样，是来自异世的冒险者，你们不可能的。不，就算他是异世来的冒险者，我月儿今生也认定了他。第11章红颜祸水。下线第一件事，江云飞自然是冲向洗手间，待上5分钟后才神清气爽地走出来。现在是晚上11点多，江云飞连喝2大杯开水，泡上个泡面，吃饱喝足，正准备上线通宵奋战时，手机却是响了。一接电话，居然是家里打来的，母亲在电话中的声音有些哽咽：小飞，你爸出事了，是不是被车撞了？江云飞声音猛地一紧，他突然想起来，上一世父亲也是在今天
被车撞了，肇事者逃逸。父亲被送进医院抢救时，由于拿不出10万块的医疗保证金，耽误及时治疗，后来变成植物人。啪！江云飞猛地抽自己嘴巴子，暗骂自己不孝，因为全身心投入到游戏，竟然忘记这么重要的事，提醒父亲今晚不要外出。小飞，医院要咱们交10万才给你爸救治，妈拿出家里所有的钱，还差6万块，你看你能不能想想办法？母亲气声说着，很是担心父亲。若非实在没有办法，他根本不可能给江云飞打这个电话。妈，你等着，我马上去筹钱。江云飞挂掉电话后，本想给几个关系最好的大学朋友打电话，然后一想也不实际，大家都是还没毕业的大学生，6万多块，不是富二代的他们肯定也凑不出来。上一世他就给几个同学打电话借钱，他们都有心无力。思索过后，江云飞立刻上线，打开他的包裹查看，100金2银88铜币，还有那个福玉戒指。江云飞想都没有想，立刻花掉1金币，在新手村发起广播，出售99金和1件10级小极品术士辅助戒指，有需要的代价联系，走平台交易。绝世涅槃里的金币十分值钱，尤其是刚公测这一会，网上1枚金币能炒上100块，若遇上土豪玩家，200块1枚金币也有人抢着要。江云飞主要是身上的钱不够，只能花1金喊新手村广播，要是钱充足，他花5000喊一次全服公告，系统奖励他的金币与那件装备能卖更多钱，有的是人争抢。只是父亲那里等着钱抢救，江云飞只能退而求其次。新手村广播一喊之后，整个888号新手村的公屏瞬间炸裂。我靠，咱们新手村有这种大神啊，才刚公测12个小时就打出极品装备，还刷到了99枚金币，猛人就是猛人啊，老子持续在线12个小时，到现在才刷到1个银币。咦，几个小时前全服广播杀掉 BOSS 奖励100金币的大佬，会不会就是他？他娘的，肯定是他！大神，缺钱不是个事，加我好友收我做徒弟，我给你1万拜师费。整个新手村瞬间轰动，公屏上热闹的不得了，立时间便有无数条好友申请想报江云飞。第一个好友申请居然是飞羽潇潇，金币与装备我全要了，一口价5万块。飞羽潇潇居然没嘲讽江云飞，只是简单的说要买他的金币与装备。5万不够，走平台交易扣除手续费用，江云飞只能得到4万5。而且双方已结下仇恨，江云飞打心底里不想卖给飞羽潇潇，便随口回了一句10万。回完就关掉窗口，查看其他好友申请，看有没有土豪要买金币和装备。然而一连几十条都是要求加好友、求代级、求拜师、求暖床的垃圾申请，江云飞把这些人全部拉黑，懒得理会。终于有一条好友申请引起了他的注意，对方名字红颜祸水，一口价5万5，同意立刻走平台。红颜祸水，这不是上一世绝世涅槃内天罡地煞榜上的传奇玩家，被评为最强的3大辅助系术士之一吗？没想到他跟自己在同一个新手村。事实上，红颜祸水开的价格已经很高，但5万5真的不够，江云飞只能回他道6万6，6万6走平台，扣除手续费后一分不多，一分不少，正是6万块。叮！这时飞羽潇潇发来语音：王八蛋，你玩我是不是？你的金币与那件装备最多值5万5，你真需要10万，除非再拿出别的装备一起卖。疾风鞋与桃木法扇都是江云飞自己能用的装备，除非万不得已，不然他不会出手。江云飞回他道：最少6万6，你要就要，不要拉倒。说完挂掉飞羽潇潇的语音。如果红颜祸水不肯出6万6，江云飞也只能是选择卖给飞羽潇潇，实在不行就把疾风鞋脱下来夹住。父亲救命要紧！上一世自己借不到钱，父亲没能及时得到治疗，后来成了植物人。这一世江云飞绝不会让悲剧再上演。叮！红颜祸水总算又回复江云飞了，他道：6万6可以，但是你要答应帮我过一个任务，你同意的话就成交。好，可以。江云飞松了一口气，接着急忙把金币与装备挂上平台，然后告诉红颜祸水序列号。至于飞羽潇潇后面再发来的消息，江云飞直接关掉，懒得再理会。10分钟后，平台传来提示，江云飞销售的金币装备已成功出售，扣除手续后6万块钱已成功打到他的账户内。江云飞立刻下线，把6万块全部转给母亲，同时打电话他：妈，我借到钱了，已经汇到你的卡里，告诉医生用最好的药治疗我爸，钱不是问题，我过2天还有钱打过来，您不要担心钱的事。说完挂掉电话的江云飞立刻准备上线。不是江云飞没心没肺不关心父亲伤势，而是他清楚的知道，只有尽快凑到更多钱给父亲看病才是最紧要的。最快的弄钱方法自然是从绝世涅槃里去赚。再者，他答应帮助红颜祸水过任务，太久不上线，别人会以为他没有信誉。红颜祸水可是日后绝世涅槃里
公认的最强3大辅助术士之一。这样的人物，江云飞可不想给他留下坏印象。才一上线，就发现红颜祸水发来的消息：“我在村东口等你。”看到消息，江云飞二话不说，立刻朝村东口赶过去。很快，视线中出现了一个极为高挑、身材90分以上的极品美女。美女脸上带有面纱，看不清真实容颜，但不难想象，仅凭她这傲人的身材，都足以证明这是个极品女人。红颜祸水至少175的身高，江云飞都比她矮小半个头。绝世涅槃里面，每个玩家的身材是无法调整的，与现实生活中一致，但为了保护玩家隐私，可以选择免费的遮隐面容的工具。女玩家可以选择面纱，男玩家则是面具。事情处理完了吗？红颜祸水看向姗姗来迟的江云飞，他身后另有2男1女，一个枪战士，一个羽士及一个女修罗。江云飞点点头。江云飞现实生活中只有168身高，算是较矮的了，站在红颜祸水身边，确实有点无形的压力。那进队吧，我需要通宵完成这个任务。红颜祸水给江云飞发出邀请。切，我当什么了不起的人物，让我们这么多人等他一个？不过就是个6级的术士而已嘛。进队后，名叫霸3的枪战士很是不屑道：“祸水姐，你不是说叫了一个大神吗？”名叫爱跳舞的女修罗也有些嫌弃的道：“就他，大神？”先前红颜祸水只在队伍里简单说了一句，找到一个大神帮助过任务，没做其他介绍，所以霸3与爱跳舞都不知道江云飞的底细。你好，我叫洛星辰。只有那个浓眉毛的羽士最为客气，还朝江云飞点头示意。江云飞也朝他回礼一笑。洛星辰这个名字好熟，上一世似乎也是绝世涅槃的传奇玩家人物。队里江云飞加入进来后，一共5个人。红颜祸水8级，霸37级，爱跳舞7级，洛星辰也是7级。难怪霸3与爱跳舞看不上自己，连掉2级。就算后面又升了1级的江云飞，现在也不过才6级。放在普通玩家眼里或许还不错，但在红颜祸水这个顶尖队伍里就显得有点拖后腿。红颜祸水一对明眸暗暗打量了江云飞一眼后，内心也不由得有点疑惑。全服第一个击杀 BOSS 的人似乎不应该是这种等级才对。不过当看到江云飞脚上那双泛着荧光的鞋子后，心里多少还有点安慰。现在就拥有装备的玩家可没有多少人。我把任务共享给你，你仔细看看，出发。红颜祸水的声音很是好听，说完便率先走去。江云飞没理会霸3与爱跳舞的不屑，跟在他们后面的同时选择接受共享的任务。隐藏任务，难度黄阶2颗星。村东头老铁匠是个炼器狂魔，一生只为炼器而生，他穷毕生精力只为铸就一把品级宝剑。现在他还差最后一件材料，雾山黑狼首领的脊椎骨。谁能替老铁匠找来雾山黑狼首领的脊椎骨，老铁匠就将把铸成后的宝剑送给他作为酬谢。看到这个任务，江云飞瞬间有点不知道说什么好。雾山黑狼首领本就是他腾出手后要击杀的目标之一，江云飞无形中把那头 BOSS 都看成了是属于他的。现在要去帮红颜祸水解决雾山黑狼首领，内心真是有种说不出的感觉。也罢，谁让红颜祸水帮了自己，江云飞也同意帮他过任务，就当是知恩图报吧。再说了，雾山上有4头黄阶初级 BOSS， 帮红颜祸水杀1头过任务，仍然还有3头。至于黑化的邪恶山神，江云飞暂时不敢招惹他，那可是连尸化状态的自己都要被秒杀的存在。小子，能不能走快点？不知道我们时间宝贵吗？霸3看江云飞很不顺眼，朝后哼道：“做混子也要有混子的觉悟，能不能别一来就拖大家后腿？”爱跳舞没好气道。江云飞刚刚在看任务，所以才走得最慢，但也懒得跟这2人一般见识，便立刻加快脚步。第12章，再闯雾山上。红颜祸水一行人目标很明确，前往雾山击杀黄阶初级 BOSS 雾山黑狼首领。一路上遇到各种拦路野怪，霸3与洛星辰都会第一时间出手，很快将他们解决掉。红颜祸水这一队的级别在目前的绝世涅槃里绝对是顶级这一列，在不出现 BOSS 的情况下，8级以下的怪物很难对他们造成威胁。这也就导致但凡出现怪物之类的，还没近身就被霸3与洛星辰全部干掉。偶尔有少数防高血厚点的怪物，红颜祸水与爱跳舞补上一刀，也惨叫着变成经验，根本就没有江云飞出手的机会。可这落在霸3与爱跳舞2人眼里，便认定江云飞就是一个死混子，越发看他不顺眼。半个小时后，江云飞再一次来到雾山的脚下。雾后成障，山势奇高的雾峰还没登山，便有各种凶厉的野兽嘶吼从深山中传出，让人望而生畏。不知道邪恶山神这回在不在，江云飞心里有点小打鼓。胆小鬼，一路混经验不说，还一直躲在最后面，我们队伍要你何用？一路上江云飞都在队伍的最后面，一直没出过手，这让霸3很是不满。都快要登雾山了，
可江云飞还是落于队伍最后面，他们辛苦打怪，江云飞却白白享受经验。霸三越想越气，祸水姐，把他踢出队伍，咱们队友他没他都一样，我们不需要这种只知道蹭经验的拖油瓶。爱跳舞没好气的瞪着江云飞，哼道。红颜祸水美眸一瞪，示意他们俩人不要总是挤兑江云飞。虽然江云飞一路都未曾出手，看不出深浅，但仅凭他脚上那一双鞋子，红颜祸水就断定他多少还是有点实力的。是呀，霸三跳舞人多力量大，咱们一会要对付的可是黄阶初级 BOSS， 多一个云飞兄弟帮忙，我们成功的几率也会大一些。洛星辰还是很友好的，切，他连小怪都不敢出手，只怕遇上 BOSS 时第一个逃跑的就是他。爱跳舞不屑的小声道。算了，一会遇到怪群时，咱们故意放水，让野怪送他回城，免得一直白白分咱们经验。霸三很阴险的朝爱跳舞小声道。爱跳舞冷笑点道，好，就这么办。江云飞还不知道这俩人已经开始算计上他，不过就算知道他也不在乎，这两人级别虽高，但还真入不了他的眼，所以一直不屑跟他们计较。再说了，帮红颜祸水完成任务后，不需他们说，江云飞都会自己推队，他还想一个人去干掉另外3头 BOSS。跳舞，你走到最前面开路，遇到对付不了怪群，就提前告诉我们，绕路避开。看了雾山的地势后，红颜祸水开始分配任务。霸三，你走队伍最前方，有怪出现你抗在前排。星辰你殿后，我和云飞位于队形中间。洛星辰倒是一笑点头，可霸三与爱跳舞却又很不爽了，感觉红颜祸水有些偏向江云飞，把最安全的位置留给他，他们则去冒险。虽然不满归不满，但红颜祸水还是很有威信，他们全都照做，不敢多说什么。对于来过一次雾山的江云飞而言，这里的地形他比红颜祸水他们任何一个人都要熟悉，完全可以他来带路。于是他张口说道，要不然我来带路吧，这里我熟。闭嘴吧你，少装模作样，真想表现，等有怪物时别躲在最后面什么也不做，我就烧高香了。霸三认为江云飞装模作样，对道，术士这种脆皮职业还想带路，这不是开玩笑吗？爱跳舞虽然没说什么，却也不爽地瞪了他一眼，然后率先进入雾山。云飞兄，想出力有的是机会，探路这种事还是交给修罗职业的跳舞吧。洛星辰拍了拍江云飞的肩膀，好心劝道，没事，你暂时跟紧我就行，按队形现在登山。红颜祸水看了眼江云飞，说道，行吧行吧。江云飞本来是想好心带路，但显然他们都不相信自己。雾山外围都是些7到8级的落单野怪，对于江云飞他们来说很难造成威胁，而且只要有怪物出现，都轮不到江云飞插手，就变成了经验。当登上山腰时，野怪就变成了10级的黑化凶虎、黑狼、蟒蛇、豹猿等等。这时就算红颜祸水他们也感觉到了压力。祸水姐，不好了，来了一大群10级黑狼追着我。原本在最前方探路的爱跳舞忽然神色慌张的在队伍里喊道，同时他迅速躲回队伍里。显然他吸引了群狼的仇恨，一个人无法对付。有多少黑狼？队伍最前方的霸三严肃问道。至少有10条。爱跳舞喘气回应。听到10条，红颜祸水脸色也微微一紧。6条以下的10级野怪，他们队伍还能勉强应付，眼下有10条雾山黑狼同时袭来，搞不好队伍里有人要挂。嗷呜！一阵凄厉的狼啸声从浓雾中响起，而且声音越来越近。嗖！随着数道破空声响起，有3条壮硕的雾山黑狼当先破雾而出，扑向队伍最前方的霸三。作为近战高防高血的枪战士，面对3条雾山黑狼同时扑出，霸三立刻手举木盾挡在前方。-30，-29，-33，枪战士的防御力果然不是盖的，防御状态下伤害减半，3条10级雾山黑狼的同时攻击也仅将霸三的血量打掉1/4而已。大家一起攻击，以最快速度干掉3头黑狼。红颜祸水话音一落，率先打出普攻。洛星辰紧随其后，一道木箭射出，命中红颜祸水攻击的那头黑狼。爱跳舞也没有闲着，尾随而上，以匕首划向其中一头黑狼。这次江云飞也没有闲着，第一次出手，普攻飞出，同时命中被红颜祸水与洛星辰攻击的那头黑狼。-200，-250，-199，-788，4道伤害同时飞出，被命中的雾山黑狼立刻惨叫倒地。3头雾山黑狼死掉1头，霸三的压力顿时减轻不少。咦，黑狼的血量不高吗？红颜祸水有些疑惑，没想到一轮攻击下来就秒杀掉1头雾山黑狼。但眼下的情况也容不得他多想，后方浓雾中传出更多狼啸声，得赶紧先解决掉眼前另2头黑狼，一起攻击左边那头黑狼。
红颜祸水说完，再度出手，洛星辰紧随其后，接着是爱跳舞与霸三，江云飞也混在他们之中，发出攻击。第二头雾山黑狼也成功被秒杀，众人不由信心大增，暗想这10级黑狼也不是太难对付吗？却在这时，呜的几声，有5头雾山黑狼同时扑出来。霸三脸色大变，他最多只能拦下4头黑狼，另一有头雾山黑狼越过他，直奔爱跳舞而去。跳舞退过来，霸三顶住！红颜祸水美眸一跳，大喊道。然而爱跳舞还是慢了一步，被扑来的雾山黑狼一口咬中，头顶上飘出134的血量。爱跳舞的血量瞬间见底，再遭遇一次攻击就会被送回新手村。与此同时，一个人顶住几头雾山黑狼攻击的霸三也有些苦不堪言，血量很快就要见底。就在这时，一道绿色青光飞出，照在霸三身上，他的头顶上飘起加150的数字。加血术法！江云飞诧异地瞟了眼红颜祸水，没想到才8级的他居然就拥有加血技能。祸水姐，救救我！血量见底的爱跳舞面色惨白，很是慌张。可洛星辰与他自己的攻击打中面前的雾山黑狼后，他的血量才仅掉1/3而已。刚给霸三加血的红颜祸水根本来不及救爱跳舞，眼见爱跳舞要挂之际，一道超高的伤害在黑狼的头顶上飞起，799，黑狼哀嚎倒地。这时爱跳舞的头上照来一道绿色青光，血量加150，他才脱离危险。吓死我了，谢谢祸水姐救我。脸色依然发白的爱跳舞根本没有发现，真正救他的是江云飞的秒杀攻击，否则他根本撑不到红颜祸水的加血。或许是现在情况紧张，大家也顾不上黑狼是被谁秒杀的，因为霸三还一个人顶着好几头黑狼。不过洛星辰似乎发现了什么，眼睛里透着不可思议的看了眼江云飞。最终这一波雾山黑狼的袭击有惊无险，全部化为丰厚的经验倒在地上。霸三倒坐在地上喘粗气，真他娘的险！好在这些黑狼攻击虽高，血量却低，你们要是再晚点杀掉他们，我就撑不住了。哼，是多亏了你防御高，又有祸水姐姐的加血跟星辰的高输出，不像某些人呀，全程划水混经验，一点用也没有。爱跳舞又埋汰起江云飞，他根本就没观察过江云飞的输出，包括霸三也是。他二人皆认为能这么快杀光这批雾山黑狼，全是因为他们的血量低而已。洛星辰倒是知道什么，若有深意地瞟了眼江云飞。红颜祸水本来也是疑惑，当他把队伍里之前的数据看了一眼后，俏美的脸上满是不可思议，然后怔怔望向江云飞，正要说什么之际，哦！此起彼伏的凶兽吼声再度从林深处响起，接着便是地动山摇的阵势，似有千军万马朝此而来。不好，还有怪群，大家戒备。第13章再闯雾山下。接下来江云飞等人持续面对了至少18波的怪物侵袭，虽然过程惊险，但最终大家还是撑下来了。杀掉最后一波黑化蟒蛇怪后，江云飞成功升上7级不说，距离升8级也只有一半的经验。而红颜祸水更是升到9级，再升1级就能做转职任务，离开新手村。霸三、爱跳舞与洛星辰都分别各升1级，已经是8级。虽然绝世涅槃的金钱装备爆率很低，但击杀10几波怪物后，清点物品时，众人还是发现了一件装备。哎呀，祸水姐出了一件装备，大家快看！是爱跳舞发现的，他将装备属性发到队伍里。蛇纹腰带，伪黄阶下品，与世专用，攻击加15，敏捷加10，附带被动10%破甲1级，使用等级8级。这件装备毫无疑问是与世装备中的小极品，尤其是10%的破甲1击。这件装备若拿出去卖钱，最少都值1万块，多的是土豪与世争抢。这么漂亮的腰带却是与世专用的，星辰便宜你了。爱跳舞虽然对江云飞很刁蛮，但对朋友还是不错的，价值1万的蛇纹腰带毫不犹豫地交易给洛星辰。谢谢。得到一件现在就能穿的小极品装备，洛星辰非常高兴。之后的举动可以看出他现实中也是不差钱的主。拿到蛇纹腰带后，洛星辰立刻在队伍里发了一个供4人领取的现金红包。这件装备是大家一起努力才爆出来的，我不能白拿这件装备，怎么也得表示心意。绝世涅槃与玩家的实名银行卡是绑定的，有世界、帮派、队伍发红包功能。爱跳舞第一个点开红包，叮，555块。他立刻眉开眼笑，乐道：谢谢星辰老板。霸三也点开红包，叮，1445块。星辰，你土豪呀！他乐呵呵朝洛星辰竖起大拇指。红颜祸水也没有扭捏，点开队伍红包，叮，500块。云飞，我发的4人随机分的红包，你怎么不领啊？洛星辰看向江云飞，我就算了吧，反正也没出多少力。江云飞能加入这个队伍，全是因为答应红颜祸水帮助他过任务，
所以并不想领这个红包。切，想领就直说，还装模作样。虽然你没出多少力，但这红包是星辰发的，你想领就直接点，不要明明想领，却还惺惺作态，这就做作了。霸三撇嘴，就是本姑娘最看不起虚伪的人，本事没多大，装蒜却第一流，恶心。爱跳舞很是看不起江云飞的推辞，认为他在装。霸三，跳舞，你们不要老是针对云飞。红颜祸水皱起柳眉道：是啊，你们别看云飞等级低，他的输出可是全对罪。洛星辰正要帮江云飞说话，可还没说完就被没好气的霸三打断。行了行了，我们不说他就是了，只希望接下来他能做一个多少有点用处的混子就足够了。见霸三跟爱跳舞还是那样的态度，对江云飞成见很深，洛星辰也不去说什么，只是看向他道：云飞不领这个红包，看不起我？好吧，那谢谢了。江云飞朝他一笑后，点开队伍的红包，叮，2500块。洛星辰还真是个土豪啊，随手一个红包就是5000块。手气最佳的江云飞更是得到2500。哼，死混子，手气还怪好的。看到江云飞领到2500，爱跳舞小声的撇撇嘴。霸三也是更加不爽起来。不过江云飞懒得搭理他俩，并不是江云飞好脾气，而是他俩在江云飞眼中就跟小丑一样，只要不触犯到他的底线，江云飞就当他俩是空气。网络上有句话说得好，狗咬了你一口，你总不能咬狗一口吧。接下来又花上半个小时，江云飞才随着红颜祸水他们来到山巅上。远远的已经可以看到山神庙的所在。要是让江云飞带路，他可以在1个小时内带领大家到这。可是由爱跳舞探路，中间老是遇上成群结队的怪物，浪费了2-3个小时。当然时间是浪费了，但经验也得到不少，还差一点点，江云飞就能升到8级。根据任务提示，我们要杀的 BOSS 就在山神庙那。红颜祸水看了眼提示后，朝众人道，旋即看向爱跳舞。跳舞，你是修罗职业，虽然还没有学会隐身，但对怪物的仇恨值不高。你先过去山神庙观察下地形，同时找到我们要杀的雾山黑狼首领的位置。爱跳舞点了点头，道：好，我这就去。现在已经是凌晨3至4点，江云飞想早点帮红颜祸水过任务，然后单独去找 BOSS。为了不再浪费时间，他立刻说道：不用去找了，山神庙共有4个入口，你们要找的雾山黑狼首领在北边山神庙的入口。切，你以为你来过这里啊？说的跟真的一样，谁信你？霸三不屑道。爱跳舞的脸上也写满了不相信，道：没本事就乖乖做你的混子好了，别乱指方向，装什么都知道，来浪费大家的时间。爱信不信，反正我已经告诉你们了。顺便再提醒你们一句，山神庙外不只有1头雾山黑狼 BOSS， 另外3个山神庙入口皆有3头同级别的恶兽 BOSS。 江云飞一口气道：还有，千万不要溜进山神庙内，否则大家都要死。里面有我们目前无法抵挡的黄阶顶级 BOSS。 哟哟，越装越像那么一回事了。你接着吹啊，你是不是还想说你之前一个人独闯过这里？霸三一脸好笑道：你说你不吹牛能死啊？本本分分做你的混子不香吗？爱跳舞嘲讽地看向江云飞。够了，你们2个闭嘴。红颜祸水柳眉一皱，高挑的身段散发出一股严厉的气质，立刻压住了霸三与爱跳舞。跳舞，你就按云飞说的去北边山神庙入口查看。见爱跳舞一脸不服气，还想说什么，红颜祸水美眸一瞪，他便只能把什么都憋回去，然后乖乖地朝北边方向出发。小子，你若是吹牛胡扯，浪费我们的时间，一会有你好看的。霸三生气地朝江云飞小声道。对于这种一而再再而三挑事针对自己的人，江云飞哪怕再好脾气，也忍不住要给对方一点颜色看看，不然真被阿猫阿狗级的人物当成软弱可欺。我说的句句属实，只有白痴才听不进，不相信。江云飞故意刺激霸三。的，你敢说老子白痴，是不是想使？霸三炸毛起来，眼珠瞪老大，像老虎要吃人似的。呀，看来还不算白痴到家，知道自己是白痴还有得救。江云飞讥笑出声。你他娘的，找 S， 老子挂了你！霸三抽出他的武器铁枪，就想要动手。霸三，红颜祸水与洛星辰立刻拦在前面。你们听到了，是这个废物样的东西先侮辱我的。霸三脸红脖子粗的吼道。行了，霸三，你也不对，谁让你之前一直针对云飞？再说了，你有没有证据证明云飞胡说，是你自己一直在挑事？洛星辰皱眉说着。好，你们都信他是吧？老子偏不信。一会跳舞回来，证明这王八蛋在胡扯，我一定挂了他。霸三愤怒咬牙道：敢不敢赌一把？江云飞挑衅地瞟向他。我若吹牛了，我主动离队，让你杀回新手村。好，若你所言不假，我向你道歉，
再叫你一声爷爷。江云飞摇头，用不着，我不想收孙子。你说了，赔我个1万2万就成。你他娘的占我便宜！霸三气得火冒3丈高，又要提枪。怎么，怂了？不敢？江云飞故意激他。老子不敢，笑话。行，祸水姐、清晨，你们看到了，是他自己要赌，可不是我逼他。说着，霸三立刻从他的银行卡里赚出1万块，投入队伍里，设置了一个以密码领取的红包。你赢了，红包拿走；输了就像狗一样脱光等死。江云飞从容一笑，一言为定。云飞、霸三，你们洛星辰还想说什么？但看到的这么僵的两人，还是收住了想说的话。红颜祸水则深深地朝江云飞看了一眼，他内心有个感觉，江云飞说不定真一个人来过这里，霸三这1万块估计会输。10分钟过后，爱跳舞回来了。他回来的第一反应就是表情奇怪地盯向江云飞。绝世涅槃里的地图，官方上没有一星半点的资料，尤其是这个游戏才公测10几个小时，所以游戏里的未知地图，如果没人亲自走过一遍，是绝不可能知道有什么。跳舞，你回来的正好，快告诉我，这个王八蛋是不是一直在吹牛说撒谎？山神庙那里的情况，完全不是他说的那样子。已经迫不及待想砍死江云飞的霸三，急忙问道。我仔细绕走了一遍，确实和他说的一样。爱跳舞声音怪怪的道。什么？你是不是收了那小子好处，故意帮他骗大家？霸三失态的抓向爱跳舞的手，吼道。你给我撒手，疯了是吧？我能收他什么好处，帮他撒什么谎？要不相信我说的话，那你自己去山神庙那里查。爱跳舞生气的将霸三推开。我知道自己失态的霸三，表情难看到像吃过 S 一样。看爱跳舞这态度，他说的应该10有8九是真的。第014章击杀 BOSS 上，愿赌服输，领取码4389。霸三深深的吸了好几口气，咬牙恨道：输1万块钱是小，主要是丢面子，竟然输给他打心底里看不起的混子，这口恶气实难下咽。他已打定主意，有机会一定要整死江云飞。叮，1万块钱到账。江云飞咧嘴微笑，先前洛星辰的2500加这1万块，瞬间又有12500在身，明天一早就转给母亲。父亲的状况急需用钱，要给父亲最好的医疗条件，江云飞还要赚更多的钱。本来看霸三极为讨厌，当从他身上赚到1万后，顿时再看他，江云飞都觉得有几分讨喜了。送财童子啊，这种肥羊要再多宰他几次才好。见江云飞领走1万后，还朝他一笑，霸三以为江云飞嘲笑他，更是气得脸色铁青，内心暗恨：王八蛋，你给老子等着！这是怎么了？看队里气氛不对，爱跳舞有点懵逼，看向红颜祸水与洛星辰，二人不好解释什么，只能摇摇头，示意爱跳舞别再纠结这件事情。为了缓解气氛，红颜祸水走出来，朝众人道：既然 BOSS 黑狼首领的位置找到了，现在出发，争取早点解决他，完成任务，大家也早点下线休息。云飞，你对这里地形如此清楚，对于击杀这头 BOSS 有没有什么建议？洛星辰望向江云飞问道。不仅是他，就是红颜祸水也将美目投向他。他看出来了，江云飞10有8九一个人来过这里，虽然这很不可思议，原本处于边缘混子级的人物突然受到大家重视起来，这让一旁的爱跳舞有些不爽。虽然不爽，却没说什么，毕竟江云飞之前所说的全部正确。哼！霸三扭头一哼，但终于是没再开口对江云飞。见大家都望向自己，江云飞想了想后道：山神庙外共有4头黄阶初级 BOSS， 单独杀1头我们应该有机会，但就怕我们攻击其中1头 BOSS 后会引来其他另外3头 BOSS。 那你有什么好办法？红颜祸水追问。我也没什么好办法，先前所说也只是猜测，但我们可以试一试。一会我们攻击雾山黑狼首领时，留一个人在远处观察另外3头 BOSS 的动静。江云飞接着说道，若其他3头 BOSS 没有反应，我们则全力攻击雾山黑狼首领，争取以最快时间干掉他。但要是攻击他时引来另外3头 BOSS 的话，我建议暂时放弃。胆小鬼，我们就是为他而来，就算挂1级也不可能放弃任务。你要是害怕掉级，现在就滚！霸三终于找到借口，立刻便发炮轰江云飞。闭嘴！红颜祸水俏眸瞪向霸三，道：云飞说的有道理，1头黄阶初级 BOSS 我都难应付，若是惊扰4头 BOSS， 根本毫无胜算，纯粹就是送人头。就依照云飞说的，先试试看。洛星辰点头认同。看到红颜祸水与洛星辰彻底认同江云飞，霸三气的脸色更加难看，但终究敢怒不敢言。跳舞，你不要攻击 BOSS， 躲在远处观察另外3头 BOSS 的动静，一有情况及时在队伍里告知。红颜祸水说完看向霸三，你负责扛住雾山黑狼首领，吸引住他的仇恨，我们在后面攻击，有没有问题？狠狠瞪了眼江云飞的霸三，
咬牙道：“没问题，好，行动。”红颜祸水点头，率先走去，众人则跟上。很快，山神庙北边门口外的巨大黑狼已映入大家的视线。这头雾山黑狼首领浑身黝黑泛亮的毛发倒竖，如同钢针一样锋利，身长至少3米，体高1米5，绿铜獠牙，四爪如柱，浑身充满压迫性的凶气。队伍里面，红颜祸水的级别最高，他查看过后，便将这 BOSS 的具体属性截图放到队伍中。北边山神庙入口，黄阶初级 BOSS 雾山黑狼首领，等级13，生命35万，攻击255-311，防御300，技能狼啸，雾山黑狼首领发出狼啸声，增幅自身伤害，速度提升 10%。嗜血撕咬，雾山黑狼首领致命一咬，造成目标伤口撕裂，持续掉血。召唤群狼，雾山黑狼首领面临危机时将会呼唤群狼相助。雾山黑狼首领黑化生物，邪恶山神座下守庙恶兽之一，穷凶极恶，奔跑如风，凡是被他盯上的猎物从无活命的可能。这么高的属性！看完雾山黑狼首领的属性后，除了江云飞外，众人脸色都难看起来。云飞，你觉得我能杀掉他吗？看完 BOSS 的属性后，红颜祸水心里已经在打鼓，但他还是满怀希望地看向江云飞。可以一试。江云飞回应。看到美女队长红颜祸水不问他这个肉盾能不能扛住 BOSS， 反而去问江云飞，霸三心里越来越愤怒不平起来。好，那动手。得到江云飞回应的红颜祸水方心一松，顿时有了几分底气。下一刻后，红颜祸水率先发出攻击，洛星辰紧随其后。-88，-100，两道伤害同时从雾山黑狼首领头顶上飘起。哦！被攻击的雾山黑狼首领原本碧绿色的兽瞳瞬间一红，愤怒咆哮后化作一阵狂风扑出。霸三，挡住他！红颜祸水出声之余，再度发出攻击。洛星辰也没有落后，弯弓搭箭，箭矢划破长空，命中雾山黑狼首领。-88，-91。这时江云飞也出手了，他目光锁定雾山黑狼首领的腰部，普攻发出。-501。看到江云飞造成的高伤害，红颜祸水与洛星辰皆是眼睛一亮。与此同时，霸三双手持木盾挡在庞大的雾山黑狼首领面前。枪战士有双形态，防御与进攻，切成防御形态持盾时，攻击力减半，但防御力会加半，并且减少 50% 的伤害。雾山黑狼首领朝着霸三一爪子刨动。-145。霸三脸色大变，他的血量瞬间被打掉1/3，这还是伤害减半的情况下，否则雾山黑狼首领一爪子能拍去他2/3的血，只需要2下就能杀掉他。祸水姐，快加血，他的攻击太高了！霸三急忙呼救。见状，红颜祸水不再攻击，急忙使出治愈术替霸三恢复150+的生命值。江云飞与洛星辰则继续攻击雾山黑狼首领。-155，-511。洛星辰眼睛睁得老大，他可是打出破甲一击才打出155的伤害，可还是远远不及江云飞的输出。这小子究竟是什么样的怪胎，对 BOSS 都能造成如此恐怖的伤害？腰是他的弱点，攻击腰部。江云飞及时提醒洛星辰。闻言，洛星辰眼睛一亮，即刻调整方向，再度拉弓放箭，嗖的一声，一箭命中。-200。与此同时，江云飞的攻击又一次命中黑狼首领腰部，伴随着雾山黑狼首领一声惨嚎，他的头顶上1009。毫无疑问，江云飞这击打出了无视防御并暴击的效果。我靠，这还是人的伤害吗？洛星辰眼睛都瞪直。不停给霸三加血的红颜祸水亦是满脸讶然，若非知道绝世涅槃里面不可能存在外挂，他们都要怀疑江云飞开挂了。而一直被雾山黑狼首领压着攻击的霸三，头都抬不起来，自然是注意不到江云飞的变态输出。叮！雾山黑狼首领使用技能狼啸，伤害移速增加 10%。或许是被江云飞打痛了，雾山黑狼首领立刻使用技能兽瞳通红的锁定后方的江云飞。我靠，什么鬼？下一秒后，霸三惊恐尖叫。雾山黑狼首领对他使出了另一个技能嗜血撕咬，他的头顶上飘出一个惊心动魄的400，血量瞬间见底，并且出现持续掉血状态，30、31、33。若非红颜祸水的治愈术及时跟上，他已经被秒杀。被吓坏的霸三急忙掏出昂贵的回血丹丢入嘴中。霸三，拦住 BOSS， 别他让过来。红颜祸水急忙提醒，但已经晚了。雾山黑狼首领将霸三打残后一跃而过，越过霸三，朝江云飞迅速扑来。江云飞的高伤害深深吸引了雾山黑狼首领的仇恨。云飞，小心！洛星辰发起攻击之余出声提醒。江云飞不是第一次面对雾山黑狼 BOSS，
面对他的袭来，脸上没有半点紧张，先是甩手一个血暴砸出，负1120。这令得雾山黑狼首领更为愤怒。可就在他高高跃起扑咬下来之际，江云飞却猛地翻身打滚，离开原地3米。Miss！ 雾山黑狼首领的攻击直接落空。怎么可能 ？Boss 的攻击还能这样闪避的吗？霸三傻了眼，不敢相信这一幕。红颜祸水与洛星辰虽然惊呆了，可眼中立时便有若有所思的光芒一闪而过。江云飞这波精妙操作对他们触发很大。避开雾山黑狼首领的攻击后，江云飞没做任何停留，直接快速跑向霸三的位置。但雾山黑狼首领怎么肯放过江云飞？他愤怒咆哮，狂追而来，一副不杀掉江云飞誓不罢休的凶态。霸三，快帮云飞挡下，吸引住 BOSS 的仇恨！红颜祸水与洛星辰高喊道。看到躲入身后的江云飞，面对凶猛扑杀而来的雾山黑狼首领，霸三的眼神里突然流露出一抹阴毒。第015章击杀 BOSS 下。嗖！躲入霸三身后的同时，江云飞再度回手一道攻击掠出，将雾山黑狼首领打去531的血量。这么可能？这是霸三第一次看到江云飞造成的伤害，他完全不敢相信江云飞这个混子能对 BOSS 造成这么高的伤害。哦！雾山黑狼首领已经扑来，他高抬双爪，重重的呼啸砸落。当的一声刺响，一对狼爪从霸三的木盾上划拉而过，竟有火花闪过。负180。用过狼啸技能的雾山黑狼首领攻击更加凶猛，一下打掉霸三足足1/3的血量都不止，吓得他脸色刷白。红颜祸水的治愈术及时落在他头上，霸三恢复回150的血量值，才让他松了一口气。与此同时，江云飞与洛星辰的攻击再度命中雾山黑狼首领的弱点位置。负201。负566。受到大量伤害，令雾山黑狼首领更加发怒发狂。这次霸三看得真切，江云飞这个被他认定是死混子的家伙，竟然能打出超出洛星辰1倍以上的恐怖伤害。想起之前对他的嘲讽，不断说他是混子，没有屁用的话，霸三就感觉脸上火辣辣的刺痛。王八蛋，明明是个深藏不露的高手，却一直扮猪吃老虎。霸三想起之前对江云飞的嘲讽，现在看到他打出的夸张输出，就觉得自己先前跟个小丑一样难堪。念及此，他不仅没有放下对江云飞的成见，反而更加深对他的恨意，甚至认为江云飞是故扮猪吃老虎来羞辱他。霸三，别走神，他又要发动嗜血撕咬。红颜祸水看到雾山黑狼首领嘴中泛出血光，立刻高声提醒。洛星辰手上的攻击就一直没有停过，有江云飞提醒后，他渐渐命中雾山黑狼首领的腰部。江云飞下手更猛，不出无视防御与暴击，一次也能打出500加伤害。当看到自己灵力值又恢复不少后，江云飞再度使用技能血爆。负1129。耀眼夺目的伤害令得雾山黑狼首领痛不欲生，而红颜祸水与洛星辰则更是信心十足。队伍中一直没有传来爱跳舞提示，证明另外3头黄阶初级 BOSS 很可能不会增援。在这种情况下，有江云飞这种高输出术士在，击杀掉雾山黑狼首领是迟早的事情。已经被打掉1/10血量的雾山黑狼首领受同红的要滴出血斑，他咆哮一声，再度施出技能嗜血撕咬，扑向霸三。看到雾山黑狼首领这个凶残技能，霸三浑身不由一颤，但还是咬牙顶了上去。负430。持续掉血31、32、33。霸三的脸刷得雪白，及时将手中回血丹咬入嘴中，加上红颜祸水的加血术，及时才惊险保住一命。然而当江云飞又一次打出无视防御与暴击伤害时，刚使用完嗜血撕咬的雾山黑狼首领愤怒欲狂，居然发动出第3次嗜血撕咬。王八蛋，你敢不敢对他下手轻一点？脸色发白的霸三知道是江云飞夸张的伤害激怒了雾山黑狼首领，所以导致他连续使用凶残技能。少点废话，抗住！红颜祸水喝止霸三，手中的治愈术已经在准备中。负443。再次中招的霸三魂都差点吓掉，他的血量上限是475，仅差一点点他就被秒杀。手上的回血丹急忙捧入嘴中救命。绝世涅槃内的回血丹极为昂贵，哪怕是初级回血丹折换成人民币都要50块钱一枚，而回灵丹则更是离谱，初级回灵丹得100块一枚。在绝世涅槃里面，游戏金币不够买游戏物品时，可以直接用人民币抵扣。昂贵的回血回灵丹只有土豪级玩家才用得起，至少江云飞到现在就没舍得买一枚回血或回灵丹。没办法，现在的他是真穷，用不起。云飞，我看你拥有高伤害技能，却很少使用，是不是没买回灵丹？红颜祸水注意到江云飞偶尔释放一次的技能，伤害极为爆炸，但他却很少使用，立刻问道：嗨。江云飞干咳一声，有几分尴尬道：那个技能太耗灵力了，我满灵力也只够用3次。好小子，干嘛不早说？
我买了100回灵丹，都因为暂时没有技能，毫无用武之地。洛星辰羡慕地看向江云飞，有些无语道：绝世涅槃里面，玩家在10级转职之前，没有遇到珍贵的隐藏任务，是不可能得到技能的。像红颜祸水的治愈术，就是通过某个隐藏任务得到。洛星辰财大气粗得很，不由分说，直接交易江云飞足100枚初级回灵丹。1枚初级回灵丹就是100块，100枚就是1万大洋。不管是上一世还是重生后，江云飞都不太习惯莫名接受他人的东西。看到洛星辰交易的初级回灵丹，他有些犹豫。云飞，大家都是队友，不要扭扭捏捏，拿着便是。我们还指望你的高输出早点解决这头 BOSS。洛星辰眼神很真诚，爽快笑道：你要不好意思，到时爆出羽狮的装备，你分给星辰就是了。红颜祸水劝说道：哼，死穷逼，连个回灵丹都买不起，明明想要，还装模作样，我呸！霸三对江云飞是恨透了，一有机会就嘲讽。好，那我就不客气了。江云飞点接受，得到100枚初级回灵丹。初级回灵丹可恢复玩家100灵力值，好东西啊！有着100枚初级回灵丹，江云飞可以肆无忌惮地使用血爆技能。接下来，江云飞的攻击可谓是狂轰乱炸。血爆的冷却时间是5秒，江云飞每5秒一次血爆砸出，每次最少打掉雾山黑狼首领1100的血量。偶尔使用技能时出现无视防御与暴击，更是打出恐怖的2500的巨额伤害。这恐怖伤害值看得红颜祸水与洛星辰眼睛都直了，就是看江云飞非常不顺眼的霸三都傻了眼。不过5分钟的时间，在江云飞狂猛输出之下，雾山黑狼首领的血量能已经掉到1/3。尽管雾山黑狼首领无比痛恨江云飞，几次想越过去把他咬个稀巴烂，但霸三硬着头皮强挡在最前方，让他无法接近江云飞他们。这令得雾山黑狼首领凶性大发，将恨意全转移到霸三身上，不断攻击他。霸三几次差点被秒杀，但好在也是个不差钱的主，他不仅买有大量初级回血丹，连中级回血丹也有。通过嗑药加上红颜祸水的精准治疗，几次都化险为夷。嗷呜！愤怒发狂的雾山黑狼首领在血量低于1/3时，终于发动了最后一个技能召唤群狼。随着他一声凄厉的长啸过后，从他的身后顿时涌出足6头雾山黑狼，全是10级野怪。靠，太不要脸了，还带叫小弟的！霸三惊叫出声。你只要死死拖住 BOSS 就行，这些小怪放他们进来。江云飞说话之间，一个血爆砸出，当场秒杀1头雾山黑狼，原本6头黑狼瞬间变成5头。看到江云飞如此神勇，红颜祸水与洛星辰更是信心十足，皆对霸三喊道：听云飞的！5头闯入进来的10级雾山黑狼，才刚越过霸三，还没近身，再度被江云飞秒杀1头，只剩下4头。最后只有2头雾山黑狼贴近江云飞他们身边。结果江云飞一个人硬顶住2头10级黑狼，在10%的吸血下，满血状态将所有雾山黑狼收割掉。靠，你简直是变态！洛星辰感叹道。红颜祸水也满脸不可思议。本来看到黑狼近身后，他还准备给江云飞加血来着，结果发现压根不需要。你们快输出，我要顶不住了！这时霸三发出惨叫，血量越来越低的雾山黑狼首领攻击越来越凶，基本上出招就将霸三的血量打到临危状态。江云飞看了眼雾山黑狼首领的血量条，他还剩下2万左右的血量，胜利在望。在雾山黑狼首领的血量不足5000之时，他疯狂地再度发出嗜血撕咬。这时江云飞吃下1枚初级回灵丹，正要再度使用血爆时，眉毛不由一跳。只见原本应该拦在前方的霸三忽然眼露寒光，身子一转，躲开攻击，将雾山黑狼首领放了进来。终极回血丹吃完了，我顶不住了。他边跑边喊：霸三，你在做什么？云飞，小心！红颜祸水与洛星辰同时疾呼。雾山黑狼首领对江云飞的仇恨值最高，没有霸三阻挡后，他像虎入羊群一样，眼睛通红的直扑江云飞而来。而且上来就是最凶残的技能嗜血撕咬。嗜血撕咬的伤害连高防高血伤害减半的霸三都险些被秒。江云飞输出是高到变态，但终归是一个脆皮术数。雾山黑狼首领这一个技能下来，江云飞绝对会被秒杀。面对扑杀而来的雾山黑狼首领，江云飞没有慌张，也没有选择躲避，因为技能是锁定的，很难 miss 掉，只能硬抗。眼见雾山黑狼首领要扑中自己时，江云飞打出最后一道攻击，血爆1123。如此一来，雾山黑狼首领只剩下最后3000多点血量。但这时嗜血撕咬也命中江云飞，他的头顶上飘出鲜红赤目的数字788。第16章，值得交往的朋友。云飞，红颜祸水与洛星辰二人失声惊叫。然而在雾山黑狼首领含恨的技能攻击之下，江云飞还是倒在了地上。
看到江云飞身死，霸三脸上尽是阴谋得逞的兴奋，他再度冲上来，举盾扛住杀掉江云飞的雾山黑狼首领。祸水姐，星辰 ，BOSS 只剩3000多血，咱们再加把劲就能击杀他。霸三，你混蛋，你故意害死云飞！红颜祸水与洛星辰看出来，霸三是故意把 BOSS 放进来，让他杀掉江云飞。祸水姐，星辰，我可没有故意害他。刚才我的终极回血丹吃完，确实扛不住 BOSS 的伤害，才会让他有机可乘，越过了我。霸三哪会傻到承认是故意害死江云飞？他接着道 ：“BOSS 已经残血，你们还不放手攻击，难道想功亏一篑？”你，红颜祸水与洛星辰虽然气愤霸三的不耻行为，但已经到了这一步，好不容易把雾山黑狼首领打到残血，他们只能先解决 BOSS 再说。叮！江云飞退出队伍。听到这个提示，红颜祸水与洛星辰的脸色更加难看，感觉是他们对不起江云飞。明明是靠着他的强力输出才把 BOSS 打到残血，可眼见 BOSS 残血要被杀掉时，霸三却故意害死他，这简直是卸磨杀驴、忘恩负义的行为。眼下关头，雾山黑狼首领还有3000多血，没有江云飞这个高输出，仅凭洛星辰一个人也不是短时间内能解决的。咦，混子怎么退队了？队伍里响起爱跳舞的声音，他一直负责于远处监视另外3头 BOSS 的举动，根本不知道这边发生了什么。好呀，这混蛋果然临阵逃跑，太可耻，太不要脸了。BOSS 还没有杀死，江云飞却退出了队伍。不知情况的爱跳舞下意识就认为江云飞当了逃兵。闭嘴！谁在说云飞坏话？小心我翻脸！不用你监视另外3头 BOSS 了，立刻回来一起杀 BOSS！ 红颜祸水精致的五官上，此刻凝生出极为罕见的愤怒。江云飞答应帮他过任务，可自己的队友却忘恩负义，害他掉1级，这种事情他实在无法容忍。知道红颜祸水是真的怒了，始作俑者的霸三再也不敢出声，同时更加卖力地将雾山黑狼首领死死拖住。很快，爱跳舞也回来加入战斗。虽然失去江云飞这个炮弹一样的高火力输出，但雾山黑狼首领毕竟血量已残。当爱跳舞加入战斗后，他与洛星辰2人不间断的攻击，在4分钟后，雾山黑狼首领哀嚎倒地，爆出一堆银币与5件装备。BOSS 被解决后，红颜祸水与洛星辰2人脸上却没有应有的欢喜，2人连 BOSS 爆的装备与银币都没看一眼，立刻联系离队的江云飞。但可惜的是，江云飞似乎因为气愤被人出卖害死，已经下线。哇！祸水姐，我们发达了，这头 BOSS 爆了5件装备，还有一大堆银币耶！爱跳舞兴奋的呱呱叫，眼睛里全是小星星在闪动。霸三或许自知理亏，此刻难得规矩的没有去捡装备，默默的站在一边。霸三，你为什么那样做？联系不上江云飞的红颜祸水与洛星辰，失望又愤怒的盯着霸三。祸水姐，星星辰。霸三的声音越来越低，随后破罐子破摔，恼羞成怒道：没错，老子敢做敢当，我就是故意害死那王八蛋的，我就是看他不顺眼，谁让他一直扮猪吃老虎，让我丢脸。好，你承认了就好。红颜祸水的声音越来越冷，随后道：我宣布，一域倾城从即刻起踢你出队，你以后不再是我们的队友。正在快乐的捡 BOSS 爆出装备的爱跳舞，闻言浑身一怔，停下了拾取的动作。霸三一时浑身一颤，脸上渐渐涌出无限的怒意，他吼道：红颜祸水，你真要为了一个才组一次队的小子赶我出一域倾城？祸水姐姐，霸三虽然嘴巴贱，脾气也不太好，可他是我们一域倾城好几年的朋友，你为什么要踢他走？爱跳舞愣了，完全想不到红颜祸水突然做出这样的决定。跳舞，你别说话，是霸三他自作自受，怨不得别人。洛星辰示意爱跳舞安静。我创建一域倾城小队的初衷，就是要在网络上找到志同道合、待人真诚、值得托付后辈的好朋友。红颜祸水的美眸里尽是冰冷，盯着霸三道：你今天却因为一己私愤害死本是队友的江云飞，你的行为不配再留在一域倾城。好好好，原来劳资跟随你屁股后面做舔狗这么久，却还不如一面之缘的云飞。红颜祸水，洛星辰，你们给我记住，不是你们踢我出一域倾城，是劳资不想再留在这里。你们日后一定会后悔今天的决定，一定会。咱们走着瞧。霸三眼睛通红，脸上的血管暴起，表情说不出的狰狞，如同一头要暴起伤人的野兽。他万万没有想到，红颜祸水会因为一个江云飞将他踢出一域倾城。叮！霸三退出队伍。等等！洛星辰突然喊住要回城的霸三，然后从爱跳舞手上拿过一柄银光闪闪、寒意透散的长枪，丢在他脚下。这是 BOSS 爆出来的装备，正是枪战士用的。从此，我们一域倾城与你不亏不欠。哼！霸三捡起长枪收入包裹，冷冷地看了眼红颜祸水他们后，便选择回城，消失在原地。祸水姐，星辰，
上一秒还是并肩作战的好朋友，下一秒就不欢而散闹僵。爱跳舞这个小窝爱头的眼睛顿时有点红红的，很不开心。走，回城交任务，然后下线休息。红颜祸水摸了摸爱跳舞的小脑袋，然后看向洛星辰，道：要是有术士装备，留给云飞，这是我们欠他的。洛星辰点头。随着红颜祸水他们都回城之后，原本空旷无比的四周，除了还没有刷新掉的雾山黑狼首领的尸体外，突然间鬼魅般的又多出一个人影。要是红颜祸水他们还在的话，就会发现这个人影不是别人，正是江云飞。八三，你最好祈祷以后别被我撞到，不然见一次杀一次。江云飞冷漠出声。事实上，江云飞根本就没有被雾山黑狼首领击杀。尸化神技的冷却时间是6个小时。当 BOSS 对江云飞造成必死伤害时，已经自动触发尸化技能。于是江云飞将计就计，装作被秒杀倒地，同时在第一时间使用隐身符，然后退出队伍，接着又把游戏状态调成隐身。所以在红颜祸水他们击杀掉雾山黑狼首领后，想要联系他时，却以为江云飞愤怒下线。红颜祸水、洛星辰两个人还不错，倒是个值得相交的朋友。江云飞嘴角露笑，他一直在附近。后面红颜祸水他们之间发生的一切，他都看在眼里。连江云飞本人都没有想到，红颜祸水会为了他将霸三踢出小队。不得不说，红颜祸水这一举动赢得了江云飞的好感。红颜祸水与洛星辰都是一个坚持原则、有自我底线的人，这样的人才值得相交。叮，玩家洛星辰给您发来邮件，是否现在打开？系统响起提示。江云飞没有打开邮件，查看了一下尸化状态的加持时间，还剩24分39秒。他脸上坏坏一笑，挥了挥手上的桃木法扇，朝着山神庙另外3个方向看去。报仇不隔夜，你们3个家伙等着我。第17章，落水泱泱。呜，有风吹过，卷得地上石灰尘起。山神庙东门入口处，一头体型直追大象，浑身毛色金灿、凶威凛凛的母老虎正卧在门口呼呼大睡。作为邪恶山神座下的4霸之一，雾山母老虎向来无人敢惹，是霸主级的存在。然而在下一刻后，嗖的一声，一道流光般的攻击如同飞来的炮弹，重重砸在雾山母老虎的屁股上。嗷！下一秒后，响起石破天惊的愤怒呼吼。俗话说，老虎屁股摸不得，尤其是母老虎。可今天无人敢惹的雾山母老虎，竟在睡觉的时候被人偷袭了他最大的逆鳞——老虎屁股。可以想象得到，此刻的雾山母老虎是有多么愤怒。只见雾山母老虎腾身纵跃，虎目泛火，血盆大张，雪白森森的獠牙外露，粗壮的4个虎爪刮动。他愤怒无比的环顾四周，要找到那个敢偷袭他老虎屁股的家伙，将他碎尸万段。这时江云飞忽然出现在20米开外，同时挥动手中的桃木法扇，使用技能血爆，砸中愤怒的雾山母老虎。负10001时，无比震慑性的伤害从他的头顶上飘出。雾山母老虎作为一头与雾山黑狼首领同级别的黄阶初级 BOSS， 二者血量应该相近，都在35-6万之间。江云飞一个技能将他打掉过万的血量，可以用肉眼看见雾山母老虎的血量减少了一截。嗷！雾山母老虎吃痛咆哮，发现江云飞后，化作汹涌的洪水一般，卷起石飞尘扬，朝他扑杀而来。小老虎，你老公掉金白老虎都被我杀了，你作为他的娘子，也应该下去陪陪他。此刻，在尸化状态与辟邪符的增幅下，江云飞丝毫不惧迎面扑杀而来的雾山母老虎，甩手又是一道攻击飞出。负7333。尸化状态下，所有属性增加 100%， 移速加500%，伤害增加 50%， 等级加5，无视控制。辟邪符更是黑化生物的克星，对20级以下黑化生物伤害增加 300%。因此江云飞现在每一次攻击都能打得雾山母老虎嗷嗷叫。嗷！雾山母老虎扑至，凶风迎面杀来。对此江云飞突然眼神凝聚，在雾山母老虎距离他不足1米之距时，猛然一个斜身走位，退至左后方5米外。轰！雾山母老虎扑了个空，将地面撞出个大坑，碎石溅射四周。Miss！ 绝世涅槃里面，除锁定技能外，其他任何攻击，玩家都可以凭借灵活的身法判断，然后走位躲避。咻的一声，雪爆冷却时间已过，江云飞再次施展雪爆，这次砸中雾山母老虎的鼻尖上9999，痛得他嗷嗷咆哮。雾山母老虎彻底怒了，他仰天咆哮，张开能吞下一头猪的大嘴，嘴中快速凝聚起炙热的火焰。叮！雾山母老虎对你使用技能猛虎怒焰，该技能为锁定技能，无法躲避。听到这个提示，江云飞砸出一记普攻后，即刻双手握紧桃木法扇挡在面前。叮！你被猛虎怒焰击中，使用桃木法扇格挡成功，伤害减少 10%， 血量300。
属性翻倍后，江云飞现在的血量是460，300的伤害已经将他打成危险状态，但江云飞一点也不着急，一道普攻飞出，命中雾山母老虎的下巴，伤害7777。瞬间，江云飞失去的300生命值在10%吸血下回满。江云飞哈哈一笑，只要伤害够高 ，BOSS 秒杀不了他。有10%吸血被动的他，完全能硬碰硬单杀雾山母老虎。哦！雾山母老虎愤怒异常，再次飞奔而来，扑杀江云飞。这次江云飞没有躲避，再度举起桃木法扇格挡。叮！格挡失败。江云飞头顶上飘起一个188的数字。果然，不是近战的其他职业，就算主动格挡受到的伤害，也不会100%成功。江云飞没做多想，还手一记血爆砸出，落在雾山母老虎，对他造10111的伤害之余，再次把自己血量吸到满。在诗化、辟邪符双重增幅下，江云飞的伤害提高350%。不到8分钟的时间，雾山母老虎已经被打到残血。不论他多愤怒也没有用，秒不掉江云飞，迎接他的就只有一个结局：死。终于，在江云飞再一次施展血爆后，雾山母老虎吼出不甘心的悲鸣，然后摇摇欲坠地摔倒在江云飞脚下。叮！您成功击杀黄阶初级 BOSS 雾山母老虎，获得经验15万，奖励功德点5。叮！您已成功升上8级。尽管有事倍功半这个诅咒在，江云飞仍然从雾山母老虎身上得到15万的巨额经验，成功升了1级。正要弯腰检查他爆出什么装备时，突然响起全服公告。叮！恭喜华夏玩家落水泱泱成功击杀黄阶终极 BOSS， 作为全服第一个击杀黄阶终极 BOSS 的玩家，系统奖励金币200，功德点100，幸运值加1。叮！恭喜华夏玩家落水泱泱完成转职任务，作为全服第一个转职成功的玩家，系统奖励金币100，功德点100，幸运值加1。叮！系统将开启等级排行榜。下一刻后，整个世界广播再度热闹起来。九剑仙、天仙家族恭喜落水泱泱第一个转职，第一个击杀黄阶终极 BOSS。至尊宝，我靠，落水姐姐就是猛啊，请收下我的膝盖。不拜神话，滚一边去，那是我的落水姐姐，关你屁事。再叫这么亲热，小心老子收拾你。飞羽天下，飞羽家族恭贺落水泱泱第一个转职。红颜祸水，姐姐威武。洛星辰，落水姐，请收我为徒。冕下，哎，一直在追赶，从来未超越。夭夭，冕下，你就别想着超越非人类的落水泱泱，你们不在一个级别。冕下。随着几条系统广播之后，整个公屏上开始热火朝天，再也安静不下来。了不起！江云飞深深地吸了一口气，内心涌出一股跃跃欲试的攀比之意。落水泱泱，上一世绝世涅槃内最精彩绝艳的3大主宰之一，10份造化礼包之一的获得者。上一世，江云飞只能远远地仰望其风华绝代的背影，这一世，作为重生者，同样是绝世礼包的获得者之一。江云飞欲与其比高低。从刚才的世界喇叭来看，红颜祸水、洛星辰似乎与落水泱泱认识。算了，认不认识也是他们之间的事。江云飞点开排行榜，查看刚开放的等级榜。榜首：落水泱泱，11级，人族，一转龙武者。榜2：冕下，10级，神族，狂战士。榜3：夭夭，10级，妖族，召唤术士。榜4：傲剑耀九州，10级，魔族，魔剑士。榜5：飞羽天下，10级，羽族，羽士。榜6：九剑仙，9级，人族，剑战士。榜7：红颜祸水，9级，人族，术士。榜8：不败神话，9级，天人族，术士。榜9：至尊宝，9级，鬼族，鬼武者。榜10：隐藏某某9级，兽族，狂舞者。绝世涅槃里面果然卧虎藏龙，排行榜前5没有一个低于10级，还有不少隐藏职业出现。虽然江云飞目前才8级，连排行榜前100都不到，但他并不担心。他相信解决掉另外2头黄阶初级 BOSS 后，最少他都能升上9级。若非之前因为任务连掉2级，江云飞现在的级别至少是前3的存在。关闭排行榜后，江云飞不做多想，即刻弯腰去捡雾山母老虎爆出的装备。不是吧，我脸就这么黑？当江云飞在地上翻来覆去寻找几遍，却只摸出一把长弓武器后，脸色顿时垮拉下来。雾山母老虎只给他爆出1件装备与88枚硬币。要知道，先前帮助红颜祸水他们击杀的那头雾山黑狼首领，可是足足爆了5件装备。轮到自己单杀 BOSS， 人品却这么低，江云飞真是无比郁闷。不用想他也能猜到，定是事倍功半的诅咒导致爆率减低。江云飞观察了一眼爆出的唯一1件装备，是一把通体红色、刻有虎纹、透着炙热的长弓。
制虎长弓，品阶黄阶下品，羽饰或隐藏类羽饰职业可用。攻击31-56，敏捷加19，力量加17。附带技能爆裂之焰，射出附带火系束力的一剑，对敌人造成烧伤效果。使用等级10级。极品。江云飞瞬间眼睛发光发亮，这把武器绝对是羽饰类职业的极品武器。若拿出去拍卖，遇上土豪玩家，卖个5万块绝不是问题，甚至更高都有可能。江云飞高兴地将制虎长弓收入包裹，看了眼尸化状态还剩下16分钟，他要抓紧时间，趁着最强的尸化状态将另外2头 BOSS 一起杀掉，否则尸化状态一过，他一个人想杀另外2头黄阶初级 BOSS 未必是一件容易的事情。想到这，江云飞不再浪费1分1秒，立刻朝雾山吞象蟒蛇的位置跑去。8分钟后，经过一番力战，江云飞有惊无险地将黄阶初级 BOSS 雾山吞象蟒蛇斩杀。这次脸不算太黑，爆出2件装备。江云飞为了抓紧时间，连属性都来不及看，直接朝最后一头 BOSS 雾山爆裂猿而去。终于在尸化状态即将消失的那一刻，最后一头黄阶初级 BOSS 雾山爆裂猿倒在江云飞脚下。与此同时，他也升上9级，而且还增加了1大截经验。咦，出技能书了！江云飞原本还有些无语，又是一个只爆1件装备的 BOSS， 没想到在银币堆中还藏有一本技能书。不管在哪个游戏阶段，技能书绝对比游戏装备还要受人追捧，是能卖出大价钱的珍贵物品。江云飞正要伸手去捡时，叮！您遭受到飞羽小三、飞羽老四的恶意攻击。-12、-14，又是飞羽家族，找死！江云飞勃然大怒，正要出手灭杀掉攻击他的飞羽家族成员之时，他发现地上的技能书已经不见，有修罗，而且是提前学会了隐身术的修罗。对方趁江云飞被吸引了注意的瞬间，偷走了他的技能书。第018章，失而复得。最珍贵的技能书被偷走，江云飞瞬间怒了。哈哈，云飞傻掉，你能秒杀我们又怎么样？能单杀 BOSS 又如何？敢得罪我们飞羽家族，以后你在绝世涅槃里面将寸步难行。感谢你的技能书，爷爷们走了。飞羽小三与老四二人边逃跑边嘲讽，已经跑出100-200米开外。抢我的东西没这么容易。江云飞脸色一狠，没理会逃走的飞羽小三与老四，他二话不说，以最快速度朝山神庙内跑去。偷走自己技能书的修罗能隐身，现阶段的江云飞没办法找出对方，所以得用极端的办法令对方无法回城。一进入山神庙后，熟悉的提示音果然响起。叮！外出寻觅美女的邪恶山神感应到有人闯入他的神庙，他将在20分钟内归来，杀死一切胆敢亵渎他威严的入侵者。叮！邪恶山神即将归来，雾山之内无法回城，请所有玩家尽快逃离雾山，邪恶山神不可匹敌。之前做任务拯救月儿时，邪恶山神归来的时间是30分钟，这次却变成20分钟。江云飞不做多想，赶紧离开山神庙，以最快速度往雾山下山口跑去。现在整个雾山内无法回城，江云飞只需要第一时赶到雾山唯一的下山口，守株待兔。有增加50移速的疾风鞋在，江云飞相信飞羽家族的成员，包括那名偷走他技能书的混蛋，都没有他速度快。与此同时，雾山某处正要回城庆功的飞羽小三与老四猛然脸色大变。什么鬼？系统提示无法回城？邪恶山神？什么级别的 BOSS？ 两人脸色慌张，连忙在队伍里问偷走江云飞技能书的修罗：飞羽夜行，你能不能回城？我也回不了。系统说什么邪恶山神即将归来，限制回城。王八蛋，会不会是云飞搞的鬼？飞羽小三惊怒道：不管是不是他做的手脚，夜行，你以最快速度逃离雾山，一定不能让技能书爆出来。飞羽老四急忙交代道：潇潇姐说了，将那本技能书带给他，我们每人都能得到1万块工会奖金。想到1万块工会奖金，三人神情皆炙热起来。当距离邪恶山神还有3分钟将出现之际，轻车熟路的江云飞成功出现在雾山唯一的下山口。对于雾山地形、野怪分布位置，江云飞绝对是目前绝世涅槃里面最清楚的一个人。他一路挑进道，避开野怪，仅用17分钟就离开雾山。到达这里后，江云飞立刻使用隐身符，整个人消失在空气中。2分50秒后，雾山内终于逃出3个狼狈的人影，正是飞羽家族的成员飞羽小三他们3人。此时他们距离逃离雾山范围内还有100米左右。跑在最前面的是飞羽夜行，偷走江云飞技能书的人。还有5秒钟，夜行，你一定要逃出去，技能书千万不能丢，大家的奖金全指望他了。飞羽小三与老四高声呼喊道：叮！邪恶山神已归来。在飞羽夜行离开雾山范围只差临门一脚时，雾山内狂风骤起，鬼哭狼嚎声响彻，大恐怖降临。
无知可恶的人类，害死我的守庙四兽，我要你们偿命！自天空上以雷霆之势落下大片黑影，正是秒杀过江云飞的红毛巨爪，可怕无比。红毛巨爪落向逃在最前方的飞羽夜行，要将他扼杀。你奶奶的，有种冲大爷来，别伤害夜行！飞羽小三与老四二人骇然大吼，他们各自1万块的工会奖金希望全在飞羽夜行身上，若是飞羽夜行被杀，爆出技能书，他们可就白忙活了。对奖金的渴望令飞羽小三与老四二人完全忘记了对 BOSS 邪恶山神的恐惧。二人同时使出攻击，命中落向飞羽夜行的红毛巨爪。蝼蚁一杆叫嚣，当诛！或许是飞羽小三与老四的挑衅行为成功，原本抓向飞羽夜行的红毛巨爪顿时改变目标，朝飞羽小三二人拍来。而飞羽夜行趁机一个纵跳翻滚，灵活无比，顺利跳出雾山之内，成功逃离。夜行，快回城，别管我们！哪怕面临 BOSS 邪恶山神的绝杀，但看到飞羽夜行成功逃离后，飞羽小三俩人脸上溢露出笑容。放心，我一定带技能书回去。飞羽夜行向即将死亡的飞羽小三俩人保证道。哪知一个令他骨子里生寒的声音却是突然响起：想带走我的技能书，我同意了吗？下一秒后，江云飞现身，他重重一脚踢出，将为雾山之外的飞羽夜行一脚踹飞，使他再度滚进了雾山之内。不！看到这一幕后，被红毛巨爪拍成肉饼而死的飞羽小三与老四，临死前发出绝望不甘的嘶吼声：王八蛋，你！被一脚踹进雾山之内的飞羽夜行，惊怒怨恨的话还未喊完，红毛巨爪突然落下，一把将他抓在掌中。咔嚓一声，飞羽夜行骨碎肉烂，爆成一团血雾惨死。在飞羽夜行死后，一本掠着流光的技能书顺之掉落在地上。新手村复活点，他娘的，老子掉了3级，怎么会这样 ？bug， 一定是 bug， 怎么可能死一次会连掉3级？我要向绝世涅槃官方去投诉。复活点内，飞羽小三与老四绝望大叫。这时，复活点内又添加一个新人影，却是飞羽夜行。夜行，你也掉了3级，快看看技能书还在不在？飞羽小三和老四二人紧张无比地盯着飞羽夜行，他们都连掉3级，若是技能书也丢了，那更是惨上加惨，损失难以弥补。技能书掉了，飞羽夜行满脸绝望。啊！下一刻后，复活点内响起惨绝人寰的吼声，吓得无数新手村玩家以为复活点内刷新出恐怖大 BOSS， 一个个提刀赶来，想杀怪抱抱。雾山之外，隐身中的江云飞耐心等到隐身符效果消失，才敢小心翼翼走进雾山内。捡回技能书后，江云飞逃似的跳离雾山范围，终于失而复得。江云飞内心自是欢喜，他急忙查看技能书。技能：术法暴击天赋，永久增加 15% 几率的术法暴击，现术士或术士类隐藏职业学习。死！当看清技能介绍后，江云飞惊得倒抽凉气。术法暴击天赋，这绝对是术士类职业的极品被动天赋。这种天赋技能非常罕见，他记得在上一世，一本术法暴击天赋技能书在游戏中可是被拍到超千万的价格。这种天赋技能向来是有价无市，十分罕见，没想到会从一头黄阶初级 BOSS 身上爆出来。叮！飞羽潇潇请求加您为好友。江云飞眉头一皱，直接拒绝。自己跟飞羽潇潇他们没什么好说的，以后只要碰上就是你死我活的局面。叮！飞羽潇潇请求加您为好友。江云飞再次拒绝。叮！飞羽潇潇请求加您为好友。江云飞不堪其烦，便点同意。烦不烦？云飞，你够阴毒啊！害我手下3个成员连掉3级。飞羽潇潇的声音怒气汹涌。连掉3级，被邪恶山神杀死，不是连掉2级吗？江云飞之前不亲手杀飞羽夜行，就是知道被邪恶山神杀死的玩家惩罚加倍，才将他踹回雾山。你指使手下的狗来偷我的技能书，别说连掉3级，以后有机会我还会亲手送他们回0级。对了，也包括你在内。江云飞冷冷回应。飞羽潇潇冷笑出声：我不跟你废话，你不是很需要用钱吗？开个价，技能书卖给我。你白痴吗？凭咱们之间的恩怨，我有可能会卖你东西。飞羽潇潇哼道：10万。江云飞没有理他，飞羽潇潇再回价15万。云飞，别太贪心了，很多人2年都挣不上15万。江云飞依然没鸟他。飞羽潇潇气急：你自己开个价，1000万。江云飞淡淡出声：你是想钱想疯了吧？我 Triple X。 飞羽潇潇这么个高冷女人，亦被江云飞气得口吐芬芳。江云飞不再搭理他，再度将他拉黑，落个耳根清净。开玩笑，这本法术暴击天赋，江云飞自己就能用，就算飞羽潇潇不把钱当钱看，真同意出1000万买，他也不会卖。2年后就是末日灾难降临，
在此期间，江云飞不会放过任何强大自己的机会。这本法术暴击天赋，他自己要用。就在这时，888号新手村响起新手村广播：云飞，你别不识好歹，那本技能书我最高出100万，你卖，要卖给我，不卖也得卖给我。你记住，你不可能永远待在新手村里，得罪死飞羽家族，你将来承受不起。MD， 飞羽潇潇这不可理喻的疯女人，居然喊起广播。对于飞羽潇潇的威胁，江云飞没放在心上，看了眼时间，已是早上7点55。奋战了1天1夜的江云飞，现在又困又饿，当即便准备下线。就在江云飞下线后，由于飞羽潇潇的这通广播，在有心人的截图下，绝世涅槃的官方论坛上瞬间冒出一大热点头条。第019章，真正的朋友。绝世涅槃官方论坛头条：价值100万技能书于888号新村问世。今早上7点55分，888号新手村著名游戏公会飞羽家族高层飞羽潇潇开价100万，要抢买名叫云飞玩家的技能书，有图有真相，请大家速来围观。当这条消息出现在论坛上后，很快引来无数围观者，短短几个小时就达到上千万点击率，成为绝世涅槃论坛上最火的10大热点之一。1楼，哇，飞羽家族不愧为国内顶尖的游戏公会之一，财大气粗，动手就是砸100万买技能书，豪气。2楼，究竟是什么技能书能值100万？有没有鸟大的知道？发个图让我们开开眼。3楼，同上。4楼，飞羽家族很横啊，那语气跟命令一样，威胁名叫云飞的玩家。身为一个顶尖公会，这样很没风度。5楼，一看4楼就是傻掉，游戏里谁的拳头大，谁就是王者，要个屁的风度。我要是那个叫云飞的玩家，肯定卖技能书，拿下100万巨款，成为人生赢家。6楼，5楼傻狗，鉴定完毕。7楼，能爆出价值100万技能书的大神会怕飞羽家族？笑话！支持云飞大神，干掉飞羽家族。8楼，我是飞羽家族成员，犯我飞羽，虽远必诛。7楼那位敢不敢亮出 ID 说话？与此同时 ，SH 是某私人别墅内，一名身材堪比模特、五官精致如玉雕的绝美的女人，正坐在电脑面前，优雅地查看绝世官方的论坛头条。888号新手村，云飞，绝美女子黛眉轻蹙，声音如出古鸟般好听，自言道：“她昨天难道没有下线？”说着，声音气质一变，泛着淡淡的寒意。哼，飞羽家族，飞羽潇潇。江云飞早上下线第一件事就是把12500全部转给母亲，同时打电话询问父亲情况。母亲告诉江云飞，由于抢救及时，医生说父亲度过了危险期。江云飞暗松一口气的同时，又给母亲道：“不要在乎花钱，要让医生给父亲做全面治疗与检查，尤其是预防成为植物人的治疗。”母亲在电话里点头，同时让江云飞放心，不要急着回家看望，他马上就要毕业了，完成学业要紧。事实上，江云飞短时间内也回不去老家，他只能先赚一大笔钱给父母。打完电话，江云飞吃了碗泡面，又喝下几大杯水，便沉沉睡着了。哪怕他是重生者，知道未来2年要发生什么，但他现在也还只是个普通人。这一觉，江云飞从早上8点睡到下午5点，还是因为来了电话才被吵醒。电话是大学最铁的哥们刘国秀打来的。云飞，你小子在干嘛呢？从早上到现在打你10几个电话都不接。江云飞睡意才醒，道：“阿秀，怎么了？”江云飞一直是这么称呼刘国秀的，对方也不以为意，声音很急道：“还怎么了？你知不知道，你女朋友刘晴都快被人抢走了？”听到刘晴2字，江云飞立时困意全消，追问道：“怎么回事？”刘晴的弟弟和人打架，被抓到看守所。沈娇娇带着王傲保释了他弟弟。王傲那人模狗样的东西，趁机大献殷勤。阿秀接着说道：“我打听到，半个月后，王傲那王八蛋打算趁着学院举办的毕业晚会，当众向他表白。有人都要撬你女朋友了，你还不赶紧回学院？”似乎与上一世经历有点出入。上一世，江云飞没有接到好友阿秀这个电话，他也不知道刘晴的弟弟和人打架被关进看守所。江云飞只记得毕业晚会的那一天，他精心准备了礼物，打算送给刘晴，希望和好。结果却看到刘晴接受王傲送他的鲜花，他一气之下把礼物摔碎，转身走了。那一晚后，没过多久就听到刘晴似乎与王傲在一起的消息。江云飞彻底死心，强迫自己不再关注刘晴。哪知10个月后，接到刘晴最后一通奇怪电话，他就离开了人世。在刘晴死后，江云飞才知道，刘晴是因为他那个不争气的弟弟被逼无奈才同意和王傲走到一起。可在一起后，王傲意外发现刘晴已经怀有身孕，那孩子还是江云飞的。感觉受到羞辱的王傲愤然大怒，不仅甩了刘晴，
还利用家里的势力处处刁难刘琴和他的家人。刘琴走投无路之下，又因意外失去孩子，才走上绝路。王傲，上一世我江云飞虽然不是个东西，对不起刘琴，但你也同样是逼他走上绝路的罪魁祸首之一。上一世的悲剧，江云飞不会再让他重演，但也同样不会放过王傲。喂，你小子怎么不说话？有没有在听？我知道了。听到江云飞轻描淡写的回复，阿秀急了。你女朋友都要被人抢了，你就这态度？阿秀，谢谢你。你放心，毕业晚会那一天我会出现。对了，我在玩《绝世涅槃》这款游戏，你抽个时间去买个游戏指环，咱们兄弟一起玩。2年后灾难降临，从绝世涅槃里面获得强大实力，是灾难降临后最大的倚仗。上一世阿秀没有玩这款游戏，这一世江云飞可不能让他错失这个机遇。嘿，你小子也在玩绝世涅槃？告诉你吧，我早买了游戏指环，从昨天公测开始就在玩，现在已经是6级的高手。阿秀笑道：你游戏叫什么名字？告诉我加你好友，出了新手村后哥带你飞。你玩了游戏？江云飞的声音瞬间提高，无比惊讶。上一世的阿秀明明没有玩这款游戏，在江云飞从游戏里得到财富前，他还多次劝自己别沉迷游戏，要脚踏实地找个工作。为什么与上一世的经历不一样？上一世阿秀今天也没有打电话给我，怎么会这样？历史的轨迹似乎发生了变化，这对未来来说是好还是坏，江云飞也不清楚。不过有一点江云飞无比确定，哪怕历史发生了一点改变，绝世涅槃依然是人类最大的机遇和灾难。你小子怎么又不说话了？我游戏名叫你秀哥，到时记得加我好友。不说了，我要准备上线，抓紧时间升级。说完，阿秀挂掉电话。结束电话后，江云飞先去洗了个澡，换身衣服后喝上几大杯水，解决掉一个泡面，立刻上线。半个月后，学院晚会上江云飞会准时出现，这一次他要改写上一世的悲剧与遗憾。刘琴，你等着我。叮，欢迎您回到绝世涅槃，祝您游戏愉快。才刚上线，江云飞发现他的通讯录再次被轰炸，有无数的好友申请。他还不知道，由于论坛上那条热点，他已经是绝世涅槃内知名度极高的一位玩家。看着加999的好友申请，江云飞就头大。他从中大概扫一眼，只同意了红颜祸水与洛星辰2人的好友申请，其他全部拒绝，然后又设置拒绝加好友。云飞，你上线了，我马上升10级，晚点帮我过下转职任务可行？洛星辰第一时间发来消息，很自来熟，闭口不提昨晚霸3的事，坦率又直接找他帮忙。洛星辰是个值得交往的朋友，江云飞笑着回复：好小子，够朋友，10级后叫你。说完，洛星辰在野外埋头苦练起来。叮，第二个发来消息的是红颜祸水，他语气有些小俏皮。星辰说你答应了帮他过一转任务，正在我面前使劲嘚瑟。我不管，你可不能厚此薄彼，只帮他不管我。事实上，凭红颜祸水与洛星辰他们的实力，过个一转任务完全不在话下。之所以都找自己帮忙，实则是想和江云飞交朋友。好，没问题。江云飞回复。红颜祸水与洛星辰都是值得相交的朋友，游戏中难得遇到互相欣赏又志同道合的人，江云飞心里也认可他们。好，一言为定。听到江云飞答应，红颜祸水很是开心。昨天洛星辰有给自己的东西还没有点开，江云飞想起来立刻点开邮件，居然是一件术士职业用的衣服，他大为惊喜。黑狼法医，品阶黄阶下品，术士或术士隐藏类职业专用，生命加100，防御加30，智力加20，附带狼之视觉，可看破等级低于自己的隐形。使用等级10级，绝对的极品术士装备，不仅增加大量的生命、防御与智力属性，还附带狼之视觉，可以看破级别低于自己的隐身。术士脆弱的身板，最害怕的就是被别人突然近身。有了这件黑狼法衣，江云飞以后都不用担心任何级别低于他的修罗。这件术士装备若放到平台上去卖，最少5万起步。江云飞向来是一个你敬我1尺，我敬你1丈的人，他立刻投桃报李，将炙虎长弓留给洛星辰。几秒钟后，洛星辰立刻打来语音，声音激动无比：云飞，你小子上哪打劫 BOSS 了？居然爆出这种极品羽饰武器，这把炙虎长弓最少都值8万块，我马上转给你。江云飞声音故作不快，语气却很认真道：星辰，你要是给我钱，就是不把我当朋友。你……洛星辰微微一愣，片刻后爽朗大笑：好，咱们以后就是真正的朋友。第20章蛮横的飞羽家族。结束与洛星辰的通话后，江云飞打开包裹，查看其他装备。他单杀掉3头黄阶初级 BOSS， 总共爆出4件装备，1本技能书。
炙火长弓送给洛星辰后，他还剩下3件装备，立刻拿出来一一查看。百年芒古盾，品阶黄阶下品，现枪战士职业，包括枪战士隐藏类职业使用。生命加200，防御加88，力量加30，附带蟒蛇坚韧，减少额外5%的伤害。使用等级9级。狂热戒指，品级黄阶下品，现所有近战类职业使用。攻击加35，力量加20，敏捷加30，附带主动技能狂热，增加自己包括队友在内10%的移速及30%的攻速，持续5分钟。使用等级11级。魔之长靴，品级黄阶下品，现剑战士，包括剑战士隐藏类职业使用。防御加35，敏捷加15，移速加50。使用等级10级。看完3件装备后，江云飞脸上的笑容也越来越盛。虽然因为事倍功半的诅咒导致爆率减半，但爆出的装备质量却是上乘。3件装备除魔之长靴属性一般，没有附加技能或被动外，百年芒古盾与狂热戒指都是现阶段的极品装备。尤其是狂热戒指附加的狂热技能，绝对是杀怪 PK 的利器。为了卖个更好的价格，这次江云飞没有喊广播，而是把3件装备都放进平台拍卖。平台拍卖会3天才举行一次，若是急用钱肯定等不及，但收益最大化自然是平台拍卖，那可是面向整个华夏区所有玩家。江云飞保守估计，这3件装备就是扣除手续费用后，也能给自己带来20万以上的收益。把装备寄平台拍卖后，江云飞先去修理装备，花去1枚银币。杀掉3头黄阶初级 BOSS 后，江云飞身上共有2金88银77铜，这是他游戏内所有金钱，足以看出绝世涅槃的金币爆率是有多低。连杀3头黄阶初级 BOSS 才仅得到2金多游戏币。睡了一天，不知道排行榜上有什么变化。江云飞点开排行榜查看，榜首落水泱泱12级人族一转龙武者，榜2冕下11级神族一转狂舞者，榜3夭11级妖族一转召唤术士，榜4傲剑耀九州11级魔族一转魔剑士，榜5飞羽天下10级羽族一转羽士，榜6九剑仙10级人族一转剑战士，榜7不败神话10级天人族一转术士，榜8至尊宝10级鬼族一转鬼舞者，榜9隐藏某某10级兽族一转狂舞者，榜10寡人10级灵族一转雷霆术士。睡了一觉，榜1的落水泱泱已经升到12级，其他前10也都已是10级转职强者。本来排在榜7的红颜祸水已掉榜，新进一个榜10高手，寡人还是个隐藏术士职业。雷霆术士一听就很不简单，江云飞没记错的话，这个名叫寡人的上一世也是天罡地煞榜上的绝强玩家。看完排行榜，又看了眼自己的状态，尸化神技已经冷却结束，可以再次使用。江云飞已是9级，距离升10级还差一大半经验。最快的升级捷径毫无疑问是击杀 BOSS。若是离开新手村，江云飞凭着上一世的记忆能轻松找到无数 BOSS 地图，但还困在新手村的他只知道一个雾山。邪恶山神最低都是黄阶顶级 BOSS， 未转之前江云飞不敢惹他，而另外4个黄阶初级 BOSS 已经被杀。根据绝世涅槃的刷新原则， BOSS 一旦被杀，最少都要1周之后才会刷新，所以江云飞想刷 BOSS 快速升上10级并不容易。想了片刻后，江云飞决定去找村长碰碰运气，看能不能得到什么高经验的隐藏任务。来到村长家后，江云飞却傻眼了，头上顶着村长字样的人却并不是原来的老村长。什么鬼？原来的老村长哪去了？江云飞急忙朝新村长问道，村长，请问一下，原来的村长上哪去了？哦，原来是云飞少侠，失敬，我听老村长提起过你。是这样的，担心再遭到邪恶山神的迫害，老村长已带着他孙女玉儿离开新手村，前往雨国城镇。新村长笑着说道。不是吧， NPC 居然还能被吓得跑路躲避？江云飞无语极了。好吧。江云飞有些垂头丧气，问新村长道，村长，不知道有没有什么我能为你效劳的地方？多谢云飞少侠，村子里暂时没有劳烦您的地方。新村长笑道，显然是不会给江云飞任务。接不到任务，老村长又带着玉儿跑路了，江云飞只能去打普通怪升级。正要离开时，新村长却又叫住他，云飞少侠且慢，玉儿姑娘临走时留下遗物，托我转交给你。什么东西？江云飞瞬间眉开眼笑，以为有任务，可打开新村长递过来的东西后，却发现是一个绣着牡丹花的香包。牡丹花香包乃玉儿姑娘亲手所绣，
特殊物品带在身上，说不定能带来好运。看到介绍，江云飞一脸苦笑，将香包收入包裹中。谢谢村长。云飞少侠，您慢走。看到江云飞离开后，新村长的脸上突然人性化的露出不解。很普通的一个异世冒险者吗？为什么月儿殿下会对他情有独钟？告别新村长，经过复活点时，正要出村去练级的江云飞，突然听到从复活点内响起骂骂咧咧的声音。狗日的飞羽家族，太无耻，太不要脸了！抢 BOSS， 杀我们不说，还诬陷说是我们先攻击的他们。杀千刀的飞羽一见，那个狗东西从后面偷袭劳资，劳资记住他了，跟他没完。兄弟，别着急，我通知了咱们散人协会的会长，他就在附近，正在赶过去。飞羽家族想抢我们的 BOSS， 没有那么容易。对，就算飞羽家族是顶尖公会，可我们散人协会也不是好欺负的，只要大家同心协力，一定能够报仇。正要离村升级，听到飞羽家族几个字后，江云飞立刻来了兴趣。飞羽家族，是时候先找你们收点利息了。与此同时，新手村外某片看不清边际的湖边，有2伙人马围着一只 BOSS 正在对峙。被他们围着的 BOSS 是一只背着巨壳的庞大螃蟹，黄阶初级的10级野外 BOSS。螃蟹 BOSS 看上去很凶，却已是外强中干，眼下十分凄惨，后背的巨壳被打烂在流血，一对硕大的钳子都断了一只，头顶上的血量不足1/10，显然他遭受了惨重的攻击。2伙正在对峙的人，其中一伙正是飞羽家族的成员，为首的正是肤白大眼睛、一脸傲冷之色的飞羽潇潇。飞羽潇潇身后跟着20多人，其中10几人是他在这个新手村为飞羽家族吸收的新鲜血液。此刻，飞羽潇潇掌控着全局，他带着10人横行霸道地站在前方，拦住对面一伙人的同时，又让另外10几个飞羽家族成员不断攻击 BOSS。领空，你是不是脑子进水？以为带10几个歪瓜裂枣就敢跟我们飞羽家族作对？飞羽潇潇旁边的飞羽一见，趾高气扬，手指点向对面为首玩家，名叫领空的刀战士。领空888号新手村散人玩家的领头人物之一，等级8级，职业刀战士，在其他网游中当过工会管理，小有名气。不是我要和你们作对，是你们飞羽家族太霸道。这头 BOSS 是我们散人协会的兄弟们，花了2个小时，人均调级了2级，才将他打残血。领空义愤填膺，可你们抢怪杀人，难道不需要给我们交代吗？哈哈，你是不是脑子秀逗？要飞羽家族给你们阿猫阿狗交代，你们配吗？飞羽一见，脚掌跺地，很是嚣张，双手叉腰道：“识相的带着你的人滚，否则把你们全部送回新手村。”这时，飞羽小三也开口了，他冷冷说道：“领空是散人协会的人，先攻击的飞羽家族成员，不是我们霸道的主动抢怪杀人。我飞羽家族可不是软弱可欺的公会，敢攻击我们就要付出代价。这个 BOSS 就当是冒犯飞羽家族成员的赔礼。”飞羽一见蛮横的发出最后警告：“给你们10秒钟的时间滚，10秒之后再留在这里的人，免费送你们回新手村。”颠倒是非黑白，你们飞羽家族太过分了。领空与他身后的众人满脸愤怒。一剑开始计时，10秒之后鸡犬不留。从始至终，飞羽潇潇都没有望领空一眼，认为他不够格。10、9、8、7、6，飞羽一剑已经在喊数，身边其他飞羽成员皆脸露不屑冷笑，就等时间一到出手。去你奶奶地，兄弟们！飞羽家族蛮横不讲理，和他们拼了！被如此轻视欺负，领空再也忍不住，纵臂高呼，率先持刀冲上去，杀光飞羽蛮横狗。其余散人协会玩家皆有骨气，没有一个害怕，跟随领空冲杀，杀光他们！飞羽潇潇冷漠下达命令。第21章，个人屠杀秀。杀！领空不愧为散人玩家协会会长，实力胆魄皆具备。只见他手提锋利的长刀，如同一头下山猛虎，闯入飞羽家族阵营。找死！身为剑战士的飞羽一剑冷笑拔剑，迎上气势汹汹而来的领空。当！刀剑重重相拼，激烈撞在一起，有刺目的火花撕闪而开。2人一触即分，各自后退2步。看情形，领空实力更胜一筹，他只掉了40血量，可飞羽一剑却掉了77。但真正的团队 PK 决定胜负的，永远不是个人实力的强弱，而是整体团战的实力。位于队伍最后面的飞羽潇潇镇定自若，他指挥道：“一队10人组抽出2个术士加入2队，另外8人继续攻击 BOSS。2队所有人听令，近战肩并肩围成前排，所有远程攻击职业与我并肩战。我标记哪个敌人，所有攻击就全部击火他。”作为顶尖工会的高管之一，指挥群战对飞羽潇潇而言简直是信手之事。不过2分钟的时间，飞羽家族与散人协会的团战已分出胜负，各自为战，全凭一己之勇冲杀的散人协会，完全不是听从指挥配合默契的飞羽家族对手。
飞羽家族以2伤亡的轻微代价，将散人协会除领空以外的所有人全部击杀。之所以领空还在场中没死，并不是因为他个人实力强悍，而是飞羽潇潇故意留他一命。砰的一声，领空被一道重重攻击撞飞，狼狈倒在地上，血量已残。随便再补上一刀，他将挂回新手村。废物！飞羽一剑大步而来，猛然抬起左脚，重重踩在领空的头上，把他的头死死压在地面摩擦。敢跟我们飞羽家族叫板？你说你这废物是不是厕所里点灯找屎？王八蛋，有种杀了我！被飞羽一剑强行踩在地上，脸对着地，受这奇耻大辱，领空悲愤交加。杀你？你以为杀掉你就结束了吗？你们可害我飞羽家族2位成员掉1级，你不赔个10万8万，不仅今天要杀你1级，以后包括你在内，凡参与攻击飞羽家族成员的散人协会玩家，全将上飞羽家族的黑名单，见一次杀一次。领空咬碎了牙，恨道：飞羽一剑，你们不要欺人太甚！欺人太甚？我飞羽一剑欺负不起你吗？飞羽家族欺负不起你们这群垃圾散人吗？飞羽一剑鼻孔朝天，咧嘴狂笑：啊，我就欺负你们这群废物渣渣了，怎样？一句话，10万块你给不给？不给，就等着和你那群垃圾朋友被飞羽家族追杀吧！飞羽一剑，绝世涅槃不只有一个飞羽家族，总有人可以收拾你们！领空悲愤大吼。尽管千恨万恨，实则领空内心已经在妥协，他准备给这10万，不是他怕死，怕飞羽家族，而是不想因为他先前的冲动，连累散人协会其他玩家，以后一直被飞羽家族追杀。收拾我飞羽家族！飞羽一剑仰头大笑，神态是那样的无尽张狂。谁敢与我飞羽家族作对？谁敢？谁有这个实力？就凭你这样的不自量力的废物吗？就在飞羽一剑不可一世、嚣张跋扈到极致之时，一个铿锵有力的声音却是响彻而来：人狂有天收，飞羽家族没人敢对付你们吗？那我来！嗖！一道快若闪电的攻击，如同流光一样刹那而至，命中飞羽一剑。砰！脚踩领空的飞羽一剑，脸上张狂至极的笑意未散，头顶上却冒出一道触目惊心的伤害，888。下一秒后，在所有飞羽家族成员瞠目结舌之下，不可一世的飞羽一剑直接被秒杀，身体像死狗一样倒下，砸在领空身前。是云飞这个王八蛋！兄弟们，杀！突然出现一招秒杀飞羽一剑的人，不是别人，正是满脸寒意的江云飞。认出来人是江云飞后，飞羽小三勃然大怒，正要呼唤队友攻击江云飞时，可话还未说完，一道攻击直接甩他脸上。负901。毫无疑问，他一脸上表情凝固，紧随飞羽一剑去了。早上飞羽小三被邪恶山神击杀一次，掉了3级，现在又被江云杀掉，再掉1级，他的等级已掉到4级，连主流玩家的梯队都跟不上了。江云飞，又是你这个混蛋！看到江云飞出现的瞬间，飞羽潇潇的恨到咬牙切齿，他急忙指挥所有飞羽成员，1队8人放弃攻击 BOSS， 其他近战玩家一拥而上围杀云飞。所有远程职业，有技能的用技能，没技能的丢普攻，杀死他！飞羽家族的成员在飞羽潇潇的指挥下，瞬间集结成阵型，10几个飞羽近战职业群狼一样围向江云飞，其他所有远程职业同一时间丢出攻击，如同火雨一样照向江云飞。可下一秒后，所有飞羽家族成员，包括飞羽潇潇傻了眼。江云飞在所有攻击即将命中他时，却突然人间蒸发，彻底消失，导致飞羽家族所有成员的攻击全部 miss。这混蛋一个术士职业，难不成还有隐身技能？飞羽潇潇脸色又惊又怒，即刻在队伍里指挥所有成员背靠着背，大家肩并肩结成环形队。然而飞羽潇潇的命令还未结束，一道从天而降的攻击砸在他头上，他脸上表情僵化，头上飘起1388的恐怖数字，然后倒在众飞羽家族成员之中。啊，潇潇姐，云飞，你这个天杀的混账，你竟敢杀害潇潇姐，飞羽家族与你不死不休！看到飞羽潇潇挂掉，飞羽老四与飞羽夜行恨到发出歇斯底里的尖叫，其余飞羽家族成员也是又惊又怒，万万没有想到被他们团团保护在中间的飞羽潇潇会当着他们的面被人击杀。这个云飞实在强到不像话。好，杀得好，杀得漂亮，飞羽家族的人都该杀！受尽飞羽家族侮辱的领空看到突然杀出的江云飞如此神勇，连杀飞羽家族3名核心成员，连飞羽潇潇也被诛杀，内心真是说不出痛快万分。他控制不住的连连叫好，并且在飞羽家族面对江云飞如临大敌之际，他已从地上爬起，往嘴里塞入一枚回血丹后，提刀砍向最近的一名飞羽家族成员。兄弟们别怕，云飞攻击再高也只有1个人，集合秒杀他！飞羽夜行喊完后立刻隐身消失。
江云飞刚刚以血爆秒杀飞羽潇潇后，已经自动解除隐身符效果，他的身影出现在所有飞羽家族成员的视线内。顿时间，飞羽家族的21名成员同时朝江云飞发起攻击。不过，在他们攻击之前，江云飞再度出手，秒杀掉飞羽家族一名远程术士。杀掉这名术士后，江云飞即刻后退，令13名近战飞羽家族成员无法第一时间攻击到他。不过，就算如此，仍然有7名飞羽家的远程职业攻击同时命中江云飞，他的头顶上立刻飘出20、15、15、10、11、19、48。江云飞的级别高出飞羽家族成员2级以上，已经是9级，有等级压制优势。加上僵尸王、银钩本源的属性增幅，导致飞羽家族成员对他的伤害低到惨不忍睹。7个人的伤害加到一起，都没打掉江云飞一半血量。江云飞嘴角冷酷一笑，后退之余，又是一道攻击砸出。这次他攻击的对象是给他造成48伤害的羽氏玩家，负888。对江云飞最有威胁的那名羽氏瞬间被秒杀，敌方7名远程职业玩家再减1人，并且江云飞的血量瞬间吸满。至于13名飞羽家族的近战玩家，面对拥有靴子高移速的江云飞，根本就很难靠近他。而且还有悍不畏死、高达8级的领空拖住3名飞羽家族的近战，飞羽家族想对付江云飞更是难上加难。把他围起来，围起来杀！飞羽老四继续指挥着队员围剿江云飞。不过由于他这一冒头，不断走位躲避近战敌人攻击的江云飞一下便从人群中锁定他。在江云飞头上连挨6道远程攻击的瞬间，他挥手使出血爆，变成收割性命的死亡之光，打中飞羽老四。飞羽老四惨叫倒地。哎，飞羽家族就一个能扛打的都没有吗？你们不是自诩顶尖公会吗？不是高高在上吗？就这点能耐？江云飞杀掉飞羽老四的瞬间，在10%的吸血下，生命再度回满，令所有飞羽家族的敌人深深绝望。这样高攻、灵活还能回血的敌人，哪怕他们这么多人聚在一起，都毫无办法。面对江云飞的嘲讽，众飞羽成员又气又怒，还剩下的12名近战成员鼓足了劲要追上去砍死他。但可惜，没有增加移速装备的他们，始终都在江云飞的屁股后面吃土，并且江云飞又几次出手，将飞羽家族仅剩的6名远程敌人全部秒杀。这期间，领空杀掉2名飞羽成员，3分钟后，场内只剩下7名飞羽近战成员，其余人全部变成尸体，睡在地上。他 M 的是人吗？一个术士伤害爆炸不说，还血高防高，还带吸血。整整20多人队的飞羽成员，如此强大的队伍，竟完全不是江云飞一个人的对手，很快就要团灭。这简直就是江云飞一个人对飞羽成员的屠杀秀。大神牛逼！再次砍杀掉一个飞羽近战成员的领空，看着江云飞矫健的身影，眼中全是炙热的崇拜。很快，场中就剩下绝望无比的5名飞羽成员，他们的其他同伴全部已挂回新手村。兄弟们，留得青山在，不怕没柴烧，分开逃走。一直隐身不敢出现的飞羽夜行惊怒不甘地给最后5名飞羽成员发出指令：云飞，潇潇姐让我给你带一句话，山水有相逢。离开新手村后，飞羽家族将对你展开无尽追杀。第22章活宝领空。现在才想起逃，不会太晚了吗？江云飞冷酷发笑，雪豹的冷却时间已过，他再度使出技能，将一名要逃跑的飞羽成员秒杀当场。最后4名飞羽成员脸色惨白，看向江云飞的眼神如看魔鬼一样，立刻四散而逃，但显然是做无用功。飞羽家族的杂狗，你们不是狂吗？傲吗？不可一世吗？现在怎么都要逃跑了？领空痛快无比地嘲讽飞羽家族的成员，同时将2名要逃走的飞羽成员拦下。领空，你别得意，等着上飞羽家族的追杀名单吧。不敢现身，害怕被江云飞秒杀的飞羽夜行于暗处气到牙根都痒痒。藏头露尾的垃圾，有种现身跟爷爷说话，看云飞大神不把你打成一条死狗。领空尽情发泄着先前所受的屈辱，如同江云飞的铁杆小弟一样，一副江云飞是我大哥，江云飞在为他出头的得意神情。听到领空拍自己马屁，江云飞无语一笑，先后将另2名逃跑的飞羽成员秒杀掉。虽然连杀20几人，但江云飞却并没有红名，因为飞羽家族整队人杀人抢 BOSS 在先，皆是红名玩家。被杀的飞羽家族成员不仅每人要掉1级，还要掉大量经验，损失惨重。一个个估计把江云飞的祖宗18代都骂了个遍。江云飞看了眼领空独占2人不落下风，就没有再出手，而是开始打扫战场。虽然新手村的玩家绝大多数穷得叮当响，拥有1件装备的事都凤毛麟角，但杀掉20几名飞羽成员，地上还是爆出大量的银币铜币。江云飞本着浪费可耻的精神，
捡光地上每一枚铜币银币，细数过后，足足有5斤多。早上，江云飞连杀3头黄阶初级 BOSS 才爆出2斤多而已，没想到杀掉20多个红名玩家却高达5斤，1斤就是100块 RMB，5斤就是500 RMB， 这收获瞬间让江云飞先花怒，他甚至在想着要不要回新手村赌飞羽家族，从他们身上爆出更多钱。不过也就是想想而已，升级才是王道。何况眼前还有一头血量不多的黄阶初级 BOSS 在。江云飞现在9级，眼前那头黄阶初级 BOSS 才10级，自然是查看得出他的属性。黄阶初级 BOSS 百年玄壳蟹，生命200000010010，攻击50-77，防御500，技能横行霸道。百年玄壳蟹，野湖边内脾气最为温暖的 BOSS。别看他横行霸道，但除了皮厚之外，其实他很萌萌滴，从不主动攻击他人。看到这介绍，江云飞差点笑出声。同样是黄阶初级 BOSS， 但显然这头百年玄壳蟹远远比不上雾山的4兽 BOSS。他除了防御很高外，可以说一无是处，攻击比江云飞都要差上老一大截。难怪被一群6到7级的玩家欺负得那么惨。不过老话说，蚊子再小都是肉，这头 BOSS 再不济也是 BOSS。他已经被飞羽家族磨得仅剩1万出头的血量，现在可是大大的便宜了江云飞。嗖的一声，江云飞朝着这头百年玄壳蟹发动攻势，负333，防御是真高，连江云飞的普攻也只能打掉他300多血。百年玄壳蟹果然很带萌，被江云飞攻击后，才举着仅剩1只的大钳子，愤怒的横行爬来。叮！百年玄壳蟹对你使用技能横行霸道，造成66的伤害。才66的伤害，江云飞压根没有放在心上，还手一记血爆砸到他身上，造成699。失去的生命值在10%的吸血下瞬间秒满。另一边，领空又斩翻了一名飞羽家族的成员，最后一个对手也已经被他打到残血，很快就将结束战斗。暗处，隐身中的飞羽夜行看着江云飞在打他们抢来的 BOSS， 恨的是双目喷火，牙关咬得滋滋作响，但又无可奈何，他根本不敢现身，因为江云飞变态的攻击随时可以秒杀他，只能含恨看着江云飞收割本属于他们抢到的 BOSS。 这份深深的愤怒与无奈，估计也让体验到了先前被他们抢怪杀掉的散人玩家协会的心情。去死！领空重重一劈之后，终于解决掉最后一个飞羽家族的成员，他的脸上满是兴奋与畅快。挂掉这人后，领空慢慢朝江云飞走去。江云飞眉头微微一挑，不知道领空何意，难道也想分一杯羹？江云飞现在着急升上10级，说实在话，他想单吃这头 BOSS 的经验。云飞大神走近后，领空说话含含蓄蓄的：“你是想说这头 BOSS 是飞羽家族抢走你们散人协会的，属于你？”江云飞声音有些不悦。这头 BOSS 是他从飞羽家族手中抢来，要是领空想要回去的话，他可不会答应。江云飞虽然不是个霸道不讲理的人，但也不是个迂腐的烂好人，他可不会了一点点不知所谓的名声，放弃应该属于他的实在利益。不，云飞大神，你误会了。这头 BOSS 虽然最开始是散人协会玩家发现，但后面被飞羽家族霸道夺走。大神，你杀光飞羽成员，帮我们报仇，这个 BOSS 就应该属于你。怕引起误会，领空连忙解释。听到这话，江云飞不悦的脸色才有所缓解，同时又挥出一道血爆，打得百年玄壳蟹嗷嗷叫。百年玄壳蟹的血量已经被江云飞压到不足5000。云飞大神，我想邀请你加入散人协会。要是您肯加入我们散人协会，以后飞羽家族想欺负我们就没有这么容易了。领空表明他的来意，很是期待地看着江云飞。谢谢，但我没时间。江云飞继续杀着百年玄壳蟹，回道：大神，您别急着拒绝我。实际上，我们散人协会实力也并不太弱，我只是888号新手村的3位代理2级会长之一。整个绝世涅槃内，我们散人协会有上万人，分为总会长、副会长、1级会长、2级会长。我其实连2级会长也算不上，是代理2级会长。这跟我有什么关系？我暂时不想加入什么势力，被人束缚。江云飞头也不回道：不，实际上加入散人协会并没有什么束缚，只是挂个名，大家一起游戏，在散人协会论坛 YY 交流游戏心得。散人协会并不会强制要求任何一位成员做他不愿意的事，一切全凭自愿。听着领空的话，江云飞依然没有任何兴趣。谢谢，我会认真考虑。江云飞还是很客气的拒绝。看到江云飞不为所动，领空脸上满是深深的失望，但还是鼓起勇气问道：云飞大神，我能加你为好友吗？可以。江云飞看他还是一个有血性的人，对他这要求没有拒绝。由于江云飞设置了拒绝加好友，他便主动给领空发出加好友申请。哪知得到江云飞的好友申请后，领空这么大个汉子
激动的像中了500万似的，就差高兴的跳起来。谢谢，谢谢云飞大神，不用叫我大神，叫我云飞就行。江云飞可不喜欢被人吹捧。领空，好的，云飞大神。江云飞一脸黑线，无语瞟了他眼。大神，你安心打 BOSS， 我帮你站岗，以防暗中小人飞羽夜行一会偷你爆出来的装备。说着，他活宝一样的提刀，双目环顾四周，如同江云飞的保镖一样尽职尽责。MD， 你才小人，你全家都是小人。暗中，夜雨飞行恨恨唾骂。江云飞无语摇头，没再理会领空，继续攻击着百年玄壳蟹。2分钟后，百年玄壳蟹的血量已不足500。血爆！在江云飞使出技能后，百年玄壳蟹背着偌大的外壳，摇摇晃晃，终是悲鸣倒地，摔在地面上。叮！您击杀黄阶初级 BOSS 百年玄壳蟹，得到经验12万，功德点+1。9级升10级的经验已经达到2/3，要是再杀上一头黄阶初级 BOSS， 江云飞估计能秒升10级。同时，百年玄壳蟹还爆出2件装备与一堆银币落地。呆，小人飞羽夜行，胆敢伸黑手偷大神装备，就准备受死吧！领空一声大吼，双手握刀，发出眼如张飞断桥之吼的威胁。有没有吓到飞羽夜行，江云飞不知道，倒是自己给这活宝的突然大吼吓了一跳，差点江云飞就想一脚给他踢飞。这一次，暗中的飞羽夜行没敢出手，江云飞成功把2件装备与所有银币收入包裹。江云飞查看2件装备属性：霸道骨铠，品阶黄阶尾下品，现近战包括近战隐藏职业使用。生命+50，防御+30，使用等级10级。古玉披风，品阶黄阶尾下品，现术士包括术士隐藏职业使用。生命+35，智力+8，使用等级9级。2件装备的属性都很普通，好在古玉披风江云飞自己能用，他二话不说披上古玉披风。穿上古玉披风后，江云飞查看他的属性栏：种族人族，角色云飞，职业术士，等级9，修为5，生命308，灵力188，攻击130-211，防御104，根骨5，体44，力20，敏33，智200，功德点116。僵尸王银钩本源，融合度初级，可升级，提升所有属性永久增加 10%， 额外提升智力+100，攻击+50，防御+50。天赋被动狮王威压，对狮族怪物伤害增加 50%， 灵力恢复速度增幅 30%， 吸血 10%，10% 几率无视目标防御并暴击。天赋技能尸化血爆。就在江云飞欣赏自己的属性时，通讯录里跳出一个消息：红颜祸水，现在有空吗？我接到了一个难缠的转职任务。第23章，黄色魔鬼级任务，等我15分钟，马上到。听红颜祸水的口气，确实是遇上棘手的转职任务，这让江云飞很好奇，他究竟接到了什么级别的任务？通过上一世的记忆，江云飞记得绝世涅槃内转职任务的难度有高低之分，分别为赤橙黄绿青蓝紫7个级别。赤色级别为最顶级，又名噩梦难度，上一世没有一人挑战成功过。就连上一世的3大主宰级人物落水泱泱3人，对赤色级别的转职任务都惨败而归。橙色级别为恐怖难度，能挑战成功橙色级别转职任务的，上一世也只有3大主宰级别，全世界仅有落水泱泱他们3位。黄色级别为魔鬼难度，能挑战成功魔鬼级别转职任务的，在上一世亦是凤毛麟角，唯有天罡地煞榜的前10内的超级高手才成功闯过。绿色级别为鬼才难度，上一世唯有天罡地煞榜上的顶尖玩家才有实力通过。青色为精英难度，蓝色为杰出，紫色最为普通。蓝色较难，紫色最次，只要愿意花点时间，是个人都能挑战成功紫色转职任务。上一世江云飞的转职任务是蓝色，完成越高级别的转职任务，获得的奖励自然更高。以红颜祸水的实力而言，唯有绿色鬼才级难度以上的转职任务才会让他感觉到困难。就在江云飞准备回新手村时，领空却猛地叫住他：云飞大神，你要回去了吗？早跟你说过了，叫我名字就行，不要叫大神。江云飞对他很无语。好的，云飞大神。领空很是认真。江云飞满脸黑线，不想和他说话，转身就走。等等，云飞大神，我看你刚刚好像爆出了一件铠甲类的装备，属性能让我看看吗？要是合适，我想买下来。原来是看上自己爆出的装备，江云飞满足他，把霸道骨铠的截图发给他看。哪知他一副没见过世面的样子，
看完属性后，口水都快要流出来，激动叫道：“云飞大神，把这件装备卖我行吗？我出1万块。”1万，在江云飞眼里，这件属性平平的霸道骨铠，顶天卖个5000，没想到领空出1万，不够呀，那我出2万。为了拿下这件装备，领空眼都不眨，再加1万。你认真的？江云飞怀疑的问道。那要不3万？以为江云飞还是嫌少，领空有点心虚，再加1万。江云飞今天算是见识到什么叫做人傻钱多够任性，但他不是爱占便宜的人。江云飞把装备交易给他，道：“给我5000就行。”5000？拿到装备的领空怀疑他是不是听错了。对，5000。江云飞再次道，他是真不忍心宰这个活宝样的家伙，感觉宰这么耿直人的钱会有良心上的罪恶感。谢谢云飞大神。领空感激无比的给江云飞发去一个5000块的红包。5000大洋入账，领完红包，江云飞便往新手村里赶。红颜祸水还在等他。回城服一张价值1000 RMB， 江云飞可舍不得买。系统给的每天免费回城1次机会，早上在雾山时江云飞已经用掉，现在只能跑回新手村。看着离开的江云飞，领空发自肺腑的说道：“大神就是大神，太仁义了。我决定了，你今后就是我偶像。”与此同时，新手村内，身材高挑，拥有无数人羡慕嫉妒大长腿的红颜祸水，已经在新手村里等候着江云飞的到来。虽然他系着面纱，未露出绝美的五官，可仅凭那魔鬼般的迷人身段，亦是新手村里最亮眼吸睛的存在。四周无数新手村玩家，一个个盯着红颜祸水，暗暗咽着口水。哼，这些臭男人就是讨厌，一个个猪哥似的盯着祸水姐姐。爱跳舞虽然也是个身材6分、脸蛋7分的漂亮妹纸，但有红颜祸水在，她始终只能发挥绿叶的作用。都给我滚，回家看你们老婆去！再偷看我祸水姐姐，小心我挂了你们！爱跳舞拔刀发飙，9级修罗职业的他发威之下，立刻吓跑不少偷看红颜祸水的男性玩家。跳舞，祸水都没在意别人看他，你却这么生气，赶人跑，莫非是因为大家都看祸水去了，没人关注你这个小美女，才惹得你暴跳如雷？浓眉笔挺的洛星辰怀中抱着一把泛着赤光的威武长弓，他打趣着笑说道：“呸，我才不要那些臭男人的关注。”爱跳舞气哼哼道。红颜祸水也来了兴致，嫣然笑道：“不要臭男人关注，那你将来怎么找男朋友？”哎呀，祸水姐姐，你也取笑我！爱跳舞跺脚。这时，江云飞也回到了新手村，远远的便看见人群中最为醒目的红颜祸水3人，立刻朝他们走去。有几个准备离开新手村的玩家，看到江云飞后，吓得立刻躲回新手村内，目光恶毒的看过来。是被江云飞杀过一次的飞羽家族成员，显然他们怕离开新手村会再次被江云飞挂掉。江云飞现在懒得理会飞羽家族的成员，视而不见，径直走向红颜祸水他们。可以看到，不仅红颜祸水达到10级，洛星辰也已经10级。哈哈，云飞来了！祸水，你那个黄色魔鬼级别的转职任务有希望了。看到江云飞后，洛星辰很是高兴，虽然大家才认识不久，他却像老朋友一样由心而发，上前轻拍他肩膀。江云飞朝他点头一笑，红颜祸水绝美的脸蛋上溢露出迷人笑容。对于江云飞这么快赶回来帮他，他发自内心的高兴。切，臭屁王，每次都要别人等，真把自己当成了不起的大人物似的。大3因为江云飞被踢出一域倾城，爱跳舞哪怕知道实情始末后，却依然耿耿于怀。红颜祸水巧不欠息的走来，1.75米的傲人身材让江云飞颇感压力。他微笑道：“我接到黄色魔鬼级转职任务，这次真需要你全力相助。”红颜祸水将任务分享给江云飞看。黄色魔鬼级别转职任务，前往世界深渊乱尸之地，击杀1000精英尸怪，500高级尸僧，6头黄阶初级 BOSS， 限时60分钟内完成，可以组队，限制5人。乖乖，不愧为黄色魔鬼级难度转职任务。在现阶段要求玩家60分钟内击杀1000精英尸怪，500高级尸僧，5头黄阶初级 BOSS， 哪怕能组5人队，也几乎不可能办到。转职任务的难度级别是由玩家综合实力决定，当然，若玩家觉得实在没办法挑战成功，便可以选择放弃当前任务，然后降低一个级别。但若是拒绝，就需要等候1天，第2天才能再次接转职任务。实际上，红颜注水接到黄色魔鬼级任务第一时间，内心已产生了放弃的念头，因为这个任务太难了，现阶段而言，基本上没有玩家可以完成。但一想到高输出的江云飞后，他又想尝试一次，毕竟在转职任务中死亡也不会掉级别。如果有江云飞相助，还是无法通过，他就只能选择放弃。等1天后，降低一个难度级别，挑战绿色鬼才难度的转职任务。云飞，
祸水这个黄色魔鬼级别的转职任务，你认为有机会通过吗？洛星辰认真问道。不是我要泼大家冷水，这种黄色魔鬼级别的转职任务，除非有妖孽到不像人的落水泱泱帮忙，不然绝无可能完成这种非人的任务。爱跳舞虽然看不起江云飞，但所说的却是他发自内心认为的实话。失足怪物地图，江云飞不得不说红颜祸水太幸运了，若换一个地图，面对的不是失足怪物，他还真没把握。但拥有僵尸王银钩本源的他，有尸王威压，对失足怪物伤害增加 50%， 可以说江云飞是失足怪物的克星。准备50组初级回灵丹给我，再找一个强力肉盾，应该有机会一搏。江云飞略作思索后说道。混蛋，50组初级回灵丹，你知道是多少钱吗？一组1000块，50组可是5万块。云飞，不是我针对你，但请你别拿祸水姐姐的钱来开玩笑。爱跳舞愤怒道。他觉得江云飞是想趁机敲诈一笔，而且他也不认为江云飞有这个实力帮助红颜祸水完成黄色魔鬼级转职任务。哪知红颜祸水美眸连眨都不眨，直接发起交易。江云飞一看，交易栏里正是50组，足足500枚初级回灵丹。靠，真正的白富美啊！随身就带着5万块以上的回灵丹，真 TM 有钱。我喊下新手村广播，看能不能找到一个够硬的近战肉盾。洛星辰立马就要发广播。对于江云飞，他与红颜祸水都十分信任。见红颜祸水与洛星辰这么相信江云飞的鬼话，爱跳舞气得恨恨跺脚，可随后又小声的尝试道：祸水姐，星辰，要不我叫霸三来帮？闭嘴！红颜祸水明媚的脸蛋上立刻尽是寒霜，道：跳舞，你以后要是再提霸三，你也离开一域倾城。似乎没想到红颜祸水会这么认真，爱跳舞立刻脸蛋变白，像个做错事的孩子样，小声道：哦，云飞，跳舞是个小孩子脾气，心直口快惯了，他没有恶意，你别和他一般见识。洛星辰不想江云飞内心生出介怀，出声道。江云飞轻笑摇头，表示他没往心里去。第24章，挑战魔鬼级任务上，寻找一名强力肉盾职业完成任务，要求最低8级以上，任务成功报酬1万，失败报酬1000，条件符合者速与我联系。洛星辰一连发出3道新手村广播，很快便有无数被报酬吸引的近战玩家自告奋勇地联系洛星辰。可一番挑选后，却发现几百条申请里面，级别最高的近战肉盾也才7级，完全不符合条件。与此同时，正在野外升级的霸三看到新手村广播后，脸上冷冷作笑：哼，整个888号新手村，除我霸三外，没有一个等级高于8级的近战。为了云飞那个杂碎踢我离开一域倾城，我看你们还能找到谁帮忙过任务？霸三冷笑：现在你们是不是特别后悔赶我走了？哈哈哈！就在霸三自以为是，洛星辰也没找到满意的近战肉盾之际，江云飞却开口道：我倒是有个人选，不知道他愿不愿意来。听到江云飞的话，红颜祸水与洛星辰二人皆是眼睛一亮，他们相信江云飞的眼光，若是他推荐的人选，必定可以胜任肉盾这一位置。只有爱跳舞不屑地发出一声切，你联系的人看看，只要他愿意来，报酬不是问题。洛星辰急忙道：好，我试试。江云飞立刻给刚加好友没多久的领空发去消息，把将要去完成的任务一五一十告知，问他愿不愿意参加。大神，等我，小弟5秒钟到。似乎没有想到江云飞这么快就会找他，兴奋激动的领空拍了拍胸膛后回复。5秒钟后，大块头1.9米身高，虎背熊腰，被挂巨刀的领空脸上憨笑着大步跑来。云飞大神，我来了。领空直接申请入队。领空很自来熟，进队后一一给红颜祸水几人打招呼，然后朝江云飞道：云飞大神，你叫我帮忙那是我的荣幸，实报酬不报酬的不需要。呸，马屁精！爱跳舞很看不惯拍江云飞马屁的领空，再重申一遍，叫我云飞，不要加上大神2字。江云飞一脸黑线。好的，云飞大神。领空非常认真。江云飞无语到想吐血。领空虽然有点小逗逼，但一看就是性格耿直的人。8级的刀战士，在这个新手村绝对是一流的近战级玩家。红颜祸水与洛星辰对他也比较满意。说明情况后，红颜祸水当即捏碎了任务水晶，天空上即刻投出5道光柱落下，然后把江云飞5人吸离而去。下一秒后，江云飞5人出现一片荒凉又昏暗的山渊之中，这里入目之处皆为黄色的土地、岩石、乱崖、渊沟，说不出的空洞，没有生机。叮！尸界冥渊，乱尸之地。此为特殊任务地图，玩家无法回城。试炼一旦开始，除非玩家通过挑战或者全部阵亡失败，方可离开。叮！
黄色魔鬼级转职任务试炼将在10秒钟后开始，请玩家做好准备。大家不要有压力，就算失败也没有损失，就当作是来练级。红颜祸水很豁达，不想给大家任何压力。作为队里唯一的近战肉盾，大家的安全就交给我领空来保护。领空拍打着胸膛，大步走上队伍的最前方。他那1米9几的身高，如同巨岩一样立在众人前方，给人无形的安全感。哼，虽然爱拍某个人的臭马屁，但看上去傻大个还是有点可取之处。刁蛮的爱跳舞，难得没有损人。跳舞，你找机会适当输出，最主要的保证自己的安全。红颜祸水与洛星辰还是很关心爱跳舞，嘱咐他。嗷呜！当系统倒计时结束之后，荒凉的渊谷深处立时响起让人不寒而栗的怪嚎声。叮！黄色魔鬼级转职试炼开始。系统发出提示后，江云飞他们的队伍栏里立刻跳出一个刃条倒计时，距离结束时间59比59。任务：精英尸怪完成度0，高级尸僧完成度0，黄阶初级 BOSS 完成度0。很快，江云飞5人就看到一片密密麻麻、个个青面獠牙、浑身包裹纱布、类似木乃伊的精英尸怪从渊谷之外的入口蜂拥而来。精英尸怪10级黑化怪物，攻击68-133，生命2500，防御200。来自尸界冥渊乱世之地的精英尸怪，仇恨一切血肉生物，任何活物皆是他们不死不休的攻击目标。我滴个乖乖，这鬼玩意的长得太他妈吓人了。最前方的领空看到精英尸怪青面獠牙，裹身的尸布上唾液遍布，还散发着浓烈的尸臭，他脸色都快青了。绝世涅槃的拟真度最高达到100%，此刻的场景真演如生化危机的电影一样，有成百上千的丧尸张牙舞爪扑来，着实吓人。连领空1米9大高个的汉子都给精英尸怪吓到脸色惨白，爱跳舞这个小姑娘就更不要说了，都快吓哭了。红颜祸水与洛星辰定力还不错，除了嘴唇紧抿之外，没有过多表情，唯有江云飞最为淡定。现在这些精英尸怪还仅仅是一串串虚拟的游戏数据，上一世江云飞可是亲身面对过变成活生生怪物的妖魔鬼怪，区区游戏里的精英尸怪自然不会对现在的他造成任何影响。大家随我推至左后方100米外的沟壑里，发现系统是一次性放出1000精英尸怪后，江云飞就清楚领空是无论如何也挡不住上千的精英尸怪，所以他立刻观察周围地形，发现左后方100米外有一入口3米宽，其内足够容纳10人的小沟壑。此时只有江云飞最为镇静，自然成为了队里的主心骨，大家都听他的，连忙跟随他跑进100米外的沟壑内。领空，你死守入口，我们全力输出尸怪。有着江云飞的冷静指挥，大家都稳下了阵脚。沟壑入口仅有3米宽，1米9大高个的领空横刀一战，将入口牢牢堵住。有着天然的地利优势，只要领空能扛住，上千尸怪也难以突破防线，因为入口太窄，一次最多同时挤进来3只精英尸怪。嗷呜！当令人作恶的精英尸怪逼近之后，有浓浓的尸臭味扑鼻而来。最先挤进来的3只精英尸怪张牙舞爪，扑向入口处的领空。领空第一时间没敢攻击，双手举刀横挡。-119，-134，-111，3个精英尸怪的攻击瞬间打掉领空2/3的血量，吓得他哇哇大叫。要知道，这还是他格挡后的伤害，要是没有格挡，领空已经被秒杀当场。就在这时，一道如春风般的青光而至，落在领空的头顶上方，为他恢复+230的血量，自然是红颜祸水的治愈术。看到他的治愈量此时已高达230，江云飞就松了一口气，然后使出血爆，命中一头精英尸怪，-1555。与此同时，咻的一声，一道火红的光剑雷霆般疾驰射出，补上666的伤害。爱跳舞趁机从领空后面挥动匕首，又造成411的伤害。立时间，第一头精英尸怪便化为脓血而死。叮！击杀精英尸怪+1，队伍经验获得2500。精英尸怪虽凶，但经验却不少。2500的经验队里5人平分，每人得到500。不过江云飞没有500经验，他因僵尸王银钩本源被诅咒，事倍功半，得到经验减半，很不和谐的得到250的经验。哇，大神就是大神，随手一击就是1500加恐怖输出，牛叉！看到江云飞这离谱输出后，作为肉盾的领空顿时信心大增。洛星辰也朝他竖起大拇指，红颜祸水则是欣喜的松了一口气，似感觉到了完成任务的曙光。唯有爱跳舞瞪大着双眼，震惊自语道：“还以为是祸水姐。”星辰夸大其词，没想到那个家伙的攻击真的这么变态。当好你的肉盾，不要走神。江云飞再度攻击，由于血爆在冷却中，这次只能使用普攻。虽然是普通攻击，可命中之后
一样造成1018的巨额输出。洛星辰与爱跳舞也非常默契，集中火力输出江云飞攻击的精英尸怪，负455，负388。这一轮伤害只打掉第二只精英尸怪1800加血量，并没有将之杀死。江云飞三人发动第二轮普攻，才成功击杀第二只精英尸怪，他也再次得到想骂人的250经验。虽然有着地利优势，有领空一个人堵着入口，江云飞他们尽情输出，但他们每配合杀掉一只精英尸怪，立马又从后方加进来新一只精英尸怪，导致领空时时刻刻都得承受最少3只精英尸怪的攻击，他根本腾不出手还击，唯有一直保持格挡动作，减少受到的伤害。这也令红颜祸水无暇帮助输出，只能不停给领空加血，否则他根本扛不过5秒。真正能全力输出的只有江云飞三人。5分钟过去后，江云飞他们才击杀掉35只精英尸怪，距离任务完成时限还有55分钟。照这个进度下去，想完成这个黄色魔鬼级的任务根本不可能。这时江云飞知道他不能再藏拙，立刻掏出辟邪符加持在身上。叮！使用辟邪符成功，接下来的30分钟内，玩家对地狱20级的黑化怪物伤害增加 300%。 因为僵尸王银钩本源，江云飞有尸王威压，本身就对尸族怪物伤害增加 50%。 使用辟邪符后，增幅伤害将达到 350%。 嗖！下一秒后，使用过辟邪符的江云飞甩手一道攻击飞出，打出了震惊众人眼球的毁灭级伤害，负8888。那只精英尸怪瞬间被秒杀而死，伤害8888。哇操，太凶残，太无情了！云飞大神，您这是吃 White 了吗？还有没同号 White， 请给小弟来一枚。领空狗嘴吐不出象牙的呐喊道，气得江云飞就想一个血爆炸死这个王八蛋。第25章挑战鬼级任务下。江云飞没有理会领空，再度出手，又是一记普攻，闪电般飞出，毫无意外，当场又秒杀另一只精英尸怪，8899。云飞，你是怎么做到的？洛星辰久久失声，瞪大着一双眼珠子。爱跳舞嘴巴张大成 O 状，一看非人类的目光盯向江云飞，连红颜祸水这个精致高挑的女人此刻也久久失神，怀疑她看到的一切是否真实。云飞老大，你嗑药之后真是猛得一塌糊涂。领空嗷嗷叫着，既然使用了辟邪符，江云飞就没打算隐瞒，直接将辟邪符截图发到队伍中，同时将还剩下8点耐久的辟邪符交易给洛星辰使用。我的个乖乖，云飞大神，你有这种堪比神油一样的隐藏宝贝，干嘛不早点拿出来？领空激动大叫，快点拿来，我的大刀对这些精英尸怪已经饥渴难耐。你用个屁，你的任务是当好肉盾，别浪费我辟邪符的珍贵耐久。江云飞瞥了眼领空，没好气道，不是他小气，辟邪符加持到远程输出的身上才是最大的物尽其用。哼，难怪这混蛋这么变态，原来是有这种隐藏宝物。爱跳舞震惊之余又撇着红唇道，知道江云飞吓人的高输出来自于辟邪符后，红颜祸水的一颗芳心才释然不少，否则他都忍不住要怀疑江云飞真是开外挂了。虽然绝世涅槃内是无论如何都不可能出现外挂。够哥们！使用了辟邪符的洛星辰，他一剑划破长空射去，当即对一只精英尸怪造成巨额的2868的伤害。精英尸怪总血量在2500，一剑2800的伤害，自然毫无悬念将他秒杀当场。爽！洛星辰畅快大喊，眼睛里光芒四射。虽然他的伤害依然差江云飞老大一截，但也算体验到了秒杀的快感。给我，我也要辟邪符！看到江云飞要收回辟邪符，爱跳舞急了，连忙叫着。以爱跳舞的攻击力，就算使用辟邪符也无法对精英尸怪做到秒杀。江云飞本来是不想给他用，但看到小姑娘一脸渴望的眼神，他还是没有拒绝，把辟邪符交易给他。当辟邪符再回到江云飞包裹时，只剩下6点耐久。使用过辟邪符的爱跳舞也是伤害几倍暴增，现在出手，每一次攻击最少都能带走精英尸怪1400加血量，基本上2刀下去就有一只精英尸怪倒下。由于江云飞大方分享辟邪符，接下来他们击杀精英尸怪的效率简直有如神助。任务面板上距离结束时间41:59。任务精英尸怪完成度667，高级尸僧完成度0，黄阶初级 BOSS 完成度0。不过18分钟过去，江云飞5人已经消灭掉667只精英尸怪。大家加油，坚持在5分钟内杀光另外333只精英尸怪。江云飞给众人打气。好！洛星辰4人信心十足回应。或许是江云飞把珍贵的辟邪符大方的给爱跳舞用了一次，导致他对江云飞的成见也大大减少。现在爱跳舞看江云飞也顺眼不少。接下来的5分钟，
江云飞五人气势如虹，成功在5分钟结束前将最后一只精英尸怪化为大家的经验。叮！您的小队成功完成第1轮试炼，请再接再厉，第2轮试炼即将开始。距离结束时间36比59。任务：精英尸怪完成度1000，高级师僧完成度0，黄阶初级 BOSS 完成度0。下一刻后，自远处突然响起诡异无比的诵经念佛的声音，明明是佛音经诵之声，可听到大家的耳朵里，却让人说不出的难受，就像电影里《倩女幽魂》第2部从千年蜈蚣精嘴巴送出的索命梵音一个感觉。很快，从前方500米外的入渊口走出一群披着破布袈裟、腐烂的双手、穿着佛珠的骷髅头怪物，他们缓缓踏出，那让人听得耳朵发毛的佛经诵音，正是这群怪物发出的。高级师僧11级黑化怪物，攻击88-188，生命3500，防御350，被动狮王庇护，受到攻击时有几率减少50%的伤害。来自尸界冥渊乱世之地的高级师僧，连地藏菩萨都度化不了的邪僧，生前坏事做尽，死后不入轮回，堕落尸界，化为可怕的尸族成员。娘这些高级师僧比精英尸怪还要凶残，我这脆弱的小身板也不知道扛不扛得住。说着，领空卖萌一样瞪大眼睛望着江云飞，眼巴巴的道：云飞大神，全指望你罩着小弟我了。江云飞没理会他的耍活宝，即刻使出血爆技能，命中最前方的第1只高级师僧。攻击命中后，这只高级师僧的头顶上弹起一层血光，狮王庇护，伤害减半3513。江云飞眉头微皱，高级师僧的被动狮王庇护受到伤害减半一出现，连他的攻击也只能打掉他3513，伤害再低一点都秒杀了。洛星辰立刻举起炙虎长弓，拉弓放箭，火焰一样的箭矢雷霆而去，命中一只高级师僧。负1429。他脸色略沉，道：没出狮王庇护都才打1400，这波高级师僧很棘手。高级师僧的防御这么高，估计我要连刺他6-7下才有可能击杀一只。爱跳舞苦着脸道：没事，大家尽力而为，任务失败就当作是来练级。你们没发现我们经验涨了一大波吗？红颜祸水甜美一笑，宽慰着大家。高级师僧算个鸟，有我云飞大神在，绝对没意外。领空马屁拍得跟顺口溜一样，江云飞无语，当作没听到，又是一道普攻打出。这次被攻击的高级师僧没有出现狮王庇护的被动，5009秒杀倒地。大神武威！看到江云飞犀利爆表的伤害，众人再度信心大增，领空更是大喊武威。不过很快领空就叫不出声了，因为有3只高级师僧对他发起攻击。负188，负199，负221，三个恐怖伤害，吓得领空魂都快丢了。若非红颜祸水技术到位，在第3道攻击命中领空之前，及时一手治愈术帮他拉回+238的血量，他已经挂掉。别被吓傻了，快啃回血丹。江云飞提醒他。回过神的领空憨憨地抓出一把加血丹塞入嘴中，看得江云飞与爱跳舞连呼他败家子。1枚回血丹就是50块，他一把吞下5-6枚，那可是好几百块。但实际上他同时吞下6枚回血丹，却只能得到1枚回血丹的治疗效果，他的行为实实在在的是败家。领空，不要在乎回血丹，使劲啃就是了。不管你用掉多少回血丹，任务结束后都给你报销。洛星辰财大气粗喊道。作为队伍里最关键的肉盾，只有领空能扛住，江云飞他们才有输出的环境，任务才可能完成。一旦领空倒下，哪怕江云飞的输出再高再变态，面对几百只高级尸怪，大家都只有一个结局，团灭。你自己注意吃回血丹，我也会全力给你治疗。红颜祸水素手挥动之间，又是一个治愈术落到领空头上，令他底气大增。他众仙双手举刀，一动不动地在入口处格挡住数百只高级尸僧。接下来的10分钟，哪怕有红颜祸水不间断的治疗，领空都吃下了200多枚初级回血丹。他自己的回血丹吃完后，洛星辰又塞给他50组，足足500枚初级回血丹，那可是25000块。这10分钟内，江云飞的爆炸输出杀掉有167只高级尸僧，洛星辰与爱跳舞合力击杀有80多只。高级尸僧已被杀掉1半有余，但江云飞手中的辟邪符耐久却是再度减3，只剩下最后珍贵的3点耐久。距离结束时间24点11分。任务：精英尸怪完成度1000，高级尸僧完成度257，黄阶初级 BOSS 完成度0。距离任务完成时限还有24分钟，江云飞几人发挥出12万分的火力，毫无保留的疯狂输出。总算在距离任务结束还有15分钟时，500只高级尸僧全部化为丰厚的经验，彻底被消灭。江云飞9级升10级的经验，还差最后1/10，领空则升到9级。红颜祸水
与洛星辰的经验条也涨了一大截。爱跳舞更笑出银铃般的声音，得意道：“再打几个怪，本姑娘也到10级了。”队伍里暂时是一片欢声笑语，但最困难的阶段还没有到来，还有5头黄阶初级 BOSS。叮！您的小队成功完成第2轮试炼，请再接再厉，第3轮最终试炼即将开始。距离结束时间14点59分。任务：精英尸怪完成度1000，高级尸僧完成度500，黄阶初级 BOSS 完成度0。听到这个系统提示，大家刚放松的心立刻又紧绷起来。云飞大神，最后一关不会是5个黄阶初级 BOSS 一起来吧？领空小腿有些打颤的说道。别说5头，就是1头黄阶初级 BOSS， 领空感觉他也扛不住。已经走到了这一步，事在人为。任务成功或失败不是最重要的，重要的是咱们5人一起并肩奋战，享受了最精彩的奋斗过程，不虚此行。红颜祸水这句话引发江云飞5人的共鸣。5人互相对望一眼时，大家眼中都莫名的多了些什么，心无形中拉近不少。就在这时，一只原本死去的高级尸僧忽然从地上爬了起来，他像发生了变异，骷髅嘴巴一张，竟然吐出一束血光，刹那间劈至傻笑中的领空。负580。叮！您的队友领空已经阵亡。第26章，与表姐一样，突然发生意外，领空被秒杀，令江云飞5人神色大变。领空是队伍里唯一的肉盾，因为他的强力坦度守护在前方，才让江云飞几人可以毫无后顾之忧的尽情输出。如今肉盾倒下，失去保护，红颜祸水3人的心都悬了起来。好在江云飞最为镇定，立刻便从领空被秒杀的惊变中恢复冷静。他第一时间冲上去，以自己的身体挡在沟壑入口处。这时江云飞才发现秒杀掉领空的 BOSS 是何怪物。黄阶初级 BOSS 变异大师僧，等级15，攻击388-451，防御700，生命50万，技能尸僧邪光，邪恶暴击，被动尸王庇护，受到攻击时有几率减少 50% 的伤害。来自尸界冥渊乱世之地的变异大师僧，连地藏菩萨都度化不了的邪僧，生前坏事做尽，死后不入轮回，堕落尸界，从高级尸僧之内变异而来。属性这么凶悍，不仅有被动，还有2个主动技能。刚刚秒杀领空的攻击应该就是他的技能之一，尸僧邪光。变异成为黄阶初级 BOSS 的变异大师僧，虽然还是高级尸僧的模样，但体格却增高了1米，骷髅眼眶中燃烧起2团绿焰，浑身散出魔性的气息。15级的黄阶初级 BOSS 看到变异大师僧的属性后，红颜祸水3人的脸上有些绝望。这比之前江云飞帮助他们击杀的那头雾山黑狼首领强了1个档次还不止。该死的系统太变态了！要完成黄色魔鬼级转职任务，不仅得面对这种可怕 BOSS， 而且还是足足6头。对于现阶段的玩家而言，基本上不可能办得到。就在红颜祸水自己都打算放弃之际，江云飞却是主动发起攻击。血爆技能疾驰掠出，于变异大师僧的骷髅头顶上炸开。负3339，伤害依然爆表，但对变异大师僧的那高达50万的血量下，3000多伤害有点微不足道。若是有肉盾能扛住这头可怕 BOSS 的攻击，红颜祸水3人相信有江云飞在，杀死他不在话下。但问题是，唯一的肉盾领空已经倒下，哪怕江云飞输出再凶，也没有机会杀掉变异大师僧。受到江云飞攻击的变异大师僧，处于10米开外的他，骷髅头扭动，眼眶内2柱绿焰燃烧，视线锁定江云飞，糜烂的手臂挥动后，一道凶猛的攻击飞射而来。他居然还是远程攻击的 BOSS。 叮！您遭到变异大师僧的攻击，伤害488。云飞看到江云飞头顶上飘起炸裂的伤害488，红颜祸水几人彻底绝望。黄色魔鬼级任务果然不是现阶段的玩家有实力完成的，连队伍内最强的江云飞都被秒杀，红颜祸水3人再也没有任何想法，决定放弃任务。哪知却在这个时候，一个令他们3人浑身一震的声音响起：怎么，距离完成任务还有13分钟，你们这就打算放弃了？只见本应该被变异大师僧秒杀掉的江云飞，居然还好好的站在入口处，并且朝他们露出一口大白牙，坏坏笑着。江云飞虽然只有1.68米的身高，还没有红颜祸水高，就是爱跳舞的身高也跟江云飞持平。可此刻江云飞这显得单薄的身影，脸上挂起的微微坏笑，眼中闪起的澈亮光芒，却是令红颜祸水与爱跳舞都看吃了。哪怕是身为男人的洛星辰，这一刻望着江云飞，内心都升起一种难以形容的可靠感。叮！您遭遇必死伤害，触发尸化技能，状态恢复巅峰。接下来的30分钟内，所有属性增加 100%， 伤害额外增加 50%， 等级加5，移速增加500，无视任何控制效果。只见江云飞周身之外
浮出了一个长发披肩、瞳孔赤红血色，背后拥有魔翼，散发出天上地下唯我独尊气息的可怕尸影。咻的一声，下一秒后，江云飞竟如同鬼魅一样，速度快如闪电的消失在红颜祸水5人的视线内。砰！一声巨响，10米开外的变异大师僧遭受到强大撞击力，头上飘出5555的可怕血量，他已摔出7、8米外。而周身笼罩着魔影、透着神秘妖邪之气的江云飞，他手中拿着一把桃木法扇，出现在变异大师僧刚才的位置。我操，这是什么鬼？他是绝世涅槃的 GM 吗？看到江云飞变身一样，竟将堂堂15级的黄阶初级 BOSS 变异大师僧撞飞，这震撼万千、暴力又充满奇特美感的画面，震惊的爱跳舞开始爆粗口起来。云飞他还是人吗？洛星辰都忘记了发起攻击，眼珠子瞪得都快要掉到地上。只有红颜祸水美艳不可方物的脸上先是无尽骇然，但2秒钟后，明眸中闪烁出无限光亮，他震惊万分。他难道与表姐一样，也是得到造化礼包的幸运宠儿吗？华夏等级排行榜第1名，隐藏职业龙舞者，华夏区第一个击杀黄阶终极 BOSS， 第一个转职成功，而且是挑战橙色恐怖级难度转职成功的落水泱泱，实际上是红颜祸水现实中的表姐。落水泱泱虽然还在外省出差，昨天却通过视频告诉过他进入游戏公测时得到了一个造化礼包，获得上古神龙应龙本源。江云飞一个普通的人族术士职业，却是华夏区第一个击杀黄阶初级 BOSS 的人，伤害又高到炸裂，只有他得到造化礼包才能解释得通，他为何在游戏里强到这么变态。江云飞现在可没时间解释什么，将变异大师僧撞飞后，挥手就是一记血爆打出，负7999。恐怖的伤害量令得变异大师僧发出一个痛苦的嚎叫声，他立刻发起还击，负481。这巨额的伤害立刻把江云飞的血量打到不足1/3。江云飞原先就有308的血量，尸化属性增加100%，又临时加5级后，生命值已是621，比普通的近战肉盾还要血厚。江云飞立刻还手一道攻击，雷霆而去，对变异大师僧造成5601的伤害，瞬间将血量吸满回来。江云飞的变态令洛星辰与爱跳舞都傻了一样，根本忘记了要帮忙。你俩别傻愣着，快点帮忙输出。猜出了什么的红颜祸水看向江云飞的目光愈加神采飞扬，他率先朝变异大师僧发起攻击，同时叫醒洛星辰与爱跳舞。第27章挺身而出。祸水姐，我要举报这个混蛋开外挂，为什么我就没有他那么强，那么变态？我不服气。回过神的第一瞬间，爱跳舞愤愤不平道：想什么了你？绝世涅槃是当今最先进5D 技术拟真网游，所有机制皆由全球唯一的超级智能电脑控制，哪怕是绝世涅槃的发行代理飞鸟科技都无法对它做出任何更改。洛星辰白了眼爱跳舞，无比确信道：虽然不知道云飞是怎么做到如此夸张的程度，但也绝不可能出现外挂。确实不是外挂，他应该是与榜一的落水泱泱一样，获得了造化礼包。红颜祸水声音激动中又透着浓浓的羡慕，他再次发出攻击，打掉变异大师僧23的血量。伤害虽然低，但这是他对江云飞尽的最大帮助。红颜祸水已经发现江云飞似乎还有吸血被动，只要变异师僧秒不掉他，江云飞出手攻击过后，头顶上的血量便会恢复满值。造化礼包和洛水姐一样。洛星辰浓眉之下的双眼尽是震撼，倒吸了一口气后才释然道：好小子，难怪强到这么非人类，原来如此。话落，洛星辰也恢复过来，搭弓一道火焰长剑飞出，命中被江云飞压着打的变异大师僧，造成了令他泪流满面的伤害55。星辰，你与榜一妖孽天才落水泱泱认识？我不管，你一定要接受我认识他，他可是我的偶像。爱跳舞激动的小脸通红。红颜祸水与洛星辰没有理他，笑着摇头之余，继续躲在沟壑里帮江云飞送上他们所能尽力的最大帮助。2分钟过后，变异大师僧已经被江云飞的恐怖输出打掉1半的血量。愤怒的变异大师僧感受到危机后，使出了他第2个技能邪恶暴击。看到变异大师僧抬手动作，哪怕是尸化状态的江云飞也感觉到了一丝危机。邪恶暴击不会是双倍攻击吧？没出暴击时，变异大师僧都能打他480的血量，要是出暴击，他有很大可能会被秒杀。咻！只见变异大师僧一对糜烂的手掌瞬间长成1、2米宽的巨掌，手指间生出一根根锋利泛光的指甲，他瞬息间来到江云飞面前，抬起巨掌抓来。不妙！看着攻势避无可避，江云飞心都提了起来，急忙双手举起桃木法扇，希望能格挡成功，减少伤害。不要怕，本姑娘保护你，记得一定要帮祸水姐姐完成任务。千钧一发之际，不晓得爱跳舞从哪里蹦出来的，他飞身一撞，把江云飞顶开，自己代替承受了变异大师僧的技能攻击。叮！
爱跳舞遭受到变异大师僧的技能邪恶暴击，双倍技能伤害。负1998。跳舞，红颜祸水与洛星辰完全没有想到，关键时刻一直看江云飞最不顺眼的爱跳舞会挺身而出。叮，队友爱跳舞已经阵亡。叮，变异大师僧使用完邪恶暴击，暂时陷入虚弱状态，属性减少 50%， 持续1分钟。先前还凶残可怕，长出一对巨长长指甲的变异大师僧，果然在使用完邪恶暴击后，全身气息瞬间萎靡，骷髅眼眶内的绿焰也变弱不少。这是大好机会。虽然没料到爱跳舞会飞跳出来帮他抵挡技能，江云飞对他大有改观之余，也知道必须要抓住 BOSS 虚弱的机会，趁他病要他命。血爆，所有属性虚弱 50% 以后，江云飞的血爆技能打得变异大师僧倒飞出10米远，狠狠砸落在地上后，头上飘起一个9767的巨额伤害。与此同时，先前只能打变异大师僧几十点伤害的红颜祸水、洛星辰，这时发起的攻击亦伤害倍增。负188。负233。愤怒从地上爬起来的虚弱大师僧朝江云飞再度发起攻击，可伤害低了1倍不止，仅对他造成211。这点伤害，江云飞自然不会放在眼里，朝他发起更凶猛的反击。1分钟后，变异大师僧的袈裟炸裂，骷髅体格散架，眼眶中的绿焰熄灭，终是不甘心的倒在地上。叮！恭喜你们小队成功击杀黄阶初级 BOSS 变异大师僧，经验值奖励30万。或许是因为是任务地图的 BOSS， 击杀变异大师僧没有功德值奖励，也没有爆出任何的装备与游戏币，但给了30万丰厚经验。30万经验，阵亡的领空与爱跳舞自然是分不到了。江云飞3人每人10万，事倍功半下，江云飞实际到手的经验只有5万。看了眼经验条，江云飞还差最后一点点就将升上10级。虽然他现在的等级是14级，但实则有5级在尸化状态散去后会消失。距离任务结束时间9点11分。任务：精英尸怪完成度1000，高级尸僧完成度500，黄阶初级 BOSS 完成度1。看了眼任务面板，江云飞知道距离完成任务依然任重而道远。云飞辛苦了，谢谢你。红颜祸水一脸感激地看向江云飞，他知道若没有江云飞全力相助，这个黄色魔鬼级挑战任务连第一个阶段都过不去，根本不可能走到现在这一步。最令红颜祸水感动的是，江云飞为帮助他完成任务，不惜暴露真正的实力与底牌。才2面之缘，江云飞却如此相信他们，连底牌都毫无保留，这份真诚才是最让红颜祸水感动与珍惜的。云飞，你小子猛得简直不像人。洛星辰苦笑道。江云飞朝2人一笑，道：还有9分钟，要对付5头黄阶初级 BOSS， 大家努力吧。红颜祸水与洛星辰同时点头，3人对视之间，嘴角荡漾出微笑。嗷嗷！下一秒后，深渊远处传来石破天惊、类似野兽的恐怖嘶嚎。这一次看来，我们要同时面对2头黄阶初级 BOSS。江云飞3人互望一眼后，目光皆投向传来可怕声源之处。轰轰轰！500米外，地面开始震动，地上裂开2道宽达2米的裂沟，裂沟如同蜈蚣一样，从远古远处朝江云飞3人的所在奔袭而来。砰砰！2道炸响过后，从地底下破岩跳出2道恐怖可怕的凶物，二凶虎视眈眈地锁定向江云飞3人。第28章天生克星。黄阶初级 BOSS 百年铜浆，等级15，攻击366-453，防御690，生命50万，技能飞狮冲撞，无坚不摧。被动狮王庇护，受到攻击时有几率减少 50% 的伤害。来自尸界冥渊乱尸之地的百年铜浆，生前本是为非作歹、横行作恶一方的土匪头子，被手下出卖害死后，怨恨不甘，尸体化为刀枪不入的百年铜浆。黄阶初级 BOSS 尸界老妪，等级15，攻击112-333，防御300，生命45万，技能邪恶诅咒，死亡之握。被动狮王庇护，受到攻击时有几率减少 50% 的伤害。来自尸界冥渊乱尸之地的尸界老妪，生前本为黑店老板，谋财害命，阴险毒辣，死后不甘轮回，躲入尸界躲避鬼差，最终成为尸界一员，人称尸界老妪。从地底里爆出来的2大黄阶初级 BOSS， 一个僵尸，一个老妪，皆是面目狰狞、尸气森森，令人不寒而栗的存在。2大 BOSS 百年铜浆是近战，攻高防高，尸界老妪是远程伤害，虽然防御攻击都不高，但却拥有控制技能，必定十分难缠。你们2个先别攻击，免得引去仇恨被秒杀。看完2大 BOSS 的属性后，江云飞提醒红颜祸水与洛星辰：好，你小心一点。
红颜祸水与洛星辰点头。哦！下一刻后，百年铜将一声狮吼，声浪刺得人耳朵生痛。只见他率先朝江云飞发起攻击。百年铜将一跳3米高，能跃出5米远。他锋利如刀的狮爪子泛着幽光，抬手就向江云飞发起攻击。叮！黄阶初级 BOSS 百年铜将对您发动技能飞狮冲撞。飞狮冲撞不是锁定技能，江云飞下意识就要躲避，看能不能 miss 掉这次攻击。可抬脚刚要动作，尸界老妪也对他发起了攻击。叮！黄阶初级 BOSS 尸界老妪对您发动技能邪恶诅咒。邪恶诅咒使目标所有属性降低 30%。听到这个提示，江云飞脸色大变，要是属性降低 30%， 那可就真正完了。可让江云飞没想到的是，当尸界老妪的诅咒落到他的身上后，将他护于其内的带翼长发魔影突然发生异变，爆发出一股毁天灭地的气势。叮！尸化之中无视任何控制与负面状态，邪恶诅咒无效。叮！尸界老妪对你的邪恶诅咒无效，并遭受到双倍诅咒效果反弹，所有属性降低 60%。听到这个提示，江云飞懵逼之余又兴奋到想要大叫，他都差点忘记了尸化中的自己是无视控制的。尸界老妪自食其果，被邪恶诅咒反弹，属性降低 60%， 这可真是作茧自缚。叮！您遭受百年铜将的技能攻击，飞狮冲撞，防御减半，昏迷10秒。叮！百年铜将的技能飞狮冲撞控制效果无效，遭受反创，自身防御降低 50%， 昏迷20秒。什么都没有做，却听到系统一系列的提示之后，江云飞真是彻彻底底的懵逼了。尸化中的无视防御与负面效果实在太逆天，太无耻，太让江云飞爱罢不能了。还能有这操作？听到队伍的战斗信息提示，红颜祸水与洛星辰也是傻了眼。但反应过来的一瞬间后，二人立刻将所有攻击一股脑的丢给尸界老妪。江云飞也从狂喜中清醒，立刻就是最强血爆砸向尸界老妪。尸界老妪受邪恶诅咒双倍反弹，所有属性降低 60%， 本来他有45万的血，降低 60% 就变成18万。他的防御本就不高，同样降低 60%， 导致江云飞3人的攻击先后命中他后，爆发出惨无人道的伤害。负1100，负3889，负15889。连没有使用辟邪符的红颜祸水都对他造成1100的伤害，洛星辰则高达3800，而江云飞更是吓死人的15800。哦！尸界老妪痛得发出非人的嘶吼声，愤怒地发起反击，攻击江云飞。负113，攻击本来就低的尸界老妪对江云飞打出了丧失身为 BOSS 尊严的伤害。江云飞哈哈一笑，趁着百年铜将还在昏迷的时间段，再次还击尸界老妪。负11231，又是过万的伤害，痛得尸界老妪发狂。红颜祸水与洛星辰及时跟上输出，又造成超4000的输出，二人造成的伤害同样不容小觑。受到大量伤害的尸界老妪愤怒嘶吼，用出他的第二个技能死亡之握。看到尸界老妪再度使用技能，江云飞兴奋不已，根本就没想反抗。他感觉死亡之握还是控制类技能。砰！江云的脚下地面炸裂，从地底里伸出一只白骨森森的魔掌，瞬息间将他抓于掌内。叮！尸界老妪对你使用技能死亡之握，降令你原地被禁锢5秒，同时造成5倍的技能伤害。叮！死亡之握对你无效，伤害反弹，尸界老妪遭受到10倍反弹伤害。握住江云飞的白骨魔掌爆碎后，尸界老妪发出绝望悲愤的魔笑，他头顶上爆发出一个触目惊心的伤害20万，属性减 60%， 又被江云飞他们3人一顿狂殴，本身血量就不足16万的尸界老妪受到10倍反弹伤害，瞬间爆炸而死。叮！恭喜你们小队击杀黄阶初级 BOSS 尸界老妪，获得奖励经验30万。红颜祸水与洛星辰各得10万经验，江云飞拿到5万。瞬间他的真实等级从9级升到10级。叮！尊敬的玩家，你的等级已进入华夏区前1000之内，排名888，是否显示名字出现在榜单上？升到10级的江云飞等级瞬间挤入华夏区前1000名之内。虽然 99% 的玩家只会关注最巅峰的前10名，江云飞不过排在888，但他还是选择隐藏了姓名上榜。杀 BOSS 还能这么简单？祸水，你说我是不是在做梦？洛星辰看到10万经验到账，不敢置信的眨巴眨巴眼睛。应该没有吧？红颜祸水悄悄地在自己白嫩大腿上捏了一把，确定没有做梦。堂堂黄阶初级 BOSS 尸界老妪，竟然在1分钟内被江云飞这个天生克星活活克死，这真是说出去都没有人敢相信。尽管江云飞自己也觉得很荒谬，但全是带控制负面技能的尸界老妪，偏偏遇上尸化状态中的自己，天生被克制，
死得比窦娥还要冤枉。别发呆了，还有百年铜浆没有解决。回过神后，江云飞率先对还处于昏迷中的百年铜浆发起攻击。我发现和云飞这小子在一起，真是什么不可能都变成了可能。红颜祸水与洛星辰二人相视一笑后，也加入了攻击百年铜浆当中。第29章，挑战成功。叮！恭喜你们小队击杀黄阶初级 BOSS 百年尸魔，获得小队经验30万。叮！恭喜你们小队挑战黄色魔鬼级转职任务成功。叮！通过黄色魔鬼级转职任务，系统奖励红颜祸水随机获得数十类隐藏职业抽取资格，奖励存活下来的队友半级经验20金币，奖励阵亡队友10%升级经验5金币。叮！系统将在5秒后送你们离开特殊任务地图。5秒钟后，江云飞几人重新回到了新手村内。才刚回来，一道震得人隔膜生痛、激动到颤抖的声音响彻了整个新手村。云飞大神，不是大哥，大哥，以后你就是小弟我的大哥，一天是我大哥，永远是我大哥。大哥，请收下小弟我的膝盖。领空激动的语无伦次，扑通一声半跪在江云飞脚下，脸红脖子粗的抓紧江云飞的大腿，一副江云飞不同意收下他做小弟就死也不肯起来的无赖模样。任务中时，虽然领空第一个阵亡，但无法离开特殊地图。他躺在地上，亲眼看到江云飞面后大发神威，猛地一塌糊涂的全部过程。领空都不知道应该怎样来形容江云飞的变态。百年铜浆，还有最后同时出场的3个黄阶初级 BOSS， 简直是被江云飞以摧枯拉朽之势结束战斗。此刻，领空对江云飞的敬仰，完全可以引用韦小宝电影里多龙的马屁来说，如滔滔江水，连绵不绝。所以现在才耍活宝似的抱住江云飞大腿，要认大哥。不过不得不说，红颜祸水实在是太幸运。任务试炼地图在世界不说，百年铜浆与最后出场的3个 BOSS 还皆拥有控制技能在身。江云飞施化中时，无视控制与负面状态，若受到控制与负面状态的技能，将成倍返还回去。几个黄阶初级 BOSS 等于都是死在自己手中，被他们凶悍的技能反弹后，给江云飞3人补刀击杀。说实在的，但凡几个 BOSS 不用控制技能，哪怕站着不动任江云飞3人攻击，在最后5分钟内的时间，江云飞3人是无论如何也来及杀掉他们。只能说一切都是运气。滚！耍什么活宝！江云飞极度无语，一脚踢开领空。哪知道这混蛋跟牛皮膏药一样，被踢开后又爬过来，紧紧抓住江云飞的大腿，一副死也不松手的态势。撒手！不撒！松开！不松！你到底想怎样？江云飞要气晕了。领空死死抓紧他的大腿，除非你答应做我大哥，我才松开。嘿嘿，没想到你游戏实力堪称变态，对付无赖却没有一点辙。让本姑娘教你一招吧。爱跳舞红润的唇瓣上挂起一抹坏笑，她走近后，美腿一抬，直接一记撩阴脚踢向领空的要害处。哎呦喂，姑奶奶，你这也太狠毒了！原本死都不撒手的领空吓得面无人色，怪叫着比兔子跑得还快，松开江云飞，直接躲到洛星辰的身后。看到没有，本姑娘不仅在任务里救你一次，现在还免费教你对付无赖的本事。爱跳舞得意笑道：不用你千恩万谢，只需一会帮我过下转职任务即可。跳舞别闹了，云飞帮我过黄色魔鬼级转职任务已经很辛苦，他也需要休息。任务挑战成功的红颜祸水心情十分愉悦，本来就美丽不可方物的她，此刻更显艳丽迷人。她阻止着爱跳舞的小算盘，就是你这小毛爱头急什么？云飞还得先帮我过转职任务呢，你给我排到后面去。洛星辰说完，目光看向江云飞道：是吧？你可是答应过我的。放心，大家都是朋友，你们的转职任务我包了。江云飞很喜欢和他们相处的氛围，笑道。虽然爱跳舞先前总是针对他，但江云飞也不是一个小气的人。当在任务中爱跳舞奋不顾身一撞，替江云飞承受 BOSS 技能被秒后，江云飞也认可了这个有点任性可本质还是不错的小姑娘。大哥，包括小弟我吗？洛星辰身后，领空期待地望着江云飞道：当然包括，但前提是你得在我离开新手村时升上10级。江云飞笑道。黄色魔鬼级挑战任务完成后，收获最大的自然是红颜祸水，他得到了隐藏职业抽取资格，而且还升到了11级。洛星辰距离升11级也差不了多少经验了，就是江云飞自己现在也还差1/4的经验就能升到11级。队伍里面爱跳舞牺牲之前就是10级，任务里死亡不会掉级，所以他还是10级。只有领空距离10级转职还有不小距离。江云飞看了眼尸化状态的持续时间，还剩7分钟，立刻朝洛星辰道：还有7分钟，我现在的增幅状态就会消失，要过转职任务就趁现在。洛星辰兴奋点头，然后朝其他人道：我接到是绿色鬼才难度转职，任务提示只能组1人，
云飞我就先带走了，你自己安排接下来的时间。我11级了，系统提示我不能再留在新手村，接下来怕是帮不了你们。我在新手村外等你们。红颜祸水话才说完，已经被系统强制带离新手村。10级转职后，10分钟内就会被系统强制带离新手村，谁都一样。看我干嘛？我还要等云飞一会带我过转职任务。你该忙啥忙啥去。爱跳舞看似很嫌弃领空，实则是为他好，希望他赶紧去升级，别落后他们太多。好吧，大哥，星辰，我去练级了。江云飞和洛星辰朝领空点了点头，便被系统带离原地，进入了完成绿色鬼才难度的任务地图。绿色鬼才难度的任务虽然能难倒绝大多数玩家，但有江云飞在，而且洛星辰本人也是游戏高手，不到20分钟便成功通过任务。江云飞帮洛星辰完成任务出来后，又得到大量经验，距离升11级只剩小格经验。在洛星辰转职完升上11级后，也被强制离开新手村。江云飞没有休息，直接带眼巴巴望着他，又不好意思开口的爱跳舞过转职任务。江云飞一直以为爱跳舞刁蛮任性，没想到他也会不好意思，便不由好笑。爱跳舞同样也接到绿色鬼才级任务，虽然江云飞的诗化状态已经消失，但马上升11级的他身上已经穿戴着4件装备，属性大增。最终在耗时50分钟后，江云飞成功带爱跳舞完成任务，他自己也成功升上11级。当爱跳舞离开新手村后，江云飞已经连续在线5个小时，肚子又饿又渴，当即原地下线。才刚下线，那他破翻盖手机却是响了起来。第30章红色噩梦级转职任务，是好友阿秀打来，他在电话中道：你小子怎么没有在游戏里加我好友？告诉你，哥已经7级了，牛逼吧？闻言，江云飞内心失笑，你才7级，我可都11级，就差转职任务便离开新手村。不过江云飞上线后事情太多，确实忘记了加他好友。我一会上线就加你。你打电话过来就是为了炫耀你是7级高手。对了，差点忘了正事，明天我女朋友黎黎生日，要举办生日聚会，你也来吧。江云飞摇头打趣道：算了，我还想在游戏里多升几级，好及时追赶上你。切，想追赶上我这7级高手，那你可得努力。呸，又走题了。明天我女朋友生日聚会，你小子必须到场。电话里阿秀接着道：我让黎黎叫了刘琴，刘琴也会过来，懂不懂？我可是在帮你。本来还真没打算过去，听到这话，江云飞立刻道：地点、时间，晚上8点，世纪星辰 KTV。好，我明天准时到。说完，江云飞挂掉电话。电话另头，阿秀，嘿，这孙子重色轻友，我呸！上一世好友阿秀今天虽然也打电话过来，邀请他参加女友生日聚会，却没有说起刘琴也会去。历史的轨迹在一点一滴的发生变化，不过这对江云飞而言是好事，重生回来的他本来就是要改变历史，弥补上一世所有遗憾与不甘。挂掉电话后，看下手机已是晚上10点多，他烧个开水泡方便面，吃饱后又给母亲打去一个电话，询问父亲情况。母亲告诉江云飞不用担心，父亲状况稳定不少，医生说3天内父亲应该就会醒来。听到这，江云飞放心不少，又给母亲转去5000块钱，这是卖给领空装备时领空转给他的钱。与母亲结束通话后，江云飞拿起手机有些犹豫，想给刘琴去个电话，但又不知道说什么，便发了条短信过去：你这2天还好吗？与此同时 WX 是某高档公寓内，正在浴室里洗澡的刘琴似乎听到床上的手机响了一下，便对外面的闺蜜道：娇娇，你帮我看看是不是来了信息。好嘞。沈娇娇立刻拿起刘琴的手机一看，当发现是江云飞发来的短信后，马上俏脸冰冷。沈娇娇立刻删除短信，同时把江云飞的名字拉进黑名单，然后朝浴室里的刘琴道：是个垃圾广告短信。浴室内，刘琴哦了一声。沈娇娇放下刘琴的手机后，便掏出她自己的手机，给某个人发去一条信息：奥哥，江云飞还敢联系刘琴，看来给他的教训不够。我听说明晚是他好朋友刘国秀女友过生日，不如……江云飞并不知道，因为他心血来潮给刘琴发过去一条短信，将导致明晚阿秀女友的生日聚会不再宁静。江云飞吃饱喝足，也没有见到刘琴回复短信，便准备上线。明晚要去参加阿秀女友的生日聚会，他打算今晚接着通宵奋战，明天白天再休息。叮！欢迎回到绝世涅槃，祝您游戏愉快。叮！尊敬的玩家，您的等级排名已进入前50内，是否显示名字上榜？听到系统提示，江云飞立刻打开等级排行榜，原来他不知不觉进入了第49名。江云飞依然选择隐藏姓名，排行榜上的前10排名又起了变化，引起了江云飞一丝兴趣。榜首落水泱泱14级，人族一转龙武者。榜2
免下13级神族一转狂舞者。榜3夭13级妖族一转召唤术士。榜4傲剑耀九州12级魔族一转魔剑士。榜5红颜祸水11级人族一转圣术士。榜6寡人11级灵族一转雷霆术士。榜7飞羽天下11级羽族一转羽士。榜8落星辰11级人族一转羽士。榜9霜11级人族一转寒冰舞者。榜10夜夭11级妖族一转灵祭祀。排行榜变化很大，红颜祸水晋升到第5名，还得到强大的隐藏职业圣术士。上一世红颜祸水也是隐藏职业圣术士，不过却是在游戏中期才成功转职这个隐藏职业。因为江云飞的因素，令红颜祸水提前成为圣术士，一个超级强的辅助术士隐藏职业。雷霆术士寡人晋升的也很猛，从第10冲到了榜6。对于洛星辰能升上榜8，江云飞并不意外。实际上，最引起江云飞关注与兴趣的是双羽叶夭二人。这2位可是上一世绝世涅槃里面真正的猛人，天罡榜实力排名前10，就连主宰级的落水泱泱后期都承认他可以击败这2号猛人，但想杀他们却很难办到。连主宰级落水泱泱都难以击杀的狠人，足以看出这2位是有多猛。关掉排行榜后，江云飞先给阿秀加好友，他名字叫你秀哥，十足的骚包名字。阿秀应该去陪女朋友了，他没有在线。江云飞也不管他，打开自己的属性栏查看状态。带上4件装备的江云飞，哪怕不在诗化状态中的属性，也依然要让无数玩家羡慕嫉妒恨。种族人族，角色云飞，职业术士，等级11，修为5，生命433，灵力299，攻击238-311，防御223，根骨5，体48，力23，敏41，智238，幸运加2，功德点116，金钱58金16银91铜。僵尸王银钩本源，融合度初级，可升级，提升所有属性永久增加 10%， 额外提升智力加100，攻击加50，防御加50，天赋被动狮王威压，对狮族怪物伤害增加 50%， 灵力恢复速度增幅 30%， 吸血 10%， 10% 几率无视目标防御并暴击。天赋技能尸化血爆。江云飞这身属性，其防御与血量足以让 80% 的近战玩家汗颜。他的攻击与智力之高，术士里面估计都找不出几人可以比肩。叮！尊敬的玩家，你已达到11级，可以进行一转转职任务。完成转职后，可离开新手村，进入更加精彩绝伦、浩瀚广博的世界冒险。请问是否现在进行转职任务评估？江云飞选择是。5秒钟后，叮！经过系统评测您的综合属性实力，您将得到的转职任务为顶级红色噩梦难度。第31章，噩梦级任务开始。红色噩梦级转职任务，上一世从未有人成功，连3大主宰级的存在都铩羽而归，号称无人可以完成的神仙任务。江云飞万万没想到，系统会判定他得到红色噩梦级的转职任务，不知道该说他运气好还是运气差。哪怕身为重生者，又拥有僵尸王银钩本源，他都没有把握敢说自己能完成这个无人成功过的任务。叮！玩家是否接受红色噩梦级转职任务？要是不接受，江云飞就得浪费24小时继续留在新手村1天，直到24小时后方可降低一个级别难度，挑战橙色转职任务。MD， 老子可是重生者，红色就红色，不就是噩梦级难度任务吗？上一世没人成功，那好，这一世我江云飞来开这个先河。接受。叮！玩家云飞接受红色噩梦级转职任务成功。玩家云飞，你还有30秒的准备时间，30秒后系统将传送你进入任务地图。挑战成功，完成红色噩梦级任务，奖励天赐红符。失败，等级清零。听到这系统提示，江云飞差点就是一口老血喷出来。失败的代价居然要等级清零，这简直就是要命。江云飞可是好不容易才熬到11级，但江云飞现在后悔也来不及，系统已经在倒计时。时间一到，不管江云飞愿不愿意，都将被系统投入任务地图内。当倒计时结束后，江云飞顿觉天旋地转，什么也看不清楚，直到10几秒后视线才开朗起来。叮！红色噩梦级任务开始，请玩家根据提示完成角色扮演，
任务期间无法离开，无法下线。系统你奶奶的！江云飞心里朝系统竖起一个中指，感觉自己被坑了，但此刻也只能走一步算一步，尽他最大的努力完成这个号称从未有人成功的红色噩梦级神仙任务。上一世红色噩梦级任务连3大主宰级存在都铩羽而归，导致人人谈到红色转职任务而色变。也正由于如此，网上对于红色噩梦级任务的资料几乎没有，就算是重生者的江云飞现在也只能靠他一点点探索。叮，任务已开始，请玩家在30分钟内到达20年前的雾山。系统提示一结束后，江云飞发现自己变成一个皮肤黝黑、浓眉大眼的少年。江云飞一切属性、装备、等级都已消失，他变成了另外一个人，身上穿着麻布衣，腰上系个绑带，背后挂着钢刀，怀中似乎有一包石灰粉，这是系统给他的所有装备。观察四周环境，江云飞发现这里似乎就是新手村内。刚刚系统提示要他1小时内到达20年前的雾山，难道系统把我带到了20年前的888号新手村？想到任务失败的代价，等级轻雾，江云飞便再也不敢耽搁时间多想，立刻在村子里找人问路，确定路线。由于是角色扮演人物，江云飞现在的身份就是村子里的一员，大家都认识他。当确定雾山方向，他找隔壁大婶借走1匹马，然后往雾山而去。20分钟后，前方缭绕的云雾当中，一座拔地而起险峭山峰如同天平艮立出现在江云飞的视野。此峰巍峨万千，奇险奇高，飞鸟难渡，哪怕相距极远，都能听到无数的猿啼虎啸、精怪嘶吼从雾山之内远远传开。叮，你已到达20年前的雾山，请在5分钟内进入雾山内，否则任务失败。听到系统提示，江云飞背刀下马，准备登山。江云飞正要登山，突然有3道凌厉的长剑，寒光闪烁，逼人夺命，自3个方向朝他射来。江云飞反应神速，立刻从背后拔刀。江云飞挥刀劈击，将3支冰冷的利剑全部扫飞。他迅速戒备，退向远处，盯向射出冷箭的方向，只感觉握刀的双手火辣辣的痛。不准登山，否则便死。自暗处走出3个眼神阴沉的凶悍，他们手抓冰冷的铁弓与长剑，毒蛇一样锁定江云飞。叮，还有3分钟的时间，请玩家进入雾山，否则任务失败。听到这提示，江云飞哪还顾得上3个恶汉拦路，就要强闯之际，哦，有一道宛如雷霆的咆哮自雾山最深处掀起飓风传来。这可怕咆哮声惊得雾山内飞禽走兽、蛇虫鼠蚁四窜而逃，哪怕是位于雾山下的江云飞与3个恶汉都被这一道吼声震得耳朵嗡鸣。好可怕！发出雷霆咆哮的主绝对是极其恐怖的存在。不好，那可怕的家伙又出现了！但愿大哥与兄弟们无恙。3个恶汉被咆哮声惊吓，脸色非常难看。趁此之机，江云飞突然如同一匹矫健猎豹，提刀直奔雾山，迅速冲去。找死！看到江云飞仍然敢闯，3个凶悍全部举弓放箭，锋利冰冷的铁剑破弦射出，力量惊人，全部标射向江云飞后背。江云飞目的只是登山，不想过多纠缠，反手把3支长剑纷纷斩落。同时，他化作一团飞快的黑影，穿进雾山。进入雾山后，江云飞有些惊讶，虽然系统收走他的装备、等级、属性，但似乎给了他一身不错的武力。这角色扮演任务好像还有点意思。叮，请玩家在日落之前保护好自己安全，不能死亡，否则任务失败。听完系统提示，江云飞内心猛地一旋，如此说来，这里面怕是十分危险。江云飞立刻打起精神，戒备起来。他于密林中穿行一会后，突然吼，有吼声如雷炸耳，腥风扑面而来，是头膘肥年轻的吊睛白老虎。他扑腾一跳，张开血盆大口，直奔他而来。这老虎不会就是被自己击杀的那头吊睛白老虎 BOSS 吧？只不过这是20年前的吊睛白老虎。面对危险，江云飞弹身一跳，险之又险的避过。正在江云飞担心他扮演的这个少年武力值能否打死这头吊睛白老虎时，才发现这头吊睛白老虎似乎并不是特意冲他来的。老虎一跃而过后，头也不回，撒腿便溜，很快就消失在江云飞的视线下。怎么回事？江云飞感觉他似乎在逃命。嘶嘶嘶！突然，江云飞耳朵一动，听到一片蛇群吐信声，顿时感觉双脚冰凉，似有大量的软体活物游过。他低头一看，我个乖乖，地上皆是密密麻麻、五颜六色的蛇群，漫山遍地，无数毒蛇争先恐后的从江云飞双脚上爬过去。不仅仅有蛇，还有拳头大的蜘蛛、小腿长的黑蚂蚁、碗口粗的蝎子、白色灰色的毛鼠等。总之，蛇虫鼠蚁应有尽有，
全部逃难一样往雾山下跑。江云飞脸色煞白，他弹身而起，震开缠上脚的所有毒物，即刻纵身上树，不敢再落入林下。眼前场面十分恐怖，前赴后继的蛇虫鼠已过境，那规模与数量倾泻如河。哦！突然，山地间震荡，有足足7、8头黑布隆冬、布满钢针一样毛发的人力豹猿，他们同样加入逃窜的大队伍当中。当几头豹猿过后，又有不少豺狼虎豹，各种各样的猛兽恶物纷纷逃难一样，自雾山高处跑下来，好像即将有非常可怕的事情发生一样。看到这反常景象，江云飞也有种极其不好的预感，非常没有安全感。当即，他挑中一棵7、8米粗、足足上百米高的蜿蜒老树，攀登至树身顶，人则躲进茂密的树叶当中，连大声呼吸都不敢。下一刻后，轰动，如同地震，山摇地动。很快，有一尾体型巨大的蟒蛇出现。这尾大蟒蛇似乎就是雾山吞象蟒的前身，它体径粗长，也加入逃窜的兽潮当中。到底发生了何事？山上所有活物都在逃命。江云飞震惊。动！忽然，地动山摇，令得整个雾山晃动。听到这可怕动静，所有往山下逃走的野兽更是加快速度。轰动！一下刻后，有成片林木倒塌。江云飞看到一只布满红毛的类人形巨手，它摧枯拉朽，伸出来有100米长，探入而下，撞倒大量树木后，如同老鹰抓小鸡，从兽巢当中抓起一头几百斤重的野牛。野牛惊叫，不断挣扎，可惜只是徒劳。它没有半点反抗能力，便被类人形的巨手拖入雾山深处，消失不见。看到这只可怕的红毛巨手，江云飞脑袋中的第一反应就是邪恶山神。接下来，直到日落时分，雾山都处于山摇地动的可怕动静中。疑似20年后的邪恶山神大肆捕杀山中野兽，搞得鸡飞狗跳。直到日落，红毛巨手才没有再出现。叮！请玩家继续登山，在3个小时内到达雾山山巅，否则任务失败。江云飞一直窝在那株老树上躲着，听到系统提示，只能离开藏身地。登山一段距离后，江云飞猛地听到前方有人声传来，同时还有咻咻咻一道道弓箭的破空声。贱人，你跑不掉！贱人，不说出小殿下的下落，哪怕你逃到天涯海角也没有用。兄弟们，加把劲！那件女人身材正点，抓住她问出小殿下的下落后，大家把她 Triple X。哈哈，这个主意好！这贱人身材丰满缠人，老子待会要第一个狠狠上她。呸！你小子想得美！第一个自然得老大先上，你最后一个。未免多生事端，江云飞躲到隐藏的棘丛当中，伏卧在地，屏住呼吸。第32章，可恶女人！哈哈，我射中了那件女人。有个非常粗鄙的狞笑声远远传开。他 MD， 你小子悠着点，若把他杀掉，我们一会还怎么玩？另一个凶恶的声音骂道：“就是，大家下手都注意点分寸，我们要抓活的。”下一刹那后，突然传来一个女子闷痛的娇哼，紧接着咔嚓一声，某条树枝断落，紧接着一个凹凸有致、身穿粉色裙衣、纱巾遮面的女人从树上坠落。这一刻，江云飞郁闷到想要吐血。女子中箭掉落后，居然不偏不倚，恰好砸在他身上，压得他差点没一口老血喷出。江云飞只想完成任务，不想惹麻烦上身。他想尽办法想躲，可偏偏不遂人愿。这个蒙面女人左边臀部中箭，鲜血淋流，受伤不轻。她掉落下来后，哪怕有江云飞垫底，仍然半天没回过气，痛哼不停。江云飞反应过来的一瞬间，便要推开她，赶紧逃离，另觅一个藏身地。可这时，有2个黑衣恶人已经率先找到这里。大哥，贱女人在这呢！2个恶人脸上狞笑，其中一个扒开棘丛，要钻进去将蒙面女人拖出来。江云飞心里一惊，这个女人恰好将他完全压在身下，虽然温香软玉，可这完全就是要命。江云飞哪敢动？他已经感应到有11个黑衣恶人包围了这里，现在想逃也来不及。对于扮演角色的这个少年，他的武力值如何，江云飞也没谱。反正挂掉任务就失败，他便将调回0级。救救我！蒙面女人神志清醒半分后，已然发现他身下压着一个一动也不敢动的人。他已中箭，也明白落入黑衣恶人的手里后会有怎样凄凉的下场，只有朝身下的江云飞求救。救你！我还想求你放过。你掉下来砸在哪不好，偏偏压在自己身上，把我牵扯进来。江云飞内心抓愤欲狂。哈哈，贱人，怎么不跑了？给老子滚出来！最先扒开棘丛进入的黑衣人冷厉狂笑，伸手抓向压在江云飞身上的蒙面女人，要把她拖出去。你他娘的温柔点，别弄死了！问出小殿下的下落后，大家伙还指着拿他排解在这山中的寂寞。你小子快点，
别想一个人在里面先吃独食。已经围在四周的黑衣恶人们全部怪笑，眼露邪光。扒开草丛进来的黑衣恶人抓住受伤蒙面女人的腿，就要往外拖。由于光线模糊不清，加上茂盛的棘丛遮挡，对视线阻碍极大，因此这恶人并没有发现被蒙面女人压在身下的江云飞。求求你，救救我！被拖拽的蒙面女子吃力挪动嘴唇，仍然向江云飞呼救。江云飞听而不闻，他只想完成任务，其他任何事不想管。何况受伤女子又不是活生生的真人，不过是任务扮演里的一个角色。咦，这臭娘们力气还怪大，中了涂有软骨散的剑，还这么有劲。恶人咧嘴骂道。其实不是蒙面女子劲大，而是他一只手紧紧抓住江云飞的衣角。江云飞不由得暗恼，这女人太可恶了，这是非要拖自己下水不可。你小子是不是在里面先偷上心呢？他娘的，快把那臭娘们拉出来！求求你，救救我！蒙面女子仍然在奋力求救，同时她另一手死死抓在江云飞的衣襟上不肯松开。江云飞心里这个气啊，照这下去他很有可能会被发现。嘿，臭娘们还想挣扎！恶人突然发力，扯住蒙面女人小腿，往外使劲一拽，噗嗤，顿时有衣服被扯开的声音。同时恶人成功将女人拖出去，不过蒙面女人的手中却抓着江云飞身上半块被扯破的麻布衣。叮，请救下受伤女子，同时保证自己的生存，否则任务将失败。听到这提示，江云飞暗骂系统无耻，真是把他往绝路上逼。不过没辙，完成任务最重要。咦，他手中抓的是什么东西？不对，棘丛里面还有人。很快，一个极为警觉的黑衣恶人发现端倪，里面的人快滚出来！11个黑衣恶人全部锁定棘丛之内，目露寒芒，弯弓搭箭。江云飞原本还想找机会偷袭，趁他们不备偷袭救人，但现在被发现，只能另想办法。各位好汉，我只是一个普通的冒险者，纯属意外才出现在这里，别放箭，我自己出来，我马上出来。江云飞老老实实的从棘丛里钻出来，同时高举着双手，示意自己无害。独眼汉子应该是这群恶人的老大，他下巴尖锐，表情阴冷的走来。看到江云飞后，他单眼晃动，掠过寒光，朝其他人点头示意。众黑衣恶人秒懂，这是要杀掉的意思。江云飞猛地感觉全身一寒，发现他们的意图后，急忙道：诸位好汉，别杀我，我知道小殿下的下落。之前他们的对话，江云飞全听在耳中，只能尝试自救。等等，听到这话，独眼汉子开口，示意先别动手，说出小殿下的下落，饶你一命。小殿下就在。拖延时间之际，江云飞已伸手入怀，杀了他。独眼老大瞬间感觉到不对，果断下令。可这时，江云飞已从怀里掏出大包石灰粉，撒向距离他最近的所有黑衣恶人。啊，我的眼睛好痛，这是什么鬼东西？他娘的是石灰粉！快放箭射死这个阴损的王八蛋！足有6个黑衣人中招，全部被江云飞这大包石灰粉撒中眼睛，发出鬼哭狼嚎，失去战斗力。放箭，杀了他！独眼老大命令一落，便有5道长箭急速射来。但江云飞扮演的这个少年武力值不是吃素的。只见江云飞从背后取下长刀，然后舞成刀花，在叮当叮当击碰声中有惊无险，将5支箭矢全部挡下。接着江云飞提刀扭身便要逃窜，动作一气呵成。至于那个蒙面女人，江云飞打算先不管，待自己安全后再找机会迂回救她。毕竟带着一个女人可不好逃跑。却在这时，一个毒蛇般的剑光突然而至，刺向江云飞的咽喉，吓得他急忙挥刀撞去。当，刀剑相拼，江云飞直接被对方的巨力震得虎口发麻，喉咙一甜，热血上涌，哇的一口鲜血喷出。同时他人如断翅之蝶，朝后抛射飞去。我靠，怎么会这么痛？这真实的感觉令江云飞觉着这不是什么角色扮演的任务，而是活生生在发生的事情。没容江云飞多喘半口气，甚至他连擦去嘴边血迹的时间也没有。独眼老大持剑再次杀来，他手中长剑一挑，挽出一朵剑花，如同一条致命毒蛇，直抵江云飞咽喉。这个家伙是高手，江云飞完全不是对手。情急之下，他即刻翻身一跳，来到一个被石灰粉伤到眼睛的黑衣恶人身前，用刀架在他脖子上。快住手，不然我杀！然话未说完，江云飞已脸色大变。独眼老大狠辣无比，丝毫不念半点情面，一剑便将被江云飞制住的同伴刺穿。3尺剑锋透穿过同伴的身体，露出来的剑尖将江云飞的肩膀扎伤。好在江云飞警觉，及时后退2步，否则他就不是被扎伤，而是一起被刺个透心凉。我擦，角色扮演里的人都这么狠吗？为达目的不择手段，
连自己人也杀。一群蠢货都愣着干什么？一起出手把他杀了。独眼老大冷喝，迅速抽回剑，然后抬脚将快断去生机的同伴踢飞。或许是独眼老大的做法太过冷血，5名没被石灰粉扫中的同伴全部都正在原地，没有人出手帮他。一群废物！独眼老大骂完，继续挥剑攻击，要将江云飞斩于剑下。这个对手太强，要想顺利脱身，江云飞唯有拼狠。想罢，他脸色一紧，任由对方这致命一剑刺来。剑锋从江云飞的左肩膀处贯穿而过，鲜血飞溅，剧痛难当。可江云飞强行忍住，一动不动。下一刻后，江云飞闪电般伸出左手，紧紧抓住刺穿他左肩膀的剑锋，令独眼老大无法收回武器。然后他右手挥刀，奇快无比地斩向独眼老大握剑之手。啊！凄厉悚人的惨叫于冰冷黑暗的雾山中响彻。伤口平整的断胳膊连着刺穿江云飞左肩膀的剑身挂在江云飞的身上。江云飞以受伤为代价，成功重伤独眼老大，然后重重一脚将他踢飞，接着转身就跑。可这时一道破风声射来，江云飞猛然感觉到右腿剧痛，被一道类似于暗器的连钩索打中。他 M 的。这时江云飞才发现，又是那个可恶的黑衣女人。带我走，求求你！蒙面女人用藏在袖衣内的暗器连钩索打中江云飞的左腿，伤口虽然不深，却将二人连在一起。杀了他！快！不计一切代价杀了他！要是放跑他，我杀光你们这群废物！失去一臂，痛苦到面色扭曲的毒汉老大躺在地上嘶声咆哮。第33章，恶人追来。MD， 这女人实在可恶！这是强迫江云飞救他，否则就拉他一起死。若非系统任务，也要江云飞救他。他现在真想一刀斩下他脑袋。江云飞无奈，抓起女人扛在肩上，转身就逃。咻！霎时间，5支冷箭破空而去，射向江云飞。为加快逃命速度，江云飞不躲不避，将肩膀上这可恶的女人当成人肉挡箭牌。他不仁，我不义。虽然系统要我救你，但你敢害我，江云飞也不会跟他客气。系统任务只说要救他，保证他不死就行。最终，在独眼老大咆哮连连的怒吼中，江云飞背着蒙面女人成功逃出众恶人的视线。哦！雾山某处，一头千斤猛兽从黑暗中扑来，攻击忍痛逃命背着蒙面女子的江云飞。江云飞身受重伤，自然不会跟他纠缠，几个起落避开他的扑击后，即刻绕过他继续登山。系统任务是要他在3小时内到达山巅，就这个可恶女人是临时添加的，所以江云飞的目的现在是登山。避过猛兽后，没过多久，后方传来激烈的动静与发狂兽吼声，看来是黑衣恶人们追杀过来时遇到猛兽。黑衣恶人们不会放过江云飞与蒙面女人。江云飞忍着剧痛继续登山，毕竟是上一世经历过末世灾难的人，江云飞对于疼痛的忍耐力远超常人。没过多久，哗的一声，又有一条未知的凶恶大蟒蛇咬向江云飞。江云飞没有抵挡，直接以背后的蒙面女子挡向咬来的大蟒蛇。滋！大蟒蛇咬上女子的后背，竟然如同啃在一块玄铁上，不仅被崩断几根牙，还擦出刺目的火花。蛇牙崩断，痛得大蟒蛇叽叽怪叫。这女人身上应该有件不凡的护体宝衣，难怪之前被江云飞拿去挡弓箭，她也没有受伤。她虽有护体宝衣，却没有护身宝库，否则她的后臀就不会中箭。快，他们在那，追！很快，后方如复古之躯的黑衣恶人再度追上，他们发现江云飞后直接放箭。江云飞二话不说，再次拿后背的女子当成人肉挡箭牌，将所有射来的毒箭一一挡掉，继续逃窜。江云飞现在很不好受，肩膀上的箭还未拔出，左腿上又有伤，还背着昏迷的蒙面女子。若非扮演的这角色少年本身体质不错，江云飞毅力坚强，强忍痛苦，怕早就跑不动了。难怪上一世无人能挑战成功红色噩梦级转职任务，这任务难度确实有点非人类。雾山多野兽猛禽一路登山逃窜，遇上不少恶兽攻击，好在都有惊无险。对于后背这名女子，江云飞是恨透了，一有危险便拿她当挡箭牌。终于在3个小时即将结束之前，江云飞成功登上山顶。叮！第一阶段任务完成，接下来请保证蒙面女人的存活，否则任务失败。久违的系统提示声再次出现。奶奶的，还有完没完？系统依然要江云飞保住这女人。骂归骂，江云飞没辙，任务还要继续。体力快用尽，他强撑着一口气，背着黑女人四处寻找过后，终于发现有个较为隐蔽的兽洞。洞主人是一头膘肥的黄毛母老虎，它很有可能是20年后的雾山母老虎 BOSS。 对于闯入者，母老虎非常愤怒，血盆大口，张牙舞爪，是要捍卫家园，
将江云飞两人当成食物。但在被江云飞痛揍一顿后，这头母老虎鼻青脸肿，惨叫而逃。这里是一个虎洞，背山临渊，又潮又湿，外面全是杂草棘丛，暂时躲在这里应该安全。砰！江云飞将后背昏厥中的蒙面女人丢在地上，然后处理自己的伤势。江云飞忍痛将肩膀上的剑拔出来，然后用嘴与右手将脱下来的衣服死死绑住伤口，防止流血过多挂掉。叮！玩家拯救蒙面女人任务成功，系统奖励疗伤丹1枚，请保护至女人清醒，方可进行下一阶段任务。声音提示过后，江云飞惊喜发现他的手中多出1枚纯粹透明的疗伤丹药，这丹药真是来得太及时了。江云飞将丹药吞入嘴中，然后第一时间忍住痛苦，将钉在他腿上的钩索硬生生扯出，总算摆脱把他与可恶女人连在一起的钩索。不得不说，系统给的疗伤丹药就是神奇，入口即化，全身暖洋洋。江云飞所受的伤以肉眼可见的速度在快速恢复。不过20分钟的时间，江云飞发现肩膀与脚上的伤口全部恢复，焕然如初。他扮演角色的这个少年再次生龙活虎。伤势恢复，江云飞便把目光投向仍在昏迷中的蒙面女人。系统要他保护到女人醒来，才能进行下一阶段任务。也不知道这女人什么时候才醒过来，干等也不是个事。对于系统下一步将会发布什么变态任务，江云飞不清楚，但绝对不会容易。江云飞身上现在只剩下那把破刀，什么装备也没有。他忽然心头一动，目光看向仍昏迷中的蒙面女人。为了后续的未知任务多点保障，江云飞伸手摸入她怀里，上下摸索，看能不能找到什么有用的东西，以备不时之需。洞内黑灯瞎火，什么也看不清楚。片刻后，什么东西也没找着。江云飞不甘心，双手继续在她身上游走。他甚至在想，实在捞不出宝贝，就把这女人身上那件宝衣扒下来得了。终于，当江云飞左手在触摸上对方那光滑的大腿内侧时，发现有一物。取出一看，是一柄2指宽、镶着紫色宝石、雕着符文、闪着荧光的匕首。正端向匕首之时，江云飞突然感觉到了一股致命的危机感。黑暗中有冰冷的金属寒光闪过，江云飞警觉的脖子往后一缩，当下便有一道凛厉破风的寒光划过，仅仅差之半厘，他的喉咙就被一刀划过。江云飞惊怒，瞬间意识到是那蒙面女人醒了。无耻淫贼，你敢侮辱我，我要杀了你！蒙面女人的声音充满难堪与羞愤，她一匕首落空，再次凭着感觉刺向江云飞。江云飞本就烦她，自然不会客气，出手如鹰爪子探下，捏在女人手腕处一扭。啊！蒙面女人娇声中带着难言的痛苦，五指再也抓不稳匕首，匕首叮当落地。可恶的淫贼，有本事你杀了我！蒙面女人性子真烈，虽说娇体受痛紧绷，攻城瞎撞，也依然嘴硬。就算我是淫贼，也好过你这恶毒女人。我与你非亲非故，你却恶毒的硬拉我下水，令我险些丧命。别说刚刚摸你，老子就是把你扒光墙上了，也是你活该，这是你欠我的。事实上，就他完全是系统发布的任务。由于江云飞不知不觉融入扮演的这个角色中，对于女人先前的所作所为十分愤怒。蒙面女人被齿咬动，吃力的挤出断断续续的声音：不起，可你若是个人物，可以杀我，但不要亵渎我的身子。亵渎你？我又不是变态狂魔，还能意淫你一个角色虚拟人物？江云飞要气笑了，但突然江云飞耳垂一动，听到洞外不远处有人声动静。不好，黑衣恶人找来了！情急之下，江云飞一个熊扑压向蒙面女人，同时伸手捂住她的嘴巴。蒙面女人彻底被吓懵，以为江云飞兽性大发，现在要霸王硬上弓，她使劲的挣扎，嘴中直叫：闭嘴，要抓你的人找来了！你再这样乱叫，大家都要死！江云飞急忙贴近她耳朵，压低声音说道：不想死就安静下来。听到这样一番话后，又感觉到江云飞将她压倒后并没有下一步动作，蒙面女人也安静不少，没有再疯狂挣扎。不过二人现在的姿势实在是太过暧昧旖旎，江云飞霸道的以手捂住她红唇欲滴的嘴巴，紧紧将她压在地，二人一上一下，亲密无间贴在一处，不分彼此，甚至连对方的心跳、呼吸、气味也能无意遗漏的被双方感知。这羞愤之下，蒙面女人忽地张嘴，一口咬在江云飞的手掌。死！痛得江云飞差点叫出声。不过江云飞此时也不敢弄出太大动静，几名黑衣恶人已经出现在附近，随时有可能找到这里，情况不太妙。若是被发现，就成了瓮中之鳖，到时想逃都难。兄弟们，这里好像有个洞口。听到外面这个声音后，江云飞心里一紧，被他强压在身下的蒙面女人也好不到哪儿去，她娇躯颤抖，脸蛋发白。他能感受出江云飞虽然讨厌他，却还有底线，不会真的把他怎么样。
可要落在恶人们的手里面，那下场简直就是噩梦。瞬间，他心里有了某一个决定。顺着洞口，可见几个恶人越来越接近。就在江云飞以为必须要行动时，突然之间，洞外传来一道凶悍的吼声。第34章5000年血山魈半生灵果上。有猛兽，是头大虫，兄弟们小心！啊！它咬到了我的腿，救我！就当黑衣恶人们要摸入洞中查看时，洞外忽然扑来一头黄色母老虎，令得他们阵脚大乱。洞内已不安全，趁此之际，江云飞从蒙面女人身上离开，粗暴地将她背上，同时小声威胁：“你要是再敢向我出手，我会杀了你。”女人没有说话，只是意外地看向江云飞，没想到他还愿意帮自己。事实上，若非是系统指定要江云飞保护她安危，他才不会带着这个讨厌的累赘。洞口外，被黄毛母老虎缠上的几名黑衣恶人完全没有发现江云飞背着女人已经神不知鬼不觉地离开。半晌过后，已是深夜，万物俱静，整个雾山偶尔传来夜鸟啼声。某株巨树上，足够容纳5、6个人的萧巢中，江云飞与蒙面女人正出现在此。而萧巢的主人叶萧已经死在江云飞的匕首下。从蒙面女人腿上摸来的紫宝石符文匕首，削铁如泥。江云飞就是用它解决掉过人高的叶萧，并且是一刀毙命。你叫什么名字？蒙面女人脸色依然苍白，她主动开口与江云飞说话，但江云飞并未理她，他在等待系统下一步任务提示。我叫雨诗月，谢谢你救我。如果可以，希望你能帮我做一件事，报仇任你开。雨诗月期待地盯着江云飞，脸上一直毫无反应，不想理他的江云飞听到雨诗月3个字后猛然一惊。雨诗月，这不是未来的雨国女皇吗？玩家10级转职离开新手村后，可以自由选择加入7大国度之一，雨国就是7大国度之一。上一世江云飞在游戏里就是选择的雨国，所以知道雨国女皇名叫雨诗月。但雨诗月可是一名天阶超级 BOSS， 怎么现在会这么弱？叮！雨诗月向你发出请求，请问是否接受？久违的系统提示响起。乖乖，这可恶娘们真是未来的超级 BOSS， 雨国女皇雨诗月。听到系统提示，江云飞彻底震撼，他毫不犹豫选择答应。叮！玩家选择接受雨诗月的请求，退出角色扮演模式。系统话音一落，江云飞惊喜发现，他终于恢复过来，不再是黝黑的少年，失去的等级、装备、属性再次恢复。原来这才是你的本来面目。看到江云飞突然变了个模样，雨诗月微微吃惊，然后肃穆道：“实不相瞒，我乃是雨国皇后近身侍女，小公主得了怪病，无法医治，我奉命带她出来求医。听闻雾山内有5000年级别的血山魈，她的半生灵果乃稀世宝物，可救治小公主恶疾。”叮！雨诗月向你发布任务，请取得血山魈的半生灵果交给他，你将获得他的一个人情。要是换做别的 NPC 帮他做任务报酬是狗屁人情的话，江云飞只会嗤之以鼻。但雨诗月可是未来的雨国女皇，天阶级别的超级 BOSS， 他的人情绝对无价。至于雨诗月日后如何从一个皇后侍女一步步变成雨国女皇，完成人生逆袭，江云飞没兴趣了解，只知道完成他的请求才是通过红色噩梦级转职任务的关键。谢谢你的帮助，这把血妖就送给你了，相信他对你取得半生灵果会有帮助。雨诗月目光看向江云飞从他大腿上顺走的匕首，道：“叮！由于小公主病情恶化，请您在天亮前取得5000年血山魈的半生灵果，否则任务失败。”听到系统这个提示，江云飞知道不能再浪费时间，便朝雨诗月道：“我尽力而为，拜托了。”雨诗月，这个未来的雨国女皇，目送江云飞离开后，原本弱不禁风的眸子内释放出无尽深邃。通过任务提示，半个小时后，江云来到一个巨大无比的山洞口。洞口外面100米之内寸草不生，而且全是野兽骸骨。这些白骨必是被5000年血山魈生前吃掉的野兽所留。5000年级别的血山魈最少都是地阶鬼级以上的可怕 BOSS， 要是被发现，秒杀江云飞是毫无意外的。正当江云飞在思量要如何偷取到5000年血山魈的半生灵果，完成任务时，后方突然传来动静。江云飞立刻躲入一具白骨之后隐藏起来。没过多久，一行黑衣人影慢慢的出现在江云飞的视线之内。这正是不久前追杀江云飞与雨诗月的黑衣人。为首的独眼脸色发白，表情阴沉，如同要吃人的野兽。他恶狠狠地盯着11名手下：“你们这些废物，抓不住雨诗月与那杀千刀的小子，全部该死！现在找不到他们2个人，也没查出小殿下的下落。若想回去后不被处死，我们只有孤注一掷，盗走5000年血山魈的半生灵果，将功赎罪。”11名黑衣人虽然脸色恐惧，但还是咬牙道：“全听您的吩咐。”独眼冷冷点头，断臂的疼痛令他的表情时刻都显得几分狰狞。5000年血山魈虽然力不可敌，
但毕竟是一头野兽。现在他应该在睡觉。你先进去查看下里面的环境，确定半生灵果的位置，然后回来告诉我。独眼指向一名手下道。被指到这个黑衣人被吓得全身发颤，但不敢拒绝，因为拒绝的下场就是立刻被杀。是。这人无比恐惧地走进5000年血山魈的洞里。在他进洞后，独眼发令：你们几个多抓些野兽回来，记住，我要活的。5000年血山魈喜欢活血时，这畜生贪吃，我们要让他吃个饱。暗处的江云飞内心直呼天助我也，本来还不知道应该怎么做，现在独眼一伙也在打5000年血山魈半生灵果的主意，正好就跟在他们身后找机会浑水摸鱼。谁？滚出来！忽然独眼眸中闪出寒芒，目光锁定一个方向，杀意大盛。江云飞心头一跳，还以为自己被发现，正要转身就逃时，又感觉不对。独眼环顾四周后，看到没人出现，才慢慢收回视线，便让另几个手下离开，准备布置什么。很明显，谨慎的独眼刚刚是在虚诈，看看四周会不会真有人躲着。MB， 这年头连个 NPC 都这么狡猾吗？差点着了他的道。江云飞暗骂。第35章5000年血山魈半生灵果下。在独眼他们为接下的行动做准备时，江云飞也悄悄离开原地，摸入血山魈的洞中。任务失败的代价是等级清零，江云飞对这个任务无比重视，不敢半点大意。他从包裹里拿出还剩7点耐久的隐身符，隐身后，江云飞小心地进入山魈巢穴。才刚踏入山魈巢洞内，便有一股火热无比的热浪袭来。江云飞发现洞内温度极高，好像处于火山内一样，连岩壁上都是赤红色的泥土。100米深后，红色的洞壁上居然全是大大小小的灵芝灵参。这些蓝芝灵参个个晶莹剔透，泛着光泽，散着药香，不惧酷热，于如此严酷的环境下茁壮生长，将整个干燥炙热的巢穴空气熏染得如同世外桃源。靠！上品灵参！江云飞眼睛冒光，这可是游戏里万金难求的宝药，他立马要摘，系统却提示任务之中无法摘取。江云飞不由跺脚暗骂：你爷爷的，这不是叫我空入宝山，能看不能吃吗？没办法，江云飞强压下欲望，继续前进摸索。血山魈的巢洞地势9曲18弯，而且越是深入温度越高，说不出的难受。隐身符的时效是30分钟，为抓紧时间，江云飞全力奔行起来。5分钟后，江云飞骇然发现前方的环境突然一变，不再是炙热如火，而是阴凉清爽，地面岩壁上长满花草。血山魈巢穴果然反常，前一段路如同火焰山，长满灵芝灵参，可江云飞来到这里后，顿时又是花红柳绿，姹紫嫣红，完全是另外一片天地，就是一个冰火两重天的矛盾之所。咻！突然一道破风刀光从江云飞脑袋后袭至，大刀差点劈中隐身中的江云飞。杀！杀杀杀！我要杀光你们！攻击江云飞的人是被独眼派进来查看的那个黑衣恶人，不过对方现在神志不清，眼神涣散，嘴中不停流着口水，拿着大刀朝空气中乱砍，风言风语个不停。什么情况？江云飞不知道这家伙在发什么疯，可突然间有一阵阴寒无比的鬼风冲向隐身中的江云飞，一股难以形容的恶寒扑面而至，令他整个人脑袋发懵，身体虚浮，好像有一股可怕的恶念要进入他的身体，要夺他的身体。叮！您遭受的阴魂攻击，请务必小心，不要被他们夺走身体，否则任务失败。阴魂？什么怪物？江云飞心中大急，不知如何是好。看不清摸不着的阴魂，连隐身中的自己都能攻击，江云飞真不知道要如何对付他们。可在这时，江云飞包裹中那把与诗月说送他的妖月匕首突然一颤，激发异样的气息从江云飞身体里散开。嗷呜！要夺他身体的阴魂突然惨叫，全身冒烟，迅速远退，躲进地里消失。江云飞脸色发白，重重喘气，身体终于恢复自由。阴魂虽然没有对他造成任何伤害，连血量都没减一滴，但这东西实在是太恐怖，防不胜防。好在他趁雨诗月昏迷时抢来这把妖月匕首，这匕首虽然看不到属性，没想到却能对付阴魂，难怪雨诗月说他也许能帮助自己。突然间，自雪山魈巢穴的深处响起凄厉惨人的女人哭音，那声音既似鬼啼，又似人声，就是不知道是有女鬼还是真有女子在哭泣。这雪山魈的鬼洞巢真是邪门，连隐身状态的自己也不安全。江云飞吞咽了一口口水后，继续朝深处慢慢走去。不得不说，雪山魈的巢穴内简直是个宝地，山珍灵翠无数。江云飞摸索途中又发现了大量珍贵药材，只可惜他一样也无法摘取。
这世界上机遇与危险永远是并存的，其内除了珍贵灵药外，还有猛鬼阴魂。若非有妖月匕首帮助，江云飞根本走不到这里。终于要达到血山霄巢穴的最深处，这里灵果灵物，奇参奇珍，更是多到让人眼花缭乱。其中几株灵翠在绝世涅槃后期都是有价无市的极品灵物，但可恨的是，一株都无法摘取。突然，江云飞第六感察觉到有无数双恶意冰冷的目光，无形无影，从各个方向锁定着他。若非忌惮他手中的妖月匕首，现在定有无数恶灵恶鬼呼啸而至，要争抢他的身体。很快，从最深处再次飘来凄厉的女子哭泣声。江云飞循声找去，4分钟后，他猛地双目凝滞，表情僵硬，肌肉不由自主的紧绷。江云飞看到了匪夷所思的诡异一幕，前方已经是5000年血山霄洞的中心，那铺满灵药灵草的四周，竟然有着一道道黑藤缠绕，上面吊捆着10几个赤身裸体、眼眸失神、饱受蹂躏的女子。这些女人全是活生生的人，一个个披头散发，乌脸垢面，皆饱受摧残与折磨，肤肤上尽是一道道血迹爪痕。很多女人似乎被摧残的精神失常，目光痴呆地盯着地面，或者望向上方，一动也不动。血山霄性本淫，这些女人全是被血山霄抓来的吗？难道20年后的雾山邪恶山神就是这头5000年血山霄？那邪恶山神同样爱掳走女人，老村长的孙女玉儿就被掳走过。这里已经是洞巢最深处，却没有看到正主5000年血山霄。江云飞暂时不敢轻举妄动，哪怕他处于隐身状态。很快，江云飞发现前方有一汪10来米宽、浓稠恶臭的血池，血池里边生长着一株漆黑色、没有树叶，只有弯弯曲曲枝条的古怪植物。植物如同活物，不断的扭动，它的顶端一头吊悬着一枚拳头大小、一边红一边白、长满鳞毛的奇特果子，果子上面竟然还有一张缩小型的人形五官，如同一个婴儿般。这就是5000年血山霄的半生灵果吗？得到它，自己的任务就将完成。这是一个无比巨大的诱惑。不过，没有发现5000年血山霄的身影，江云飞不敢有任何动作。就在江云飞继续寻找5000年血山霄在哪时，突然那一汪血池内起了动静，血池沸腾起来，爆起一个又一个的血泡，然后炸开，令得空气中的恶臭浓到令人作恶。莫非他在血池下？江云飞震惊想到。然而下一刻后，突然发生异变。第36章狠人与尸月。砰！下一秒后，血池里爆发汹涌血浪，有道魔性可怕的怪影从血池里破爆而出，掀得狂风大作。是一个3米多高，前胸后背生满绿色鳞片，手臂双腿全是红毛，如同人猿模样，有着狰狞五官的怪物。这便是5000年级别的血山霄吗？虽然离他有数十米远，而且还是隐身当中，可当5000年血山霄出现后，从他体内散发出的魔性气息依然令江云飞充满不安。地阶鬼级 BOSS 5000年血山霄。属性：山中有精怪，身长而体黑，力大可拔山。10年有黑毛，100年生绿鳞，1000年成红妖，奔跑快如风，徒手撕虎豹，乃是山精野怪之内排入前20的可怕霸主。血山霄，其寿悠长而性淫，时常掳掠人类女子侮辱。毫无疑问，江云飞根本看不到他的属性，只有一段简短介绍。隐身中的江云飞现在一动也不敢动，甚至大气都不敢喘，就怕被血山霄察觉到他的存在。这要是被发现，绝对是秒杀。MD 系统真是毫无人性，才11级的他做个转职任务，居然要面对地阶鬼级 BOSS， 这完全不可能。唯有5转1身地阶极品装备的玩家，组成一个强大队伍，才有可能与这种可怕 BOSS 一战。怪不得上一世红色噩梦级转职任务无人成功。下一秒后，江云飞汗毛直立，嗖的一声，可怕无比的5000年血山霄已出现在他面前。完蛋，被发现了！噗，鲜血喷洒，江云飞瞳孔圆睁，嘴角喷血，不敢置信地望着他的胸口，被5000年血山霄的魔爪透穿。江云飞的头顶上爆出恐怖无比的伤害数字，111239，足足11万伤害。呜的一声，江云飞身体天旋地转，被5000年血山霄甩出，然后扑通一声掉入恶臭的血池内，成为其中的养分之一。一招解决掉潜入的江云飞后，5000年血山霄4感应到什么，朝洞口发出咆哮后，化为一阵凶风，快如闪电的离洞而去。叮！您遭受到必死伤害，尸化技能自动触发，状态恢复巅峰。接下来的30分钟内，属性增加100%，伤害增加50%，移速增加500%，无视控制效果。哦！被5000年血山霄丢入血池的江云飞，不小心呛进大量血水，又腥又臭，就像掉进粪坑一样，令他恶心的干呕起来。MD 5000年血山霄不愧是地阶鬼级的 BOSS， 利用隐身符隐形的江云飞根本逃不出他的法眼。
若非尸化技能已经刷新，江云飞已经被挂掉，任务失败。轰动！江云飞才从血池内爬出来，猛然间，外界却传来毁天灭地级的巨响。接着，山摇地震，整个雾山都似乎要被掀倒过来。哦！与此同时，外边响起恐怖愤怒的嘶嚎，似乎是5000年血山魈的吼音。难道有猛人出现，在外界与血山魈战斗吗？江云飞震惊想到。就在这时，洞穴内狂风骤起，山洞在皲裂，一块又一块巨大的岩石开始掉落。砰！江云飞发现他人品真是奇差，一块半米粗的巨石掉落下来，正好砸在他头上，400打掉他1半以上的血。呜！洞穴内升起的狂风无比猛烈，地皮都已撕裂。江云飞与被绑起来的那些可怜女人，在巨大风力下毫无任何抵挡能力，被拔地吸走。砰地的一声，江云飞被狂风吸飞，与几个裸女空中撞在一处，头上血量30。江云飞人于空中，立刻从包裹里掏出初级回血丹，猛往嘴里塞。红颜祸水与洛星辰之前给过他不少初级回血与回灵丹，回血丹一直没用过，现在却成了江云飞的保命之物。山洞在皲裂，凶猛狂风没有半点减弱，江云飞如无根浮萍一样，被凶风扯得四处乱撞，痛得他是头晕脑胀，全身剧痛，头上不断在掉血。虽然每次不多，一次20、30之类的，可连续不断掉血，还是令江云飞陷入危机。他拼命地啃回血丹，尸化技能正在触发当中，一旦血量掉到临界点，他可就真的死了。也不知道外界究竟发生着何种可怕战斗，令得整个血山魈的巢穴都快要坍塌。与此同时，外界5000年血山魈不知施展何种技能神通，由3米高的身体竟然变身成了一头100米多高与山齐间的巨怪。高达100米的血山魈力大无穷，简直就是一头摧毁一切的巨无霸。而他的敌手居然是一名紫衣裙装、长发飘飘的美丽女人。要是江云飞在此，就会发现这个能与5000年血山魈一战的美丽女人，居然是雨诗月。雨诗月完全不似之前的虚弱，仿佛化身为神，素手招洞间引来水、火、风等实质超自然力量，竟然与5000年血山魈斗个旗鼓相当。孽畜，3个月前我向你借半生灵果救小殿下，你不但不肯，还将我打伤，害我修为被封印9成。今天我破除封印，重返巅峰，是要将你扒皮拆骨。原来之前雨诗月实力那么弱，还差点被独眼等人侮辱，竟是实力被封印所致。山外由于这2位神仙级打架，已经被摧残的惨不忍睹，到处坑坑洼洼，狼疮满目。哦！5000年血魈愤怒咆哮，双目通红，轰咚一声飞跃而起，携带着灰褪色妖雾，如同一座巍巍大山，朝雨诗月发出毁灭性攻击。砰！轰响，石破天惊，传遍整个雾山，掀起数百米高的灰尘。孽畜，我看你还能强撑到几时？雨诗月傲人的胸膛起伏，嘴角流出一抹鲜红。5000年血山魈的难缠程度略微超出了雨诗月的预算。实力被封印的这几个多月，他使用阴毒手段捉来不少女子，给他们中下邪法，然后让血山魈捉走他们，暗中消磨他的实力。可刚刚血山魈这发狂的一击，仍然让雨诗月有些狼狈。而血山魈施展完刚才的攻击后，气息明显萎靡不少，不断喘着雷霆般的粗气。看到这一幕，雨诗月眸子一亮，笑了起来。孽畜，你这几个月不停糟蹋那些女人，精气神已在不知不觉中亏空，你的死期到了。雨诗月抹了把嘴角上的血迹后，眼神一寒，从怀里摸出一张透着强大波动的紫色道符。咔嚓！随着雨诗月将手中的紫色道符捏碎后，夜空上突然电闪雷鸣，霎时间，自9天之上垂落下一道银色的狰狞雷弧，瞬息之间，雷光便轰击在100米高的血山魈脑门上。哦！血山魈发出绝望的悲鸣，响天动地。雷霆之力是所有精怪异物的克星，哪怕是山怪中的霸主，高达5000年级别的血山魈也承受不住。咚！100米巨躯的血山魈挨雷一击后，巨躯一僵，全身焦黑，蒸腾冒烟，最后轰然倒下，砸起一片灰尘。已无半点生气的血山魈，他从100米之躯立刻缩水，最后彻底化成正常人类大小、长满红毛的人猿形态，只不过已经没有任何的生命特征。在血山魈不远处，另有11道死不瞑目的尸体，却是独眼他们。恢复到巅峰的雨诗月怎么可能会放过他们？早在血山魈出来之前，已将他们虐杀无数遍。该死的孽畜，就算你死了，我也要抽你的魂魄炼成凶魂，毕生为我所用。雨诗月一甩衣袖后，朝变成死尸的血山魈走去。与此同时，江云飞也陷入危机，山洞坍塌，初级回血丹已经吃完，他被活埋在地底。第37章，我要你不得好死。-20、-19、-18。被埋在山底下的江云飞，每3秒钟一次持续掉血，
就算是尸化状态，血量高达800多的他也撑不了多久。包裹中所有初级回血丹已经用完，也没有怪物让江云飞吸血，迎接他的似乎只有死亡。任务失败，怎么办？红色噩梦级转职任务，他只能走到这了吗？失败代价是等级清零。江云飞不甘心放弃，可眼下情况，他却毫无任何自救可能。头顶上依然在每3秒1次掉血，尸化状态中他有866的血量，可现在仅剩最后100血，再过15秒就将掉光。就在江云飞自身都要绝望之际，哇，有个凄厉的婴儿啼哭在他耳朵边上响起。江云飞艰难扭转眼球，发现居然是那个拥有婴儿脸的半生灵果。山洞坍塌后，雪山魈的半生灵果也被埋住，而且正好埋在江云飞的耳朵边上，与他近在咫尺。5000年雪山魈的半生灵果绝对是超越极品之上的灵阶神药，若是咬他一口，自己有没有得救？看到只剩下最后60的血量后，强烈的求生欲望令江云飞爆发出惊人的潜力，他居然成功扭动了脖子。江云飞张嘴一口咬上生有婴儿脸的半生灵果，哇！哪知半生灵果竟然像是有生命一样，被咬后发出啼哭声。而咬上一口半生灵果的江云飞立刻感觉自己像是吞下了一口滚烫的白开水一样，嘴巴喉咙瞬间被烫中。下一秒后，胃里如同有火在烧，全身剧痛如绞，整个身体里温度迅速暴涨，就像是一座要爆发的火山。叮！玩家云飞服下临阶极品血消半生灵果，生命、灵力恢复100%，所有属性增加1。听到系统的提示，本来痛苦万分的江云飞内心顿时一怔，这株血消半生灵果居然高达临阶极品！要知道，哪怕是上一世绝世涅槃后期，临阶极品的神药都是稀世珍宝，每每出现都将引得游戏里八方震动，各门派势力、天罡地煞榜上的高手争抢。就是主宰级的落水泱泱3人，对临阶极品神药也做不到无动于衷。知道这是临阶极品神药，每咬一口，所有属性永久加1后，江云飞哪还忍得住巨大诱惑，张口便开始猛咬。叮！玩家云飞服下临阶极品血消半生灵果，生命、灵力恢复100%，所有属性增加1。本来江云飞是为了保命，现在却是冲着他的神奇药效。咬一口所有属性加1，咬上100口就是加100。凭空多出这么多永久属性，不亚于多了一件神器。什么红色噩梦级转职任务，全部被江云飞抛诸脑后，他现在眼里只有血消半生灵果。耳朵不停出现系统的提示音，所有属性永久加1。虽然每咬一口血消半生灵果，肚子都痛到翻江倒海，全身热得像要爆炸一样，但为了获得更多属性，江云飞完全不要命了。叮！玩家云飞第51次服下临阶极品血消半生灵果，生命、灵力恢复50%，所有属性增加 0.5。 增加的所有属性开始减半，可仍然瓦解不了江云飞对属性提升的疯狂。偌大个血消半生灵果已经被他啃下一半，可他依然没有停下来，继续咬。当整个血消半生灵果足足被江云飞咬掉2/3后，叮！玩家云飞第100次服下临阶极品血消半生灵果，生命、灵力恢复50%，所有属性增加 0.5。 触发神效洗精法髓。玩家云飞对临阶极品灵药抗性达到100%，低于仙品药王，再无提升作用。吃到肚子都快炸的江云飞听到这个提示后，不由暗骂系统无耻，这是摆明不让他继续提升了。而且以后低于仙品药王的神药对江云飞根本无效，这就有点坑爹了。临阶极品神药都是凤毛麟角，仙品药王上一世的绝世涅槃里似乎只出现过1次，但还没有任何玩家得到。算了，自己也不能太贪心。江云飞吃下大半个血消半生灵果，所有属性增加了75点，已是逆天。而且好像还得到一个洗精法髓，不知道有什么用。江云飞立刻呼出属性栏查看，种族人族，角色云飞，职业术士，等级11，修为无，生命688，灵力599，攻击287-399，防御321，根骨10，体96，力40，敏75，智313，幸运加2，功德点116，金钱58金16银91铜。僵尸王银钩本源，融合度初级，可升级，提升所有属性永久增加 10%， 额外提升智力加100，攻击加50，防御加50。天赋被动狮王威压，对狮族怪物伤害增加 50%， 灵力恢复速度增幅 30%， 吸血 10%，10% 几率无视目标防御并暴击。天赋技能尸化血爆。僵尸王银钩虽不死不灭，超出3界外，不在5行中，
然实力通天，却被天道与众神所诅咒，事倍功半。看到自己的属性后，江云飞心底要笑出了花。诗化状态已经消失，可他所有属性增加75后，他现在的属性都快要追上开启诗化的自己。以江云飞现在的属性，下一次进入诗化状态，血量能高达1200以上，攻击力比黄阶初级 BOSS 还要高上1倍。这次红色噩梦级转职任务就算失败，等级清零，江云飞也赚大发了。等级可以重练，可永久属性却不能。轰！就在江云飞陷入属性暴增带来的狂喜时，突然感觉到地面又在震动，地壳在分裂中。半晌后，砰的一声巨响，地底轰然爆开，江云飞随着爆开的碎石乱岩一起飞上天空。是你，你竟然没死！虚空中响起一个带着淡淡吃惊的女人声音。被崩飞的江云飞听到这个声音有点熟悉，咦，是雨诗月的声音。在江云飞想起是谁的声音时，他随着地底冲飞出来的乱石重重摔在某个石坑之中。江云飞脑袋七晕八素，头上出现一个687的血量，仅差最后一点，他便被活活摔死。该死，是不是你偷吃了血霄半生灵果？天空中响起了雨诗月愤怒万分的声音。下一刻后，江云飞直接从石坑内被吸入天空。混账，你敢偷吃血霄半生灵果，我要你不得好死！第38章天赐鸿福，借位归真。江云飞被不可抗的吸力扯入天空后，瞬间便感觉自己被一只纤纤素手掐在脖子上，而掐住他的主人正是一身紫衣飘飘，立于云端，此刻似降下神法女神的雨诗月。叮！雨诗月对你使用雨之神法，你的装备桃木法扇被摧毁，永久消失。叮！雨诗月对你使用雨之神法，你的装备疾风靴被摧毁，永久消失。叮！雨诗月对你使用雨之神法，你的装备玉骨披风被摧毁，永久消失。听到连续3个系统提示，江云飞又惊又怒。虽然不知道雨诗月是如何在突然之间变得宛若神人般强大，自己只能任他宰割，可要再继续这样下去，怕不止一身装备被毁，还会有其他不可磨灭的可怕影响。雨诗月，你奶奶的！老子从独眼他们手里舍命救你出来，保你清白不失，救你性命不说，还因为你的一个请求，独闯5000年血山霄的魔巢，助你得到血霄半生灵果。老子对你恩比天高，说是你再生父母也不为过，你却恩将仇报，要置我于死地！你这恶毒至极的白眼狼，贱女人！似乎是江云飞这一番痛骂起到了作用，雨诗月总算停了下来，可是他看向江云飞的眼神依然冰冷无情。你与我有恩也有过，在虎洞中你占我便宜，恩过相抵。本来我可以不杀你，但你千不该万不该动就小殿下的半生灵果，你罪无可赎。话音一落，雨诗月继续发难。叮！雨诗月对你使用雨之神法，你的辟邪神符被摧毁，永久消失。叮！雨诗月对你使用雨之神法，你的隐身神符被摧毁，永久消失。MD！ 这恶毒贱女人！江云飞惊怒无比，再这样下去，他怕装备与包裹里所有东西被摧毁后，雨诗月的雨之神法会删减他的属性，那样江云飞无论如何也接受不了。雨诗月，你这个贱人给劳子记住，用不了多久，劳子一定上雨国找你讨回公道。江云飞愤怒骂道，同时向系统申请放弃这次任务。叮！玩家处于特殊状态中，无法放弃任务。系统你狗日的！听到这样的提示，江云飞真是抓愤欲狂，还敢叫嚣？看来我有必要回你根基。雨诗月本就心狠手辣，正要再度下手之际，他的眸心忽然大变，有一个绣着牡丹花的香包飘出，然后被他抓在手中。小殿下的气息！雨诗月怔怔不敢相信，看了看绣着牡丹花的香包，又看了看满脸恨意的江云飞。你怎么可能会拥有小殿下的东西？那个绣着牡丹花的香包是老村长的孙女玉儿留给江云飞的。江云飞不知道什么小殿下，但现在心里是满肚子恶火，而且闻出了一股可以自救的味道。虽然江云飞现在恨不得把雨诗月千刀万剐，但显然不可能办到。去你姥姥的！我不知道什么小殿下，但这个香包是一个很重要的人留给我的。贱人，你杀要剐随你，但不要碰我的香包！雨诗月黛眉轻蹙，目光如炬地审视江云飞。很重要的人留给你的。话一落，不知道雨诗月又用了什么神通，他的一对眸子变化出日月星辰之象，然后投出光芒照向江云飞。片刻后，光芒消失，江云飞也突然感觉到脖子一松，恢复了自由。雨诗月终于放开了他。原来你是来自20年后的异世冒险者，既然你与小殿下有缘，我便饶你这一次。话音一落，江云飞便从云端上被雨诗月给丢了下来。你奶奶爹，你不是说放过我吗？被丢下来的江云飞在空中骂道。只剩下一滴血的他，这要摔在地上，绝对死翘翘。叮！恭喜玩家云飞完成雨诗月的请求，任务成功。叮！恭喜玩家云飞
挑战红色噩梦级转职任务成功。作为第一个完成红色噩梦级转职任务的玩家，系统奖励你等级+2，金币200，功德点200，幸运值+2，获得一次天赐鸿福的机会。任务完成了。江云飞还没有系统提示声音中反应过来，有些不敢置信，幸福来得太突然。叮！玩家云飞是否现在使用天赐鸿福？江云飞还记得开启造化礼包的时候，得到的就是随机天赐鸿福，从而获得僵尸王银钩本源。靠！赚大了！这等同于江云飞得到了2个造化礼包，是无法衡量的天大机遇。使用！江云飞激动的声音发颤。叮！玩家云飞使用天赐鸿福，得到借位归真。借位归真是什么东西？江云飞没来得及查看是什么，就被系统带离而去。当恢复视线时，人已出现在新手村内。叮！尊敬的玩家，您已成功转职，即将被强制送离新手村。叮！尊敬的玩家，你的等级进入排行榜第3名，请问是否隐藏姓名上榜？一回到新手村，便是连串的系统提示音响起。完成红色噩梦级转职任务，江云飞被奖励连升2级，已是13级，进入了排行榜第3名。江云飞不想太早惹人注目，继续隐藏姓名上榜。叮！尊敬的玩家，由于您是第一个通过红色噩梦级转职任务的玩家，系统将发送全服公告，是否隐藏姓名上公告。连排行榜都隐藏了姓名，这种全服公告广播，江云飞更加不会暴露自己，直接选择隐藏姓名。下一刻后，系统发起全服公告。叮！由于 XXX 玩家第一个通过红色噩梦级转职任务，系统奖励等级+2，金币200，功德点200，幸运值+2。叮！由于 XXX 玩家完成红色噩梦级转职任务，触发仙河地图，系统将在12小时后对玩家开启仙河地图。叮！绝世涅槃将在15分钟后关闭服务器，持续12小时，更新仙河地图，请所有玩家在15分钟内下线。擦！仙河地图这就出现了。江云飞记得仙河地图在上一世，可是所有玩家平均等级达到50以上才开放的仙河地图。这个地图唯有顶尖级高手玩家进入才能玩得转，其他玩家进入纯粹就是受虐。有意思，仙河地图的提前开放也能让我更快的提升等级。江云飞嘴角微笑，然后立刻打开属性栏查看，想知道借位归真是什么牛逼技能。第39章，老娘今天砍死你！可让江云飞失望的是，属性栏上压根没有借位归真这一条。什么情况？难道自己被系统耍了？这时好友栏里突然跳出好几条信息。红颜祸水，云飞，是不是你通过了红色噩梦级转职任务？洛星辰，你小子是个妖怪吧？都13级了，爱跳舞，嗨嗨，那个祸水姐与星辰让我说，明天仙河地图要你一起来，我们带你挥。领空，靠，大哥就是大哥，我才刚升上10级，你都13级了。小弟对你的敬仰有如滔滔江水，连绵不绝。尽管江云飞隐藏了姓名上榜，上全服广播，但对于有他好友的红颜祸水4人而言，一看好友栏发现江云飞13级了，便能知道一切。江云飞给红颜祸水与洛星辰发了一个笑脸，给爱跳舞发去一个抠鼻子，给领空发去一个竖中指。就在江云飞继续要查找天赐鸿福奖励的借位归真是什么的时候，他猛然全身剧痛如绞，身体里好像遭到高压电击，瞬间他就被强制下线，失去意识。与此同时，绝世涅槃的论坛上，一条名为隐藏姓名的新晋榜3超级高手是谁引发了上千万的关注。楼主，我怀疑神秘的新晋榜3，这位隐藏姓名的超级高手，正是广播中那个完成红色噩梦级转职任务的人。2楼，牛在天上飞，事到如今，我打算不再低调。晋升榜3，完成噩梦级转职任务的人，没错，正是英俊潇洒、低调帅气的我。3楼，疯人院副主任，对不起各位，2楼趁我们不注意，跑出来吓到大家了，我马上把他拖走。4楼，777口服液，榜3，这位新晋大佬低调得很，但越低调的人越有实力，估计战斗力连落水泱泱都不是他对手。5楼，爱吃大蒜，4楼脑残，我女神落水泱泱无敌，岂是这个藏头露尾不敢报出姓名的猥琐家伙能比肩的。6楼，本大侠，神秘榜3与落水女神比较不好下结论，但榜2寡人肯定远不如神秘榜3。7楼，白某，我寡人哥无敌，什么落水泱泱与神秘榜3，在我寡人哥面前全都是渣渣。8楼，财大气粗，悬赏10万探究神秘榜3真实身份。顺便打个小广告，真鲜海鲜商行绝对新鲜，品质保证，买海鲜就选真鲜海鲜商行，联系方式585851800000。9楼，横行霸道，8楼广告狗，给老子滚，再打广告，砸了你破海鲜摊。10楼，神秘榜3，靠，
因为神秘榜3完成噩梦级任务，导致系统更新仙河地图。可为什么官网上没有仙河地图的介绍信息？11楼，文小小，白痴，绝世涅槃的宣传广告一直是无尽神秘、无限可能、无限涅槃。这说明游戏里的所有东西都要玩家自己探索，官方不会给出任何介绍。SH 市私人别墅内，水晶大床上有个身材好到爆炸的绝世尤物，正在与一个身材样貌更在他之上、美到无法用言语来形容的女人视频。小妍，我明天要开上市股东会，估计要很晚上线，应该没有时间带你去仙河地图。视频那头的女人声音虽然悦耳好听，却似少了一种烟火气息。表姐，你可真是个变态，天天忙个不停，每天在游戏里只玩4个小时，级别还排在榜首。洛嫣然笑道，你明天有事就忙吧，我新认识一个很有意思的朋友，跟你一样也属于变态级别，明天他应该有空带我去仙河地图。视频那头女生略微有了一点波动，就是你说的那个与我一样得到造化礼包的人。洛言点了点头道，是啊，那新进的神秘榜3是不是也是他？视频那头的绝美女人问道。洛言正要点头，然后又摇头道，不知道，我明天问问看。江云飞隐藏姓名上榜，应该是不想被太多人知道。洛言感觉若是不经江云飞同意，私下告诉别人他是神秘榜3似乎不太好，于是连表姐问他都没有如实告知。好，改天游戏时间对得上，带我在游戏里见见你新认识的朋友。好的，表姐再见。与此同时，廉价出租屋内躺在床上的江云飞全身上下起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可以看到他全身毛孔在喷张，不停吐出大量的黑色油腻秽物，弄得衣服、枕头、床上全是脏兮兮的东西。事实上，江云飞现在正处于无比痛苦之中，人虽处于昏迷中，却感觉身体像在被人不断撕裂一样。这种感觉难以形容，正是因为突然而来的剧烈疼痛，才导致他在游戏里被强制下线，然后直接昏迷。不知道过了多久，饱受折磨的江云飞仿佛经历了千招万式一样，突然间一股令人作呕的异味扑鼻而来。昏迷中的江云飞顿时被这难以形容的恶臭熏醒。我靠，这是什么鬼？醒来的第一瞬间，江云飞便发现床上、被子上全是黑乎乎、油腻腻的秽物，整个出租屋里臭味冲天，比公共厕所还要臭。感觉自己浑身黏糊糊的江云飞正要脱衣服之际，才发现他身上更是狼狈不堪，全身上下每一处皮肤都被又臭又油的秽物包裹着。原来床上的脏东西全是他自己造成的。江云飞忍受不了这恶臭一身，赶紧冲进浴室里，打开水龙头，就着冷水冲洗。我操，大白天的哪个王八蛋这么没有公德心，拉屎都不关门，这特么搞得整个走廊都是臭的。3楼312租客穿着拖鞋出来大骂道。5楼511房间，一对白天亲热的小情侣，男人捂着鼻子道，你是不是放屁了？这个时候放屁也太煞风景了吧，给姑奶奶滚下来，你个银样蜡枪头，自己那里不行就冤枉我放屁，滚，以后没有5分钟别碰老娘。6楼包租婆房间的大门瞬间被粗暴推开，体型230，身高1.5米，看不清脖子与腰的女房东戴着口罩，手上提着菜刀，噔噔噔大步下楼。她发出河东狮吼功的高音，响彻整栋8层高的明楼。是哪个龟孙子王八蛋祸害老娘的楼？老娘今天非砍死你不可！第40章嚣张黑人。去 WXGC 大学的公交车上，坐在最后排的江云飞脸上说不出的郁闷。不久前，他被肥包租婆无情赶出了出租屋，也不知道什么鬼，在游戏中得到借位归真后，什么都没有弄清楚，他就陷入昏迷。醒来后的自己却像是从粪坑里捞出来一样，臭气熏天，引得整栋8层明楼天怒人怨。脾气火爆的包租婆发现罪魁祸首是江云飞后，手提菜刀闯入房间，连人带行李将他轰出来。虽然还有150块房租押金没退，但江云飞也不敢要了，毕竟他确实把房间弄得乌烟瘴气，就当是清洁费。电话响起，是好友阿秀打来，你小子究竟做出什么伤天害理的事，居然被房东轰出门？我公寓钥匙放在老地方，你到了自己拿钥匙进去，把行李放好后赶快过来世纪星辰 KTV。 对了，把自己打扮得人模狗样一点，一会留情就到了，你抓点紧。说完挂掉电话。江云飞苦笑，被房东赶出来后，身上只剩几块钱的他只能先投奔好友阿秀。先前在游戏里挣得所有钱，他1分不剩全转给了母亲。不过不要紧，他在绝世涅槃拍卖的几件装备应该在明天游戏开服后会到位，估摸着怎么也应该有20来万。混蛋，你的手往哪放？忽然有一个十分愤怒的女孩叫声在车内响起，只见是一个肤白貌美、气质斯斯文文、穿着李宁运动服的长发女生，她正愤怒地朝身前2名黑人骂道。2个黑人好像是留学生，皆1.9米的身高，肌肉发达，
满嘴白牙，眼中露出挑逗的笑容，朝长发女大学生摆手：“你们刚刚偷摸我，我要你们道歉，不然就报执法人员处理。”长发女孩气愤道。结果两个黑人依然装傻大笑，不停摆手，用英文表示他们不知道女孩在说什么。You just touched me. I want you to apologize, or you call the police. 长发女孩看到两二黑人不停装无赖，立刻说出一口流利的英语，重复刚才的话。或许是装不下去了，两个黑人恼羞成怒，其中一个更是粗暴伸手一推，长发女孩尖叫着被推得朝后跌倒，狼狈地摔倒在车上。我们摸你，那是你的荣幸。两个黑人嚣张大笑，说出一口蹩脚的中文。太过分了，你们非礼人家女孩，还敢出手伤人，欺负我天朝无人吗？车内一共坐有20来个乘客，有个义愤填膺的男青年指着两个黑人大骂：司机师傅，停车打电话报执法人员，我就不信在我天朝土地上还能容两个外来黑人欺负我们。另有一名地中海的大叔扶起被推倒的长发女孩，大喊道。知道发生什么后，司机师傅立刻靠边停车，车内众人皆支持为长发女孩讨回公道。F you K F you。 犯众怒的两个黑人脸色瞬间狰狞，其中一人冲上去，朝着第一个替长发女孩说话的男青年就是重重一拳打出。1米9几身高的黑人，这一拳下去，当即把男青年打得朝后跌倒，满嘴是血的滚到了座位底下。另一个黑人则冲上去，单手掐向司机师傅的脖子，威胁他不准停车打电话。两个黑人本就长得人高马大，发起狠来后，顿时令公交车上众人畏手畏脚起来。毕竟仗义出言还行，仗义出手的话，真没几个人。你们天朝人不行，都是这个。打倒男青年的黑人朝车上众人讽刺怒笑，还朝大家竖起中指。尽管很多人被气得不轻，可看到黑人这高大身板，知道不是对手，敢怒不敢言。众人心里都憋着无尽怒火。被非礼的长发女孩更是气得脸色通红，看到司机师傅被威胁，她立刻自己掏出手机要拨打执法电话。你这个贱人，找死！气焰嚣张的打人黑人看到长发女孩还敢打电话，他粗暴地冲上来，左手打掉她的手机，右手高抬就要当众扇她耳光。高大的黑人这一巴掌下去，长发女孩绝对会重伤。可面对黑人的凶猛，公交车里似乎没有了敢见义勇为的人。眼见长发女孩就要挨着重重一耳光之际，那黑人狠狠扇下来的手掌却在距离长发女孩不足2拳之距时硬生生停下来。你刚刚说我天朝人不行？1米68身高，紧到黑人胸口这里的江云飞不知是何时出现，他单手将比他小腿还粗的黑人右手稳稳抓住。没错，就是我法克丹说的，你们天朝人全是病夫，就是不行。看到有人敢阻止他行凶，黑人眼睛一瞪，如同要发狂的野兽，就欲挣脱江云飞的手，将他打倒。江云飞眼色一寒，抓住法克丹的手掌猛然用力，咔嚓一声，对方骨头碎裂的声音响起。啊！原本还凶神恶煞的黑人法克丹脸色巨变，发出痛苦万分的惨叫。乌地风声响起，江云飞抬腿重重一扫，命中黑人法克丹的下身要害，本能的惨痛令得他眼睛圆睁，身体瞬间弓蹲下来。江云飞趁机伸手抓住法克丹的头发，用力一磕，凶猛地撞在公交车的座位椅上。砰！塑料座位应声而碎，黑人法克丹惨叫不已，头破血流，整个人撞破座椅后，前脸朝地，重重压在车地板上。江云飞没有任何停顿，高抬一脚，猛地跺上黑人法克丹的后脑袋，将他的头死死按在地上摩擦。碎手骨、踢要害、抓头磕座位、抬脚踩头压在地上，这一系列的动作全是一气呵成，整个过程连3秒钟都没有用到便已完成。好，打得好，让这些黑杂碎这么嚣张，敢看不起我天朝人，现在知道错了吧？小兄弟好样的！先前受气被强壮黑人压得快喘不过气的众人，此刻内心别提有多痛快多爽，就连被非礼的长发女孩内心在这一刻也感觉到扬眉吐气。小心！突然长发女孩脸色惊变，看到同伴被打倒的另一个黑人居然抓起公交车上的灭火器，如同野兽一样冲来，朝着江云飞头上砸去。这要是被砸中，说不定会死人。就在车里众人都为江云飞捏冷汗时，江云飞的嘴角却笑了。第41章花心大萝卜。江云飞双目一凝，泛出眸光。黑人手持灭火器朝他砸来的速度，顿时就像放慢的动作电影一样。在游戏被强制下线，醒来洗过澡后，江云飞总感觉自己的身体变得不太一样了。在灭火器拖着风尾距离江云飞脑袋不足1指之距时，他脑袋后仰，成功避开偷袭。同时江云飞左手握拳，闪电一样击中黑人腹部，全力爆开，痛得黑人嘴巴里喷出隔夜饭，连灭火器都拿不住，身体半蹲在地干呕。然而江云飞连片刻停顿都没有，左腿膝盖如炮弹一样撞击，命中这个黑人嘴巴。
受着重击，黑人身体朝后倒飞，嘴巴里鲜血混着碎牙喷出，砰的一声，他将公交车上的垃圾桶压倒，呈大字形的摔在那里，眼睛泛白，嘴中又是鲜血又是白沫的流出，怎么挣扎也站不起来。身体消瘦，不过1.68米身高的江云飞，在短短10秒内将2个大高个黑人全部打倒，这视觉冲击的震撼感令车内陷入短暂的宁静。有人甚至搓了搓眼睛，怀疑是不是在做梦。这种画面，按道理不应该只有电视上才会出现吗？好，少年英雄，打得好！这2个黑人罪有应得，让他们敢在我们天朝境内目中无人。小兄弟，你别担心，一会到执法局，我们大家帮你作证。你是见义勇为，正当防卫。公交车内，众人皆大欢喜。谢谢你帮我，我叫林小瑶，是当事人，一会我会帮你做证明。长发女孩一脸感激地看向江云飞。林小瑶 ，WXGX 大学艺术院的那个院花。不管是上一世还是这一世，江云飞都很少在学院里。知道林小瑶这个名字，还是因为学院举办的晚会，每次都是他做主持人。难怪看他有点眼熟。江云飞朝他点了点头。没过多久，执法人员到来，虽然有很多群众帮江云飞做证明，但例行公事，他还是要跟执法人员走一趟。到了执法所，调出公交车内监控证据，又有大量群众为江云飞作证。执法人员不仅没有为难他，还朝他连竖大拇指。至于那2个非礼林小瑶、行凶打人，后面被江云飞打到重伤的2个黑人，则被粗暴的先送去医院。一个女执法人员知道2个黑人的行径后，在押送他俩上救护车时，还故意隐晦的使个小绊子，令其中一个黑人摔了个狗啃屎，痛得他哇哇鬼叫。登记完各种手续出来后，已经是半个小时。江云飞掏出他的翻盖手机一看，已经是19点55分。看来阿秀女友的生日聚会，他是要迟到了。江云飞，你等等，想不到咱们居然是校友，今天太谢谢你了。林小瑶也出来了，他立刻追上江云飞，带着香风扑面而来。刚才在执法所登记时，他看到江云飞登记的材料，所以知道了他的名字与一些信息。林小瑶不愧为艺术学院的院花，肌肤雪白，红唇贝齿，眼睛水弯弯的，1.65米的身高，虽然穿着一身运动装，却也难以遮隐她傲人的身材。她气质斯文，穿上一双雪白的红星运动靴，整个人显得青春又活力。正如你说，我们是校友，所以不用客气。江云飞一笑回应。要不我请你吃饭吧。林小瑶似乎很想认识江云飞，江云飞却摇头，不用了，我晚上还要参加朋友的生日聚会。生日聚会？哎呀！林小瑶轻拍自己脑门，吐粉舌道，这事闹得我都忘了，我今天也要参加朋友的生日聚会。说到这，林小瑶明眸一亮，盯向江云飞，你朋友的生日聚会是不是在世纪星辰 KTV 688号？你也认识李黎黎？江云飞惊讶，这也太巧了吧。李黎黎正是阿秀的女朋友。当然呢，我们还是一个宿舍的。知道江云飞也是要去参加李黎黎的生日聚会后，林小瑶特别高兴。哎呀，时间快要赶不上了，咱俩打个车一起去吧。江云飞点头，那好吧。好在执法所离世纪星辰 KTV 并不是太远，10分钟不到，江云飞与林小瑶就来到了灯红酒绿、装修高档的世纪星辰 KTV 门口。林小瑶为感激江云飞先前出手相助，抢着付过车钱，然后拉着他的手就下车。快点快点，黎黎发来短信说马上要切生日蛋糕了，大家都在等我们。江云飞有些尴尬的要抽回手，哪知道林小瑶却很自来熟，紧紧抓着他的手不放。上电梯到6楼，又迎着华丽的走廊，一口气跑出上百米远，终于来到大包间688号门口。推门进入，小瑶，黎黎生日，你居然最晚一个才到，害得大家都在等你，一会可要罚你好几杯才行。哟，还带了个小帅哥过来，这位是林小瑶的几个朋友。迎上来后，看到江云飞，脸上有些疑惑，他们之前并未见过他。嗨嗨，正在推蛋糕的阿秀看到江云飞与女朋友的宿友林小瑶一起出现，还手拉着手，立刻装咳嗽，朝他示意。只见10米长的真皮沙发上，女士白衬衣、黑脚七分裤，穿着水晶凉鞋的刘晴正坐在那里与花枝招展的沈娇娇聊着。看到江云飞的出现，刘晴的目光扫过来一眼，便表情很冷的不再关注。江云飞暗骂自己傻逼，连忙挣脱林小瑶的手。哼，看吧，我早说过江云飞那一无是处的小子就不是个好东西，要钱没钱，要长相没长相，居然还是个花心大萝卜。他与你分开才几天，竟然就勾搭上艺术学院的院花林小瑶。沈娇娇煽风点火道，要我说，这混蛋估计跟你在一起时就在勾搭林小瑶。林小瑶也是品味低，居然能看上他。行了，不要再跟我提起这个人。一会切完蛋糕，把礼物给黎黎后，咱们就走。刘晴的声音看似很平淡，但精致的脸上却难以掩饰她现在很失望与难受。行，不提不提，还是王奥会长好，对你痴情又多情。你知道吗？
这家世纪星辰 KTV 就有他们家的股份。沈娇娇捧王傲道：“娇娇，你能不能不要三天两头在我面前夸王傲？你要喜欢他，你干嘛自己不追他？”刘晴这会心情很糟糕。好好好，我谁都不提总藏了吧。不过刘晴，一会切完蛋糕，咱们先别急着走。为什么？刘晴道：“我有个朋友一会过来，约好在这见面，等他来了后，咱们再走，行吗？”沈娇娇尖锐的下巴带着冷笑盯着江云飞。好吧。刘晴点头。第42章人渣物一元。看到刘晴的第一眼，江云飞就控制不住要朝他走去，但阿秀却一把拉住他，小声道：“嘿嘿，别着急，一会切完蛋糕做游戏时，我会帮你。”正在应付闺蜜们追问的林小瑶，顺着江云飞的视线过去，看到了刘晴。那是他女朋友吗？很快进入生日聚会最重要的一个环节，灯光全被关掉，阿秀推出蛋糕，将生日蜡烛一根根插上，大家围过来，共有15个人。看到刘晴过来，江云飞本能想要靠过去时，沈娇娇却猛地挤出，挡在二人中间，然后恶狠狠瞪向江云飞，不给他任何机会。唱完生日歌，许完心愿，阿秀的女朋友李黎黎，一个大眼恬静的女孩，亲自替大家一一递上切好的蛋糕。刘国秀，今天是我们黎黎过生日，你身为她男朋友有什么表示啊？沈娇娇拿着话筒，嗓音很高。对啊，拿出来让大家伙看看，也让咱们羡慕羡慕。沈娇娇一起头，便立马有人跟着起哄。好，大家想看的话，我现在就拿出来。刘国秀立刻拿出一个包装精致，上面写着黎黎生日快乐的银色礼盒，双手送到黎黎面前。黎黎，快打开，我们也想看看是什么。经不住大家起哄，黎黎还是当着大家的面把礼盒拆开，里面是个崭新标着编号的绝世涅槃游戏指环。绝世涅槃游戏指环，靠，这东西可贵了，最便宜的下等指环都要8888块。有个男青年眼睛发直的喊道：“哇，黎黎，你男朋友对你太好了，要是谁送我一个绝世涅槃指环，哪怕是最下等的，我都愿意做他的女朋友。”一个小姐姐眼睛冒星星的喊道：“绝世涅槃已经公测几天，里面精彩万分的游戏机制，100%以上的真实虚拟技术，火爆了全网。无数人都想要买上一个绝世涅槃的游戏指环，去亲身体验游戏的魅力。只可惜高昂的指环价格却让绝大多数人望之却步。刘国秀的这份礼物可谓贵重。可就在这时，一个极不合时宜的声音却是飘进来：“区区一个廉价的下等游戏指环而已，也好意思拿出来给黎黎当生日礼物？刘国秀，你也配当黎黎的男朋友？”砰的一声，门被用力推开，一个头发梳得3、7分，皮肤很白，戴着块镶钻劳力士的青年，身后跟着几个保镖，大摇大摆地走进来。看到戴劳力士青年的出现，刘国秀的脸色瞬间难看起来。物议员，黎黎的前任男朋友，而且他不仅仅是黎黎的前任男友，还是刘国秀妹妹的前任男朋友。黎黎当初发现物议云背着她劈腿后，便与物议云彻底分手，后来才与刘国秀在一起。物议云虽是个花花公子，但觉得还没有玩够黎黎，对方却要离开他与刘国秀在一起，心里自然不爽，便私下威胁刘国秀与黎黎分开。被拒绝的物议云非常生气，知道刘国秀有一个妹妹，在隔壁大学读大一后就使用手段骗了他妹妹，导致他妹妹最后堕胎弃学。所以刘国秀与物议云势如水火。黎黎，他是你请过来的？刘国秀看向黎黎，脸色很不好看。我没有。黎黎脸色发白，摇头。阮议员，既然黎黎没有邀请你，那你便滚出去，这里不欢迎你。刘国秀拳头直舞，咬牙道：“小子，你他娘找死是吗？整个世纪星辰 KTV 有1/3股份是误少的，你叫他滚，你有这资格吗？”阮议员身后的一个狗腿子手点刘国秀面门，骂道：“不要对我以前的大舅哥无礼。怎么说我也与他妹妹有过一段，虽然他妹妹并不怎么样。”物议员很人渣的说道：“你个王八蛋！”刘国秀就要冲上去与物议云拼命，好在被几个好友死死拉住。物议员是当地人，家里有权有势，身后还有保镖，真要起冲突，肯定是刘国秀吃亏。刘国秀的朋友们自然要拦住他，免得他吃亏。哎呀，看到以前的大舅叙旧了几句，都差点忘了来这里的正事。物议云拍了拍自己脑门，随后伸手，立刻有个保镖捧着一个金色的礼物盒送上。黎黎，知道今天是你生日，我专程买了一个上等100%拟真度的游戏指环送给你。物议员走近前去，瞟了眼黎黎手中的下等游戏指环，讥笑道：“像这种下等的垃圾游戏指环，哪配得上你？哇，黎黎，你好幸福哦！据我所知，金色的上等游戏指环可要888888。天啊！要是有人送我金色游戏指环，我立马就嫁给他。”沈娇娇立刻高声附和起来。刘晴则瞪了他一眼，
小声道：“娇娇，你不要多事。”一些不知道雾议员底细的几个女孩，此刻还很羡慕地望向黎黎。江云飞目光看了一眼雾议员，然后又扫过沈娇娇。上一世他虽然没有来参加黎黎的生日聚会，但总感觉雾议员的突然出现与他有关。我跟你早就没什么关系，更不会要你的东西。你的出现会让我男朋友难看，请你离开这里。黎黎担忧地望了眼刘国秀，怕他冲动。听到没有？黎黎不会要你的破东西，还不快滚！被众人拦着的刘国秀咬牙吼道：“黎黎，你可真是让我失望。不过我雾议员送出去的东西，从来就没有收回去的先例。”雾议员环顾四周一圈后，忽然笑道：“这样吧，这里所有人有一个算一个，只要谁先喊出雾少好帅，刘国秀就是一坨狗屎，那我这个绝世涅槃的上等指环就送给他。”雾议员，你不要太过分了。黎黎生气道：“我雾议员向来说话算话，倒数3秒后，谁先喊出来，这个价值88万的游戏指环就属于他。”雾议员玩味笑着，目光看向在场每一个人，只要喊一句雾少好帅，刘国秀就是一坨狗屎，就能得到88万多的游戏指环，这简直跟天上掉馅饼一样。3、2，阮议员已经在开始倒数。喊一句话，得罪一个并非太重要的朋友，就将得到无数人奋斗10年都未必挣到的88万多，这是个让人难以拒绝的诱惑。面对巨大诱惑，在场10几个人中，至少有一半动了心，眼珠子在打转。第43章，你确定还要玩下去？雾少好帅，刘国秀就是一坨狗屎。雾少好帅，刘国秀就是一坨狗。雾议员倒计时才结束，整个大包间里瞬间响起5个争先恐后的声音：“你们几个混蛋！”黎黎眸中含泪，看向平日里一块玩耍的这几个朋友，此刻倒戈相向，说不出的失望与愤怒。你们！刘国秀更是红了双眼，脸上青筋暴起，目光死死地盯向喊出这句话的5个人。这是来自身心上的摧残与打击。雾少，是我第一个喊完的。戴着钢牙套的女人眼中只有那个价值高达88万多的游戏指环，至于身边其他人鄙视的目光，压根没放在心上。在他看来，为了这88万多的游戏指环，别说骂一句刘国秀，就是雾议员当众让他脱光，他都愿意。很好，这个金色的游戏指环属于你了。雾议员得意大笑，朝戴着钢牙套的女人招了招手。钢牙套女人如同中500万一样兴奋，快步跑上前，激动无比地接过金色游戏指环，嘴巴里还不停道谢：“谢谢雾少。”看到这一幕，黎黎身边的林小瑶鄙夷地朝钢牙套女人呸了一声：“不要脸！”没想到他是这种人，你们以后谁再和他说一句话，我林小瑶就和他绝交。刘晴也是一脸不屑地看着钢牙套女人，先前喊出雾少好帅，刘国秀是坨狗屎，却慢了钢牙套女人一步的4人，脸上尽是遗憾，暗骂自己慢人一步。现在是88万多的游戏指环没得到，还惹得众人皆看不起他们。自知这里已无容身处的4人悄悄地离开了包间，而得到金色游戏指环的钢牙套女人也知道这里不会再有人欢迎她，拍了雾议员一顿马屁后也准备离开。雾议员朝眼睛里都要蹦出血丝的刘国秀啧啧嘴：“可怜，交的群什么朋友吗？雾议员，你玩够了吧？玩够了就滚，我们不想看到你。”黎黎生气冲上来，要把雾议员往外推。行，别激动 ，OK。雾议员摆摆手，嬉皮笑脸道。而得到金色游戏指环要离开的钢牙套女人，经过刘国秀身边时，哎呀一声，不知道踩到什么东西，当场失去平衡，连人带金色游戏指环一起摔倒，正好碰撞在刘国秀的胸膛上。咔嚓！金色游戏指环的礼盒碰到刘国秀身上，然后顺之掉落在地，礼盒裂口滚出来的金色游戏指环碎裂成3块开来。啊！下一秒后，整个大包间内响起尖锐刺耳的叫音：“我的金色游戏指环！我的指环！我价值88万的指环！”钢牙套女人疯了一样趴在地上，捡起碎裂成3截的金色游戏指环，怎么拼都拼不好。你，刘国秀，我不就是骂了你一句吗？骂你一句，你又不会死，也不会掉一块肉，你凭什么故意把我绊倒，害我的金色游戏指环摔碎？你个小人，你个混蛋，你个乌龟王八蛋，我要你赔！钢牙套女人像是疯魔一样，一下扑了上去，紧紧抓住刘国秀的衣服，大喊大叫要他赔，不然就没完。而此时的江云飞看了眼摔坏在地的金色游戏指环，然后又扫了眼将钢牙套女人绊倒的啤酒瓶。刘丽丽，你给我滚，别跟我无理取闹，你让我感觉恶心。莫名其妙被冤枉的刘国秀本就一肚子恶火，脾气自然不会太好，他猛地挣脱开刘丽丽。刘丽丽被挣脱开后，身子噔噔噔往后退，最后一屁股摔在地上，弄得自己是披头散发，跟个疯子一样。而这时雾议员嘴角阴笑着要带保镖准备离开。雾少，你看到的
刘国秀这个王八蛋不是人，他眼红你送我的金色游戏指环，故意害我摔倒，金色游戏指环都摔坏了。雾少，你帮帮我，求你帮我主持公道。刘丽丽从地上爬到雾议员脚下，抓着他的裤脚，嚎啕大哭着求助。你起来，别怕，金色游戏指环是我送你的，有人眼红把它毁坏，我自会替你做主。雾议员因侧侧一笑，朝着身后几个保镖一挥手，顿时4个身高体壮、黑衣黑裤、皮靴锃亮的保镖扯开衣袖，朝着刘国秀而去。你们想干什么？不要乱来！刘国秀的几个哥们刚说没几句话，便被4个保镖啪啪啪啪，一人一个大耳光抽飞。你们敢乱打人，老子和你们拼了！刘国秀看到哥们被打，抓起玻璃桌子上的啤酒，朝着一名保镖砸去。但他又哪会是身强力壮的保镖对手？保镖一拳打碎啤酒，然后单手掐在刘国秀脖子上，直接把他压在玻璃桌，令他动弹不得。国秀看到男朋友被打，李李脸色大变，想要冲过去，却被4名保镖挡开，根本无法靠近。雾议员，你指使保镖乱打人，这是在犯法，再不住手，我就打执法者电话。林小瑶义愤填膺站出来，她身边几个闺蜜虽然有些害怕，但也紧紧跟在林小瑶身后。刘晴也要站出来声援刘国秀时，却被沈娇娇一把拉住。刘晴，你别犯傻，雾议员是什么人，你得罪得起吗？不过你如果真想帮他，倒是可以给王傲会长打电话。整个 WXGC 大学谁不知道，除了王傲学长，没有人镇得住雾议员。我刘晴是想帮忙，但想到要找王傲却犹豫了，他并不想和王傲走太近。不过当刘晴的目光看到此刻一个人坐在真皮沙发上喝着小啤酒的江云飞时，内心顿时那个气啊！混蛋！刘国秀是你室友同窗，他被人欺负成这样，你却事不关己，还若无其事喝起酒来。对于这样懦弱又没血性的江云飞，刘晴真是不想再多看他一眼。雾议员，你究竟想怎样？无法靠近刘国秀的黎黎愤然地看向冷笑的雾议员。NO， 现在不是我想怎么样，你们应该问刘丽丽这个当事苦主想怎么样。雾议员讥笑着看向林小瑶与黎黎，接着说道：刘国秀弄坏了他88万多的金色游戏指环，就算你们打电话叫来执法者，也一样要给刘丽丽一个公道。刘丽丽咬牙切齿地爬起来，看向众人道：看在大家以前相交一场的份上，我也不想生事，但刘国秀必须赔我一个新的金色游戏指环，否则不是你们要拨打执法者电话，是我要叫执法者来处理他。雾议员拍了拍刘丽丽的肩膀，示意她不要怕，会替她做主。然后他越过保镖，来到被掐得脸红脖子粗，被按在玻璃桌上无法挣脱，也说不出话的刘国秀面前。以前的大舅哥，这次我可真是帮不了你。据说损坏他人财物数额过大的话，是会坐牢的哦。雾议员凑近刘国秀的脸，讥笑道：你也听到了，刘丽丽说只要你赔个新的金色游戏指环给她，这件事情就这么算了。没错，赔个新的金色游戏指环或者88万现金都可以。有雾议员撑腰，刘丽丽底气更足，有些趾高气扬起来。刘丽丽，我们大家都看到，是你自己踩到啤酒瓶摔倒撞在国秀身上，才导致指环被损坏，是你自己的责任，凭什么非要找他负责？黎黎气到全身发抖，那啤酒瓶就是他踢过来的，我不找他找谁？你别给我说东说西，不赔金色游戏指环或者赔钱，我马上打执法者电话，让他们抓刘国秀进看守所。刘丽丽说着，真要掏出手机。黎黎知道，真要打电话叫来执法者，刘国秀怕真会进看守所。就是林小瑶几人对此也是毫无办法。却在这时，噗的一个啤酒瓶开盖声突兀响起。江云飞满足地喝上一大口后，从真皮沙发上缓缓站起来。雾议员，你确定非要这样玩下去？后果你真能承受得起？看到一直躲在后面喝酒的江云飞，这个时候才跳出来。刘晴秀眉一跳，黎黎他们则是一愣，唯有林小瑶美眸内闪出光彩。他知道，只要江云飞站出来，刘国秀定会安然无事。而刘晴身边的沈娇娇脸上露出蓄谋已久的奸笑，内心暗道：你这个白痴终于忍不住了吗？你是哪只阿猫阿狗，敢这样和我们雾少说话，找屎是不是？一名保镖挥手就要过去揍江云飞，雾议员却朝保镖摆手，示意先别动手，然后饶有兴致地看向江云飞。有意思，你觉得有什么是我雾议员玩不起承受不起的吗？刘丽丽看到江云飞出来打断他，很是生气，她不客气道：江云飞，你要清楚自己几斤几两，不关你什么事，就老老实实夹着尾巴喝你的酒，再叽叽喳喳，小心雾少让你出不了 KTV 门口。江云飞没理会刘丽丽，一口将半瓶啤酒喝光后，锋芒毕露地看向雾议员。我最后问一句，你确定还要玩？第44章，不知死活的死。老话说得好，酒壮怂人胆，果然没说错。
沈娇娇看到江云飞一身酒气，不知道是不是梁静茹给她的勇气，说出这妖牛哄哄的话，忍不住失笑出声。江云飞，你别瞎逞强，女人果然是一个矛盾的生物。先前刘琴暗恨江云飞没血性，朋友被欺负了也不敢作声，只知道躲起来一个人喝酒。如今江云飞站出来，他又控制不住，有点担心。不过相比于刘琴的担心，林小瑶望向江云飞的目光却是自信无比的神采飞扬。被掐住脖子说不出话的刘国秀虽然憋屈愤怒，此刻却也努力地朝江云飞摇头，示意他不要插手。仿佛全场除了林小瑶外，没有一个人对他有信心，都觉得他是喝多了，不自量力。江云飞朝刘琴一笑，示意他不要担心。哈哈哈，你这个人真是有意思啊！雾议员失笑起来，道：好，既然你这么问，我就告诉你，我不仅玩得起，而且还要接着往下玩。江云飞，你个不知死活的蠢货，敢跟仗义豪爽的雾少叫嚣，简直不知死活。刘丽丽拍着雾议员马屁的同时，又透露着对江云飞的深深鄙夷。江云飞摇了摇头，可怜地看了眼刘丽丽，你这无知的笨女人，典型的被人卖了，还替人数着钱。听到这话，雾议员眼神微微一缩。江云飞大步走上前去，弯腰捡起碎成3节的金色游戏指环，将它们拼起来后，露出一排完整的指环编码。看到他这个动作，雾议员彻底收回了脸上的嬉笑，就是刘琴身边的沈娇娇也是眉头一挑。雾议员，雾大少果然豪爽大气，动不动就将这个价值高达好几百的破铜烂铁送人。江云飞朝雾议员竖起大拇指，夸道：呸，江云飞你个土鳖，这是金色的游戏指环，价值888888，把你当猪一样杀了卖肉，都卖不到他一个零头钱。刘丽丽很愤怒，你居然敢说它价值才几百块，还是破铜烂铁，你是猴子派来这里搞笑的吗？然而江云飞以看白痴的目光看了眼刘丽丽，然后掏出他的翻盖老手机，拨打出绝世涅槃官方唯一的24小时客服电话。江云飞按下免提键，电话那头很快传来一个甜美的女人声音：您好，这是绝世涅槃官方客服热线，我是客服人员小敏，工号8888，请问有什么可以为您服务？江云飞提高声音道：你好，我购买的金色游戏指环还未绑定身份，就被不小心摔坏了，请问你们公司负责维修吗？你好，请不要担心，凡购买金色游戏指环的尊贵客户，不论出现任何意外而导致指环损坏，我们公司皆有专门负责人员为您送上新的指环上门。请说出您的金色指环编码，以便于我这里及时录入信息，反馈给负责的工作人员。12个小时之内就能为您送来一枚新的铜编码游戏指环。客服美女的声音很动听，一字一句，一个不漏的传响在整个包间。听到金色游戏指环损坏还能换新的，李一礼等人全部松了一口气。顿时大家在看向江云飞的目光都不一样了，感觉全场就属他最冷静。我的编码是……江云飞就要报出编码时，脸色难看到极点的雾议员突然出声，冷冷道：行了，江云飞是吧？你小子很好，我记住你了。记住我，你是肯定的，但你先前不是说过要接着玩吗？急什么？江云飞笑看了他一眼，便接着朝手机报编码。江云飞，你确定还要跟我玩下去？雾议员的脸上彻底阴冷起来。这一刻，包间内所有人的表情顿时怪异起来，因为雾议员的态度很奇怪，就连刘丽丽也微微一愣，不知所措地看向雾议员。而这时，江云飞已经朝手机那头的女客服报完所有编码。不好意思，先生，您的金色游戏指环编码不正确，麻烦仔细核对后再报一遍。江云飞再一次对着坏掉的金色指环编码读出一遍，而且这次他读的语速极慢，边读边走，故意让包间内所有人都看清金色指环上的编码与他报给女客服的一致。对不起先生，您所说的编码不存在，建议您购买绝世涅槃游戏指环时选择官方授权的正式售卖点购买，否则容易上当受骗。祝您生活愉快，再见。女客服已经挂掉电话了，但女客服说的每一个字却一字不漏地传入在场每一个人的耳朵中。很显然，女客服的意思是告诉江云飞，你手中的金色游戏指环是假的，这个游戏指环是假的。包间内不知道是谁先开口说出了这句话，顿时所有人都明白了什么。雾议员，我说它是破铜烂铁，价值几百块，现在还有问题吗？雾议员眼神彻底阴冷起来，狠狠瞪着江云飞。江云飞，你胡说，凭雾少的身份地位，他怎么可能会拿一个假金色游戏指环出来送人？我不信，我不信！刘丽丽接受不了现实，失声喊道：就是这金色游戏指环不可能是假的，说不定是女客服工作失误了，出现误判。沈娇娇帮腔说道。江云飞戏笑着看向沈娇娇，对，有道理，说不定真是女客服误判了。
没事，我们还可以找 WX 绝世涅槃销售点的工作人员来确认真假。他们的话，总不会有人怀疑了吧？我不管，这个金色游戏指环就是真的。我现在报执法者电话，让执法者来公证处理。刘丽丽情绪很是激动，江云飞却笑道：“报吧，赶紧报！只要执法人员来了，就可以调取世纪星辰 KTV 的监控录像。到时我倒要看看，令你摔跤的这个啤酒瓶子，究竟是不是阿秀故意弄的。”说到这，江云飞嘴角冷笑的看向沈娇娇，还是说有什么小人使坏，陷害阿秀？听到这话，沈娇娇手心都在冒冷汗。好！雾议员突然拍起手掌来，一连3声叫好。江云飞，你小子算是个人物，但是老子不喜欢。你们所有人听着，江云飞、刘国秀、黎黎留下，其他人现在可以走了。雾议员的声音充满无尽寒意。看到没有人动，雾议员打了个响指后，大门被打开，闯进10个满脸冰冷、腰上佩戴电棒的保安。我再数10个数，数完之后，除江云飞3人外，仍然留在这个包间的，今天就不要走了。刘丽丽惊惶道：“雾少，那我的金色游戏指环呢？”啪！雾议员反手一记大嘴巴子抽上刘丽丽的脸，将她打得摔倒在地，令她半边脸蛋肿得跟包子一样。把这贱人给我丢出去！立时间有一个保安冲过来，二话不说，抓住刘丽丽的头发，像拖死狗一样丢了出去。看到这些保安这么凶狠，包间内其他人顿时脸都吓白了。10、9、8，雾议员已经在开始数数，他的声音不大，却令刘国秀的朋友们如坠冰窖。很快有人忍不住，终于是低下了头，灰溜溜赶紧离开包间。有第一个开头，自然就会有第二个。刘琴，我们也走吧。雾议员生气，后果很严重。沈娇娇拉着刘琴的手，看了看场中的江云飞，刘琴很犹豫，似乎是下了某个决定，但还是和沈娇娇一起离开包间。对于刘琴的离开，江云飞没说什么，只是淡淡瞟了眼朝着他冷笑离开的沈娇娇。当雾议员数到3时，包间内就只剩下江云飞、刘国秀、黎黎与林小瑶。这时刘国秀终于被松开，他恢复自由的第一时间便朝雾议员恨恨道：“雾议员，你个王八蛋，有本事就冲我一个人来，让黎黎他们与云飞走。雾议员，你真要让我看不起你吗？”黎黎扶着刘国秀，哈哈，黎黎，你不会真自以为是的觉得我雾议员对你另眼相看吧？你不过就是我玩过的某某而已。雾议员坐了下来，冷笑着：“对了，你和刘国秀的妹妹一样，只是我曾经用过的一张厕纸。你个王八蛋！”刘国秀恨到牙都咬出血，想要拼命，却被黎黎死死地抱住他。雾议员，法治社会，你若乱来，自己也讨不到好果子吃。除江云飞外，最镇定的莫过于林小瑶。哟，林院花倒是蛮讲义气的，居然还留下来了。行，一直只听闻林院花你的艳名，今天我倒要尝尝你的美妙滋味。雾议员朝他露出一抹淫笑。雾议员，你说吧，要怎样才肯放过我们？黎黎知道硬碰硬，他们今天是不可能好好的离开这里。哎呀，不愧是我曾经用过的厕纸，对我还是有一些了解。雾议员掏出一根雪茄，保镖帮他点着。他吸了一口后，吐着烟圈道：“你与林院花自己脱光了，当着刘国秀的面陪我玩个一龙上双凤。至于江云飞嘛，长了一张很讨人厌的嘴巴，不知收敛，自己打断满嘴牙，再跪下来唱征服，唱到我满意为止。怎么样？这条件你们看可好？”闻言，刘国秀指甲捏出血来，眼睛通红，目光看向玻璃桌下的玻璃碎块，准备玉石俱焚。黎黎与林小瑶齐骂：“你无耻！”江云飞则失笑出声：“我今天想教你写一个字。”哦，什么字？雾议员很意外地看向从始至终都很平静的江云飞，淡淡道：“不知死活的死字。”第45章，强势碾压。离开包间的刘晴立刻跑去某个角落里掏出手机，犹豫片刻后，终于是拨下王傲的电话。而他身后的沈娇娇嘴角则露出一抹奸计得逞的笑容。包间内，江云飞，你知不知道，你真是长了一张很讨人厌的贱嘴。雾议员哈哈大笑的脸上表情逐渐森寒，眼中透着戾气，然后朝一个手下吩咐道：“去，拿把钳子过来，我要亲手一颗一颗拔光他满嘴臭牙。”他的声音是那么冷漠，显得高高在上，如同掌握着江云飞他们生死的主宰一样。咻！哪知雾议云上位者般的话音才落，面前却鬼魅般的多出一个人影。雾少小心！还没反应过来的雾议员，保镖们的提醒都没听完，便感觉后脑被铁钳夹住一样，剧痛无比。紧接着，脑袋被无法反抗的强大力量压下去，砰的一声，玻璃碎响，雾议员的脑袋磕碎玻璃桌，头破血流，脑袋嗡嗡，整个人都懵逼了。雾议员所有手下先是一愣，下一秒后脸上皆涌出无以伦比的愤怒。杂碎，你敢伤害雾少，
老子要你狗命！雾议员的4个贴身保镖脸上横肉抖动，眼中泛出凶光，如同4头野兽一样顷刻间扑来。面对4个高大保镖，江云飞左手仍然像抓死狗一样捏住雾议员，右手则握拳，炮弹一样打出。砰！第一个保镖下巴被打中，骨头裂响，身体死猪一样朝后抛飞，重重砸在墙壁上，然后滚下来。第二个保镖脖梗挨上一记掌刀，当场眼球翻白，全身一僵，身体死狗一样垂直倒下。第三个保镖腹部挨上重击拳，嘴中喷出恶臭液体，瞬间脸色扭曲，双手抱着肚子跪下。第4个保镖更惨，下身被辽阴腿踢中，痛得弯腰跪下之际，江云飞又是一个弹腿扫在他脸上，他像炮弹一样飞出，撞倒3名保安后揭破门滚出去。江云飞1.68米的身高，看上去瘦弱无力一样，可不到5秒钟的时间，拿下雾议员，打倒4个凶悍保镖，更令3个保安失去战斗力。这凶猛的手段直接让整个包间都陷入了死水一样的宁静。靠！云飞这死小子原来会武术。刘国秀手中抓紧的玻璃碎片突然松落，掉在地板上，他不敢置信地望着这一幕。他女朋友黎黎同样眨巴着大眼，难以置信。就是早有心理准备的林小瑶，美眸内也闪闪着莫名激动的光亮。虽然江云飞在公交上出手帮他打倒2名黑人，知道他武力过人，但没想到会强到这种程度。包间中剩下那7个保安眼神惶恐不安，手中拿着电棒也微微颤抖，完全没有想到看上去弱不禁风的江云飞打架这么凶狠。江云飞，你竟然敢伤我，你知道后果吗？终于反应过来的雾议员满脸鲜血，额头开口，他内心无比暴怒，长这么大以来还是第一次受伤，而且是被人掐紧硬生生磕伤。这对从来只有他欺负人，没有人敢惹他的雾议员而言，是身心上的巨大侮辱。快放开雾手！还有战斗力的7名保安，虽然脸色微白，却仍然手持电棍，色内厉脸的围过来。其中一个保安更是打开对讲机：领哥，688号大包间内雾少出事了，您快带人过来。听到保安叫人，刘国秀3人脸上猛地一沉，但江云飞脸上却未有任何表情，拿起一个啤酒瓶，砰的一声爆在雾议员头上，说：有什么后果？啊！雾议员愤怒惨叫，没想到江云飞听到保安叫人后，还敢肆无忌惮伤他。江云飞，我要你们今天一个也走不出 KTV！ 雾议员发出歇斯底里声音：你们这群混账，还不上来弄他，给我弄死他！砰！结果又是一个啤酒瓶子在他脑袋上爆开，砸得他是头开肉绽，脸上、衣服上又是血水又是啤酒。王八蛋，敢这样伤害雾少，兄弟们，电死他！刚才叫人的那个保安看到江云飞还敢动手，虽然有点害怕他的凶狠，但也不能站着看雾议员被不断爆头。立时间，他便带着6个手下抓起电棍冲过来。尽管江云飞勇猛，但刘国秀怕他双拳难敌4手，立刻就要冲过去帮忙。你护着黎黎与林小瑶就行。江云飞朝刘国秀说完，单手抓起雾议员，在他愤怒的声音中，呜的一声把他当成人肉武器砸出。雾少，为首保安丢下电棍要接住雾议员，可当他双手触碰到雾议员后，猛然脸色大变，有无法想象的可怕力量传来，根本接不住。砰！雾议员把要接住他的为首保安撞飞，并且2人飞出5米远，然后一起砸在墙壁上，双双滚下来。接着江云飞身子往后侧移3步，躲开2只攻来的电棍，然后还手2记掌刀，连续砍在2名保安脖子上。这2人连惨叫都发不出，当场眼前发黑，手中电棍脱落，身体软绵绵的昏倒砸地。嗖！风声脑后袭来，江云飞脑袋一撇，同时轻低身子，然后像是炮弹一样贴近偷袭他的保安身边。砰的一声，江云飞以肩膀发力撞在对方身上，后者如同被急速行驶的汽车撞上，身体朝后飞去，还同时将2名同伴碰倒，3人惨叫着滚向远处。只剩下最后1名保安，对方却已经满脸大汗，嘴唇抽搐，看向江云飞的眼神如看到魔鬼一样，一动也不敢动了。对于这种为虎作伥的狗腿子，江云飞自然不会手下留情，他斜身旋环一踢，将最后1人踢飞2米高，然后撞倒真皮沙发，滚在地上昏死过去。靠，江云飞，你小子也太他妈深藏不露了吧，打架居然这么生猛！刘国秀激动地爆粗口起来。看到江云飞勇猛的跟武林高手一样，本来还心里发慌的黎黎，内心顿时感觉到安全满满。林小瑶也激动得俏脸通红。江云飞朝刘国秀微微一笑后，拿起1支啤酒，单指把盖挑开，咕咕喝下一口后，走向还没有昏迷的雾议员。江云飞，我爸爸是雾刚，我妈妈是学院校董。雾议员第一次感觉到什么是害怕，嘴中不断流着血，说话滋滋身子不断往后挪，想离江云飞越远越好。那又怎么样？尽管江云飞说话和颜悦色，
但此刻他在雾议员的心中比洪水猛兽还要可怕。叮叮叮，这时雾议员口袋里手机响了起来。江云飞在他浑身发颤之中拿出他的手机，来电提示沈娇娇。江云飞按下接听键，同时打开免提。雾议员，刚才刘晴已经打电话向王会长求助，王会长让我知会你一声，你别玩过头了，注意个度，随便让江云飞在医院躺个2、3月就行。听到手机传来的声音，刘国秀三人全部瞠目结舌。沈娇娇，林小瑶灵眸大睁，失声说道：原来今天雾议员的出现是沈娇娇在背后使坏，目的不是针对刘国秀，而是江云飞。你怎么不说话？电话那头沈娇娇似乎觉着有点不对。事实上不是雾议员不想说话，而是满是鲜血的嘴巴被江云飞用脚死死堵住，有话难言。沈娇娇，江云飞冰冷地喊出她的名字。江云飞，你怎么可能拿着雾议员的电话？电话那头沈娇娇惊讶万分。你代我传个话给王傲，你跟他在背后对我所做的一切，毕业晚会那天我将双倍奉还给你们。沈娇娇冷笑，就凭你以为你是什么东西？老实告诉你，你再想纠缠刘晴，后果你承受不起。江云飞懒得再和他废话，挂掉电话，一口饮进啤酒后半蹲下来，看着雾议员，你刚才说要拔光我满嘴牙。江云飞，你还要干什么？雾议员是彻底被江云飞打怕了，神情掩饰不住的慌张。不干嘛，打碎你满嘴牙而已。话落，江云飞拿着喝光的空啤酒瓶朝着雾议员嘴巴砸去。住手！却在这时，一个愤怒急促的吼音响起。然而江云飞下手的动作却没有片刻迟疑，咔嚓一声，整个空啤酒瓶重重拍在雾议员嘴上。雾议员眼睛圆凸，脸上青筋暴起，全身微微抽搐，连惨叫都无法发出，整嘴的牙齿与啤酒瓶一起粉碎。混蛋，你找死！脑后风声裂响，有一个虎背熊腰，脸上纹着一条蜈蚣的大汉朝着江云飞泰山压顶一样的踢来。高手！还没看到人，仅听到风声，江云飞就能判断出来人不简单。他立马弹身而起，左手一弯，形成肘击。砰的一声，二人一触即分，各自退出几步。纹着蜈蚣的大汉连步5步才站稳，但江云飞只退出2步，有点斤两，难怪敢来砸我领空的场子。在我的地盘，你伤了小袁，今天你走不出这里。领空大手一挥，身后钻出5名带着杀气的男子，他们手中居然还有枪。第46章，我们的约定。领空，你难道是888号新手村散人协会的2级副会长？江云飞看着自称领空的人，感觉与游戏中的活宝领空十分相似，不由出声问道：你认识我？领空冷然道：游戏里认识我也没有用，谁让你伤害小袁，我劝你乖乖束手，不要逼我们动枪。领空5个手下已经拿枪对准江云飞，随时准备开火。看到对方有枪，刘国秀2人脸色骇变，就是林小瑶也担忧起来。江云飞是能打，却未必挡得了枪。而此时江云飞也认出来了，这个脸上纹着蜈蚣的人真是游戏里的活宝领空。若是只有自己一个人，就算对方有枪，江云飞也有信心全身而退。他本就是重生者，上一世面对无数妖魔鬼怪的战斗，锻炼出他过人的意志与搏杀本领。这一次从游戏醒来后，江云飞更发现自己不论是力量还是速度都增加了无数倍，所以他很自信。但就算江云飞再自信，也无法保证在对方有枪的前提下保护好刘国秀3人。于是他又道：如果是你游戏里死皮赖脸要认的大哥呢？你也这么对他？江云飞说话试探领空的同时，左脚隐晦地踩上一块碎玻璃片。若是领空不讲情面，那他只能做最坏打算。大哥，你难道是云飞大神？本来还一脸冷酷的领空，脸上的表情顿时来了个180度的大转变。他往前快走几步，瞪大一双眼睛，直勾勾地朝江云飞仔细打量。我大哥几级了？什么职业？卖过我什么装备？游戏与现实模样多少还是有些出入，但了保险起见，领空还是试探着问道：13级，术士，5000块钱卖过你一件霸道骨铠。江云飞一字一句道：哇靠！云飞大神，真是你啊！给人无形凶恶之感的领空，脸上突然开怀大笑起来。你怎么？正要说什么的领空突然反应过什么后，立刻朝5名手下挥手，让他们收起枪，然后朝1名手下道：小刘，去控制后台，把24小时内的监控视频永久洗掉。说完，他看着江云飞道：大神，想不到你不仅游戏里生猛，现实中打架更猛，不愧是我大哥。来，带你朋友先跟我离开这里。说着，领空又看向另4个手下，送小袁去医院，再叫人把这里打扫干净。吩咐完，领空便带着江云飞4人离开这里。世纪星辰 KTV
某特殊员工通道的铁门突然打开，领空带着江云飞4人从里面走出来。大哥，你带你朋友放心走吧，虽然不知道你与雾议员有什么恩怨，但今天这事小弟帮你扛了。领空十分讲义气，拍拍胸脯道。江云飞认真看着他的眼睛，问道：你确定你能扛得起？领空笑道：你别太看不起小弟我了，就是他爹都要给我3分薄面。放心，我保证不会有人因为这个事找你麻烦。江云飞看得出来，领空没有夸海口，是真有这个本事，便点了点头，道：谢谢。大哥，你这不是打我脸不是？帮你做点事，那不是小弟应该的吗？说着，领空表情有点贱贱的说道：就是希望大哥以后在游戏里有什么装备、技能，能多想着点小弟就行。江云飞笑道：好。告别领空后，回去的路上，刘国秀3人还是感觉今天发生的一切有些难以消化。到 WXGC 大学门口下出租车后，阿秀的女友黎黎仍然不太放心，看向与他印象中有天壤之别的江云飞，道：云飞，这件事情真的结束了？雾议员的家人不会来找麻烦？刘国秀倒是对江云飞很有信心，安慰女友道：你没看领空是云飞游戏中的朋友吗？他说这是他负责，我们就肯定没事。云飞，你是不是绝世涅槃榜上的神秘榜3？林小瑶倒是脑洞很大，压根没在想刚才的事，反而问起江云飞是不是绝世涅槃里当前最火的神秘榜3。先前已经承认自己在游戏里13级，整个绝世涅槃里现在只有2个13级玩家，13级还是术士职业，毫无疑问自然是游戏里突然晋升的神秘榜3。因此江云飞也不打算瞒着他们，点头道：应该是我吧。靠，不会吧，你小子居然是13级的术士，神秘榜3？阿秀惊讶无比的看向江云飞，好像不认识他一样。云飞，我也在玩绝世涅槃，游戏名叫瑶，我能加你好友吗？林小瑶很是期待的看着江云飞。先前面对雾议员的威胁，其他人都吓跑了，只有林小瑶愿意留下来陪李黎黎。江云飞觉得林小瑶是个勇敢又有义气的姑娘，便点头道：好。哈，太好了，我现在才8级，等我离开新手村后就来找你，到时你可要带我升级哦。林小瑶开心笑道。由于阿秀的公寓是一室一厅的，江云飞过来了，黎黎便决定与林小瑶回学校宿舍。送林小瑶2女回宿舍后，江云飞才和阿秀2人回到公寓。阿秀也是个游戏狂魔，知道江云飞是绝世涅槃里的超级高手，神秘的榜3后一直兴奋个不停，说这说那。先前遭遇的事早就抛在九霄云外去了。随阿秀来到他公寓后，江云飞接到一个电话，却是刘晴打来的，他立刻接通。云飞，你没有事吧？电话那头刘晴虽然强装平静，但江云飞还是听出了他很担心自己。江云飞心里一暖，道：放心，我没有事，和阿秀在他的公寓里。那就好，以后别太逞能了，要不是王傲会长帮。不小心说漏嘴的刘晴立刻停了下来。早就知道刘晴为了自己给王傲打电话求助的事，江云飞声音一柔，说道：晴，你还记得那个约定吗？刘晴先是沉默一阵，然后话音变冷：哼，我当然记得，但你只知道买彩票玩游戏，那个约定早已成了句空话。行了，我们已经分手了，希望你能成熟一点，上进一些，我挂了。等等，江云飞连忙说道：如果半年内我完成了约定，你还愿意再给我一次机会吗？刘晴再次陷入沉默。好久后，我听够了你的空头支票，若想我对你有所改观，先找个工作吧。说完，刘晴挂掉电话。江云飞嘴角露出了重生以来最开心幸福的微笑。上一世大4的时候，江云飞与刘晴在欢乐谷的摩天轮上许下约定，毕业的半年之内，江云飞若能在 WX 市买下一套房，2人便结婚，白头偕老。上一世刘晴离开江云飞，并不是因为他没有完成约定，而是对他不求上进，沉迷彩票游戏，彻底失望，才心灰意冷离开。刘晴，上一世失约的约定，这一世我必履行。哇靠，你小子笑得这么淫贱，难道刘晴答应和你复合了？从浴室走出来的阿秀从冰箱里拿出2罐山水啤酒，给他丢来1罐，笑道。江云飞接过山水啤酒，开盖喝上一口后，目光扫过床上被子压了半边的蕾丝内衣。嗨，阿秀立刻尴尬一颗，赶紧走过去把女朋友内衣收起来。我待2天就走，不会影响你们俩口子的甜蜜生活。江云飞打趣笑道。说什么了？咱们是兄弟，你怎么能只待2天就走？说什么也要待上3天。阿秀竖起3根手指头。江云飞被他逗得大笑起来。种马秀，3天而已，你就坚持不住呢？2人喝到凌晨3点，冰箱里的山水啤酒全部被消灭光后，阿秀才醉得睡着过去。江云飞虽然喝下不少，却没什么酒意，
他单手把阿秀丢到床上，替他盖上被子，就一个人来到阳台上，望着灯火凄美的夜景。若是没有2年后的末世灾难，该有多好！江云飞暗暗一叹，但他知道那是不可能的。他目前能做的就是珍惜每一分一秒，从绝世涅槃里得到所能得到的极限实力，以对抗未来将到来的大灾难。灾难要2年之后才会出现，在此前，江云飞还有更多事去做。与刘琴的约定，他打算在1周之内实现。届时，他要买一个很大的4合院内的独幢别墅，好好弥补刘琴，再接父母过来。要实现这个初步目标，保守估计得300万。亲人、爱人、朋友，这些就是江云飞众生后要守护的一切。江云飞看了下手机，距离绝世涅槃开服还有4个小时，他将最后一口山水啤酒喝尽，便走进公寓，睡一觉，等待绝世涅槃开服，在1周之内挣到300万。与此同时 ，WX 市某地精致奢华的卧室内，有2个人正上演着少儿不宜。物议员失败了，江云飞知道了我的存在，并且下战书，要在毕业晚会上找我算账。男人说话之间，动作却是更大。女人滋滋呀呀回道：“是的，还从没有人敢向我王傲叫嚣。若非我深受家族重任，最近所有精力都投入在绝世涅槃的话，我还真想现在就去碰一碰这个江云飞。你继续盯好刘琴，这个女人我吃定了。”男人邪恶笑道：“放心，二哥，有我沈娇娇在，刘琴迟早是你的人。”第47章，修罗飞羽杀手。早上6点半，仅睡了2个小时半的江云飞便精力充沛地醒过来。此时距离绝世涅槃开服还有1个小时半。很奇怪，现在的自己不仅力量、速度大增，连睡眠所需要的时间都大幅度减少，只睡了2个小时半，却比之前睡8个小时还要精神100倍。不过这是大好事，如此一来，江云飞便有更多的精力投入绝世涅槃。看了眼睡得跟猪一样，还不断打呼的阿秀，江云飞摇了摇头，也不知道李李怎么受得了他。或许那就是真爱吧。江云飞起床洗漱后，下楼买些豆浆油条回来，期间给母亲打去一个电话，询问父亲的恢复情况，知道一切良好，江云飞便更加放心。绝世涅槃还没有开服，江云飞便打开手机，边吃早餐边查看官方论坛。很快，有一条特别醒目、破1000万点击率的悬赏头条吸引了他：酬金10万，寻强力高手带闯仙河地图，为时1天，请有实力的联系，若是榜前10以上的超级高手，报酬加倍。发帖人：飞羽珊珊。飞羽珊珊，上一世在绝世涅槃中与江云飞有过一段纠缠的人，榜10以内，报酬翻倍就是20万。说实话，江云飞有些心动，他想接这个悬赏，因为他现在很缺钱，钱是越多越好。上一世，江云飞与飞羽珊珊后面相忘于江湖，这一世，江云飞不想再和他产生不应该有的纠缠。正在江云飞犹豫要不要接飞羽珊珊的悬赏时，他的手机来了一条短信：云飞，记得开服后游戏加我好友哦。是林小瑶发来的，他不会是对我有意思吧？江云飞也算两世为人，很多东西看苗头就能猜出什么。虽然林小瑶也是个百里挑一的美女，但这一世的江云飞心里只有留情，也不会做对不起她的事。看来要找个机会把事情挑明白。江云飞还是给林小瑶回了一个字：好。当8点钟后，江云飞看了眼还在呼呼大睡的阿秀，摇了摇头后便启动游戏指环，进入游戏。叮，欢迎回到绝世涅槃。这次进入游戏后，江云飞没有直接被带入游戏内，而是出现在角色界面的登仙台上。因为他已经13级，被强制带离新手村后，还没有选择加入国度。叮，尊敬的玩家云飞，由于你的等级已达13级，并且转职成功，请你选择想要加入的国度。眼前立刻跳出7个神兽图案，分别代表7个可供选择的不同国度。选择羽国。江云飞做出选择。做红色噩梦级转职任务时，死变态羽诗月就是如今的羽国女皇。后面羽诗月对他手下留情，还让他通过任务，全是看在老村长的孙女月儿留给他的牡丹香包的情分上。江云飞推算，月儿很有可能是羽诗月口中的小殿下，这里面绝对有天大的隐藏任务，所以江云飞选择加入羽国，看有没有机会拿下这个隐藏任务。叮，选择国度，羽国成功。尊敬的玩家云飞，您将在3秒后被传入羽国5级县城之内，祝您游戏愉快。3秒后，江云飞已经出现在羽国的县城中。进入游戏的第一时间，江云飞先是打开自己的属性面板，因为系统奖励的借位归真与肯灵阶极品半生灵果得到的洗金法髓仍然还是个谜，但可惜看完属性后，江云飞再次失望，他的属性板块上依然没有借位归真与洗金法髓。江云飞脑袋中突然灵光一闪，想起自己那天突然在游戏中昏迷，
醒来后全身脏兮兮，之后整个人各方面身体素质提升无数倍。莫非借位归真与洗精法水的奖励落实在现实中？自己现在一天只睡2个小时半就能精神100倍，搞不好那借位归真与洗精法水真是落实到了现实里。想到2年后能给全世界带来灭世灾难的绝世涅槃，他现在就能把奖励发放到现实的自己身上，江云飞倒也并不是那么难以置信。与世月那可恶娘们毁掉了江云飞3件装备，还有辟邪符与隐身符，导致现在江云飞全身上下只有1件装备，黑狼法衣与和258金16银91铜。咦，江云飞差点忘记了，他还有一本十分珍贵的技能书《法术暴击天赋》，还好没有被与世月摧毁，不然江云飞可真要吐血。这本书之前是等级不够，无法学习，现在江云飞已经13，当下连忙拿出来学习。叮！法术暴击天赋学习成功，永久增加玩家 15% 几率的法术暴击。学习完法术暴击天赋后，江云飞先给林小瑶加去一个好友申请，很快便得到回复。林小瑶是个很聪明的女孩，加上好友后没有多说别的，只回复来一个笑脸图案。江云飞没有回复他，立刻便朝城里的神仙学堂而去。玩家转职以后便可以去神仙学堂找对应职业的 NPC， 学习符合的职业技能。这个雨国的5级县城很空旷，除了江云飞自己以外，他没有看到一个玩家。也正常，现在整个绝世涅槃里，等级到10且转职成功的人不会超过1000个， 99% 的玩家主流等级估计还在8到9级之间。到神仙学堂后，江云飞找到术士职业 NPC， 一个白衣道袍带着玉冠的道士。因为有着上一世的经验，江云飞直接跳过 NPC 介绍可转职的类型，直接花去10金币选择转职水系术士。叮！你已成功转职为一转水系术士，修为提升为玉清一重天，所有属性增加 1%。 我可以学习什么技能？江云飞没在乎系统的提示，问道。NPC 倒是也不废话，有3个可以学习的主动技能出现在江云飞面前：水木天花、水狼笑月、水之掌握。3个技能，每个技能学习费用高达10金币一个，1金就是100，10金1000块。绝世涅槃是真黑，江云飞若非完成几个任务，奖励了200金币，他现在都学不起技能。一口气学完技能后，江云飞又花掉100金币，买下40个初级回血丹与80个初级回灵丹，然后便打算先去城外找怪，试试技能效果。这时，好友栏里先后跳来红颜祸水与洛星辰的消息。红颜祸水，云飞，你怎么选择了一个攻击系里最差的水系术士？洛星辰，不是更新了仙河地图吗？怎么传送 NPC 那里没有仙河地图提示？江云飞先给红颜祸水回道，相信我，水系术士并不是攻击系里最弱的，差的只是很多玩水系术士的玩家。接着又回复洛星辰，我听散人协会的朋友说，仙河地图是每天中午12点开放，应该是没到时间。这时领空也给江云飞发来消息，老大，你选择了哪个国度？我一会转职完后去找你。江云飞给他回复雨国。回复3人的同时，江云飞已经来到城外。附近野怪最低都是10级豪猪，江云飞自然看不上。凭江云飞的眼界，就算要是技能也得找 BOSS 级的怪物。身为众生者，江云飞知道距离这里最近有 BOSS 的地图是城外某个峡谷里，正好有个15级的黄阶初级 BOSS。由于没有了疾风靴，江云飞现在的移速不快，他很不适应。看来是得赶紧爆身装备出来，再升上20级。20级以后，玩家就能捕捉飞禽猛兽当坐骑，到时就不用像现在这样跑图跑得这么辛苦。15分钟后，经过一片竹林时，江云飞突然发现10米外有一个隐身的修罗朝他慢慢靠近。江云飞身上最后一件装备黑狼法衣附带狼之视觉，可看破一切等级低于自己的隐身。13级榜3的江云飞穿着黑狼法衣，可以说目前整个绝世涅槃都没有一个修罗级别比他高，自然无人可以在他面前玩偷袭这一套。江云飞查看了一眼鬼鬼祟祟的修罗飞羽杀手，等级10级，一转修罗。看到是飞羽家族的人，江云飞顿时脸上冷笑。出了新手村后，白明被杀依然是掉1级，但红明或者主动攻击他人被反杀的话，可就是2级。因此江云飞发现飞羽杀手后，并未第一时间动手，而是继续装着若无其事往有黄阶初级 BOSS 的地图前进。身后飞羽杀手很有耐心，他没有急着动手，而是跟在江云飞身后，不知道他是在寻找机会还是在等人。不过不管是哪一个，江云飞都不放在心上。很快来到了江云飞此行目的地，一个上万米宽的峡谷，里面风景宜人，最低的都是13级怪物花妖，13级以上的怪物都是主动攻击怪物，
看到玩家就会发起攻击，因此一走进峡谷后，立刻就有3只13级花妖朝江云飞扑来。江云飞抬手发动第一个技能水狼啸跃。哦！随着一声狼啸过后，江云飞的周身在2秒钟内聚集出大量的水汽，水汽化形后幻化成一头栩栩如生的水态魔狼。魔狼飞奔而去，一口咬中第一只花妖，然后身体变大膨胀，砰的一声炸开，覆盖了周围5米的范围。叮！您的技能水狼啸跃对3只花妖造成个2200的伤害，并造成10%的减速，持续3秒。显然，水狼啸跃是个群攻带减速的技能。对于这个技能，江云飞并不太满意，他的施法时间长达2秒，而且是预判技能，并非锁定，很容易被高手玩家 miss。冷却时间还长达30秒，用一次消耗灵力高达50%，比血爆还高。第48章双倍击杀惩罚。以江云飞如今的等级与强大属性，使用群攻技能之后还秒杀不了3只13级的普通花妖，他自然不太满意。要不是与诗月那臭娘们 NPC 毁掉江云飞3件珍贵装备，他也不可能秒不掉这3只花妖。想起与诗月，江云飞就气得牙痒痒，等他实力足够后，一定找他出那口恶气。被江云飞打掉2200血的3只花妖，各自还有300血量在身上。江云飞没有让他们碰到自己，先后3道普通攻击将他们全部化为经验。叮！您成功击杀花妖，获得经验300，事倍功半，实得经验150。3只花妖一共给江云飞送来450经验与7枚铜币。就在江云飞对自己不能秒杀13级花妖耿耿于怀时，一直隐身跟随着他的飞羽杀手却是眼睛瞪得比铜铃还要大。操！不愧是被堂主飞羽潇潇列入本家族1级黑名单的悬赏人物，这特么没有武器在身上都能2下杀掉13级的花妖。飞羽杀手原本还想着是不是要偷袭杀掉江云飞，好拿下家族的内部赏金。飞羽潇潇早在1天前就在家族频道发布悬赏追杀江云飞的信息，凡飞羽家族成员每杀江云飞1次都能得到2万块奖金。本来第一时间发现江云飞后，飞羽杀手顿时觉得是发财的机会到了，可看到江云飞的恐怖攻击后，他开始犹豫了。犹豫片刻后，他给家族频道里发出信息：雨国88号5级县城，坐标1002986峡谷，发现家族1级黑名单悬赏人物云飞，有在雨国的兄弟们请速来此地围杀云飞。飞羽杀手信息一发，飞羽家族的 YY 频道里立刻便有5个雨国的飞羽成员第一时间回应，马上赶来。杀江云飞1次就能有2万块家族赏金。飞羽家族内部其他不是雨国玩家的成员顿时恼恨不已，叹气当时怎么没加入雨国。玩家一旦选择国度之后，在30级以前是无法跨国度传送，所以飞羽家族等级到时又是雨国玩家的成员总共就6个人。与此同时，新手村内才刚刚升上10级的飞羽潇潇听到江云飞出现在雨国后，立刻在家族高级管理频道给5个负责人发消息，要求他们10级后各自带100人加入雨国。云飞，你等着，我很快就会来追杀你，让你知道得罪我飞羽潇潇是一件多么愚蠢的事情。此时江云飞还不知道飞羽家族正在密谋着如何对付他。现在他已经来到峡谷中央，峡谷中央有一株高达20米枝繁叶茂的老柳树，它身上有成百上千条柳枝如同活物一样挪动。在这株老柳树的下面堆积着大量野兽骸骨，这正是江云飞此行目标。黄阶初级 BOSS 百年柳树妖，攻击333-497，防御441，生命值45万，技能群魔乱舞，裂地一击。百年柳树妖，幽岭峡谷内最强大的 BOSS， 每逢有血肉生物接近他50米之内，都会被他恐怖的柳枝缠住，最后成为他的血食。百年柳树妖的攻击与防御在黄阶初级 BOSS 中不算高也不算低，凭江云飞现在属性又学会3个技能，对付他完全不成问题。但江云飞需要先消灭百年柳树妖的小弟们，他的周围有50只14级的柳树怪。江云飞观察完周遭的地势后，立刻便有了主意。很快江云飞行动起来，一次吸引10只柳树怪仇恨，然后把他们引进一个狭窄的凹地内。14级柳树怪每次只能对江云飞造成40加左右的伤害，就算是10只柳树怪同时攻击他，也秒杀不了江云飞。并且将10只柳树怪同时拉进狭窄的空间后，江云飞每使用一次水狼啸跃，都可以对他们全部造成2200加伤害。之后每个柳树怪再被他补上一记普攻，便全部化成经验。在江云飞的高效率拉怪之下，50只14级柳树怪不过5分钟内便全部化为他的经验。看到长了小节的经验条又捡到4个银币后，江云飞嘴角微微一笑，而一直躲在远处隐身中的飞羽杀手则是眼睛都看直了。TMD， 同样都是人，怎么差距这么大？
飞羽杀手完全想不到，江云飞一个水系术士击杀50只14级柳树怪，居然可以这么快，这么效率。要是让他杀，估计2个小时都搞不定，而且中间还不知道得喝下多少回血回灵丹才有可能。MD， 这小子简直是个怪物。此刻，飞羽杀手都有些心虚了。他怀疑一会就算另外5个家族成员赶过来，加上他一起，怕也不是江云飞的对手。实际上，江云飞也想不到，他只是随随便便打打怪而已，却吓得飞羽杀手都有些想放弃偷袭他的念头。解决完所有小怪后，江云飞开始朝 BOSS 百年柳树妖走过去。才刚接近他50米以内，百年柳树妖陡然一动，巨大的树身上裂开出2个妖瞳与一张巨嘴，同时他树身上的成百数千条柳树枝桠瞬间活了过来，像是蛇群一样冲向江云飞。江云飞故意没有抵挡，看看他能给自己造成多大伤害。叮！百年柳树妖对你发起攻击，你的血量188。看到这个伤害，江云飞笑了。看来在百年柳树妖不动用技能的情况下，他是一点压力也没有。江云飞眼光瞟了下隐身在20米外的飞羽杀手，便收回目光。江云飞在考虑要不要先杀掉他，毕竟他不想实力过早暴露。他先前杀怪已经够惊世骇俗，要是再让飞羽杀手看到他一个人单杀掉 BOSS， 自己榜3的身份，估计很快就会被猜测出来。但主动杀掉飞羽杀手，红名江云飞倒是不怕，只是感觉太便宜他，得想想办法引飞羽杀手主动攻击自己，再杀掉他，这样便能让对方连掉2级。思索片刻后，江云飞瞬间有了主意。与百年柳树妖缠斗时，江云飞不再使用技能，只用普攻，每次只能对他造成700-800之间的伤害。这样一来，吸血效果就跟不上百年柳树妖对他的伤害。很快，江云飞的血量就只剩下200左右。该死的，还剩下最后2瓶初级回血丹。早知道这 BOSS 这么难缠，就组好队再来找他。江云飞脸色十分难看，很大声地抱怨道，同时他吃下1枚初级回血丹，血量恢复加300。但江云飞仍然不太愿意放弃，继续攻击着百年柳树妖。可百年柳树妖似乎不想跟江云飞闹着玩了。叮！百年柳树妖对你使用技能裂地一击，从地底爆出一根拥有血盆大口的柳树根，像条大蟒蛇一样抽中江云飞的胸口。立刻，他的头顶上就跳出399的血量。江云飞神情慌张，看到残掉的血量，赶紧掏出最后1枚初级回血丹放到嘴中。他的血量又加300，勉强到达安全线。该死的柳树妖，爷爷先放你一马，等我召集队友再过来灭掉你。说完，江云飞就要逃跑，可还是慢了点，又被百年柳树妖2次普攻命中，他的血量瞬间只剩下最后98点。一口气跑出50米后，江云飞才擦了擦头上的冷汗，同时很大声地说道 ：“MD， 还好我跑得快，不然被杀掉可就调回新手村了。算了，先回城找好队友再来找这 BOSS。”说着，江云飞头顶着鲜红的只剩98的血量，就要使用每天1次的免费回城。虽然感觉江云飞的攻击比先前弱了不少，但他毕竟面对的是 BOSS， 飞羽杀手倒没怀疑什么。眼看着就要回城，还顶着残血状态的江云飞，飞羽杀手有点等不及另外5个成员。嗖的一声，飞羽杀手开启疾跑，以隐身状态瞬间来到江云飞的后背，同时发起修罗贝刺100%暴击技能。叮！您遭受到飞羽杀手小队成员飞羽杀手的恶意攻击，伤害60。操！伤害怎么可能这么低？飞羽杀手不敢置信，他发动技能后是双倍攻击，居然只能打掉江云飞60的血量，他的防御究竟是有多高？不过受这一击后，江云飞头上只剩下最后38的血量，飞羽杀手深信最后补1-2刀，江云飞必挂。挂掉他，2万奖金到手，美滋滋呀！然而，当飞羽杀手第2道攻击命中江云飞时，江云飞的嘴角上却露出了一抹邪恶的坏笑。水幕天花，江云飞第1次使用水系术士的防御技能，顷刻间，江云飞的周身之外便形成一片蔚蓝色，如蓝宝石一样的水态光镜护体。江云飞遭受到飞羽杀手第2次攻击后，头上却仅仅掉出了一个1。什么？怎么会这样？飞羽杀手惶惶不敢置信，完全想不到，当江云飞使用水幕天花后，他连江云飞的防御都破不开。江云飞二话不说，还手便是另一个瞬发技能水之掌握，丢给傻了眼的飞羽杀手。顿时间便是一团2米粗大的水态能量手，一把抓在飞羽杀手身上。砰的一声，抓住飞羽杀手的水态能量手膨胀爆开后，他的头上出现1111的可怕血量。瞬间，飞羽杀手死到不能再死。叮！您恶意攻击玩家云飞，遭到反杀，死亡惩罚加倍。等级2，装备与包裹内物品随机各掉1件。叮！由于您的等级低于10级，将在复活后强制送回新手村。听到一连串冰冷的系统提示后，欲哭无泪的飞羽杀手
肠子都悔青了。然而无论他多后悔都来不及了。江云飞嘴角微笑，弯腰捡起飞羽杀手爆出的一件装备与一张回城符，还没有来得及查看装备属性，江云飞便发现地图上出现5个红点，100米外5个头顶发红的10级飞羽家族成员已经走来。第49章黄阶中品妖血狂刀，5个人冷冷走来，分别是一个枪战士，一个刀战士，一个剑战士，另有一个术士与一个羽士。这5个人等级都在10级，名字全是飞羽开头，神情如同高傲的猎人看向猎物的眼神，朝江云飞一步步靠近。杀手那个白痴肯定是想吃独食，不等我们，难怪会被挂掉，真是活该。为首的枪战士看了看自己红色的头顶，唾弃道：他们在来的路上并与飞羽杀手组成队伍，所以飞羽杀手主动攻击江云飞被反杀后，他们在江云飞眼里也是红名状态，是可以被主动反杀的对象。哇靠，你们看，那里居然还有黄阶初级 BOSS， 这一趟来得太他妈划算，老子还没刷过 BOSS， 杀掉他大家平分2万块赏金，还能打一个 BOSS。 另外4个飞羽成员看到江云飞身后的 BOSS 后，一个个眼睛发红发亮，他们已经把江云飞与百年柳树妖 BOSS 全视作囊中之物。可就在这5人指点江山之余，江云飞已经发动技能水狼啸跃。白痴，术士类攻击中最弱的水系术士还敢使用群攻技能 PK， 真是弱这一只。群攻技能的伤害不如单体攻击技能，水系术士又是所有攻击系术士中唯一没有伤害增幅的职业，因此看到江云飞使用群攻技能后，为首的飞羽枪战士表情极为不屑。当然不屑归不屑，狮子搏兔亦用全力。飞羽枪战士立刻切换防御状态，双手持盾挡在最前方。枪战士的防御形态伤害减 50%， 是所有近战中最皮糙肉厚的职业。哦，施法长达2秒的水狼啸跃随着江云飞一指之后，以水太狼形之身奔驰掠去，从天而降，直扑挡在前方的飞羽枪战士。哼！飞羽枪战士鼻孔里发出不屑一哼，他与一名10级水系术士战斗过，对方的水狼啸跃群攻打在不是防御形态的他身上，造成的伤害都没有破300，何况他现在是防御形态，压根没把江云飞的技能当一回事。另外4个飞羽成员对飞羽枪战士也很有信心，2个近战已拿出武器，另一个术士与羽士则开始使用技能，要以最快速干掉江云飞。然而在下1秒后，首当其冲的飞羽枪战士被水狼啸跃扑中之后，他那高傲装逼的脸上陡然定格，头顶立马腾跳出一个1111伤害。砰！水狼的躯体像气球一样膨胀爆炸开后，溅射开去的水浪如玻璃碎片覆盖住5米范围，将另外4个飞羽成员笼罩其中。负2111，负2222，负2509，负2692，连续4道触目惊心的伤害从另外4个飞羽成员的脑袋顶上飘起。飞羽家族5个成员不敢相信地倒在地上变成尸体后，耳边却连续响起令他们吐血3声的系统提示音。叮！您的小队成员恶意攻击玩家云飞在先，你们遭到反杀，死亡惩罚加倍。等级2，装备与包裹内物品随机各掉1件。叮！由于您的等级低于10级，将在复活后强制送回新手村。江云飞面带微笑走到5人的尸体面前，捡起5件装、3张回城符、2枚初级回灵丹。不得不说，这5个飞羽家族的成员脸真黑。江云飞的法术暴击天赋在使用水狼啸跃时触动，造成双倍法术伤害效果，连防御状态的飞羽枪战士也没有逃脱被秒杀的命运。飞羽家族真是好人啊，缺啥送啥。看到包裹里的5件装备、几张回城符，江云飞嘴巴都要笑出花了。回城符1张就是1000块，江云飞至今没舍得买。5件装备虽然品阶不怎么样，但有1件江云飞现在就能用，估计是那个飞羽术士爆出来的。华云靴，品级黄阶尾下品，术士及术士隐藏类职业穿戴。生命加40，防御加10，智力加8，移动速度增加50，使用等级10。江云飞正嫌弃自己移速太慢，抱得这双华云靴实在是太及时。至于另外5件装备，虽然品级也不怎么样，但估计1-2000件还是能够脱手，相当于杀掉5名飞羽家族成员，江云飞瞬间赚到1万出头的收益。飞羽家族真是送财童子。解决掉飞羽家族的人后，江云飞目光看向百年柳树妖，是时候收拾他了。与此同时，飞羽家族 YY 管理频道里面，被江云飞送回新手村的6个飞羽成员正在哇哇哭诉 ：“bug， 绝对是 bug！ 我开防御状态伤害减半，那个云飞一个水系群攻居然能秒杀我！”飞羽枪战士愤然喊道 ：“MD， 我要向官方投诉，一个连武器都没有的水系术士，一个群攻秒杀我们5人，
大家说这还有天理吗？哦，老子身上就2件装备，都被爆了1件，他奶奶的！你比我强，我好不容易买到的一双靴子爆掉了。飞羽术士泪流满面，他不仅伤害爆表，你们知道吗？我一个技能打在云飞水木天花上，防御都破不开。最先被江云飞送回新手村的飞羽杀手道 ：“MD， 咱们几个人去官方投诉他。”就在飞羽家族6个成员议论着要去投诉江云飞时，一个清丽的冷喝声却是响起：“都给我闭嘴！绝世涅槃有 bug 这种不过脑子的话，你们也说得出口？一群废物，技不如人就技不如人，赶紧在新手村内好好练级，争取早点返回雨国。”正在转职任务进行中的飞羽潇潇在家族频道又接着骂道：“所有人听好，在我与5个分堂的兄弟们到达雨国之前，不论谁看到云飞，都躲远一点。等我们来了之后，再收拾他。”飞羽潇潇出来一顿训斥，顿时令飞羽杀手6个人不敢再说话。潇潇姐，就一个水系术士玩家，至于你们这么兴师动众吗？这时，一个声音清脆的女音在管理频道响起：“把他交给我吧，我代表家族解决他。珊珊，你别冲动，你虽然转职了隐藏职业，但未必是他对手。我与他打过几次交道，知道他的厉害。家族内除你哥与飞羽8杰之外，任何人单独碰上云飞都可能饮恨。”飞羽潇潇说道：“潇潇姐，你少看不起人，你越这么说，我越要去会一会这个敢跟我们飞羽家族作对的云飞，看看他是不是有什么3头6臂。”飞羽珊珊赌气说道。飞羽家族之间对话，江云飞自是不知道，他正全神贯注地对付黄阶初级 BOSS 百年柳树妖。先前有飞羽杀手潜伏在边上，江云飞放不开手。此时解决掉飞羽家族的人后，江云飞再无任何保留，所有技能不间断砸向百年柳树妖。血爆负2555，水质掌握负2111。这2个技能是江云飞目前最强的单体攻击技能，就算不出无视防御与法术暴击，都能对百年柳树妖造成超2000伤害。若是出现无视防御或法术暴击，技能对他的伤害更是高达3000以上。因此不过5分钟的时间，百年柳树妖高达45万的生命已经被打掉一半。感觉到威胁的百年柳树妖陡然发出长长的魔笑声，下一刻后，他树身之上所有活动的柳树条上长出一根根钢针，如群蛇乱舞，一涌扑向江云飞。叮！百年柳树妖对你发动技能群魔乱舞。面对百年柳树妖的技能，江云飞一脸无惧，立即使用技能水木天花。瞬间，江云飞整个人就被一片蔚蓝色的水系护盾护住。水木天花是水系术士的招牌防御技能，持续15秒，冷却达1分钟。其防御能力高低不是技能决定，而是玩家的个人智力属性决定。身照水木天花江云飞被百年柳树妖的技能命中之后，头上连续飘出10个伤害：负51、负44、负49、负48。转职后全属性加 1%， 又穿上化云靴的江云飞生命总值达到778。在水木天花的保护下，应受百年柳树妖攻击，总掉血量也不过470多。江云飞立刻还击一个血爆飞出，炸中百年柳树妖，居然出了一个他都没想到的爆炸伤害：负5788，将近6000的恐怖伤害值，帮江云飞瞬间恢复满血量。百年柳树妖更是痛得嗷嗷大叫。江云飞先是一愣，然后猛然反应过来，无视防御并暴击与法术暴击天赋居然能同时叠加。江云飞兴奋不已。虽然无视防御并暴击与法术暴击天赋同时触发的几率极低，但只要出现，绝对是毁灭级输出。又是5分钟过后，面对变态的江云飞蹂躏，百年柳树妖终于惨叫倒下，变成了一堆枯枝烂木。叮！恭喜玩家击杀黄阶初级 BOSS 百年柳树妖，奖励经验30万，功德点+1。与此同时，百年柳树妖还爆出2件装备与30多枚银币。江云飞立刻将所有战利品收入包裹。专注法界品阶黄阶下品，术士及术士隐藏类职业佩戴。攻击+33，敏捷+11，智力+25，附带术法伤害增幅 1%， 使用等级13。妖血狂刀品阶黄阶中品，刀战士及刀战士隐藏职业使用。攻击112-189，力量+28，体质+20，附带狂化，增加自己及队友 20% 的攻击力 10%易速，同时降低 20% 防御，持续2分钟，冷却30分钟。使用等级10级。看到妖血狂刀的属性后，江云飞眼睛里瞬间光芒四射。黄阶中品刀战士武器，高攻高属性，还有团队增加狂化技能，这简直就是极品中的极品。只可惜不是术士武器，这把妖血狂刀保守估计20万起步。专注法界也算是个小极品，
江云飞二话不说，先带上，实力又提升一小截。若非领空是刀战士，这把妖血狂刀江云飞绝对会拿去拍卖。于是他把妖血狂刀的截图发送给领空，不到3秒钟，好友栏里闪烁不停地跳着领空要语音通话的申请。第50章，仙河地图开启。才接通语音，领空那激动到语无伦次的声音便是狂轰乱炸。老大，我爱你，我爱死你了！我要这把妖血狂刀，倾家荡产我都要买！快邮过来给我，有了它，我的转职任务这次肯定稳过。江云飞一脸黑线，完全没想到这活宝这么夸张的反应，听得他心里直发毛。本来就是要送领空的，江云飞也不废话，花去1银币，直接把妖血狂刀给他邮过去。然而才邮过去1秒钟不到，江云飞便听到系统的提示：叮，您收到玩家领空20万的转账，到账成功。老大，谢了，我马上再去转职一次。领空说完，已经挂掉通话。显然他的转职任务先前已经失败过一次。收到领空转来的20万，江云飞摇头一笑。虽然妖血狂刀价值超20万以上，而且在当前阶段还属于有价无市的那种极品装备，但江云飞把它给领空，其实是想送给他。对于认可的朋友，江云飞从不吝啬。没想到这家伙立刻就是20万转过来。江云飞了解领空的性格，这20万要是再退他的话，对方肯定不会高兴。再说他也不是差钱的主。江云飞现在也很缺钱，便收下了。叮，玩家您在平台拍卖的装备已全部出售，扣除手续费用，还剩25万，已经自动转入到您的账户。在新手村时，江云飞记在平台上拍卖的装备居然卖出20多万，令他稍微有些意外。江云飞之前估算价值是20万左右的样子，不过能卖出更多的钱，谁又会嫌钱多呢？瞬间江云飞就有45万的身家。对于在1周之内在 WX 市买下一套别墅的距离又近了一步。云飞，你小子不够意思，游戏开服也不叫醒我，要知道我现在还只是7级。阿秀醒后一上线就给江云飞发来抱怨的信息。中午加餐，聚贤楼叫个18罗汉送过来当赔罪，总行了吧？江云飞笑着回复道：靠，你小子发财了，18罗汉可要3000多块。阿秀吃惊道：发财还算不上，杀 BOSS 爆出几件装备，卖了点小钱。闻言，新手村内阿秀眼神一亮，道：你要是爆出枪战士的装备，记得给我留着。江云飞给他回复一个 OK， 便关掉聊天，同时下线。下线打电话到聚贤楼叫了一个18罗汉后，江云飞又给母亲转去10万块，便再次上线。才刚上线，便听到系统发起全服公告：叮，仙河地图将在半小时后开启，届时所有等级达到10级的玩家皆可以前往仙河地图进行冒险。叮，特别提示：仙河地图经验3倍，爆率2倍，玩家死亡惩罚2倍。终于要开始了。听完公告，江云飞第一次奢侈的使用回城服，1张就是1000块。回到城里后，他把身上所有金币全部花光，全部买了回灵丹，为半小时后进入仙河地图做准备。身为重生者，江云飞绝对是绝世涅槃里面最熟悉仙河地图一切机制的人。上一世能够在仙河地图叱咤风云的人物，只有天榜地煞榜上的超级玩家与极少数的幸运儿。江云飞上一世在仙河地图内也只是一个打酱油的人物，但一这世他要成为仙河地图内的最强者。与此同时，整个世界广播瞬间热火朝天起来，3倍升级经验，双倍爆率，让所有10级以上的玩家热血沸腾起来，全部都等着仙河地图开启，进入里面大展拳脚。5000块钱一次的全服喇叭立刻像不花钱似的不断响起。不败神话，神话家族到达10级的兄弟们，半个小时后集合，随我共闯仙河地图。至尊宝，至尊阁的兄弟，买好药，磨好刀，在仙河地图看见神话家族的小崽子，一个字，干死他！飞羽珊珊，寻强力高手共闯仙河地图，报酬10万。若是榜10以内高手，报酬翻倍。另郑重通知一个叫云飞的玩家，洗干净脖子，在仙河地图等本姑奶奶杀。看到这条全服喇叭，江云飞顿时眉头一皱。虽然这一世不想再和飞羽珊珊有过多接触，但江云飞也不想跟他在游戏里水火不容。领空，飞羽珊珊，就凭你还不配挑战我云飞大哥？要想找他麻烦，先打赢他小弟我。红颜祸水，云飞是我朋友，谁与他为难，就是与我红颜祸水为难。洛星辰，云飞是我兄弟，谁动他就是动我洛星辰。看到飞羽珊珊的全服喇叭后，红颜祸水3人立刻发喇叭挺江云飞。顿时间，所有玩家都知道了云飞这个名字。飞羽潇潇，云飞与我飞羽家族不死不休，谁站在他那边，就是跟我飞羽家族过不去，那游戏里见真章吧。飞羽珊珊，红颜祸水，洛星辰，别以为你们2个等级榜10以内
就自以为是。我飞羽珊珊想要杀的人，谁出面都不好使。九剑仙、天仙家族与飞羽家族是盟友。珊珊需要帮忙时说一声。飞羽珊珊，谢谢剑仙大哥。不拜神话。哎呦，这么热闹呀！至尊宝，快给爷买包瓜子来，我要准备看戏。至尊宝，滚你大爷！瓜子没有，菜刀管够。仙河地图还没有开放，却因为江云飞这名字，已经提前让全府喇叭里充满硝烟战火的味道。本来江云飞是很想低调的，但看到红颜祸水他们卷入进来，便花掉5000大洋，发起全府广播。仙河地图开放后，我在庚金仙岛，想找我的放马过来。领空，老大威武！立时间，红颜祸水与洛星辰给江云飞发来组队信息，说他们要过来帮他。江云飞却给他们回复道：你们不要过来庚金仙岛，放心，我一个人足以对付他们。见江云飞语气坚决，红颜祸水与洛星辰便告诉他，需要帮忙时说一声，他们随时出现。能随便发5000大洋一次全府喇叭的人，皆是大佬级人物。江云飞发了一次后，对于后面飞羽家族再发出来的挑衅，便视而不见。大众普通玩家发不起全府喇叭，也不参与江云飞他们的恩恩怨怨，则是一经一次喊国度喇叭组队。10级高血高防枪战士求组入仙河队伍，10级仙河队来高输出术士、羽士，强力仙河队来一名奶水充足的辅助系术士，猛人仙河队缺一个高强度枪战士，要求600血、300防，身上至少3件装备。江云飞不打算组队，任何的队伍都吸引不了他。距离仙河地图开放还有1分钟时，领空来了一个消息：老大，看来我赶不及过来帮你呢。转职任务还有半个小时，安心转职，我没问题。江云飞才给领空回复完，好友栏里又跳出另一个消息，是林小瑶发来的：云飞，加油！我9级了，10级转职后也来找你，我们一起揍飞羽家族。江云飞给他回了一个 OK， 便不再理会。就在仙河地图还有最后5秒将开启时，全府喇叭再次响起飞羽珊珊的话：云飞，姑奶奶来找你了，要是不你敢选庚金仙岛，我看不起你。江云飞脸色略沉，然后走向城里传送 NPC， 传送仙河地图。花费1金币后，江云飞视线一变，人已经飞到浩瀚天穹之上，脚下是白云缭绕，时有巨鸟飞兽穿梭而去，掀起狂风万丈。周边白云外不断有一道道白光闪烁，是一个又一个的玩家被传送而来。叮！仙河地图分为5大仙岛，请玩家选择进入的仙岛。江云飞毫不犹豫选择庚金仙岛。叮！玩家选择成功。特别提示：仙河内5大仙岛，每个仙岛将开启个人积分榜航排，各岛排入前10名内的玩家将获得系统特殊奖励。每个玩家一天只能在仙河地图闯荡4个小时。冒险者们，加油吧，去享受你们畅快淋漓的冒险旅程。下一刻后，江云飞出现庚金仙岛之内。庚金仙岛说是岛，可其面积之广，根本看不到边际，如同一片连绵不绝、盘旋登天的巍峨雄峰。远远望去，其岛覆于仙河内，连接天穹之上，2/3的岛体面积皆被无尽的白雾笼罩。岛内猿啼虎啸不断，空中神鸟飞兽盘旋，看上去实若人间福地。但只有江云飞清楚，这里最低级别的怪物都不弱于黄阶初级 BOSS， 可谓步步危机。叮！仙河地图初次开启，5大仙岛之内将在15分钟后各刷新1只福利 BOSS， 击杀掉他的玩家将获得如意八宝盒。听到如意八宝盒，江云飞眼神猛然一亮。如意八宝盒能开出专属的装备、技能、宠物、坐骑、时装、灵药，甚至是隐藏职业转职证明。这个如意八宝盒，江云飞志在必得。不过在此之前，江云飞得先赶去一个地方，一个瞬间能让他得到大量经验的宝地。江云飞观察一眼地势后，立刻朝着一个方向疾驰而去。不过很巧的是，才经过一片丛林区时，有2个玩家刚好被系统送来此地。飞羽匆匆，飞羽傲绝。看到是飞羽家族的成员，江云飞二话不说，甩手就是一个雪豹加水之掌握，将2个才进来庚金仙岛的飞羽成员送走。叮！您击杀2名冒险者，庚金仙岛积分加4。第51章如意八宝盒。这2个飞羽家族的成员死得无比冤枉，进入庚金仙岛1秒都不到就被送出去，并且还要各调2级回新手村改炉重造。杀掉2人，爆出1件装备与1枚回血丹，通通被江云飞收入包裹，然后他继续前进。与此同时，飞羽家族内部频道：操！我特么什么都没看到，就被云飞那王八蛋秒出来了。狗日的，我2000大洋，半个月工资买的护手被爆了。刚刚被江云飞杀掉的2个飞羽成员正在嚎啕诉苦着。云飞打你们有多少伤害？频道里，飞羽珊珊问道。
二人哭丧着脸道：“1100加。”闻言，庚金仙岛某处，一身不菲装备，明眸俏鼻，皮肤雪白的飞羽珊珊，秀眉微凝。哼，云飞，你最好祈祷别太早碰上我。才刚升11级，却已是满身装备的飞羽珊珊被齿轻咬道：“当前这个阶段，如飞羽珊珊能穿戴着一身完整装备的人，整个绝世涅槃估计都找不出100个人。他这一身装备可足足砸了200万软妹币才凑齐。凭借这一身装备，又拥有隐藏职业冥界武者的飞羽珊珊无比自信。别说一个名不经传的江云飞，就是等级榜前10内的玩家也有一战之力。”江云飞正在古木参天的林内快速穿梭，往庚金仙岛的苗族岛村而去。他要第一时间跑去庚金仙岛的苗族岛村，接下3个奖励无比丰厚的任务。沿路上的岛中怪物最低都是20的精英级怪物，无比凶猛。江云飞没有攻击任何一只精英级怪物，尽量避开他们。就算避不开，挨2下攻击后就全力将他们甩掉。20级的精英级怪物，每命中江云飞1下，都能带走他最少300的血量。就算拥有778血量的江云飞，也要吃回血丹。穿过一片密林，进入一个平原岛地时，前方传来动静。操！什么狗屁仙河地图，每个怪物都如同黄阶初级 BOSS 一样凶悍，这让我们怎么玩？快闭嘴，赶紧拿好血量，不然要撑不住了。有3个玩家正在对抗一只20级的庚金狂蜥，虐得3人嗷嗷叫苦。江云飞本来穿梭而过，却发现3人里的肉盾是飞羽家族成员，那就没什么好说的。江云飞脚步一停，甩手便是一个雪豹砸过去。本来面对20级的庚金狂蜥已经很艰难的飞羽肉盾，头顶上飘起一个1333血量，瞬间倒下，被庚金狂蜥踩在地上。看到这个人被杀后没爆出装备，只掉出1枚初级加血丹，江云飞便转身就走了，留下一脸懵逼的那2个队友。失去唯一肉盾后，另2个人在片刻后也惨叫着被庚金狂蜥送离了地图。仙河地图不是什么人都能活得住的地方，不断被可怕怪物击杀的例子不仅仅发生在庚金仙岛，其他另外4个岛内也是不停在上演。这里适者生存，弱者全将被淘汰。10分钟后，江云飞根据记忆终于来到了庚金仙岛的苗族村。他二话不说，直接找到苗族大长老，顺利接下3个难度黄阶8星级任务：1. 采集15个庚金仙桃； 2. 击杀50个精英级怪物，异兽独归； 3. 前往上古庚金离火鼎，采取先天灵气。这3个任务奖励经验极高，尤其是第3个任务。江云飞之所以火急火燎赶来抢这3个任务，主要是因为这3个任务除了采取先天灵气以外，另外2个任务每天只有10个名额能接。就是说1、2、2个高经验任务被10个人接完后，当天别的玩家就接不到了。而且10个接取任务的人，谁最快完成，得到经验奖励就最高。接下任务后，江云飞便第一时间往上古庚金离火鼎的位置赶过去。3个任务秘密，目前整个绝世涅槃只有江云飞知道，所以他能抢得先机。前往上古庚金离火鼎的路上，江云飞问了下红颜祸水与洛星辰2人所在仙岛后，便告诉了2人去抢目前没公开类似的所属岛任务。距离爆如意8宝盒的福利 BOSS 刷新还有3分钟，江云飞成功达到上古庚金离火鼎这里。上古庚金离火鼎，一个漂浮在半空中高达9丈9，焚着神焰泛着奇光的3足巨鼎。江云飞拿出采集灵气的任务道具，对准上古庚金离火鼎开始采取。叮！由于您是第一个发现上古庚金离火鼎采集灵气的玩家，系统奖励你鸿福齐天1次，获得最高品质金色灵气。灵气品质顶级金色，然后便是紫色、蓝色、绿色、白色。听到是金色灵气，江云飞瞬间笑得嘴巴都要抽抽了。要知道在上一世上古庚金离火鼎采灵气任务，金色灵气每天只有1个，若想采集到金色灵气，那真得完全靠人品与实力。因为就算你有人品采到金色灵气，但没有实力的话，你带不走它。叮！恭喜庚金仙岛内玩家云飞采集到顶级金色灵气，将金色灵气带给苗族大长老，将获得丰厚的经验奖励。听到这个系统公告，整个庚金仙岛所有玩家顿时都一愣，下一刻后，所有人恍然大悟，庚金仙岛内有奖励丰厚的任务，这个云飞的家伙已经走在所有人的前面，发现了这个秘密。不过本来是秘密，随着系统公告之后，瞬间就不是秘密了。叮！庚金仙岛所有冒险者注意，福利 BOSS 多宝兽将在30秒后随机刷新出来，第一个击杀多宝兽的玩家将获得如意8宝盒。听到福利 BOSS 要刷新了，庚金仙岛内有实力的玩家全部双眼在放光，摩拳擦掌，准备抢 BOSS。叮！拥有如意8宝盒的多宝兽已经出现在庚金仙岛上，击杀他的玩家将获得如意8宝盒。正在庚金仙岛所有玩家疯狂寻找多宝兽时，江云飞已带着金色灵气回到苗村。
一到苗村，江云飞就发现有3个玩家找到了此地，对方3人也发现了他，全朝他看来。为首的是一名剑眉星目，额头印有魔焰，及其满身装备抱着闪闪发光宝剑的剑战士玩家。此人头顶上的名字傲剑耀九州，榜42级的隐藏职业魔剑士傲剑耀九州。傲剑耀九州朝江云飞看来，一双剑眸犀利有神，一看就不是简单角色，连江云飞都能从他身上感觉到不小的威胁。傲剑耀九州身后另有2名神态傲然，至少达到半身装备的高手玩家。云飞，傲剑耀九州朝江云飞看来。神秘榜3，难怪能第一个发现庚金仙岛任务。12级的傲剑耀九州一眼就看出了江云飞的真实等级。13级的水系术士，整个绝世涅槃里只有神秘榜3。幸会。江云飞朝傲剑耀九州一笑而过，听到眼前这个人居然是当前最火的神秘榜3。傲剑耀九州身后那2个满脸高傲的人瞬间表情一正，死死地盯向江云飞打量。云飞兄，要不要一起组队击杀多宝兽？傲剑耀九州向江云飞发起邀请。不好意思，我暂时没有组队打算。江云飞说完便朝苗族大长老走去。哼，不识抬举，不过就运气好，等级高一点嘛，有什么可神气的？就是，身上4件装备都没有，这种神秘榜3估计都不是我的对手。看到江云飞拒绝傲剑耀九州，他身后2人顿时很不爽，眼睛里全是敌意。傲剑耀九州倒是没有过多的表情，只是看向江云飞的眼神愈发锐利4件。这并不是什么敌意，而是看到同类强者后情不自禁升起的好胜心。叮，您完成上古庚金离火鼎，采取先天灵气任务。由于您采到最顶级的金色灵气，任务奖励翻倍。下一刻后，江云飞的头顶上飞起成片金光，13级的等级瞬加2，一下子达到15级。叮，由于您的等级进入排行榜第2名，请问似乎隐藏姓名上榜。升上15级的江云飞立刻听到系统发出的提示，他再次选择隐藏。想不到升上15级还不是第1名，落水泱泱不愧为上一世的3大主宰之一。而亲眼目睹到江云飞连升2级的傲剑耀九州，眼睛瞬间猛睁，内心产生无以伦比的震惊。云飞兄，你连升2级是因为灵气任务？傲剑耀九州倒是直爽人，心里怎么想嘴巴就怎么问，一点也不虚伪。江云飞对他倒是有些好感，没有隐瞒道对。得到江云飞确切的答复后，傲剑耀九州兴奋地朝江云飞感激点头。而傲剑耀九州身后那2人更是打了鸡血一样，疯狂跑到苗族大长老面前要接取灵气任务。看到江云飞要走，傲剑耀九州道：云飞兄，能加个好友吗？刚刚傲剑耀九州已经朝江云飞申请了1次好友，却得到提示对方拒绝加好友。江云飞对于傲剑耀九州的性格还是很欣赏，便朝他一笑点头，然后主动给他发出好友申请。叮，有玩家发现多宝兽出现庚金仙岛南河岸边，请冒险者们快去消灭多宝兽，夺取如意八宝盒。系统就怕玩家们打不起来似的，当多宝兽被发现后主动报出其位置。对于系统的尿性，江云飞很清楚，所以他之前压根没急着去找多宝兽，而是先做灵气任务。第52章暗中使坏。如意八宝盒5个仙岛各有1个，只有每个仙岛的最强者才能得知。交完灵气任务后，江云飞便朝系统报出多宝兽的位置前进。一路上碰上5、6波玩家，全是赶去多宝兽的所在地。仙河地图内被击杀惩罚代价双倍，不是同一个队伍的人都是敌人，所以凡有玩家相遇，大家都很谨慎，互相保证安全距离，不到万不得已皆不想大打出手。但如江云飞这样没有队伍的独行者却是极为少见，因此在前往多宝兽所在地上，有2波不长眼的小队玩家想爆掉他，结果全被江云飞反杀。他的包裹内多出7、8件装备，但很可惜的是，没有1件是他能使用的。15分钟后，庚金仙岛南岸，这里已经聚集了200多名玩家，200多名玩家又分7、8个队伍，皆形成对峙之势。其中实力最强一方要数飞羽与天仙2大家族。飞羽与天仙家族都是天朝前20以内的顶级公会之一，2大家族还是共进退的盟友。飞羽家族与天仙家族进入庚金仙岛内的玩家多达50之数。飞羽家族这边带头的是一个明眸皓齿的女人，满身极品装备，顾盼之间神采飞扬，她正是飞羽珊珊。而天仙家族为首的是个天神族的修罗，她长得面如冠玉，唇红齿白，身上就差3件就能凑齐一套整装，亦是个难得一见的高手级玩家。他是天仙家族5大仙人之一，尹剑仙。尹剑仙带着天仙家族的成员和飞羽家族走在一起，成为这里最强势的一方。他正与飞羽珊珊小声交谈着什么。除此之外，另一个拥有3组小队，足足30人聚在一起的散人协会成员也不容小觑。
其他机队每队10人，皆是实力不错的自由玩家组成，他们算是现场的最弱群体，也算最强群体。说他们最弱，因为他们每队只有10个人；说他们最强，因为他们若团结一起，足有100多人，是现场人数最多的一方。而像江云飞独自一人赶来这里的极为少数。在飞羽与天仙家族他们身后，有个10人小队，正围住一头浑身金灿灿、大眼肥耳，还带有几分喜气的怪兽，这正是福利 BOSS 多宝兽，黄阶中级 BOSS 多宝兽，等级20，攻击100-200，防御1000，生命2500000，被动财神祝福，受到物理伤害减少 20%， 受到术法伤害减少 30%， 技能喜从天降，圆圆满满。多宝兽，传说当中的瑞兽，出生于东海蓬莱之中，贪吃爱玩，乃天界财神座下3大宝兽之一，常常趁财神不在时私自下凡间，故名多宝兽。于远处观察完多宝兽属性的江云飞暗暗咂舌。黄阶中级 BOSS 的多宝兽，攻击力虽然不足为惧，但却是真正的皮糙肉厚，防御高达1000，血量更是达到250万。这样恐怖的血量与防御力，根本没有多少玩家能打得动他。飞羽与天仙家族分出的10人小队虽然困住了多宝兽，但人均对他造成的伤害不超过30点。一些攻击差的职业打他甚至连防御都破不开，只有可怜的一点。对拥有250万庞大血量的多宝兽，这些人伤害对他而言真是跟挠痒痒一样。先来者居之。这头多宝兽是我天仙与飞羽家族先发现的，诸位请回吧。尹剑仙环顾四周所有人一眼，宣布着多宝兽的归属权。事实上，最先发现多宝兽的小队已经全被他们杀掉了。飞羽姗姗略微客气些，但眼中却也难以掩藏住内心的傲气，娇声道：“诸位，请给飞羽与天仙家族一个面子，把多宝兽让给我们，日后我们俩大家族建立势力后，定会给大家也行一些方便。”虽然飞羽与天仙家族财大势大，但多宝兽只有一头。散人协会的一个负责人站出来道：“笑话，大家来此皆为多宝兽而来，你一句话，多宝兽归你们就你们的，我们大家可不答应。”“没错，我们不答应，不答应。”其他自由小队的队长立刻响应散人协会的负责人。“哦，这么说你散人协会是要与我天仙和飞羽家族过不去，是这个意思吗？”九剑仙的声音突然冰寒起来，目光冷漠地盯向散人协会的玩家。“是又如何？”有3个小队，后方还有一大群自由玩家小队的声援，散人协会这个负责人这会有些底气。找死！一旁的飞羽姗姗俏脸上的表情阴冷，他素手一伸，葱白五指朝散人协会玩家隔空一吸。也不知道是使用了何种技能，散人玩家协会的负责人突然不受控制被吸扯而去。“会长！”散人玩家协会的29人皆没有反应过来，就看到他们的领头人死狗一样被飞羽姗姗吸到手边，单手掐住脖颈。而尹剑仙则是干净利落的拔刀入鞘，整个过程连1秒都没有用到，就见到散人协会的负责人头顶上飘出一个677，毫无疑问直接秒杀。飞羽姗姗与尹剑仙2人的配合堪称默契无双，将人吸来1秒击杀，整个过程从开始到结束不超过2秒钟。他2人这一手瞬间震慑住全场，让所有人都手心冒汗，情不自禁地退后2步，就怕下一秒被飞羽姗姗吸入手中的人会是他们中的一个。“兄弟们，飞羽与天仙家族的人杀了我们会长，跟他拼！”散人协会另一个小头目正要呼唤队员鱼死网破之际，可嘴中话音未完，背后连挨3刀，头上血量222、212、233，爆出一件装备后，尸体倒在原地。而偷袭击杀掉他的人正是尹剑仙。与此同时，散人家族协会小队内又同时冒出10名修罗玩家，各自出手偷袭，皆击杀一个敌手。队伍内出现敌方修罗，散人协会负责人已死，又倒下11名队友，还剩下的18名玩家瞬间自乱阵脚。还没有等他们发起反击，天仙与飞羽家族的10多名近战职业已开启冲锋杀了进来。同一时间，飞羽与天仙家族的远程职业技能星火缭乱，有火有风有电，一股脑砸下，还全是群攻技能，刹那间便将散人协会玩家全部笼罩。成片惨叫过后，飞羽与天仙家族以0伤亡代价团灭整个散人协会的玩家。这巨大的震慑力令其余100来名自由小队的玩家害怕的连退10数米。给脸不要脸！你们这些乌合之众也不撒泡尿照照，就凭你们也敢与我天仙和飞羽家族叫板，真是不知道死字怎么写。强势灭掉散人玩家协会后，尹剑仙微微仰头，目光斜睨其余自由玩家，毫不客气地打他们的脸。飞羽与天仙家族的强悍战斗力确实吓住了一众自由玩家，在仙河地图之内，死一次要连掉2级，没有人承受得起这惨痛代价。虽然尹剑仙毫不留情地羞辱他们，可没有人再敢当出头鸟了。散人玩家协会就是显示教训。诸位，
给我飞羽与天仙家族一个面子，请离开吧。飞羽姗姗朝100多名自由玩家伸手作请，看似客气，却带着不容拒绝的口气。10秒过后，还留在此处的，皆是我天仙与飞羽家族的死敌。尹剑仙很是张狂，藐视一众自由玩家，道：一群臭鱼烂虾的存在，还不滚！他这一声喝下，真下的10几名自由玩家踉跄急退。看多一众自由玩家敢怒不敢言，皆声退役，无人敢再硬气。飞羽姗姗旁边的一名飞羽成员咧嘴哈哈大笑，指着他们大喝：都是些废物，这个多宝兽非我飞羽与天仙家族莫属。却在这时，从退后的众多自由玩家之中响起一个声音 ：MD 兄弟们，玩个游戏我们还要被人欺负成这个鸟样，那还玩个屁！我们有100多人，他们才50几个，我不信大家一起上，干不 S 他们！随着这道吼音一出后，呜的一声，一道水系技能水之掌握从自由玩家内闪电般掠出，刹那间命中飞羽姗姗身边叫嚣的飞羽成员，伤害1122。前一秒还在耀武扬威骂一众自由玩家是废物的飞羽成员，直接跪倒在地，并且爆出一个头盔。看到了吗，兄弟们，飞羽与天仙家族都没有3头6臂，和我一样也会挂，大家一起上，抢光他们，抢走多宝兽。这个声音一落，又是一水狼啸跃的攻击飞出，在天仙家族之内爆炸而开，有3个天仙家族成员被秒灭，另外2人残血。M 个蛋的，这位兄弟说的不错，都是2个肩膀扛一个脑袋玩游戏的人，我们这么多人，干嘛要受天仙与飞羽家族的气？兄弟们，一起杀光他们！本来都要化作鸟兽散，屈辱无比的被赶走的众自由玩家，瞬间被点燃了心中的勇气。有了一个人带头，立刻便一呼百应，100多名自由小队玩家想起先前所受侮辱后，皆咬牙提刀，朝着飞羽与天仙家族冲去。通过被秒杀的家族成员在 YY 频道爆出，秒杀他的人是云飞后，飞羽姗姗瞬间明白，是他们家族的1级黑名单江云飞在暗中捣鬼。原本掌握一切的大好局面，全部毁在江云飞的手上，这气得飞羽姗姗的银牙咬得嘎吱响。云飞，有种你站出来！尹剑仙也是脸黑的像要吃人一样，赶紧指挥家族成员结成阵型，准备迎战。而此时达成目的的江云飞却是一脸坏笑的躲藏在300米开外的石堆下，看着好戏。第53章，江云飞出手，所有近战职业切换成格挡防御状态，呈环形挡在最前方。远程职业准备技能攻击，于是注意往队友脚下丢金光破影剑，别让修罗有机可乘。辅助系术士看好前排的血量。尹剑仙虽然脸色铁青，却依然镇定自若的指挥。他振臂一呼：兄弟们，随我一起杀光这群不自量力的乌合之众！尹剑仙不愧是天仙家族的高管人物，无论是个人实力还是指挥能力，都是屈指可数。他虽然嚣张，却不自负。作为一名修罗职业，他发布完所有命令后，第一时间进入隐身前行，消失在众人的视线之内。云飞，你这个缩头乌龟，为何不敢站出来？飞羽姗姗的目光在自由玩家的阵营中扫视，想要找出江云飞。身为冥界武者隐藏职业，又有一身装备傍身的飞羽姗姗，手持一柄寒光战闪的长枪，如同英武的古代女将领一样，率先冲向自由玩家之中。他撞入人群，甩手一枪，不知道使用了何种强大技能，形成一片半月光枪影，将3名自由玩家重重扫飞。3名自由玩家头顶上皆冒出777、789、801的高额伤害，全部被秒掉。身为冥界武者的飞羽姗姗，不仅伤害奇高，自身防御力也厚。他被2个自由玩家冲锋晕住，头上又连续挨受4道术士技能攻击，可这6个人给他造成的伤害却400都不到。冥神被晕住不能动的飞羽姗姗，发动冥界武者特有的解控技能，全身燃烧出一片黑色火焰，瞬间从晕眩中恢复自由。他抬手一枪扫出，将近身的2名近战玩家击飞，同时把他们血量打掉过半。他又几步冲去，连续补出2枪后，这2名自由近战玩家连初级回血丹都来不及啃，便各自爆出一件装备挂掉。300米开外，目睹飞羽姗姗一顿勇猛操作的江云飞，脸上并不意外。上一世的飞羽姗姗也是隐藏职业，冥界武者，也如现在这般傲气凌人，个性又强又好胜。不过，他也确实有这个底气和实力。另一边，天仙家族的尹剑仙利用隐身前行，不断游走于众自由玩家之内，时不时突然出现，如潜藏的毒蛇，朝猎物发起致命一击。每击杀掉1人后，他又瞬间潜入隐身消失。当自由玩家中的羽士反应过来，朝地面上释放破影金光剑时，尹剑仙早已离开这片区域。不过2-3分钟，至少有7名自由玩家的脆皮职业纷纷死于尹剑仙的偷袭下。江云飞发现，虽然自由玩家人数是飞羽与天仙家族1倍以上，可真正交锋之后，战况却惨不忍睹。飞羽姗姗防高血高，一个人冲入自由玩家阵营之中，在昂贵的回血丹帮助下，
根本无人能对他造成威胁。尹剑仙则如同潜伏的毒物，时不时突然出现，杀掉对方的辅助系术士，让人防不胜防。因此，战斗进行到5分钟后，自由玩家已经倒下50几人，地面上全是爆出来的装备与回血回灵丹类的物品。反观飞羽与天仙家族的阵营，配合默契，进退有序。他们人数虽少，可战斗挂掉的人数不到11人，仍有40多名参战人员。自由玩家阵营还剩下70几人左右，70几对40多，看似赢面很大，实则自由玩家阵营已经被打到心虚。冲入他们阵营中心大开大合，无人能杀掉的飞羽珊珊与神出鬼没的尹剑仙，令他们又惊又惧。解决不了这2位，自由玩家阵营迟早会输。看到这，江云飞知道他不能再藏着看戏了。江云飞跳出藏身地，他虽是一个术士职业，但超出别人10级都不止的强悍属性，令他的敏捷比一般的修罗职业都不遑多让。所以，有着化云靴的江云飞跨步如飞，几个呼吸间便冲入自由玩家的阵营。江云飞目光锁定英姿飒爽的飞羽珊珊，抬手便是一记血爆技能，血爆化作一道无坚不摧的红光，如同从天而降的神剑，刹那间命中正要出枪秒杀掉对手的飞羽珊珊。叮！你遭受玩家云飞的技能血爆攻击，伤害558。所向无敌的飞羽珊珊俏脸陡然大变，她的血量瞬间被打掉一半，立刻收枪，形成防御形态，同时要往嘴中丢入一枚终极回血丹。然而江云飞又岂会给他机会，没有任何停顿的发出第2个技能水之掌握。飞羽珊珊惊怒无比，全身被一团水态能量手抓住，强行打断了他要啃回血丹的动作。砰！水态能量爆炸开后，飞羽珊珊的头顶上血量再度511，已经陷入濒危尽死状态。不愧是一身装备的隐藏职业，冥界武者。飞羽珊珊的血量超过1100。珊珊，你快退回阵营！发现飞羽珊珊危险的尹剑仙立刻朝他大喊，同时目光如毒蛇一样锁定住江云飞。由于江云飞的强势杀出，2个技能将无人可挡的飞羽打珊珊打到残血，众自由玩家顿觉压力大减，甚至还有2个近战冲出，想拦下要退的飞羽珊珊，将他挂在此地。不过他们的输出对防高血后的飞羽珊珊而言实在微不足道。飞羽珊珊恨恨瞪了眼江云飞后，以格挡状态挡下2个敌人的攻击，快速撤回了飞羽与天仙家族的阵营圈。江云飞目送飞羽珊珊退走，嘴角淡漠自言道：看在上一世的交情上，我可饶你3次不死，这是第1次。要是江云飞决心把飞羽珊珊留下，除非他还有压箱底的强悍技能没用，否则他根本没机会退回飞羽与天仙家族的阵营中。水狼笑月打退飞羽珊珊之后，江云飞抬手一个群攻技能扔入天仙家族的前排面前，栩栩如生的水态凶狼长啸奔掠，扑中至少5个天仙家族的近战，然后如炸弹一样爆发，覆盖5米之内所有天仙家族玩家。顿时间7、8个触目惊心的高伤害在天仙家族的前排阵营里飘起，负888，负1000，负789，负711。受到伤害超出800加的前排直接爆出装备倒在地上，他们后排加血的辅助系数士根本来不及加血。由于江云飞这一记生猛群攻输出，原本天仙家族铁桶一样的防线瞬间被撕出一道口子，之前猛攻都打不进去的自由玩家们顿时双眼一亮，抓住这个机会，足足有10几名近战职业发起冲锋，扑进天仙家族后排脆皮当中。云飞你个混账，本姑奶奶今天一定要扒了你的皮不可！刚被飞羽阵营的辅助术士加满血的飞羽珊珊看到这一幕，气的是俏眸喷火，长腿跺地。他本来加满血后是要第一时间冲出去找江云飞决斗，可天仙家族后排已乱，他只能放弃这个念头，先保住大本营的稳定。于是飞羽珊珊长发一扬，提枪冲向杀入阵营内的自由敌对玩家。本来战况成一面倒的自由玩家阵营，由于江云飞这个生猛的人物加入，才片刻间就将一面倒的局势扭转回来。所有自由玩家们一扫萎靡气势，嗷嗷大叫起来，朝飞羽与天仙家族发起更加猛烈的进攻。而江云飞目的已达到，正要暂时抽身之际，他眸光猛地一凝，看到一个快如鬼魅的身影如同射来的利剑一样逼近。黑狼法医的狼之视觉让江云飞发现了隐身的修罗，这不是一个普通的修罗，速度与走位之快令江云飞哪怕是发现了都无法避开对方。水幕天花，江云飞果断使出防御技能，全身被水蓝色的波光罩住。也就是水幕天花出现的一瞬之间，江云飞便遭受到了攻击。叮！玩家尹剑仙对您使用技能暴击背刺。江云飞头顶上立刻掉出100的血量。尽管惊讶江云飞的反应速度如此之快，可更让尹剑仙难以置信的是，他居然仅对江云飞造成100的伤害。要知道他用暴击背刺可是秒杀了好几个开盾的术士。瞬间意识到江云飞不简单的尹剑仙，手中绿光匕首一转，再次使出他的另一个压底技能破盾杀。
高手级的修罗攻速极快，哪怕江云飞以最快的速度做出回应，他也再次遭到尹剑仙的破盾杀技能。立刻，江云飞的头顶上飘起一个388的血量。怎么可能？他可是一个术士。尹剑仙终于意识到江云飞绝非等闲之辈，打算撤退之时，一个冷冷的声音却已经传入他的耳朵里：“你是第一个能近我身的修罗，不过既然来了，就不用走了。”血爆！江云飞目前单体攻击最强的血爆，直接砸在将要隐身撤退的尹剑仙身上。尹剑仙确实是一个一流的修罗，感觉到不安的他，双手握匕首抱头，呈现防御形态。叮！你遭受到玩家云飞的技能血爆攻击，你格挡防御成功，伤害减少 10%。听到格挡成功，伤害减少 10%的尹剑仙内心松了一口气。只要不被秒杀，他撤走后一会与飞羽珊珊一起围杀江云飞，必定有机会取胜。然而想法是美好的，现实却很残酷。叮！您遭受伤害，血量666，您已经阵亡。叮！在仙河地图被击杀，惩罚翻倍，等级2。随身装备与包裹内物品随机各掉1件。叮！您的等级不足10级，复活后将被强制送回新手村。第54章高手齐聚。不，怎么会这样？尹剑仙从身体里钻出的灵魂愤怒咆哮，充满不甘心与无法置信。然而不论他多么的愤怒与不甘心，他还是被系统送出了庚金仙岛。你杀了尹剑仙，云飞，你这个混蛋，我绝对饶不了你！看到尹剑仙被杀掉的飞羽珊珊，恨到一嘴被齿都要咬碎，握住寒枪的素手颤抖。如果眼神可以杀死玩家，江云飞此刻已经被秒杀无数次。对于愤怒的飞羽珊珊，江云飞视而不见，反而眼睛发光的从尹剑仙的尸体下捡起一把匕首与一张回城符。玄光匕首，品级黄阶中品，修罗及修罗隐藏职业使用。攻击99-177，敏捷加30，力量加19，附带主动技能破盾杀，无视目标任何护盾，造成破盾攻击。使用等级10级。想到不尹剑仙的人品如此悲催，被江云飞杀掉后连武器都爆了出来，还是高达黄阶中品的修罗匕首。这件装备的价值丝毫不亚于妖血狂刀。此时已经出现在新手里的尹剑仙眼睛红得如野兽一样，他咆哮不断的连连怒吼：混蛋混蛋混蛋！云飞这个王八蛋，我一定不会放过你！玄光匕首是尹剑仙花50万才拍下来的，才刚用不久，居然被爆出去，他真是气得快吐血身亡。尹剑仙不断的给江云飞发好友申请，想威逼他，实在不行就花钱买回玄光匕首。可惜江云飞设置拒绝加好友，他根本加不上，这气急之下才令得堂堂天仙家族5位人仙之一的尹剑仙愤怒跳脚。江云飞自然不知道快要气疯的尹剑仙收下玄光匕首，看了眼战况，他便想暂时撤离。江云飞的目标是多宝兽，他击杀掉尹剑仙，又帮一众自由玩家打开天仙家族前排口子后，胜利的天蓬已经在朝自由玩家他们倾斜。福利 BOSS 多宝兽是一头肥嘟嘟、全身像是浇过金汁的瑞兽，它2片啪啪的大耳朵，萌萌的眼珠子，显得很是呆萌可爱。没有玩家攻击它后，多宝兽正在仙河岸边不断找着小鱼虾蟹吃。当江云飞走进多宝兽后，他目光一扫，发现他的附近有2名隐身的修罗存在，是飞羽与天仙家族的成员。虽然陷入混战中，但他们也怕有玩家浑水摸鱼，悄悄引走多宝兽，所以留了这一手。这2个隐身中的修罗还以为江云飞看不到他们，正要给飞羽珊珊发消息之际，江云飞甩手朝着空地2个位置丢下血爆与水之掌握，顿时这2人惨叫现形，秒杀倒地，各自爆出1件装备。江云飞的攻击惊吓到了在仙河边进食的多宝兽，不过这真是一头很呆很萌的 BOSS， 虽然被吓一跳，可看到江云飞没有出手攻击他后，再次埋头找食物吃起来。与此同时，飞羽珊珊与一众自由玩家的战斗也进入了白热化，地上倒着大量尸体与装备，还有各种恢复丹药。飞羽珊珊身后还剩下7、8人，自由玩家们还有21人。大家都不是傻子，打到这种程度，所受恶气得到发泄后，眼前更重要的是利益。不知道是哪一个先开的头，当他放弃攻击飞羽珊珊他们，忙弯下腰捡地上爆出的装备时，其他自由职业的玩家纷纷加入。地面上躺着上百件装备，1件装备最少值上千，若是遇上小极品的装备则是上万。先前是打到眼红顾不得捡，冷静下来后，傻子才会视而不见。一群混账！飞羽珊珊气的是俏脸发白，没想到他飞羽与天仙家族联手，居然还会被人逼到这么惨的局面。虽然他很想将眼前所有自由玩家杀光，但想到最重要的福利 BOSS 多宝兽，还是强行忍了下来，将兄弟们爆出的装备捡回来，然后随我去杀云飞。飞羽珊珊提起云飞2字时，恨的是咬牙切齿。
隐身守在多宝兽身边，被挂掉那2个成员已经在 YY 频道告诉了飞羽珊珊，江云飞出现在多宝兽附近。疯狂抢地上装备的20多名自由玩家似乎也不想再和飞羽珊珊拼命，面对他这个防高血高的隐藏职业，身后还有7、8个辅助术士给他加血，他们是无可奈何。此刻双手横于胸口的江云飞看着10米外的多宝兽，并没有出手攻击。诸位，这头 BOSS 可有足足250万的血量，你们不会打算看着我一个人慢慢磨他的血吧？江云飞声音一落之后，顿时便有一个身材火辣、半身装备、系着长发、以花伞作为武器的成熟女人笑着走出来。在女人身后是一头3米高、全身雪白纯粹，如同一堆小肉山的庞大雪熊。夭13级妖族一转召唤术士，榜前10妖孽人物夭。看到他的出现，江云飞眼神掠过一许凝重。这个样貌妩媚如同成熟水蜜桃的女人，可是上一世天罡榜上的绝强玩家。他身后庞大的雪熊是他的召唤兽，这头雪熊绝不是普通的召唤兽，还能帮助夭隐身与环境融为一体。若不是黑狼法医的狼之视觉，江云飞都没有注意到他的存在。15级水系术士，小弟弟了不起啊！看来你就是刚把榜2寡人挤下去的那个神秘玩家。夭一举一动都散发着成熟诱惑的风情，他饶有兴致地盯着江云飞打量。云飞兄，你果然是到哪都要快人一步啊！傲剑耀九州是一个很有男性魅力的人，拥有精致的五官、魔性的瞳孔，一身极品装备，抱着宝剑带着2个人从不远处的草丛里走出来。江云飞朝他点头一笑，没有说话。怎么，我们都主动走出来了，水中的那位朋友还想继续待着吗？傲剑耀九州以奇快无比的速度，呛啷一声，宝剑出鞘，朝着看不到边际的仙河之内劈出。唰的一道剑气技能，呈半月光之势分割空气，闪电般没入仙河之中。砰！仙河水内爆发起数米之高的水浪，水雾蓬松炸开后，一个满头银发、蓝色眸子、嘴角含笑的男人，全身浮出一块块冰晶，将傲剑耀九州的剑气技能挡开。接着，银发男子一步一步从仙河里面走出来，目光如炬地盯向傲剑耀九州。上次一战，你略占上风，黄阶中级 BOSS 让给了你。今天这头多宝兽，我志在必得。这个银发男子周身有冰晶环绕，散发出生人勿近的寒气，正是榜10之内的新秀人物。隐藏职业寒冰舞者11级双 MD。 江云飞心里暗暗一骂，暗暗羡慕他们几个人的隐藏职业，不愧都是强大的隐藏职业，技能是炫酷牛叉，还够逼格。看看自己一个水系术士，除了级别高点之外，和他们走到一起看不到半点优势，看来自己要赶紧转职一个隐藏职业才行。此刻绝世涅槃最巅峰级的一部分人皆出现在庚金仙岛之内，榜2江云飞，榜4夭，榜5傲剑耀九州，还有新秀榜9双，大家出现在此，只有一个目的，100%爆出如意八宝盒的多宝兽。这几人中，等级江云飞是最高，但显得最穷酸的也是他。夭艳丽妩媚，傲剑耀九州魔性摄人，双则是冷酷帅气，一看就都是人中龙凤。只有江云飞1.68米的身高，全身只有几件装备，格外的寒酸。不过有一点是他们3人没有的，那便是江云飞的目光澈亮纯粹，哪怕面对这3位巅峰玩家的出现，眼神亦没有半分波动。云飞！就在江云飞几人各占一方之时，一个充满杀意的愤然女音顿时响起。下一秒后，飞羽珊珊手提荧光掠动的寒枪，化作一道凶风，从50米外朝江云飞发起冲锋，还跟上一世一样莽撞。真想杀人就应该果断动手，而不是怒吼一声提醒对方。江云飞内心暗暗点评飞羽珊珊之余，立刻发动技能水幕天花。叮！玩家飞羽珊珊对你发动攻击，幽冥奔袭，造成111伤害，同时眩晕你3秒钟时间。看到飞羽珊珊出现，直接就找云飞的麻烦。夭双都来了兴趣，想观察身为榜2的江云飞战力如何。傲剑耀九州也是如此，带着身后2人退后几步。混蛋，水系术士的水幕天花怎么会有这么高的防御力？使用技能才打掉江云飞111血量的飞羽珊珊，二话不说，红唇一抿，又对江云飞使出第2招技能幽冥穿刺。飞羽珊珊的幽冥穿刺技能令手中长枪化成一条魔龙般咆哮咬向江云飞。叮！你的技能幽冥穿刺命中玩家云飞，但对方格挡成功，伤害减10%。然后飞羽珊珊俏眸猛睁的发现，他无往不利的技能居然只对江云飞造成299的伤害。江云飞周身的水幕天花爆碎散开之余，他挥手一个血爆在飞羽珊珊的头顶上炸开，造成766的巨额血量，瞬间将他打得退出5米远。我已让你3次，你再出手，休怪我手下无情。第55章 PK 飞羽珊珊。从江云飞与飞羽珊珊简短交手过程中，
113三人便判断出江云飞绝不是一个普通的水系术士那么简单，拥有高攻、高防，还有高反应能力。这样的人物走到等级榜2的位置，绝无任何的水分。你以为你是谁？我飞羽珊珊需要你手下留情。飞羽珊珊尽管内心震惊，嘴上却仍然不肯服输。这时，他身后7名飞羽成员赶到，有3个辅助术士同一时间给他丢来治愈术。飞羽珊珊的血量瞬间回满，这令他底气大增。少说废话，你与我们飞羽家族的恩怨不死不休。说着，飞羽珊珊再度持枪，如同潜龙破渊而出，犀利无比的朝江云飞发起回马一枪。不仅仅是飞羽珊珊一个人朝江云飞发起攻击，他身后除了3名辅助术士之外，另有4名远程职业也在同一时间朝江云飞丢来技能。-188、-88、-78、-68、-71。失去水木天花的江云飞瞬间被飞羽珊珊他们的攻击打掉一半血都不止。云飞兄！看到江云飞不动，傲剑耀九州剑眉一挑，朝他大喊道。见江云飞没有反应，飞羽珊珊脸上窃喜，信心大增，再度出枪要趁机挂掉江云飞，一雪飞羽家族前耻。说得好，我与你们飞羽家族不死不休。上一世我们确实有所交集，但重生再来，我与你再无关联。江云飞虽是一个重感情的人，但醒悟过来后，整个的气质立刻一变，眼神中闪烁出恶魔觉醒的气息。血爆！江云飞出手快如闪电，往嘴中丢入一枚初级回血丹之余，同时在飞羽珊珊几个人的攻击即将命中他时，技能已甩中对方后排1名辅助术士，伤害爆炸1400。敌方辅助术士连惨叫都发不出，直接倒下，还爆出一件装备在地。秒杀敌方1名辅助术士之余，江云飞双手横挡，再次成功格挡，所受伤害减少10%。这一轮飞羽珊珊他们的伤害落下，全部降低1成。江云飞在吸血与回血丹的帮助下成功挡住，同时再度一个水之掌握使出，落入敌方另1名辅助术士，造成1388伤害，也替自己恢复139的血量。敌方再减1元。混蛋！飞羽珊珊气得浑身颤抖。江云飞若杀掉他们最后1名辅助术士的话，他们可就危险了。他眸光一转，看向排行榜前10的另3名高手，立刻道：谁帮我出手杀掉云飞，不仅将获得飞羽家族的友谊，我另外给他50万报酬。然而对于飞羽珊珊50万的利诱，113人只是似笑非笑，没有任何反应。不管是江云飞还是飞羽珊珊等人，全是多宝兽的竞争者，谁死掉对111与双而言都不是什么坏事，最好是江云飞与他们同归于尽。不过傲剑耀九州握剑之手却是动了一下，但他不是要帮助飞羽珊珊击杀云飞，而是想助江云飞一把，杀掉飞羽珊珊等人。不可，飞羽珊珊是飞羽天下的妹妹，如非必要，我们不要得罪她。而且云飞实力这么强，他若挂掉，我们也少了一个强大的竞争对手。傲剑耀九州身后的2人急忙劝住他。傲剑耀九州深吸一气后，握剑之手终于是松开，但并不是因为听了身后2人的劝。换位思考，如果他是云飞，此刻面对强敌，哪怕再艰难也不需他人出手相助，因为对他们这种强者而言，那是侮辱。更何况飞羽珊珊这些人根本算不上什么强敌。果然，下一秒后，江云飞猛然一动，如猎豹般窜出，不仅避开掉飞羽珊珊的普通攻击，同时躲避掉4个远程敌人的预判群攻技能。更难得的是，江云飞在躲避对方的攻击之余，一心二用，提前开始蓄力群攻技能水狼啸跃。避开一系列技能后，2秒蓄力时间已到，凶威凛凛的水太恶狼张牙舞爪腾跃而出，于敌方的后排中间炸开。江云飞这一番流畅犀利的操作，连113人看了都是眼睛一亮，都躲开！飞羽珊珊急忙大喊，提醒飞羽成员。但不是每一个人都是江云飞，能随随便便躲开预判技能。砰！水狼啸跃爆发，形成笼罩5米内的汹涌水能量，将飞羽家族的仅剩的5个后排吞噬。事实上，在释放技能时，江云飞便已算好时机，正好是敌方5个后排使用技能时，丢出水狼啸跃，令对方无法反应。这一记群攻之下，飞羽珊珊身后再无一个活着的成员。此刻，整个庚金仙岛内，飞羽家族的成员只剩下飞羽珊珊。混蛋，我和你拼了！飞羽珊珊愤怒欲狂，使出他最强的攻击技能，连人带枪化作一道黑色的魔焰恶龙，咆哮着扑向江云飞。面对飞羽珊珊拼命的攻击，江云飞嘴角抹上一许冷笑，使出血爆攻击之余，水木天花的冷却时间已过，再度用出。砰！飞羽珊珊连枪带人变化成的魔焰恶龙从天而降扑中被蓝色水光罩住的江云飞，于四周掀起强大无比的风浪，连地皮都被撕开几尺。以江云飞为起点的附近5米之内被肆虐得一塌糊涂。保护住江云飞的水木天花
在坚持5秒钟后，咔嚓咔嚓破碎开来，露出了里面的江云飞身影。但与此同时，连枪带人化成黑夜魔龙的飞羽珊珊也是气势骤消，魔龙爆散，他持枪狼狈地落在地上，连续退出3、4米远。看着安然无恙的江云飞，他头顶上的满血量，飞羽珊珊彻底绝望。怎么会有这么变态可怕的人？就如他大哥飞羽天下一样，强到匪夷所思。江云飞抬手一伸，五指张开，肉眼可见的水系能量凝聚，唰的一声化成一个时态能量之手，冲向飞羽珊珊。小兄弟，你怎么一点怜香惜玉之情都没有呢？这样可是会没有女孩子喜欢的哦。哪知一直处于看戏状态的夭夭突然而动，轰的一声，一团高达3米、浑身雪白的大白熊跳落在飞羽珊珊面前，将她严实保护在身后。第56章江云飞 vs 夭夭。水之掌握在大白熊的身上爆发而开，却仅仅造成338的血量，可大白熊头顶上的血量只去掉1/10左右。江云飞目光淡漠，瞟向夭夭：“你确定要帮他？”夭夭咯咯一笑，如同一朵艳丽却又致命的毒玫瑰，他娇声笑道：“我欠他哥哥一个人情，小兄弟，要不然给姐姐个面子，放他一马如何？”夭夭看似妖娆魅力，却以手举花伞走到飞羽珊珊的身前，面对着目光冰冷的江云飞：“谢谢夭夭姐出手相助。”飞羽珊珊趁此机掏出2枚终极回血丹吞入，生命立刻恢复到满值。“我若不给了……”江云飞声音依然平淡，但眼神中的凛厉气势令夭夭脸上的笑容微微一滞。“小兄弟，多一个朋友多一条路，你又何必呢？”夭夭脸上的妩媚不见，神色渐渐冰寒起来，还没有多少人敢这样不给他面子，不论是现实还是在游戏。江云飞的态度令夭夭有些生气了。“江云飞，你以你稳吃定了我吗？有夭夭姐帮我，我看你能把我怎么样？”有夭夭出头，飞羽珊珊底气大增，明眸一瞪，挑衅地瞟向江云飞。虽然他杀不了江云飞，但有夭夭保护，他就不信江云飞能杀掉他。咻的一声，下一秒后，夭夭俏颜微变，江云飞一个术士职业爆发出了堪比修罗冲锋的速度，瞬间甩掉他和他的召唤兽。血爆技能瞬间砸向飞羽珊珊，后者俏脸微白，知道江云飞的攻击之强，二话不说，切成防御形态，挡住血爆的攻击。飞羽珊珊被血爆命中后，头顶上飘起一个441的伤害，她的血量将近掉了一半。哼，果然有个性，不过太有个性的人大多没有好下场。夭夭见他都出面保飞羽珊珊，可江云飞还敢出手，这简直是在打他的脸，立刻手中花伞一动，准备催动召唤兽，让江云飞知道厉害。哪知江云飞下一个打出的技能水之掌握，压根没有攻击飞羽珊珊，而是闪电一样快到让人反应不及，直接落中夭夭。叮！你的技能水之掌握，触发无视对方防御与法术暴击。听到这个提示，江云飞嘴角笑容更盛。江云飞看似要追杀飞羽珊珊，没想到真正的目的是要杀掉夭夭。夭夭已来不及将召唤兽召回身边，立刻使用一个技能生命连接，从他的身上飞出一条血光，连接在雪熊身上。砰！与此同时的一瞬间，水之掌握在夭夭面前爆发，造成一个连傲剑要九州和霜都不敢相信的伤害。负2889。2889的恐怖伤害值，目前阶段的玩家哪怕是榜1的落水泱泱也承受不起。然而夭夭俏颜失色的瞬间，硬生生被打掉2889血量的他，不仅没有死，全身还散发出一层能量气圈。可夭夭虽然没有事，但他的召唤兽雪熊却是瞬间发出悲鸣，庞大的身体如石头从高空坠落一样，轰然倒在地上，变成一头死熊。混蛋，你杀了我的小白！夭夭再也无法保持镇定了，发出尖锐娇喝，朝江云飞发出一道术法攻击，是一道2米长燃烧着火焰的光剑，破风杀向江云飞。不过在夭夭的攻击朝江云飞掠而来之际，他手中的水狼笑月也准备完毕，直扑夭夭而去。夭夭不是一个花瓶，是真正的天罡榜高手，不论操作还是实力，整个绝世涅槃都没有多少人可以比肩。他美腿挪动，斜身走位一跳，直接 miss 掉了江云飞的技能。不过他是躲掉了江云飞的技能，可他身后的飞羽珊珊却是没有。水狼膨胀爆发，形成吞噬5米内的汹涌能量，把飞羽珊珊卷入了其中。他的头顶上爆发出一个巨额伤害，负1490。叮的一声，从飞羽珊珊身上爆出一件泛光的装备，同时他本人缓缓倒地，变成尸体。显然江云飞人品大爆发，水狼笑月触发了法术暴击天赋的被动。若非如此，全身装备的飞羽珊珊又是隐藏职业，能连续承受江云飞2个技能都未必会死。与此同时，江云飞也被夭夭的飞剑技能命中，他感觉到胸口一痛之后，头顶上爆发出700血量提示，江云飞瞬间残血。升上15级后，江云飞拥有850的血量，他
他瞬间被夭夭打残。这个女人不愧为未来天罡榜上的绝强者，一个技能居然能打自己700血量，这还是江云飞第一次遭受玩家所带来的这么夸张的伤害。江云飞咬下一个回血丹，生命加300后，随手便要丢出血爆攻击夭夭。既然撕破脸开打，他一个也不会放过。身为重生者，这一世江云飞心中只有一个信念：有我无敌，哪怕对方是夭夭，是未来天罡榜上的绝强人物。叮！您遭受到玩家双的技能攻击，寒冰封印。一直不为所动的双突然发起攻击，偷袭了江云飞，还打断了他要攻击夭夭的血爆技能。不得不说，双掐准的时机可谓极其刁钻，令江云飞根本无法反应过来。寒冰封印不仅打断江云飞的技能，还令他整个身体被冰封，无法动弹与使用技能，持续3秒钟。双以技能偷袭江云飞后，人如下山猛虎，双拳之间爆发出无尽寒气，所过之处冷气凝生，他朝江云飞发起绝杀。呛亮！就在这时，剑吟声响彻如龙，傲剑耀九州施展魔剑式的瞬身之术，刹那间出现在双的前方，一剑劈向他，阻挡了要攻击江云飞的双。砰！二者的技能相撞一起，形成寒潮，剑气四起，令得四周飞沙走石头。傲剑耀九州与双从爆发的中心点一触而分，头上皆飘出300加以上的伤害值。傲剑耀九州，你不要多管闲事。看到双被阻挡，夭夭很是气恼，他再次施展一个技能，手中的花伞化成一条火焰长鞭，啪的一声，他一记火焰长鞭如狂蛇之舞，抽中被冰冻中的江云飞。咔嚓！冰封江云飞的寒冰被火焰长鞭应声抽碎，碎冰细块溅碎四周。同时，江云飞本人被这一鞭子抽得飞出3米远，头顶上掉出一个555的伤害。叮！您遭受到必死伤害，尸化技能触发。接下来的30分钟内，属性增加100%，伤害增加50%，等级加5，移速加500，无视控制效果。第57章气炸逃。尸化技能触发，江云飞的身上燃烧出一片淡淡的黑雾，黑雾幻化成一个长发带翼、充满邪恶魔性的魔影笼罩着他。他抬头看向对面的夭夭，眼神如魔鬼般的俯视，令对方浑身冰寒刺骨。怎么会没死？夭夭俏美的脸上已无血色。他对江云飞2次造成巨额伤害，明明把他血量清空，可江云飞不仅没有死，反而血量瞬间回满，对方全身还被一种魔性的力量增幅。啪的一声，夭夭正要再度抽动火焰长鞭攻击之时，咻的一下，江云飞的人影已经消失在夭夭的视线之中。下一秒后，夭夭猛然感觉到如芒在背的凶险，立刻舞动火焰长鞭，像一条盘旋的火蛇一样将他保护在里面。砰！可在就这时，一个狂猛的力量摧枯拉朽出现，是一个拳头，一拳打碎环绕的火焰长鞭，无物可挡，直袭夭夭傲人丰满的胸膛位置。夭夭也不是寻常玩家，危急之际，一双纤纤玉手交叉成石，挡于胸口。轰的一声，拳头打中夭夭挡上来的玉臂，巨大的力量爆发而开。夭夭在这恐怖的力量下，如同无影浮萍一般朝后跌飞而去，一连抛飞出7、8米远后，他才剧痛无比的抱摔在地。超高的拟真度令夭夭感觉全身骨头都被打到散架了般痛苦。再看自己的生命值，居然仅剩1229，怎么可能？他的召唤兽死后，召唤兽的所有属性会全部转移到他的身上，持续1个小时。也就是说，夭夭现在拥有着恐怖的3000加血量，还有许多肉盾目前完全无法想象的超高防御。可这样状态下的夭夭，居然被江云飞一个水系术士打飞7、8米远，一拳被轰走近1800的血量。他还是人吗？叮！你处于尸化状态，无法使用水系术士职业技能。一拳打飞夭夭后，江云飞正要补上技能攻击夭夭时，哪知道系统提示尸化中的他无法使用水系术士的技能。江云飞来不及思考这个弊端，二话不说改用血爆砸向夭夭。夭夭也坚韧得很，不知道吃下什么高贵品级的丹药，他的血量瞬间回到满值。不过才刚回满血的他就被血爆打中，头顶上爆起1999，将近2000的可怖伤害值。夭夭震惊江云飞攻击高到变态之余，他再次以技能制造出火焰长鞭，啪的一声搅动空气，抽向江云飞。这女人什么鬼血量？江云飞挨了一记火焰长鞭，血量388。他2次攻击打掉夭夭将近4000的血量，他还是坚韧不倒。不过这次江云飞看清了被血爆打了1999伤害的夭夭，头顶上的血量条还剩1/3左右。也就是说，这个女人现在有着恐怖的3000血量，比尸化中的自己还要高出老大一截。MD 天罡榜上的玩家果然没有一个软弱好欺之辈。江云飞脚下地面一裂之后，整个人如火箭一样再次冲出，而再次喝下极品丹药补满血量值的夭夭正要严阵以待，
抵挡江云飞狂风暴雨一样攻击的他，猛然眸子骤缩。不好！霜，云飞冲你来了！夭夭大声提醒。然而，与傲剑耀九州战得不可分交的霜根本来不及反应，江云飞便已经来到他的面前。在风声厉响之中，江云飞一脚抽向霜的后背。霜也不是普通之辈，危急关头，他的后背瞬间凝生出一块半米厚的冰墙，将他严实保护住。砰！可江云飞这一脚下去，半米厚的冰块直接噼里啪啦，瞬间爆碎。江云飞的攻势略微一滞后，直接命中了霜。哇！霜口中喷出鲜血，头顶上飘起一个666伤害。霜感觉整个脊骨都被江云飞踢断了一样，人更是受力朝前摔飞出去。傲剑耀九州震惊地看了江云飞一眼，这 TM 哪是个远程术士，比他这个近战魔剑士还要生猛。傲剑耀九州是一个十分高傲的人，他现在本可以趁机将霜一剑以技能刺死，可那样胜之不武。看到此刻猛到一塌糊涂的江云飞，知道他不需帮助后，面对被踢飞而来的霜，傲剑耀九州选择收剑入鞘，转身退下。对于傲剑耀九州的行为，江云飞还是能够理解，正如他先前被霜偷袭，他看不过去出手相助一样。傲剑耀九州要的是堂堂正正与强者之间的公平之战。虽然这很迂腐，但每个人都有自己独一无二的个性，这并非什么坏事。江云飞也不会怪他，同时趁雪豹冷却的瞬间，使用雪豹打向被他踢飞的霜。极灵守护！霜摔落在地的一瞬间，往嘴中丢入一个终极回血丹，同时使出寒冰舞者的防御技能。他的身前形成一片五角星形的透明晶体，挡住了血豹的能量。不过看似挡住了，但雪豹的余威依然令霜的头顶上血量333。就在江云飞还要有下一步动作之时，唰的一声，一记凶猛的火焰蛇鞭抽来，他急忙翻身一跳 ，miss 掉夭夭的攻击，逼退江云飞后，夭夭风情万种的手持火焰蛇鞭出现在霜的面前。云飞，大家收手霸占如何？脆皮水系术士的江云飞居然打出了如此生猛夸张的顶级战士实力，令夭夭不想再战。再战斗下去，就是他与霜联手也胜算不大。你们要打时就打，想收手时就收手，不觉得可笑吗？没什么好说的，从你们对我出手那一刻开始，庚金仙岛内有你们就没有我，有我就没有你们。江云飞冷喝过后，人如狂风扫至，朝夭夭与霜狂冲过去。多宝兽只有一只，不杀掉或打跑夭夭两人，如意八宝盒的归属就有意外风险。自己施化技能都被对方打出来了，江云飞可没那么大度，就这样放过夭夭与霜。夭夭，一起上，我就不信和你我二人之力还打不赢他。抹掉嘴角血迹的霜很不服气，还要再战。先撤，他这变态的增幅状态肯定维持不了多久，等他状态消失再找他算账。夭夭一眼就看出江云飞的施化无法长时间维持，他挥手将火焰长鞭甩出，爆发出一片强大的热浪攻击，阻挡住了江云飞。趁机，夭夭朝霜认真道：“听我的，先撤。”最终，夭夭与霜两人弃之而逃。第58章，干得漂亮！排行榜上两位妖孽玩家，夭夭与霜，面对江云飞的强势，居然选择弃战跑路，这实在让人难以相信。对于这样的结果，傲剑耀九州身后那两个玩家皆瞠目结舌，感觉喉咙有点发干。就是傲剑耀九州本人，也有点无法接受夭夭与霜的行为。换作是他，宁愿战死，也绝不会退让半步。江云飞追出一小段距离，发现夭夭与霜跑路的速度实在太他妈快了，只能放弃。毕竟江云飞真正的目的是福利 BOSS 多宝兽。当江云飞回来时，发现傲剑耀九州三人已经对福利 BOSS 多宝兽发起了进攻。傲剑耀九州似乎也拥有无视防御的技能，只要出现无视防御，就能将防御高达1000的多宝兽打出破1000的伤害。而他身边那两人实力也不弱，一个辅助术士与一个羽士。由于傲剑耀九州很生猛，加上多宝兽攻击不高，他可以无需辅助术士加血，硬扛着多宝兽输出，这让他身后的辅助术士也能腾出手加入输出之列。虽然只是一个辅助术士，但他的攻击力比多数的攻击系术士还要高，每次能打出多宝兽破200伤害。另一个羽士则更强，只要放出技能就超300的血量。云飞兄，进队！傲剑耀九州看到江云飞回来，朝他发出一个组队邀请。江云飞内心很纠结，多宝兽只能爆出一个如意八宝盒，只有一个人能得到。这进入傲剑耀九州的队伍，一会可怎么算？江云飞是无论如何都不会让出如意八宝盒的。可傲剑耀九州先前对他出手相助，江云飞总不能翻脸不认人，出手将他们3个杀掉吧？看出了江云飞的犹豫，傲剑耀九州便道：“云飞兄，多宝兽只有一头，如意八宝盒的归属只能是一个人。我与你一见如故，虽想和你分个高下，但在仙河地图，死亡代价太大，不如咱俩来个文斗。”江云飞接受组队邀请，问道：“如何文斗？”简单，咱们就比对多宝兽的伤害量。
在多宝兽血只剩最后10万时，谁对他造成的总伤害量最高，多宝兽就归谁。傲剑耀九州魔性的眸子充满战意的望向江云飞，道：“如何？”“好。”江云飞点头。听到江云飞同意，傲剑耀九州无比兴奋，眼中金光闪烁。他朝身后二人道：“你们退出队伍。”江云飞有多变态，这二人已亲眼所见。看到江云飞同意文斗后，二人心中皆松了一口气。他俩还真怕江云飞不肯。若是那样，以傲剑耀九州的性格，绝对会跟江云飞真刀真枪一战。可是连夭夭与霜都不敢面对此时的江云飞，他二人对傲剑耀九州能否战胜江云飞很没信心。文允，比试就要公正，你也替云飞师加上增益 buff。傲剑耀九州果然是一个光明磊落的人，半点都不占江云飞的便宜。辅助术士文允暗器傲剑耀九州太耿直，可他都说出口，没有办法，只能对江云飞使出增益技能。叮！您被玩家文允施加初级斗战术、神风术、长生术，攻击、速度、生命增加 5%， 持续30分钟。随身带个辅助术士，真是幸福啊！看到增加一大截的属性后，江云飞暗暗在想，明天进入仙河地图，还是叫上红颜祸水一起吧。他可是个隐藏职业的圣术士，不带到身边，简直就是暴殄天物。云飞兄，请！傲剑耀九州手中的宝剑如秋水般澈亮，绝非凡品，最少都是黄阶中品的极品武器。他朝江云飞伸手。江云飞看了眼多宝兽的血量，还剩245万，就这么一会时间，已经被傲剑耀九州3人打掉5万。好，开始！江云飞与傲剑耀九州对视一眼后，两人同时气质一变，毫无任何保留，朝多宝兽发出攻击。无坚不摧！傲剑耀九州出手就是无视防御的技能，劈出2米长的黑色剑芒，在多宝兽的咽喉位置炸开。多宝兽痛叫，头顶上爆出1588的伤害。江云飞则是雪豹丢出，让多宝兽的头上飘起1115的伤害量。看到二人第一招，傲剑耀九州略胜一筹，文允二人皆松了一口气。第二击，傲剑耀九州又使出另一个魔剑式攻击技能，对多宝兽造成1333的伤害。而江云飞这次对多宝兽发出的是普通攻击，造成888的伤害。没办法，诗化状态很霸道，不允许江云飞动用术士技能。雪豹冷却时，江云飞根本没有技能可用。由于傲剑耀九州对多宝兽的伤害最痛，多宝兽虽是一头萌萌的 BOSS， 可也是有脾气的。他四腿一蹬，直接朝他冲过去要咬人。但可惜，他的伤害对傲剑耀九州而言简直微不足道。2分钟后，输出统计里面，傲剑耀九州已经对多宝兽造成138003的伤害量。反观江云飞才110293，落后足足2万多。这令身后文允二人满脸笑容。照这样保持下去，傲剑耀九州赢定了。云飞兄，你若省着技能不用，那么这场文斗我可赢定了。傲剑耀九州从头到尾只看到江云飞用出过一种技能，其他的全是普攻，还以为他有所保留。实则他哪知道江云飞有事苦说不出，诗化状态无法使用水系术士技能。那可未必，多宝兽还有220加万血，咱俩谁能笑到最后还是未知数。江云飞笑着回应：“哦，那我就拭目以待云飞兄的真正实力。”傲剑耀九州话落，又是一招无坚不摧，将多宝兽打掉1601的血量。这给力的伤害令得他身后文允二人就差欢呼大叫了。然而他二人估计很快就叫不出了，因为江云飞悲催的人品总算大爆发了。这次血豹飞出后，命中多宝兽，造成触目惊心的巨额输出5889，毫无疑问是无视防御与法术暴击同时被触发。傲剑耀九州与他身后文允二人皆是眼皮一跳，不敢相信的看着这个巨额的伤害。一直追着傲剑耀九州咬的多宝兽彻底被打痛，第一次放弃了咬傲剑耀九州，掉头朝江云飞冲过去。江云飞又是一记普攻接出，命中在多宝兽的咽喉上，那是他的弱点位置。不过多宝兽不是笨到无可救药的那种，咬人时会有意保护他的要害，不让江云与傲剑耀九州攻击到。可他愤怒朝江云飞奔跑而来时，不小心暴露了咽喉，顿时头上飘起2511。显然无视防御效果单独被触发。看到江云飞突然伤害暴增，傲剑耀九州惊讶过后大笑道：“好，这才有意思，继续。”10分钟后，系统战斗信息栏里，傲剑耀九州对多宝兽的伤害统计为730089，江云飞对多宝兽的伤害统计为699215。江云飞依然落后傲剑耀九州3万多输出。没办法，江云飞的爆表输出全靠触发被动，很不稳定，而傲剑耀九州的高输出源于稳定的强大技能。此时多宝兽只剩98万的血量，他感觉到了危机，终于开始使用技能。叮！多宝兽使用技能喜从天降，只见多宝兽肉乎乎的金灿灿身体陡然一跳3丈高，
然后在半空中身体缩成一个巨大的肉球，形成一个金元宝一样。叮！你遭受到多宝兽的技能攻击，喜从天降，将受到无视防御的双倍伤害，并且被眩晕10秒，防御力降低 20%。叮！诗化状态中无视控制技能，多宝兽的技能只对江云飞造成400的伤害，其他任何控制效果皆无效。不过对江云飞无效，可傲剑耀九州却是不行，他立刻被晕在原地，一动不能动，并且被造成599的血量。奇怪，按道理说，诗化中的自己受到控制技能，不仅将无视控制，还能双倍反弹回去，可似乎并没有对多宝兽造成反弹效果。难道说双倍反弹控制效果只能对狮族类的怪物才有效？江云飞来不及多想，趁着傲剑耀九州被眩晕10秒钟，立刻抓住这个机，血爆、普攻毫不停歇的疯狂砸出。10秒钟的时间内，还出现了一次无视防御并暴击，对多宝兽共造成13000的伤害。眩晕结束的傲剑耀九州立刻提剑，又要释放技能攻击多宝兽。可这时多宝兽却又释放出他的第2个技能，圆圆满满，还是控制技能，造成15秒无法攻击，并且在之后30秒内无法使用任何技能。傲剑耀九州欲哭无泪，可江云飞却高兴的想给多宝兽竖起大拇指，干得漂亮！无视控制效果的江云飞又多出了15秒的时间对多宝兽输出，造成的总伤害量直接反超傲剑耀九州5000加。而结束15秒无法攻击的傲剑耀九州，还要在接下来的30秒内无法动用技能。当这30秒结束后，江云飞造成的伤害统计超出傲剑耀九州2万多。这急的傲剑耀九州身后，两人又是握拳又是跺脚，大骂这头该死的多宝兽能不能别再用技能。接下的5分钟内，多宝兽又同时朝江云飞与傲剑耀九州释放数次喜从天降，圆圆满满。傲剑耀九州被折磨得只想吐血，无比羡慕地盯着丝毫不受任何控制的江云飞。在多宝兽只剩下最后10万血量时，队伍伤害统计：傲剑耀九州输出总伤害1114935，江云飞输出总伤害1285065，江云飞高出傲剑耀九州足170130。第59章小分身，我欲飞天。毫无疑问，这一场文斗江云飞胜出。傲剑耀九州的脸上无比悲愤与无奈，若非多宝兽后面不断的使用控制技能，他未必会输。傲剑耀九州身后文云两人也是遗憾与不甘心的，只想跺脚。云飞兄，多宝兽归你了。傲剑耀九州虽然很不甘心，甚至输得极为无语，但他是一个很磊落的人，说到做到，愿赌服输。傲剑耀九州直接退出队伍，把多宝兽让给江云飞后说道：老实说，我输的并不服气，下次再和你比试别的，我一定要赢你。傲剑耀九州知道他输在谢控上，这是他最大的不足之处，随时欢迎再讨教。江云飞憋着想笑出声的冲动，毕竟他赢了，再笑出猪叫声未免太不给人傲剑耀九州面子。走，随我替云飞兄清除暗中的宵小。傲剑耀九州确实是个人物，输得起。他头也不回，带着身后两人开始出手击杀躲在附近像浑水摸鱼的人，真是个有趣的家伙。江云飞望了眼傲剑耀九州的背影后，就继续朝仅剩10万血的多宝兽发起攻击。由于傲剑耀九州3人帮江云飞清理掉附近想占便宜的人，他便可没有后顾之忧的输出多宝兽。5分钟过后，江云飞最后一招血爆划破空气，于多宝兽的头顶上炸开，终于带走了他最后一丝血量。叮！恭喜玩家云飞击杀庚金仙岛福利 BOSS 多宝兽，获得如意8盒，奖励庚金仙岛1000积分。叮！您成功击杀黄阶终极 BOSS 多宝兽，奖励经验100万，金币50，功德点20。多宝兽的尸体下还爆出了2件装备，一把剑，一只护手与80几枚银币。江云飞开心的将装备与银币全部收下，正要查看爆出什么装备的时，好友栏里却跳出阿秀的语音通话。江云飞接通后，阿秀大喊道：靠，你小子要修仙了？18罗汉都送来2个小时还不下线，你再不出来，我可就一个全干光了。江云飞在游戏里看了下时间，已经是下午2点半。阿秀不提醒自己还不觉得，立刻便感觉肚子咕咕直叫，饥饿得很是难受。江云飞立刻下线，填饱肚子再说。3000块的18罗汉大餐，整整18个菜，色香味俱全，摆满了整个桌子。阿秀这小子还是很讲义气，江云飞没下线，他硬是强忍着口水，一个菜没动。看到江云飞下线后，赶紧把他拉到桌子边坐下。神仙哦，你再不下线，我可是真忍不住要一个人开动。下次不要等我，你一个先吃就好。我刚刚在仙河地图打 BOSS， 走不开。江云飞给阿秀加去一个鲍鱼，自己也加一个，大口吃起来。BOSS， 阿秀眼睛直发光，道：有没有我枪战士的装备？不知道，我还没来得及看。要是有就有给你。
江云飞随意回道：“够哥们。”阿秀朝他竖起大拇指。因为急着上线，虽然满桌的好菜，但江云飞也没有过多的心思享用。他在5分钟内狼吞虎咽解决战斗，连续干掉5碗大米饭、3碗热汤与各种海鲜、香肉、蔬菜。吃完上线，看到江云飞5分钟内吃掉他1天的饭量，阿秀感叹道：“这家伙饿死鬼投胎吧？什么时候变得这么能吃呢？”一上线，江云飞再次出现在仙河地图庚金仙岛。叮，您的积分已排入庚金仙岛第1名，请继续保持。每晚凌晨过后，积分排在榜首的玩家将获得神秘奖励。听到系统提示，江云飞打开专属的庚金仙岛排行榜，积分榜第1名正是他。庚金仙岛积分榜，榜首云飞1258积分，11436积分，傲剑耀九州389积分，双351积分，一骑绝尘288积分。积分榜仅显示前5名。看了眼积分榜，江云飞嘴角一笑。若非是杀掉多宝兽得到1000积分，他可能要排到第5去了。江云飞立刻打开包裹，里面足足有20来件装备，除了多宝兽爆出的1件一护手外，其余全是杀人爆出来的。包裹最里边闪耀着5光10色的宝盒，正是如意八宝盒。江云飞立刻拿出如意八宝盒。如意八宝盒可以开出装备、技能、宠物、坐骑、时装、隐藏转职证明与特殊物品，十分珍贵。不知道它能带给自己什么，江云飞有些小激动。深吸一口气后，立刻打开如意八宝盒。叮！玩家云飞使用如意八宝盒成功。由于您是第一个开启如意八宝盒的玩家，系统奖励你获得物品+1。听到开启如意八宝盒奖励+1，能得2件物品时，江云飞开心的差点叫出来。江云飞瞬间断定，其他4岛的多宝兽怕是还没被人杀掉。叮！您开启如意八宝盒得到随机隐藏职业转职证明 X1， 升仙石 X1。随机隐藏职业转职证明，不用说，是转职隐藏职业用的，可谓无价之宝。但升仙石有什么用，江云飞就不清楚了。他查看升仙石介绍，升仙石33重天之外的升仙石，乃稀世之珍宝，连天界众仙都要眼红的宝物。使用天仙石可以提升本职业技能进阶。江云飞眼神一亮，提升职业技能进阶的宝物，这绝对是游戏中的至宝。看了眼随机隐藏转职证明，江云飞心里已有主意，他直接捏碎隐藏转职证明。叮！您使用随机隐藏职业转职证明，获得随机隐藏职业天师转职资格。叮！转职天师隐藏职业需要消耗350功德点，请问是否消耗350功德点转职天师职业？系统提示：转职天师隐藏职业后，您原先的职业将被剔除。靠！转职天师隐藏职业居然需要350的功德点，也太特么夸张了吧！江云飞看了下自己拥有367的功德点，还好是足够。功德点全是靠打 BOSS 还有系统奖励得来，这个天师隐藏职业估计全服都找不出几个人拥有足够的功德点去转职它。但消耗350的功德不是重点，重点是转职后江云飞将失去水系术士职业，那他之前所加天赋点全是4至1名，岂不是白瞎了？江云飞陷入了犹豫。天师隐藏职业绝对是个强大职业，但明显是个近战系的，与他升级到现在加点完全相反。呼！江云飞长长一叹，看来只能暴殄天物的浪费一张无比珍贵的隐藏转职证明。要知道，一张隐藏转职证明拿去卖，至少都是100万以上起步，还是有价无市的那种。可江云飞已经捏碎转职证明，没有后悔机会。他转不转职天师，这张随机转职隐藏职业的证明都会被消耗。就在江云飞郁闷到想死之际，系统却柳暗花明的再响起提示：叮！玩家拥有天赐红符，借位归真，可拥有小分身创建第2角色人物，转职天师隐藏职业。请问玩家是否使用借位归真，建立小分身创建第2角色？靠！还有这种好事？傻逼才不愿意呢！江云飞毫不犹豫选择同意。点同意之后，江云飞出现在一片白茫茫的空间，这里只有他一个人，突然感觉身体剧痛，好像要血肉分离一样。下一刻后，江云飞匪夷所思地发现，从他的身体里活活生生分离出的血肉，最后凝聚在一起，竟然变成第2个一模一样的自己。叮！您使用借位归真创建小分身第2角色成功，您可以对小分身进行样貌、身体调整。江云飞想了片刻后，把小分身五官上调了50%，瞬间小分身变成了一个剑眉星目、唇红齿白的帅哥。但这还不够，江云飞还把小分身1.68米的身高上调至1.78米，顿时五官、身高全部达到标准的帅哥形象。叮！请给小分身取名。江云飞想了想后说道：我欲飞天。我欲飞天是江云飞上一世在绝世涅槃的游戏名字。叮！小分身取名成功。
叮，小分身创建完毕，是否立刻转职天师职业？是。叮，玩家小分身，我欲飞天转职天师成功。由于您的小分身我欲飞天等级初始为0，将被传送至118号新手村。下一刻后，江云飞的小分身我欲飞天消失而去，传至118号新手村内。同时，江云飞本人又回到了仙河地图庚金仙岛之内。这一刻，江云飞感觉很奇妙，他在游戏里瞬间有了2个自己。他只要一动意念，灵魂好像就进入了小分身我欲飞天的身上，能控制他的一切。意念再次转动之后，他又回到了云飞这里。原来借位龟真是这么用的，不枉我当初千难万难完成红色噩梦级转职任务。从现在起，江云飞在绝世涅槃里同时拥有2个不同的身份，一个名叫我欲飞天的隐藏职业天师，另一个则是水系术士云飞。最难得的是2个游戏身体可以同时在线，却又各自独立。江云飞意念再转，来到我欲飞天的身体里，打开个人属性栏，查看角色我欲飞天，职业天师，等级1，修为5，生命300，灵力150，攻击15-35，防御50，根骨10，体8，力10，敏10，智5，幸运0，功德点0，天赋被动狮王庇佑，遭受任何攻击都有几率减少50%伤害，吸血15%，技能吞噬、霸体、炎藏。江云飞看到小分身的属性后，惊得他是倒抽凉气。天师职业初始属性简直猛到一塌糊涂，根骨、力量与敏捷时，那便是满级10星成长率，体也有8星，就连智力都达到5星。当初江云飞水系术士初始智力成长才6星而已，其他几个属性更是被小分身甩了18条街都不止。隐藏职业都这么生猛的吗？第60章约战。江云飞对于小分身的强大潜力简直满意到无话可说。他水系术士这个角色，若非是融合了僵尸王、银钩本源的话，跟小分身一比，那简直就是一个渣渣。并且小分身才1级就拥有3个技能：吞噬，击杀 BOSS 级怪物后有 5% 几率吞噬其精气神，若是成功将得到永久的属性提升。BOSS 等阶越高，吞噬成功后属性提升越高。光看到第一个技能，就让江云飞都有种想丢掉水系术士角色的冲动。天师职业太牛叉了！霸体，解除自身所受控制与负面状态，便在接下来的5分钟内免疫控制，提升 20% 攻击移速。冷却15分钟。炎藏，消耗所有灵力，以身化为天师刀体，从天而降，对10米内范围造成无视防御、护盾的5倍暴击。冷却60分钟。看完3个技能后，江云飞对小分身的震撼简直无法用言语来形容了。如果非要用3个字形容，太牛叉！江云飞打开如意8宝盒，还得了一个可以提升技能的天仙石。看到小分身这恐怖成长潜力与强悍技能后，他毫不犹豫的要将天仙石用在小分身的身上。叮，你的小分身乃隐藏职业，无法使用天仙石提升其技能。听到系统的提示，江云飞先是一怔，随后又释怀一笑。也对，天师职业的小分身，恐怖的成长属性，技能被动已经强到离谱，若是还能使用天仙石升级小分身的技能，肯定要破坏游戏平衡。看来这天仙石只能是用在主身水系术士身上。江云飞意念回到主身，给小分身发出指示，让他自由在新手村升级。小分身那一身恐怖成长属性与技能，估计很快就能升上10级，离开新手村。到时给小分身弄上一身装备，与自己主身走在一起，一个猛到可怕的近战天师，加上他这个输出爆炸的远程术士，两者配合在一起的战斗力简直无法想象。到时就算对决落水泱泱，也未必会输。落水泱泱拥有上古神龙、应龙本源，本身还是隐藏职业龙武者，跟他一战，江云飞虽不敢说能稳胜，但有了小分身后，应该能6-4开吧。让小分身自由升级后，江云飞便拿出天仙石用在了主身身上。叮，您使用稀世之针天仙石成功，您的水系术士职业技能全部提升为真武觉醒技能。江云飞立刻查看他的3个水系术士技能：真武觉醒，水龙啸月；真武觉醒，目光天宇；真武觉醒，洛神之法。叮，尊敬的玩家，由于您是第一拥有真武觉醒技能的玩家，系统奖励你本职业觉醒技能知水真身。叮，由于您是第一个拥有真武觉醒技能的玩家，系统将播出全服广播，请问是否隐藏姓名？想起有小分身我欲飞天的存在后，
江云飞感觉主身已经没有必要遮遮掩掩。江云飞选择不用隐藏。叮！玩家云飞作为全服第一个拥有真武觉醒技能的玩家，系统奖励他真武觉醒技能水之真身。当这个广播传开后，游戏里所有人瞬间震动，所有人都无比好奇真武觉醒技是什么技能，到底有多强大。立刻，江云飞的好友栏里就跳出好多信息。红颜祸水发来一个张睁大眼睛的表情，你还让我们这些普通玩家怎么活？洛星辰，晚上带我们刷 BOSS， 我要看真武觉醒技。领空，老大，给我这种普通玩家一点活路吧。连爱跳舞都发来消息，你还是人吗？瑶，求抱大腿。傲剑要9周，改天让我试一试你的真武觉醒技能。对于好友们发来的消息，江云飞一一回复他们笑脸表情。正要查看进阶后的真武觉醒技能与系统奖励的水之真身时，系统却再度发起全服公告，恭喜玩家飞羽天下打开如意八宝盒，获得玄阶极品武器回风秦日月。作为全服第一个获得玄阶极品武器的人，系统奖励等级+1，金币200，功德点150。叮！系统将开启个人装备评分排行榜。想不到飞羽家族的创始人飞羽天下也得到了一个如意八宝盒，还获得一件玄阶极品武器。江云飞眉头微微一皱，他与飞羽家族的矛盾已经无法调和。飞羽天下上一世就是天罡地煞榜内的绝强玩家，现在又拥有玄阶极品武器，这对江云飞是一个威胁。玄阶极品武器在现在这个阶段绝对无亚于核武器。江云飞打开装备评分榜查看起来。装备评分榜榜首，飞羽天下玄阶极品武器回风秦日月，评分5888。榜二，冕下玄阶下品武器精绝宝剑，评分3689。榜三，落水泱泱黄阶极品宝衣金蝉玉羽衣，评分2188。榜四，傲剑要9周黄阶极品武器落星剑，评分2111。榜五，夭黄阶极品宝靴追云逐日靴，评分1997。看完装备评分榜，江云飞愈加感觉自己是真磕碜。别人都拿着玄阶顶级装备了，他却连一身装备都没有凑齐。而且拥有小分身我欲飞天后，江云飞不是凑一身装备就够了，至少得准备2身，而且是不同职业的装备。看来晚上要叫红颜祸水等人去闯闯那个地图才行，一个能爆出套装的隐藏地图。这一世，这个隐藏地图除了江云飞外，暂时不会有任何人知道。想到这，江云飞立刻给红颜祸水几人一一发去消息，晚上8点半带你们去一个高爆率的神秘地图。就连阿秀和瑶，江云飞也发去了消息，准备带他们一起升级。收到江云飞的消息后，红颜祸水他们全部表示准时到。就在这时，一个不合时宜的全服喇叭响起，云飞，不要以为得到真武觉醒技能后就没人治得了你，你准备被我哥追杀吧。飞羽珊珊被杀后，现在还在新手村升级，看到他哥哥飞羽天下得到玄阶极品武器，瞬间就发起广播叫嚣。江云飞懒得理会他，正要查看包裹装备情况时，却又想起另一个全服喇叭，还是针对他。飞羽神王，云飞，听说你最近处处与本家族作对，今天还将珊珊杀回新手村，欺负女孩子有什么意思？敢不敢和我来一场生死斗？生死斗是绝世涅槃游戏将同意进行生死斗的双方玩家被送入特殊场地 PK 的一种比斗。生死斗失败一方代价极大，死亡等级减5，装备随机掉一半。没有特别大仇恨的人不会选择生死斗这种极端方式。飞羽神王乃飞羽8杰之首，据说除了飞羽天下以外，整个飞羽家族找不出一个人能压住他。飞羽神王也是上一世地煞榜上极靠前的一名顶尖高手，同时他还是飞羽珊珊的狂热追求者。上一世江云飞与飞羽珊珊在游戏里最后相忘于江湖，主要是因为飞羽神王。现在江云飞对于上一世游戏的恩怨纠缠已经全部看开，所以先前他能果断出手杀掉飞羽珊珊。现在面对飞羽神王这个上一世的仇人，他心里也很坦然，没有什么波动。云飞，堂堂男子汉大丈夫，敢不敢接受我们飞羽神王的挑战？不敢的话，以后看到我飞羽家族的人就夹着尾巴滚远点。走出新手村的飞羽潇潇发起挑衅的全服喇叭。庚金仙岛内，江云飞嘴角一弯露笑，花掉5000大洋。何时何地？2天后晚上8点。飞羽神王霸气回复 MB， 这些个王八蛋真是不把钱当钱，动不动就花5000大洋喊一句话。若非被人指着鼻子叫骂了，江云飞是真不想花这个冤枉钱。要打就打嘛，但他只能又花5000大洋。好，就喊了2次全服喇叭，江云飞的卡上便只剩下33.2万。与此同时，仙河地图某岛上，
一身极品装备的飞羽神王看向为首的男子，道：“你为什么要我等2天再收拾云飞？”为首男子淡淡道：“回风秦日月需要20级才能穿戴上，我到时会把它借给你，你只能胜不能败。”顿时间，整个绝世涅槃里，因为刚刚几通全服广播，云飞的名字已经成了明星级玩家。对于2天后云飞与飞羽家族8杰之首飞羽神王的生死战还没有开始，却已经引起的议论狂潮。才短短一会，绝世涅槃的论坛上，甚至有人坐庄，开始了压住江云飞与飞羽神王生死斗谁赢谁输的赌局。飞羽神王进入绝世涅槃之前，就是许多网游戏里面的知名高手，曾在其他网游戏里以一条百震惊网游界。不少人都认为飞羽神王的赢面极大，而云飞之前名不经传，是最近飞羽家族不断针对他后，才慢慢的冒出名气。虽然不久前系统提示他得到进阶真武觉醒技能，但真武觉醒技能怎么样，谁也没有见过。再说，游戏里的实力可不仅仅是一个技能就能决定的，因此论坛上80%以上的人都不看好江云飞，所以买飞羽神王赢是1赔2，买江云飞赢是1赔10。第61章，老大救命啊！对于江云飞2天后将与飞羽神王进行生死决斗，他的好友们一一发来消息表示支持他。江云飞给们一一回复后，便开始查看包裹里的装备。多宝兽爆出一柄剑，一个护手，他还没来得及查看属性。广寒精确，品阶黄阶极品，术士及隐藏术士使用，攻击155-255，智力+35，敏捷+21，附带月神祝福，法术伤害增加20%，攻击时有1%几率令目标冰封5秒，使用等级17级，装备评分2331。看到广寒精确的属性后，哪怕是以江云飞的定力，都忍不住笑出了猪叫声。广寒精确为音乐纹剑柄，剑身银色透亮，宽有3指，长达1.3米，泛出淡淡寒雾缠绕，真是令他爱不释手。但可惜的是，要装备这把剑需要17级，江云飞现在才15级，他只能强行压下激动，将剑放回包裹，然后去看另一个护手。狂舞护佑，品阶黄阶中品，近战及隐藏近战职业使用，生命+300，防御+100，力量+28，附带狂舞意志，受到伤害减少10%，使用等级10。这也是个不错的小极品护手，若是以前江云飞只能拿去卖钱，现在有小分身后，他自然会留给小分身用。由于江云飞与小分身是包裹共享的，他立刻把狂舞护佑转到我玉飞天的包裹内。还别说，虽然江云飞没有管小分身，让他自由升级，这才短短一段时间，我玉飞天这个小分身已经升上4级，不出意外，明天就能走出新手村。江云飞又从包裹里找出5件小分身10级后能穿戴的装备，纷纷转到小分身的包裹内。就这样，小分身还没到10级，已经凑齐了1/3装备，比江云飞本身还强。剩下的其他装备，江云飞等离开庚金仙岛后，全丢进平台拍卖。尹剑仙爆出的那把玄光匕首，估计能卖个30万以上。而江云飞手中的广寒精确，若是拿去拍卖，上百万绝不是问题。但他不可能傻到拿去卖，只会留着自己用。看了眼在庚金仙岛还能待上38分钟的提示后，江云飞立刻离开原地，准备先去把另外2个高经验任务做完。凭着上一世的经验，江云飞成功完成了2个任务，并且已经熟悉了4个真武觉醒技能。不得不说，真武觉醒技能是真猛。虽然自己还是个普通的水系术士职业，但有了这4个技能后，就算没有僵尸王银钩的本源增幅，江云飞也不会弱于寻常的隐藏职业。找到苗族村长，交掉2个高经验任务后，江云飞的头顶连续冒出2道光柱，连升2级。不得不说，仙河地图内的任务经验就是丰厚，若是仅靠打怪杀 BOSS， 江云飞想升上17级，估计得1-2天时间。叮，您的等级已进入排行榜第1名，请问是否显示姓名进入榜单？才升上17级，系统就跳出提示，他终于在等级上超越了落水泱泱。江云飞选择隐藏上榜后，立刻取出广寒精确装备上。叮，你的装备广寒精确评分排入装备评分榜第3名，已自动上榜。装备评分榜是无法隐藏名字的，这也是系统的尿性吧，简直就是在无形中鼓励玩家们去击杀拥有极品装备的人，爆出他们的极品装备。所以没有实力的人，就算侥幸得到1件极品装备，最后也护不住，很快会被人爆出来。毕竟极品装备谁都眼红。装备上广寒精确后，江云飞再次打开自己的属性栏查看。种族人族，角色云飞，职业水系术士，等级17，修为玉清一重天，属性加1%，生命995，灵力789，攻击499-699，
防御388，根骨10，体97，力45，敏76，智378，幸运加4，功德点17，金钱25金16银91铜。技能真武水龙吞月，目光天宇，洛神之筏，水之真身。被动法术暴击天赋，永久增加玩家 15% 几率的法术暴击。僵尸王银钩本源，融合度初级，可升级，提升所有属性永久增加 10%， 额外提升智力加100，攻击加50，防御加50。天赋被动狮王威压，对狮族怪物伤害增加 50%， 灵力恢复速度增幅 30%， 吸血 10%，10% 几率无视目标防御并暴击。天赋技能尸化血爆。僵尸王银钩虽不死不灭，超出3界外，不在5行中，然实力通天，却被天道与众神所诅咒，事倍功半。装备上广寒精确，又升上17级后，江云飞的攻击力最高达到699。若是之前有这种攻击力，杀起多宝兽来，至少能减少1半的时间。仙河地图内每天只能在线4个小时，江云飞的时间已满，瞬间被强制传回城内。之前空旷的雨国5级县城内，此刻却已经人满为患，城里面到处都是人。现在许多主流玩家都已经达到10级，进入7大国度的5级县城。江云飞虽然隐藏了姓名与等级，但他背后那柄蒸腾着寒雾、银色通透的广寒精确宝剑无比惹目显眼，只要不是瞎子都知道这是一把极品武器。顿时间，江云飞吸引了无数的目光聚集过来，有羡慕的，有贪婪的，不怀好意的，什么眼光都有，但更多的是充满敌意的目光。江云飞发现城里有着不少飞羽家族的成员，个个不加掩饰的恶意看着他，又看向他背后的广寒精确。对于飞羽家族的人，江云飞同样没有好感，若非城里是安全区，他会立刻动手将他们全部再送回新手村。江云飞没有理会众人的目光，立刻将包裹内用不着的装备全拍寄放到拍卖平台。玄光匕首的价格，江云飞定为30万的起拍价。做完这一切，正准备出城找 BOSS 的江云飞收到了领空与瑶发来的消息，他们都已出新手村，成功转职进入了雨国5级县城。江云飞把2人全部邀请入队，然后在队伍里说道：“我先行一步，一会给你们发坐标，你们按坐标位置赶来。”说完，江云飞率先出城。但出城时，江云飞朝城内所有恶狠狠盯着他的飞羽家族成员发出挑衅的倒数大拇指，然后他故意双手横胸，在门口等了一会，看有没有飞羽家族的成员赶出来送死。尽管飞羽家族的人气的不轻，但飞羽潇潇等高层不久前已经在家族频道发布命令，在飞羽神王与江云飞生死斗之前，不要与他起冲突。看到没有飞羽家族成员赶出来，江云飞略微失望，正要离开之际，总算看到一个耐不住寂寞的飞羽家族的修罗隐身摸了出来。呛亮一声，江云飞快如闪电般一剑挥出，连技能都没有使用，仅是一记普攻就将这名飞羽家族的修罗秒杀。这个才出新手村不久的可怜修罗，头顶上飘起2199的恐怖伤害，惊恐倒地。虽然没有爆出装备，却掉出2枚初级回血丹。蚊子再小也是肉，江云飞捡起2枚初级回血丹，确定没有潇潇赶出来后，便跺地一跃而起。只见江云飞一跃丈许高后，他的后背之上凝聚出肉眼可见的水蒸气，最后唰啦一声，水蒸气化成2片1米半长、透明琉璃状的水之精翼。唰的一声，通透澈亮的水一拍动，金光闪闪之下，江云飞人如雄鹰一样振翅飞天而去，留下无数看傻了眼的玩家。这个技能是由水木天花进阶后的技能，真武觉醒目光天宇，每次使用消耗100灵力，凝聚成水元素之翼，期间减少 50% 伤害，增加 100% 的翼速，可自由飞天，持续2分钟，冷却时间10分钟。没有坐骑之前，玩家的移速极慢，可绝世涅槃内的地图又无边无际。为了加快速度赶路，江云飞直接动用真武觉醒技能。江云飞翱翔穿梭于蓝天白云之中，下方山川湖泊不断的倒映而过，令江云飞此刻真有一种海阔凭鱼跃，天高任我飞的畅快淋漓。在2分钟即将结束之时，江云飞立刻降低飞行高度，免得技能时间结束，目光天宇消失后，他从高空中掉下来摔死。江云飞来到了一个全是石头的山岭之内，这里面他没记错的话，有一头20级的黄阶终极 BOSS。 江云飞给领空与瑶发去坐标后，立刻走入石岭深处，很快便发现石岭的最中央地，他此行的目标正盘卧在地上呼呼大睡，是一个高达8米、由长满青苔的石头组成巨型石妖，黄阶终极 BOSS 500年绿石妖，攻击300-588，防御788，生命300万，等级20。被动石妖天赋减少 10% 所受伤害，技能
孤注一掷，地动山摇。他本是乱石岭内一块顽石，经百年日晒雨淋呕通灵气，最终修炼为石妖之身，霸居乱石之岭，已有500年之久。查看完500年绿石妖的属性后，江云飞心里便已有底。以自己现在实力而言，完全可以单独解决他，但在解决他之前，需先搞定他的小弟们。四周可有着200多只等级超过18级的乱石小妖。江云飞正要动手解决乱石小妖之时，好友栏里却跳出领空的消息：老大，救命啊！第62章，老大，你又嗑药了吗？绝世涅槃官方论坛，震惊！新晋神秘榜一究竟是何许人物？战力如何？拥有什么顶尖装备？想知道吗？来吧，花费100软妹币，点开收费录像，里面有大家想知道的一切。论坛上一个鲜红触目的标题被置顶为榜首，引来无数玩家围观。虽然需要花100软妹币才能进入看里面的视频，但神秘榜一的热点实在太吸引关注，很快便有不差的前主花上100点开里面的录制视频。视频内容发生在仙河地图更新仙岛中，一个相貌平平，甚至有些寒酸，没有几件装备的水系术士突然冲入一众自由玩家阵营内，满身装备英姿勇猛的飞羽珊珊正在大杀四方，数十名自由玩家被他一个人打得毫无脾气。可这个相貌平平的水系术士突然出手，仅仅2个技能之后，飞羽珊珊残血暴退，险些当场挂掉。片刻后，天仙家族5大人仙之一的尹剑仙，作为一个知名的网游高手，他同时还是修罗职业，可以说是任何脆皮玩家的噩梦。可当尹剑仙朝水系术士发起偷袭后，不仅无功而返，反被水系术士当场反杀。录像视频看到这里时才只过去一半，但花上100软妹币进来看的人却已震惊万分。他们从没有看过如此厉害的水系术士，技能、操作，面对修罗偷袭的反应速度简直堪称绝了。录像视频内容一转，画面游戏转到多宝兽附近，水系术士一人傲立场中，嘴中似说着什么后，突然间先后走出一女二男。观看录像视频的众人当看清这一女二男头顶上的名字后，所有人激动地发出尖叫，甚至有人在下面疯狂评论叫喊：夭夭，是夭夭，榜10之内妖孽高手夭夭，我的女神啊！傲剑耀九州，号称最强近战之一，魔剑士隐藏职业。快看，那个从河里走出的人，男子是寒冰武者霜。天啊，这3个人无一不是巅峰级高手。这个生猛的水系术士，难道敢和他们争夺多宝兽？难道他就是之前的神秘榜3，现在的至强榜一大佬？整个评论区瞬间疯了一样，观众的激情、热血完全被调动起来。本来舍得花100软妹币进来看录制屏的人，仅有1000多，可短短10几分钟后，人数瞬间暴增到1万、10万，涨势不止，仍然在继续飙升之中。花100软妹币就能看到神秘榜一与当前3位巅峰级天才玩家 PK， 这珍贵的视频独一无二。视频最终结果更是让所有花钱进来观看的观众大感过瘾的同时，又震撼到无法呼吸。水系术士连武器都没有，身上装备不足4件，却凭一人之力先杀飞羽珊珊，然后又单挑榜10之内夭夭、寒冰武者霜。最终结果居然是天才妖孽级玩家的夭夭与霜弃战而逃。我的天啊！水系术士这个职业这么强的吗？杀飞羽珊珊，秒引剑仙，吊打夭夭，横扫寒冰武者霜，绝对的大神啊！这恐怖战斗力估计足以与落水泱泱一较高下。怎么视频里看不到水系术士的名字？白痴，系统不是播过全服广播，第一个拥有真武觉醒技能的人云飞，装备评分榜3广含精确的拥有者也是云飞。虽然等级榜一隐藏了名字，但足以证明视频中的神勇水系术士与现在的等级榜一就是同一个玩家云飞。操蛋了，飞羽家族的飞羽神王约战云飞2天后生死斗，老子下了10万买飞羽神王赢，我也下了2万压飞羽神王，他妹的2个月工资都要赔掉，发财了！我现在就去买云飞猛人赢，所有身家都压上去。由于这一段录制视频的流出，此刻江云飞就是榜一的消息已经不翼而飞，他的名气瞬间攀升到一个巅峰。与此同时，飞羽家族 YY 内部频道，只有核心级管理才能进入的房间中正召开着紧急语音会议。论坛上置顶的那个视频你们都看了吗？飞羽天下的声音有些阴沉，率先发言。看了。飞羽潇潇众人回应。混蛋，这个云飞居然是榜一，他竟然隐藏得这么深。飞羽珊珊咬牙气结道：潇潇，云飞与你是同一个新手村出来的，这种人物你没有拉入家族不说，还造成现在与我们水火不容，是你失职。飞羽天下冷淡开口。飞羽潇潇现在心情很复杂，又惊又怒。早知道云飞有这么恐怖的潜力，他那一天说什么都不会出手偷袭，只是一切都晚了。对不起，是我的过错。飞羽天下继续开口道：
你今年家族年终奖励扣一半。是。飞羽潇潇不敢反驳。这时飞羽神王说话了，老大，事已至此，不管那云飞是不是榜一那人，我们和他走到这一步已经无法挽回。没错，倒不如全力把他踩下去，踩到死，反而能用他榜一的无上身份提升我们飞羽家族的声望。飞羽姗姗哼声道。飞羽天下沉默片刻后，神王，2天之后你与他一战，许胜不许败。说着话音一转，潇潇，飞羽8杰除神王外，这2天内皆听你调令。另外我已找9剑仙借人，除了引剑仙外，另外4大人仙这2天也将听你指挥。你明白我意思吗？飞羽潇潇眼神一亮，下军令状般保证道：明白。潇潇保证完成任务。对于论坛上与飞羽家族密谋的事情，江云飞自不知晓。正要动手清理小石妖的江云飞，听到领空的呼救后，立刻打开地图，确定方位后，朝着一个方向急速而去。你这个傻大个，让你不要惹那头小黑熊，你偏偏不听。现在好了，咱俩都在被熊群追杀。密林中，气质优雅的召唤术士瑶正跑得满头香汗，他白了眼，提着妖血狂刀的领空。在他2人的身后，是30-40多头黑熊怪朝他们发起追杀。这些黑熊怪等级都在18级，单独的一头黑熊领空羽瑶还能勉强对付，可30-40多头一起扑来，引得山摇地动，尘烟滚滚。若是不跑，他2人会立刻挂回新手村。我这不是看小熊好欺负吗？就试试刀，哪知道会引来一群大瞎子的追杀。领空边跑边苦着脸道。江云飞把妖血狂刀这把极品刀战士武器给他后，领空现在是看到什么都想上去砍2刀，秀秀攻击力。这不，按着江云飞的坐标与遥赶来的领空，好不容易看到一头好欺负点的小熊，便手痒的一刀砍去。小熊是一命呜呼了，却引出一群大黑熊的追杀。看后面群熊的架势，是不把领空羽瑶撕碎，绝不罢休。完了，前面没路呢。姚俏颜失色，只顾着逃跑，他俩压根没注意跑入绝崖边上。傻大个，本姑娘被你害惨了，好不容易从新手村出来，又要回去重造。姚无比绝望，他的召唤兽已经在之前被愤怒的熊怪群击杀，至少要半个小时后才能召唤出来。对不起，我不是故意的。领空有些愧疚，知道没路跑后，他提着妖血狂刀挡在姚的身前，尽量替他争取时间，希望能撑到云飞到来。轰轰轰！30-40多头18级的大黑熊怪，如同千军万马，个个张开血盆大口，踩得山地震动，眼看就要将领空与姚淹没之际，嗷！刹那间，一道如雷震九霄的龙吟声响彻天地之间。只见一条10米长、长须鹿角、五爪腾云的碧绿色水龙从天而降，如同雷霆一样俯冲进凶猛的熊群之中。砰！水龙落入熊群后，像 TNT 炸药一样瞬间爆发，产生凶猛无比的冲击力量，将30-40多头黑熊一起炸飞。所有黑熊怪头顶上爆发出一片触目的3500的血量，并且所有黑熊被狂猛能量扫飞重摔落地之后，全身遍布出一层寒气蒸腾的水雾，他们的头上又出现持续掉血。-300、302、311，所有被水龙轰飞的黑熊全都没能爬起来，便血量清空，通通倒下，爆出一堆的铜币。你们2个这是闹哪样？搞出这么大阵势？江云飞出现在众多黑熊的尸体间，边捡着铜币，边朝傻眼一样的领空羽瑶笑道。空气里先是安静了1秒，下1秒后，哇靠，老大，你又嗑挖着吗？一招秒杀这么多黑熊怪，你真是猛到毫无人性。你刚刚的技能是真武觉醒技吗？领空激动的又差点要让江云飞收下他的膝盖。姚野虽然含蓄一点，却也惊得红唇微张，久久说不出一句话。刚才的群攻技能实在是太炫酷，太强大了。捡完所有铜币后，江云飞朝他2人点头道：是我的真武觉醒技能水龙啸跃，攻击力虽然可以，就是冷却时间太长，这个技能每半个小时才能用一次。行了，别发愣了，带你们去杀绿石妖 BOSS。 江云飞说道。20分钟后，乱石岭内，随着江云飞最后一个血爆从广寒精雀中发出，黄阶中级 BOSS 绿石妖发出悲鸣，8米多高的巨大体格咔嚓碎裂，最后化作乱石分崩离析。叮！恭喜你们小队击杀黄阶中级 BOSS 绿石妖，奖励经验100万，功德点6。第63章讨人厌的王公子。杀掉黄阶中级 BOSS 绿石妖后，100万经验虽然分成3份，却仍然让领空与瑶2人各自升1级。2人顿时开心的嘴都要笑出花朵。爆出来的2件装备皆是黄阶下品，正好领空与瑶能用，江云飞直接把装备给了他们俩。由于有着上一世的经验，江云飞清楚的知道最近哪些位置分布着 BOSS。 解决掉绿石妖后，江云飞又带着领空与瑶2人先后又杀了2只黄阶初级与1只黄阶中级的 BOSS。 杀 BOSS 带来的丰厚经验
令领空二人仅差一半经验便能升上12级。爆出的装备一件江云飞能用的也没有，他暗呼自己脸太黑。倒是小分身用的装备又爆出一件，被他收入包裹。其他几件装备没有好友能用的，江云飞全丢去拍卖。从没有想过升级能这么简单的领空二人已是乐不思蜀，连连催着要江云飞带他们再多找几个 BOSS 杀。江云飞无语， BOSS 哪有那么好杀，附近他能单杀的 BOSS 基本上全部被他解决。而且 BOSS 级怪物凡是被杀后至少得1周才会再次刷新。若是找在高一级黄阶高级 BOSS 挑战，除非带着红颜祸水这个圣术士，否则江云飞也很难单杀。这时阿秀也给江云飞发来消息，说他已经10级转职完，也来到了雨国5级县城。江云飞看了眼时间，已是晚上7点半，便对领空二人道：下线吃饭，8点钟后城内集合。已经与红颜祸水他们约好8点组队。江云飞这脸黑的人品，想要凑齐一身装备，只能是靠那个双爆率的神秘地图了。下线后，江云飞与阿秀2个人就着中午剩下的饭菜一热，草草吃饱解决后立刻上线。这时距离8点还有5分钟。云飞，我在这里。5级县城里的玩家越来越多，几乎都要到人挤人的地步。若非身为枪战士的阿秀远远挥手大叫，江云飞都找不到他。由于城里的人越来越多，公共聊天频道里也是热闹非凡。强力队通宵刷13级花妖，来2个奶水充足的辅助术士。要奶水充足，能上通宵的才来，中途退走的别怪我满嘴芬芳，喷你全家。猛人队来个高坦渡枪战士，要求至少有5件装备。废物别 M， 我们不要拖油瓶。年方18，貌美如花的艺校小姐姐求大神代级。不是大神别嫁，你不是姐的菜。出售黄阶下品羽式武器，不要998，也不要588，只要188金币。极品羽式武器你带回家。江云飞关闭公共聊天频道，看着人群中的10级枪战士才2件平民装备的阿秀，比他当初还寒酸。江云飞抿嘴一笑，交易了2件枪战士装备给阿秀。好小子，还是你想着我，够哥们。阿秀兴高采烈地接过装备，连忙换上。这时领空与瑶也已上线，江云飞把他们俩全部拉入队伍里。没过多久，红颜祸水发来消息：云飞，我一个朋友也在雨城，能不能带他一起升级？没问题。江云飞回复。绝世涅槃队伍里可以组满10个人，红颜祸水多带1个人完全不成问题。片刻后，红颜祸水、洛星辰还有爱跳舞同时出现。红颜祸水的极品身材与美貌依然是不管走到哪里都是人群中的焦点，他比江云飞背后的广寒金雀还要吸睛，引来无数猪哥流口水。洛星辰不愧是土豪，才2天不见已经是鸟枪换大炮，及其一身装备，就他这一身装备没有100万软妹币绝对下不来。他上来就是给江云飞一个拥抱，好像俩人几年没见了一样。娇俏任性的爱跳舞脸上再也看不到对江云飞敌意，反而极为自来熟扑到江云飞的后背，眼睛里直冒星星，盯着江云飞的广寒金雀，暗暗咽着口水。这就是排行榜3的黄阶极品武器广寒金雀吗？太炫酷了，你快取下来，让我好好瞅瞅。看爱跳舞这架势，就差扑到江云飞背上，强行把剑扒下来打量呢。红颜祸水美眸轻轻瞪了眼爱跳舞，道：跳舞不要闹。哎呀，人家就是想看看嘛，看看排行榜3的神兵到底有多强。爱跳舞渴望地看着江云飞说道：跳舞，云飞这把广寒金雀若是拿去卖，最少100万起步，你确定还要拿去看吗？洛星辰戏笑道：啊！爱跳舞被吓一跳，赶紧离开江云飞，就怕弄坏宝剑会让他赔一样。这么昂贵，把我卖了都值不了100万，我还是不看呢。江云飞微微一笑，对于朋友他向来不遮遮掩掩，便把广寒金雀的属性截图放到队伍里，立刻便引起大家一片惊呼。他们羡慕无比，看向江云飞，暗想他们何时才能得到一把这么强悍的本职业武器。领空与红颜祸水他们也是熟人，在一起一点也不生分。倒是瑶与阿秀2人看到红颜祸水与洛星辰一个15级，一个14级，连爱跳舞这个修罗都13级，莫名感觉有些自卑。他们俩人一个10级枪战士，一个11级召唤术士，身上连件像样装备都没有，在这个队伍里是垫底的存在。内心不由在想，是不是要跟云飞说一声，他们退出队伍，免得一会拖他们后腿。红颜祸水是个妙人，看出什么后立刻主动给阿秀与瑶打招呼：你们好，我们和云飞是游戏认识里的好朋友。你们是云飞的朋友，那也就是我们的朋友，加个好友认识一下。红颜祸水的落落大方令瑶与阿秀有些感动，连忙点头。洛星辰朝阿秀与瑶一一点头打招呼，就连以前老针对江云飞的爱跳舞也热情大方的加了阿秀与瑶好友。瑶与阿秀感动之余又看了眼江云飞，他们知道这几个游戏里的顶尖人物
全是看在江云飞的面子上才会与他们有所交集。你不是说还有个朋友要来吗？江云飞朝红颜祸水问道。红颜祸水嫣然一笑，说他给我了消息，马上到了。片刻后，有一个满身装备，神态透着几分傲气，五官有几分小帅的13级火系术士挤过人群走了过来。这个火系术士名叫王公子，实力如何不知道，但就凭他一身装备，也证明他现实中非富即贵。表姐，星辰跳舞好好的，你们怎么会花1万块传送来雨国？王公子是红颜祸水现实中的表弟，怎么地？我们来雨国还需要你王大公子的批准？对于这个表弟，红颜祸水还是表示出了身为姐姐的威严，更朝王公子屁股上一脚，示意他别多废话。进入队伍后，王公子发现阿秀与瑶一个10级，一个11级，顿时眉头一皱。不会吧，表姐，你叫我来就是带这种小菜菜，身上连个像样的装备都没有，也太孬了吧？王公子目光很是嫌弃的瞟了眼阿秀与瑶，就连拥有妖血狂刀的领空，他也有点看不起。阿秀与瑶本来就感觉他们是拖后腿的存在，被王公子这样毫不留情面奚落之后，更是觉得十分难堪。小王，你再乱说话，信不信踢你出队？洛星辰显然也认识王公子，很不悦的看向他。星辰哥，我不过是实话实说嘛。还想说什么之际，王公子看到红颜祸水那张俏脸完全黑下去后，终于是闭住了嘴巴。别理这狗嘴吐不出象牙的家伙，他就这死德性。爱跳舞缓解着阿秀和瑶的难堪。虽然这个王公子不讨人喜欢，但毕竟是红颜祸水的表弟，只要他不太过分，江云飞也不好说什么。走吧，今天我带你们去一个特殊地图升级打宝。人一组齐，江云飞率先带头朝城外挤去。确实是挤出去，因为这个5级县城里已经人满为患。随着江云飞开口后，那个王公子才眼皮猛跳的发现，队伍里居然有个高达17级的水系术士。水系术士17级，难道他就是那个新晋的榜一大神？王公子内心掀起滔天骇浪，或许是发现了江云飞存在，镇住了王公子。接下来足足1个小时的赶路时间，他都安静了起来。半晌后，江云飞带着大家来到一个偏僻的大瀑布面前。瀑布高于1000米，宽达100米，鬼斧神工一般的喷泻着从天而降的瀑布匹练，那撞击而下的水声滚滚如雷。这瀑布的背后有个隐藏地图，里面最低都是20级的怪物。一会我先进去，你们听我消息后再一次进入。江云飞说完，一头跳入瀑布潭内，他如同一条灵活的鱼儿般成功潜过瀑布，然后进入一个潮湿的洞口。才刚进入洞口，顿时便一阵凶风扑来。敲！剑鸣声响，江云飞抽出广寒金阙，一剑斩向凶风。剑光斩在一个黑影身上，他头顶掉出1118的血量，立刻痛叫着逃窜而去。赶走怪物，江云飞又沿着湿滑的洞口前进了50米，前方才豁然开朗起来。这时，江云飞给红颜祸水他们发去消息：你们可以进来了。第64章明宫第1层。叮！您已进入特殊隐藏地图明宫第1层。该地图怪物爆率双倍，玩家死亡惩罚翻倍，请冒险者们务必要小心。红颜祸水几人依次进入后，皆是满脸震惊地打量着里面的一切。这是一个纯天然地层岩洞，空间极为广阔，足以同时容纳上万的人，且又深又长，岩洞延伸向远处，根本看不到尽头。明宫第1层，双倍爆率，双倍死亡代价，一看就是个不简单的地图。红颜祸水几人都非常震惊，不知道江云飞是怎么知道这个地图的。江云飞回头看了眼红颜祸水几人后，顿时老脸微红，干咳着转过身去。绝世涅槃的超高拟真度导致红颜祸水3女潜水穿过瀑布后，全身都湿透，正春光外露。她们3女前凸后翘的诱人身材，白嫩无瑕的肌肤，诱人无比的春色，若隐若现，看得人是口干舌燥。尤其是红颜祸水1.75米的模特身材，笔直修长的一双美腿，还有傲人无比的波涛胸围，如同沐浴过后的她，现在是美到惊心魂魄。江云飞看了她一眼，就赶紧别开头去，怕看久了会流鼻血。别说江云飞，就是洛星辰与领空，此刻也是尴尬的转开头，尽量不看3女。你们几个大男人脸红什么啊？爱跳舞年纪最小，似乎还没有反应过来，直到王公子一对色眯眯的眼睛快要掉出来一样，直勾勾盯着他露出的大片雪白的事业线后，才瞬间反应过来。呸！再看，本姑奶奶挖掉你的眼睛！爱跳舞羞怒地挥了挥手中泛光的匕首，恶狠狠地瞪向王公子。那个大家小心，这里死亡代价翻倍。江云飞干咳一声后，朝领空与阿秀说道：一会由我来负责引怪，你们2个切换成防御形态，千万不要换形态攻击怪物，以免被秒杀。说着，他又看向瑶，将你召唤兽拉出来，也不用攻击，充当肉盾就行。红颜，我拉怪时看好我的血量。星辰与王公子等我把怪物
拉到指定位置后再攻击。跳舞你守在后排，保护红颜祸水他们。明宫一层有会偷袭的地精鬼，你的任务就是防御地精鬼的出现。王公子似乎很不适应别人对他指挥，尽管知道江云飞是榜一的巅峰人物，嘴角也不禁发出轻哼。好，听你的。红颜祸水说完，白嫩的素手挥动间释放出技能，替整个队伍增加 buff。叮！您的队友红颜祸水对您释放圣斗战术、圣护体术、圣疾风术、圣长生术，您的攻击、防御、移速、生命各增加 10%， 持续45分钟。听到系统提示，感觉全身被 buff 增幅后的暖和之感，令江云飞对挑战明宫一层又增加了一分信心。江云飞本来就有995的血量，699的攻击与388的防御，受到圣术士红颜祸水的技能增加后，血量将近1100，攻击力接近700，防御力也超过400，连跑起来都带着风声。不愧是隐藏职业的辅助圣术士，红颜祸水的增幅技能比普通辅助术士强了1倍。明宫一层内遍布着一头头绿色皮肤、人脸蛙身、长着尾巴的凶恶怪物，这些全是21级的精怪。明宫人脸蛙魔，明宫人脸蛙魔21级精英怪物，攻击299-488，防御500，生命10000。技能魔效，明宫人脸蛙魔发出7粒魔效，使附近敌人攻击降低 15%， 移速降低 10%。明宫一层人脸蛙魔，人脸蛙身，绿皮虎尾，无法人言，却善于音律。凡闯入明宫一层的外来者，大多都惨死于他们魔效之下。明宫人脸蛙魔，其攻击力与防御比一般的黄阶初级 BOSS 还高，好在生命力只有10000，不然眼下有足足上千的明宫人脸蛙魔存在，江云飞他们就算杀个通宵也闯不过去。江云飞手提广寒精雀，虽是一个水系术士，却跑出不亚于近战冲锋的速度，冲入众多的明宫人脸蛙魔之内。呱！明宫人脸蛙魔发现江云飞这个入侵者后，皆发出十分刺耳的蛙鸣声，然后蛙腿一蹬，像蛤蟆跳似的，一蹦有3米高、5米远，通通追杀江云飞。江云飞怕刚开始大家配合不默契，第一次没敢拉太多的明宫人脸蛙魔，差不多引了100来只明宫人脸蛙魔的仇恨后，就迅速往队伍里跑。本来拉怪这种事情应该让近战肉盾来干，但没办法，队里面的2肉盾领空与阿秀，说实在的，还没有江云飞防高血厚，所以这种苦差就只能他亲自上场。领空、阿秀，千万不要攻击他们，你们挡在前方就行。星辰、王公子，准备好群攻技能。江云飞一次引来100多只明宫人脸蛙魔，上百只怪物一蹦一跳朝他追来。对于有密集恐惧症的人来说，看到这一幕绝对会头皮发麻。在拉怪过程中，江云飞难免会被明宫人脸蛙魔攻击中，每受一次伤害，头上都会掉出188、199、201等伤害。但红颜祸水无疑是一个极为称职的辅助术士，每当江云飞的血量掉去一半，立刻便是一个圣术士独有的圣域术落在江云飞的头顶上，每次能回家500的血量。看到血颜祸水这充足的奶量，江云飞也更加安心起来。距离指定位置还有10米时，江云飞朝众人提醒道：“准备！”下一刻后，江云飞纵身一跳，越过阿秀与领空，回身就是一记真武觉醒技能水龙啸跃发动。哦！龙吟声惊天动地，神俊无比的水龙从天而降，在上百只明宫人脸蛙魔到达指定位置后，水龙正好冲入群怪中间，然后形成大爆炸。立时间，足足有半数的明宫人脸蛙魔头上齐齐爆发出2548的血量，同时他们都陷入减速，头上出现持续掉血。-188、187、189。江云飞的真武觉醒技能瞬间将半数明宫人脸蛙魔打掉1/3的血量。除了领空羽瑶外，红颜祸水他们还是第一次见识到江云飞的真武觉醒技能，皆为之目瞪口呆。红颜祸水美眸大睁，这技能好强。洛星辰张大嘴巴，好猛。爱跳舞2个眼珠子冒星星，好帅。阿秀结巴道，好骚包。王公子则是一脸眼红的表情。别愣着，星辰，王公子丢出你们的群攻。江云飞这一吼之后，醒悟过来的洛星辰手中赤虎长弓陡然证明，立时便是一个与世职业的群攻技能发出，陨星落雨，剑光破空而去，然后一剑化百剑，形成密密麻麻的剑雨，笼罩在下方被江云飞打掉1/3血的明宫人脸蛙魔身上。立时间，足足50多只明宫人脸蛙魔头顶上再次爆发出一片1444的血量。与此同时，身为火系术士的王公子也出手了，他一身满装备，攻击力自然不俗。随着他吟唱过后，手中法剑挥舞，顿时自明宫人脸蛙魔群之中燃烧起一片熊熊烈火，火势很旺，布满足足20平方米的范围，烤得明宫人脸蛙魔咕咕惨叫。虽然王公子的群攻火强术爆发性伤害不高，
但有持续焚灼能力，给50多只民工人脸蛙魔造成持续伤害。跳出221、223、221、231、200。由于绝世涅槃内拟真度接近现实，大量的火焰焚烧不仅给民工人脸蛙魔带来持续伤害，还把他们烧得皮开肉绽，空气中全是一股子刺鼻的怪味。红颜祸水三女闻到这股怪味道后，全都忍不住嗅鼻一皱。江云飞与洛星辰、王公子三人的群攻技能，足足打掉50多只民工人脸蛙魔6000加的血量。这50多只不足半血的民工人脸蛙魔，窜过火墙后，距离阿秀与领空二人还有11米。看着被烤得皮开肉烂、浑身焦臭的民工人脸蛙魔群扑来，尽管阿秀两人头皮发魔，但还是咬着牙关挡在前面。瑶的召唤兽是一头2米多高的巨狼，血量防御应该不比阿秀二人弱。在瑶的控制下，长啸一声，当先撞入民工人脸蛙魔群内。不过，召唤兽的强弱与召唤术士的属性有直接联系。这头召唤巨狼冲入民工人脸蛙魔群后，哪怕有着红颜祸水的圣域术，也没撑到3秒就惨叫倒地，真是个废物召唤术士。对此，王公子很是不满，完全没有因为瑶是个女孩子就留半点情面。虽然王公子的声音很小声，但站在他旁边的瑶还是听到了，让他又气又无言以对。不过，趁着瑶的召唤兽拖出的3秒钟时间，江云飞再度用出第二个技能真武觉醒洛神之法。只见江云飞双手握住广寒金阙举过头顶之后，他的全身产生肉眼可见到的庞大水元素聚集。最后，众人好像眼睛一花似的，看到聚集在江云飞身边的所有水元素化为了绝世女神洛神的形象。水之洛神素手从天一按，立刻便形成一个覆盖10米范围的巨大水太之手从天而降。轰的一声，水太巨手当场拍中30多只民工人脸蛙魔，压得他们皮开肉爆，头顶上炸起成片2666的血量。不仅如此，水太巨手拍入地上后，水体巨手没有爆散，而是直接化成冰晶固态，如同一座小型冰山，挡住了后方大量的民工人脸蛙魔。而且散发出寒气，造成减速效果，让附近的民工人脸蛙魔速度下降了足足1倍。看到江云飞这一个技能后，红颜祸水众人心里同时冒出2个字：变态。第65章民工套装。至此，江云飞目前拥有的2个大型群攻技能全部用完，尤其是水龙啸跃得半个小时后才能再次使用，就是洛神之法也需要15分钟的冷却时间。被江云飞以洛神之法打的只有不到2000血量的民工人脸蛙魔们，直接动用他们的技能魔啸。顿时，江云飞整队人都被魔啸的负面状态影响，攻击力及移速全部下降。可就在这时，江云飞几人猛然感觉自己被一道金色的太极光笼罩，浑身如同沐浴着阳光一样舒服。叮！您的队友红颜祸水对你们使用技能太清之光，解除一切负面状态。强啊！看到这个队伍信息提示后，江云飞朝红颜祸水伸起大拇指，然后挥动广寒金阙，又是血爆又是普攻的朝血量最低的民工人脸蛙魔补刀。就算是不出无视防御与法术暴击，不到2000血的民工人脸蛙魔也挨不住江云飞2次攻击，便惨叫倒地，爆出数十枚的铜币。洛星辰与王公子也没有闲着，不断释放技能，又接普攻，专挑血量不多的民工人脸蛙魔攻击。他们2个人的攻击力虽然比不上江云飞，但基本上一个单体技能外加2个普攻，就能带走一只血量低于2000的民工人脸蛙魔。队伍信息里不断的跳出，您的小队成功击杀民工人脸蛙魔，获得经验加6000。小队里有8个人，除了江云飞因为事倍功半，每杀一只民工人脸蛙魔只得375经验外，红颜祸水他们都是杀一只得到750的经验。由于江云飞洛神之法造成的减速与障碍，导致每次能成功接近阿秀与领空的民工人脸蛙魔一次不会超过3只以上，并且但凡有民工人脸蛙魔贴近攻击他们2个人时，江云飞3人会迅速集火他们，快速将近身的民工人脸蛙魔带走。红颜祸水的操作水准没得说，他精准地控制着一次圣域术，每当阿秀与领空危险时，圣域术都会及时落下，将他俩拉回安全线。瑶的召唤兽虽然牺牲，但他毕竟也是一个召唤术士，也知道丢出小技能、小普攻，尽着他最大努力的输出。只有爱跳舞暂时没有加入战斗，他隐身站在红颜祸水他们的后排，以防江云飞所说的地精鬼出现。大家各守其责。江云飞的洛神之法造成的冰晶巨手能够持续出现5分钟的时间，在这5分钟内，成功使大量的民工人脸蛙魔不能同时涌出，而是分批出现，才使阿秀与领空每次最多承受怪物攻击不会超过3个。5分钟后，洛神之法造成的冰晶巨手终于消失，化成了水蒸气。但此刻，上百只民工人脸蛙魔也剩下不到20来只，地面上全是民工人脸蛙魔的尸首与数不尽的铜币堆，似乎在铜几币堆里还藏着2、3件装备。半分钟不到，最后20来只民工人脸蛙魔
也惨叫着倒在地上，贡献出他们的经验与铜币。跟云飞这变态一起升级就是爽，这经验来得跟飞一样。解决完这波怪物后，爱跳舞看着蹭蹭上涨的经验条，笑得比糖还要甜。跳舞，不是我说你，他再强也是一个人，这么多的民工人脸挖魔变成经验与装备，靠的不是他一个人，而是我们大家。说着，王公子还特意用手指了指自己，得意洋洋地朝爱跳舞挤眉挑笑道：“哦！”爱跳舞直接对王公子做出一副要作呕的样子，懒得理他。大家休整一下，清点民工人脸挖魔爆出来的物品后，准备下一波。江云飞说完，便往嘴中丢入一枚回灵丹。术士是个超级烧灵力的职业，哪怕江云飞有僵尸王、银钩本源天赋，灵力回复速度增加 30%， 可这灵力还是不够用。咦，这是件术士装备，我正好是术士，它归我了。按理说，爆出来的装备得由江云飞这个队长去捡，然后是谁的职业装备就分给谁。如果一件装备有2个队友都能使用，大家便丢点决定装备归属。可王公子这个人却私自跑去捡起一装备，看了眼后根本不给大家看，说是他能用的就丢入包裹。这个行为看得江云飞眉头直皱。领空、阿秀与瑶可能是觉得在队伍里作用很小，对于王公子的行为虽然不满，却也不好说什么。但爱跳舞就没这个好脾气了。白痴王，你做什么？爆出的装备理应由队长拾取，然后公布在队伍里，看决定归谁。你捡起来就丢包裹里，不觉得无耻吗？哪知王公子大手一摊，扯嘴道：“我怎么不能捡装备呢？对怪物的总输出，我在队伍排到第3，这么大的贡献，拿件自己能用的装备也不行吗？”对于王公子的行为，洛星辰也是很不满。他看了眼红颜祸水，把那件装备拿出来给云飞。红颜祸水秀眉一撇，如同冰雪女神一样，俏丽中又不失威严。表姐，这件装备我真能用。王公子还是不想交出来。我说最后一遍，拿出来。看到红颜祸水是真的生气了，王公子才悻悻不已地把装备丢在江云飞脚下，嘴巴里还小声嘀咕道：“哼，有什么了不起吗？”江云飞捡起这件装备之余，又从民工人脸挖魔的尸体中拿起另外2件装备。不愧是双倍爆率的地图，才杀100多只普通精英怪，都爆出3件装备。江云飞毫不隐藏，将3件装备的属性全部截图丢入队伍中。民工法靴、黄阶下品、召唤术士及隐藏召唤术士职业使用。生命加80，防御加15，智力加8，移动速度增加88，使用等级15。民工召唤术士套装系列，凑齐整套装备将获得额外的属性加成。民工玄盾黄阶下品，枪战士及隐藏枪战士职业使用。生命180，防御加50，体质加20，附带民工祝福，防御形态额外减少 10% 的伤害。使用等级15。民工枪战士套装系列，凑齐整套装备将获得额外的属性加成。民工手镯黄阶下品，攻击系术士及隐藏攻击系术士职业使用。攻击加38，智力加15，敏捷加8，附带民工祝福，提升 1% 术法伤害。使用等级15。民工攻击系术士套装系列，凑齐整套装备将获得额外的属性加成。看完装备属性的瞬间，除了江云飞外，大家表情都变了，又惊又喜。他们没想到这个地方居然会爆套装，虽然仅是黄阶下品的套装，可若凑一套的话，绝对不比别人一身黄阶中品装备差。要知道，在游戏里面，套装的价值往往要高出其品阶1级以上。难怪王公子看到民工手镯后，二话不说就想据为己有。法靴与玄盾只有瑶与阿秀能用，江云飞直接把装备交给他俩。知道他们没出多少力，二人有些犹豫，没有去接装备。拿着吧，这装备只有你俩能用，按照小队规矩，应该属于你们。红颜祸水、洛星辰与爱跳舞皆劝阿秀与瑶收下装备。其实阿秀与瑶本来也想要，只是觉得自己没出多少力，才不好意思收。见大家都赞同后，他俩才不好意思的收下装备。也不能说是大家都赞同，至少王公子就不赞同。看到瑶与阿秀收下珍贵的套装，表情很是不爽，还小声嘀咕：“给这种垃圾这么好的装备，真 TM 浪费。”你说什么了？爱跳舞瞪了眼王公子，他则说道：“我没说什么，我只是在说剩下那件套装法镯应该归我。”王公子指向江云飞手中的装备，说道：“你自己带来的2个混子都得了1件装备，这件术士能用的套装手镯不给我，你总说不过去吧？”事实上，王公子自己一身满装备，而且等级才13，根本还装备不上民工手镯。反观江云飞，加上广寒金阙，全身上下总共才4件装备，他才更适合这件民工手镯。
这件装备你现在还装备不上，让给云飞吧。红颜祸水与洛星辰看向王公子，道：凭什么？两个大混子都能拿装备，我为小队做出这么大输出贡献，却连一件自己能用的装备都不能拿吗？我马上升14级，升15级要不了多久。我不管，这件装备必须归我。说着，王公子直接从江云飞手中将装备抢过去，丢入包裹。这次连红颜祸水阴沉下来的俏脸也不管用了。王公子打定主意，就算表姐生气，这套珍贵的套装也不会让。要不我们俩的装备给你，你把套装手镯给云飞吧。阿秀与瑶说着就要拿出自己的装备。滚一边去，我不喜欢跟混子说话。王公子很是看不起阿秀和瑶。行了，这件装备就归他吧。江云飞阻止阿秀和瑶要拿出属于他们的装备，然后冲红颜祸水一笑，道：没事，这件装备给他。明宫地层这么多怪物，绝对不止爆出一套适合术士用的装备。就是嘛，就这么说定呢。接下来爆出的所有明宫术士套装，先给我凑齐一套，等我凑齐一套后，再爆出来的就给云飞。王公子就怕江云飞反悔，赶紧又道：是吧，云飞队长？江云飞朝他冷笑道：没错。事实上，江云飞真正的目标可不是这套黄阶下品的套装，而是由 BOSS 爆出来的黄阶极品术士套装。第66章黄阶高级 BOSS 巨飞。王公子半点都不在意队伍里众人愤怒的目光，得到明宫术士法镯后，他脸上尽是得意的笑容。江云飞没有纠结这件事情，战斗继续。他又开始行动，准备拉怪。尽管刚刚解决掉上百只明宫人脸蛙魔，可在地宫一层的必经处仍然还有800多只。由于水龙啸月与洛神之法两个技能的冷却时间还没有好，这次江云飞不敢拉太多怪。吸引够60只明宫人脸蛙魔时，江云飞便将他们引到队伍能攻击到的位置。有了上一次的经验，加上江云飞这次仅拉回60只明宫人脸蛙魔，大家配合起来更加完美。15钟不到，明宫人脸蛙魔全部被消灭，地面上再次多出大量明宫人脸蛙魔的尸体。咦，有件装备！王公子看到爆一出件装备后，猛地冲过去捡起来，打量过后就哈哈大笑，哈哈，是明宫术士套装的配件。云飞队长刚刚可答应过我，凡是明宫术士套装先给我，让我凑成一套。这件装备我就不客气了。怕大家不相信，王公子还将这件装备属性截图放到队伍。呸，没见过这么不要脸的人。爱跳舞对王公子的人品十分鄙夷。阿秀、领空与瑶三人虽然也看他很不顺眼，但没有说什么。洛星辰连看都不想再看王公子，打定主意，这次之后再也不会跟他组队，哪怕他是红颜祸水的表弟。脸上最为难堪的自然是红颜祸水，是他向江云飞请求带王公子一起升级，没想到他来了后这么副死德性，简直太丢他的人。若非红颜祸水不是队长，他真想一脚把王公子踢出队伍，羞于于伍。江云飞没说什么，继续开始拉怪。由于水龙啸月与洛神之法两个大型群攻技能冷却已过，这次江云飞拉了足足150只明宫人脸蛙魔。当明宫人脸蛙魔进入指定位置后，江云飞先是一个飞龙啸月打下去，居然人品大爆发，出现法术暴击天赋。50多只明宫人脸蛙魔头顶上爆发起让人瞠目结舌的5800加恐怖伤害。紧接着江云飞又是一招洛神之法打下，再次爆发人品，出现了无视防御并暴击。50多只不足半血的明宫人脸蛙魔头顶上齐齐炸出5558的巨额伤害量，顿时全部挂掉。队伍信息里立刻炸屏一样跳出大量的经验。10级的阿秀在这波汹涌的经验下直接升上11级，领空则从11升上12级。看到江云飞两个群攻技能秒杀掉50多只万血明宫人脸蛙魔，众人异口同声惊叹，真是猛到毫无人性。3个小时后已经是晚上11点，随着最后一只明宫人脸蛙魔惨叫倒地后，自此上千只明宫人脸蛙魔全部被清光。上千只明宫人脸蛙魔总共爆出15件各职业的明宫套装，除了江云飞外，队伍里每个人都分到1-2件属于他们的职业套装部件。只有王公子嘴上骂骂咧咧，因为后面爆出的套装部件只有1件术士套装，其余的全是其他职业。因此到现在王公子只得到3件明宫术士套装，他表情很是不爽。就在江云飞收拾地上的铜币时，他眉头猛地一跳，看到一个黑影隐晦的直奔红颜祸水他们而去，速度快若鬼魅。叮！你的队友瑶遭受到地精鬼的攻击，生命588。叮！你的队友瑶已经阵亡。一个浑身黑布溜秋、尖嘴獠牙、不到半米高的地精鬼怪物秒杀了瑶。可恶，本姑奶奶扒了你的皮！江云飞早提醒过爱跳舞保护好后排，有地精鬼会偷袭。可杀完所有明宫人脸蛙魔都安然无事后，爱跳舞刚一放松，瑶就被地精鬼偷袭杀掉。
这时爱跳舞失职，他自然气得要跳脚，冲上去对着地精鬼一顿狂猛的技能加连招。洛星辰反应仅次于江云飞，几乎是在地精鬼出现的瞬间便已察觉，但还是晚了半秒，他只能以一道镇神剑将地精鬼控于原地。地精鬼是高攻低防低血的怪物，在爱跳舞自责愤怒的攻击下，5秒不到就惨叫倒下。解决掉地精鬼后，爱跳舞自责不已，正要给瑶发消息道歉，怨自己没保护好他时，却见到红颜祸水素手持杖，使出了圣术士独一无二的技能起死回生术。在一柱金光照耀在瑶的尸体上后，没过3秒，队伍信息内便跳出提示：叮，您的队友红颜祸水对阵亡队友瑶使用技能起死回生术。叮，您的队友瑶已经复活，免去死亡惩罚。哇，祸水姐姐，你太棒了！看到瑶被救回来后，爱跳舞兴奋一跳，抱住红颜祸水一口猛亲，然后拉住瑶的手，一个劲说对不起，都怪他大意。瑶则摇摇头，说不怪爱跳舞，是他自己身板太脆的问题，让他不要在意。看到瑶复活，阿秀与领空松了口气。洛星辰则对爱跳舞道：跳舞可不要再走神了，虽然不要你参加战斗，但给你的任务也不能掉以轻心。红颜祸水擦拭了下脸上被爱跳舞亲的口水，略微责备道：我的起死回生术是今天才学会的，用一次 CD 可是2小时，你若再大意，让队友被偷袭挂掉，短时间内我可没办法了。大家放心，若是再让可恶的地精鬼有机可乘，我分分钟切腹自尽给你们看。爱跳舞拍了拍他傲人的胸脯，保证道：哼，2个小时 CD 的珍贵技能居然浪费在一个废物身上，真不知道表姐怎么想的。听到红颜祸水这个珍贵技能长达2小时 CD， 王公子顿时小声的暗骂起来。地精鬼带来的意外有惊无险，总算过去。江云飞带领大家开始朝地宫1层继续探索。接下来的半个小时内，一路上尽是零星落单的民工人脸蛙魔，自然无法对江云飞他们造成威胁。期间再次出现一头地精鬼偷袭后排，这次爱跳舞提前反应，地精鬼还未攻击到任何一个队友，便被他一个被刺加盲杀，又补上几刀后，地精鬼惨叫倒地。江云飞等人皆朝爱跳舞竖起一个大拇指，爱跳舞顿时有些得意的傲娇一笑：叮，你的小队击杀民工人脸蛙魔数量超过1300，激怒了地宫1层的守卫者，他将在10秒后现身，对你们小队展开可怕报复。大家小心 ，BOSS 要出来了。由于系统提示只有队长江云飞能够听到，他立刻朝大家发出提醒：切，咋咋呼呼的，眼前连个毛都没有，哪来什么 BOSS？ 王公子很是欠扁的撇嘴。不过王公子虽然不相信，可红颜祸水他们对于江云飞的话全都深信不疑，皆戒备后退。咔嚓！突然之间，众人的脚底下地皮开始裂缝，而且其实来的突然又猛烈，以江云飞和王公子的所在为起点，裂纹如织网一样延伸拉开。都退远一点！江云飞大喊。由于红颜祸水他们在江云飞发出提醒时便以后退拉开距离，所思面对突如其来的变故，有足够时间逃离远处。但王公子不信江云飞的话，没有提前撤离，现在面对有未知怪物要从地底破钻而出的变故，根本来不及跑出裂地的范围。什么鬼？王公子脸色惨白大叫。轰！下一刻后，裂口的地层陡然爆炸，无数碎石岩层被这股巨大的破地冲击力掀飞而开。王公子惊恐大叫的随着爆飞的碎石岩块抛飞起10数米高，他的头上飘起488的血量，已经残血，整个人吓得面无人色。表姐快救我！王公子在半空中呼救，好在红颜祸水的圣域术及时落在他的头上，不然王公子连 BOSS 的面还未见上，便要被摔死。江云飞虽然也与王公子一样处于爆发的中心点，但面对地层爆开的一瞬间，江云飞就已使用技能目光天宇。此刻江云飞背后一对纯粹水亮的金翼一张一合轻拍着，散下星光点点，如同天使一样炫酷。他飞在20米的高空中，轰！下一刻后，自爆开的地底下伸出一只巨大无比的生灵魔掌。嗷！随着一道震破人耳膜形成狂风的魔吼过后，一头牛身白手，独目蛇尾，4只耳朵，高达10米，如同一栋行走小山的巨兽彻底出现在众人的面前。江云飞一剑展开撞来的巨石后，开始截图 BOSS 的属性，然后发入队伍里。黄阶高级 BOSS 巨飞，民工第1层守卫者，等级25，攻击688-888，防御1200，生命500万。被动民工祝福，遭受攻击时有 15% 几率使目标中毒。技能混沌震击，怒海狂涛。黄阶高级 BOSS 巨飞，生于长幼之山，无草无木之地，行水则劫，行草则死，见则天下大异。后被民工魔主收服，镇守于民工1层。看到黄阶高级 BOSS 巨飞的属性后，众人皆不由倒抽凉气起来。他们还是第一次面对黄阶高级 BOSS，
没想到这个级别的 BOSS 属性强到如此可怕啊！快接住我！这时，顺利要从高空摔落在地的王公子朝红颜祸水他们高呼，但大家的心神全都在 BOSS 巨飞身上，根本没有人管他。砰咚一声，他摔了个狗啃屎，呈大字形砸在地面，吐出一嘴泥沙，头上还掉了400的血量。看着江云飞拥有牛叉绚丽的飞翼技能，正翱翔自如的飞于空中，再看看他这狼狈如狗的凄惨模样，王公子的心里是千万个不服与不爽，无数头草泥马在内心奔腾而过。第67章混沌震击。就在众人被黄阶高级 BOSS 巨飞的强大属性所震之际，咻的一声，众人便见到一道银色的流光闪电般的飞掠而至，然后从 BOSS 巨飞的硕大头颅间一剑而过，正是江云飞。真武觉醒技能目光天宇开启时，他不仅能自由飞天2分钟，并且在此期间移动速度增加 100%， 受到伤害减少 50%。 江云飞震动目光天宇，挥动广寒精雀，率先朝着 BOSS 巨飞的白色牛手间砍了一剑，试试伤害。叮！您的攻击对 BOSS 巨飞造成551伤害。看到这种低伤害，江云飞眉头微微一皱。BOSS 巨飞高达500万血量，防御还这么高，要想解决他，队伍里恐怕会有人挂掉。身为黄阶高级 BOSS 巨飞，10来米高的巨大体格，他还没有发怒，可小小人类却敢主动攻击他，自然是令他愤怒异常。只见 BOSS 巨飞硕大的鼻孔与嘴巴内往外喷出浓烈的白气后，屁股后面的蛇尾呼啸着砸出去，速度快准狠。江云飞眉毛一跳，于空中180度旋转倒飞，才险之避过 BOSS 巨飞的蛇尾攻击。洛星辰瞳孔大睁，靠，云飞这小子还有鸟人技能？阿秀张大嘴巴，也太他妈炫酷了吧！爱跳舞，今天才发现云飞好帅。领空朝他竖起大拇指，不愧是我认的老大，牛叉！红颜祸水与姚二女稍微矜持一些，但美眸内看向带着美丽飞翼战斗的江云飞，也是异彩连连。王公子愤愤不服，眼红道：有什么了不起？除了星辰、王公子与红颜祸水外，你们都退出300米外，不要参与战斗。江云飞朝众人大喊过后，广寒精雀之内一道神异的血光从剑身中射出，打入 BOSS 巨飞体内，对他造成1300，不算太高的破千伤害。知道这头 BOSS 巨飞恐怖，有自知之明的爱跳舞他们立刻退向远处。他们知道，面对这种级别的 BOSS， 不让江云飞他们分心，才是对队伍里最大的帮助。云飞，你小心了。洛星辰说完，举弓拉箭，一记控制技能镇神剑夺目飞出，攻击在 BOSS 巨培的眼睛上。镇神剑是控制伤害技能，但显然控制效果无用，只对 BOSS 巨飞造成488的伤害。哼，奈飞有什么了不起？还不是要靠我们一起杀 BOSS。 王公子小声嘀咕着，同时挥动法剑，一道3位真火技能落向 BOSS 巨飞的身上，造成423的伤害。看到江云飞凭借灵活的速度与操作，暂时不需要加血，红颜祸水便使用不多的攻击技能加入输出之列。可没想到红颜祸水的技能伤害比王公子还要高，给他带去456的伤害。感受到还有3个人类挑衅的 BOSS 巨培，独木兽同元征庞大的体型一转，陡然俯视着望向红颜祸水3人。快，云飞你傻愣着干毛线，还不快拉住他的仇恨！看到 BOSS 巨飞目光朝他们看来后，王公子怕死的边喊边后退。看这架势，若有半点不对，他随时有可能做出卖队友的举动。江云飞当然不能让 BOSS 巨飞去找红颜祸水他们的麻烦，要是他们挂掉，他一个人也干不掉这头可怕 BOSS。 于是江云飞背后双翼一震，广寒精雀举过头顶，立刻便发动技能水龙啸跃。哦，龙鸣声响彻，吸引了 BOSS 巨飞的注意。下一刹那后，10米长的水龙从天而降，直扑 BOSS 巨飞的头颅。水龙咬住 BOSS 巨飞的脑袋后，水太龙身则缠在他的身上，然后膨胀爆炸，令 BOSS 巨飞的庞大的身体噔噔连退4-5步。水龙爆炸过后，给 BOSS 巨飞带来1766的伤害，并且又持续掉血5秒，每秒减110加。这次 BOSS 巨飞被打痛了，独木兽瞳刷的血红起来。哦！他咆哮过后，身躯半蹲，然后4脚猛然用力，地面裂开，他一跃而起，像是座飞来的山峰扑向江云飞。发怒的 BOSS 巨飞来势汹汹，这次江云飞根本来不及避开，只能咬牙双手举起广寒精雀挡在身前。轰！江云飞头顶跳出611的血量，整个人像被全速驶出的火车撞中一样，他朝后飞出20多米，然后砸入洞内岩壁之上，全身剧痛无比。BOSS 巨飞的攻击太可怕了，以江云飞现在的防御，加上目光天宇的伤害减少 50%， 都被他一次打掉611的血量。要是失去目光天宇的话， BOSS 巨飞可以秒杀他。目光天宇的状态估计还有1分钟时间就会消失。哦！
BOSS 巨飞并没有打算就这样放过江云飞，咆哮过后，跑得地动山摇，朝他再度狂奔而来，用出大家最强的攻击技能，拉走 BOSS 巨飞的仇恨。红颜祸水美丽的脸蛋上，并没有因为江云飞只剩不到一半血就急忙给他加血，反而冷静的要替江云飞拉走 BOSS 巨飞的仇恨。不得不说，他的选择无比正确。凤焰一剑，圣炎术法，三味真火。下一秒后，一头火凤剑，一道太极光与一道三味真火同时飞掠而去，于 BOSS 巨飞的鼻孔外炸开。只见 BOSS 巨飞的头顶上立刻跳出3个伤害：负611、负512、负423。按理说，火系术士的攻击要强过洛星辰与红颜祸水，但王公子明显是怕会拉住 BOSS 巨飞对他的仇恨，他压根不敢用最强力的攻击技能。因此，这3道技能伤害打中 BOSS 巨飞后，他咆哮回头，直接锁定打他最痛的洛星辰。星辰，拉仇恨走位，给我们与云飞创造输出环境。红颜祸水可不是一个貌美人傻的花瓶，他已经想到对付这头可怕 BOSS 巨飞的方法。洛星辰点头，再度一个技能命中 BOSS 巨飞的鼻子，给他造成500加伤害，然后撒腿就跑。云飞，你不要再用技能攻击他，你的伤害太高，就用普通攻击输出。看到洛星辰的举动，又听到红颜祸水的提醒，江云飞瞬间明白他的意思，不由暗暗朝他竖大拇指。这种强悍 BOSS 想硬碰硬杀掉他，明显不太可能，只能是智取。江云飞震动双翼飞出来后，遥遥挥手一剑，造成一道远程普攻，打在 BOSS 巨飞的身上，给他造成555的伤害。与此同时，红颜祸水与王公子也朝 BOSS 巨飞不断发出攻击，二人不敢使用强力攻击技能，只以普能技能攻击 BOSS 巨飞，一次能对他造成388、433之间的伤害。而洛星辰则顶着巨大压力，不断释放出各种技能，边跑边拉着 BOSS 巨飞的仇恨绕圈圈跑。羽氏职业是修罗克星，也是高敏职业。洛星辰的实力足以排入全服羽氏职业前10之内，不论操作还是装备和意识都是顶尖的。又有红颜祸水对他施加圣疾风术，移速增加 10%， 导致他跑起来后速度跟起飞一样，使令 BOSS 与他保持20米的距离。也好在 BOSS 巨飞是一头近战攻击 BOSS，20米的距离令他无法攻击到洛星辰。虽然 BOSS 有被动，遭受攻击时有 15% 几率让江云飞他们中毒，但有红颜祸水的太清术，只要中毒立刻就会被化解。就这样，在江云飞4个人的配合下， BOSS 巨飞已经被磨掉20万的血量，他还有480万血。可下一刻后，失去目光天宇已久的江云飞，他的无视防御并暴击被动触发了一记普攻，打在 BOSS 巨飞身上，给他造成1228的高伤害。顿时洛星辰的攻击不足以拉死 BOSS 巨飞的仇恨。BOSS 巨飞愤怒一吼，庞大体格猛然一转，又朝江云飞飞奔而去，引得地面颤抖不停。云飞，你停止攻击，往远处跑。大家用最强技能攻击 BOSS。 虽然江云飞停下了攻击，但显然红颜祸水他们造成的伤害还是不足以拉走 BOSS 仇恨。江云飞看了眼目光天宇技能，还有1分钟便能使用，立刻便有了主意。江云飞毕竟是一个术士，就算有红颜祸水的圣疾风术加持，速度也不可能像洛星辰一样快，他是跑不过 BOSS 的。血爆，洛神之法。有了决断后，江云飞先后2个技能丢出。血爆触发了法术暴击天赋，给 BOSS 巨飞造成2415。洛神之法的水体巨手没有触发法术暴击天赋，也给 BOSS 巨飞带来1699。同时，洛神之法的水太之手落地后化为冰晶实体，形成障碍物，将 BOSS 巨飞拦在后方，他短时内过不来。趁此之机，江云飞又不断给 BOSS 巨飞带去普通伤害，负544、533、488。砰！愤怒的 BOSS 巨飞把冰晶巨手强行撞开后，此时江云飞的目光天宇技能已经可以使用。在 BOSS 巨飞攻击命中江云飞时，他的身后已经飘起2片银色的光翼。江云飞头上飘出一个666的血量后，人被 BOSS 巨飞打得再次飞出10几米远，痛得他只想骂娘。尽管红颜祸水他们3人用尽全力持续输出 BOSS 巨飞，可他们的伤害远远比不上江云飞，暂时拉不走仇恨。BOSS 巨飞打飞江云飞后，4个粗大的爪子凶狠砸地，地面裂开，他的全身在酝酿巨大的能量波动。从地上爬起来的江云飞瞬间感觉头皮发紧，暗叫不好， BOSS 巨飞这是要发动技能。叮！黄阶高级 BOSS 巨飞发动技能混沌震击。第68章打断技能成功。轰隆！随着 BOSS 巨飞4个粗大的蹄子砸地之后，顿时间地动山摇，整个明宫1层都像要倒塌一样，并且这个技能是群攻技能，江云飞避无可避，只能硬扛。首当其冲的江云飞被从地底冲出的狂猛力量，随着破爆的碎岩乱石一起抛向高空中。
江云飞头顶上更是飘起一个可怕的伤害数字1097，仅差一滴血量，江云飞就被秒杀。好在红颜祸水手疾眼快，立时便是一个圣玉树丢来，帮江云飞加上539的血量。江云飞自己也掏出一枚初级回血丹丢入嘴中，血量再恢复加300。呼！使用完技能的 BOSS 巨飞于乱石之中扑来，跳起5米多高，然后重重一爪砸在江云飞的身上，给他打飞出20多米远。他头顶上在651血量。这个时候，红颜祸水的关键作用体现出来，他又一道圣玉树过来，再帮江云飞拉回500加血量。红颜祸水的2次治疗，成功令 BOSS 巨飞将仇恨转移到他的身上。哦 ！BOSS 巨飞一吼过后，奔跑如雷动，朝着红颜祸水凶猛冲杀而去。祸水，你先跑！洛星辰说完，再度使出他最强的单体攻击技能凤焰一剑。这一剑虽然给 BOSS 巨飞带去678的血量，但依然不足以拉动仇恨。而王公子这个怂货，此刻想的不是拉走 BOSS 仇恨，跳脚就离红颜祸水远远的，就怕惹上 BOSS 巨飞的怒火。混蛋，这个怂包！一直处于战斗之外的爱跳舞等人，看到王公子这举动，全都气得骂起来。他们不是不想去帮忙，但力所不及，只怕冲上去会越帮越忙，只能干着急。面对扑击而来的 BOSS， 红颜祸水明白，凭他一个辅助术士，再怎么跑也跑不过 BOSS 巨飞。他干脆原地不动，双手举起法杖，做出格挡动作。一片凶风涌来，巨大的黑影压制地震山摇之下，张开血盆大口的 BOSS 巨飞扑向俏脸微白的红颜祸水。此刻的红颜祸水就像面临狂风暴雨的百灵鸟一样，即将被无尽黑暗吞没。祸水！洛星辰焦急使出所有手段攻击，可依然拉不住 BOSS 攻击红前颜祸水的步伐。远处，爱跳舞等人吓得心都要跳到嗓子眼里，眼见就要香消玉损之际，咻的一声，一道华丽璀璨的光影拖出长长的光尾，从 BOSS 巨飞的扑压下一闪而过。而尽人事听天命，毫无办法的红颜祸水已经紧合上了双眸之时，忽然感觉到一个手臂伸上了他柔弱无骨的柳腰上，随之便是一个异性的味道贴身而来，接着他便感觉身体被一个怀抱搂住，然后像坐摩天轮一样离地而飞。轰！BOSS 巨飞重若泰山的扑击在红颜祸水所在的位置，将地面都撞出一个巨大的石坑。哦！可下一秒后， BOSS 巨飞却发出愤怒捶胸的嘶吼声，他暴怒欲狂，因为攻击的目标不翼而飞，他扑了一个空。与此同时，50米外的高空中，红颜祸水俏丽的睫毛微微抖动着，娇躯有些颤抖，不敢相信地看着自己被江云飞抱在半空中。红颜祸水微微转过头去，如水的眸子从未有过的澈亮，看着江云飞这张虽不精致虽很耐看的大众脸，方心中有种说不出的悸动。哇，云飞好帅，你太帅了！远处，爱跳舞像的小迷妹一样朝江云飞发出尖叫声。领空与阿秀还有瑶也长长的舒了口气。洛星辰望着被江云飞抱入怀里的红颜祸水，先是微微一愣，然后便露出一个意味深长的笑容。哼，臭屁玩意，装什么装？老子要是有个你这样的牛逼技能，能比你帅10000倍。躲在老远的王公子愤愤不平地嘀咕着。没事吧？虽说是形势所逼，不得不抱起红颜祸水躲开 BOSS 巨飞的攻击，但此刻把人家温香软玉的抱住，感受到他的娇柔与诱人体香，还是令江云飞表情很是不自然。谢谢。红颜祸水雪白的两腮微微露红，整个人更是美到不可方物。哦！然而 BOSS 巨飞现在很愤怒，他咆哮着奔腾而起，一跃而上，扑向就走他目标的江云飞。江云飞反应过来，立刻震动双翼，抱住红颜祸水顺飞躲开，落地后放下红颜祸水，便主动飞至 BOSS 巨飞的鼻孔前。他举起广含精确的剑锋，刺入他的鼻孔之内，一剑没入，白剑锋捅入，待血后抽出。嗷呜！BOSS 巨飞第一次发出惨烈无比的惨叫，他的头顶上飘出一个巨额的5999。他愤怒咆哮的一吼，形成强风，将江云飞扫飞出7-8米远。江云飞眼神一亮，果然 BOSS 巨飞的弱点位置就是鼻孔内，这是上一世有玩家在论坛上透露的攻略。江云飞心中狂喜，他朝红颜祸水道：“全力治疗我。”然后又看向洛星辰与王公子，喊道：“你们俩尽管全力输出，在我目光天宇消失之前，我能死死控制住他的仇恨。”说完，江云飞再度顺飞而去，如同一道电光，又来到 BOSS 巨飞的鼻孔前。他贴身过去，不顾他身上的恶臭味，又是连续重重2剑，深深地捅入他的鼻孔里面。嗷！BOSS 巨飞痛苦嘶嚎，头顶上连续飘起2个惊人的伤害，负6111，负6234。砰！江云飞被愤怒痛苦的 BOSS 巨飞一巴掌扫飞，他头上掉出700的血量。可红颜祸水的圣玉树几乎是在江云飞受到伤害的一瞬之间，便已落在他头上，
替他恢复500加生命。江云飞自己吃下一枚初级回血丹，补满生命，再度震动双翼，以快到不可思议的速度飞去。他又是不讲武德的两剑，深深刺入鼻血狂涌的 BOSS 巨飞的鼻子里面。他的头顶上再度飘出2个更加巨额的伤害。负6555，负6666。BOSS 巨飞痛苦地张开血口，想吞下江云飞，却没有咬到，只能是用蛇尾一抽，扫中江云飞，再度将他打飞。江云飞又失去671的血量，但红颜祸水的圣域术秒送而来，又给他恢复500加血。在这期间，洛星辰与王公子也在不停歇地用技能输出 BOSS 巨飞，就连召唤术士的瑶可能觉得他是个远程，应该可以尝试一下，帮助给点输出，也走过来朝 BOSS 巨飞发起攻击。可看到仅给 BOSS 带去感人的1、2，一时便俏脸烧红的灰溜溜退回去了。在目光天宇维持的2分钟内，江云飞就像个打不死的小强一样，不断找机会贴近 BOSS 巨飞，渐渐捅入他的鼻孔，一剑就是超6000的伤害。2分钟的时间，足足打掉 BOSS 巨飞超10万的血量。不是 BOSS 巨飞不想躲开要害，而是他体积太庞大了，一个鼻孔就如同水桶一样大，带着2个水桶大的鼻孔，实在是躲无可躲。洛星辰他们发现 BOSS 巨飞不断流血的鼻孔是要害后，也是招技能对准他鼻孔里砸，连他们的伤害也大幅度提升起来。在目光天宇消失后，江云飞便立刻老实起来，不再动用任何技能，也不敢挑 BOSS 的鼻孔下阴招，只能于远处用普攻对他发动攻击。王公子本就是个狡猾怕死的人，看到江云飞没有飞天技能后，连技能也不敢放，也学着用普攻打击 BOSS 巨飞的其他部位。但洛星辰没有这个顾虑，渐渐继续命中 BOSS 巨飞惨不忍睹的鼻孔内，每剑造成超800加血量，仇恨拉得死死。然后凭借他超高的移速不断走位，边攻击 BOSS 巨飞的弱点，边带他绕圈圈跑。接下来江云飞等人凭着越来越高的默契，将 BOSS 巨飞玩得团团转。只要目光天宇技能好了，就由江云飞硬抗，专挑鼻孔下手，洛星辰他们则尽情输出。一旦江云飞目光天宇技能消失，便由洛星辰拉仇恨，江云飞他们改普通攻击，这样配合着消磨 BOSS 的血量。在半个小时后， BOSS 巨飞的血量成功被打到只剩240万。期间虽然他2次使用技能混沌震击，但都是江云飞开启目光天宇去扛技能，所以大家有惊无险。又过15钟后，此时 BOSS 巨飞已经剩下不到120万的血量。感觉到巨大威胁，鼻血流的没有停过的 BOSS 巨飞扬手咆哮后，他大嘴一张，全身开始聚集起汹涌无比的能量波动。看到他这个举动，红颜祸水他们全都眼皮在跳，而王公子更是跑出几百米远，就差找个地洞躲起来。傻子都能看出来 BOSS 巨飞要使用他的大招技能怒海狂涛。江云飞目光一凝，闪烁光亮，他朝红颜祸水他们喊道：相信我，不用怕，继续全力攻击。红颜祸水与洛星辰对江云飞自然是无条件的信任，他二人并没有因为看到 BOSS 巨飞要释放技能就开始找地方躲，之前怎么做现在依然怎么做。只有躲在老远缩着头的王公子大声骂道：信你个鬼，看到 BOSS 要出大招不躲，简直是傻逼行为。叮！黄阶高级 BOSS 巨飞即将使用技能怒海狂涛。听到这个提示，红颜祸水与洛星辰手心都开始渗出冷汗。然而江云飞却是掏出一个昂贵的终极回灵丹，一口将灵力值全部补满。下一秒后，江云飞高举广寒金阙，全身衣发无风而扬，广寒金阙的剑身上闪烁出无尽光彩，有无限的水元素聚集而来，化为全场最亮的光芒。随着江云飞将聚集了大量的水元素的广寒金阙甩出去后，剑身为化一个流光，如同飞火流星，打穿了高台头颅的 BOSS 巨飞，并且对他造成匪夷所思的伤害11298。叮！玩家云飞使用技能水之真身加持。叮！玩家云飞成功打断黄阶高级 BOSS 巨飞的技能怒海狂涛。听到这个提示后，队里所有人深深震惊。第69章，打断你一双腿。真武觉醒技能水之真身初级阶段可升级，消耗全部灵力，觉醒水之本源，注入武器内打出，将造成一次无视防御的5倍暴击伤害，便将100%沉默目标1分钟，技能冷却时间180分钟。江云飞一剑打穿 BOSS 巨飞，并成功打断其大招的技能，正是系统奖励他的真武觉醒技能水之真身。这个技能除了冷却时间长达3小时外，其他各方面都没得说，非常强悍。而且水之真身还是初级阶段，后续可以升级，继续之前的配合，争取在半个小时内解决它。江云飞没有理会众人的骇然，握住回到手中的广寒金阙，继续朝 BOSS 巨飞发动攻击。BOSS 巨飞的大招也是有 CD 时间的，刚刚被江云飞打断怒海狂涛后，最少在20分钟内，他肯定无法再动用该技能。王公子那个怂货深知这一点，立刻又装起神勇，嗷嗷叫的跑出藏身地，
加入对 BOSS 巨飞的攻击。红颜祸水与洛星辰二人很快便从对江云飞技能的震惊中反应过来，毕竟在一起这段时间，江云飞给他们带来的震撼实在数不清，他们多少有点免疫力了。20分钟过后，黄阶高级 BOSS 巨飞还剩下最后不到8万血量，江云飞等人胜利在望，就连躲在战斗圈外的爱跳舞等人也兴奋起来，他们都迫不及待地想知道黄阶高级 BOSS 会爆出什么样的极品装备。2分钟后，伤痕累累、鼻血流淌遍全身的 BOSS 巨飞，血量已不足2万，他巨大的体型摇摇晃晃起来，独目浑浊暗淡，如老木将枯。这时，王公子眼中流露出一丝狡诈，他从阵型的最外围开始慢慢地逼近 BOSS 巨飞，同时往嘴中塞入回灵丹，补充灵力。叮！黄阶高级 BOSS 巨飞即将发动技能怒海狂涛。听到这个提示，怀有不为人知心思的王公子立刻吓得恨自己少生了2条腿，踱步就要狂奔之际，江云飞却朝大家喊道：“大家用最强的技能攻击，在他释放出技能前解决他。”话毕，江云飞秒放刚刚结束 CD 的目光天宇，人如一道极光飞入 BOSS 巨飞皮开肉烂的鼻孔前，以广寒精确深深捅入进去。红颜祸水与洛星辰也是咬牙释放出凤焰一剑与圣炎术法。本来要逃走的王公子犹豫半秒后，脸色一狠，富贵险中求，他停下脚步，释放出他真正压箱底的技能雷炎天罡术。雷炎天罡术是王公子花10万从拍买平台购买到的珍贵攻击技能，伤害奇高，蓄力满值时能够无 CD 连续使出2次。他的雷炎天罡术化成雷火交加的闪电，从剑尖内射出，命中 BOSS 巨飞的鼻孔里，造成3289的高额输出。红颜祸水与洛星辰的攻击都不如他，只造成999、1134的伤害。眼见 BOSS 巨飞的大招怒海狂涛将要释放成功之际，突然之间，他庞大无比的巨大体型陡然一僵，全身以肉眼可见的速度结成冰霜雕像。这时 BOSS 巨飞的血量还剩下不到5000血量。江云飞冷汗直流地发现，广寒精确攻击时有1%几率令目标冰封5秒的被动，竟然被触发了。好险！若非这个1%的几率冰封触动 BOSS 巨飞的大招怒海狂涛，他们是来不及阻止。那样的话，除江云飞以外，红颜祸水3人肯定会被秒杀。江云飞不会死在他的大招下，是因为他有尸化神技。看到被冰封只剩最后3000多血的 BOSS 巨飞，王公子眼神狂热，掏出一个昂贵的终极回灵丹，补满灵力后，又是技能雷炎天罡术发出。无耻混蛋，有这种技能之前不用，现在却拿来抢 BOSS 首杀。远处爱跳舞挤人气的脸色都发青了，他们从未见过如此厚颜无耻之人。全服还没有人杀掉过黄阶高级 BOSS， 谁最后一招杀掉 BOSS 巨飞，就能获得系统首杀奖励，并将名扬天下。哼，想摘我桃子，你还嫩着呢。在王公子刚才第一次使出雷炎天罡术这种强力攻击技能时，江云飞便留了个心眼。这王八蛋想抢黄阶高级 BOSS 首杀，江云飞岂会让他得逞？他握住深入 BOSS 巨飞鼻孔内的广寒精确，立时就是一个瞬发血爆，攻击弱点要害，伤害高达3631。被冰封住的 BOSS 巨飞的血量刹那间清空。这时，王公子的雷炎天罡术才命中到已成尸体的 BOSS 身上。叮！恭喜你们小队成功击杀黄阶高级 BOSS 巨飞。作为全服第一个击杀黄阶高级 BOSS 的队伍，系统奖励你们每人各升1级。刹那间，全队成员包括一直躲在远处没有参加战斗的爱跳舞4人都秒升1级作为奖励，开心的他们尖叫起来。叮！玩家云飞作为最后补刀 BOSS 巨飞成功的人，将额外得到奖励，并且播告全服。请问玩家云飞是否隐藏姓名上广播？枪打出头鸟，虽然自己已经很难低调下去，但江云飞还是选择隐藏姓名。下一刻后，响起全服系统广播。叮！恭喜玩家某某成功击杀黄阶高级 BOSS。作为全服第一个击杀黄阶高级 BOSS 的人，系统奖励其等级+1，金币300，功德点300，幸运+2。混蛋！混蛋！混蛋！为什么是他，不是我？没有抢到最后一刀的王公子气得面色都要扭曲，此刻用气到七窍生烟来形容他都不为过。不过他很快强行压下愤怒到要扭曲的内心，眼神贼亮的盯向 BOSS 巨飞爆出来的金灿灿装备。他如抢食的饿虎一样，忽地扑向 BOSS 巨飞尸体下的装备。得不到首杀奖励，不能扬名立万，也至少得抢到极品装备，才能缓解他暴跳欲狂的心。就在他饿虎扑时，将要抢到金光闪闪的装备时，江云飞以面若寒霜出现在他面前，并且雷霆一巴掌重重甩出，直中他命面。啪！虽然是在游戏里，但这一巴掌抽下去的响亮一点不亚于现实里。王公子惊怒无比的被江云飞一个嘴巴子打得倒摔出3米远，在地上连滚2圈才头晕晕的停住。
一巴掌抽飞王公子后，江云飞一把将 BOSS 巨飞爆出的全部装备，包括上百枚银币，通通收入包裹之中。啊！混蛋，混账东西！你竟然敢抽我！你知道老子是谁吗？我一定要弄死你，弄死你个王八蛋！被抽飞没有抢到一件装备的王公子，顿时发出愤怒到极致的嘶吼声。王公子抽出自己的法剑，下意识就要释放法术对江云飞发起攻击，可看到已经是19级，眼神冷到如冰块一样俯视着他的江云飞后，他才猛然意识到，就是有10个他，怕也不是江云飞的对手。于是他立刻朝洛星辰与红颜祸水看去，激动地吼道：“星辰哥，表姐，你们看到了，云飞这个混蛋王八蛋，他打我！你们看，把我脸都打成什么鬼样子了！他敢打我，就是不给你们面子，你们能忍吗？”哪知洛星辰直接一句话，差点噎死他：“我能忍，因为你活该。”星辰哥，你……没想到洛星辰会是这种回答的王公子，差点没被气得吐血暴毙而亡。表姐，你难道要看你表弟我活活被人打脸，还视而不见吗？王公子求助地看向红颜祸水。王狂，你闹够了没？红颜祸水气得差点上去就是给他一巴掌。打 BOSS 时，你总躲到最后方，有压底技能不用，却想着留着技能抢手杀。BOSS 爆出的装备，理应队长拾取，然后公布在队伍里，何时轮到你冲上去抢？红颜祸水气得欲指点向王公子，道：“你扪心问问自己，这个黄阶高级 BOSS 若是没有云飞，我们能杀掉他吗？能吗？连表姐都不帮他，而且走近过来的爱跳舞他们全是一脸鄙视的盯着他，令王公子现在气到是抓愤欲狂。洛言，劳资是你表弟，表弟，你就这样说我？”洛言是红颜祸水现实中的名字。红颜祸水失望无比的气道：“你要不是我表弟，凭你之前的德性，早被踢出队伍，给杀回新手村了。好好，我的好表姐洛言，我从今天起不再认你这个表姐。”王公子气急咆哮，同时脸上青筋一根根暴起，状若要吃人的野兽。你！红颜祸水被气得娇躯抖动，指着王公子说不出话。王狂，你怎么跟你姐说话的？洛星辰脸色冷了起来，瞪向王公子。看到向来老好人的洛星辰真生气了，王公子眼神里闪过一丝畏惧。洛星辰现实中的能量更在他们家族之上，他敢和红颜祸水吵，却不敢跟洛星辰顶嘴。于是王公子深吸几口气后，恶狠狠盯着江云飞，把 BOSS 爆出来的装备公布出来，我至少要拿走一件属于我的装备。江云飞朝他一步步走来，表情冷漠说道：“你现实中叫王狂？没错， WX 王氏集团二公子就是劳资。你识相的最好分我一件装备，否则就凭你刚才打我一巴掌，劳资分分钟在现实里找人弄你全家。”这时洛星辰冰冷冷说道：“云飞是我洛星辰认可的朋友，你现实中敢找他麻烦试试看？信不信我一个电话让你爸打断你一双狗腿？”星辰哥，我……对洛星辰，王公子还是怕得很，有点敢怒不敢言。他还真信，只要洛星辰打个电话过来，他爸真会打断他一双腿。第70章暴抽王公子。星辰哥，我不管，打这个 BOSS 我出了这么大的力，最后好处全让云飞这混蛋拿走，我不服气。他必须赶紧交出装备，有术士类的装备，至少要给我一件。王公子嚷嚷叫道。虽然他不敢跟洛星辰叫板，但对于云飞，他是真不放在眼里。游戏里再强又怎么样？现实中他随便一句话就能让江云飞万劫不复。此刻红颜祸水因为王公子先前一句话“你不是我表姐了”，气得半天都缓不过来。他现在已经失望到不想和他说半句话。你还要不要脸？先前爆出的3件术士民工套装，云飞全部让给了你。凭什么 BOSS 爆出术士装备又必须分你一件？凭什么？爱跳舞最是耿直，气得他忍不住直接炮轰起王公子来。说啊，告诉我，凭什么 BOSS 爆出装备必须分你一件？凭你输出比云飞高？凭你扛伤比云飞多？还是凭你只会留着技能在最后关头不要脸的想抢手杀？爱跳舞一连几个凭什么，字字响亮，如同一记记耳光抽在王公子的脸上，令他羞愤难堪到要爆血管了。这时江云飞却伸手示意爱跳舞别说了，然后他目光冷冷地看向王公子，淡淡道：“你刚才说你已经不认红颜祸水是你表姐了，是吧？关你吊事？没错，我就是不认他这个不知道帮自己表弟的白眼狼了，怎么了？”王公子愤怒地喷着口水，可话还未说完，猛然听到一个提示：“叮！你已经被队长云飞踢出队伍。”紧接着，啪，又是一记比之前还要响亮1倍以上的抽嘴巴声传开。只见王公子脸上带着无尽的惊怒，被江云飞一耳光抽出3、4米远，如狗一样狼狈，连续滚出好几圈。你给我听好，因为红颜祸水是你表姐，我才一而再、
再而三人你，让你在队伍里咋咋呼呼，偷奸耍巧。啪！江云飞冲过去，还没反应过来的王公子脸上又挨一个嘴巴子。你以为你是谁？没有红颜祸水的面子，你在我眼里连狗都不如。啪！江云飞再抽他第3个嘴巴子，若非是在游戏，王公子满嘴牙都将被打掉。这一巴掌是因为你之前侮辱我的朋友们，说他们是废物。听到这句话，阿秀与瑶感动地看向江云飞，知道他在为他们出气。啪！这一巴掌是因为你没大没小，对你表姐以下犯上。啪！这一巴掌纯粹是老子看你不爽。一连几个耳光抽下去，王公子已经让江云飞抽到晕头撞相，东南西北都分不清了。混蛋，你敢这样对我，我要杀了你，我要杀了你！终于反应过来后，两脸刺痛无比的王公子爬起身来就准备攻击江云飞。敲！见鸣声一响，寒光闪动之下，江云飞取下广寒金阙，像看死人一样盯着王公子。有胆你攻击我试试看。江云飞巴不得他动手，正好秒了他，给他送回新手村。若是送回新手村，王公子出现在118号新手村的话，江云飞的小分身正好在那里，现在都8级了，便可以在新手村里接着杀他。之所以对王公子这么大恨意，只因为他现实中是王狂，王氏集团的二公子，他哥是王傲，一个在江云飞的背后搞事无数，害得他上一世与刘晴阴阳两阁的罪魁祸首之一。既然王狂在游戏里，想必王傲也肯定在玩绝世涅槃。想到这里，江云飞决定对王傲的报复可以从游戏里先着手开始。你，王公子虽然恨不得将江云飞千刀万剐，却也知道他不是江云飞的对手。若是先朝江云飞出手，再被反杀，这里还是死亡双倍惩罚的地图，他将连掉4级。云飞，你让他走吧。再怎么说也是亲表弟，哪怕对方再怎么混蛋，红颜祸水也不想看着他被江云飞杀掉级。哼！王公子知道讨不了好后，重重一哼，眼中朝江云飞闪过一抹深深的恶毒之后，愤然转身而去。看着离去的王公子，江云飞握住广寒金阙的手微微一紧。若非是红颜祸水在这，他是真想逼得王公子主动攻击他，然后把他挂掉。算了，这次先放你一马，到时候我要连你和你哥王傲在游戏里一起收拾。对不起大家呢，我身体不舒服，先下线了。红颜祸水被王公子气得不轻，那个人又是他表弟，闹成这个样子，他是真没心情继续玩了。说完，朝大家歉意苦笑后，便原地下线。云飞，祸水是被他弟气的，不关你的事。时间也不早了，要不大家都休息吧，明天继续奋战。洛星辰朝云飞与众人道。洛星辰也下线后，爱跳舞朝江云飞道：老实说，你刚才抽王公子那混账时实在是太帅了，要不是家长不让我早恋的话，我都想找你做男朋友呢。嘻嘻，逗你玩，你太矮了，跟我一样高，可不是本姑娘的菜。1.68米身高的爱跳舞，调皮的用手比划着江云飞与他之间的身高，无形中缓解了不少刚才的气氛。好好学习，天天向上，问题少女。江云飞被他逗笑了，调笑道。然后爱跳舞也下线了。哎呀，都3点多呢，我明早还去公司实习。大家，我也下线了。姚朝江云飞与众人一笑后也下线了。真他娘晦气，那混蛋居然是王傲的弟弟。阿秀朝江云飞说了一句，又道：我先下线买点烧烤和啤酒，一会我俩再整点。江云飞朝他点头后，阿秀也下线了。这时便只剩下领空与江云飞还在。老大，那小子若真是王氏集团的二少爷，你最好小心点，千万别让他知道你现实中的身份，不然连我都帮不了你。领空是 WX 市的一个小地头蛇，自然知道在 WX 王家意味着什么，那是他都不敢得罪的庞然大物。放心，我会小心的。江云飞朝他点头说道。那就好，还有几个新来的漂亮小妹妹等着我，我就先下线了。说着，领空淫笑着朝江云飞挤眉跳眼的道：老大，别说小弟不惦记着你，我们 KTV 每月都有好多上等货色来上班，你要是想尝尝鲜，随时给我打电话。滚！江云飞朝他踢了一脚，领空才见笑着下线了。大家都下线后，江云飞先观察了下小分身我欲飞天的情况。不得不说，小分身这天师职业是真猛。江云飞今天太忙，一直没怎么关注小分身。小身份都已经升上8级，离升9级也不远了。看来明天小分身就能离开新手村与自己会合。小分身出来后，以后有许多江云飞不好出面解决的事，便可以让小分身去做。就比如像刚才想干掉王公子这类事情。虽然大家都下线了，但刚才黄阶高级 BOSS 巨飞爆出的装备，江云飞还没有去看，他立刻将装备拿出来一一查看。第71章，黄阶极品，名梦魔套装。叮！尊敬的玩家云飞，昨日仙河地图
庚金先导积分排名已统计结束，由于您排在榜首，特殊奖励已发送至你的邮箱。正要查看装备时，听到这个系统提示，江云飞先是一愣，然后连装备都顾不上查看，急忙打开邮件。叮！您获得仙河地图榜首奖励银色宝箱，可以开出不超过玄阶级别的随机本职业装备1件。好东东啊！看到银色宝箱的介绍，江云飞的脸上立时眉开眼笑。上一世他进入仙河地图就是个酱油党，更别提积分进入榜内，他还是第一次得到这种奖励。江云飞没有着急开启白银宝箱，而是拿出黄阶高级 BOSS 巨飞爆出的3件装备，一一打量。名梦魔法戒，品阶黄阶极品，术士及隐藏术士职业使用，攻击加66，智力加38，敏捷加25，附带梦魔残忍，攻击时有 5% 几率对目标造成伤口撕裂，使用等级19，装备评分1897。名梦魔术士套装之一，凑齐其他部件能够激发出套装潜能。看到名梦魔法戒，江云飞顿时失声大笑起来。想不到自己人品爆发了 ，BOSS 直接就爆出了术士套装组件之一。虽然这个名梦魔法戒队伍里红颜祸水与瑶都能使用，但他们级别不够，也不是靠自身去打输出的职业，所以他自然最适合江云飞。江云飞二话不说，将名梦魔法戒带上，他的攻击力立刻超700加。还有2件装备，江云飞继续查看。名恶魔指环，品阶黄阶极品，羽饰及隐藏羽饰职业使用，攻击加58，力量加35，敏捷加30，附带恶魔微笑，攻击时有 5% 几率对目标造成无视防御一击，便吸血 5%， 使用等级19，装备评分1997。名恶魔羽饰套装之一，凑齐其他部件能激发出套装潜能。乖乖，这是羽饰套装部件，评分比自己的梦魔戒指还要高。洛星辰这下有福了。虽然洛星辰下线了，但江云飞还是把恶魔指环邮寄给他。想必他上线看到这妖牛叉的装备后，肯定会兴奋的尖叫。江云飞又去看最后一件装备，这一件就比较普通了，不是名套装系列，就是件普通的黄阶下品装备，还是剑战士用的。队伍里没有剑战士，江云飞倒是认识顶尖剑战士的傲剑耀九州，但对方绝对看不上这件黄阶下品装。江云飞只能把这件黄阶下品装备丢入平台寄卖。你小子还不下线，烧烤都快凉透了。外界阿秀正催江云飞下线，银色宝箱还没开启，江云飞哪舍得下线，他立刻开启银色宝箱。叮！您开启银色宝箱成功，获得装备名梦魔护佑。江云飞顿时发出猪笑声，他猜的果然没错，若是穿戴上名套装系装备再开启银色宝箱，有很大几率会开出所属的套装系装备。名梦魔护佑，品阶黄阶极品，术士及隐藏术士职业使用，生命加500，防御加50，智力加35，附带梦魔护佑，受到术法伤害将减少 15%， 使用等级19，装备评分1997。名梦魔术士套装之一，凑齐其他部件能激发出套装潜能。看到属性后，江云飞更是笑得嘴都合不拢，立刻带上这件护手。连升2级后，江云飞已经拥有1058的血量，带上名梦魔护手后，他的血量瞬间达到1558。这高血量估计能超越目前 90% 肉盾职业，并且还增加35智力，让江云飞的攻击又涨一截。叮！您已拥有名梦魔套装2个部件，激活部分套装属性，攻击力增加 2%。靠，你小子还不下线，那烧烤我一个人解决喽。外界阿秀忍不住又催促。江云飞满意的看了下他的属性，又关注了会小分身的情况后，立刻原地下线。与此同时 ，WX 江畔私人富豪区某奢华无比的别墅大厅内，咔嚓，有玻璃砸个稀巴烂的声音不断响起，漂亮的女佣人们全部缩躲在角落里边，瑟瑟发抖。混蛋，混蛋，混蛋！云飞你个王八蛋，你敢如此羞辱我王狂，我与你没完，没完！洛言你这贱人，我可是你表弟，外人这样欺负我，你不仅不帮我，还跟云飞站在一边，你还算我姐吗？爱跳舞你个小贱人，你也敢羞辱我？等我确认你的现实身份后，老子要把你抓来圈圈叉叉1万遍！王狂正是游戏中的王公子，在游戏里被江云飞抽了一顿脸后，无处发泄的他，一下线便在家里一通乱砸，古董花瓶、名酒之类的，能砸什么就砸什么，把家里的漂亮女佣人们吓得大气都不敢出，全部躲在角落里边。混账！王狂你又在发什么疯？这时自门外转进来一个愤怒的声音，是一个面容冷峻、眼神似蛇、长着鹰钩鼻子、嘴唇很薄、穿着全身名牌的男子。
男子模样倒是与王狂有几分神似，因为他正是王狂的哥哥王傲。哥，你来的正好，我今天在游戏里被人羞辱了。洛言那贱人不仅不帮我，还看着我被人打。哥，你可是榜10内的超级高手，你一定要替我报仇，替我出这口恶气。王狂冲过来，抓着王傲的手，吵着说道：“怎么回事？具体跟我说说。”王傲甩开王狂的手，从一名保镖手中接过刚点燃的雪茄，抽一口后，坐在大厅的白老虎皮沙发上，淡淡问道。王狂立刻添油加醋的把在游戏里发生的事一口气全说出来。抽你脸的人是榜1云飞，你们杀了黄阶高级 BOSS， 那个隐藏地图还能爆出套装？王狂蛇眸之中绽闪出炙热的金光，那个隐藏地图在哪？你还知道去吗？哥，你是要去帮我报仇吗？太好了，云飞那个王八蛋以为是榜1就不可一世，我一定要整死他。王狂兴奋的又道，那个地图我临走时多留了心眼，记下了坐标。很好，一会把坐标发到我游戏的邮箱中。你先去休息吧，这件事情交给我了。随着王傲挥手后，王狂立刻高兴点头，然后朝着一个白嫩手脚上有淤青的漂亮女佣人指道：“你过来，今晚服侍本少爷睡觉。”被指中的那个漂亮女佣顿时俏脸惨白，眼睛中全是无尽惶恐，身体忍不住颤抖。贱人，听不见吗？已经走上2楼的王狂一声凶喝，吓得漂亮女佣泪眼朦胧，然后她像认命一样，一步又一步往楼上走去。云飞，江云飞，难道是一个人？王傲没理会他弟弟的行为，突然掏出手机，拨出去一个电话，阴厉的脸上顿时变化得如春风一样温暖。洛言，王狂这混账东西今天在游戏里干的混蛋事，我已经知道，刚才狠狠教训了他一顿。这个不气的东西就是缺饭管教。对了，我妈说她想你了，明天想跟你一块吃顿饭，我这就让专机去 SH 接你吧。好，就这么说定了。挂掉电话后，王傲春风般的表情立刻化为一片让人不寒而栗的阴恻恻笑容。次日早上，仅睡2个小时的江云飞便生龙活虎的醒来，活动筋骨后，他下楼买来一堆早餐，一口气干掉10个肉包，3杯豆浆。看了眼还在打呼的阿秀，江云飞无语一笑，立刻启动游戏指环，进入游戏。进入游戏的第一时间，江云飞先是打开等级排行榜，查看了一下，已升到19级的他依然还在榜1位置。不过榜2的落水泱泱追势很猛，才1夜时间都18级了，不愧是上一世的主宰人物，这升级之快令江云飞感觉到一许压力。现在时间还早，红颜祸水他们都还没有上线，江云飞一个人不好刷地宫地图，便暂时不理会云飞这个主身，意念进入到分身我欲飞天。小分身我欲飞天，江云飞下线时也会跟着下线，所以1个晚上过去，依然还在8级。绝世涅槃虽然开服要接近1周了，可新手村内仍然是人满为患，因为有越来越多的玩家加入到游戏里。小分身距离升9级还差1/10的经验，江云飞正要主动控制小分身出村升级之际，主身云飞那里却跳出信息，江云飞便将意念投回到主身。云飞，我今天要去公司实习，就不来拖你们后腿了，你们加油，多报极品装备。世瑶上线发来消息，江云飞给他回复了一个好字，顿时身边亮起几个光柱，洛星辰与爱跳舞上线了。云飞，你居然比我们还早，难道昨晚一直没下线？爱跳舞夸张的叫道。怎么可能，我又不是神仙。江云飞摊手道，我只不过比你们早那么一会上线。靠！恶魔指环，云飞，这是 BOSS 巨飞爆出来的装备。洛星辰从邮件里取到江云飞给他的恶魔指环后，激动他脸都红起来。巨飞爆出3件装备，一个是你的套装部件，另一个是我的，还有件没人能用上，我拿去卖了，到时卖的钱大家平分。江云飞点头说道。什么装备？什么装备？快截图我看看。看洛星辰激动成这个样子，爱跳舞也来了兴趣。第72章被埋伏了。窝草，黄阶极品的套装部件。苍天啦，大地啊，为什么爆出的不是黄阶极品的刀战士部件呀？才刚上线的活宝领空就看到队伍里洛星辰截图发来的恶魔指环，刺激他顿时是仰天长啸。哼，居然不报修罗的套装，绝世涅槃这个破系统绝对是个单身狗，一点也不照顾我这种天生丽质貌美如花的美少女。爱跳舞也是刺激的杏牙紧咬，嘴巴里不断的碎碎念。明恶魔指环要19级才能装备，洛星辰虽然现在还穿戴不上，可脸上却笑得跟花骨朵一样。正色后，洛星辰朝江云飞道，对了，祸水早上给我发信息说今天有事，早上上不了线，估计下午才会上线。啊，队伍核心及圣术士不在，咱们还怎么闯迷宫地图？领空顿时哭丧着，看到洛星辰得到这么强悍的套装组件之一，他现在打了鸡血一样，
只想快点闯明宫，爆出刀战士极品套装。那咋办？祸水姐姐不来，哪怕有云飞这个狠得不像人的变态在，咱们也没办法打 BOSS。爱跳舞也嘟嘟的粉嘴起来。江云飞朝他们笑道：“没关系，大不了咱们先刷小怪，小怪也能爆黄阶下品套装。怎么，黄阶下品套装你们看不上？”说着，江云飞语气一转，故意逗他们道：“那行吧，既然你们看不上黄阶下品套装，一会小怪爆出的所有黄阶下品套装便都归我吧，我拿去卖钱。”哼，你想得美，修罗套装的我全都要。爱跳舞娇哼道：“老大，你不能只顾着卖钱，不想着小弟我呀。”领空1米9几的大个，粗犷的脸上顿时装出一逼委屈芭蕉的模样。老实说，这么个高大强壮的汉子，卖萌起来的表情，江云飞差点被他整的隔夜饭都要吐出来。哦，混蛋，本姑娘才吃完早餐没多久，你能不能别害我把早餐都吐出来？爱跳舞小脚跺地，都想给领空来个背刺加盲杀了。好了，你们都别闹呢，在祸水上线前，我们争取多杀些小怪，等他上线后，争取直接刷 BOSS。洛星辰结束了领空与爱跳舞的耍宝，接下来江云飞4人便开始明宫2层刷怪。由于明宫1层的守卫 BOSS 巨飞都被杀了，导致1层再无任何威胁。不过10分钟，江云飞4人便闯过1层，来到明宫第2层。明宫地图共有18层，1层怪物比1层凶。江云飞估计以他们目前的能力，了不起刷到第4层就要到极限，4层以下至少要30级2转之后，他们才有能力挑战。至于明宫10层以下，那都是玄阶鬼级以上怪物，不到60级3转，江云飞他们根本就别想往下走。明宫2层的怪物是24级精英怪，明宫山怪，攻击、防御还有血量都要比明宫人脸蛙魔强一个档次。加上红颜祸水也不在，刷这种怪物，江云飞4人一次最多拉7、8只明宫山怪，多了怕领空与爱跳舞危险。在江云飞他们刷明宫山怪1个小时后，阿秀也上线了，很快加入队伍里。虽说队伍又多了一个人，但主要输出的重任依然得靠江云飞与洛星辰2人。没有红颜祸水在，江云飞不敢拉太多怪，导致他们在明宫2层的进展速度缓慢。2个小时过去，才推进不到5000米远。就在江云飞提议大家回城先休整一下，买回灵回血丹之际，他猛地眼神一凝，20米开外出现3个红点，是3个隐身的修罗。江云飞正要查看3个修罗的具体信息之时，操！云飞这个狗东西怎么会在这？飞羽小三突然出现在后方转角口，他看到江云飞4个人后，脸上说不出的慌张，转身就要逃跑。是飞羽家族，老子灭了你！领空在新手村时受过飞羽家族的侮辱，他只要看到飞羽家族的落单成员，立刻就是拔刀。领空，住！江云飞刚要喊住领空，可话还未完，领空便秒开冲锋技能，手提妖血狂刀，人如脱弦之箭，将要逃走的飞羽小三晕在原地。叮！你们小队的成员领空对玩家飞羽小三开启 PK 模式，你们小队进入恶意 PK 模式。听到这个提示，江云飞瞬间感觉不妙，去死吧，飞羽狗！晕住飞羽小三的领空，抬刀就是连续2个击落打出，刀砍在飞羽小三的身上。领空的实力虽然比不上江云飞他们，但放在普通玩家眼里，绝对是一个不错的高手，并且他还有着江云飞给他的妖血狂刀。不过10级的飞羽小三哪扛得住领空的伤害，脑袋上的血量立马清空，倒在地上。不过被击杀的飞羽小三脸上却并没有一点点之前刚发现江云飞他们的害怕与惶恐，嘴角上浮出一个奸计得逞的冷笑。领空，快退回来！看到红名的领空，江云飞高声疾呼，他已察觉到不好。咻的一声，就在领空抬手杀掉飞羽小三的一瞬间后，一道从远处飞来的镇神剑立刻命中领空，将他当场定在原地3秒不能移动。洛星辰已看出端倪，立刻朝队伍里的爱跳舞与阿秀2人道：“你们2个人快退出队伍，往明宫2层深处跑，有机会就回城，回不了城就送怪，被怪物杀掉。”阿秀还有点懵，他目前毕竟还是游戏菜鸟，但爱跳舞跟随红颜祸水与洛星辰这么久，自然猜到即将要发生什么，他果断退队，然后第一时间隐身。隐身后的爱跳舞并没有选择逃离，而是潜伏在附近，他绝不会丢下大家一个人跑。与此同时，在领空被镇神剑定住的刹那之间，有3个修罗从空气中现身，抬手便是3个被刺加3个盲杀捅在他的身上。只见领空头上的血量瞬间清光，他脸上还保持着惊愕的表情，不敢置信地倒在原地。叮！你的队友领空已阵亡，由于他是红名状态，死亡惩罚加倍，等级4，随机掉落半身装备。叮咚一声，领空倒下之后，他手中的妖血狂刀价值30万以上的黄阶中品武器爆出来了。老大！阵亡状态的领空在队伍里发出凄厉不甘心的咆哮。水龙笑月。事实上，在领空被镇神剑定住的瞬间，江云飞便已经猜测到了结局。
但他不是红颜祸水，没有回血技能，救不了他。所以江云飞第一时间使用了技能水龙啸跃。哦！神俊威猛的10米长水龙之身，咆哮之音回荡四周，龙躯从天而降，将正在捡着领空爆出来的装备的3个修罗全部吞噬于其中。轰！水龙爆炸过后，掀起10几米高的水雾，其伤害不仅秒伤3名修罗，还将30米内另外5名没有现身的修罗一起击杀。这时，洛星辰一记破影金光箭射出，落在领空的尸体附近，散发出一片金光波纹，不断的朝四周散开。而江云飞秒杀数名敌人后，瞬息来到领空的尸体附近，将他爆出来的装备，包括敌人爆出的装备，全部收入包裹里。与此同时，10数道隐身的修罗从远处快速袭来，一接近江云飞50米之内，便被洛星辰的破影金光剑照出原形。江云飞捡完装备，挥动广寒精雀，边后撤边是2记远程普攻飞出，瞬间秒杀掉2个30米开外的修罗。洛星辰的攻速比江云飞这个术士要快，他先后3箭射出，也同样秒杀掉朝江云飞冲去的3个修罗。云飞躲避控制技能。洛星辰发现远处有镇神剑的光芒后，立刻提醒后退的江云飞，羽氏的镇神剑是预判控制技能，是可以躲避掉的。实则洛星辰不提醒，江云飞也发现了不对，他立刻持剑朝后几个翻滚，连续离开原地5、6米远。江云飞前脚才离开，他上一秒所在的位置便是咚咚咚一连串的镇神箭雨落下。虽然这一波镇神箭没有命中江云飞，却把地面射出一连串的箭孔。才躲过镇神箭雨，江云飞又头皮一跳的发现，他的头顶上方出现10几个火焰云团。糟糕，这是火系术士的控制技能炎火落，只要砸中一个就要被晕住5秒。江云飞连开技能的时间也没有，翻身朝旁边纵跳，砰砰砰，立时间一个又一个从火焰云团落下的黑色火石头像下雨一样朝下方砸去，每一个黑色火石头都重达100斤，砸入地面后就像雷管炸响，连续10几个黑色火石头砸下，巨响不断，尘烟滚滚。江云飞勉强躲开所有攻击，人却在大口喘气。MB 攻击一环接一环，根本不给江云飞喘息之机。他知道对方是早有预谋，这个明宫地图这么隐蔽，对方能这么快有备而来，10有8九是有人出卖了他们。王公子！江云飞脑海里跳出这3个字，内心杀机直涌。退出敌方的攻击距离后，江云飞立刻朝洛星辰与没跑远的阿秀道：“你们都找机会回城，我帮你们断后。放心，他们想杀我没这么容易。”阿秀知道，凭他现在的实力，根本帮了江云飞，留在这里只能是拖他的后腿。这一刻，阿秀深感他太弱鸡了，一直扯江云飞后腿，他首次产生了要强大起来的坚定念头。云飞，不管是谁针对你，兄弟永远站在你这边，原谅我最后一次拖你后腿。阿秀话落，居然果断的选择脱掉装备，然后冲向一头冥宫山怪。被冥宫山怪杀死，只会掉2级，并不会爆装备。阿秀清楚的知道，他找不到回城机会，不如果断送怪。江云飞微微一愣，阿秀似乎变了。云飞，我洛星辰从来就做不出抛弃朋友自己逃走的事，不管对方是谁，结果如何，我与你一起战斗。洛星辰浓眉一挑，语气无比坚决，朝云飞伸出手。还有我，咱们是一体的，共进共退。隐身在附近的爱跳舞伸出柔弱无骨的小手，放在洛星辰的手掌上。你们！江云飞深深地看了一眼洛星辰与爱跳舞，然后把自己的手也放上去。3人手掌叠在一起，目光对视过后，皆畅快大笑出声。第73章虐杀霸三。哟，好一个兄弟情深嘛，都死到临头了，还笑得出来。云飞狗东西，可还认得你霸三爷爷我吗？有一个阴阳怪气的嘲讽声音传来。100米开外出现了一片黑压压的人影，人数之多根本数不清，他们将整个明宫第2层入口完全堵死，连苍蝇也飞不过去。这群人多数都是飞羽家族的成员，而站在飞羽潇潇旁边的枪战士，正是被红颜祸水踢出一域倾城的霸三。霸三看着洛星辰与爱跳舞跟江云飞手搭着手，内心是又恨又妒，对江云飞的恨意已经提升到跟杀父夺妻之恨一样。霸三认出霸三的洛星辰眼神冰寒起来，没想到他离开一域倾城后加入了飞羽家族。霸三，你连我与星辰也要对付吗？爱跳舞大大的眼珠子颤抖，没想到来袭击他们的人中，霸三也是其中一员，他的心情有些难受。尽管霸三不在一域倾城了，他内心还是把他当成昔日的朋友看待。跳舞，你离开一域倾城，随我一起加入飞羽家族吧。只要你同意，我担保今天没有一个人会伤害你。说着，霸三还露出一个自认为温柔的笑容，遥遥朝爱跳舞伸出手。爱跳舞眼眶红了一圈，深吸了一口气后，摇了摇头，脸上渐渐涌上一抹坚决。我不会离开一域倾城，今天
我与云飞共进退，你们有本事就放马过来吧。说完，爱跳舞直接进入战斗状态，人已经进入隐身之中。看到爱跳舞拒绝，霸三的脸色瞬间一片铁青，咆哮道：好吧，那你们都随着云飞这狗杂碎一起去死吧。云飞，我早跟你说过，得罪我飞羽潇潇，跟飞羽家族过不去，你承受不起。今天就是你后悔跪下来也晚了。飞羽潇潇素手一挥，顿时他身后上千个人同时动了起来，200多名修罗瞬间隐身，同时还有300多名近战士切成防御状态。霸三走在最前方，带人将飞羽潇潇他们铁桶般的护在身后，其余远程职业术士与羽士手中的武器闪动出元素的光泽已经蓄势待发，上将他们全部杀光。飞羽潇潇交喝命令一落，上千人各施其责任，同时行动起来。跳舞，你先找地方保护好自己，有机会再出手。星辰，我顶在前方，你看机会出手，边打边撤。他们虽然人多，但我有办法让他们讨不了好。江云飞画臂，瞬息间发动技能洛神之法，轰！由水元素形成的绝世洛神于虚空之中一掌按下去，形成的巨大水太之手从天而降，如泰山压顶，轰隆中将30多名敌方近战拍入地底。洛神之法的攻击范围是30乘以30米，处于洛神之法攻击范围的所有敌人，历时有半数被强大的水系攻击力秒杀，但仍然有10数人顶着残血没死。顿时，敌方后排的辅助术士一起丢来治愈术，将10数名残血近战全部拉至满血状态。这么高防御，江云飞眉头一皱，没想到飞羽家族的前排这么硬，连他的攻击都做不到全部秒杀。哼，为了对付你，他们多数人都穿着魔抗装。云飞，你今天死定了，挺翅也难逃。后方，飞羽潇潇冷笑自言。下一秒后，江云飞通过狼之视觉看到大量的隐身修罗绕开冰晶巨手的障碍，快速接近而来。他立刻启用技能目光天羽，整个人飞上天空。而这个时候，退出100米外的洛星辰遥遥一记破影金光箭射来，扩散而开的金光波纹令数十名修罗现身。随之，洛星辰又是一记羽式的群攻技能飞羽流星射至，撒下无数箭雨，立刻秒杀掉10几个修罗。另外10几个修罗虽然被打残，却没有被秒杀。趁此之机，江云飞在半空中连续挥动一记远程普攻，每一击落下都将带走1名修罗。由于江云飞飞在半空中，导致飞羽家族所有近战暂时对他无可奈何，只能单挨打。不过他们对付不了江云飞，却能攻击洛星辰。立时，大量的修罗们如狼群一样朝远处不断攻击他们的洛星辰追去。不过一会时间，江云飞又杀掉了20多名敌人，头上的名字都红得发紫。因为先前领空重击，主动攻击并秒杀飞羽小三，导致江云飞他们整队陷入红名状态。在这个本是死亡双倍惩罚的明宫地图，以江云飞现在这个红名状态，若是挂掉，直接会从榜首掉出1000名开外。而且江云飞还在不断的杀敌，他的红名累计值只会越来越高，到时的死亡惩罚恐怕会令他直接调回新手村内。但没办法，飞羽潇潇这个阴毒女人就是故意让许多飞羽成员来送人头，叠加江云飞的红名值。江云飞明知道这是对方的算计，却也毫无办法，他每多杀1人就能让洛星辰的压力减轻1分。叮，你已主动击杀50名玩家，最大恶级，若是死亡，等级掉6，装备随机掉落1半。听到这个提示，江云飞心里虽然一沉，但依然没有停下手中的攻击。云飞杂狗，有种下来和你霸三爷爷一战。霸三来到江云飞的下方，抬头朝他发起挑衅。江云飞眼神一寒，广寒金阙挥动，从剑锋之内发出血爆技能，血光直接砸在双手举盾的霸三头上。负899，防御形态的霸三受到伤害减半，饶是江云飞的高攻击，也只打掉他899的血量。这899的血量也仅是他2/3的血，证明霸三现在最少有接近1300的血。霸三连回血丹都没吃，身后无数辅助术士的治愈术便接连而来，立刻将他拉回满血。云飞杂碎，有没有吃饭啊？给爷爷抓痒痒吗？能不能给点力啊？为了对付云飞，霸三花大价钱买了一身高血高防加减伤的装备。他的身后又是一群飞羽家族的辅助术士为他加血，他现在根本不怕江云飞。江云飞又是连续2个普通攻击落在霸三头顶，虽然伤害不俗，造成598的血量，但有着大量奶他的辅助术士在，霸三依然屹立不倒。他继续叫嚣：什么狗屁榜一啊，狗屎都不如，你倒是秒杀老子看看，太他妈废物了。霸三哈哈大笑，尽情的挑衅与嘲讽江云飞。既然你急着找死，那我便成全你。江云飞眼神一寒，背后带光的金翼扇动过后，落下星光碎雨无数。只见江云飞突然提高了飞行的高度，达到近100米后，都快要到明宫2层之顶。
下一刻后，唰的一声，江云飞如同坠落的陨石一样，速度快到肉眼都看不见。不知道江云飞想要做什么的霸三，虽然嘴巴里是骂的痛快，但心里还是有点慌。他朝边上的人喊道：“保护好！”然而他话还未说完，唰的一道极光瞬息落下，然后就是一只冰冷如魔鬼般的手掐住霸三的咽喉，他连话都说不出来。在所有人都还没有来得及反应，甚至是看清之时，江云飞已急速从人群中掐住霸三，带离飞去。整个过程连2秒都没有用到，快到飞羽家族的众人都不知道霸三是什么时候消失的，只知道当他们反应过来时，霸三那杀猪一样的惨叫声却在众人100米高空的头顶上传开。啊！云飞你个杂碎，老子操你奶奶！100米高空上，江云飞单手掐住霸三的脖子，右手以广寒精确深深从他裤裆下捅入进去。绝世涅槃的超高拟真度，若是疼痛感调至最高，那将高达100%。霸三是一个自负嚣张的人，为了最真实的游戏体验，他一直把拟真度调成100%。所以当江云飞把他抓入高空中，一剑捅入他的下身之后，那命根子撕裂蛋开破碎的非人痛苦已经传遍他全身所有感官。霸三发出非人的惨嚎声：“你不是说我杀不了你吗？”江云飞以广寒精确捅入霸三下身后，又故意缓缓拖出剑锋，拖出3分后又是一剑捅入。这痛苦之剧令得霸三眼睛圆凸，全身抽搐，脸色又青又白。他是求生不得，求死不能。而且由于江云飞把他抓入100米高空，导致下方飞羽家族的人想帮他也是有心无力，只能嘴唇发白的看着江云飞折磨霸三。江云飞的凶狠手段令飞羽家族所有人都强咽了一口唾沫，就是醉方后被上百人保护其中的飞羽潇潇也是俏脸发白。这个混蛋竟如此残忍！看到江云飞的手段与可怕速度后，飞羽潇潇这么个阴险毒辣的女人都感觉后背产生一片凉意。她立刻隐藏自己的名字，同时跟另一个飞羽家族的羽氏成员调换一身装备，接着老老实实的躲入人群中。飞羽潇潇已经发现，哪怕被无数人保护，可面对江云飞这种恐怖对手，若被他确认自己的位置，将是一件十分危险的事情。而且飞羽潇潇也不敢再玩了，立刻让所有远程职业加入战斗。本来他是想让江云飞罪恶值过100后再全力围杀他，那样的话，只要杀江云飞一次，就能把他送回新手村，并且曝光他所有的装备。但意识到江云飞的强大后，他已经不敢冒险了，决定提前动手。啊！云飞老子！被江云飞折磨到面无人色的霸三发出歇斯底里的惨嚎，连话也喊不清了。由于距离太远，高达100米，飞羽家族的辅助术士也无法给霸三加血，这完全超出了施法距离。面对江云飞一剑又一剑的蹂躏，霸三现在最想的便是立刻被杀死。他已经承受不住这非人的折磨。噗！鲜血洒飞，江云飞抽回广寒精确，剑锋上全是触目的鲜血。看了眼还剩20秒的目光天宇，江云飞结束了对霸三的折磨，把只剩下最后50血量的霸三一剑抹脖，然后丢了下去。第74章，谁敢杀我兄弟？砰！从高空坠落的霸三将地面砸出个人形大坑，身体4分5裂，其状惨不忍睹。看到飞羽潇潇派远程职业出动，江云飞趁着目光天宇最后不到10秒的时间，急速朝明宫2层内飞去。追！别让他逃掉！隐藏在人群中不敢露头的飞羽潇潇发起命令。与此同时，明宫2层某处，洛星辰跳在一块离地5米高的巨石上，不断的拉弓放箭。他平均1秒2次攻击频率。他的脚下是破影金光剑的波纹之光，覆盖了50米内的范围。50米以内已经连续倒下30几具尸体，但却连一件装备也没有。因为每逢有敌方修罗被洛星辰击杀爆出装备后，隐身中的爱跳舞会立刻冲去，把敌人爆出的装备全部剪光。偶尔有洛星辰一剑秒不掉的敌人残血之后，爱跳舞便会化作死神一样补上致命一击，然后又消失而去，两人配合的天衣无缝。此刻洛星辰的名字红到发亮，他的罪恶杀戮值一点也不比江云飞少。50米开外，40多名敌方修罗都被洛星辰杀怕了。洛星辰高出他们4到5级，导致他们一进入破影金光剑的范围便会显形，无处可藏的他们对洛星辰而言，那就是一个又一个活靶子。MD， 他的攻击太高了，刚刚30多名兄弟一起冲进去，全部都被他杀光。后面的战士兄弟们还没有赶来吗？没有战士肉盾扛在前方，根本无法接近他。不敢再轻易攻过去的飞羽修罗们私下议论起来：一群废物，对方不过一个羽士与一个藏头露尾的修罗，就把你们几十人打成这个怂样，简直丢尽我飞羽家族的脸面。一个名叫飞羽天心的剑战士出现在此，他生气地朝一众飞羽修罗骂道：飞羽天心13级，满身装备，目光很阴柔，嘴唇下巴上有颗黑痣，他乃飞羽家族飞羽8杰之一。
说话间，飞羽天星嘴角含着厉笑，穿过一众飞羽修罗后，望向50米外的洛星辰。榜10之内，洛星辰，我倒要看看你这个榜10有多少斤两。飞羽天星朝洛星辰挑眉冷笑后，唰的一声，人如出弦之箭，冲入破影金光剑之内。好快！洛星辰眼神一凝，知道来人不简单，立刻调整姿势，弯弓搭箭，以3秒不到的时间，连续释放出8箭。嗖嗖嗖嗖！但飞羽天星不是简单人物，冲锋的速度令他如同一头猎豹一样快猛狠。洛星辰一连8箭，有5箭落空，剩余3箭被飞羽天星拔箭全被斩飞。这时，飞羽天星距离洛星辰不足20米远，若非洛星辰离地5米高，飞羽天星已经可以发动冲锋，瞬间贴身洛星辰。切，不过如此，你这个等级榜10的实力不怎么样呢。飞羽天星冷笑望了眼洛星辰后，跺地一跃，拔剑一个落地斩，砍向3米开外。3米之外，正是爱跳舞隐身的位置。他本想偷袭飞羽天星，哪知道对方突然察觉到他。爱跳舞以匕首挡向剑光，头上掉出400血量，人被冲来的力量扫退出去。嗖嗖嗖！就在这个时刻，洛星辰一连3箭飞至，封死了飞羽天星想冲上去秒杀爱跳舞的攻势。飞羽天星敏捷无比，如灵猴一样，他躲避开洛星辰的3箭，同时侧身回跳，与洛星辰的距离拉至不足15米。哼，沽名钓誉的人实在是太多。洛星辰，你的实力真让我失望。已经与洛星辰不足10米之距的飞羽天星，他纵身一跃，于半空中朝他发动冲锋技能凤焰一剑。这时，洛星辰终于使用他最强的单体攻击技能，也是他对飞羽天星使用出的第一个技能。没用！飞羽天星咧嘴冷笑，发动冲锋之余改成防御状态，应受凤焰一剑，头上掉出599的血量。该结束了。飞羽天星冷笑，冲锋之势不止，已经离洛星辰不足3米之距，于是攻击再高也是个脆皮，被剑战士近身的结果只有一个，那便是死。哪知洛星辰深邃的眸子内却并未露出半丝的慌张，他嘴角抹出猎人拥有的微笑。在飞羽天星的冲锋仅差1秒将命中洛星辰，便将他眩晕原地时，砰的一声，却见洛星辰一脚跺地，他脚下的岩石瞬间飞起，挡在身前。砰！飞羽天星面色一惊，他的冲锋撞在岩石上，岩石被冲撞裂开，他的冲锋技能被岩石抵消。哼，就算你挡掉了我的冲锋又如何？被我近身，你的结果还是叮！你遭受到玩家洛星辰的技能神龙摆尾，眩晕5秒钟。听到这个提示的飞羽天星，瞳孔内止不住在的颤抖，此时方才明白，不是洛星辰这个等级榜前10浪得虚名，而是从一开始对方就在故意引诱他近身而来。每一个步骤洛星辰都算计在内，就等他这条鱼上钩而已。方才明白一切时，却什么都晚了。你啥也不是。洛星辰轻蔑地望着他，1秒3箭攻击被晕住的飞羽天星的要害，他头上飘起489、500、555。飞羽天星死不瞑目，爆出一件装备，连掉2级，尸体倒在洛星辰的脚下。天星哥！身后趁着飞羽天星创造出机会，已经进入到30米内范围的一众飞羽修罗们脸色铁青，恨恨盯着洛星辰，群狼一样冲杀过去。洛星辰丝毫不慌，立刻便是一个羽式群攻技能天女散花一般落下，将10几个修罗秒杀，剩余20几个人也处于半血或残血状态。这时暗中已回满血的爱跳舞幽灵一样窜出，手中匕首寒光森森，将3名残血修罗带走。他也不冒进，杀掉3人立刻就隐身消失。而洛星辰的攻速极为之快，群攻技能一放完后，连续弯弓射箭，射箭速度1秒3箭，5秒不到再度杀掉15个敌人，但仍然还有8个修罗含恨近身，个个施展了被刺加盲杀。而洛星辰在想放箭之时，便不由露出一丝苦笑。叮！您的箭矢已经用完。从昨天到现在，洛星辰一直没有回城补给，连箭矢都用完了。可就算是没有箭矢可用，面对敌人们的近身，洛星辰依然展现出强大的操作能力。他从5米高的岩石上翻身一跳，避开半数修罗的攻击，但还是中了好几个技能盲刺。他暂时失去视力，眼前一片黑暗，同时血量被打掉一半。可饶是如此，洛星辰亦在瞬间往嘴中吃下一个终极回血丹，同时原地一个陷阱技能，然后秒放降龙步，朝后飞出10米远。这时爱跳舞出现，偷袭秒杀2个残血修罗，同时挡住另外6人，保护着洛星辰，希望他被人致盲的效果能尽快消失。跳舞，你自己先走，不要管我。洛星辰暂时看不见，手中又没有箭矢可用，基本上无力回天。不愧是榜10内的高手，若非没有箭矢可用，这群废物加上自大狂飞羽天星都不够他杀。确实，
洛星辰是个人物，是个人物也没有用，我们4大人先出手，他今天必调出榜示排行，给他一个体面。这种高手不应该死在那些垃圾的手中。就在爱跳舞竭尽全力想为洛星辰多争取出一点时间时，嗖嗖嗖嗖，4个虎豹一样的人影速度快到不可思议，逞包饺子之势围杀向洛星辰。4人的速度之快，仅是一个呼吸便已来至洛星辰的面前。尽管还未恢复视力，但洛星辰已经察觉到有高手接近，立刻于脚下秒放一个陷阱，同时将制虎长弓格挡于身前。叮！您遭受到天剑仙、地剑仙、人剑仙、风剑仙的攻击，格挡成功，伤害减少 10%。洛星辰的头顶上跳出433、444、400、388四个伤害额，同时人兽力被打飞远处，于地上刮起长长一道痕迹，然后撞在8米开外的一块岩石上，居然没死。天仙家族4大人仙不敢置信，他们合力的攻击居然没杀掉对方，正要继续补刀时，却皆陷入减速，中了洛星辰的陷阱。果然厉害，他以 0.5 秒的速度连续吃下一个中级、一个高级回血丹。为首的天剑仙目光中充满对洛星辰的佩服，若非是敌人，这样的对手他都想放对方一条生路。这时洛星辰已经从致盲中恢复视觉，而爱跳舞也发挥了他最大的作为，在残血之际从敌方修罗的攻击下隐身前走。天仙家族4大人仙，你们也要跟云飞为难？洛星辰看清楚攻击他的人是谁后，脸色略沉。没办法，受人之托，忠人之事，所以你就随那榜一云飞先走一步吧。话毕，4大人仙如鬼魅一样摆脱陷阱后冲杀向洛星辰。洛星辰虽然眼中战意未尽，但他毕竟是一个羽士，而且没剑士可用，不然他真想会一会天仙家族知名的4个高手人物。云飞，这次我只能先帮你到这了。洛星辰看了眼远处，同时给隐身中的爱跳舞秒发信息，快走，去死吧，洛星辰。4大人先犀利的绝杀攻击落向洛星辰，谁敢杀我兄弟？就在这千钧一发之际，一个雷霆般的怒吼天神一样降临。洛神之罚！轰！一个从天而降的水太巨手携滔天之威，如从远古而来的神哲之手泰山般压制。散开！本要绝杀洛星辰的天剑仙4人感觉到来势汹汹后，皆脸色骇变，放弃了攻击洛星辰，暴退而开。第75章飞羽烈火。云飞看到这个技能，洛星辰与隐身中的爱跳舞眸子顿时一亮。关键时刻，江云飞从来没有令他们失望过。洛神之罚的攻击哪有那么好躲？哪怕天剑仙4人反应及时后撤，仍然被巨大的水太之手命中。4人头顶上同时飘起破千的恐怖伤害，虽然一个没死，可全部残血，只剩一丝血苗。至于另外几个修罗，则全部被秒杀当场。好强的攻击力！天剑仙脸色发白，掏出终极回丹就要回血之际，小心！地剑仙3人朝他发出疾呼。神出鬼没的爱跳舞已经出现，被刺加盲杀同时捅出，天剑仙的头上飞起111、123，本就是残血的他，被爱跳舞2刀将血量彻底抹平，脸上涌出无限惊怒与憋屈。他天剑仙顶尖游戏公会天仙家族的知名高手，响当当的人物，没想到今天会死在一个小姑娘的偷袭下，可谓一世英名尽毁。然而不论天剑仙多么悲愤与不甘心，他也变成了尸体，硬邦邦地倒在爱跳舞的脚下。混账，你竟敢杀了天剑仙！地剑仙3人愤怒到面色扭曲，他们全是剑战士，如恶虎一样扑出，朝着未及时隐身撤走的爱跳舞发动冲锋。跳舞！洛星辰焦急大喝，但失去攻击剑矢的他根本毫无办法支援。撬！可就在这时，剑吟声响，冰晶之体的障碍巨手挨了一道剑芒，有道冰块顺之滚落而下，砰的一声，正好落在爱跳舞的前方。地剑仙3个人的冲锋技能全部撞在冰块上，冰诀虽然被撞得4分5裂，但地剑仙3个人含恨发出的冲锋技能却全部被抵消。劫后余生的爱跳舞拍了拍他傲人的胸围，还以为自己要挂掉了。趁此之机，爱跳舞立刻发动隐身，身体融入空气，消失不见。想走？不可能！才刚隐身的爱跳舞根本逃不脱地剑仙3人的预判位置，他们都是一流高手，一点风吹草动都能感知到隐身修罗的位置。就在地剑仙3人要使用技能杀掉隐身的爱跳舞时，嗖的一声，一个消瘦却稳如泰山的人影从天而降，同时有一个血光率先飞至，命中人剑仙。负1301，人剑仙刷的脸色煞白，他只剩不到20点的血量，急忙收技能，想要远撤吃回血丹，但他没有机会了。江云飞如恶魔一样的出现在速退的人剑仙身后，地剑仙与风剑仙见状，立刻放弃杀爱跳舞，
掉头要解救人剑仙。江云飞虽然是一个术士，但他的敏捷属性，一般的修罗都比不上他。寒光一闪，剑锋一落，快准狠辣。人剑仙都没来得及吃下回血丹，便被近身的江云飞一剑抹过脖子。人剑仙瞳孔大睁，完全想不到他堂堂一个剑战士，居然会被一个术士近身后抹脖而杀。耻辱，奇耻大辱！砰！人剑仙睁大着眼睛倒在江云飞脚下。混账，我们要你的命！仅剩的地剑仙与人剑仙刹那间开启剑战士的加速加攻技能，全身有火焰一样燃烧起来。二人若出山恶虎，凶恶无比地扑杀向江云飞。面对二人攻势，江云飞却嘴角抹上冷笑，一脚将人剑仙的尸体踢飞，砸向杀来的地剑仙与风剑仙。天杀的混蛋！地剑仙与风剑仙恨到牙都要咬出血。江云飞侮辱他们兄弟的尸体，把人剑仙当武器踢来。哪怕这是个游戏，知道人剑仙会复活，但他们也做不出对人剑仙尸体攻击的举动。顿时，二人攻势力消。与人剑仙关系最好的风剑仙更是收剑一跳，接住人剑仙的尸体。地剑仙一跨而过，1秒5米的速度，唰的来到江云飞面前，抬手便是一个最强的剑气攻击斩。江云飞单手握住广寒金阙，脸上一狠绝之意，他压根连躲都不躲，任由地剑仙这一剑技能劈在身上。江云飞应受一剑技能，头上飞出600的血量，身后地面都裂出一大个裂口。这么高防御与血量，地剑仙看到他最强的伤害技能仅打掉江云飞600血量，并且江云飞的血条掉血一半都不到，他内心说不出的骇然。德剑仙脸上一狠，要抽剑再度来个连招，但是他没有机会了。轮到我了！江云飞冷酷一笑，右手雷霆般伸出，快如闪电的抓住地仙剑要抽剑的手，同时左手中的广寒金阙寒光闪动，连1秒的时间都不到，一剑将地剑仙贯喉而过。你！地剑仙眼睛凸的都快要掉出来，嘴唇颤抖，话都说不清了，头上飘出一个1450。他堂堂剑战士，近身后被一个术士一剑穿喉。临死前，地剑仙脑海只有一个念头：尼玛，有这样玩的吗？你 TM 的可是个术士，是个脆皮术士，你居然近战比近战职业还猛，还是人吗？洛星辰与隐身的爱跳舞惊呆了。江云飞有多强，他们比谁都清楚，但是江云飞以这样的强猛手段击杀掉地剑仙，他们是万万想不到。洛星辰本身就是一顶尖级的玩家，江云飞这一番操作对他的触动是无法形容的。是啊，100%拟真度的绝世涅槃，谁规定了远程职业就只能释放术法与放剑攻击？近战职业近身后，远程职业未必就只有等死的结局。强大的 BOSS 都有弱点，高等级装备的玩家也一样有弱点。江云飞给洛星辰的启发，无恙翻开了一面新的天地。得剑仙，才放下人剑仙尸体的风剑仙就看到江云飞一剑穿喉的剑仙，尽管他难以相信这一幕，但血淋淋的事实却活生生的出现在他眼前，容不得他不信。不要让你的兄弟们寂寞，去陪他们吧。江云飞于原地秒放血爆技能，同时瞬间接出一记远程普通攻击落向风剑仙。砰砰！却在这时，一个浑身布满着火焰的刀战士从天而降，他巨石一样落在风剑仙的身前，以格挡形态将江云飞的血爆与普攻全部接下。来人，飞羽烈火！江云飞的攻击仅对他造成444、488。飞羽烈火，眼神狂傲，充满战意的盯着江云飞。立时间便是2道治愈术落下，将飞羽烈火被打掉的血量补满。云飞，来人亦是飞羽8杰之一，也是实力仅次于飞羽神王，排名飞羽8杰老2的人物。江云飞眼神微凝，看向飞羽烈火身后5道人影，皆是一个个装备精良、气质独特的存在。2个辅助术士，2个羽士，还有一个枪战士。除了被洛星辰杀掉的飞羽天星与没来的飞羽神王外，飞羽8杰的成员全部到齐。风剑仙，早让你们等等我们，这下丑大了吧？4大人先只剩你一人。身后一名飞羽8杰的成员摇头道：少废话，一起上，将他从榜一位置拉下来。风剑仙对江云飞现在是恨到要死，咻的一声，他绕过飞羽烈火，直接率先朝江云飞攻去。江云飞正要出击，2个镇神剑顺飞而来，他只能纵身避开。叮当！江云飞一剑与寒恨而来的风剑仙对上，双方兵器击出而分。江云飞来不及下一个动作，头顶上便已是2个控制技能的预警出现，他只能再退，若是被控制住，就是他现在的血量也会被对方打空血。虽然有尸化神技，但江云飞还不想这么早使用。洛星辰虽然没有剑识可用，可看到江云飞被围攻后，立刻就要冲出帮忙。刷刷！这时却是2个羽士技能扫来，像机关枪一样，火力极猛，逼得洛星辰只能不断的倒退。
爱跳舞于隐身中想偷袭敌方2名辅助术士之时，飞羽巴结的2个羽士似乎瞬间就预判到了一样，一记破影金光剑落在脚下，爱跳舞的身影立刻被金光照出来。失去先机，想要退出破影金光剑范围的爱跳舞，他的身后突然出现了一个火焰燃烧的身影，正是飞羽烈火。飞羽烈火是个人狠话不多的角色，他一刀毒死爱跳舞所有退路，且落刀速度快到令他避无可避。叮当一声，飞羽烈火一刀震落爱跳舞手中匕首，同时给他带去588的伤害量，他立刻残血。而然，飞羽烈火似乎并没有想要杀他的想法，一脚踢出，将爱跳舞踹飞，滚出4、5米远。跳舞无法过来帮助爱跳舞的洛星辰急得拳头直舞，爱跳舞浑身剧痛，血量只剩最后一丝，正要有所动作时，一只粗犷的手掌掐在他的玉颈上，并且一个炙热锋利的刀口已经架在他的后颈。此时愤怒的风剑仙发疯一样缠着江云飞，由于有2个辅助术士给他加血，又有飞羽巴结2个羽士助阵，江云飞技能 CD 未好之前不好将他击杀。去死吧！风剑仙跳起来一个剑战式的重击斩，眼看要把江云飞逼到无路可退之际，江云飞这次的普通击落在他头顶上后1789，怎么会这样？风剑仙死不瞑目，手中武器爆出，尸体与剑一起落在江云飞的脚下。出了无视防御并暴击的被动，风剑仙想不死都不可能。江云飞把他爆出的武器捡入包裹。云飞，听说你是一个很重情义的人，今天我想看看这到底是不是真的。飞羽烈火的声音传来，江云飞目光一颤，发现爱跳舞居然落入了对方的手中。第76章杀人狂魔。飞羽烈火表面看似一个张狂自负的人，实则却很有心计。他抓住爱跳舞后，不仅没有杀他，反而让自己人帮爱跳舞回满血。然后飞羽烈火单手掐住爱跳舞，将他提于半空中，眼神玩味的盯向秒杀了风剑仙的江云飞。爱跳舞被飞羽烈火紧紧掐着脖子，小脸蛋憋得通红，手脚想要挣扎却没有力气，想要说话也喊不出来。混蛋，快放开爱跳舞！洛星辰一直把爱跳舞当妹妹一样看待，他若是 PK 中被人挂掉也就算了，可现在像猴子一样被人抓在手中羞辱，这是洛星辰万万不能接受的。江云飞面上看似镇静，实则内心底深处久违的暴力与杀意开始一点一点的涌出。你想怎么样？哦，问得好，那就先让你们看看我想怎么样。飞羽烈火咧嘴阴笑过后，手中刀锋从爱跳舞脚跟处用力一刀抹过，鲜红的血水顺之滴落在地。绝世涅槃内的拟真度就算调至最低，疼痛感也在 35% 以上。被人用刀从脚跟拉过，那痛苦之剧令得无法言语的爱跳舞脸蛋都青了。飞羽烈火冷酷一笑，手中刀又从爱跳舞后背重重刮过，皮开肉绽。爱跳舞痛得全身都在抽搐，但是他根本无法反抗半分。混蛋，你们飞羽家族会后悔的！我洛星辰发誓，不把你们飞羽家族从绝世涅槃内除名，誓不为人。看到爱跳舞被人这么折磨，洛星辰眼睛都在充血。哎呀，你这么大声，可吓到我了。我这个人最不惊吓，一被吓到就忍不住会砍人。飞羽烈火的手中之刀又从爱跳舞的白嫩大腿上割过，同时在飞羽烈火折磨爱跳舞给他带去伤害时，飞羽巴结的2个辅助术士则不断给他加血，确保爱跳舞不会死去。飞羽巴结的成员们脸上都挂着残酷的恶笑，欣赏着洛星辰狰狞无比的表情。洛星辰越愤怒，他们就越开心。飞羽家族对待敌人从来都是没有下限。不过令他们意外的是，江云飞这个榜一巅峰人物从始至终表情都很平静。事实上，江云飞是看似平静，实则握住广寒精确的五指都快要抠出血来。他之所以能强行保持镇静，只是上一世灾难降临后经历了太多尔虞我诈、生死磨难，令他学会了隐藏真实的内心。说吧，想怎么样？江云飞声音看似很平淡的开口道。不愧是榜一人物，这觉悟没话说。飞羽烈火又从爱跳舞的小肚子上拉过一刀，刀锋上全是鲜血在湍流。飞羽烈火咧嘴露笑，看向江云飞道：看来你确实如传言一样很重情义。行，我给你一个重情义的机会，把装备脱了，跪在地上像狗一样趴着，然后乖乖的让我们把你从等级榜一送回新手村。说着，飞羽烈火的刀锋落向了爱跳舞的胸前位置，邪恶冷笑道：千万不要让我重复，否则请相信我，我下一次落刀的位置你们不会想看到。爱跳舞眼中全是屈辱的泪水，他的也说不出话，想要求死不连累江云飞他们，却什么也做不到。只是爱跳舞仍在奋力的轻轻晃头，意思是告诉江云飞与洛星辰不要妥协，不要管他。可就算明白爱跳舞的意志，江云飞与洛星辰也无论如何做不到，对他置之不理。飞羽家族，
飞羽烈火。洛星辰一字一句，牙齿都咬出了鲜血，足可看出他此刻是有多愤怒。本来进入绝世涅槃，洛星辰他们只想以小队一遇倾城的身份，随心所欲地畅玩游戏。但这一刻令他深深的决定，他要建立势力，他要创建家族，他要让飞羽家族从游戏里彻底除名。烈火，干得好，干得漂亮！这时，一个得意畅快的娇笑声远远传来，是飞羽潇潇带着30几名飞羽成员提前赶来。明宫第2层全是24级以上的怪物，凶猛得很，普通玩家根本对付不了。一路上强大的明宫山怪令飞羽潇潇他们的大部队伤亡惨重，前进非常吃力。他是刚知道飞羽烈火拿捏住江云飞后，激动的再也等不及，便着最强的一批人马强行先赶来这里。飞羽潇潇一如江云飞初遇他时那样的肤白貌美，但如玉般的脸上此刻全是深深的恶毒与快意。啪啪，飞羽潇潇走上前来，便是朝被掐住无法反抗的爱跳舞脸上重重2个大嘴巴甩去。然后飞羽潇潇得意地望向江云飞，爽不爽？得罪我飞羽潇潇，你爽不爽？啪！他又一个耳光落在爱跳舞脸上。问你话了，怎么不回答我？啪！飞羽潇潇一边变态地盯着江云飞恶笑，一边不断抽爱跳舞的脸。身后所有飞羽家族成员皆残忍大笑，更有一个男成员贼眉鼠眼地盯向身材姣好的爱跳舞的胸口，眼中流露出不加掩饰的恶念。我可以脱光装备让你们杀，但你们怎么保证放过爱跳舞与洛星辰？江云飞深吸一口气，如看死人一样瞟了眼飞羽潇潇后开口道。尽管洛星辰也是恨如刀绞，可此刻也立刻出声：云飞，不可！就算你放弃抵抗，被他们杀掉，他们也未必守诺。不，洛星辰，你对我飞羽烈火不了解。我虽然不是个好人，却从来一言九鼎。飞羽烈火虽然意外飞羽潇潇对江云飞的仇恨，但也怕他太过激的行为引起江云飞鱼死网破。毕竟此行最重要的目的是把江云飞从榜一杀回新手村。好在后天晚上让飞羽神王代表飞羽家族在生死斗中击败江云飞，扬名飞羽家族，所以飞羽烈火阻止了飞羽潇潇的疯狂施暴。他看向江云飞，又道：正是因为我一言九鼎，所以我可以肯定的告诉你，就算你脱光装备，乖乖给我们杀出榜一，我也不会放走洛星辰与这个可怜的小姑娘。但我可以保证，能体面的挂掉他们，而不是这样。说着，飞羽烈火将刀尖横于爱跳舞的胸前，一副要以刀尖挑开他衣服的无耻模样。尽管受这天大侮辱，小姑娘爱跳舞内心接近崩溃，却依然怒力朝江云飞摇头。她不愿意江云飞为了她牺牲自己。云飞，洛星辰此刻也很纠结，他无法接受爱跳舞被人羞辱，同样也不想江云飞放弃，白白被人从榜一杀回新手村。以江云飞现在的红名值，一旦被杀，基本上是等级清零、掉光装备的代价。这样，江云飞几乎完全废了，短时内都不可能再起得来。江云飞朝洛星辰摆了摆手，然后道：好，我同意。你刚才说的话，我已经录制了视频。若你们杀掉我后，还继续羞辱我的朋友，我会把这段视频放到论坛上，让你们飞羽家族身败名裂。说那么多废话干嘛？跪下，当狗，受禄！飞羽潇潇双手叉腰，脸上是无尽得意与痛快淋漓。一直以来受江云飞的恶气，今天终于得到宣泄。以他榜一的身份，跪下就不必了，脱光装备吧。飞羽烈火不是不想江云飞跪下，而是怕这一举动会逼得他玉石俱焚。他看似莽夫，实则看人极准，知道江云飞这种人，就算是死也不会受人侮辱，更别提对人下跪。飞羽家族，今天我云飞认栽。不过山水有相逢，我很快会从新村回来找你们。等我。江云飞脱光一身装备后，朝他们发出纵声长啸，笑音环绕四周，久久不散。屁话那么多，给我躺下来吧！你们都别动手，我要一个人虐杀他。飞羽潇潇最是恨江云飞不过，立刻举弓拉箭，专挑要害，射向江云飞的眼鼻耳喉。洛星辰眼疾手快，一个龙翔步飞至，用他的身体挡在江云飞的身前，想先他一步而去。但江云飞却朝他一笑，抓住他的肩膀，用力一推，独自承受着飞羽潇潇的疯狂。看着这一幕，无法行动的爱跳舞眼泪混着血水，将胸前的装备都打湿了。负300、341、322、311、299、289。江云飞的头顶上一连飘起6个伤害后，嘴角仍然含着笑意，然后软绵绵地倒在地上。真是个人物，若是能加入我飞羽家族，我们家族成为天朝最强网游公会，指日可待啊！可惜了。看到江云飞倒地之后，飞羽烈火发出一阵长叹，他也手约的将爱跳舞松开，丢在了地上。给他俩一个体面，
这是我答应他的。飞羽烈火朝身后的众飞羽成员说道。怎么回事？云飞还在等级榜1。飞羽潇潇打开等级榜一看后，脸色骤变，失声尖叫道：不好，都躲开！就是这一瞬之间，才松开了爱跳舞的飞羽烈火。他头皮一跳，感觉到凶险之后，提醒众人之余，他自己一个急翻身，迅速逃离原地。嗖！一道无法形容奇快奇势的飞剑，以火星撞地球之势，从飞羽家族众成员之中，火箭一样掠至。轰！一声巨鸣，宛若雷霆，无尽的水元素爆发，形成的强光成为了这里的唯一，众人连眼睛都睁不开。飞羽家族数十人，除了第一时间躲开的飞羽烈火与最警觉的飞羽潇潇外，所有人皆被波及其中，头上爆炸般的跳出38948的恐怖伤害。叮叮当当，成串兵器与装备掉地的声音响起，紧接着是数十个死不瞑目的飞羽成员，傻眼一样的望着他们的胸口，出现一个被飞剑刺出的血洞，然后一个一个如死狗般垂直砸地。叮！玩家云飞杀人破百，罪无可遏，获得称号杀人狂魔。第77章，以血还血，以牙还牙。啊！怎么回事？怎么会这样？当看到所有成员除了飞羽烈火与他外都变成尸体的飞羽潇潇发出尖锐无比的嘶嚎声，他无法相信，也无法接受，为什么明明胜券在握，大局已定之后会遭受如此变故？嗖！却在这个时候，一个如从地狱里走出的魔鬼般人影，后背之上带着一对妖异血色的魔翼，刹那间来至飞羽潇潇的面前。啪啪啪啪啪，随之而来便是一连串如同炮竹炸放的抽脸声，连续不断的响起。贱人，贱人，贱人！江云飞一边骂一边抽飞羽潇潇嘴巴子，3秒钟都不到，足足打了他10个耳光都不止，并且是刺刺入肉，个个响亮，声音回荡不绝。飞羽潇潇已经被打懵了，脸被抽得左摇右摆，痛得他是脸都要失去知觉。他愤怒的要施展与世独有的降龙步，拉开距离时，却猛地发出一声凄厉无比的惨叫声。呛的一声剑响，尸化状态中的江云飞一剑扎穿飞羽潇潇的左脚，把他硬生生的定在原地，让他根本无法逃离半分。并且看到飞羽潇潇被抽得快要残血挂掉之际，江云飞一巴掌拍开他嘴，然后拿起一枚终极回血丹强行灌入进去，令他生命力再次回满。啪啪啪！你不是要杀我吗？啪啪啪！不是要让我后悔吗？啪啪啪！你不是要羞辱我的朋友吗？啪啪啪！就凭你这贱人，你们飞羽家族，你们行吗？江云飞先前压抑的一切暴力之气，现在彻底释放出来，整个人如同魔鬼一样，5秒都不到，就将飞羽潇潇抽得披头散发，面目全非，口吐鲜血，惨不忍睹。在飞羽家族，飞羽潇潇向来高高在上，可谓一人之下，万人之上。加上她拥有得天独厚的美貌，更是令身边的众多男人们对她服服帖帖，垂涎她的美色。她是一个生下来就高傲又自信的精致女人。可此刻，在江云飞的摧残下，她的内心，她从小到大的一切骄傲，瞬间被全部摧毁。有生以来，第一次，她害怕、惶恐，甚至想要大叫来发泄心底深处的恐惧。但是她做不到，因为江云飞一巴掌接一巴掌的抽她脸，像竹筒倒豆子一样的速度，让她根本发不出任何的声音，也做不了任何抵抗。她的嘴巴再次被江云飞抽开，又是一个终极回血丹按入她的嘴中。飞羽潇潇崩溃了，但她什么也做不了。打得好！洛星辰先前压抑无比的愤怒、惧恨，随着江云飞置之死地于后生的反转，彻底得到释放。甚至连他都忍不住想上去重重抽飞羽潇潇这个恶毒女人10几巴掌，好替受尽侮辱的爱跳舞出气。打死这件女人！爱跳舞虽依然难以站起身，可看着江云飞在帮她出气，一耳光接一耳光的重重打在飞羽潇潇脸上，内心真是说不出的畅快和解恨。却在这时反应过来一切的飞羽烈火，如同盯上猎物的饿狼，手提沾血之刀，快若鬼魅的又扑向仍倒在地上的爱跳舞。他还想再次拿住爱跳舞，逼江云飞就范。虽然弄不清楚江云飞是怎么翻盘的，并且一个技能几乎杀光他们所有的人，但只要拿住爱跳舞，他还有反败为胜的机会。你之前欺负我的朋友很爽吧？一个突然从脑后传来的声音令得飞羽烈火脸色巨变，他立刻转刀砍于身后，却发现刀砍到一半后便受到了强大无比的阻力，无论他怎么努力，还是使用技能，都无法令刀成功砍下，同时他也无法将刀收回。来，我来让你更爽！江云飞如同地狱的使者，背后一对血色妖翼魔性的挥动着，似有鲜血在上面淌流。他目光说不出的森寒，在尸化全属性100%的增幅下，江云飞单手抓住了飞羽烈火的刀尖。下一秒后，不待惊怒交加的飞羽烈火做出任何反应，他已被江云飞掐住脖子，
就如他之前掐爱跳舞一样。嗖的一声，飞羽烈火悲愤无比的被江云飞掐住脖子，带离地面，飞入高空之中。砰咚一声巨响，江云飞掐住飞羽烈火，将他整个人撞入明宫第2层的洞顶之上。石飞尘扬之下，飞羽烈火痛苦一叫，整个人陷入洞顶岩壁内，足足5公分深。接着，飞羽烈火感觉握刀之手剧痛，再也拿不紧刀，手中之刀已经被江云飞夺走。唰！第1刀落于他左脚后跟，第2刀落于他右脚后跟。啊！飞羽烈火发出杀猪一样的惨叫。此刻他才知道，被人拿住，用刀划过脚后跟是多么的痛苦。江云飞依然没有停下，又是连续2刀从他胸口、大腿上砍过，令他皮开肉绽，全身抽搐。但被江云飞送入洞顶，陷入岩壁内的飞羽烈火根本无法反抗。你还算守信，但你折磨了我的朋友，我一报还一报。江云飞又是连续6刀砍向飞羽烈火，令他痛得浑身青筋都快爆出来，牙关都在打颤。所以我会给你体面的死。下一刻后，江云飞一刀将飞羽烈火钉穿在100米多高的洞顶上。飞羽烈火被杀，连掉2级，他爆出的2件装备被江云飞从空中接住，收入包裹。这时，江云飞又飞回地上，拔出钉穿在飞羽潇潇身上的广寒金阙剑。云飞，王八蛋，这事没完，飞羽家族绝不会放过你。就算你杀掉我们，你们也逃不出明宫。飞羽家族的人会帮我报仇，你们一个也逃不走。从无尽的疼痛中恢复一点点的飞羽潇潇，眼神凶毒到如同厉鬼一样盯着江云飞，咬牙切齿不已。江云飞一巴掌将他扇倒在地，然后过去扶起爱跳舞，替他擦拭掉脸上的泪水与血迹。你要不要自己解决掉他？看到江云飞的眼神，爱跳舞虽然很恨飞羽潇潇之前的羞辱，但她毕竟是一个小姑娘，做不出那样恶毒的事。你帮我杀了他。听到爱跳舞的话后，江云飞回手一记远程攻击，将飞羽潇潇当场解决。跳舞，对不起，是星辰哥没用，害你受委屈了。这时洛星辰走了过来，满脸的自责。哇，才18岁的爱跳舞，实则刚才已被吓坏了，内心中全是无尽的惶恐与害怕。早就处于崩溃边缘的他，再也压抑不住内心的害怕与委屈，抱着离他最近的江云飞，失声大哭了起来，声音那么的委屈、害怕、惶然。他们全是坏人、恶人，我恨他们，我恨他们。看着爱跳舞的发泄，洛星辰眼睛也红了，越发自责没保护好他。爱跳舞紧抱住江云飞，脑袋埋在他胸口里，嘶声力竭地哭了足足5分钟，直到江云飞的胸口被他脸上的泪水浸透后，他的情绪才稳定下来，然后很不好意思地推开江云飞，抹干净眼泪。哼，本姑娘刚才哭鼻子的事情，你们俩都要守口如瓶，谁都不准说出去，不然我和你们没完。江云飞与洛星辰连忙点头。还有，本姑娘受这么大委屈，全是因为你们没保护好我，我要补偿。说着，他圆溜溜的黑眸子盯向江云飞，你必须报1套黄阶极品的修罗套装给我，来弥补本姑娘受伤的弱小心灵。江云飞朝他一击掌，然后将爱跳舞扶起来，道：好，我答应你。如此，爱跳舞才破涕为笑，笑颜如花。嗖！就在这时，立刻有无数技能的攻击光芒掠至，江云飞抱起爱跳舞便躲开所有技能，洛星辰也连忙走位避开。是飞羽家族的大部队赶来了。先前受明宫山怪所阻，导致飞羽家族的追杀脚步很慢。当得知领头人物飞羽潇潇与飞羽八杰全部被杀后，飞羽家族众成员彻底怒了，疯狂的杀怪开路，总算追了过来。看了眼对方人数还有700多人，江云飞目光微微一凝后，朝爱跳舞说道：上来，我背着你。他又看向洛星辰，你抓着我的手，我带你们先找个安全的地方躲着，然后再回来陪他们玩。一会安全时间到了，你们就先回城。放心，我今天不把飞羽家族搞个底朝天，我就不叫云飞。一直处于被动，江云飞准备要主动出击，他倒要看看飞羽家族有多少人够他杀。以血还血，以牙还牙。洛星辰与爱跳舞知道江云飞有飞天技能，若是没有后顾之忧后，飞羽家族想对付他没那么容易。二人立刻点头。江云飞背起爱跳舞，左手紧抓住洛星辰胳膊，立刻化为光影飞向高空。作为重生者，明宫地图他比目前任何人都熟悉，略作思索，江云飞便已知道该把他二人置于何地安全些。可就江云飞带着洛星辰与爱跳舞飞离50米高时，叮！您遭受到玩家王公子的技能攻击，雷炎天罡术。叮！您遭受到玩家寡人的技能攻击，掌心真雷法。江云飞的头顶上立刻跳出2个伤害，负666，负888。若非是诗化状态，全属性翻倍，
他血量高达3000加，已经被秒杀于空中。江云飞回头遥望一眼出手之人后，果断煽动变异的目光天宇，顺飞而去。第78章，送他们一份大礼。正在某地图击杀黄阶终极 BOSS 的飞羽天下与飞羽神王二人，突然收到飞羽潇潇传来噩耗。什么？你们足足上千个人，加上飞羽七杰与天仙家族4大人仙，居然还对付不了云飞？飞羽神王脸色铁青。若非知道飞羽潇潇与飞羽天下关系特殊，他真想破口大骂一句：你们 TEM 都是废物吗？飞羽天下沉默片刻后，冷淡地朝发来语音汇报的飞羽潇潇道：我不想听废话，只要一个结果，就是云飞必须死。至于这个结果你怎么做的，看你自己。飞羽天下说完，挂断了飞羽潇潇打来的语音。万一他们对付不了云飞怎么办？飞羽神王脸色难看道：不管他们成不成功，你只要在后天晚上升到20级，能装备上回风晴日月，你就不会输。兄弟们，为潇潇姐与八杰报仇，将云飞碎尸万段！冲呀，别让云飞逃了！尽管700多名飞羽家族成员喊声震天响，可不过几息的时间后，江云飞已带着洛星辰与爱跳舞消失在迷宫2层的深处。飞羽人群中间有2个打扮极为低调、很不显目的人影，其中一人正是对江云飞恨之入骨的王狂王公子。这个挨千刀的云飞，血量防御怎么这么高？我们俩打他超1500加的伤害，才打到他一半血，可恶可恨！王公子身边另一人却是鼎鼎大名、等级榜前10之内的狠人之一，一转雷霆术士15级的寡人。哼，没点本事能当上榜1人物？继续低调一点，混在飞羽人群中，不要太惹眼。对于寡人的话，王公子那张桀骜不驯的脸难得乖巧的点了点头，因为寡人正是他亲大哥王傲。从小到大，王狂怕王傲胜过于怕他父亲。兄弟们，云飞那混蛋的飞天技能不可能一直持续。潇潇姐刚刚发布最新的奖励悬赏，谁杀掉云飞，家族奖励200万软妹币。随着为首之人这话一落后，全场所有飞羽成员眼睛都红斜起来，头顶上像淋过鸡血一样。200万啊！在2012年，买房买车娶老婆都足够了。顿时，所有人都激动起来，一副不杀云飞誓不罢休的模样。冲啊！杀死云飞！我要200万！为了200万，干死云飞！200万是我的，我拿定了！重赏之下，必有勇夫！群情沸腾。人群中，寡人略微点头，暗道：虽然这飞羽潇潇这个女人有点冒失，倒还算个有点脑子花瓶。与此同时，明宫2层深处，把洛星辰与爱跳舞安置在安全区域后，江云飞已经展开了行动。看了眼变异后的目光天宇技能，还有持续10分钟的时间，江云飞脑海里顿时有了主意。或许是由于使用升仙石后，将所有水系职业技能提升到真武觉醒级别，导致现在尸化后，江云飞不仅能使用水系技能，并且在尸化状态中，真武觉醒技能全都上升为中级阶段，被提高1个级别。所以施展目光天宇后，江云飞的光翼都变成了一对恶魔血翼，持续飞天时间从原来的2分钟延长为15分钟，目光天宇技能的 CD 时间为15分钟。这也就意味着处于尸化状态下的江云飞可以不停歇地使用目光天宇。当然，尸化状态只有半小时，半小时后一切将恢复原状。飞羽家族准备好迎接我的报复了吗？江云飞眼神森寒，恶魔血翼震动后化为一道妖光，顷刻间没入明宫2层的最深处。与此同时，飞羽家族的700多人正群情激涌地击杀一只又一只拦路的怪物。想到200万奖励，每个人的血液都在燃烧。5分钟过后，轰！突然，自明宫2层的最深处传来轰隆轰隆的巨大动静。众飞羽家族的成员感觉地面在震颤，似有什么庞然大物要从明宫2层的深处冲出。兄弟们，不要怕，我们这么多人，不论前方有什么，哪怕是出现一头 BOSS， 我们也能将他推倒。随我继续前进，诛杀云飞。飞羽潇潇与八杰死亡后，这里目前由飞羽一剑为主，他安抚着众人，大声高喝。下一刻后，飞羽一剑与众飞羽家族成员看到，从深处空中飞出一个速度很快的血光人影，是云飞。兄弟们，我们的200万出现了，杀掉云飞，拿走200万，杀呀！哥，这混蛋来了！隐藏在人群中的王公子立刻就忍不住的要掏法剑。蠢材，没有我的命令，不要攻击他！寡人立刻喝止王公子。此时，飞至飞羽家族众人头顶上空的江云飞，他双眼如炬，以广寒精确格挡身前，同时扫视下方。他在找人，找之前一次打掉他1500加血以上的王公子与寡人。嗖，下方300多名飞羽家族的远程职业释放出无数刺目耀眼的技能，如箭雨一样破空打向高空中的江云飞。叮！顿时间
无数的系统提示炸屏一样响起。-1、1、2、2、3、5，-20、30、22，数不清的伤害先后于江云飞的身上炸开。诗化状态的江云飞，所有属性翻倍，防御亦如此。而且他还处于目光天宇的技能中，遭到伤害减少 50%。明梦魔护佑这件护手装备附带减少 15% 的术法伤害，各种高减伤加上他超高的防御叠加在一起，导致无数飞羽家族的术士职业攻击他，连防御都破不开，能出超时的伤害都很少。但蚂蚁多也能咬死大象，何况是300多人一起攻击他。不过1-2秒的时间，江云飞就被打掉一半的血量，他立刻掏出一个终极回血丹丢入嘴中，果然警觉。人群中的寡人与王公子没有露头，也没有出手攻击，导致江云飞无法锁定他们的位置。轰！听到后方传来的动静，江云飞也不敢再拖，他抬手2个技能先后甩入下方人群之中。水龙啸跃、洛神之罚，2个超大群攻在诗化状态下释放，如同目光天宇一样出现变异，化为恐怖血色魔龙与生灵的巨大魔掌，毁天灭地一般的压入下方。2个技能的攻击距离覆盖范围足达60乘以60米，至少有200多名飞羽成员被波及，头上皆炸出一片超5000加的巨额伤害。顿时场面就像割稻谷一样，下方的飞羽家族被江云飞2个技能杀掉足足200多人，堆满了一地的尸体与装备。而且江云飞故意没有攻击飞羽家族的后排，导致挂掉的200多人全是最肉的前排战士职业。放完2个技能后，江云飞血量再次被飞羽家族打掉一半。他略作一顿后，直到血量降至只剩1/3，才又掏出一枚洛星辰给他的1000块一枚的昂贵高级回血丹丢入嘴中。暗中的寡人太能隐忍了，江云飞故意放缓吃回血丹的速度，就是看能不能引他出现。但对方依然没有上钩。哦！与此同时，在地震山摇之下，后方出现了一头庞大无比的恐怖魔影。他是明宫2层的首位 BOSS，28级的黄阶高级 BOSS 西渠。西渠身高3丈，体长约4丈，青角牛头，赤毛虎身，火焰长尾，齐胸齐势，比明宫第1层 BOSS 巨飞还要有压迫力。BOSS 西渠的出现自然不会是意外，他就是江云飞故意引出来送给飞羽家族的一份大礼。江云飞飞至100米多高，令飞羽家族多数远程职业再也无法攻击到他后，遥遥一记雪爆砸向出现的 BOSS 西渠的牛鼻子上。哦！受到挑衅， BOSS 西渠嘶吼如狂雷，形成飓风一样朝4面8方散开，然后兽瞳发红，如爆发的山洪一样朝着飞羽家族还剩下的500大军杀来。因为江云飞在飞羽家族众人的头顶上，他攻击 BOSS 西渠自然会让 BOSS 认为飞羽家族的人皆是他同伙。云飞，你个天杀的，你太恶毒了！人群中的飞羽一见气到全身发抖，知道被江云飞算计了也毫无办法，他只能发起指挥，所有近战切成防御形态，依然顶在最前方，辅助术士给他们加好状态，盯好血量。远程攻击职业，给我输出！看到已经飞走的江云飞，飞羽一见是又恨又气，却又无可奈何，这种憋屈感让他整个人血压都上来了。飞羽家族的前排总共才300多人，江云飞刚才一次杀掉他们200多前排，失去大量的前排后，面对这么恐怖的 BOSS， 飞羽家族岌岌可危。而被江云飞引来的 BOSS 西渠速度又快又猛，飞羽家族成员众多，想逃也逃不走。要想活下去，只能是硬着头皮面对 BOSS 西渠。人群中，王公子也是气得浑身发抖，他不由破口大骂：云飞这狗东西太无耻，太不要脸，太不是东西了！他竟然把 BOSS 引出来，实在恶毒至极。这天杀的，我真恨不得食其肉，啃其骨。寡人倒是很平静，一把抓住暴跳欲狂的王公子就往后溜。他是怎么知道有 BOSS， 并对这个明宫地图这么熟？寡人带着深深的疑问，趁人不注意，拉着王公子离开了飞羽家族的阵营。与此同时，明宫深处的某个隐蔽凹地内，江云飞在即将失去目光天宇与诗化状态时，从空中落下来。哇，云飞，你这是杀了多少人？名字都红到发黑了。看到是江云飞回来，爱跳舞第一个跳出来，惊讶地盯着他。刚刚2个群攻技能杀掉飞羽家族200多人，加上之前杀的100多人，江云飞手中已沾上300多玩家的鲜血，名字不红到发黑才怪。他现在若是挂掉，妥妥地等级清零，装备爆金光。情况怎么样？怎么听到远处乱哄哄的？洛星辰问道。江云飞朝他2人一笑，道：我把2层的 BOSS 西渠引出来，送给了飞羽家族做大礼。哈哈，你真是太坏了，我真想看看飞羽家族的人现在有多惨。爱跳舞兴奋的脸蛋通红。再过10分钟，你俩就能脱离战斗状态，便先回城吧，然后找个隐蔽的地方洗干净红名。
我等1-2个小时后再回去摘他们的桃子。这个 boss， 我要做的仅仅是补刀。江云飞坏坏一笑。第79章，奇葩帅男。与此同时，118号新手村内，被江云飞杀后，飞羽潇潇已经从11级掉到9级，他被强制送回了新手村里改造，脸色阴沉到跟乌云一样难看。想起江云飞，他是恨到心肝肺都在绞痛。看着身后30几个一起被送到118号新手村的飞羽成员，飞羽潇潇深深地吸了几口气后，走，随我一起去杀 BOSS， 争取以最快速度升上10级。脸色难看到爆的飞羽潇潇带着30几个垂头丧气的成员，正要离村之际，刷刷刷，一道又一道的白光接连不断地闪现在新手村之内。这些人不是刚进入游戏的初生玩家，全是有着部分装备等级达8级以上的飞羽家族成员。飞羽潇潇秀眉一跳，脸色惊怒，急忙给飞羽一剑打去语音。怎么回事？为什么会有这么多成员被送回新手村里？潇潇姐，云飞那个阴险卑鄙的无耻混蛋，跟吃了药一样猛，他2个技能就杀掉了咱们200多人不说，他还将明宫第2层的 BOSS 给引出来，祸水东引。现在我们缺少大量的肉盾战士，面对黄阶高级 BOSS， 情况很不妙。听完飞羽一剑汇报完情况后，飞羽潇潇的整张脸蛋已经黑到跟煤炭一样，人气的差点昏厥过去。云飞，我不会放过你，我就算付出一切，也要把你从神坛上拉下来。不歇斯底里的吼上几句，发泄发泄，飞羽潇潇他整个人都会爆炸。118号新手村内突然多出上百名飞羽成员，吓得无数新手玩家们躲他们远远的，像看到瘟疫一样。尤其是飞羽潇潇那一嗓子，更令好多新手村玩家觉得他们不是善类。我操，哪来的疯婆娘，这么没有公德心，大喊大叫的，不怕吓到小朋友吗？就当所有新手玩家们把飞羽潇潇他们当洪水猛兽一样看时，却有一个十分不合时宜的声音传来。发声之人绝对是一枚妥妥的英俊型男，他脸如刀削，剑眉飘逸，眸子深邃，有一头古装般的披散长发，表情略显张狂，可十分帅气的面庞下，嘴角挂出的那抹邪笑，却又让他给人一种奇特的男性魅力。看神看，说你呢？你让大喊大叫，就算吓不到小朋友，吓到花花草草也是不好的吗？邪笑帅气的男子无视飞羽众人那杀死人目光，大大咧咧走上前来，指着飞羽潇潇的鼻尖：哟，还是个美女啊！邪笑男子立刻眼睛发亮，表情渐渐十分轻佻的用手指朝着飞羽潇潇白嫩的下巴轻轻一挑，然后摆出个自认为很帅的姿势。美女，认识一下，在下 HN 吴彦祖，年方18，帅气貌如花，家里刚刚拆迁5套房，天朝第1名校帅男系毕业生，无好男青年，无不良嗜好。美女，咱们交个朋友吧。邪笑帅男说着，还朝飞羽潇潇抛去一个挑逗的媚眼。飞羽潇潇何许人物？堂堂飞羽家族的2把手，无数人只敢远观，不敢亵渎的女神。此刻在游戏里居然被一个奇葩男给调戏了。飞羽潇潇被气得伟岸雪白的事业线深深的几个起伏抖动，他白皙的额头上青筋都快要爆出来。滚！什么？你要先加我微信？邪性帅气男大嘴猛张，高声叫道。他这一声高喊，令得本来想上来围住他飞羽家族成员瞠目结舌。啊，晚上还要约我一起吃饭？邪性帅气男的声音如喇叭一样，整个新手村都传开了。不好吧？会不会进展太快了？其实我觉得咱俩应该省去那些华而不实的过程，要不直接去开房吧？邪恶帅男的声音令飞羽家族众人全部傻了。靠！难道潇潇姐喜欢帅气型男？这就看对眼了。但会不会太轻佻了？随随便便就答应人家？操，没天理！我这样帅的盛世容颜，潇潇姐都没正眼看过我一次，怎么突然跳出个小白脸，她就迫不及待从了？不是说潇潇姐跟咱家族老大飞羽天下才是一对吗？一众离得远的飞羽成员本是想冲上去将这个不知死活敢调戏飞羽潇潇的邪性男子大卸八块，可瞬间全部停下动作，表情傻了一样停在原地。要是飞羽潇潇真看上了对方，他们才不会傻不拉几上去自讨没趣。美女，走走走，咱俩还是先去游戏里聊聊人生，谈谈理想，互相了解了解。你的主动让帅气纯洁的我有点缓不过来。邪性帅气男说着就伸手捞过飞羽潇潇的柳腰，半推半抱，动作极度暧昧，令所有飞羽成员大跌眼镜的同时又恍然大悟。操，原来平日冷傲的飞羽潇潇内心这么狂野啊！混蛋，你真是找死！飞羽潇潇肺都要气炸了。他是何人？何曾被人如此当众调戏过？还是众目睽睽之下被人调戏？他本就因江云飞被气个半死，现在又不知道从哪跳出这么个奇葩，胆大包天，脸皮其厚，对他动手动脚。他连想咬死对方的心都有了。飞羽家族成员，给我砍死他！
把他给我杀回零级，然后派人24小时在复活点守他，出来一次杀一次，我要让他永远也别想离开新手村。听到飞羽潇潇暴跳如雷，像被摸了屁股的母老虎一样咆哮起来。众飞羽家族成员才瞬间反应过来，好家伙，这个邪教帅男真 TM 胆大包天，自导自演，当他们所有人面调戏飞羽潇潇，他们还差点就信了。下一刻后，上百个飞羽成员一个个像要吃人的野兽一样冲向邪教帅男。哎呦喂，美女，别人都说把鸟才无情，咱俩还没有到那一步，你怎么这就开始翻脸不认人？看到上百人冲向自己，邪性帅男吓得撒腿就跑。当跑出新手村门口后，似反应过什么时，邪性帅男立刻惊声惨叫：我靠，我傻逼了，里面是安全区，跑出来才是作死呀！说着，帅气邪男掉头就要往新手村内跑，但显然来不及了。瞬间50几名如狼似虎的飞羽成员已经围住了他。救命啊！有人光天化日要抢良家少男，我就不长着一张英俊帅气的脸吗？美女，你实在垂涎我的美色，说一声就行，我从用不着叫这么多人。哎呦喂，各位大哥，手下留情，不要打脸，我 HN 吴彦祖是靠脸吃饭的。被数十飞羽家族成员围殴的邪性帅男惨叫不绝。飞羽潇潇若非顾忌身份，他此刻都想冲上去给那胆敢调戏他的不怕死奇葩来一顿拳打脚踢，发泄发泄。走，你们随我去打 BOSS。 其余成员将那可恶奇葩挂掉后，留下3个人24小时蹲守他复活点。飞羽潇潇用力擦拭着被奇葩摸过的下巴与抱过的细腰，她是一个有洁癖的高傲女人。哎呦喂，老哥，咱们不说好打人不打脸吗？老弟，你过分了，我这里你真不能踢，会断子绝孙的。兄台高抬贵手，请给我 HN 吴彦祖最后一点尊严。已经走出新手村，正要带人远去的飞羽潇潇柳眉一蹙，感觉有点不对，这可恶混蛋怎么还那么有活力？50多名飞羽成员殴打他，按道理早就挂掉了，怎么声音越来越生龙活虎？疑惑之间，飞羽潇潇回头一望之后，顿时是全身一震。殴打奇葩男的50多名飞羽成员，这才多久，竟然只剩下不到11人，而且一个个如临大敌，脸色发白的散开着。嘿，大哥，你也太损了！前面招招阴狠，专对我命根子下阴招，就不能像我一样打架堂堂正正、光明正大吗？此刻，奇葩帅男话是说的义正言辞，他人却是朝着一名还剩下半血、被打倒在地的飞羽成员拳打脚踢，而且招招踢人下面。那个还没挂掉的飞羽成员，想死的心都有，身子痛得弓成虾状，双手死命捂着下半身，眼神里说不出的惶恐。他的要害已经被奇葩帅男踢了不下于10几脚，现在是痛不欲生。混蛋，你究竟是什么人？居然装疯卖傻，与我飞羽家族作对！飞羽潇潇素手一挥，身后50几名飞羽成员立刻围了过去。奇葩帅男最后一脚重重跺下，命中地上那男子要害后，对方头顶上的血量终于掉光。死前，这个飞羽家族的成员脸上又是眼泪又是鼻涕的，居然还露出一种解脱的欣喜，看来是真被折磨怕了。这时，邪性帅男轻轻摇头，一甩长发，用手往后一顺，然后朝飞羽潇潇眨了下眼皮，放电道：本来只想以普通身份和你们相处，谁知道换来的全是你们的暴力。好吧，不装了，摊牌了。没错，我就是人见人爱，花见花开，绝世涅槃内第一型男，我欲飞天。美女，约吗？飞羽潇潇俏脸发紫，杏牙一抿，把这个装模作样的混蛋千刀万剐。下一刻后，60多名飞羽成员直扑我欲飞天。第80章，我是飞羽家族的扛把子。我欲飞天脸上的浮夸转瞬即逝，星辰一样的眸子寒光闪动，立刻发动天师职业技能霸体。只见他整个人身上立刻蒸腾出一层层淡淡白色的气息，其攻击力、移动速度在霸体状态下瞬间增加 20%。 面对60多名飞羽成员杀来，他手拿一把普通装备的钢刀，整个人化成凶影，直接冲入对方人群中。噗，刀光闪过，刀影从3名飞羽成员的咽喉处一闪即逝。要害攻击，3人头上飘出999，爆出装备倒地。中途切成格挡，硬抗10几下攻击后的我欲飞天，他纵身一跳，离开地面3米高，又是斜手一刀，刀锋自5名敌人后颈划过，肉开骨断，5人被秒杀倒下，并且我欲飞天被打掉的血量瞬间回满。只见我欲飞天如同虎入羊群一样，身法奇快，操作更是让人眼花缭乱。他所受每一次敌人攻击都恰到好处与及时的切成格挡，令敌人的伤害最低化。他的攻击鬼斧神工，快如闪电，招招命中敌人要害。不过30秒的时间，飞羽家族已经倒下20几人，全部各掉1级，
爆出大量的装备与药品。我玉飞天神勇无匹，几乎没有一个人能让他发出第二刀。阵型散开，对他使用控制技能。飞羽潇潇看出来了，这是一个扮猪吃老虎的超级高手。他不知道自己哪里又得罪了这样一号猛人，但很快飞羽潇潇便脸色无比难看的发现，我玉飞天免疫一切控制，所有控制技能无效，并且对方激战到现在一枚回血丹都没有吃过，血量每次被打下去一点，随着我玉飞天攻击过后，血量便又立刻回满。吸血，这个阶段的新手村玩家绝不可能打出吸血这种极品装备，唯一的可能是这个我玉飞天是隐藏职业，有吸血被动。又是一个云飞，难道我飞羽家族连一个新手村的玩家都对付不了了吗？飞羽潇潇越想越气，立刻在队伍里发布命令，让被挂掉的飞羽成员立刻从复活点出来，继续加入战斗。今天就不信这个邪！飞羽潇潇不相信他们飞羽家族还能被一个名不经传的小子给欺负了。10分钟不到，飞羽家族上百成员除飞羽潇潇之外，几乎人均各掉1级。新手村门口的大型 PK 吸引了无数新手村的玩家们围观。我操，原来我玉飞天这么猛啊！以一条百，还好昨天我没有抢他的 BOSS， 不然可真是找死。几个新手玩家惊声道：哇，咱们118号最帅的村草果然牛掰，不但人长得帅，实力还么强，真得好想和他组 CP。 无数花痴女冒星星道：哼，我玉飞天这小子才学了我不到2层的本事，就到处招摇撞势，欺负弱小，真是太不像话了，改天我要好好教训他才行。另有一个大嘴男昂首挺胸，指着人群中大展凶威的我玉飞天，老气横秋的摇头道，立刻引来一片鄙视的嘘声。混蛋，混蛋！我玉飞天的强悍比当初在新手村的江云飞还要变态。江云飞当初打他们30几人，还是利用隐身符与拉扯距离，可这个我玉飞天完全是不讲道理的硬刚。他的血量上限最少超过1200，防御减伤程度比拥有一身装备切成防御的枪战士都坦。更离谱的是，他无视控制加吸血，若非没有群攻技能，对方简直要逆天。所有人退回新手村安全区，准备集合阵型。飞羽潇潇感觉到这样下去不是办法后，立刻发出命令。而早就被打怕的众飞羽成员像是逃难一样跳回安全区内。你们不讲武德呀，打得好好的，怎么全退回安全区呢？我玉飞天满脸的失望，一边捡地上的装备与各种药品，一边摇头指向众飞羽成员。飞羽众成员是恼怒又羞愤，真 TM 丢人。他们打不过榜一云飞也就算了，回到新手村里，居然100多个人被一个奇葩帅男给欺负了，对方一人硬生生打得他上百人躲回安全区，这真是没脸见人了。我玉飞天，我不管你受到谁的指使，与我飞羽家族作对，今天我跟你没完。集合所有飞羽成员后，飞羽潇潇这次排好阵型，70名近战，以防御形态围成铁桶一样，将他与所有远程职业保护中间。以这个阵型聚集在一起，攻守兼备，就像是一个装甲车一样。飞羽潇潇就不信了，这样还杀不死我玉飞天？美女，其实你不用舞刀弄枪对付我，悄悄告诉你，我最怕女色，你色诱我吗？我保证精尽人亡在你的石榴裙下。我玉飞天再次朝飞羽潇潇抛去个媚眼，挑逗道：狗嘴里吐不出象牙，给我冲出去，杀了他！飞羽潇潇要被这个奇葩气疯了。我玉飞天之前能大杀四方，一人打100多名飞羽成员，全是因为他们阵型分散，攻击不集中。此刻他们形成装甲坦克一样的阵型冲出来，就是我玉飞天也有一点难办了。只见我玉飞天冲上来，朝对方最硬的前排连砍4、5刀，不仅没有能秒杀对方，反而自己被对方的集火打得血量骤降。哇，你们太无耻了，我不跟你们玩了。我玉飞天第一次脸上露出慌乱，同时掏出敌人爆出的回血丹丢入嘴中。这是战斗到现在我玉飞天第一次啃回血丹。看到阵型奏效，飞羽潇潇的脸上终于露出一许笑意。加快脚步，不要让他逃了。飞羽潇潇娇喝道。却在这时，逃出100米开外的我玉飞天猛然回首，往口中丢入一个对方爆出的回灵丹，将灵力全部补满。炎葬！下一刻后，我玉飞天陡然飞天而起，然后在飞羽潇潇众人不敢置信的眼神下，我玉飞天竟然整个人化成一柄绝世无双的血色神刀，艮立天空。血色神刀10米宽，100米之长，如同一座刀山，引得四周风起云卷，刀气漫天。铮！刀啸震天。血色神刀以力劈华山之势分割了天地一般，呛啷落下，将所有亡魂直冒的飞羽成员，包括飞羽潇潇在内，斩于刀下。轰！所有目睹了这一幕的新手村玩家傻了一样，顷刻间便看到新手村的门口被血色神刀劈出一个宽达3米、长达10数米、难测其深度的巨大沟壑，而飞羽家族所有成员
全部团灭。所有飞羽成员被我玉飞天一个超级技能全部斩杀刀下。立时间，新手村的复活点内闪现出成片成片的复活白光，全是脸色苍白、欲哭无泪的飞羽家族成员。除了飞羽潇潇，他们人均掉了2级，有悲催耿直点的都掉4级了。许多人身上本来就没几件的装备，这回几乎都要爆个底朝天，连裤衩子都快要爆出来了。潇潇姐，我们还要去找那个变态吗？一个掉到5级的飞羽成员声音颤抖，小声问道。找，必须要找。哪知飞羽潇潇的语气无比的坚定，但反常的是，他的眸子内绽放的不再是无尽的恨与怒，反而像是发现绝世宝藏的激动光亮。下一刻后，飞羽潇潇迈着修长的双腿，居然一个人从复活点快步跑出，他朝新手村外追出去，一副就怕我玉飞天跑掉的样子。潇潇姐不会是被人打傻了吧？他这是要干嘛？兄弟们，我们还要跟出去吗？跟你妹，还跟？劳资从9级掉到6级，再去送死，号都废掉。就是劳资最后一件装备刚刚也被爆了，再出去拿石头跟人家拼命吗？显然飞羽众成员皆被我玉飞天打怕，打到骨子里生出寒气。正在外面乐滋滋的捡着敌人爆出来的装备与各种药品的我玉飞天笑的是嘴都合不拢了。他一边捡着装备一边哼着小歌。就在这时，一个香风倩影从新手村内跑出，朝他快步而来。这女人被我打疯了，还要出来送装备，好人啊！这种乐于助人的事我一定要成全他。我玉飞天捡完最后一件装备后，拔出背后钢刀，闪电一样的劈出，就要将飞羽潇潇再度送回新手村里。飞天，我接受你的追求。正要一刀结果了他的我玉飞天，也就是江云飞本人，他猛然懵逼。江云飞主身虽然在明宫第2层，但意念其实已经来到这具小分身。之前故作的轻浮，全是为了刺激飞羽潇潇等人送死。你要接受我泡你？江云飞有些反应不过来，下意识问了句。没错，只要你加入飞羽家族，我给你一个追求我的机会。飞羽潇潇轻轻顺了一下发丝，令他整个更显得娇柔可人。不得不说，飞羽潇潇确实算是一个美人，丰胸细腰大长腿，大眼瓜脸皮肤白。若非这个我玉飞天其实就是江云飞，换成其他人，面对这样一个白富美，说不定还真就从了他。正，江云飞提刀像开西瓜一样，从飞羽潇潇的玉颈处果断划过。不好意思，我是正经人，不接受色诱。接着他又捡起一件飞羽潇潇爆出来的装备，放入包裹。江云飞估计下时间，明宫第2层的 BOSS 飞羽一剑，他们就算损失惨重，现在也应该把他磨得差不多了。瞬间就要准备意念回归主身之际，可没想到飞羽潇潇这个执着到变态的女人再度从新手村内跑出来。擦，这女人还有受虐倾向。唉，好人难做，满足她吧。江云飞又要出刀之际，月薪100万，并且你加入飞羽家族，马上给你300万奖金，家族还提供你所需要的一切游戏资源。江云飞的刀锋距离飞羽潇潇的脖子仅剩 0.01 秒时，顿时10万火急的一个急刹车。美女，我读书少，你不会骗我这纯洁的孩子吧？江云飞眨巴着明亮的大眼睛，看上去天真又友善，道：叮，玩家飞羽潇潇请求加你为好友。叮，你收到玩家飞羽潇潇100万转账。美女，我不是金钱的奴隶。叮，你收到玩家飞羽潇潇100万转账。我不为金钱而折腰。叮，你收到玩家飞羽潇潇100万转账。其实钱不钱的我真不看重，真的，我是个纯粹的人。接着声线猛地提到老高，从即刻起我就是飞羽家族的扛把子。第81章，寡人现身。明宫第2层100米高的岩石之间，如蜘蛛侠趴附在那，神不知鬼不觉一样藏着的人影，正是江云飞。看着到账的300万软妹币，江云飞有点恍惚。小分身与江云飞很多方面都是共通的，如包裹共享、账户共用。我玉飞天收到飞羽潇潇300万转账后，便相当于江云飞收钱一样，所有的钱都到达了主身的账户里。江云飞暗暗咂舌，飞羽潇潇这变态女人到底是多有钱啊？眼不眨眉不跳，就是300万砸过来，一点也不担心自己的小分身我玉飞天会携巨款跑路。江云飞本来就急需要用钱，加上他与飞羽家族已是势同水火，所以面对飞羽潇潇的招揽，江云飞灵机一动，暗想用我玉飞天这个身份打入他们家族内部，说不定到时会有奇效。于是他便假意答应小分身加入飞羽家族。现在江云飞有 333.2 万在身，改天便可以去买套别墅，完成与刘晴的约定。哦，100米之下，黄阶高级 BOSS 西渠的咆哮声吸引回了江云飞的注意力。下方500多的飞羽家族大军在 BOSS 西渠的摧残下，此刻人数已不足100，仅剩最后80几个人。不过
BOSS 吸取那高达550万的超高血量也被磨得不足50万，保不准在飞羽一剑的带领下，他们剩下的80几个飞羽成员真的有机会推倒这个 BOSS 吸取。毕竟优胜劣汰，这个时候还能活下来的飞羽成员也算是他们家族的佼佼者。江云飞藏到岩顶石缝上已经很久，下方飞羽家族与 BOSS 吸取的战斗情况一直了如指掌。江云飞接下来要做的很简单，守株待兔，杀人夺宝。不过他并不着急，江云飞藏于隐蔽处，观察飞羽一剑他们与 BOSS 吸取战况的同时，更在寻找2条隐藏在暗中的毒蛇，那便是寡人与王公子。虽然这俩人一直未曾现身，但江云飞的第六感告诉他，他俩绝对未走远，必躲在附近的某一个地方，并且江云飞无比的确定，他2人想做最后的猎人，或许是最后关头抢杀 BOSS 吸取，但更大的可能，这2个阴险的家伙在等他的出现。兄弟们，加油！这头 BOSS 血量不足50万，我们胜利在望，把他杀掉，我们再一起去找云飞那王八蛋，把他扒皮拆骨，碎尸万段。飞羽一剑一边给众飞羽成员打气，一边隐晦地布置后手。他断定江云飞那混蛋十有八九会在最后关头过来抢 BOSS， 那时就是击杀江云飞最好的机会。虽然江云飞之前表现出变态的战斗力，但飞羽一剑深信对方不可能一直保持着那种恐怖战斗力，肯定有时间限制。黄阶高级 BOSS 有1%几率爆出玄阶品级的装备，就算不出玄阶级别装备，爆出黄阶极品，现在也是100万以上的疯狂价格。死了这么多兄弟姐妹，飞羽家族仅剩的这些人对于这头 BOSS 吸取志在必得。半个小时后 ，BOSS 吸取血量不足10万，他狰狞高大的体态也已经是伤痕累累，不断的喘着粗气。而飞羽一剑他们再度阵亡1半以上成员，现在只剩下35个人。说实话，飞羽一剑现在很慌。事到如今，他倒不是慌剩下他们35个人对付不了这头残血的 BOSS 吸取，而是慌张随时有可能杀出的江云飞，并且这个可能极大。你说放弃吧，飞羽家族牺牲了数百名弟兄，才将这头可恶 BOSS 磨到残血；不放弃吧，他们随时有可能为他人做嫁衣，被人杀掉，夺走 BOSS。凭眼下算他在内，35个成员对付不到10万血的 BOSS 吸取，或许能惨胜，但前提是江云飞不出现。但江云飞会不出现吗？这几乎不可能。所以飞羽一剑现在的内心是十分忧虑，对于击杀江云飞的想法，他是早就不抱希望了。一剑哥，咱们现在怎么办？一个亲信知道他们目前的状况，神色不安地朝飞羽一剑问道。走一步算一步吧，这头 BOSS 若是被抢走，我们也没杀掉云飞那王八蛋，回去肯定要被家族处罚。飞羽一剑一咬牙朝众人道，兄弟们，富贵险中求，拼了！杀了这头 BOSS， 我们算戴罪立功，都用最强的技能尽快解决这头畜生。好，30几名飞羽成员立刻不再做任何的保留，所有技能疯狂往 BOSS 吸取身上砸。快撤，这畜生又要放大招！飞羽一剑头皮一跳，当先朝后方逃去。随着一番石破天惊的可怕技能波动平息后，飞羽一剑他们35人再度减员近一半，只剩下18人。不过这时的 BOSS 吸取也走到了穷途末路，他血量不足3万，很快将倒在飞羽一剑他们的手下。这时飞羽一剑几人脸上不仅没有欢喜，反而个个更加紧张起来。他们边攻击 BOSS 边四处张望，就害怕江云飞会从某个地方突然跳出来。这种来自身心的压力令他们一个个满头冷汗。与此同时，100米开外一个极为隐蔽之所，哥 ，BOSS 快要没血了，我们还继续躲在这吗？王狂有些焦躁不安，很想立刻冲出去杀人抢 BOSS。再等等。王傲的话不多，只有3个字。又是5分钟过去， BOSS 吸取的血量已经不足15000的血，并且由于他濒临死亡，各方面属性大幅度降低，导致飞羽一剑等人对他造成的伤害越来越高。不过这时的飞羽一剑他们也只剩下最后8个人。哥，再等下去，黄花菜都要凉了。BOSS 只有15000的血了。王狂已经急不可耐。然而王傲依然只回复3个字，再等等。又是2分钟过去，飞羽一剑身边还有最后4人，但 BOSS 吸取的血量条仅剩8000不到。哥，8000血不到，再等，咱们就真的会错过这头难得的黄阶高级 BOSS。你难道要眼睁睁看着这样的肥肉被别人吃掉吗？云飞那王八蛋洪明成那样，肯定早下的回城，他不会再出现了。王狂急的声音都加重起来。有道理，上。王傲点了点头，朝王狂说道。王狂立刻激动的点头，从藏身的石头缝下钻出，掏出法剑，便是一道3味真火。然而他的3味真火不是攻击 BOSS 吸取，而是打向一名残血的飞羽成员。最后4名队员突然倒下一个，飞羽一剑惊怒万分，暗骂江云飞祖宗18代，这个阴魂不散的家伙果然在最后关头出现。
实在太 TM 无耻，卑鄙，不是人。云飞，你个王！话才骂到一半，飞羽一见先是一愣，然后脸上涌出无限的愤怒。王狂，你个混账东西，居然躲着攻击自己人！你想背叛飞羽家族？攻击秒杀一名残血的飞羽成员后，王狂也傻眼了。他哥不是说上吗？怎么他大哥王傲没出现？王狂正委屈无比之时，飞羽一剑，一个近战冲锋，撞在王狂身上，当场眩晕他3秒。你们继续杀 BOSS， 老子杀了这个反骨子！飞羽一剑眩晕住王狂后，便是3个技能连续砸在王狂的脸上。MD。这时就算是头猪也知道他又被他哥卖了。不过王狂钱多任性，早就凑齐一身装备，虽然是个火系术士，但在装备的增幅下血高防高。飞羽一剑硬是在3秒内都没有杀掉王狂，反而王狂从眩晕中结束后，一个终极回血丹便把血量拉回。这时岩顶上的江云飞是藏不住了，下方 BOSS 西渠只剩最后2900血。咻的一声，江云飞松开了抓住岩顶上的双手，人像跳降落伞一样急速下落。撬！血爆！血爆技能之光从广寒精确的剑锋上如同飞弹一样刷拉落上残血的 BOSS 西渠头顶，伤害3588。叮！恭喜您击杀黄阶高级 BOSS 西渠，经验奖励200万，功德奖励10。叮！您已升上20级。啊 ！BOSS 被抢了！云飞，我操你奶奶！3个飞羽成员气得近乎口吐鲜血，个个面容扭曲。若非是看到 BOSS 西渠爆出的金灿灿装备近在眼前，他们绝对要先去跟江云飞拼命。云飞，你个杀千刀的！飞羽一剑与王狂2人放弃了战斗，竟然默契度高到惊人的一致，异口同声，连骂人的话都一字不差。杀掉 BOSS 升上20级的江云飞，没有去理会抢 BOSS 爆出装备的飞羽3人，而是秒开技能目光天宇，同时将广寒精确形成格挡之态。果然，就这瞬息之间，仅快出 0.01 秒后，一个令他浑身剧痛、四肢发麻的雷电攻击秒速而到。负1523。叮！你遭受到玩家寡人的技能雷耀9天。江云飞眼神震惊，杀意直涌，将提前准备的好的高级回血丹丢入嘴中，血量值才瞬息补满。这时江云飞才发现100米开外，一个面容冷峻、蛇形眸子十分阴冷的人正表情很是难看地盯着他。这人不是别人，正是宁愿放弃 BOSS 的丰厚经验，也要先等江云飞出现，为一击秒杀他的寡人。寡人？江云飞的声音冷冽到如腊月的刺骨寒意，令人不寒而栗。第82章玄阶太羽龙雀。这个世上有人一见钟情，只需一眼便能确认对方是彼此一生伴侣，也有一种只需一面就能断定对方是毕生死敌，那是来自灵魂深处的水火不容。江云飞是第一次看到寡人的真面目，内心却无比确定对方是他势不两立、至死方休的那一种大敌。江云飞，寡人舌眸寒芒绽放，似乎要确认什么，故意喊出这个名字，想看看云飞是什么反应，但显然他什么也看不出。撬！江云飞手中广寒精确震动，剑锋颤鸣，正要猛烈还击之际，哪知堂堂等级榜前10之内的狠人之一寡人，他居然头也不回，也不知道对方使用了什么技能，就有一道天雷劈向他自己。对方被雷光照耀过后，刹那消失而去。江云飞眸心一缩，那寡人不知使用了何种技能，居然不战而逃。江云飞想追，但实在是找不到对方半点踪迹。而且 BOSS 西渠爆出来的装备已经全部被3个飞羽成员捡入包裹，他们3人已经在使用回城符。哥，你不管我了？与飞羽一剑对峙的王狂王公子顿时是傻了脸，面无人色。毫无疑问，最强攻击每秒杀掉江云飞的王傲，他没有十足把握对付江云飞，果断选择跑路，并且把傻子一样的弟弟王狂丢在了原地。此时江云飞第一时间没有处理悲愤绝望的王狂，他背后目光天宇震动，人如飞火流星，将回城到一半的飞羽家族那3个人全部秒杀。他们捡到 BOSS 西渠爆出的装备一件不漏，全部爆出，并且连他们自身的装备也各自掉了1-2件。黄阶高级以上 BOSS 爆出来的装备，非亲手斩杀 BOSS 之人，就算抢到装备，5分钟之内被杀，会100%爆出所抢走的装备。这也是江云飞第一时间任他们去抢装备，却没有作为的原因之一。云飞，你个挨千刀的混账！飞羽一剑看到江云飞把 BOSS 爆出的装备全部抢回去后，恨的是咬碎了牙，明知不是对手，却依然朝他发起要玉石俱焚的决心。然而对方还没有近身，便被江云飞甩手一个血爆，清空血量。跑到一半的飞羽一剑，身体仍然保持着冲锋的姿势，人却是一动都不能动了。撬！剑鸣声一响，从他尸体边飞过的江云飞，闪电一剑
从他脖子上抹过。虽然飞羽一剑已经死了，但再补上一剑，完全是江云飞本能的反应举动。补刀杀是上一世经历过灾难降临后，江云飞从骨子里培养出来的习惯。江云飞虽然主身是一个术士，但他与人战斗很多近战手段都是上一世继承而来的本领，不然有哪个远程能凶悍到经常近身秒杀敌人？王狂看到飞羽一剑被杀后，虽然对江云飞也是恨到咬牙切齿，但此刻却明智的选择转身就逃。他那阴险又可怕的大哥王傲在江云飞面前都要逃，他就是再蠢也知道打不过江云飞。然而没有跑出几步的王傲脸色骇然巨变，一个恶魔般的人影瞬息间来到他的面前。砰！江云飞一记高抬腿，重重落在王狂下巴，对方吃痛倒飞而起，飞出3-4米远后才刚刚砸地，根本没有来得及做出一个反抗动作，王狂便被江云飞一剑刺穿握住法剑的左手掌，把他钉在地上。啊！江云飞，你个混账王八蛋，老子跟你没完！有种报出你现实中的来历，你看我弄不弄死你全家！施法的握剑之手被江云飞钉穿，王狂再也没有任何反抗的余地，只能发出撕心裂肺的痛吼。江云飞丢出一枚回血丹，然后一脚强行踩入王狂嘴中，为他补充失去的生命值。王狂屈辱无比的被江云飞用脚踩住嘴，愤怒的人都要疯了，但他又骂不出脏话了，只能滋滋的怪叫。我问你答，告诉我想要的答案，我让你体面去死。江云飞知道对付这种滚刀肉富二代，最好的办法就是以暴制暴，以强横武力压迫到他害怕。寡人是不是你哥王傲？听到江云飞这一问，王狂眼珠子剧烈突出，右手抓起一块石头要砸向江云飞踩住他嘴巴上的脚。江云飞脸色一冷，从包裹里掏出一柄敌人爆出的剑，就欲把王傲另一手也钉在地上之际，突然江云飞的第六感猛然感觉到有难以形容的危险，他果断拔出广寒金阙，抓起死狗一样的王狂挡在身前。轰！一个狰狞触目的雷光刹那间而至，恰好命中江云飞身前的王狂，电得他是皮开肉烂，全身冒黑烟，头上更是炸出一个2888的恐怖血量。MD 是逃而复返的寡人，一击未中，再次偷袭失败的寡人暗叹一声可惜，瞬息间又使出隐藏职业雷霆术士的专属技能引雷遁。在引雷遁的技能即将带走寡人的一瞬之间，咻！江云飞的血爆技能瞬间打中被雷霆之光密布的寡人。负1443，尽管伤害极高，足以秒杀目前绝世涅槃内99%的术士玩家，但显然这99%里面根本不包括等级榜前10内的寡人。寡人再次以引雷遁的技能逃之夭夭。可恶！2次被寡人偷袭，每次都十分凶险。重生以后，江云飞在绝世涅槃内还从未吃过这么大的亏。他手持广寒金阙，将王狂的尸体一丢后，背后光一展翅，整个人如杀神一样飞天而起。对方的技能可以瞬间转移，但距离应该不会太远才对。现在目光天宇还有1分钟持续时间，江云飞要去追上他，斩杀阴险毒辣的寡人，但能挤入等级榜前10之内的没有一个庸人。在目光天宇飞天时限结束前，江云飞一口气飞出上万米都没有找到寡人的踪影。尽管很不愿意承认，但江云飞已经意识到，无论这个寡人是不是现实中的王傲，此人都是对他威胁极大的死敌。可恶！要是目光天宇能像在尸化状态时一样飞行15分钟，江云飞坚信阴险歹毒的寡人绝对跑不了。眼下名字红到吓人的江云飞，由于包裹塞满了装备，加之身上装备耐久要修，便也只能选择回城休整。5秒钟后，江云飞出现在5级县城内。这次收获之巨难以目测，包裹里大大小小的装备至少500多件，都是敌人爆出的。江云飞查看不过来，全部丢入寄卖平台，让系统智能估价售卖。这一批装备估计能卖200-300万，收获实在不小。等这些装备卖掉，加上已有的330万，应该足够在 WX 买个4合院别墅，完成对刘琴的约定。江云飞拿出 BOSS 西渠爆出的装备查看，一共有5件。第一件太羽龙阙，品阶玄阶下品，刀战士与隐藏近战职业可使用，使用等级35，属性隐藏，需鉴定。看到这把刀后，江云飞的眼睛顿时像灯泡一样发亮起来。玄阶装备还是刀战士武器，属性需要鉴定后才能知晓。绝世涅槃内玄阶以上装备属性都是隐藏的，只有鉴定过后才能使用。想不到黄阶高级 BOSS 西渠居然爆出了玄阶级别的武器，这要是拿去卖，绝对是天价神兵。江云飞敢打包票，太羽龙阙绝对是当前最强的刀武器。江云飞没有急着去鉴定，开始查看另外4件装备。明梦魔法靴，黄阶极品，术士及隐藏术士职业使用，生命加500，防御加150，
智力加45，移速120，附带神行主动技能增加15%的移速，持续10分钟，冷却30分钟，使用等级20。江云飞差点就要大笑出声，竟然是名梦魔套装之一。他立刻换掉原先的化云靴。叮！你已凑齐名梦魔3件套装，激发第2项隐藏属性梦魔天赋。主动技能可以瞬间刷新所有技能 CD， 技能冷却12小时，刷新所有冷却 CD， 这可真是太牛掰了。尤其适合江云飞，他现在是技能伤害虽强，但冷却时间一个个长得要死。多了一个梦魔天赋，江云飞所有技能可以瞬间使用2次，这对他战斗力的增加简直是提升了不止一个档次。因为这意味着江云飞可以连续2次使用最强神技诗化。江云飞视线转移，看向另外3件装备：名罗刹血镯，修罗皇阶极品套装之一；名恶魔之手，与世皇阶极品套装之一；幽兰护手，皇阶下品装。江云飞说不出的惊喜，明宫2层的 BOSS 西渠实在是太给力了，不仅爆出玄阶下品的太羽龙雀，还爆出3件皇阶极品套装的组件。幽兰护手虽然不炸地，但江云飞也顺手丢给了寄卖平台。接着江云飞把名罗刹血镯寄给爱跳舞，又把名恶魔之手邮给洛星辰，同时还把领空爆出的装备，包括他的妖血狂刀一起打包邮去。洛星辰与爱跳舞不知道在哪写红名，收到江云飞寄去装备后2秒不到，各自发来消息：好兄弟，够哥们。洛星辰只有6个字，却表达了无限感激。爱跳舞这小丫头则是哇，修罗极品套装。云飞，本姑娘爱死你呢。哎，真愁人，要不是你跟我一样高，就算家长不同意，人家也要你做我男朋友。江云飞擦了擦脸上的冷汗，这小姑娘真是什么都敢说。你啃我还不愿了。江云飞对小姑娘没兴趣，只心记着留情。江云飞又问了下阿秀的状况，她正在一个人升级，还是那个人，一样的声音，但阿秀的语气多了一分刚强，好像变了一个人。至于领空，似乎没在线，或许是被杀后觉得连累江云飞他们，自责下线了。江云飞打算下线后问问他什么情况。做完这一切后，江云飞打算去鉴定出太羽龙雀的属性。可鉴定装备的 NPC 看到名字红到发黑发紫的江云飞后，立刻惊恐大叫，像看到可怕的洪水猛兽。叮！玩家云飞，罪恶值过500，穷凶极恶，系统将在5分钟后对你发起追杀令。听到这个提示，江云飞瞬间傻眼。第83章绝世坐骑。游戏前期，玩家的罪恶值超过500后，会被系统发出赏罚追杀令，江云飞是知道的，但他记得自己明明才300加罪恶值啊，怎么会突然变成超500？江云飞猛然思想到什么后，意念立即投入到正陪着飞羽潇潇几人准备打 BOSS 的我欲飞天身上。打开小分身属性栏一看，靠，合着是小分身杀人的罪恶值全部转移到了主身云飞身上了。飞天怎么了？是这个黄阶下级 BOSS 不好对付吗？飞羽潇潇的声音很温柔，朝着风格大变，突然间变得很少开口说话的我欲飞天开口问道。闭！江云飞正烦着了，正要让飞羽潇潇闭嘴之时，猛地反应过来，他是在小分身的身上，立马改口道：没事，区区黄阶下级 BOSS， 你们买好瓜子板凳，坐下来看歌表演就好了。说着还朝飞羽潇潇抛去一个媚眼，然后便冲向对面的 BOSS。 江云飞应付完后，意念再次回到主身，小分身马上将升上10级，其属性成长率已能横扫一大片的玩家。就算是现在的江云飞，若与他的小分身 1v1PK， 在不开诗化状态的前提下，估计都是6-4开，足以看出小分身有多猛。但现在不是考虑小分身的时候，系统马上要对他发起追杀令，到时候没有任何安全区可言，系统会实时播报他的位置，所有玩家不分任何地点区域都能对他发起攻击，真是糟心。现在名字红到吓人的江云飞，别说鉴定装备，就是修装备买回血回灵丹都不可能。江云飞立刻就准备先出城，但由于他的超级红名状态，早在他回城的一瞬间就被无数的人盯上。所有人都知道，在绝世涅槃内，大红名就是移动的多宝怪，一旦被杀，装备至少爆一半。拥有极品装备的江云飞，此刻是城里无数玩家眼中的移动大宝藏。看着四周数不清的不怀好意的目光，江云飞就有些头大。叮！玩家云飞，穷凶极恶，系统将在接下来的12小时内对他发起追杀令。所有玩家在任何时间、任何地点皆可以自由攻击玩家云飞。成功击杀云飞的玩家将获得他全身装备，并奖励等级+3，幸运值+3，金币300，获得称号除魔卫道。叮！玩家云飞，你已经被系统发起追杀令，在接下来的12个小时内无法下线。若是被击杀，
将等级清零，爆出所有装备。系统，你爷爷的！听到这个提示，江云飞直接对着天空竖起一个大中指。叮！玩家云飞出现在雨国5级县城，坐标3349比4568。瞬间，全服震动。杀掉云飞的丰厚奖励让所有人激动沸腾。排行榜3的武器广寒精确正在云飞手中，那可是价值超100万的极品武器。谁杀掉云飞，不说系统的奖励，光是他那半身极品装备都能让无数人走上人生巅峰。此刻最高兴的莫过于飞羽家族的人。飞羽家族内部频道很少出现的飞羽天下突然给所有成员发布命令，所有等级超过12级的玩家立刻传送去雨国，跨国传送费用将由家族报销。立刻全服喇叭上响起一个声音：九剑仙、天仙家族等级超10级以上成员即刻出发雨国诛杀云飞。将云飞杀掉天仙家族4大人仙，双方也结下了仇恨。立刻又响起下一个全服喇叭，是王狂王公子发的：无论是谁杀掉云飞那个王八蛋，截图找我，老子私人奖励他100万，绝不食言。妈个蛋的，王狂这孙子，下次带到你一定要好好蹂躏他一顿。江云飞暗暗气道。第3个全服喇叭是飞羽潇潇喊的：同上，谁杀掉云飞这个挨千刀的，我飞羽潇潇私人再奖励你100万。不拜神话，云飞猛人，不要怕，投靠我神话家族，你做老大，我做老二，我保你无事。至尊宝，神话你个老玻璃，老 TM 跟老子抢人才，我迟早演了你，让你不能人道。至尊宝，榜一云飞，神话家族保不住你，加入至尊阁，我可护你平安12小时。当论坛上那段江云飞在庚金仙岛的战斗评议出后，傻子都知道隐藏的榜一就是江云飞。不拜神话，你奶奶的至尊宝敢跟我抢人？报个地点，来场群战，我的大刀已经饥渴难耐，非砍你这龟孙子姐姐可不可。至尊宝，哟呵，谁怕谁，万仙战场，谁不来是孙子。因为江云飞两个丝毫不弱于飞羽与天仙的顶尖公会，逗人玩一样就要开战。洛星辰，我出2000万，谁保护好云飞，我洛星辰给他2000万，立此为证，绝不食言。另外，一域倾城收全服第1块剑帮令，只要你有剑帮令，找我，价格任你开。当洛星辰霸气震撼的全服喇叭一出后，全服轰动，谁都能看得出榜10内的洛星辰绝对是个超级大神猴，居然要花2000万保榜一的江云飞平安无事，这也能看得出他二人绝对是过命的交情。不过洛星辰想收全服第1块剑帮令，现在就是有再多的钱也买不到，因为剑帮令需要玄阶以上的 BOSS 才有一定几率爆出。星辰是认真的。江云飞暗暗一怔，他在明宫2层说要创建势力，不是随口说说。作为兄弟，洛星辰想要创建全服第1个帮派，江云飞绝对会鼎力支持他。不过就在江云飞愣神片刻一记，脑袋顶上已经是成堆成片的攻击技能砸来，附近所有玩家眼睛红得跟鬼一样，都想杀掉他拿奖励。虽然洛星辰开出2000万保护好江云飞的巨额酬金，但那很不现实，而且很难做到，压根不如击杀江云飞，拿到随手可得的奖励更实际一点。此刻的江云飞拥有3件名梦魔套装，生命与防御再度增加1大截。5级雨国城里虽然人满为患，但大多是才刚升上10级的小菜菜，他们的攻击连江云飞的防御都破不开。于是江云飞的头顶上爆发出一片密密麻麻的易伤害，而且由于江云飞等级已高达20级，他全服最高，导致很多玩家击他都是 miss， 命中都不够，就是有大量玩家对他使用控制技能也全都被抵抗。绝世涅槃内等级超过5级以上有天生的隐藏属性优势，更何况江云飞比在场 99% 的人高出9到10级，这中间的巨大等级差距简直难以弥补。杀云飞赚大钱，走上人生巅峰，杀呀！突然一个高中生模样的术士玩家见到他的技能攻击云飞，老是 miss 之后，他居然匪夷所思地举起法杖朝着他脑袋顶敲来。靠！太 TM 侮辱人了，反正已经被追杀了，12小时内无法下线，江云飞也就不在乎更多的罪恶值，当下便是抽出广寒精确，一剑将这小学生斩飞，送他回去了新手村。下一刻后，江云飞又是一个水龙啸月加洛神之法，2个超级群攻技能打出，2大技能的强大威力下，当场将堵在城门口的所有玩家秒杀掉。地面上爆的全是满满的一片装备，但大多都是垃圾装备，连江云飞这么爱财的人都十分看不上。这2个群攻下去后，江云飞的罪恶值已经达到惊人的959，他的名字现在不是红了，而是凶神恶煞的黑了。好友栏里，洛星辰与爱跳舞表示要马上来帮云飞。
连阿秀也发来担心的信息。江云飞给他们统一回复：不用来，我能搞定。事实上，能不能搞定，江云飞自己也没有数。毕竟他要被全服的人追杀12个小时，或许躲回明宫地图的下几层去是个不错的选择。江云飞想到就要行动，他暂时不敢开目光天宇，这个技能要在关键时候保命用。接下来，江云飞一边从城内退，一边不断击杀一个一个毫不畏死冲来的玩家们。当江云飞杀到城门口时，他的罪恶值已经达到999。这时，江云飞眼心一缩，他发现城内传送点里出现一大批高质量的玩家，是飞羽家族与天仙家族的人马。江云飞知道现在不能硬拼，只能拖时间。他一记普攻杀掉一人后，就欲施展技能目光天宇，先甩开眼前的追杀者们再说。叮！玩家云飞杀人过千，十恶不赦，获得称号千人斩。千人斩增加所有属性 5%。叮！玩家云飞作为全服第一个杀人过千、十恶不赦的魔人，触发唯一隐藏任务。任务：万人图。任务难度：天阶9颗星。12小时内杀人过万，达到万人图目标，奖励随机绝世坐骑之一。唯一隐藏任务：奖励绝世坐骑。本来一心只想逃跑，安安全全度过12个小时追杀的江云飞，顿时眼神发红发亮起来。绝世坐骑，上一世连落水泱泱好像都没有。为了绝世坐骑，老子拼了！第84章，退入林内。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为了绝世坐骑，江云飞以血豹秒杀一人后，以目光天宇飞动，整个人飞至100米高空，然后点开平台拍卖系统。叮！您花费13万5千购买到黄阶中品装备夜游法帽。叮！您花费18万8千购买到黄阶中品装备落鹰护手。叮！您花费21万5千购买到黄阶中品装备玉虚浮沉。短短1分48秒的时间，江云飞花钱如流水，买齐了整套术士装备。才刚刚拥有的330万巨款，瞬间只剩不到8万块。绝世涅槃内，每个玩家至少可以装备18件装备。在此之前，江云飞身上连半身装备都没有，他一直想靠自己打 BOSS 爆齐整身装备。但眼下，为了那个唯一隐藏的绝世坐骑的任务，他直接下血本拼了。凑齐一身装备的江云飞，全身上下除了黑狼法衣最差，其余的都是黄阶中品的装备，整个人的属性涨了1倍都不止。种族：人族。称号：千人斩。属性正 5%。角色：云飞。职业：水系术士。等级：20。修为：玉清翼重天。属性加 1%。生命：4511。灵力：2555。攻击：1399至1599。防御：1200。根骨10。体197。力145。敏176。智678。幸运加6。功德点37。金钱448金16银91铜。看着这身属性，江云飞底气大增，人如流星一样唰啦落入地面，形成一阵扩散而开的狂风。杀掉云飞，爆出他所有装备，走上人生巅峰。看到去而复返的江云飞从天而降，城内数不清的玩家眼睛发红的嗷嗷直叫，悍不畏死，全朝他冲过来。这些一涌而上的皆是些自由玩家。城内飞羽家族与天仙家族的人马正在集合，要么不出手，一出手就要给江云飞带去雷霆一击。嗖！江云飞一剑远程普攻飞出，秒杀对他冲锋的一名枪战士，然后秒开神行技能，移速增加 15%， 持续10分钟。他纵身一跳，借城门口的障碍物，连续躲过无数冲锋技能，再次挥手一剑普攻飞去。又有一名玩家惨叫倒地。嗖嗖嗖嗖！这时，江云飞的头顶上飞掠而来密密麻麻、数之不尽的各种远程技能攻击，有羽式的镇神剑，还有水、火、风各系的术士控制技能。叮叮叮，无数技能打在江云飞头顶上，至少 50% 的技能全部 miss， 而能命中江云飞的技能，对他伤害就没有一个超过1的。虽然疯狂的自由玩家打江云飞伤害不超过1，但无数道攻击落下后，还是瞬间打掉他600加血量。但江云飞一点不急，反而嘴角含笑，一边利用神行的急速，一边后退拉扯之余，又是2记普攻飞出，负5888，负6699。又有2个送人头的自由玩家爆出装备倒在地上，2人的尸体被前仆后继的疯狂人群直接踩扁。之前是没钱，但现有了满身装备的江云飞，其属性之强就如同一个人形 BOSS 一样。一流高手之下，没有人可以打他破防，更没有人可以挨他一击不死。说起来也是多亏了飞羽潇潇这个好人啊。
若非他给出300万巨款招揽江云飞的小分身，他短时间内真没办法弄齐一身装备。接下来的5分钟内，江云飞的罪恶值达到1189，他再度击杀189人，但距离万人屠的目标还差得远。虽然疯狂的普通玩家们对江云飞很难造成威胁，但江云飞也担心被他们围上，会有高手从暗中偷袭他，所以江云飞一直是利用神行加速，边打边拉扯，保证自己不会被人包饺子。期间有无数的修罗职业自以为隐秘，想要偷袭江云飞，但很可惜，有黑狼法医的狼之视觉，等级又是全服最高的江云飞，一切隐身都对他没有用。目前一切还在江云飞的掌握中，但很快他便眉头一皱，因为飞羽与天仙家族出动了。这2个家族的人不像普通自由玩家，有人统一指挥，进退有序。江云飞目光一凝，还发现了在明宫被他杀掉的飞羽八杰与4大人仙，他们个个用仇恨的目光于远处恶狠狠地盯着自己。嗖嗖！这时2个急速破空之声掠至，速度快到连江云飞都避无可避。叮！你遭受到玩家飞羽天下、飞羽神王的技能攻击，接下来的3秒钟内无法移动，是2道镇神剑。同时江云飞的头顶上掉出455、388个血量。江云飞的等级是高，但飞羽天下可是榜10内的人物，对方的控制技能他无法抵抗。飞羽神王虽然没入榜10，但估计也是全服前50名内的顶尖高手。江云飞现在这么高的属性和防御，都被他们打掉这么多血，足以证明这2人不简单。防御这么高，人群中2个眼神精利、气质出众的男子很是惊讶，连他2人的攻击都只打掉江云飞800加血。可惜我的等级还不够装备，回风秦日月。飞羽天下暗暗一叹，立刻挥手，全部出动。霎时间，飞羽八杰与一众飞羽家族的高手速度极快，纷纷加入对江云飞的追杀。天仙家族的几大人仙也是一样，带着他们家族中的好手，通通加入战斗中。江云飞虽然被飞羽天下与飞羽神王控制住，不能移动，却依然能够攻击。他以普攻秒掉数人后，在10%的吸血下，血量早已不满。3秒时间已过，江云飞恢复自由，正要继续后退之际，咻的一声，一个呼啸而至人影，凶狠准猛，冲锋而来。是一个等级高达15的剑战士，他全身装备泛出光泽，手中宝剑掠动的异光，证明他一身装备的优良程度丝毫不弱于江云飞。叮！您遭受到玩家九剑仙的技能冲锋，将眩晕3秒。来人居然是曾经的榜10以内天仙家族的老大九剑仙。九剑仙是一个面如冠玉、白白净净的男子，脸上甚至透出一股书生气质，但下起手来却凶猛无比。重剑斩，破盾击，无物不破。晕住江云飞的瞬间，2秒不到，他便是3个强势技能丢出，同时又接上大量的普攻。江云飞的头顶上不断掉出-333、-334、-411、-111、-120。九剑仙硬是在冲锋眩晕的时间内打掉江云飞足足上千的血量。好在江云飞现在高达4500加血，防御还高达上千，不然九剑仙晕住他后还真有机会把他杀掉。与此同时，5大人仙中的4个剑战士也紧随而来，4个冲锋连续命中江云飞，但很可惜，他们被江云飞一人杀掉2级后，他们现在只有11级，他们的冲锋技能全部在等级压制下皆被抵抗。庚金仙岛被江云飞杀过一次的引剑仙也出现，他被刺加盲杀，还有诸多普攻不断捅在江云飞身上，及他们5大人先加上九剑仙6人之力，却仅仅打掉江云飞2300血。混蛋，这怎么可能？引剑仙脸色惨白，失去2300血量的江云飞仍然还有1半血量。先撤！九剑仙无比果断，立刻喝道：来都来了，就别走了。这时江云飞已经从晕眩中恢复过来，广寒精雀震动，寒光一闪，将想要隐身的引剑仙一剑扫他过咽喉，对方头上飘出一个3668。引剑仙表情僵硬倒地，爆出一件装备。江云飞再度一个雪豹加远程普攻，落向退入人群的天剑仙与地剑仙。2人头顶上依次跳起2565、2888。2人难以置信，他们都切成格挡形态，虽然剑战士不如枪战士可以达到伤害减少 50%， 可也能减少 35%。可饶是如此，他们都扛不住江云飞的伤害，纷纷倒地，并且他们爆出的装备被人群中普通玩家抢走。混蛋！退走的九剑仙3人恨恨不已。神行加持已经消失，江云飞不好深入，只能任九剑仙3人逃掉。这时嗖嗖，一连几道犀利的攻击射至，是100米外混在人群中的飞羽天下等人的远程攻击。江云飞抓起面前引剑仙的尸体挡在身前，
应受飞羽天下等人的技能攻击，同时还挡掉不少自由玩家的技能。接着把尹剑仙的尸体甩入人群中，再度一个血爆，攻击中一个普通玩家。负25889，出现了无视防御并暴击被动，江云飞血量瞬间被全部吸满。接着江云飞掉头就跑，没办法不跑，面前黑压压的全是数不尽的疯狂玩家要杀他，而且暗中还藏着飞羽天下与九剑仙这样的高手。尸化技能还没有好，江云飞暂时不想用梦魔天赋刷新技能，只能是先撤再说。很快边退边战的江云飞躲入一片茂密的森林地图之内，浩浩荡荡的追杀人群洪水一样涌入进来，吓得森林内无数飞鸟走兽惊慌失窜。眼下追杀江云飞的队伍至少有上万之众，人群之中不犯隐藏着顶级玩家。江云飞躲入森林的第一时间便挑中一棵100米大树，他像灵猴一样迅速爬了上去，引入繁密的枝叶中，大口地喘着粗气。被这么多人追杀是真替眼泪，他想先躲下喘口气歇歇。咦，云飞上哪去了？怎么人不见了？混蛋，堂堂榜一人物居然藏头露尾，不敢光明正大一战，实在太丢人了。闻言，躲在暗中的江云飞无语道 ：“MD， 你们上万多人打我一个，还敢恬不知耻的讲光明正大？说这话的混蛋，简直比他还不要脸。”第85章，绝世一剑，傲剑要9州。叮！玩家云飞出现在雨国5级县城外黑木森林，坐标4349比3568。没喘几口气的江云飞听到系统播报，直接想骂系统的祖宗18代了。这是压根不给他任何活路啊！嗖！当系统暴露出江云飞位置的一瞬间，立刻便是铺天盖地的各种技能，绚烂到如同流星雨一样缤纷，朝着他藏身的位置而来。轰！100米多高的黑木巨树在成千上万个技能的摧残之下，顿时像是拆毁的高楼大厦一样轰隆隆倒地。有数十个倒霉催来不及躲开的玩家被倒下的巨树压成肉饼，死得惨不忍睹。而以目光天宇躲开这一波攻击的江云飞，看到这一幕后，眼神顿时质量起来。下方飞羽天下与飞羽神王等高级别羽士再度朝江云飞释放出镇神剑技能。江云飞一直防备着他们，怎么可能这么容易着他们的道？他光翼一斩一阵，将这些控制技能全部躲掉。洛神之罚的 CD 已好，江云飞脸上冷冷一笑，施展洛神之罚，形成恐怖无比的水太神之手，从天而降，轰向飞羽天下等人。要是能杀掉飞羽天下等人，江云飞的压力能减少1半以上。但显然，这种超强还需要蓄力的群攻技能，对于真正的高手而言，想要击杀他们很难很难。洛神之罚巨手落下之前，飞羽天下等人早已逃离出技能的覆盖区域，而逃不走的人头上跳出成片10488的破万伤害。黑木森林的地上瞬间空旷出一片地来，全是黑压压的尸体与满地装备。江云飞看了下，他罪恶值已达1488，距离万人图任务目标还差8512，任重而道远。就在江云飞又是一个普攻收走下方一个玩家人头时，突然之间，笑！一个震彻长空的琴笑声如雷贯耳而来，霎时间，一雷一冰一火，3个快到让人反应不及的技能瞬息而至，命中了江云飞。叮！您遭受到玩家寡人的技能雷耀9天的攻击。叮！您遭受到玩家霜的技能冰封一指的攻击。叮！您遭受到玩家王公子的技能雷火天罡术的攻击。江云飞的头上跳出了3个让他都眼皮一跳的高额伤害：负777、负599、负511，并且霜的技能是控制冰封技能，在庚金仙岛上时，江云飞就被他用这技能偷袭过一次。江云飞立刻感觉到浑身血液冰寒，一层冰块瞬间涌升，将他整个人包裹于内。寡人、霜与王公子3人同时出现，并且他们3人踩在一只展翼有5米多宽的神骏大白鹰身上。江云飞整个人被冰封，要持续5秒钟，顿时失去飞天能力，从半空中急速坠下。在他坠下去的瞬间，江云飞发现寡人3人脚下那只神骏大白鹰头上的名字居然是夭夭。夭夭是召唤术士，虽然不是隐藏召唤术士，但他的召唤兽不知为何强出其他召唤术士不知多少倍。此刻夭夭竟然还变化成一头飞天大白鹰，载着寡人3个人出现。榜时前10以内同时出现3个，一起针对江云飞，都要把他从神坛上拉下来。哈哈，他掉下来了！兄弟们冲啊，杀掉云飞，踏上我们的人生巅峰！看到江云飞被冰封，从高空坠落，下方上万的人喊声震天，兴奋的哇哇大叫，音浪一波高过一波。与此同时，绝世涅槃论坛上忽然跳出一个可观看直播的置顶提示：直播头条：榜一云飞，
被系统追杀令直播全过程。虽然前面系统在游戏里公布了对江云飞的追杀令提示，但真正有能力花费上万软妹币的跨国传送费过来追杀江云飞的玩家不足千万分之一。突然跳出的直播提示吸引了千万万的玩家的注意，大家都想知道榜一云飞这一次会不会从神坛上掉下来。发起直播者正是绝世涅槃的官方代理飞鸟科技。虽然飞鸟科技无法对公测后的绝世涅槃做出任何更改，但仅仅介入直播游戏画面还是可以的。瞬间，这个头条直播人数从10万上升到100万，很快到1000万，没过多久居然要破亿，开创了直播界鲜为罕见的上亿巅峰流量。而直播解说正是飞鸟科技官方代言人天朝国民女神之一钱雪。不好，要完蛋了！榜一云飞被榜10强者之一的双偷袭中了冰封技能，他正坠落，这可怎么办？脸蛋身材颜值9分以上的钱雪在直播中忽然发出惊声，挑不出任何瑕疵的脸蛋上满是骇然。他动听的声音调动了直播间上亿人的心，直播间内顿时炸屏一样的交流弹幕光速般的开始交替。完了，榜一云飞完蛋了，肯定要挂，上万的人在下面等着他。还有榜10内的寡人、11、双、飞羽天下在针对。以云飞这个红名值被杀，绝对会等级清零吧？窝草！云飞后天跟飞羽神王的生死斗，老子可是下了50万买他赢。他要被杀回0级，我那50万不是要打水漂？天啊！老子还用这辈下了12万买云飞后天打赢飞羽神王，这下完蛋了！云飞，你可是榜一，你挺住啊！直播间炸屏一样的弹幕，数都数不清。与此同时，游戏里数不清的攻击技能比暴雨还要密集，先后覆盖向坠落中的江云飞。同时，人群下方的飞羽天下等人皆已释放最强的单体攻击技能，死神一样的攻向江云飞。江云飞的下落点位置，9剑仙与人剑仙、风剑仙，手中技能已经蓄势待发。江云飞摔下，若是没有死，他必将被他们3人与地面上7、8个千近战玩家蝗虫一样吞噬掉。看了下还剩下35分钟就将冷却的诗化技能，江云飞暗暗可惜。原本还想着诗化技能冷却后加上梦魔天赋的刷新 CD， 他可持续1小时的诗化状态，但现在显然不可能办到。他再不动用梦魔天赋刷新诗化 CD， 立刻会被杀死。就在江云飞要使用梦魔天赋时，敲！一个绝世剑鸣声如天雷般降世，有绝世一剑的冲天剑气化为一道闪耀天空的巨大能量剑冲向江云飞，引起风云变化。但这道绝世能量剑却并没有攻击江云飞，反而如同一座巨型剑山，将攻击江云飞的70%以上攻击全部挡下。傲剑耀九州，你这是要和所有玩家作对吗？半空中，银发蓝眸、气质冰冷无比的双发出愤怒万分的咆哮。你能代表所有玩家？一个霸气邪性的声音过后，已经高达17级的傲剑耀九州居然御剑冲天起，来到江云飞的身边，再度替他挡下大量攻击，这才保住落下来的江云飞没在半空中被人杀掉。谢了，没想到一面之缘的傲剑耀九州会在这关键时候出现，帮自己挡下必死一局，否则江云飞只能提前使用梦魔天赋。不用谢，我收过钱的，2000万。傲剑耀九州朝江云飞笑过后，一剑斩碎他身上的冰块，同时他的御剑之术也到达实现，整个人从高空坠落。庚金仙岛，傲剑耀九州把多宝兽输给江云飞后，知耻而后勇，便去挑战本职业难度极高的隐藏任务，因此实力猛增。傲剑耀九州这次出面帮江云飞，一是洛星辰许诺2000万，二是欣赏江云飞这样一个强者。尽管傲剑耀九州坏众人好事，但他不是红名，本身还是榜10内的超强高手，无数人虽然怒他，却不敢对他先下手。提前碎冰而出的江云飞立刻就一个高级回血丹丢入嘴中，同时一个血爆打入人群下方，秒杀一个玩家的同时，把血量拉回到4299，将近满血。目光天宇还有58秒将到实现，江云飞震动双翼，要飞上更高，避开下方蝗虫一样多的疯狂玩家。直播间内，国民女神钱雪兴奋大叫：天啊！关键时刻，傲剑耀九州出现了，他以绝世之姿化解了云飞的微劲，力挽狂澜，实在是太帅了。观看直播群众，靠，傲剑耀九州这么强吗？他挡下无数人攻击那一招技能，绝不弱于云飞的真武觉醒技能。某花痴女，傲剑耀九州还能御剑飞行，实在帅到爆！不行，我要跟他组 CP， 我要给他生猴子。张三 TMD， 傲剑耀九州这个杀千刀的，老子买了飞羽神王100万后天赢，他这就下云飞，真是害死劳资了。李四，可恶，就差一点点，他们就成功杀掉了云飞。王二，不行，劳资血压都要上来了。云飞，你 TM 的给我加油，怎么样都给我熬过12小时的追杀。
我可是把结婚的钱都拿来买你后天赢了。由于奥耀九州的出现，救下危难中的江云飞，令直播间内掀起海啸山崩一样弹幕狂潮。游戏中，江云飞还不知道自己现在的一举一动正在被直播中有上亿的人在观看。他正要纵身提高飞行速度之时，想走没这么容易。九剑仙在人剑仙与风剑仙的助力下一跃而起10数米高，然后于空中朝江云飞发动冲锋。刚落入人群不久的傲剑耀九州就要拔剑上再助江云飞一臂之力时，飞羽天下与飞羽神王二人同时一道技能雷光一样射向他，打断了傲剑耀九州的举动。傲剑耀九州，我劝你不要再多管闲事。飞羽天下寒眸冷冽，一字一句压迫性的盯着傲剑耀九州。第86章，红颜祸水出现。九剑仙不愧为知名的顶尖高手，就凭他这一手空中冲锋的操作，整个绝世涅槃内都找不出100人可以达到这个水准。但这次江云飞早有准备，甩出血爆命中凌空冲上来的九剑仙之余，同时双手握住广寒精雀，形成格挡。九剑仙的防御与血量极为不俗，以江云飞的攻击力加上技能，却只给他带去1212的伤害。虽然他的血量只剩下一半，但冲锋技能却成功命中江云飞。叮，格挡成功，伤害减少10%，抵消眩晕控制。看到冲锋控制被抵消，九剑仙脸色骤变，还要趁此连施技能攻击江云飞时，江云飞却朝他笑了。他一剑扫开九剑仙，同时连续2剑刺向对方的咽喉。但九剑仙不是寻常玩家，往嘴中吞入高级回血丹的同时，他以武器叮当叮当将江云飞2次弱点攻击全部瓦解。虽然瓦解，但九剑仙头上还是连续掉出2个血量，789、798。他的血量残了，而且此时是处于50米以上的高空中，九剑仙没有飞天技能，已经脱力要往下掉去。江云飞正要一鼓作气趁机解决掉九剑仙时，嗖的一声，一个寒风冷冽的攻击从脑后扑至，江云飞只能放弃攻击九剑仙，头一撇开，挥动广寒精雀刺向后方。叮当，广寒精雀与一根布满冰块的棍状武器击触撞上，是从大白鹰身上凌空跳下来攻击江云飞的双与江云飞对上一招后，露出一口森白的牙齿，冷笑连连。咔嚓！这时，一个从天而至的雷光轰向江云飞的脑门，毫无疑问是寡人的攻击。这种攻击技能是无法躲避的，江云飞只能咬牙一剑斩向雷光。顿时，全身微微一麻，握剑之手刺痛，险些连广寒精雀都要脱手。同时，江云飞血量被打掉976，才刚硬接了寡人一道技能，又是一道火焰与雷电交织的技能落下，打中江云飞的后背。这显然是王公子的绝招雷炎天罡术。云飞，你这王八蛋今天死定了！王狂对江云飞是恨之入骨。笑！雄鹰长鸣之后，化身成巨大白鹰的夭夭鹰击长空，形成狂风，以一对鹰爪朝江云飞扑抓而来，根本没法躲避，他只能再次硬扛。江云飞举剑斩向夭夭化为白鹰的大爪子。叮！一声刺响，江云飞被抓的朝后方倒飞出去，摔入林中。而化身白鹰的夭夭则以极快的飞速将双羽掉落下去的九剑先接住。下方傲剑耀九州想施援手，但是被飞羽天下等人强行拖住。看到江云飞被击落于巨树之上，下方上万玩家近战职业一个个疯狂开始爬树，远程职业则是一股脑的丢出技能，像一个又一个炮弹一样轰向江云飞所在的那棵巨树上。江云飞血量不足一半，高级回血丹与中级回血丹还在冷却中，得10秒后才能再次使用。他只能先咬下一枚初级回血丹，加300生命，然后纵身一跳，从这株巨树上飞向另一棵大树。瞬间，他先前所在的那株大树被无数人摧毁倒下，同时又有雷电火3种强大攻击再度追向江云飞。夭夭变成的巨鹰载着寡人几个继续追杀而来。毫无疑问，眼下对江云飞威胁最大的就是夭夭与寡人。夭夭能带人飞天，江云飞的目光天羽便失去优势。寡人的攻击力又强，还附带麻痹效果，十分难缠。加上还有个寒冰武者双与王狂助阵，最糟的是夭夭把九剑仙也一起带上，这一对组合完全有能力强杀江云飞。直播间里，主播钱雪紧张的都忘记了解说，甚至都忘记了他是解说，彻底被直播画面吸引。面对这么多顶尖高手追杀，江云飞能不能撑过去，根本无法预料。这会直播间的弹幕如火山一样在爆发。操，夭夭、寡人与双太不要脸了，他们本就是榜10内的超强者，竟然联手对付云飞。还有九剑仙跟那个一脸小人像的王公子，一看就不是什么好东西，有本事他们找云飞单挑啊。飞羽天下也不是什么好人，为了不让傲剑耀九州元首，竟然带着他手下飞羽八杰一起拖住傲剑耀九州。
且云飞自己找死，仗着级别高乱杀无辜，才让系统对他发起追杀令。对于这种恶人，11几人联手杀他，并无不妥。就是他们这是惩奸除恶。加油，11加油！带着寡人他们干掉云飞，他不配待在榜一。哈哈，云飞要撑不住了。上亿观众量的直播间内，有人支持云飞的，但也支持11他们的，各种意见都有。满屏的弹幕从始至终没有停过。直播间画面中突然跳出一个压住独裁，压云飞成功撑过12小追杀令，1赔20；压云飞失败的1赔1。不得不说，飞鸟公司太会赚钱了，仅仅是直播江云飞的视频，仅流量这一块就赚得盆满钵满。此时更是弄一出让人压住的手段，立刻花钱压住的金额就已破亿。压江云飞失败的金额高达 1.8 亿，压他成功的仅仅才100来万。显然眼前这情况，没有几人看好江云飞，保不准江云飞马上就会被人杀掉。这不，游戏里的江云飞已陷入危机，因为目光天宇已经消失，下一次使用时间是15分钟后。失去目光天宇 100% 的速度加成与 50% 的减伤，面对这么多高手与数不清的玩家追杀，他岌岌可危。轰！一道雷光落下，将某株大树炸断，接着又是一个3味真火落来，引起一片大火形成，浓烟烟滚滚。同时，双鱼九剑仙二人看到江云飞失去目光天宇后，二人直接从巨鹰身上跳下，落入森林之内，开始追向江云飞。而11化成的白色巨鹰则像飞机一样，死死锁定在森林内逃窜的江云飞，不断给背上的寡人与王狂创造输出的视野。下方则是望不到头的庞大人群在林下追赶，声浪震动整个林间。随着时间的推移，越来越多人加入追杀大军，从刚开始的上万，现在林间下方至少有5万多玩家，并且这个数字还在不断的上升中。此刻的江云飞只能依靠神行，以森林的巨树作为隐蔽，不断奔跑于枝桠之间，左窜右跳。血量实在危险之时，他就朝下方用血爆击杀一个普通玩家，给他回上大量的血。11化身的巨鹰背上，寡人眉头一皱，他也发现了下方的庞大追杀大军似乎成了江云飞的私人血库一样。他们好不容易把江云飞的血量压下去，可江云飞朝下丢一个技能，至少能吸回1000加的血，有时甚至直接吸满。我化鹰的时间还有5分钟，5分钟后再干不掉云飞，至少要半个小时后我才能化鹰。白色巨鹰11提醒着寡人说道。江云飞现在看似顽强，实则也快到极限，因为他不断遭受攻击，导致装备耐久大降。当耐久降到1/3以后，装备的属性也会随之下降。更要命的是，他包裹里已经没有回血弹。看了看还有4分钟就将结束 CD 的诗化，江云飞咬了咬牙，怎么也得再撑个4分钟。4分钟一到，就是他反击的时候到了。寒冰一指，就在江云飞于林间高处快速翻越逃跑之余，寒冰武者霜他的控制技能再度使出，一道极寒之光朝江云飞光速掠去。江云飞眉毛一跳，翻身就要躲开这个技能时，砰！一个黑影正是九剑仙，从20米外的树上一跳，朝他发动冲锋，速度快如闪电。一个冰封，一个冲锋，2个控制技能，江云飞至少会命中1个，因为他是人，还不是神。这一会，江云飞无比羡慕小分身的霸体解控技能，要是有霸体，他根本不用担心控制技能。最终江云飞还是选择躲开寒冰一指，应受九剑仙的冲锋一撞。寒冰会控制他5秒，冲锋才3秒。白色巨鹰背上，寡人顿时眼神一亮，看到江云飞被晕住，立刻就是雷耀9天丢出。王狂也使出他的雷炎天罡术，雷火交加的2个技能直接轰向晕眩中的江云飞。林下、双鱼九剑仙也各自使出他们强悍无比的单体攻击技能。刹那间，江云飞一动也不能动，连受4人不断的攻击，他4500加的血量以肉眼可见的速度在往下掉，2秒不到，血量被打到只剩850。江云飞扫了眼还剩下2分钟的诗化，虽不甘心，但还是决定使用梦魔天赋自救。可就在这千钧一发之际，一道温暖炙热的金色太极清光照耀在江云飞的身上，不仅化解了他的眩晕，还把他从850的血量瞬间拉满。叮！您接受到玩家红颜祸水技能大自在圣光术，生命恢复100%，1分钟内免疫任何控制效果。叮！您接受到玩家红颜祸水圣疾风术、圣斗战术、圣护体术、圣长生术加持，速度、攻击、防御、生命各增加10%，持续45分钟。第087章，做你女朋友。望着前方黑树下那一道窈窕的白衣倩影，他俏目回眸，若柳扶腰，似花朵万紫千红绽放，如翠柳春风几度拂晓。江云飞的心中莫名想起李延年的北方有佳人，
绝世而独立。一顾倾人城，再顾倾人国。红颜祸水那绝美无瑕的脸上正绽放着不可方物的笑容，在万人之中只身凝望着江云飞一人。江云飞亦朝他回望一笑：洛言，你这贱人，你敢坏我等好事！王狂的脸上愤怒到要爆血管一样，他声嘶力竭的在嘶吼。若非红颜祸水的突然出现，江云飞已经被他们斩杀。愤怒到失去理智的王狂直接遥遥一道3味真火打向红颜祸水，然而他的攻击才飞在半空中，便被从树中一跃而起的江云飞以身挡掉。-229。被红颜祸水的技能增幅过后，江云飞各方面属性再度增加一大截。嗖的一声，江云飞已经落在红颜祸水的面前。红颜祸水，对不起，我来晚了。江云飞，不，刚刚好。二人相视一笑后，近似配合了千万次，默契无双的一对人。江云飞微微一弯腰，红颜祸水那温柔如水的娇躯直接走了过去，一双纤纤玉手轻轻绕过江云飞的肩膀，玉臂环绕，十指相扣。嗖嗖！这时面临凌空而至、凶猛杀来的九剑仙与双二人，江云飞背着红颜祸水，如射出去的利箭一样，从二人的合攻之中一跃飞出，速度快如雷电。尽管身后是数万追杀大军，还有夭这等巅峰高手存在，但江云飞背着绝色的红颜祸水，二人如林中的人猿泰山一样，不断的躲过他们一次又一次凶猛的攻击。二人忽而腾跃上树，忽而纵身落地，左摇右摆之间，令追杀他们的人时无法靠近。就算寡人几个少有的攻击命中江云飞，但有红颜祸水在，一两个圣域数，江云飞便恢复如初，奔跑如风。接下来半个小时内，江云飞凭借着神行加上红颜祸水的圣疾风术，速度增加 25%。他借助森林地势的掩护，硬是让一众追杀大军始终无法包围他。夭已从化阴之中变回了人身，人还是那样妖娆与妩媚。他手持花伞，骑着一头召唤出的大白熊，还载着寡人与双三人紧紧吊追在江云飞与红颜祸水的身后。紧随着三人之后，便是九剑仙与飞羽天下二人。他俩奔跑起来，速度之快远超寻常玩家。接着便是咬牙切齿，不断在骂红颜祸水贱人的王狂与飞羽八杰等少数二线高手吊追在后方。最后面则是黑压压看不到尽头的数万追杀大军。老实说，若非是后方追杀太紧，令江云飞精神时刻处于紧绷中，否则背着红颜祸水这么一个大尤物，感受着他那惊人弹性的两大雄伟，他说不定还真会心猿意马。不过脑中闪过刘琴的面容后，他立刻平静不少，心中再无任何杂念，专心致志在思考如何脱困，完成万人图的任务。祸水，报警了！终于，江云飞似想到什么后，立刻出声提醒背后红颜祸水。红颜祸水一对如玉藕臂，加大力道环抱住江云飞，整个娇躯更是彻底贴住他的后背。这一刻，二人的呼吸、心跳、体温，对方身上的味道再无半点保留。目光天宇，在红颜祸水的一个娇哼下，目光天宇的一对水亮光翼陡然自江云飞的肩背后展开，光翼散动，星光点点，令趴在江云飞后背的红颜祸水被衬托的更是美如神飞仙子。嗖的一声，四周花草卷动，江云飞背着红颜祸水掠入天空，洒下一片光雨点点。事实上，江云飞早就能使用目光天宇，之所以不使用，甩开后方追杀大军，是他一直在想要如何完成万人图任务。就在刚刚，他脑中灵光一闪，已经有了主意，所以立刻启用技能。夭，你的化阴技能还有多久？看到江云飞带着红颜祸水飞走，寡人脸色阴沉地问道。夭灵眸闪动，回道9分55秒。可恶，这就让他逃了吗？双恨恨不已。想逃没这么容易，你忘了系统会实时播报他的位置。寡人阴冷作笑道。这时寡人收到他弟王狂发来的消息，哥，刚刚我问了咱妈，他说洛言陪他吃饭吃到一半，接到什么电话后就突然离开了我们家，要不要我派人找到他，让他强行下线？寡人淡漠回复，他毕竟是我们表姐，不用派人去找，随他吧。如果云飞真是江云飞，说不定他对我会有大用。与此同时，118号新手村内，随着又一个 BOSS 的惨嚎声后，黄阶低级 BOSS 倒在地上，掀起一阵灰尘。叮！吞噬 BOSS 成功，您的所有属性永久增加1。江云飞的意念才刚投入到小分身我玉飞天的身上，便听到这个提示。叮！恭喜您已经升上10级，由于您是隐藏职业，无需进行一转任务，直接获得一转属性增幅。擦！隐藏职业还有这样好的待遇？江云飞暗暗咂舌。叮！您将在30秒后被强制离开新手村。听到这个提示，江云飞心中窃喜，他的小分身终于能出山了，说不定还能帮助正处于被人追杀的主身。飞天，
恭喜你升上10级，你接到了什么级别的转职任务吗？飞羽潇潇俏脸微笑问道。我是隐藏职业，不用做转职任务。系统提示，我马上就将被传送离开。啊，这么快？飞羽潇潇有些遗憾，他还想跟着江云飞的小分身做转职任务，早点升上10级，离开新手村。怎么，你舍不得我呀？江云飞朝他玩味一笑，还故意用手抚了下他光滑的脸蛋。后方一众飞羽成员对此敢怒不敢言，还没有人敢这样调戏他们的潇潇姐。看着一会安静冷漠，一会又轻佻爱占他便宜的我欲飞天，飞羽潇潇很不适应，连忙推开他的咸猪手。飞天，你来我们工会基地的事考虑怎么样了？只要你来，条件任你开。这样一个潜力不比江云飞差的猛人，飞羽潇潇是铁了心要把对方死死绑在飞羽家族的旗下。想起主身正被飞羽天下他们追杀的这么惨，听说飞羽潇潇还是飞羽天下的女人，江云飞顿时来了个恶趣味，贴近飞羽潇潇，伸手搂住她的细腰，猛然贴近她耳边，热气喷涌道：这个问题咱不是说了吗？你若是给我暖床，我今晚就买机票去家族工会基地。我玉飞天这张俊逸又带着邪性的脸被他这样突然抱住，飞羽潇潇芳心一跳，立刻将他推开。再给你300万，你来工会基地如何？哎，潇潇，你这样很伤我的心，你就这么不相信我吗？我加入飞羽家族不是因为钱，真的是为了你这人。从我见你的第一眼起，我 HN 吴彦祖就彻底为你着迷，所以别说300万，就算是1000万，你若不答应做我女人，我也不会去什么工会基地的。看到我玉飞天这么无赖的样子，飞羽潇潇气得直跺脚。好了，不说这事，你马上要离开新手村，先去帮家族，不，帮我做一件事。什么事？杀掉云飞，只要你做到了，我就答应你的要求，做你女朋友。飞羽潇潇很坚定地说道。MD， 这女人恶毒呀，要我自己杀自己。但江云飞也只能装成高兴的要跳起来一样，还上前抱住飞羽潇潇，不顾他反对，就是朝他脸上香了一口。潇潇，你等着给我暖床吧，云飞他今天死定了。话音一落，分身我玉飞天已经被系统强制送离，而被亲了一口的飞羽潇潇则是傻愣了在原地，反应过来后气得娇羞的直跺脚。这个可恶的色胚，真是气死人。虽然外面一直传飞羽潇潇是飞羽天下的女人，实则他们都猜错了。飞羽潇潇至今还没有交往过男朋友。江云飞的小分身占完飞羽潇潇的便宜后，便选择了雨国国度，出现在5级县城之内。城内空荡荡的一片，因为几乎所有雨国玩家们都去追杀江云飞的主身去了。叮叮叮，才到雨国5级县城，江云飞的小分身就收到连续不断的邮件提示，一看全是飞羽潇潇发来的，竟然是一整套黄阶中品的近战装备，而且全是10级。江云飞激动的真想喊一句，这娘们真是好人啊，他的主身可是今日才凑满一身术士装备，分身仅10级，一离开新手村就得到一身黄阶中品装备，价值最少200万以上。飞羽潇潇还真是财大气粗。云飞，帮我去干掉云飞，我已经和天下他们提起了你加入了我们家族。说着，飞羽潇潇语气一顿后，声音突然有些变弱，杀掉云飞，我答应你的条件，做你的女人。话落，立刻关掉语音。江云飞愣了，这女人不会真看上我的小分身了吧？不过没有管这个，江云飞立刻控制着小分身找到鉴定 NPC， 鉴定玄阶下品武器太羽龙雀。由于主身与小分身包裹共享，在主身暂时安全的情况下，江云飞已经把大量的装备转到小分身的包裹内，包括这把太羽龙雀刀。鉴定费用10个金币，真 TM 黑。好在小分身在新手村常常单挑 BOSS， 这鉴定的钱还是拿得出来。交过金币鉴定后，江云飞拿起太羽龙雀刀查看。太羽龙雀刀玄阶下品，刀战士或隐藏近战职业可使用。攻击 411-666， 力量100，体质100，敏捷100，附带破甲，无视目标 30% 的防御，附带天刺，装备使用等级降低25级，附带龙雀一刀斩，主动技能召唤龙雀之魂，造成无视防御的强力群攻。CD 30分钟，装备评分3999，使用等级35。第088章，打错人了。看完鉴定出来的太羽龙雀后，江云飞简直惊呆了。这把武器简直不要太强，最难得是还附带天刺效果，使用等级降低25级。也就是说，小身我玉飞天现在就能装备这把排入装备评分榜2的顶级武器。太羽龙雀，刀锋8掌宽，刀长1米2，刀背龙纹，刀口锋锐，中间附有符文血槽，刀柄则是朱雀之手，十分威武与霸气。江云飞立刻将飞羽潇潇由来的所有装备穿上，又装备上太羽龙雀，
瞬间，系统就传来提示：叮，您的武器太羽龙雀已自动排入装备评分榜2。江云飞再打开小分身的属性查看，整个人都要惊呆了。4200血，1300防，1500的攻击力、体、敏、智，这些4维属性更是比他的主身都差不了太远。要知道，小分身才10级，江云飞主身可是20级了。这个小分身的潜力只能用2个字形容：很凶。最难得的是还不用一转，更不要花钱，便又多出了4个一转技能。看完4个技能的介绍后，江云飞都有点想把主身当小分身玩的冲动了。准备好一切后，同时也感应到主身那里遇到危险，江云飞立刻意念回归主身。不过在回归前，江云飞却又用小分身做了一件事，花掉了5000大洋。在江云飞意念刚回到主身的一瞬间，世界上响起一个全服喇叭：云飞渣渣，为了我的小潇潇，你的噩梦，我玉飞天来收拾你了。洗干净脖子，等我来取你项上人头。这个全服喇叭一出，反应最快最大的是还在新手村内的飞羽潇潇，他被气得恨恨跺脚，将一块石头踢飞，脸蛋通红，啐道：呸！谁是你的小潇潇？可恶的色胚！与此同时，50万米外环玉山顶，一个高耸没过云深处，如通天宫的险峰上，江云飞正与红颜祸水藏在某株盘旋于悬崖壁的老松树上。云飞，这个我玉飞天是谁？怎么口气这么大？红颜祸水翘长的睫毛抖动着，问道。江云飞差点失笑出声，强行忍住后道：看此人说话如此豪迈，应该是一位霸气侧漏又玉树临风、充满正义感的阳光有为少年吧？你没事吧？人家都指名带姓说要来杀你，你还背后拍人马屁？红颜祸水对江云飞很是无语的翻白眼。江云飞莞尔一笑：我玉飞天是他的小分身，这事他暂时不会和任何人说。叮！玩家云飞出现在雨国5级县城外环玉山顶，坐标1289比4589。系统才播出江云飞的藏身处，立刻便有一道声震长空的鹰啸声响起。下一刻后，前方白雾涌动，很快便有一只巨大的白鹰冲破浓雾，现身冲出。毫无疑问，第一个找到这的人正是又化身为巨大白鹰的夭夭，他还带来一堆强敌，鹰背上挤满了人。寡人双飞羽天下、九剑仙，还有飞羽神王与王狂。云飞，你这王八蛋，我看你还能跑哪去？王狂遥遥一记雷炎天罡术发出，不仅仅是他能远程攻击的寡人、飞羽天下、飞羽神王一起使出攻击技能，这些人发出的攻击根本就没有那么好躲。江云飞也没想躲，一剑抵挡，血量被打掉一半后，立刻朝他们挥了挥手：下次快点追上来，我等你们都等得有点不耐烦了。说完，江云飞转身抱住刚帮他把血加满的红颜祸水，在他俏脸羞红的神态下，二人身子贴着身子，像高空跳伞一样，从8000米多高的悬崖老松上垂直落下去。混蛋，你又来这一套！这2个小时内，江云飞躲入环玉山后，一直借着这里的山势与成丈的浓雾，不断上窜下跳，跟追杀他们的夭夭几人躲猫猫。每次被他们找到后，又立刻逃走，从不正面一战，气得王狂牙齿都咬得嘎吱响。环玉山势奇险奇高，高属性的江云飞又带着红颜祸水这样一个圣术士奶妈在身边，只要他一心想逃，夭夭几人确实拿他没什么办法。不过5-6分钟的时间，江云飞抱着红颜祸水再度逃得无踪影，又不知道藏在环玉山哪个旮旯里去了。混蛋，云飞你个缩头乌龟，有种出来一战！你堂堂榜1身份，总是不这儿逃，还要脸吗？还要身份吗？王狂气的声音发抖，于茫茫山雾中回荡。接下来足足3个小时内，江云飞凭上一世的记忆，对环玉山的熟悉程度，硬是耍的夭夭等人都快要吐血了。尤其是王傲，嘴里骂江云飞的声音就跟个喇叭一样，根本没有停过。与此同时，论坛上直播间内的人气也下降到5000万，连解说浅雪也暂时下播休息。都过去了6个小时，江云飞一直在躲猫猫，根本不战斗，很多人都退出了直播间。弹幕上现在基本上是一片骂声。MD， 这个榜1云飞是猴子转世的吧？这么能跳能跑，都逃了6个小时，老子都快要睡着了，他还在跟人捉迷藏。这混蛋很是奸诈，躲到这样一个地图，搞不好他用这个办法真有办法撑过12小时的系统追杀令。靠，我是想看他们 PK 的，不是看他们捉迷藏的。我有点后悔压10万他会输，怎么感觉云飞能熬过12小时？毛线的12小时，你自己看，还剩5小时45分。之前买云飞马上失败的大部分人，现在心都有点玄乎起来，而少数压江云飞能熬过去的人，却暗暗激动起来。1赔20啊！要是江云飞成功撑过12小时，他们可就赚大发了。很快又过去了3个小时，距离系统对江云飞的追杀令只剩下不到2小时45分。如今现实中都是晚上8点半，
环玉山中看到再一次逃到没影的江云飞，连王狂都有些没力气骂江云飞了。这时，之前浩浩荡荡的数万大军累积到10万，他们也在系统的提示下，终于闯到环玉山脚下。带着红颜祸水才刚刚甩开夭他们的江云飞，看到下方追杀大军后，瞬间眼睛贼亮起来。终于是来了，还害怕他们放弃？江云飞看了下他的罪恶值，目前是1511，距离1万还差很远。我怎么感觉你看到他们的眼神，就像在盼着他们来追杀你一样呢？红颜祸水撇过脑袋，无语的朝江云飞道：“当然，我的隐藏任务没有他们跟来，可就要泡汤了。抱紧我，现在我们可以好好和他们玩玩呢。”这一段时间，红颜祸水一直与他贴身相处，导致江云飞压根没在意言语间的暧昧。红颜祸水香腮微红，犹豫了一会，还是又抱紧了江云飞。下一刻后，江云飞背着红颜祸水瞬间从藏身地飞出，同时使用目光天宇。你们这些臭鱼烂虾的渣渣，居然还敢追杀我！今天不给你们点颜色看看，你们还以为我这个榜一至尊是吃素的？江云飞故意提高声线，嘲讽下方10万数人。话落，江云飞就是水龙啸月与洛神之筏同时丢入下方密密麻麻的10万大军。轰轰，2个大型群攻技能爆发，顿时秒杀了足足500多人。江云飞的罪恶值终于破2000，真是不堪一击，像砍瓜切菜一样容易，轻轻松松就杀你们数百人。就你们这样的弱者，能奈我何？丢完技能，江云飞还停于半空中，故意双手叉腰，神情极度傲慢，一副丝毫不把他们放在眼中的模样。这可气煞10万追杀大军！狗日的，你以为你是榜一就了不起？有种你不要跑！兄弟们，我们干死他！我就不信了，我们10万多人还对付不了一个目中无人的混蛋。面对江云飞的挑衅，10万大军内心愤怒燃烧起来，立时便是数千上万的远程技能如狂风暴雨一样轰向江云飞。虽然有半数伤害 miss， 可不过2秒钟，江云飞就被打的只剩下888血。擦，这么猛！江云飞吓得脖子一缩，立刻就要带着红颜祸水跑路，但在跑路前还朝下方10万大军猛竖中指：“你们都是渣渣，也跑喽！”虽然感觉江云飞举止很反常，但红颜祸水还是尽职尽责的把他血量全部加回来。混蛋，你还想跑？去死吧！这时自浓雾中夭几人冲出，或许是太恨江云飞，王傲一个火系术士居然敢学江云飞一样，从空中跳下，要近战砍江云飞一顿才解气。就在这时，一个霸气侧漏的声音响起：“云飞狗贼，现出你的人头，成全我与小潇潇！”一个从10万大军内跳出来的人影，背负却柄龙背宝刀，如同飞一样在空中菱形跨步。一个呼吸间，此人就来到500米高的山势高度。高手！夭几人全是眼神一亮，来人实力丝毫不弱于他们。复刀猛人于虚空踏步一纵，神龙摆尾一腿，速度之快如鬼火极光之势。对方拥有从虚空渡步的技能，这对拥有飞天技能的江云飞而言，绝对是一大克星。好强！夭等人暗暗震惊，看到出现这种猛人级别，要对付云飞，王狂不由咧嘴大笑起来。云飞这次肯定死定了！杀你之人，我欲飞天！云飞狗贼，去死！砰！王狂兴奋无比的表情猛然一黑，嘴中喊一句：“尼玛！”一个从天而降的大脚狠狠踩在王狂的脸上，他像被火车撞到了一样，人在半空中，五官变形，口喷鲜血，如同不小心坠落悬崖的可怜之人。然后自500米高空死猪一样轰咚咚砸入林间，死的不能再死，并且爆出好几件装备，四周顿时鸦雀无声。夭等人，尤其是寡人，从最先的震惊中，嘴角在不由自主的抽动。好久后，下方10万大军中，不知道谁先失口叫道：“尼玛，这位猛人是不是打错人了？请把是不二字去掉。”人群哗然，而憋屈无比，被我玉飞天一脚凌空踹死的王狂，内心崩溃的在骂我玉飞天的祖宗18代。哎，什么榜一嘛，不堪一击，在绝世天才的我手下，一脚也撑不过，真是没有半点压力啊！我玉飞天从空中落在一株树顶上后，他帅气邪性的脸上很是不屑的撇嘴，一副因为太无敌而很寂寞的神情。嗨嗨，那个飞天，你打错人了，被你踢死的不是云飞。飞羽神王神情很是尴尬，通过飞羽潇潇，他们已经知道这个猛人是他们家族刚加入的大神，从他刚刚表现出的战斗力足以证明，这是一个不弱于等级榜前10的狠人。但是似乎有点太粗线条与自恋。什么？那个长相尖嘴猴腮的小人样，他不是云飞？我读书少，你不要骗我！我玉飞天一脸不信。下方已成尸体还没有去复活的王狂，听到这话，气得一佛出世，二佛超宗，就差要诈尸了。第89章，
绝世坐骑太古鲲鹏上。我玉飞天，你 TMD 不会看 ID 的吗？老子是王公子，王公子不是那王八蛋云飞，死得无比冤枉。气到快爆炸的王狂从城内复活点走出来后，暴跳如雷的连发2个全服喇叭骂人。环玉山下负刀立于树上的我玉飞天看到这个全服喇叭后，气结道：混账！这个敢骂玉树临风飞羽家族第一高手我玉飞天的这个白痴，他是谁？飞羽天下与飞羽神王同时一脸黑线，嘴角不住的扯动，内心气道 ：MD， 你才刚加入进来，什么时候变成了飞羽家族第一高手？他是被你当成云飞一脚才死的那位。寡人的脸色很不好看，若非看出我玉飞天不是个简单人物，他真想一个掌心雷劈死这个自恋无比的王八蛋。这不能怪我，他长得一张小人脸，还跳到这么前面，我不打他打谁？我玉飞天摊了摊手后，猛地瞅了眼寡人，惊讶道：呀，说起来那被冤枉踹死的猥琐家伙，跟你倒是长得有几分像。那个一看就不是什么好东西的人，他不会是你兄弟吧？混账，你是找死！以寡人这样深沉的心机，也被我玉飞天给气得杀机毕露。他掌心之间雷光开始缭绕。我最恨别人威胁我，怎么，你也想挑战本天才？来吧，我赐你一拜！我玉飞天狂傲无比，于刀鸣声中取出太羽龙阙，目光斜睨寡人。找死！寡人脸色一冷，正要动手之际，夭夭却连忙阻止。寡人正事要紧，云飞已经跑没影了。飞天，咱们现在的敌人是云飞，寡人和我们飞羽家族暂时是盟友。飞羽神王感觉头有点大，急忙劝他。虽然我玉飞天实力顶尖，但性格高傲轻狂，似乎不好相处。飞羽天下也开口道：走，随我们一起追杀云飞。好吧，看你们俩面子，本帅哥大人大量，就饶他这一次吧。我玉飞天很不情愿收刀的模样，气得寡人刚压下去的怒火差点又爆发出来。叮！玩家云飞出现在雨国5级县城外环玉山巅，坐标8289比9589。飞天，你上来，我们一起去杀掉云飞。化身大白鹰的夭夭朝我玉飞天邀请道：哇，这位姐姐的声音好甜好酥，加个好友吗？我玉飞天像是发现新大陆一样，惊喜地看向夭夭。你这弟弟真有意思。好，你要能杀掉云飞，姐姐就加你好友。夭夭咯咯笑道。飞羽天下与飞羽神王的表情更加无语了。家族中突然多了这么个实力顶尖，性格却奇葩的人，也不知道是好还是坏事。此刻江云飞已经带着红颜祸水来到环玉山顶的最高处，这里海拔至少1万米。环玉山巅的上空还有一座巨大无比、漂浮在虚空的蘑菇状山峰。蘑菇状的山峰如同一幕挥之不去的乌云，将整个环玉山笼罩于其下。若是突然压下来，足以将整个环玉峰毁于一旦。来到这里后，江云飞眼神炙热起来，将背后的红颜祸水放下，道：祸水，今天谢谢你了，接下来的事情我能一个人搞定，你先回城吧。你什么意思？嫌我累赘？红颜祸水红唇微抿，有些不开心。知道红颜祸水误会了，江云飞干脆把计划对他说出来。听完的红颜祸水一对水亮眸子，无比震惊。你这样会不会引起公愤？江云飞朝他一笑，虽然没说话，但红颜祸水也知道了他的决心。不，我不走，我又没有红名，大不了最多掉一级。知道江云飞的疯狂计划后，红颜祸水震惊之余，更下定决心要留下来帮助他。嗖嗖，猛然的2道镇神剑光芒急火一样射至。夭夭等人已经追上来，飞羽天下与飞羽神王率先发起攻击。看来现在红颜祸水想走也走不了。江云飞立刻以广寒精雀挡向2个技能，虽然受到控制，但红颜祸水藐视技能替江云飞解除控制效果。寒冰一指，无畏冲锋，双羽9剑仙2人的攻击从相反的2个方向瞬息而至。寡人亦从夭夭巨鹰背上施展雷霆术法，雷鸣轰轰劈向江云飞。都给我闪开，云飞是我的，杀了他，潇潇就答应做我女朋友。我玉飞天再度施展天师步，这个技能可以让他持续于虚空借力5次腾跃，速度增加 100%。 炎藏跃入空中后，我玉飞天整个人化为一柄更立天空的血色魔刀，刀鸣刀气席卷4面8方。在这个充满毁灭力量的技能下，寡人他们的技能全部失色，众人震惊当场。轰！血色魔刀展开一切，分裂天地，凌空劈向江云飞与红颜祸水。红颜祸水花颜失色，没想到这个我玉飞天这么强大。可江云飞不仅没有躲避冲过来的双羽9剑仙的攻击，面对这毁天灭地的一刀技能，他更是转身将红颜祸水的娇躯紧紧抱入怀中，以自己的后背面对一切。云飞，可红颜祸水的芳容却是吃了，在他眼中，仿佛江云飞是为了保护他，宁愿用身体为他扛下一切。
轰！炎藏化成的血色魔刀不仅劈中了江云飞，还把双羽九剑仙也笼罩在内。江云飞头顶上爆发8899的伤害，九剑仙头顶上更是破万伤害11982。隐藏职业寒冰武者双也被这一刀技能砍得飘出10992，可怕威力爆发之下，将四周100米内全部覆盖。浓烟灰尘过后，环玉山巅顿时裂开一道可怖无比的深沟。叮当一声脆响，深沟之内，九剑仙满脸愤怒，化成尸体倒下，他手中武器也被爆出。双虽然没死，但全身被寒冰包裹，关键时刻他启用了无敌技能，才在我玉飞天这一刀下幸免于难。我玉飞天，你 TMD 开的是全体攻击模式。银发蓝眸，气质似冰雪男神的双从冰块内出来后，全身冒出寒气，他气到咬牙切齿，盯着从半空中落下的我玉飞天。时间似乎陷入微微的停顿。飞羽天下与飞羽神王看了看被一刀技能劈死的九剑仙与残血的双，又看看正满脸无辜，脸上带着茫然的我玉飞天，不知道说什么好。失去话音变回本身的夭夭与寡人，整张脸也黑了起来，嘴唇不住的在抽动。炸了！本飞羽家族第一高手，打架从来都开全体攻击模式的，都叫你们躲开躲开，就是不听。现在好了，被我误杀了吧？哎，也怪我，不仅人长得太帅，实力还这么强，这一不小心就伤害到你们。不是我说你们，下次都小心点，老是这么毛躁被误伤，我可不会赔你们医药费。飞天，给我切成团队 PK 模式。飞羽天下脸色很是难看，因为九剑仙已发来消息，语气很是激动，质问他，我玉飞天是不是受他指使，故意连他都一起杀掉。飞羽家族与天仙家族在很多网游里都是共进共退的盟友，我玉飞天这一刀搞不好会让两个家族产生裂痕。与此同时，论坛直播间内，我操，这个我玉飞天是专业的队友杀手吧？他刚才出场就一脚踢死了一个队友，现在又是一个强大技能，差点又连续带走2队友，这 TM 绝对是顶级的队友杀手。云飞死了没有？怎么没有看到他人呢？肯定挂了，你没看到连人影都不见了吗？此刻要不是知道我玉飞天是飞羽家族的人，寡人与夭夭都要怀疑我玉飞天是江云飞的人。双，小心！夭夭灵眸一震，立刻提醒。被一个赤铜长发魔影笼罩的江云飞，背着红颜祸水，鬼魅般的出现在双的身后。镇神剑，飞羽天下与飞羽神王秒放技能，想阻止未死的江云飞。寡人与夭夭也是技能砸去，但显然也来不及了。被我玉飞天打出保命技能的双，现在还在残血，他被江云飞一剑从后背捅穿，广含精确的剑尖自他心口处透出。混蛋！双头上的血量瞬息清零。虽然他是被江云飞杀掉的，但眼中流露的恨与怒却是死死盯着我玉飞天。他身上增幅的这个状态与庚金先导时一样，先撤。10万追杀大军已经到山腰，到10界人海战术堆死云飞。看到双被杀，夭夭果断叫寡人先撤。可在这个时候，我玉飞天却是哇哇大叫：好你个云飞，居然没死，再接我一招！飞羽天下与飞羽神王早从家族成员口中得知，江云飞似乎有一个很变态的增幅技能，在那个增幅状态下，他近乎无敌。看到江云飞现在这个模样，飞羽天下2人正要让我玉飞天跟随一起先撤时，哪知道我玉飞天已经一跃而去。叮！江云飞与我玉飞天的刀剑相拼的一瞬间，2人击出而分，各自退出5-6米远。同时2人头上分别掉落666、567，我玉飞天略微落了一点下风，多掉出99的血量。一触而分后，江云飞施展出变异版本的目光天羽，背后生出一对血色魔翼，他背着红颜祸水飞出沟内。想跑没这么容易！我玉飞天狂傲又霸道，立刻动用天师步技能于虚空中踏步，他迅如飞龙般直追空中的江云飞。我玉飞天这么强，本来想要先撤，等10万追杀大部队的寡人与夭夭彻底震惊，而飞羽天下与飞羽神王却是眸子炙热如火。飞羽萧萧为家族招到了一个真正的巅峰级人物。第90章绝世坐骑太古鲲鹏下霸体。追入空中的我玉飞天秒开霸体技能，全身的攻击力与移速再上一层楼，他凌空一刀压下。江云飞施以血爆后举剑横挡，刀剑相拼，如同雷鸣炸裂。这次交锋，二者似乎依然不分高下，却各自被巨大的力量震得退出10数米，并且各自掉的血量都很接近。看到我玉飞天居然能与榜一云飞斗个不分胜负，夭夭几人全部放弃了先撤的念头，同时施以强大技能援助我玉飞天。江云飞被众人的攻击技能命中后，血量被打掉3000加，但现在的他可是有破万的血量，3000也没有任何压力。而且
他背后还有红颜祸水为他恢复血量。美女，这不公平，你也给我加血吗？我玉飞天朝红颜祸水调笑道。尽管我玉飞天长着一张帅气又邪性的脸，但红颜祸水可不是一个颜控。他朝江云飞道：“这个人太强了，先避开他吧。”江云飞却嘴角一笑，道：“没事，我看他是个人物，今天非要和他分个高下不可。”实则江云飞心底已经乐得快笑出声。他发现扮演两个角色似乎还真有一种别样的乐趣在其中。事实上，江云飞早就悄悄地脱下了一部分装备，否则尸化状态中的他才10级的小分身，战斗力再猛也难与主身比肩。江云飞这样做就是为了营造与小分身不分上下的假象，引诱夭夭等人留下来助阵。寡人他们又奸又滑，今天不杀他们一次，也枉费自己不这么大的局。雷耀9天，蛇舞狂绕，凤焰一剑。在我玉飞天猛得一塌糊涂，将江云飞缠得死死时，寡人、夭夭还有飞羽天下跟飞羽神王皆释放出超强技能，刁钻狠毒地朝江云飞发起攻击。但江云飞有着超强奶妈红颜祸水在，硬生生扛着对面5个人的攻击，也始终屹立不倒。不行，不杀掉红颜祸水很难解决掉云飞。夭夭脸上生出寒气，寡人犹豫了一会，突然开口道：“洛言，你难道非要帮一个外人和自己人作对吗？”江云飞背后，红颜祸水表情微微一怔，然后道：“王狂出卖我，害云飞他们被围杀，你更是骗我来 WX， 目的也是对付云飞。他们是我游戏里的朋友，我不会看着你们针对他而置之不理。”江云飞的表情顿时一紧，红颜祸水来了 WX， 如此说来，寡人真是现实中的王傲。顿时，江云飞的眼神无比森寒起来，看向寡人：“杀呀，兄弟们！云飞就在山巅上，他无路可逃了，冲啊，曝光他一身装备！这个混蛋看不起我们，不把他拉下榜1，他真把自己当成绝世涅槃的天王老子了，弄死他！”突然之间，10万追杀大军的喊杀震天声，海啸山崩而来。可以看到，密密麻麻，数之不尽人影，漫山遍野都是。他们像蝗虫群一样，迅速出现在众人的视野内。天下看到追杀大军上来，寡人与夭夭立刻看向飞羽天下。飞羽天下朝2人点了点头后，他们3个人立刻各自跑去一个位置，手中皆拿着一面旗贴，然后插入地上。叮！玩家寡人、夭夭、飞羽天下使用阵纹器具，启动3才风幽阵。所有玩家在半个小时内无法离开环玉山，也无法回城。随着系统播报后，刷刷刷3道冲天的光芒，如同隔绝天地的光墙，将整个环玉山彻底封死。寡人冷笑：“云飞，今天你必定掉回1级。”夭夭脸上冷冽：“榜1的位置，你应该交出来了。飞羽天下，与我飞羽家族过不去，这就是你的下场。”3才风幽阵的符文器具，正是寡人他们为对付江云飞准备的必杀器。现在江云飞就算有飞天技能，也是上天无路，入地无门，他飞不出环玉山。云飞他逃不走了，兄弟冲啊！把这个看不起我们普通玩家的榜1剁成肉末。如洪水汹涌而来的10万追杀大军发出的音浪比天还高，他们一涌而上，别说尸化中的江云飞，就算出现一头玄阶鬼级的 BOSS， 也能被他们推倒。你们都别抢，云飞是我的！为了我的潇潇，云飞，你给我去死吧！我玉飞天再度施展天师步技能，如同振翅飞天的雄鹰一样，一个呼吸间，他就凌空踱步冲到100米高度的江云飞面前。龙雀一刀斩！我玉飞天发动了太羽龙雀的附带群攻技能，顿时有神龙长吟、朱雀啸天的声音响彻天空。只见刀光落下后，无尽刀气化为一道金色神龙与一只赤红血凤，2只神兽的虚影化成摧枯拉朽的恐怖能量，冲向江云飞。好，潇潇真为我们家族物色了一名顶尖人才。飞羽神王的脸上说不出的激动，就是飞羽天下脸上也少见的露出笑容。只有寡人与夭夭脸色有异的互相对视一眼。轰！在神龙与朱雀之影的恐怖能量下，江云飞头顶上爆出7877的恐可怕血量条，瞬间被打到不足3000血，并且神龙与朱雀的能量充实不止，推着江云飞一连飞出300米高，距离头顶上方那一座覆盖整个环玉山顶的蘑菇险峰不足50米。看到江云飞血量骤降，红颜祸水花容失色，秒放圣域术为他恢复血量。挨了这么一个大招，江云飞不仅不怒，反而冷笑地望了眼下方所有人，然后挥动广寒精雀，连续释放他目前能用的所有技能：水龙啸跃、洛神之法、水之真身、血爆！轰轰轰轰！立时间，所有人感觉到天雷地动，连脚底下的地面也在颤抖。夭夭满脸疑惑：云飞他在做什么？他的技能在攻击蘑菇飓风？寡人眼心在跳。我擦，
云飞难道被我打傻了？从空中落到飞羽天下身边的我玉飞天呢喃道。飞羽天下和飞羽神王顿时有种不好的预感。轰隆！巨响，石破天惊。笼罩在整个环玉山顶上的蘑菇飓风，支持它浮于天穹上的小山体在裂缝。10万追杀大军，云飞在做什么？我怎么感觉要地震了？他难道能把整座山掀翻？10万追杀大军骚乱不安。轰！下一秒后，在地裂山崩的动静下，笼罩在整个环玉山顶的蘑菇飓风轰然从数百米的高空砸落。蘑菇飓风如同天塌下来了一样，巨大的阴影笼罩住环玉山内的一切，简直如同末世降临。快撤掉三才峰幽阵！飞羽神王惊恐大叫，但还来得及吗？根本来不及。蘑菇飓风砸落下来的速度简直堪比陨石撞地球一样，没有任何力量可以阻止。有没有三才峰幽阵在，身处于上万米高山势的众人根本逃不脱砸下来的恐怖山体。死亡的气息笼罩住了所有的人。啊，云飞你个大魔头！10万大军发出绝望无比的嘶吼。老大，跟我走！关键时刻，我玉飞天抓起脸色惨白的飞羽天下，二人一起滚入先前被他岩藏技能一刀劈开的巨沟之内。接着，在飞羽天下不敢置信的眼神下，我玉飞天居然用自己的身体做肉盾，压在他身上。一个刚加入家族没多久的超级高手，在这种生死关头，居然用自己的身体舍命来救他。不管我玉飞天能不能从毁灭的山体砸落下，成功救下他，但他这举动着实令飞羽天下很是感动。轰动！蘑菇飓风终于是砸落在环玉山顶之上，造成天崩地裂一样的可怕动静，如同原子弹爆发。万米多高的环玉山势被砸到后，有5000多米的山体在崩溃，一块又一块巨大无比，如同高楼大厦的山石纷纷坠落。就是始作俑者江云飞也没有逃过这波山体坠落的毁灭摧残，他高达1万的血量也被活活压到血量清零。但是在血量清零的前一秒，他秒用梦魔天赋刷新了所有技能 CD。 叮！玩家云飞杀人过万，万恶之首，获得称号万人屠。叮！玩家云飞罪恶值过5万，获得称号邪恶魔王。叮！玩家云飞罪恶值超10万，获得称号第一魔皇。叮！玩家云飞达到目标，完成唯一隐藏任务万人屠，获得奖励随机绝世坐骑大礼包。满身灰尘，好不容易从巨石底下抱着红颜祸水爬出地面后，江云飞顾不得一身狼狈，立刻打开包裹查看。叮！玩家云飞使用随机绝世坐骑大礼包，获得绝世坐骑太古鲲鹏。叮！绝世坐骑太古鲲鹏为太古十凶之一，需要玩家献祭全部等级方能成功认主。听到这个提示，江云飞愣了半秒，然后果断朝红颜祸水吼道：快点杀了我！你说什么？听到这没头没脑的话，红颜祸水懵了。叮！还有5秒钟时间，玩家云飞需要献祭全部等级获得太古鲲鹏认主，否则将永远失去绝世坐骑太古鲲鹏。靠！听到这个提示，江云飞吓得心脏都快要跳出来，却又猛然间他眸光一亮，于乱石巨坑中朝着一个方向飞天冲去。尸化状态中，就算江云飞脱去一身装备，红颜祸水在5秒内也杀不掉他。2秒的时间内，江云飞掠至一片乱石之上。云飞去死！砰！乱石炸开，我欲飞天破地而出，以太羽龙雀深深地捅入他的胸口。第91章500万。下一刻后响起全服公告。叮！恭喜玩家我欲飞天成功击杀第一魔皇云飞，奖励其等级+3，幸运+3，金币300，获得称号除魔卫道。与此同时，118号新手村内即将升上10级离开新手村的飞羽潇潇，听到这个公告后，整个人彻底陷入了石化。愣了半晌后，他俏丽的脸蛋喃喃道：他真的做到了，那我岂不是要……叮！立时间响起一个全服喇叭：洛星辰100万悬赏追杀令，从即刻起，任何人杀我玉飞天一次，都可以截图找我领取100万奖励。看到这个全服喇叭，环玉山顶上，我玉飞天脸上是满满的感动。星辰真是好兄弟啊，搞得他自己都想弄死自己几次。叮！有玩家获得绝世坐骑系统即将开启坐骑排行榜及其他功能，请所有玩家在5分钟内下线，系统将更新坐骑功能，更新时长24小时。接二连三的几个系统公告令全服震动。坐骑功能还是绝世坐骑？谁获得了绝世坐骑？无数个问号在所有玩家的脑海里跳出来。与此同时，论坛直播间内一片轰动。靠！云飞真是个大魔头，他竟然掀翻整座山，坑杀了足足10万追杀大军啊！
真 TM 的热血大胆，太疯狂了。切，那又如何？属于云飞的神话已经结束，他还是被我玉飞天杀掉，等级清零，装备曝光，现在已经是一个垃圾。你们说是谁获得了绝世坐骑？会不会是我玉飞天？有可能是他杀掉了云飞这个魔头，说不定系统奖励了他绝世坐骑。白痴，系统要是奖励了我玉飞天绝世坐骑，早就播报出来了。获得绝世坐骑的肯定另有其人。绝世坐骑一听就好牛逼的样子，看来绝世涅槃内又要出现1号超级猛人，再猛也猛不过我玉飞天。你没看到吗？那么大一座山压下来，我玉飞天都没有死，还找到机会把云飞反杀。哈哈，后天晚上云飞还要跟飞羽神王单挑，我压了飞羽神王100万，这下可要发财了。随着云飞被我玉飞天击杀后，直播间也结束了直播，众人全部退出，绝世涅槃也暂时关服，要维持24个小时的更新。游戏暂时没得玩，但论坛上却是火山爆发一样的火热起来。其中以讨论新晋新星斩杀云飞的我玉飞天最火，都在围绕着他八卦。杀掉云飞，我玉飞天被无数人认为他将取代云飞的王冠，成为炙手可热的超级新星。其次便是讨论谁获得了绝世坐骑，为第2大热点。绝世涅槃的地图广博无边，坐骑不出之前，玩家们想要升级打怪，闯荡各种地图冒险，简直是望山跑断腿。毫无疑问，随着坐骑的问世，玩家们的升级速度将大幅度的被提升。WXGC 大学附近某公寓区，阿秀有些担心江云飞受不住打击，他早早下线，坐在他身边。从榜一巅峰位置被人杀掉，调回0级，这样巨大的打击，基本上没有几个人能接受得了。就在阿秀想着一会要怎样安慰江云飞时，江云飞已经被强制下线，绝世涅槃官服更新坐骑功能。阿秀，罗汉斋走起，今晚我请客。江云飞的脸上挂满了激动无比的兴奋。云飞，你没事吧？阿秀担心道。被人杀回0级，爆出一身装备，不说愁云惨淡，也应该是闷闷不乐，哪有像江云飞这样的脸上高兴的跟中了500万一样。阿秀真担心他是刺激受大了，才如此反常，还伸手去摸他额头。我能有什么事？我现在好的不得了。别说了，叫你女朋友一起来，今天想吃什么你们随便点。想起得到的绝世坐骑太古鲲鹏，江云飞真是兴奋的血液都在沸腾。当大灾难降临后，游戏里得到的一切全部都会变成现实。得到太古鲲鹏就意味着届时的江云飞会拥有一头强大无比的太古神兽。面对降临的浩劫，太古鲲鹏绝对是传说中的存在，定能给江云飞带来意想不到的惊喜。云飞人生大起大落，谁都难免。绝世涅槃开服还没有多长时间，以你的天赋，肯定用不了多久又能重回榜首。你不要这样子。阿秀依然认为江云飞是受刺激过度。你说什么了？你以为我受打击了？江云飞终于反应过来，立刻笑道：告诉你吧，我是调回了1级，但同样也完成了一个隐藏任务。游戏里第一个获得绝世坐骑的人就是我。什么？是你小子？阿秀嘴巴猛张。江云飞点头道：好啊，你小子可以，害我还这么担心你，不早说。绝世坐骑属性怎么样？是不是很牛叉？看你小子笑的这副贱相，肯定厉害的不得了。那我就放心了，凭你的实力又得到绝世坐骑，用不了多久就能重回榜首。说着，阿秀气愤道：到时候你就可以亲手将我玉飞天那个狗东西也杀回1级，让他也体验体验你的感受。嗨嗨，江云飞干咳几声，咱们就不要背后骂人了，这样不好。对，我不骂我玉飞天那狗东西，我直接诅咒他姓吴 XXXX。江云飞赶紧捂住他的嘴，然后打断这个话题。已是晚上9点，江云飞请阿秀和他女朋友李李去罗汉斋吃大餐，正好林小瑶也回来了，便大家一起。得知江云飞被人杀的调回1级时，李李与林小瑶都安慰起他来。江云飞哭笑不得，连忙给他们多加菜，免得他们一个个开口骂我玉飞天，也就是骂他自己。我玉飞天是他小分身这个秘密，江云飞暂时不会和任何人说。吃完饭已是晚上10点半，阿秀拉着满脸羞红的李李，朝江云飞投来一个男人都懂的眼神，让江云飞送林小瑶宿舍后，自己一个人回公寓，他今晚不会回来。江云飞摇头一笑，看来自己要赶紧找个地方住才行，不能影响人家2口子甜蜜，还要上个宾馆。刚刚结了账后，江云飞卡里还有7万2，趁着绝世涅槃更新，他明天可以先去租套公寓。送林小瑶回宿舍后，江云飞便一个人回阿秀的公寓。走在路上时，手机突然响起来，打开一看，来电提示居然是5858858888，是绝世涅槃的官方客服电话。江云飞疑惑，接过电话后，那头立刻传来一个十分甜美的声音：您好，请问您是江云飞先生吗？
怎么了？江先生您好，我是绝世涅槃官方客服人员。是这样的，之前我们未经您的授权直播了您的游戏画面，我们公司愿意给您500万作为补偿，您看可以吗？直播我？江云飞心里一跳，立刻反问：直播我的哪一个角色？江先生，每个人只能创建一个角色，自然是直播了您云飞的游戏画面。听到对方这样的回答，江云飞心里才松了一口气。看来就算是绝世涅槃官方也不知道他有小分身拥有2个角色的秘密。江先生，我们愿意给您500万作为直播报酬，您看可以吗？才刚花掉300多万，就有人送500万，不答应才是傻子。好吧，但不能有下次，不然我会告你们。江云飞声色不动，装着严肃地说道。是这样的，江先生，我们公司除了给您500万作为歉意外，另外想与您签订专属直播你以后游戏画面的独有权。江云飞直接拒绝，不好意思，我已经调回1级，以后不会再有什么关注度，这个要求我拒绝。而且若出现下一次未经我允许直播我游戏画面的事，咱们就直接法院见。说完，江云飞挂掉电话。江云飞虽然暂时需要一笔钱，但不会为了钱曝光游戏里的隐私。与此同时 ，SC 最高的摩天大厦内，他同意让我们直播了吗？一个男人声音问道。没有，还说再出现未经他允许直播他的事情，就要我们法院见。女人回道。哼，一个调回1级的玩家还敢如此不识抬举。男人有些生气，让财务把500万转给他，以后他若游戏中再有热度，只管直播，我不信他能告倒我飞鸟科技。这时，一个满头大汗、戴着眼镜的男子匆忙跑来，他擦着汗水道：牛总，大事不好了！我刚刚发现我们在绝世涅槃内连最后的一点转播权限都被取消了。男人声音大惊，怎么会这样？对方回道：自从绝世涅槃开服后，涅槃超级智能系统便隔绝了我们一切能插手游戏的联系，现在更是彻底封闭了我们与他的联络。那会怎么样？以后绝世涅槃名义上是我们飞鸟科技代理，实则里面的一切与我们再无瓜葛，皆由涅槃超级智能系统做主。第92章100万彩礼。叮，您的尾号某某账户内到账500万，可用余额为507-2000。看到这个短信提示，江云飞嘴角一笑，然后拨去刘琴的电话。20秒后，电话终于接通，刘琴的声音有点疲惫。你找我有事？明天我们见一面。不用了，我很忙，你没别的事我就挂了。刘琴的语气透着困意，似乎确实很累。我明天真的有事，一定要见你。江云飞继续道。电话那头，刘琴犹豫了会后回道：我在我爸妈这，你要是不害怕，明天上午10点过来，地址你知道的。说完，刘琴挂掉电话。上一世，刘琴的父亲与他弟弟都看不上江云飞，尤其是他父亲人高马大，自带虎虎生威，江云飞一直有些怕刘琴父亲。但现在的江云飞已经不是上一世的江云飞，他嘴角微笑，望着满天繁星抖抖，自言道：我明天一定准时到。次日，湖心小区9点半不到，江云飞就出现在这，手中大包小包买满礼物。刘琴的父母就住在这个已经略显破旧的小区内。来到一个生锈的铁门前，江云飞正要敲门时，却听房内有又哭又闹的声音。爸妈姐，这回无论如何你们也得帮帮我，一定要帮帮我，再不凑足100万送过去，小凤可就完了，要被糟蹋作贱到死。他会被赌场的人卖到红灯区的。屋内有个人高马大，五官与刘琴有几分相似的男人，正又哭又闹地跪在地上闹腾。这人正是刘琴的弟弟刘凡，小凤是他的女朋友。作孽啊！你这个逆子，我们砸锅卖铁给你开的早餐店，你不好好经营，却学人去赌钱，还敢借高利贷，害得小凤被人抓走，你还是人吗？刘母痛心疾首，气到发指。刘凡，你太不争气了！前几天因为你打架，我欠别人那么大人情，才保你出来。这才几天，你又去赌钱，你简直混蛋！温婉如水的刘琴气得娇躯颤抖，眼睛发红。爸妈姐，我真的知道错了，我走投无路了。你们若不帮我，这个世界上谁还能帮我？你们快想想办法救救小凤吧！刘凡跪在地上，涕泪直流，又求又哭，哪有半点堂堂七尺男儿的尊严，脸都丢尽。逆子啊！足100万，你让我们上哪筹钱？刘母又气又急，若非这是自己的亲儿子，她真恨不得把这不孝不争气的儿子以乱棍打出去。爸呀，小凤昨天检查出来已经怀有身孕，您未来的亲孙子还在她肚子里，您可不能不管啊！不争气的畜生！威严的刘父反手一个大耳刮子，啪的抽打在刘凡脸上，将他打倒在地。爸，你打死我没关系，可您不能不管小凤和您未来的亲孙子。
被打了一巴掌的刘凡激动哭道：“你这个逆子，都是你烂赌，惹上恶人，害小凤被牵连，我今天打死你这畜生！”刘母气到全身发抖，不知道从哪操起一根木棍就要打他。妈，你就算打死他也无事于补，还是想想怎么凑100万，先把小凤赎回来。刘琴拦向母亲说道：“100万上哪去找？把我们全家卖了也拿不出这个钱。”刘母气得眼泪直流，将木棍哐当丢在地上。姐，那天帮你保我出来的王傲，一看就是富贵人家，他肯定有钱，要不你帮我找他借100万。你这个不争气的畜生，还敢把主意打到你姐身上，我怎么会生出你这样的孽子？刘父勃然大怒，双目怒如铜铃，拍桌而战，被气的是七窍生烟。他操起一条木凳子，要好好教训教训这个不成器的儿子。妈！看到刘父动了雷霆之怒，刘凡被吓得汗毛直立，连忙往刘母身后边缩躲。在门外听清一切后，江云飞摇头一叹，上一世虽然有听说刘琴的弟弟刘凡是一个混蛋，却没有想到混蛋到这个程度。打电话报记，开赌场，放高利贷，本来就是犯法。刘父出声道：“爸，千万不能报记，他们说了，要是报记就会杀掉小凤，他们都是狠人，说到做得到。”刘凡吓得连忙出声：“我怎么会有你这样不争气的混账弟弟？”刘琴气得掉出眼泪，然后朝刘父刘母道：“爸妈，先别报记，我问问一个朋友，看他能不能帮忙。”拿出手机翻到王傲的电话，刘琴的心情很纠结。他知道王傲对他有意思，但他不喜欢对方，不想欠人家太多。第一次因为刘凡打架，第二次是害怕江云飞出事，他都2次找人家帮忙。这人情欠的这么多，这要他以后怎么还？难道真要拿自己去还？可脑海中闪过江云飞的面孔，他的心里又很痛。深吸了一口气后，刘琴终于是还准备打这个电话。就在这个时候，咚咚咚响起敲门声。刘琴一家人连忙收拾下情绪，打开门后发现来人是江云飞。开门的刘父本来就不喜欢江云飞，加上正遇上糟心事：“你来干什么？这里不欢迎你。”说完便要重重关门，哪知江云飞单手捏住门角，硬是让1.8米几个头的刘父无法把门关上半分。“江云飞，你这个废物来我们家干嘛？又想找我姐？你滚滚滚！”刘凡顿时一副凶恶状，完全没有之前半点惨状，指着他喝骂：“云飞！”看到江云飞，刘琴有些意外，放下了要拨打的电话。“伯父伯母，我是来找刘琴的，伸手不打笑脸人，你们总不至于连家门都不让我进吧？”似乎感觉眼前的江云飞与印象中的不太一样了，看了眼女儿的神情，刘父才哼了一声，让江云飞进来。江云飞进来后，又朝刘母点了点头，然后把大堆名贵礼物一一放在桌子上。“江云飞，你是不是听不懂人话？我们家不欢迎你，我也绝不会同意你跟我姐在一起的，快点给我滚！”刘凡说话间冲上来就要把江云飞往外面堆。刘凡长得随他父亲1.8米的个头，看上去十分凶横，在他面前江云飞显得手无缚鸡之力似的。担心刘凡会伤到江云飞，刘琴正要阻止之际，啪！一个响亮又刺耳的巴掌声响起。刘凡1.8米几的个头竟然被江云飞反手一个耳光抽得倒飞而起，然后滚到桌子底下，差点没将桌子都撞倒。“没大没小，我是你姐的男朋友，你的未来姐夫，伯父伯母都让我进来，你居然赶我走，是不是欠收拾？”屋子气氛瞬间一静，一是没想到江云飞能抽飞刘凡，二是没想到他会说出这样一番话。“伯父伯母，我和刘琴大学就在一起了，你们是知道的，如今就快要毕业，我们打算结婚。”听到这话，刘琴全家人傻了，包括刘琴本人，正要说什么之际，“我们 HN 人结婚都讲究礼金，彩礼是必不能少，我跟爸妈商量过，彩礼100万，不知道您二老是什么意思？当然100万要是不够，咱们还能再谈。本来我爸妈是要一起来，可我爸遇上车祸，现在还在医院中，所以这礼金就由我一个人先带来了。”说着，江云飞拿出一张100万支票放到刘父手上。被江云飞一巴掌抽的半边脸都肿起来的刘凡，本来是要操起凳子跟江云飞拼命的，听到100万彩礼后，顿时放下了凳子，猛地跑过来，眼珠泛光的看着100万支票。“这支票不会是假的吧？”江云飞剐了他一眼，道：“你可以现在打银行电话查验真假。”“好，我打打看。”刘凡从还没反应过来的刘父手中拿过支票，就开始打电话。“云飞，你过来一下。”刘琴还处于震惊之中，被江云飞弄懵了。伯父伯母都在这，有什么话就这里说，没必要遮遮掩掩。”“你也是的，我们要结婚这么大的事，也不提前和伯父伯母先通下气。”说着，江云飞从带来的礼物中取出一个精致的礼盒。“伯父，我知道你最爱喝酒，这瓶生肖茅台我可是花了不少功夫才买到的，咱们爷俩中午一块品品。”
江云飞又拿出一大盒保健品，送到刘母手上。伯母，早听晴晴说你腰不好，这个天山牌长参口服液，喝了对您的腰最好。天山牌长参口服液可是保健品中的王者，一盒10万，一般人都买不起。这么名贵的东西，刘母赶紧接住，就怕摔了，可就太糟践钱了。支票是真的。这时，刘凡也验证过了支票真伪，嘴巴大张的看向江云飞：“爸妈姐，小凤有救了，我这去赎小凤回来。姐夫，谢谢你，谢谢你。你们放心，我刘凡从今天起一定痛改前非。”说完，拿着支票就急急忙忙跑出去了。刘凡，你……刘晴完全还没有反应过来，他弟已经拿着支票跑了。刘父刘母也是嘴巴干涩，不知道说什么好。没事没事，这彩礼本来就是孝敬您二老的，只要刘凡以后做个懂事孝顺的孩子，这钱就随他拿去做什么吧。江云飞反而安慰起刘父刘母，然后看向刘晴：“你们吃早饭了吗？”刘晴猛猛地摇头，他彻底被江云飞弄晕了，现在还没有反应过来这是玩的哪出。那正好，伯父伯母，你们休息着，今天让我弄几个 HN 特色菜让你们尝尝。走，刘晴，咱俩先去买菜。说着，拉住刘晴柔弱无骨的小手，朝刘父刘母一笑之后，便走出家门。第93章，完成约定。天湖别墅区，这里靠山面湖，环境优美，风景宜人，是出了名的高档别墅区。云飞，你带我来这里干什么？对不起，那100万我会还给你，但需要你给我点时间。对了，你哪来这么多钱？刘晴现在的心情很纠结，脑子里满是疑问。还什么还？都说了那100万是娶你的彩礼。江云飞朝他一笑，刘晴顿时结巴起来，不知道说什么好。这时走来一个穿着专业的房产经纪人，是位年轻干练的女士。您好，请问您是早上预约看别墅的江先生吗？虽然江云飞与刘晴二人看上去还像2个学生，衣装也普通，但这位女工作人员依然礼貌微笑，没有半点轻视。什么？看别墅？刘晴失声叫出。对，带我去看8号别墅吧。我在网上看过市景图，比较喜欢这一栋。江云飞握住刘晴的手，朝工作人员笑道：“好的，您二位请跟我来。”女工作人员即刻在前面带路。天湖别墅区已建成2年，66套别墅，至今连一半还没有卖出去，所以里面虽然环境优雅，却暂时没什么人气。每栋别墅都是专门院落，里面种满花草，很是美丽。很快来到8号别墅，别墅共有3层高，由于是依山畔湖而建，所以每一层的景色各有千秋。进入别墅院内，是一条用鹅卵石铺成的小路，两旁全是石凳，石凳上摆满花木盆植，让人赏心悦目。越过小路是条人造小溪，小鱼塘，水是自天湖内引来，水色清亮，还能看到不少鱼虾在里面畅游。别墅有3层高，女工作人员带着江云飞与脸上傻萌萌的刘晴一一参观介绍。看完后，江云飞对别墅的评价是：简约雅致的外立面，富人情味的内庭结构，他很满意。刘晴，这栋别墅你喜欢吗？江云飞朝他问道。刘晴直到现在还是云里雾里，不过他还从没看到这么高规格的漂亮别墅，下意识一句道：是很漂亮，但应该很贵。这栋别墅多少钱？江云飞朝女工作人员道。听到有戏，女工作人员眼神都亮了起来。分期的话，首付。不要分期，你就说全款下来多少钱。江云飞打断他道。女工作人员的心跳都开始加速。全款400万，不过您真要全款买下的话，我公司可以给出最大的8折优惠，320万。什么？320万？刘晴温婉白皙的脸蛋上，嘴巴张得能吞下一个鸡蛋。这样规格的别墅，1年后最少涨到上千万，若没有2年后带来的可怕灾难，以后涨到上亿都是轻轻松松。你带身份证了吗？江云飞看向刘晴，刘晴木内点头，不知道他想干什么。江云飞不由分说，拿出刘晴的粉红色钱包，取出他的身份证，又掏出自己的银行卡，交给兴奋到呼吸加速的女工作人员手上。全款，名字写他的。好的，先生，我马上帮您去办，一定以最快速度给您办妥一切手续。云飞，你……刘晴彻底愣了。今天打从江云飞出现后，他的言行举止，所做的一切都令他恍如在做梦一样，感觉很不真实，变得霸道了，强势了。但不知道为何，虽然他喜欢这样的江云飞，却又感觉有点陌生。刘晴，我们的半年之约，我做到了，你嫁给我好吗？说着，江云飞从口袋中拿出准备好的钻戒，单膝跪下，举到他的面前。刘晴的眼眶瞬间就红了，他激动中又透着害怕，甚至悄悄捏了下自己的大腿，看是不是在做梦。确定一切是真的后，可这一切又实在太突然，他完全没有心理准备。我还没有准备好，你给我一点。
哪知江云飞霸道地将这个上辈子他最亏欠的女人拥入怀中，深深一吻后，取出钻戒戴入她的无名指。你太无赖了！刘晴又羞又气，我可不管，你戴上了我钻戒，这一辈子都是我的女人。江云飞抓住他的手，露出一嘴白牙，笑得灿烂又阳光。你还没有告诉我，你这么多钱从哪来的？反应过后的刘晴立刻问道。放心，我没有再买彩票，也没有那个狗屎运中大奖，这钱全是我从绝世涅槃的游戏中挣来的。游戏能挣这么多钱？刘晴满脸震惊，然后嘀咕道：难怪娇娇一直让我也玩这个游戏。虽然我不喜欢沈娇娇，但绝世涅槃以后对我们每一个人都很重要，我也支持你玩这个游戏。江云飞正色道。2年之后的灾难降临，没有玩过这款游戏，从中得到实力的普通人基本上只有等死。那好吧，我试试看。你从游戏里挣这么多钱，在里面一定很厉害吧？刘晴眼镜下的大眼睛眨巴问道。对了，你是不是游戏名叫云飞？想起什么后，刘晴又问道。江云飞眉头微皱，然后反问道：沈娇娇让你问的吗？刘晴点头道：她昨天给我打电话，问我知不知道你在绝世涅槃里面叫什么，还问名字是不是云飞。江云飞内心冷哼，这个贱女人不用说，肯定是王傲让她通过刘晴来探口风。你以后能不能别和沈娇娇太接近，她不是什么好人。江云飞说道。她是我闺蜜，你别这样说她。虽然她一直针对你，但也是因为你之前太过分了，她为我好才那样对你。看到傻白甜又单纯的刘晴，江云飞无语摇头，知道暂时是劝不了她，只能是他想办法让刘晴见到沈娇娇丑恶的嘴脸。江先生，这是您的银行卡与证件，请收好。这是别墅电子门卡与地下车库钥匙，我们马上将派专业家政人员来打扫卫生，您2位下午便可以入住，其他上户手续我们会在3天内给您办好，然后给您送上门。江云飞接下东西，朝女工作人员点头后，又问了一句：再帮我们找个家政人员，月薪1万，最好会做香菜。没问题。女工作人员笑着点头。这一大单开下来，她最少有10万以上的提成，心里早就笑开了花。哎呀，你净乱花钱，我现在天天外面实习，1个月都还不到3000，你找个家政人员每个月都要花1万块，钱多也不能这样烧。刘晴开始心疼钱了。好，那听你的，先不找呢。但是这么大的别墅，我一个人可理不过来，除非你一起住进来。江云飞朝他坏笑道。刘晴白皙的脸蛋瞬间腮红，娇哼道：看你表现。这时刘晴的手机响了起来，他一接后脸色大变。怎么了？江云飞问道。那群放高利贷的跑我们家来了。刘晴脸色发白。没有王法了，我这就报剧，不信没人治得了这些恶人。江云飞却朝刘晴一笑，摇头道：执法人员很忙的，这件事交给我，咱们回去会这些社会败类。你不知道为何，看着江云飞脸上的从容自信，刘晴顿时安心不少，然后点头。小姐姐，你有车子吗？江云飞看向女工作人员，对方连连点头，然后微笑道：江先生，我开车送你们。谢谢。此刻刘晴家中被一群凶神恶煞的大汉闯入，家里是鸡飞狗跳，有不少邻居在远处指指点点，但是没人敢报剧，都是自扫门前雪，不管他人瓦上霜的人。屋内，刘凡与一个狼狈的少女，身上青一块肿一块，没少被人殴打，正被人用脚踩在地上。老不死的，你们听好，你儿子还差我们赌场30万，子债父偿，你们拿钱出来，我们马上就走。一个脸上有刀疤的男人，脖子上戴着大金链子，嘴中镶着金牙，他一脚将刘凡踩在地上，唾沫横飞地瞪着刘父刘母。我儿子欠你们100万，不是还清了吗？你们再这样，小心我们报警。刘母很是心疼地看着儿子与小凤被人踩在地上。老东西，你当我们赌场开善堂？9出13归，懂不懂？被踩在地上的刘凡吐出一嘴血水，怒道：借钱的时候，你们明明没有说过9出13归，你这样做没有道义，不怕人笑话？啪！刀疤男甩手又是一个嘴巴子抽在刘凡脸上，狠道：混账，整个 WX 黑道，谁敢笑话我刀疤五？别 TM 废话，要么你们给钱，要么我今天砍掉你一只手，再把你家砸了。看着儿子挨打，刘母想要冲上去，却被刘父死死拉住。你们真要这么咄咄相逼？刘父还算镇静，道：看来你们是不想要你儿子的手了，那就别废话了，拿刀来。刀疤男朝身后一个小弟伸手。好，欠债还钱，天经地义。我儿子不争气，你要砍他的手，就拿我们家的刀砍。刘父冲入厨房，拿出家中剁骨头的大刀，剃到刀疤男面前。第94章恶人上门。刀疤男并不是真想砍刘凡的手，
只是看刘凡在这么短的时间内拿来100万还债，便又见财兴起，想压着他与小凤来他家里继续讹一大笔钱。哪知道刘父如此暴躁，主动将刀送到面前来，反倒将了他一军。现在这个世道，走黑道的人都是求财，如非必要，没有人想见红。砍啊！刘父一声怒吼，还真镇住了刀疤男。老东西，你确定？刀疤男被激出了凶意。你不是要砍他手还债吗？砍完后债务抵消，别再来骚扰我们。刘父眼睛通红。爸，我是您儿子呀。刘凡脸色惨白。伯父，刘凡的女友小凤哭着摇头。还他爸，你就这么狠心吗？刘母泣不成声。老东西，既然你不要你儿子的手，那我成全你。刀疤男可不是个善茬，眼露凶光，就要抓过刘父手中的剁骨刀。而这时看到刀疤男真要拿刀后，刘父眼内一凶光一闪，流露出危险的气息，眼见就要见血之际。干什么了？干什么了？在我老丈人家里一个个大呼小叫的，你们都谁啊？江云飞带着刘晴走入进来。姐夫，快救我哇！快救我！他们要砍我的手！刘凡很没有骨气的哭了起来。你们这些混蛋，快放开我弟弟与小凤！看到弟弟与小凤被人用脚踩在地上，刘晴激动的眼睛红了。云飞看到江云飞出现，刘父眼中的凶光才收敛回去，不然他刚刚就要跟刀疤男拼命。你是这老东西的女婿，正好你小舅子还欠我们30万，你这个当姐夫的是要看我们砍他一只手，还是替他还钱？之前刀疤男已经知道刘凡能马上还100万，全是他姐夫给的钱。知道大金主来了，刀疤男眼中掠出贪婪的金光。这样啊？江云飞摊了摊手，似乎想了想后道：要不砍了这王八蛋一只手吧，反正他从来看不起我这个姐夫。听到江云飞的话，全场一静，刘凡更是满脸绝望。刘父刘母想说什么，最终还是憋住了嘴。云飞，刘晴也愣了，没想到江云飞会这么说。好，看来你这混蛋是爸妈不爱，姐夫也不亲。既然这样，你这只手我就收下了。刀疤男真要抓刀就砍之时，江云飞立刻叫道：你这人真是一点幽默细胞也没有。大家都是成年人，打打杀杀多不好，我不就和你开个玩笑吗？不就30万，给，我给。闻言，刀疤男子脸上的狠意才见消。姐夫，我以前对不起你，是我不是东西。刘凡给了自己一嘴巴子，打得满脸是血，为以前对江云飞的不敬做赔罪。刘母也是一脸感激的望向江云飞，刘父则是感激中又透着愧疚，他以前也不喜欢江云飞。云飞，谢谢你。刘晴抹了抹眼泪，没办法，谁让我小舅子他姐姐长得国色天香嘛。江云飞还调笑一句，逗得刘晴在这种气氛下都俏脸红了起来，连忙低下头。讨厌！刀疤男子不爽了，有完没完？老子是来收债，不是来吃你们狗粮，赶紧给钱。银行卡号？江云飞问道。随着刀疤男子丢过来一张银行卡后，江云飞一个电话转账，没过一会30万到账。收到钱的刀疤男子这才松开刘凡，也挥手让小弟们放掉小凤。你们都拿到钱了，还不快滚！刘父喝道。急什么？债务是清楚了，我们的辛苦费还没收。看到江云飞轻轻松拿出30万，必是个大土豪。刀疤男贪心不足蛇吞象，还要敲诈。为了压你儿子与儿媳妇，我们又是车钱油钱，还亲自上门舟车劳顿的，你当我们是义工不收钱啊？刀疤男无耻恶笑道。闻言，刘晴一家人全部愤怒。混账！刘父当场就怒了，手中的剁骨刀就要有所动作之时，江云飞眼疾手快，抓在刘父握刀之手，然后笑脸看向刀疤男。说得好，我最欣赏你这种直来直去的坦白人。这个辛苦费要给，必须给。刀疤男朝江云飞竖起大拇指，露出几颗大金牙，讲究10万辛苦费，不过分吧？刘晴一家人都要气得身体颤抖了。江云飞却笑道：一点不过分，非常的合情合理。说话间又是10万转过去。好，中国好姐夫。收到10万后，见江云飞这么有钱，还这么软蛋，刀疤男依然还不满足。所谓过门是客，我们兄弟来你们家做客，你们却一杯茶水都没有给我们倒，这个礼数。江云飞手掌一拍，连连点头。有道理，老丈人啊，你们这就不对了。人家辛辛苦苦送小舅子与小凤回家，怎么能连一杯茶也不倒？云飞，你……刘晴一家人看不懂江云飞在搞什么。这个刀疤男明明无耻勒索，可他还傻傻的这么配合人家，刘晴都快要气死了。就算你现在有钱了，也不能这么怕事，这么不把钱当回事的给人白白敲吧。江云飞二话不说，又是10万块转过去，脸上人畜无害，看向刀疤男子他们。10万块茶水费，礼数到了吧？
兄弟，你是个人物，改天有空，哥请你吃饭。刀疤男与其身后一群人，脸上笑得比花朵还要灿烂。像江云飞这样有钱又这样怂的肥羊，真是一年都难得见到一次。虽然刀疤男依然还想敲诈，但实在找不到什么借口了。刀疤男朝江云飞伸了一个大拇指，便招呼5个小弟离开了刘家。刀疤男终于走了，家里清静下来。云飞，那混蛋明明是敲诈勒索，你怎么就傻傻的还一直给他送钱？刘晴气的酥胸剧烈起伏，很心疼他的钱被人这样白白敲诈走。晴晴，别说了，云飞不是个怕事的人，他都是为了你这个不争气的弟弟。刘父是个明白人。云飞，你替凡儿还债的钱，你放心，我们家以后一定还给你。刘母是个本分老实人。姐夫，这次谢谢你。刘凡拉着小凤2人来到江云飞面前，猛地就要朝他跪下去。江云飞单手抓住他肩膀，令他无法下跪半分。虽然他确实受得起，以后不要再做这种混蛋事。很多事情一旦做错，并不是每个人都有机会回来弥补遗憾。说着这话时，江云飞目光庆幸地望向刘晴。云飞，谢谢你。刘晴握着江云飞的手，知道要不是他，今天他们家会遭受什么，根本无法想象。江云飞朝他摇了摇头，然后朝刘母道：伯母，本来说好今天我来做饭的，但刚才我和晴晴出去玩，忘了买菜，我再去买点菜来，晚上咱们一家人好好聚一聚。姐夫，我去买。刘凡自告奋勇。刘母也连忙说家中菜足够了，不用买菜。江云飞却依然道：难得一家人聚一块，必须吃点好的。晴晴，你在家帮伯母一起做饭，我去买个菜，很快就回来。说着又看了眼刘父。伯父，晚上咱爷俩一醉方休。好。刘父脸上露笑，但看着走出去的江云飞，不知为何总感觉他不是出去单纯的买菜。半个小时后，世纪星辰 KTV 敲走江云飞50万的刀疤男一伙人点了个最豪华的包间，叫来一堆漂亮妹纸，正喝酒唱歌，好不快活。五哥，刘凡那小子的姐夫可真是个大肥羊，咱们只从他身上敲走50万，会不会太少了？一个小弟从身边妹纸的胸口内抽出头后说道：饭要一口一口吃，羊毛要撸，但不能一次撸秃了。那个白痴这么有钱，过2天做个局，再从他身上捞一票狠的。刀疤男亲了一口身边的妹纸后，咧出大金牙，笑道：多狠？另一个小弟问道：看这傻白憨的肥羊这么有钱，估计再捞个200-300万不成问题。哈哈，跟着5个兄弟们有福了。听到刀疤男的话，一众小弟大笑着朝身边的妹纸动手动脚起来，引得一阵浪笑不停。才200-300万，你们就不能有点追求？怎么也要从我身上捞个1800万的呀？突然一个戏笑的声音传来。江云飞不知是何时进来的，他左手拿着山水啤酒，单指开盖后喝了一口，便大摇大摆地坐到刀疤男的身边。刀疤男与一众小弟先是一愣，随后挥手让所有风尘妹纸出去，同时出去2个小弟守门，暂时不让任何人进来。小子，看来我看走眼了，你不是怂软蛋。刀疤男正色起来，说吧，你想怎么样？见江云飞敢一人闯入，还撕破脸皮讲开，刀疤男意识到对方怕是不简单。50万全部吐出来，再赔我200万，我就当今天这事没发生过。江云飞风轻云淡说完后，将山水啤酒一口饮尽。你是白痴吗？老子吃到嘴的肉还想我吐出来，你觉得可能吗？刀疤男与他的小弟们嘲讽起来。这时江云飞缓缓起身，我这个人最讨厌别人拒绝我。哦，若是别人拒绝你，你会怎么样？刀疤男恶笑道。第95章诺言到来。会死。江云飞冰冷的话音如同死神的呼唤，令整个包间内的温度骤降如寒冬。大言不。气急而跳的刀疤男话还未说完，声音便被打断。他感觉到全身冰冷，身体里的力气在一点点被抽空。噗！血花一洒，血腥气弥漫。江云飞手中捏碎的山水啤酒瓶整个没入进刀疤男的咽喉深处。5个！包间内几个小弟惊怒万分，没想到江云飞这么狠，突然出手就是杀人。然而不待他们做出动作，江云飞已经抽出满是鲜血的碎啤酒瓶，如同冷酷的杀手，动作快准狠辣。包间内刀疤男的几个小弟全部捂着喉咙，全身抽搐倒地，眼球剧烈突出，生机在快速的流逝。守在包间外的2个小弟感觉有些不对，才刚打开门，顿时被2只沾上鲜血的手掐住喉咙，秒拖进来。咔嚓2声，2人脖子被扭断，身体僵硬的倒在地上。做完这一切后，江云飞面不改色，他拿出纸巾擦拭着手中鲜血，然后坐到还未断气的刀疤男面前。如果你有下辈子，记得不要再拒绝我。感觉到眼前越来越黑的刀疤男，内心是无尽的绝望与惊恐。
他完全没想到这个看起来人畜无害的少年这么心狠手辣。如果有后悔药吃，打死他也不敢上刘琴家勒索江云飞50万。但一切太晚了，江云飞是重生而来，上一世面临灾难降临后，不仅要与妖魔鬼怪斗，还要与人斗，早就养成了他杀伐果断的性子。事实上，就算刀疤男刚才痛快答应条件，江云飞也不会放过他们。他们威胁到了刘琴的家人，就是威胁到了刘琴。这样的潜在威胁，只有扼杀。靠，大佬，你这搞太大了吧！领空进来后，饶是他这刀尖讨饭吃的人，也被现场吓了一跳。他急忙打电话，让信得过的人来处理首尾。江云飞连杀几人，若不处理好，后果会很严重。麻烦了。江云飞拍了拍他肩膀，老大，我发现我是真看不透你，就算是我，非万不得已，也不敢像你这样。领空指了指地上惨状，他们咎由自取。领空点头，这我倒相信。刀疤五这混蛋本身也是畜生，手上沾过不少人命，造过不少孽。严格来说，你算为这城市清理了几个毒瘤。还是你会说话？江云飞失笑道：老大，对不起，因为我的冲动，害你游戏里掉回了一级。那天领空被杀后，才知道中了敌人的算计，连累了江云飞他们。自责的他心情郁闷，才下线喝起闷酒来。要不是刚刚江云飞找他，怕是游戏更新完后，他还不知道怎么上线面对江云飞。我们是朋友，不要说什么害不害的。江云飞劝他道：游戏更新后上线吧，祸水、星辰、跳舞、阿秀，大家都没怪你。老大，领空有些感动。怎么，你小子害我掉回一级，难道不需要负责带我升级啊？江云飞故意调笑他道。领空却很认真，点头：老大，你放心，绝世涅槃更新结束后，我一定准时上线。以前都是你带我升级，这次轮到我带你了。江云飞失笑，谁带谁还一定了，他可是有了绝世坐骑太古鲲鹏。行了，我还要去老丈人家喝酒。江云飞说着就要起身离开，走了几步又回道：你们这有没有会做香菜的大厨？领空点头，有，让他给我做几个好菜，让我带回去和老丈人他们尝尝。江云飞微笑道：好呢，小事一桩。当江云飞再回到刘琴家时，又是半个小时过去。刘母他们做一桌子好菜，正等着他回来。你怎么去这么久？刘琴接过江云飞带回来的菜，一一放到桌上。买菜排队多等了一会。江云飞笑道。刘父看着江云飞，总感觉他不像是单纯出去买了菜，但也没说什么，朝他露出笑容，让江云飞坐他身边。江云飞替刘父开启生肖茅台，为他倒上。刘凡这时倒是有点眼力劲了，连忙接走江云飞手中的生肖茅台，为江云飞倒上一杯，然后又给自己倒一杯。姐夫，大恩不言谢，这一杯弟弟敬你。江云飞朝他一笑，举杯与他一碰，喝过后便敬向刘父。饭桌上温馨融融，渐渐一片欢声笑语。中间江云飞提起与刘琴的婚事，还告诉刘父刘母，他和刘琴买了一套别墅，希望他们能同意二人住在一起。刘琴满脸羞红，小脚在桌底下使劲踢江云飞。江云飞今天做的这一切，彻底获得了刘琴一家人的认可，他们也认定了这个女婿，便笑着点点头。江云飞还告诉刘父刘母，等他父亲出院后会接他们过来，到时一起商量与刘琴的婚事。高兴的刘父刘母眼睛都红了，连连点头。而刘琴的脸上也第一次露出久违的笑容，灿烂盛花。喝到最后，刘父与刘凡都醉得不省人事，倒是江云飞根本没什么酒劲，老实说，他也不知道自己现在的酒量在什么程度。晚上，刘琴送江云飞离开刘家，他还是害羞，暂时不好意思跟他一起住进别墅，说还要在家待一段时间。最后相约好，刘琴明天会去买个游戏指环，他到时也会进入游戏。江云飞才抱着他亲了一口后挥手离开。已是晚上8点，绝世涅槃已经更新了22个小时，再过2个小时，江云飞就能进入游戏。想到太古鲲鹏，江云飞就有些迫不及待要进入游戏，看看绝世坐骑到底有多牛叉。江云飞本来想回阿秀的公寓，但还是摇了摇头，没有过去。既然买了别墅，还是住进去，别再回去打扰阿秀两口子的甜蜜生活。改日有空再邀请阿秀他们来别墅玩。通过天湖别墅的保安门禁，才走到自家别墅门口。江云飞还没有打开院子门的电子锁，突然一个声音响起：江云飞。他一愣，回头一望，不远处一辆红色的玛莎拉蒂车门打开，钻出一个耀眼夺目的美人儿。女人极为高挑，妥妥地模特身材，她一身黑装，皮肤雪白，气质高洁又不泛性感，特别是一双雪白大长腿，修长圆润，走起路来充满诱惑。你是？漂亮性感的女人踩着名贵的高跟靴，噔噔噔快步跑来，相逢迎面。不由分说，
比江云飞还要高的娇柔香躯猛地抱住了他。对不起，我游戏里没保护好你，害你被我玉飞天杀掉，调回0级。对不起，真的对不起。女人声音甜美，我见油莲的眸子挂着晶莹的泪水，她的举动还有说的话，令江云飞是整个人都懵逼了。江云飞挣脱美人的怀抱，看着对方精致到挑不出丝毫瑕疵的脸上，突然脱口道：“红颜祸水。”美丽女人点了点头，那是我游戏里的名字，我真名叫洛言 ，SH 人。你怎么找到我的？知道我在这里。江云飞顿时警觉起来，我表弟的一个同学告诉我的，我就跑过来找找看，没想到真的是你。洛言擦了擦眼泪，对不起，要是我在游戏里再及时一点，你肯定不会被杀掉，都怪我。江云飞现在头有点大，同时警觉地扫了四周一眼。红颜祸水找到这里，肯定是有人故意安排，这个人10有8九就是王傲。谢谢你来安慰我，但是我没有事，游戏里调回1级而已，放心，我很快就会从新手村回来找你们。说着，江云飞又道：“时间不早了，绝世涅槃还有1个小时多就会开服，我改天请你吃饭，先送你回。这是你的别墅吗？看不出你还挺有品味的。”见到江云飞并没有因为游戏里的事受到打击，红颜祸水便放心下来，同时打量起江云飞的别墅。我大老远来找你，你不会连杯茶水也不请我喝吧？红颜祸水很是幽怨地看着江云飞，令江云飞准备好的话又强行憋了回去。这是我买给我女朋友的。进入别墅小院后，江云飞故意说道：“哇，看不出你这么痴情，对你女朋友这么好，买这么大别墅给她，她一定很漂亮吧？”红颜祸水绝美的脸上惊讶道，但不知为何，听到江云飞说有女朋友后，心里却暗暗一痛。虽然现实中是第一次见到他，江云飞人长得也并不帅，还没有他高，但不知道为什么，红颜祸水一见到他真人后，就控制不住的想要与他待在一起。洛言，你这是怎么了？红颜祸水心中暗问自己。她可能没你妹漂亮，但在我心里是最美的。进入宽阔别致的大厅后，江云飞打开灯光，摸了摸脑袋，半天才找到冰箱。今天才刚入住，本以为里面什么也没有，打开那足有1扇门高的冰箱后，发现里面瓜果蔬菜、饮料、可乐什么的一应俱全，应该是那个房产女经纪人为他准备的。不得不说很贴心，江云飞想给他一个好评。你喝什么？江云飞给自己拿了瓶可乐后，问红颜祸水，却发现大厅里已经没有了红颜祸水的身影。人呢？江云飞走入大厅后，发现红颜祸水已经不见了。走了？江云飞有点懵，他还真是来得突然，走得更是莫名其妙。与此同时，开着玛莎拉蒂离开天湖别墅区的红颜祸水突然一脚刹车停在路边，他掏出一个手机拨去个电话。您好，天湖房产为您服务，我有什么能帮您的吗？我要买下9号别墅。不好意思女士，9号别墅已经售出，您可以考虑下其他别墅。我就要9号别墅，并且明天就要入住，价钱不是问题。那好吧，女士，我们可以帮您问问户主，如果户主同意，我们再与您联系。好。红颜祸水挂掉电话，回头朝天湖别墅区看了一眼后，驶车离去。第96章，真是为小祖宗。与刘琴和好，彻底解决掉了江云飞的心事，接下来他便能把全部精力投入到游戏中。随着倒计时结束，江云飞怀着激动的心情，终于进入了游戏中。献祭了全部等级，江云飞只有1级，他被系统强制送回了888号新手村内。虽然游戏刚开，江云飞也是第2次回到888号新手村内，可一进入后，便看到村里村外密密麻麻的全是人，各种喊组队、买卖的声音不绝于耳。随着绝世涅槃的魅力与影响力与日俱增，已经有越来越多的玩家加入其中。江云飞好不容易找到一个还算僻静的地方后，便迫不及待地打开坐骑空间查看。绝世坐骑太古鲲鹏，品级洪荒霸主级至尊神兽，主人云飞，等级1，成长阶段幼崽暂不可乘骑，攻击300，防御100，生命1000，力量成长100星，体质成长100星，敏捷成长100星，智力成长100星，速度300。被动鲲鹏血脉，免疫60%物理与术法伤害。鲲鹏血脉无视任何控制，鲲鹏血脉伤害增加100%。技能入水成鲲，上天化鹏。看完绝世坐骑太古鲲鹏的属性后，江云飞惊得整张嘴都快要合不起来。4维属性全是顶级100星的成长率，其被动鲲鹏血脉更有高免伤、无视控制加100%伤害输出，这简直要掉炸天！他的技能更是能让江云飞上天入地，没有什么地方不可以去。以太古鲲鹏这变态的成长率，只要他升上10级，各项属性之猛
比江云飞之前20级满身装备都只强不差，牺牲全部等级换来这只太古鲲鹏实在太 TM 值了。叮，您的坐骑太古鲲鹏自动纳入坐骑排行榜首，您是否显示名字进入榜内？好不容易低调下来，江云飞才不会傻不拉几的在这个时候暴露自己，自然是隐藏。隐藏姓名上榜后，江云飞立刻召唤太古鲲鹏出来，想看看它是什么模样。随着一阵召唤光芒过后，一只成年公鸡大小却全身黑漆漆像被墨水泼过一样的大型蝌蚪状生物，顶着一对鸡蛋大的眼睛跳了出来。不会吧，这么丑？江云飞傻眼了，好歹是太古鲲鹏，怎么一出生却是个蝌蚪模样？这带出去会不会太丢面了？似乎像看出江云飞的嫌弃一样，蝌蚪状的小鲲鹏，他一对鸡蛋大的眼睛居然人性化的露出一副你没见识的表情。噗！突然，小太古鲲鹏嘴巴一张，居然喷出一柱乌黑似墨水样的东西，洒在江云飞的脸上。什么鬼？他还敢攻击主人？江云飞擦干净脸后，发现小太古鲲鹏正一副很得意的样子，露出一张笑脸看他。这 TM 成精了，还会跟人一样笑。叮，请给您的坐骑取名。系统传来提示。江云飞压下震惊后，看了看他这一身丑样，随口道：小丑。噗！话音一落，小鲲鹏又是吐了江云飞一脸墨水，弄得他狼狈不已。还没擦干净脸上的墨水，便感觉受到巨力一撞，江云飞吃痛的倒在地上，正要起来，却被小鲲鹏压在他胸口。这真是邪性了，他还有自己的脾气，嫌弃名字难听。江云飞将他推开，擦掉脸上的墨水后，发现小鲲鹏如一个婴儿一样，鼓起黑黑的蝌蚪脸，气愤地瞪着他，一副想咬死他的样子。你能听懂我的话？小鲲鹏给他一个白眼。江云飞彻底震惊了，这小鲲鹏真是逆天了，有自己的思维。你嫌名字难听？江云飞试探地问道。小鲲鹏居然连连点头。妖怪呀，妖怪啊！小鲲鹏居然有自己思维，江云飞不知道是该高兴还是郁闷。那我给你换个名字吧。听到江云飞这么说，小鲲鹏连连点头，那张蝌蚪脸上居然人性化的露出笑脸。大强、大飞、大鱼、大圣。小鲲鹏听到江云飞起的破名字，本来就黑的蝌蚪脸更黑起来，嘴巴涌动着，又想吐他一脸口水了。看到他生气，江云飞一脸冷汗，脱口道：主宰，够霸气了吧？哪知他还真喜欢主宰这个名字，猛地点头。看到他同意，江云飞松了口气。这货脾气这么不好，也不知道以后会不会让我骑，别养了个祖宗就难搞了。叮，您的坐骑名字小丑已定，无法更改。听到系统这个提示的瞬间，江云飞这次学聪明了，果断捂着脸。果然，随之而来的又是小鲲鹏一顿口水喷来。堂堂太古鲲鹏，太古时代霸主中的至尊神兽，因为江云飞这一随口，小丑这个名字他注定要一生所用。叮！这时好友阿秀发来消息：你小子没回公寓，上哪浪去了？对了，你的绝世坐骑怎么样？超级牛掰吧？我在外面买了套房子，改天你叫你女朋友一起过来玩。别提那坐骑了，脾气比我还大。噗！似乎听到江云飞说他坏话，小鲲鹏又是一嘴黑口水喷到江云飞脸上，气得江云飞嘴角不住的抽动。好，你早点升上10级，改天我带李李一起去你的新房子看看。不说了，我先去升级。才与阿秀结束通话，好友洛星辰与爱跳舞全都一一发来消息，内容都差不多，怕江云飞因为掉到1级失落，安慰他说他们都等着他早点出来。让江云飞意外的是，傲剑耀九州也发来一个消息：我等你出新手村后再来一场公平之战。这家伙是个有意思的人，同样是劝江云飞不要灰心，但他的方式是激起江云飞的斗志，故意跟他约战。好，等我。江云飞回复完傲剑耀九州，红颜祸水也来了消息：怎么样，新手村还习惯不？有什么不习惯的，我马上就会出来追上你们，你们要加油哦。对了，你刚才怎么不辞而别？江云飞问道。炸的，我不走你还想本姑娘留下来给你暖床？看到这红颜祸水这么霸气的回复，江云飞回了一个擦汗的表情，结束对话。老大，你加油升级，等你出了新手村，我带你升级。看到领空的消息，江云飞不由一笑，他也在新手村，只不过与江云飞不是同一个。虽说领空是9级，但江云飞感觉说不准他离开新手村的速度比领空要快。给领空回复一个好后，江云飞就准备带脾气大到要死的小鲲鹏出村升级时，小分身那又连来几个消息，令江云飞头大。他突然感觉多个角色后，事情还真是又多又麻烦。叮！飞天，你在哪？家族组织去杀 BOSS， 你来吗？是飞羽潇潇发来的语音。江云飞用小分身回复他：不用了，我这里单独有点事，先一个人升级。哦，
那你还来家族公分基地吗？你又不做我女朋友，不给我暖床，我才不去。江云飞故意这样说，想让他知难而退。哪知道飞羽潇潇的回复让他头大了。我答应你了，你来家族基地吧。说完，飞羽潇潇急忙挂掉语音。江云飞瞬间懵了，好像有点玩过头了。叮，您收到玩家飞羽潇潇转账100万。什么情况？突然收到100万后，江云飞瞬间想起那天飞羽潇潇发过全服喇叭，无论谁杀掉云飞都能得到他100万的奖励。但王狂那王八蛋也说要给100万来着，这么不主动，下次看到他先打死，再索要这100万。小分身我欲飞天现在13级，凭这身装备与属性，加上被动的 15% 吸血，单刷民工1、2层，问题应该不大。江云飞便把小分身放到民工1层去升级，意念再次回到主身。才刚回来，江云飞发现自己全身上下被喷得像掉入过煤坑一样后，顿时气得想发飙。毫无疑问，全是小鲲鹏的杰作。叮，你的坐骑太古鲲鹏饥饿度为50，对你的忠诚度下降到60。提示：坐骑忠诚度下降到50后，有可能强行挣脱主仆束约，届时您将失去坐骑。听到提示，江云飞才知道他是肚子饿了。你们快看，村口角落里有个傻子，不知道掉到哪个粪坑里一样，黑不溜秋的。他不会有神经病吧？说不定正常人哪有这么傻？靠，神经病也能玩游戏？绝世涅槃真牛叉！被别人指指点点，江云飞无语，先去新手村井口打桶水洗干净后，朝他道：下次再朝我乱吐，小心我！江云飞话还没说完，看到又生气的小鲲鹏，顿时把话憋回去。小心我喂你吃好吃的，总行了吧？听到江云飞服软，小鲲鹏才傲娇抬头，看他这德性，也不知道是不是个母的。坐骑饿了，要吃肉，这一点江云飞是知道。要吃肉，只能是找野怪杀。新手村外到处人满为患，全是人强野怪，江云飞必须走远一点，才有机会杀到怪。半个小时后，江云飞带着小鲲鹏来到8级以上的怪区新手村野湖。你可是堂堂的太古神兽，霸主中的霸主，自己下水杀个8到9级的怪，问题不大吧？江云飞知道他能听懂自己说话，故意激他道。果然，小鲲鹏很傲娇地瞟了江云飞一眼后，他那蝌蚪状的圆溜溜身子扑通一声直接跳入湖内。才刚下去没多久，一连串系统提示跳出。叮，你的坐骑太古鲲鹏击杀8级野怪，魔鱼+1，获得经验350，你拾得经验35。你的坐骑太古鲲鹏击杀8级野怪，魔鱼+1，获得经验350，你拾得经验35。才1级的小鲲鹏能这么快击杀8级野怪，虽然震惊，但想起他至尊神兽的身份，江云飞还是能够释然。可他杀一只魔鱼350的经验，自己只得35，虾米情况？他要吃8成经验。因事倍功半，江云飞得到经验都是减半，得35的经验，实际是70的经验值。江云飞无语摇头，看来以后升级更难了。不过短短5分钟，江云飞都没有出手，可小鲲鹏却独自击杀了30多头8级魔鱼，直到他血量只有100后才破水上岸。上岸的同时，他嘴里还叼着魔鱼尾巴，硬是将体积大出他10倍都不止的魔鱼拖入岸上，然后丢在江云飞脚下。小鲲鹏用尾巴指了指魔鱼尸体，然后又指了指江云飞：你要让我把它烤熟给你吃？江云飞张大嘴巴问道。小鲲鹏一副鄙视他的模样，好像在说：你不烤，难道要我烤？好吧。江云飞确定了，这只小鲲鹏真是位小祖宗。第097章血雨腥风。半个小时后，江云飞累得满身汗，终于是满足了小鲲鹏的巨大胃口。也不知道他这公鸡大的蝌蚪身子哪来那么大的胃，居然将上百斤的烤魔鱼吃得一点不剩。吃完后，小鲲鹏圆溜溜的一对眼珠子，还斜睨了江云飞一眼，似乎嫌他手艺不行，气得江云飞都想准备一个烧烤架烤了他。叮，你的坐骑太古鲲鹏饥饿度为0，对你的忠诚度增加1点。MD， 辛苦给他烤这么条大魔鱼，才增加1点忠诚度，真不好伺候。大爷，吃饱了？那该干活了吧？江云飞很无语的朝小鲲鹏道。小鲲鹏没好气的瞟了眼江云飞后，肉乎乎的蝌蚪状身子慢悠悠的移动至湖边，然后才扑通扑入湖内。叮，你的坐骑太古鲲鹏击杀8级野怪，魔鱼+1，获得经验350，你拾得经验35。叮，你的坐骑太古鲲鹏等级提升为2。叮，你的等级提升为2级。不得不说，小鲲鹏脾气是大，但他的强悍毋庸置疑，跟杀怪收割机一样。虽然每杀一只怪物，他独吃8成经验，可以这种效率来看，江云飞也能接受。正准备帮小鲲鹏一起杀怪时，江云飞先把升了1级的5个属性点全部加上智力。他调回1级，
之前升级带来的属性点已经清零。同时，江云飞看了眼自己的属性栏，种族人族，角色云飞，职业水系术士，等级2，修为玉清一重天，属性加 1%， 称号第一魔皇，属性加 35%， 生命1523，灵力1120，攻击230-339，防御334，根骨85，体97，力141，敏154，智325，幸运加12，功德点58，金钱299金16银91铜，技能真武水龙吞月，目光天宇，洛神之罚，水之真身。被动法术暴击天赋，永久增加玩家 15% 几率的法术暴击。不看不知道，一看吓一跳。江云飞完全没有想到他的属性还有这么高，并且得到的第一魔皇称号，属性增加 35%。幸运值是与小分身是一体的，所以从9变成了12。他虽然身上一件装备也没有，但有这身属性在，还有4个真武觉醒技能，升回10级根本不是什么难事。小丑！江云飞话音才刚落，湖内便是一柱黑色口水朝他喷来。江云飞伸手敏捷躲开，连忙改口，可大爷却把湖里所有的怪都拉来。湖中，小鲲鹏恨恨瞪了眼敢叫他小丑的江云飞后，才又潜入水中。小鲲鹏脾气是大，但办事效率还是没得说。这才2分钟过去，就看到整个湖面内波涛滚滚，水浪一波高过一波。小鲲鹏的身后，足足有数以千计的水中怪物，密密麻麻的朝他追来。大爷，干得漂亮！江云飞朝他伸起一个大拇指。小鲲鹏似乎很喜欢大爷这个称呼，蝌蚪大脸露出湖面，傲娇的笑着。当所有水中鱼怪接近后，江云飞立刻发动攻击。水龙啸跃，洛神之罚，水太神龙与洛神之手携带狂暴无匹的水之力量，轰隆轰隆从天而降，炸入湖内，爆起100米多高的浪花。湖中数之不尽的水怪被波及，头上跳出一片3500加以上的伤害量。顿时间，江云飞的信息框里经验获得的提示如炸屏一样不断的飘出。叮！您击杀8级魔鱼怪，太古鲲鹏分得280经验，你实得35经验。叮！你击杀8级水鳖，太古鲲鹏分得280经验，你实得35经验。叮！你击杀9级水蛇，太古鲲鹏分得320经验，你实得40经验。江云飞2个真武觉醒技能过后，他与小鲲鹏的头上连冒好几柱的金光，连升几级。江云飞瞬间达到5级，小鲲鹏则是6级，比他还要多升1级。升到6级的小鲲鹏血量已经达4000，攻击力1400，防御超800，看得江云飞眼睛直亮。突然，小鲲鹏游到无数水怪尸手中，咬住一只大鳖，然后拖入岸上，丢在江云飞的脚下。你才刚吃多久，又要吃？江云飞脸上冒黑线，小鲲鹏却摇摇头，用尾巴指了指江云飞的包裹。你是让我把它收起来，留着你肚子饿时烤来吃？小鲲鹏立刻猛点头。好吧，鉴定完毕，妥妥的超级吃货一个。江云飞正要收起老鳖时，突然随口来了一句：我可以帮你把老鳖收起来，但你帮我干一件事。小鲲鹏疑惑看向他，去湖里把爆出来的东西一个不少帮我捡回来，能做到吗？江云飞只是随口试试看，哪知小鲲鹏听完后扑通一声就跳入湖里。没过一会，他挺着老大个圆滚滚的肚子上岸，然后张嘴一呕，啪啦啪啦，数也数不清的铜币像流水一样堆在江云飞的脚下，而且还夹着3、4件装备。江云飞顿时眼睛贼亮起来，好家伙，这绝对是个超级好用的铜弓，以后打怪爆出的东西都不用他去捡了，全交给小鲲鹏。由于湖中水受于怪泉被江云飞2个群攻收光，继续留在这里等刷新太浪费时间。江云飞想了想后，脑子中灵光一闪，邪恶山神这个未知品级的 BOSS， 江云飞第一次离开新手村前就一直没再敢招惹他。看看凶悍到一塌糊涂的小鲲鹏，还有他自己这一身属性，说不定现在真有机会干掉他。走，带你去杀大家伙，要是能他干掉，我把他烟熏成干肉给你吃。叮！您的坐骑太古鲲鹏对你的忠诚度+1。听到这个提示，江云飞一愣，却发现小鲲鹏满嘴的口水在流，很是激动地盯着江云飞。不会这么没出息吧？听到烟熏干肉馋成这德性，还有没有身为霸主级至尊神兽的风范？江云飞无语摇头，带着小鲲鹏朝雾山出发。小鲲鹏还不能骑，江云飞现在靴子都还没有，移动速度很慢，足足走了1个小时才接近雾山。一路走来，遇到野怪随手点杀，江云飞已升上了6级，小鲲鹏也快7级了。
正要带着吃货小鲲鹏准备登山时，叮！玩家落水泱泱完成天阶隐藏任务，获得奖励伪神级坐骑五爪金蛟。叮！系统将开放7大国度、4级、3级古城。提示：7大国度3级古城内的城主即刻起限量出售随机坐骑宝盒，限量1000个，每人限购1个。连续2个系统公告，令得整个游戏都沸腾起来。榜一云飞被杀回1级后，落水泱泱以20级再度登临榜首，并且完成天阶隐藏任务，得到次神级坐骑五爪金蛟，人人都羡慕不已。但更让人热血沸腾的是，开放的3级古城内有限量1000个坐骑礼包，也就是说，最先到达3级古城内找到城主的人都能买到1个坐骑礼包。整个绝世涅槃内目前的玩家数量绝对不止1个亿。7个国度，7个3级古城，总共也就7000个坐骑礼包。上亿的玩家才抢7000个坐骑礼包，其珍惜程度无需多说。顿时间，绝世涅槃内至少有 99.99% 以上的玩家放下了手头的一切，眼睛发红，拼了命的朝开放的3级古城赶去。擦，还有这种好事啊！江云飞瞠目结舌。在新手村内的玩家自然是没有这个机会去争夺珍贵的7000个坐骑礼包，但自己的小分身可是在外界，这7000个坐骑礼包之一，务必要让小分身抢到1个。二话不说，江云飞立刻遥控小分身离开地宫1层，然后全速朝着3级古城的地图跑。小分身有天师部这种凌空虚度，速度增加 100% 的技能，并且冷却时间还短。按道理来说，成为雨国前1000名内到达3级城镇的人应该是不成问题。顿时世界喇叭再度热闹起来。九剑仙、天仙家族的兄弟集合，守住火之国云崖桥，非本家族之人一个也不准放过去。飞羽潇潇、飞羽成员所有人堵住雨之峡谷，非本家族之人一个不让过。不拜神话，诸位兄弟们给个面子，地之国1000个坐骑礼包我神话家族包了，请不要试图闯入幽土魔道，否则别怪我们不客气。至尊宝、木国1000坐骑礼包，至尊阁要了。玄木森林暂时禁止非本公会的人进入，违者杀无赦。寡人金国玄海，非我王朝之人，暂不准渡海，否则一个字杀。免下雷国云海，非我天剑之人，暂不准闯入。夜夭夭、风国仙谷，非我绝色妖姬的姐妹们，暂不准通行。随着系统的广播结束后，意识到7000个坐骑礼包重要性的大公会管理立刻霸道的组织公会中的人，封锁必经之地，阻止其他玩家进入3级古城。但这个世界人为财死，鸟为食亡，现实游戏都一样。疯狂的普通玩家们可不会因为大公会的阻挠就不敢去闯，可以想象又是一场血雨腥风。江云飞摇了摇头，这场风波他是没办法参加了，只有小分身独闯。凭小分身的实力，又是名义上的飞羽家族成员的身份，这1000个珍贵名额必有他一份，江云飞不用太操心。上山，给你整好吃的。江云飞朝小鲲鹏一叫，他立刻笑得猛点头。只要听到吃的，他的眼睛都能冒光。第98章击杀邪恶山神上。雾山的怪物分布密集，在这里很少能遇上新手村的玩家，基本上没多少人敢来这里升级，这也导致江云飞带着小鲲鹏一路畅通。不到半个小时内，江云飞与小鲲鹏出手，杀掉了足有数百只雾山野怪。不过江云飞的包裹里却又多了狂牛、豪猪、金蛇、狂虎、豹猿等等。小吃货鲲鹏是每看到新的物种怪物后，就要拖来一具尸体，要江云飞收下。江云飞若敢不收这些对他而言的美食，小鲲鹏绝对会喷他一脸口水。就这么一会，他的包裹仅仅是帮小吃货鲲鹏存食物，都占了1/12。江云飞极为无语，好在终于要到雾山之巅，前方的山神庙已经跃然在眼前。想到即将面对未知的邪恶山神，江云飞内心还有点说不出的小激动。守庙的4恶兽似乎还没有刷新，导致山神庙的4个入口空荡荡的，很是冷清。正要带着小鲲鹏进入山神庙时，叮！玩家寡人开启随机坐骑礼包，获得坐骑鬼级9星橙黄。叮！玩家夭夭开启随机坐骑礼包，获得坐骑鬼级7星火光兽。叮！玩家双开启随机坐骑礼包，获得坐骑鬼级5星云雕。叮！玩家洛星辰开启随机坐骑礼包，获得坐骑鬼级9星帝江。叮！玩家红颜祸水开启随机坐骑礼包，获得坐骑伪仙级6星九凤。刹那间，游戏内最有实力的一波顶尖人物都已经进入了7国的3级城镇，买到了限量的坐骑礼包。凡开出鬼级以上极品坐骑的，都会出现全服公告。江云飞的小分身也闯入了3级古城里，花掉100金币买到了坐骑礼包，但却开出一个令江云飞欲哭无泪的垃圾坐骑，
中平5星的云豹。小分身的对面是洛星辰与红颜祸水他们身后还跟着数十个等级不低的人。看来才短短的时间，洛星辰就召集到了一批不弱的人手。他想要创建工会，灭掉飞羽家族，并不是一句空话。红颜祸水与洛星辰正用杀死人不偿命的眼神，恶狠狠盯着江云飞的小分身，恨不能杀之而后快。对此，江云飞不知道是该感动还是想哭。飞天，不用怕，你是我们飞羽家族的人，没有人敢对你怎么样。飞羽潇潇走到我玉飞天身边，秀目中寒意冰冷，对视着洛星辰他们。雾山内收回意识的江云飞脸上一副哭笑不得。洛星辰他们对我玉飞天的恨意是为了自己，可我玉飞天是江云飞小分身的事情，他暂时不能对他们说，只能无奈苦笑。看到这么多人得到极品坐骑，江云飞点开坐骑排行榜查看。榜首太古鲲鹏，至尊神兽，拥有者某某。榜二化蛇，伪神级，拥有者寡人。王傲不是得到一个鬼级9星的城隍，怎么变成化蛇了？江云飞疑问中继续查看。榜三五爪金蛟，伪神级，拥有者落水泱泱。榜四九凤，伪仙级6星，拥有者红颜祸水。榜五帝江，鬼级9星，拥有者洛星辰。榜六城隍，鬼级9星，拥有者王公子。看到这，江云飞不由笑出声。看来榜二的伪神级坐骑应该是王狂开出来的，但肯定被他哥王傲强行用鬼级9星的城隍换走了他的伪神级坐骑。实际上江云飞猜的一点也不错。此刻王狂王公子正气的鼻孔嘴巴往外喷着白气，若不是屈服于他哥王傲多年的淫威下，此刻他都想骂操你妈了。坐骑榜内最低的都是鬼级6星，开随机坐骑礼包完全看人品，能开出最好的应该就是伪神级。江云飞关掉坐骑排行榜，正要进入山神庙时，小分身那里飞羽潇潇却发来交易，江云飞只能再回到小分身看他干嘛。点开交易一看，江云飞愣了，伪仙级9星坐骑夫珠，这是……江云飞愣了，愣着干什么？拿着，这是家族成员霸3开出来的，我花500万找他买的。你开出的坐骑太差，会影响你的实力。你别想多了，我是为了家族着想，想你提升更多，并没有其他意思。飞羽潇潇脸蛋有点醉红，低头说道：那你自己了？江云飞反问。哪这么啰嗦，赶紧收下。飞羽潇潇有些羞怒的嗔道：谢谢。江云飞对这个女人的感觉突然有一点小复杂了，自己是不是有点无耻了？切，无耻个毛，有便宜不占，王八蛋。江云飞强行说服自己，用小分身接受了这个伪仙级9星的坐骑，一认主后，坐骑自动进入为新榜4。意念回归，江云飞摇了摇头，不再去想飞羽潇潇，这是有点头痛，还是先杀邪恶山神再说。走，杀大家伙！江云飞一招手，立刻带着小鲲鹏走进山神庙内，立刻便是久违的系统提示响起。叮！外出寻觅美女的邪恶山神感应到有外来者闯入他的神庙，他将在15分钟内赶来，杀死一切入侵者。叮！雾山内暂时无法回城，无法下线。听到这个一点不陌生的提示，江云飞手指头紧了紧，检查了下包裹内的物品：10枚高级回血，50枚中级回血，100枚初级回血，回灵丹100，应该足够对付邪恶山神了吧？老实说，江云飞依然没有底气。15分钟后，已处于山神庙外的江云飞顿时看到远方妖云涌动，狂风大作。叮！邪恶山神已出现。轰！下一刻后，自天空的乌云内探下一只巨大的红毛巨掌，抓向江云飞。快闪开！江云飞正要让小鲲鹏闪到一边去，同时开启目光天羽石。哪知道小鲲鹏那公鸡大的小蝌蚪之身陡然高高昂首，一对鸡蛋大的眼珠子内迸发出霸绝天上地下唯我独尊的绝世凶焰。笑！一个堪称上入9天下黄泉的绝世兽吼声竟从小鲲鹏那小小身体里爆发出来。从妖云内探抓下来的红毛巨手似受到了无法想象的惊吓，恐惧无比的瞬间将手收回妖云内。叮！您的坐骑太古鲲鹏感觉威严受到挑衅，激发部分了至尊神兽威压。叮！邪恶山神被至尊神兽威压所摄，属性下降 50%。 下一刻后，天空上所有妖云狂风散去，接着一个长满红毛、圆脸4肢、生有尾巴的类人形怪兽落在了地上。玄阶初级 BOSS 邪恶山神，等级35，攻击1500-2500，降低 50%， 防御3000，降低 50%， 生命1000万 50%， 技能法象天地，妖云魔手。邪恶山神乃是20年前
被雨国现任女皇雨诗月所斩杀的5000年雪山魈留下的遗种，他虽被封为山神，却依然性泥而暴力，常常掳虐貌美女子作乐。看完他的属性后，江云飞不由暗暗咽了一口唾沫。好家伙，邪恶山神竟然是玄阶初级的 BOSS！ 若非小鲲鹏以至尊神兽威压，令他所有属性降低 50%， 别说现在的江云飞，就是没掉级的他，一身装备在，一个人也干不过他。下一刻后，江云飞还没有出手，小鲲鹏却人小鬼大，嗖的一声化作一个黑影冲向邪恶山神，一个蝌蚪尾巴抽在邪恶山神脸上。负1569。邪恶山神似乎很害怕小鲲鹏，被他抽了一尾巴后，不仅没还手，还吓得汗毛直立，掉头就想跑，要离小鲲鹏远远的。小鲲鹏是至尊神兽，它是飞禽走兽中的金字塔，那来自血脉深处的威压令邪恶山神天生恐惧。有戏！看到邪恶山神这么怕小鲲鹏，江云飞赶紧开启目光天宇，追了上去，一个雪豹打向邪恶山神。负1289。江云飞的伤害还不如小鲲鹏的高，但邪恶山神怕小鲲鹏，可不怕江云飞。他獠牙一张，吼一声后，化作一阵凶风近身。砰！邪恶山神一爪子命中江云飞胸口，痛得他差点是隔夜饭都要吐出来，整个人被打得飞出30米，撞在山神庙的墙上，头上跳起1678。要不是升到6级，江云飞有1700的血量，邪恶山神这一爪子下来，当场就把他秒杀。哦！邪恶山神一吼，化作凶影再次扑来。这时小鲲鹏却速度更快，刹那时冲至江云飞面前。他鄙视地看了江云飞后，跳出一个蝌蚪尾巴，重重抽在邪恶山神脸上。对小鲲鹏这种来自血脉深处的恐惧，令邪恶山神惊恐大叫，挨了一尾巴后，他立刻退出100米。干得漂亮！虽然被小鲲鹏鄙视了，但没辙，谁叫他有牛逼的资本？你上，我在后面压阵。江云飞意识到了，要想弄死邪恶山神，真的完全要靠小鲲鹏，他只能躲后面输出。接下来的战斗完全是小鲲鹏打前阵，江云飞则猫在身后，不断以技能普攻攻击邪恶山神。邪恶山神看到小鲲鹏就像看到鬼一样害怕，面对他不停的扑击，一直哇哇大叫着逃窜。当1个小时过去后，邪恶山神的血量被磨掉250万。可是当小鲲鹏再度冲上去攻击邪恶山神时，这次却发生了意外。第99章击杀邪恶山神下。砰！邪恶山神第一次反手，一爪子将扑来的小鲲鹏打飞。小鲲鹏被打得摔到江云飞的脚下，血量足足掉了1/3。或许是感觉到了死亡威胁，邪恶山神哪怕在害怕小鲲鹏，在求生欲的刺激下，看向小鲲鹏的眼神也从恐惧变得隐隐透着怒意。不妙！尽管邪恶山神属性被减了一半，但他要真发起狠来，绝对不好对付。小鲲鹏再牛逼，现在还是幼崽期，这个你能吃吗？江云飞掏出一个终极回血丹，小鲲鹏跳起将终极回血丹吞下，失去的1/3血量顿时被补满。小鲲鹏被抽回来后，眼珠子内火光迸射，感受他至尊神兽的威严受到严重挑衅，立刻更加勇猛地朝邪恶山神又扑去。江云飞也立刻施以洛神之法，水太洛神之手从天而降，把邪恶山神拍入地面，令他失去2333的血量，并且化为巨型的冰山大手，将邪恶山神死死地压在下面，还令他持续掉血。这时小鲲鹏也冲过来，他的蝌蚪尾巴像抽人嘴巴子一样，啪啪啪啪，一巴掌一巴掌地甩在邪恶山神的脸上。哦！被江云飞与小鲲鹏打掉大量生命的邪恶生神突然眼睛一红，一声怒吼。叮！邪恶山神使用技能法相天地。下一刻后，邪恶山神的体积陡然之间像是充气娃娃一样开始膨胀，变大变粗。咔嚓咔嚓，压在他身上的洛神冰晶巨手开始裂缝，一块又一块脱落的冰块砸落下来。而邪恶山神从正常人类的大小开始迅速变大长高，才这么一会已经变成一个10米高大的巨人，并且他的长势不止，还在迅速变高变大。看到他这模样，江云飞脸色一变，果断掏出包裹里的广寒精雀举过头顶。虽然他等级不够装备广寒精雀，拿在手上也不会有属性增加，但江云飞需要用它释放水之真身。水之真身，唰！聚集了水之本源之力的广寒精雀如同空中的太阳一样令人无法直视，然后火箭升空发射般速度快到不可思议，从变到20米高大的邪恶山神胸口上一穿而过。哦！邪恶山神发出剧烈的痛苦嘶吼，原本增大到20多米的巨大体型被水之真身一打后，立刻像个泄了气的皮球，迅速的缩水。他的头上炸起11234的破万血量，又回到了正常人类身体的大小。看到江云飞这个技能，就连小鲲鹏也第一次朝他投来一个赞赏的眼神，好像在说，这才有点像我主人的风范。叮！
邪恶山神法相天地被强行打断，属性降低 20%。听到这个提示，江云飞眼神大亮，收回广寒精雀后，血爆普攻不断地朝着邪恶山神脑袋上砸。小鲲鹏更是跳到邪恶山神的身上，蝌蚪状的尾巴呼呼声响，一尾巴一尾巴的狠狠抽打邪恶山神。就这么一会，在江云飞与小鲲鹏的配合下，打掉邪恶山神足足超5万的血量。哦！吃痛的邪恶山神猛然挣脱，并且再度将小鲲鹏扇飞。可他全身属性已经降了 70%， 这次打飞小鲲鹏给他带来的伤害更是微乎其微。但江云飞还是朝他丢去一个初级回血丹，接住。小鲲鹏张嘴吞下初级回血丹后，又生猛无比的冲上去，死死缠住邪恶山神。江云飞则可以肆无忌惮的在后方输出。这一刻的小鲲鹏绝对比任何一个肉盾职业都靠谱，将邪恶山神压得死死。后面输出的江云飞真是毫无压力。在江云飞与小鲲鹏的配合下，不过10分钟的时间，邪恶山神的血量已经被打到不足80万，成功在望。哦！邪恶山神垂死挣扎，一声咆哮后，再度打飞小鲲鹏。他喘着粗气，恶狠狠地瞪了眼江云飞后，突然猛地一跳，离地10米高。江云飞如临大敌，正要防备之际，下一秒后，靠！江云飞忍不住爆出粗口：狗日的邪恶山神，居然不讲武德的逃跑！他一跳10米高，一落30-40米远，几个起跳之间就把江云飞与小鲲鹏甩出上百米远。别让他跑了，他的肉可是人间极品！江云飞一声大吼之余，果断开启目光天宇，风驰电掣的朝逃走的邪恶山神追去。而听到江云飞说邪恶山神是人间美味的小鲲鹏，一对鸡蛋大的眼球顿时像注入了10万能量，嗖的一声，速度一点不比飞行中的江云飞慢，朝着邪恶山神追出。绝世涅槃玄阶以上 BOSS， 哪怕是最低的玄阶初级 BOSS， 都拥有一定的智力，会打会跑，还会偷袭。玄阶以上 BOSS 分为初、中、高、鬼、王、皇级6个级别。王级以上的 BOSS， 其智力基本上就不会弱于人太多。皇级以上的超级 BOSS， 那就更是成精以上的老妖怪，不论是实力还是智力都超级可怕。轰！眼看逃不走的邪恶山神，从林中抓起几头狂虎，当武器一样砸向江云飞。江云飞连忙躲避，同时施以血爆命中邪恶山神。但可怜的2只老虎却惨叫的砸断大树倒下，死状凄惨。这时小鲲鹏也追上了邪恶山神，跳起又一尾巴扫在他的后脑袋上。邪恶山神吃痛，被扫飞出10米远后，凶性毕露，连血脉深处的恐惧都被压了下去。他弄断一株20米高的大树，抱起轰隆砸向小鲲鹏。尽管小鲲鹏皮糙肉厚，脾气还大，又经常吐自己口水，但怎么说也是自己的坐骑。江云飞本能的飞到小鲲鹏面前，双手抱头挡下砸来大树。轰！江云飞头上掉出1699，仅差一滴血便被打出尸化状态。大树的巨力还将江云飞撞飞，把他带离地面，掠出7-8米远后，压入草丛下。若非江云飞手速快，啃下一个终极回血丹，肯定会被打出尸化状态。叮！您的坐骑太古鲲鹏对你的忠诚度提升时，提示：忠诚度80后，青年成长阶段的坐骑可以成骑。江云飞很意外，没想到他无意间一个举动，令小鲲鹏对他的忠诚度一次增加了10点，现在已经有72点，再增加8点，小鲲鹏到青年期后就可以成骑了。小鲲鹏愤怒一叫，虽然没有之前那么霸道绝世，还透着一股娃娃奶音，可他却变成一团黑色火焰，快如闪电，命中邪恶山神。叮！您的坐骑太古鲲鹏觉醒天赋技能之一幽冥魔焰。全身被黑色火焰缠绕的小鲲鹏撞在邪恶山神的身上后，令他惨叫不止，头上立刻爆出一个11233的破万血量，并且那些黑色的幽冥魔焰沾到了邪恶山神的身上，给他造成持续掉血。负1500，负1500，负1500，这要牛逼！江云飞眼睛都看直了，补满血量后，一个翻身跳起，施出血爆加普攻，加入攻击之中。哦！被幽冥魔焰焚烧，痛苦无比的邪恶山神再次打飞小鲲鹏，然后疯了一样撞倒几棵大树，朝着一个方向逃去。这么难缠，江云飞脸色难看，他的目光天宇已经结束，要15分钟后才能使用。跑得这么快的邪恶山神，他根本追不上。早知道这样，还不如刚才不吃回血丹，逼出尸化技能还好些。但一切晚了，疯狂逃起来的邪恶山神，连小鲲鹏都有点追不上。可就在这时，剧情迅速反转，惨叫不停，胡乱逃窜的邪恶山神也不知道是不是跑蒙圈了，砰咚一声巨响，邪恶山神居然撞在一块巨大的花岗石上，花岗山石都被邪恶山神给撞得裂出一片缝线，他摇摇晃晃，然后仰天逞大字形倒在地上。
这时，小鲲鹏也追了上去，跳到邪恶山神的身上，一尾巴接一尾巴的抽他。江云飞面色大喜，连忙跑出数百米，接近后也加入攻击，痛打落水狗一样殴打邪恶山神。5分钟后，这只玄阶初级 BOSS 邪恶山神悲催无比的惨死在江云飞与小鲲鹏的手下。叮！恭喜玩家云飞击杀玄阶初级 BOSS 邪恶山神，获得经验奖励1000万，功德点50。叮！由于您是第一个击杀玄阶初级 BOSS 的人，系统将发起全服公告，是否隐藏姓名？隐藏。江云飞回应。叮！玩家某某击杀玄阶初级 BOSS 邪恶山神。作为全服第一个击杀玄阶初级 BOSS 的人，系统奖励其等级+1，幸运+3，功德点350，金币350。有人杀了玄阶初级 BOSS， 立刻引得全服震动。玄阶以上 BOSS 可是有机会爆出剑帮令的。现在这个阶段，若是爆出剑帮令，绝对是天价，必引得无数土豪与工会打破头皮争抢。这个世界上，大家都只记得第一，谁第一个创建工会，便有最大的优势，成为绝世涅槃内最强势力，没有人不眼红。果然，系统公告才落下1秒，世界上突然响起全服喇叭。洛星辰，这位击杀玄阶初级 BOSS 的兄弟，若是爆出剑帮令，请联系我，价格任你开。飞羽天下，飞羽家族出5000万，收全服第一块剑帮令。九剑仙，天仙家族出5500万。为了第一块剑帮令，哪怕是盟友的九剑仙也要出手抢夺。不败神话6000万。至尊宝，不论不败神话出多少，我永远比他高出1块钱。不败神话，至尊宝，我某某你某某，寡人我王朝出8000万收。若有剑帮令，这价格还可以在意。不过就是一个击杀了玄阶初级 BOSS 的系统公告而已，有没有珍贵的剑帮令还未必。可游戏内的大佬们却一个个坐不住了，开始天价抢剑帮令。第100章，第一块剑帮令。江云飞没有理会世界喇叭上的轰动，他飞快来到邪恶山神的尸体下，将他爆出来的所有东西全被捡入包裹中。一共有5件物品，其中一个是块银光闪闪的测量台子。江云飞的内心不住的在颤动，不会真出剑帮令了吧？拿出来一看，剑帮令，持有剑帮令者找到3级古城内的城主，消耗500功德点，可创建游戏帮会。死！江云飞倒抽凉气，没想到真的出了剑帮令，而且还是全服第一块剑帮令，它的价值无法估量。看到剑帮令的第一时间，江云飞想要联系洛星辰，可想了片刻后，他立刻嘴唇一弯，露出一抹令人不寒而栗的微笑。王傲，是时候先向你收点利息了。江云飞立刻把剑帮令寄放到拍卖平台上。叮！玩家某某寄卖全服第一块剑帮令，平台将在明晚8点半后第一次举行面对所有玩家的拍卖会。叮！这个游戏公告一连发出3次，引得全服震动不已。操！第一块剑帮令真的出现了 ！MD， 那个打出剑帮令的狗屎运小子，这下可要数钱都数到手抽筋。真 TM 好运，爆出第一块剑帮令，比彩票连中10注500万还要有过之而不及。这下顶尖工会的这些大佬要眼红坐不住了。也不知道这一块剑帮令会刮落谁家。不管刮落谁家，第一个抢到剑帮令的工会，绝对是日后最有潜力成为第一工会的家族。听说不败神话是现实中的超级神豪，估计有可能会被他抢到。切，至尊宝的财力实力都不在不败神话之下，未必会输给他。大家别忘了，还有飞羽、天仙2大顶尖工会也要抢第一块剑帮令。没错，不过我更看好最近很出风头的新晋神豪洛星辰，他应该是超有实力的大黑马。王朝寡人的实力也不可小觑，角色妖姬的叶夭夭也是个隐藏的狠人。由于江云飞的一个举动，引得游戏内风起云涌，各方大佬们看到这个游戏公告后，第一时间选择下线，准备筹钱。对于明晚拍卖的第一块剑帮令，全都志在必得。星辰，你现在有多少功德值？江云飞主动给洛星辰发消息。有140，怎么了？洛星辰问道。明晚那块剑帮令，你可以抬抬价，压压别人，但是别压王朝的寡人。可以的话，还可适当帮助他拿下这块剑帮令。寡人不是你的敌人吗？你还要我帮他创建第一个帮会？洛星辰皱起了眉头。其实他很想拿下这块剑帮令的，正因为我跟他是仇人，所以更希望这块剑帮令被他拿到手。你相信我，我不会害你。还有，你现在起别去升级了，争取在明晚9点前把你的功德值提升为500。功德值有这么重要？江云飞又道。你信我的话就去做，到时你就知道我为什么让你刷功德值了。洛星辰对江云飞还是十分信任。好吧，不过这功德值可不好刷，要在明晚9点前升上500，我可能做不到。我给你发10个坐标点，其中8个是刷功德值的任务 BOSS， 另外2个是有可能爆剑帮令的玄阶初级 BOSS。
你叫上红颜祸水，招募点高手，再准备些符文器具，防止 BOSS 跑路，问题应该不大。洛星辰的嘴巴已经大张，你怎么知道这么多？江云飞一笑，我是重生者。去你的，鬼才信你。好，我按你说的去做。这年头，果然说真话是不会有人相信的。江云飞知道他不会信，便一笑后又道：对了，你别再找人袭杀我玉飞天了。这个人，等我出新手村后，我亲自对付他。好吧，既然你想自己亲手报仇，那就随你。本来我刚刚好约了傲剑耀九州、叶夭夭与举杯妖明月，准备去围杀他呢。靠！听到洛星辰的话，江云飞吓得一身冷汗。这个好兄弟，居然叫了一堆猛人要杀自己的小分身。傲剑耀九州就不用说了，叶夭夭是未来天罡榜前10的超强高手，举杯妖明月他可是后期绝世涅槃内最强修罗，绰号死神，连上一世的落水泱泱有一次都差点被他杀掉。还好找洛星辰聊了几句，不然小分身绝对不是这几个猛人一起联手的对手。想想都吓江云飞一跳。结束与洛星辰的对话后，观察了一下小分身已经14级，江云飞便又将注意力投入包裹，查看其他4件物品：玉衡紫金腰带，品级玄阶中品，枪战士及隐藏枪战士职业使用，属性隐藏，需鉴定后才能使用，使用等级33。这是阿秀的专属装备，江云飞打算一会有给他，就是不知道他什么时候才带得上。速显敏流光，品级玄阶上品，辅助术士及隐藏辅助术士使用，属性隐藏，需鉴定后才能使用，使用等级35。连红颜祸水的武器都爆出来了，这种极品装备自己人能用，江云飞是绝对不会拿去卖钱。目光一转，再看向另一物，特殊物品紫阳石。介绍：乃旷世奇珍，传说涅槃石脱落的一缕脚料，落入地心，吸地藏之精气，运千百年之久，方可成型为紫阳石。使用紫阳石可以将不高于玄阶品级的装备提升1至3个级别。宝物啊！江云飞眼睛都要冒星星，这块紫阳石来的真是太是时候了。他主身被小分身所杀，在外人眼里他的装备已经被曝光，这就导致江云飞升上17级后不好继续使用广寒精雀，那是他的标志性装备，否则谁都会怀疑他与小分身的联系。有了这块紫阳石，那真是省了不少事情。毕竟江云飞也舍不得那把趁手武器。江云飞二话不说，拿出广寒精雀，立刻使用紫阳石。叮！您使用紫阳石成功，您的武器广寒精雀成功提升3个级别。再次打量时，广寒精雀不仅是名字，连剑身外貌都已经改变。清明灭飞须，品级玄阶中品术士及隐藏术士可使用。备注：可升级。攻击1099至1433，智力200，敏捷150，体质150，攻速增加50%，破甲无视目标25%的防御，宝石孔3个，附带清明水系术法，伤害增加40%，攻击时有10%几率令目标冰封5秒。天赐使用装备等级降低25，使用等级35级，装备评分5777。看到升级后的广寒精雀变为玄阶中品的清明灭飞须，江云飞高兴的当场笑出猪叫声。清明灭飞须整个的颜色碧绿如洗，剑身有4指宽，剑长是1.3米，玄异的符文血槽布满剑身，刻满飞禽走兽的剑柄，整把剑不断泛出一层层的水雾，握住它有丝丝清寒之气。虽然是玄阶中品武器，但评分已经比榜1的回风秦日月都低不了多少。江云飞现在还装备不了，就算他自带天赐，也需要10级后江云飞才能使用。杀掉邪恶山神后，加上奖励1级，江云飞已经升到8级，距离10级已不远。噗！被冷漠了太久的小鲲鹏可不干了，一口浓黑的墨色口水喷到江云飞脸上，然后小鲲鹏愤怒地用尾巴指了指邪恶山神，抗议着江云飞的不作为。咱能不能商量下，以后有话好好说，不要有事没事吐我一脸，这很不礼貌。江云飞无语地看了眼小鲲鹏，将爱不释手的清明灭飞须收入包裹，然后开始处理邪恶山神。江云飞答应过小鲲鹏，要帮他做成烟熏干肉给小鲲鹏吃。你等下，我看完最后一件东西，立刻帮你弄。擦了擦脸后，江云飞拿出邪恶山神爆出来的最后一件东西，是一张泛黄的未知兽皮卷，上面全是江云飞看不懂的符文。未知兽皮，带上它去找古城城主雨峰，或许会有线索。任务触发的道具应该有大用。江云飞把它收起后，赶紧给大爷一样的小鲲鹏备烟熏烤肉。绝世涅槃内拟真度达到100，做烟熏肉干是完全没有问题的。接下来足足1个小时，江云飞其他的什么也不做，专门做把邪恶山神做成烟熏肉干的大事，顺便再给小鲲鹏烤了一头烤全虎。
杀邪恶山神，小鲲鹏功不可没，没有他出力，江云飞是无论如何也干不掉邪恶山神。半个小时后，心满意足吃饱烤虎肉，又吃了一半江云飞烟熏的邪恶山神肉干后，小鲲鹏才心满意足地打了个饱嗝。叮，您的坐骑太古鲲鹏对你的忠诚度增加2。叮，您的坐骑太古鲲鹏吃入大量精气肉食，需要暂时沉睡。听完这提示后，小鲲鹏便化成一道黑光，自动进入了江云飞的坐骑空间内，呼呼大睡起来。还真是吃饱了就睡。江云飞摇头，开始继续苦逼的升级。已经8级了，他要争取在早上升回10级，离开新手村。明天晚上8点，还有一场生死斗语拍卖会的大戏等着他。